华夏岁冬，英烈陵园。女人抱着崭新的木盒，于新立的墓碑前默默悼念，脑海中不断回想着以往与墓主人之间的点滴。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林晓，2006年8月16日至2033年2月1日，享年27岁。臭小子，不是说好要保护我一辈子的吗？你倒是说到做到啊！女人带着哭腔呜喃了一声。她叫柯云岑，是林晓大学时的学姐，大她2岁。看着墓碑上林晓的照片，柯云岑怔怔出神，眼角还残留着淡淡的泪痕，心中的滋味更是复杂不已。直到陵园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柯女士，节哀顺变，该让林大人入土为安了。等等，再给我点时间。柯云岑用手背擦了擦眼角泪痕。臭小子，我没想到那么多年没见，最后会以这种方式重逢。你说你当初要是信我的，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九州世界融合之后，明明有大好的前途，却非要听信那贱人的话，去找什么逆命果。他是什么人，我早都跟你说了。哎，最后闹成这种局面，舔狗舔到你这份上，也真是没谁了。算了算了，不说你了，死者为大，也都过去了。一边说着，柯云岑也缓缓蹲下身子，准备将手里的木盒放入碑下的石臼内。不过这时，柯女士，林大人还有一份遗物，也一起放进去吧。工作人员再次提醒道，手里则是捧着一个留影球，这是九州世界里用来记录影像的工具，相当于是现代的录像机。柯云岑闻言接过手，可留影球却忽然亮了起来。这……陵园工作人员有些愕然，这颗留影球被林大人下了禁止，只有符合要求的人才能查看。可我们找了不少林大人生前的朋友，没想到最后是留给我的。柯云岑愕然道，他没有任何修为，却让留影球亮起了光华。显然是的。片刻后，留影球轻悬半空，一道狼狈不堪、满脸血迹的人影也在其中浮现，正是林晓。即便憔悴无比，可脸上的俊朗依旧掩藏不去。下一刻，林晓开口了：“哈，学姐，好久不见了，没想到最后得用这种方式跟你说话。放心好了，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嘛，我才不会死，只是实力太强，这个世界容不下我，要飞升上界了，懂罚？”画面里的林晓虽然满脸血迹，却并没有半点悲情，反而是细说着自己的死亡，说成是飞升上界。柯云岑一点不意外，林晓这家伙主打的就是一个不正经。吐了口浊气后，林晓继续说道：“要是我走了，这个世界上应该只剩下学姐你会在乎的吧？嘿嘿，怕你之后太想我，给你录颗球，留个念想。”画面里林晓的声音停顿了几秒，才接着说道：“其实呢，想跟学姐你道歉的，我要是早信你的，现在也不用飞升上界了吧？哈哈。不过这都是我自己蠢，怨不得别人。学姐，对不起啊！我走以后，学姐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龙族的人我都打点好了，他们会负责你的安全。那么学姐，有缘的话，我们来世再见。”听到这里，柯云岑原本已经干去的眼角再次滑下清流。他等这句道歉不知等了多少年，却绝不希望林晓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说。然而话到这里，画风却忽然突变。哎呀，说多了都是泪啊！我那个后悔哦，学姐啊，你说我当年要是信你的，到现在是不是已经妻妾成群了？说不定都当爹了。呵。旁边的工作人员憋不住噗的一声。干他们这种工作的，一般而言都会保持严肃，不会笑的，除非实在是忍不住。柯云岑也是抹了抹眼泪，破涕为笑：“林晓，我去你大爷的，做你的春秋大美梦啊！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坚持才是胜利。加油！奥利给！”聒噪的手机闹铃在少年耳边响起。“哦，奥利马给啊！”林晓伸手摁停了闹铃，接着头好痛。他伸手握拳敲了敲脑袋，抚额揉了会太阳穴才翻身坐起，这感觉就像是魂魄离开身体太久，猛地返回后产生的悸痛。等会，不对。林晓睁开双眼，看了看四周，眼前的场景是格外的熟悉。我靠，这儿怎么那么像我大学时在外面租的房子？我不是为了找逆命果，闯入天涯绝境，被半部神尊的巨龙逐躯重伤后伤了本源，药石难医，最后嗝屁了吗？怎么还活着？不对，我的身体和修为，装备没了，修为没了，都没了。正当这时，你已重生，当前时间节点2024年9月30日8时整。林晓脑海里一道清冷无比的声音传来：“重生？你丫谁啊？”然而没有任何回应。什么意思？这声音听起来还有点耳熟。对了，是九州里系统的声音。可这……几分钟后，经过再三确认，林晓终于认清了现实，他真的重生了，回到了18岁，
9年前刚上大2那一年。至于为什么会重生，他仔细想了想，应该是被竹蛆追杀时死马当成活马医，吃进肚子里的那颗果子。那颗果子是他在竹蛆洞府边上一根很是古老的藤蔓上摘下来的。当时只是觉得很不同，并没有认出详细。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那颗果子起的作用。可究竟是什么样的逆天神果，会让他起死回生，回到了9年前的今天？难不成是逆命果？传言逆命果有着逆天改命、重塑根骨灵姿的奇效，哪怕是毫无灵根的一头猪吃下去，最后也能进化成所向披靡的神兽。前世林晓就是拗不过女友方逸宁撒娇，为了帮他重塑根骨灵姿，能踏上修炼之路，奔着所谓的2人一同长生的目的，才去往迢迢之外的天涯。因为传言中逆命果只会在天涯绝境出现，谁知道等他抵达天涯绝境，迎来的却是几方势力的疯狂围杀。无奈之下，他也只好闯入竹蛆的洞府，以求一线生机。那时他也清楚了缘由，原来是方逸宁将自己的去处出卖给了他的敌人，而为的竟然只是对方一枚能让容貌青春永驻的丹药。现在想想，他还真是有够恋爱脑的。逆命果可逆天改命，而重生的却算是逆天改命啊。可如果是逆命果，那刚才忽然出现在脑子里的声音又是怎么回事？在九州里面摸爬滚打多年，林晓不至于连游戏系统的声音都认不出来。喂，你说话呀！半晌，依旧是没有任何回应。林晓摇了摇头，罢了，又垂手看着自己的双手，喃喃：既然天不亡我，让我重来一次，那么方逸宁、司徒燕、杜旭康，这一世我定要让你们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这一刻，林晓的双眸之间有的只剩下冷冽寒意。重生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绝望、最凄凉的时光，而今又要怎么冷静？深爱了近10年的女友，仅仅为了一枚丹药，就将他的行踪透露给是将他杀而后快的敌人，真是太悲哀，太凄凉。回顾前世，他发现自己简直活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典型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明明有倾心于他的学姐柯云岑，却偏要选择将他视作玩物的方逸宁。明明实力达至破戒，只要别浪至少能活数1000载，却为了绿茶一句我们一起长生，偏要去那九死一生的天涯绝境寻那逆命果。现在想想真是太可笑了。幸好老天有眼，让他重回9年前，回到2024。而在2024年10月1日这天，一款拟真度达到100%的跨时代全息玄宗网游横空出世，其名九州。没人知道它来自哪里，但它就是存在着。无数黑客使尽浑身解数，却连它的防火墙都未曾找到，仿佛它并不存在于地球上，可它就是存在着。原本人们以为它只是一款游戏而已，但在游戏开服6年之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整个九州世界竟然跟地球融合在了一起，玩家在游戏中得到的修为、法宝可以带入现实，甚至连游戏里的 NPC 和怪物也一同并入现实。九州改变了整个世界。在这款游戏里，游戏天赋极佳的林晓，哪怕是顶着烂破头的先天属性，依旧修炼到了破界境。游戏让他拥有了一切，但也失去了一切。但是现在，一切都将重新来过。林晓相信，凭借9年来他对九州的了解，完全可以在游戏再次并入现实之前，积攒到超越前世的实力。更何况这一世，脑子里还有那个祭祀九州系统的声音。他不明白为什么，但谁又会嫌自己优势大呢？有对九州的了解，有那系统的声音，游戏里的奇遇、秘境、神兵法宝，所有的一切或都将属于他。而现在，距离九州宣传中的公测时间还有16个小时。林晓极力调整着呼吸，企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前世他悲惨至极，今生他必报仇雪恨。前世他遗憾诸多，今生他必尽心弥补。或许月老掉线，爱由财神来管他的世界多了些安全感。正想着，林晓的手机铃声忽然响起，来电显示柯学姐。也许是重生之前才录了个留影球给柯云岑的关系，看到这个备注时，林晓的脑海里也开始浮现出过去的点滴。他前世最对不起的几个人里，柯云岑正是其中之一呀。缓过神来，他滑动屏幕，接起电话：喂，学姐。臭小子，你怎么才接电话啊？在哪儿呢？我有事跟你说，现在，立刻，马上。第2章，说好的请我吃饭，结果是你请我，我付钱是吧？臭小子，你怎么？听着电话里那令人怀念的熟悉声音，林晓顿时百感交集，刚想开口，却听到脑海中传来：面临抉择节点，做出正确选择将会获得相应奖励。他猛地一怔，这，臭小子，你在没在听啊？
电话里，柯云岑的声音再次传来：“我在呢，学姐，你在哪呢？”林晓缓过神来，笑了笑，道：“熟悉的声音将他过去的记忆接连唤醒，这一幕他印象深刻，也当然知道柯云岑这次打电话过来是想说什么。原本也正是这个电话，让得两人后来形同陌路。我在学校啊，不是，你先听我说。好了，学姐，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无论如何，我们见一面再说。啊？虽然不知道林晓突然间是怎么了，但柯云岑还是在电话里应声。那好吧，你过来找我，还是我过去找你？我去找你吧，10分钟就到。撂下电话，林晓也是起身洗漱了一番。只是他才刚出门，出租屋的另一个房间里，略显病态的俏丽双眼却是睁了开来，苍白脸蛋上或多或少有些疑惑。几分钟后，林晓以快步来到穗大的校门口，这里在他的记忆中同样占据了不小的份额，往日欢欣一时涌上心头。只是没多久就被一道清亮的女嗓打破：“臭小子！”喊他的正是柯云岑。时隔多年未见，柯云岑依旧是记忆里的模样，黑色长发梳作中分披在背后，额前有着几缕碎发作为点缀，近1米7的个子亭亭玉立，柳眉凤眼，皮肤微白，阳光下略呈小麦色，保守的素衣下更是藏着傲人的身材。再见柯云岑，林晓对自己也真是无语，放着这么一个绝美学姐，跑去舔一个将自己当成玩物的方逸宁，真是够蠢的。学姐，这2字出口，心中的五味杂陈也是跟着涌出，眼角更是泛起细微湿润。好久不见，我告……柯云岑兴冲冲的想说些什么，可却被林晓一句话给堵住了：“咱俩不是前几天才见过？”哎呀，先不管那么多了，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没等柯云岑说完，林晓直接打断了对方：“好了，学姐，你先别说了，我请你吃饭去啊。”啊？别哈了，我都快饿昏了。好吧。几分钟后，两人在穗大附近找了一家牛肉面馆坐下，各自要了一份加大碗加肉的牛肉面。柯云岑从不刻意注意饮食，可吃进去的东西基本上都到了该去的地方。嗦完面，他却是再也忍不住了：“臭小子，你知道我早上看见什么了不？”“什么？”林晓明知故问道。“说出来，你嘴里能吃下一头金鱼。”“我看见。”柯云岑故意放慢了语速，似乎是在吊林晓的胃口。后者也很配合的演出一副求知若渴的模样。接着，柯云岑表情一肃，方逸宁从一辆法拉利上下来，还跟一个至少有3个我那么胖的男人亲嘴了，嘴对嘴那种。你别跟我说可能是他爹，亲爹干不出那种事儿。林晓听完却满脸淡然。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就好。哎，柯云岑眨了眨眼，你就一点都不震惊？这有什么？我已经准备跟他掰了，他就是跟癞蛤蟆亲嘴，也与我无瓜啊。前世，林晓就是死活都不肯相信柯云岑这个消息，还说出了学姐，我知道你也喜欢我，但你也不能这么诋毁逸宁啊，这种典型的沸羊羊语录。最后自然就闹得两人不快，从此不再往来。重来一世，早已清楚方逸宁的为人，他又怎么可能还会再犯错误？何况这次还有脑海里的声音提醒了他。可谁知听到这句话后，柯云岑却直接站起来，用手背碰了碰林晓的额头，嘴里喃喃了一声：“没发烧啊？”林晓嘴角一抽：“死开啊！我很认真的，不是真掰啊！我劝了你那么多次你不听，怎么忽然就想通了？”“啊，你说对了，就是忽然想通的。”林晓摊了摊手，及时止损，为时不晚吗？他总不能说自己重生了，已经知道方逸宁是顶级绿茶了吧？人也不能信啊。可以啊，臭小子，认识你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有魄力啊，值得庆贺，嘿嘿。柯云岑也不追问了。林晓能从方逸宁那则泥潭中走出，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早都跟你说了，方逸宁那婊子就不是好东西。他一舍友就是我协会的成员，跟我说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跟5、6个男人打电话说晚安。你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要不是因为你长得帅，带出去倍有面。好了，学姐，别再说他了，听着烦。行，不说了。柯云岑笑道，随即换了个话题。话说臭小子，你觉得那个九州可不可信啊？听说广告都打到国外去了。可信啊，我正准备进军九州，当职业玩家呢。什么？柯云岑瞪大了好看的眼睛。职业玩家？你知不知道这游戏是哪里开发的呀？就敢去里面当职业玩家？不知道，但是我已经决定了。你这前阵子华科院的科学家都说了，九州甚至连服务器都找不到在哪，很有可能是一个天大的骗局啊！不是骗局。林晓闻言却不以为然。你相信我吗，学姐？这款游戏会改变整个世界的。信我是肯定信啊，可是科学家说它可能是一个惊天的阴谋，用来登入游戏的意识头盔很可能攻击人的大脑神经，把人变成傻子。
林晓笑着说出了前世九州上线之前最为人追捧的一个说法。难道这还不够可怕？对于这个说法，林晓暂时也没有说辞来说服柯云岑，只是换了个角度问道：那我要是因为九州变成了傻子，学姐你会嫌弃我不？听到这话，向来大咧咧的柯云岑脸颊不由得有一瞬的微红，却还是回答道：不会啊，你要是成傻子了，那不更需要照顾了吗？他知道林晓家里已经没有长辈了，父母都是因车祸去世，唯一一个可算是家人的堂妹更是个究极病号，哪有人照顾她？谁知他想得很正经，林晓却忽然提议：那学姐，我们一起玩吧，大不了就当一对傻子好了。啊，一对。柯云岑立时如遭雷击，怎么也没想到林晓会突然说出这么直白的话来。此时此刻，他的内心 OS： 缇娜这个臭小子，该不会是在跟我表白吧？啊，怎么办？他支支吾吾了好一会，才想了个折中的说法。那你先玩，要是没成傻子，我就跟你一起。好啊。之后，餐桌上的气氛就略显暧昧了，大有小情侣约会吃饭的味道。两人接着又点了几份小吃，实实在在的填饱了肚子。重生之前，林晓可是狼狈至极，而今又是再次体会到饿的感受，可不就卯足了劲往死里造吗？然而结账的时候，老板却说出了一个惊为天人的数字：243。还好心给林晓抹了个零，给240吧，你俩也是真能吃啊。在一家很普通的牛肉面店，加大碗的牛肉面只要20块一碗，两人却愣是吃了200多块钱。然而掏出手机准备付账的时候，林晓却傻眼了，他的支付宝和微信里竟然1分钱都没了。关键老板这还不支持花喽？接着他又下意识摸了下左手食指，想从储物戒里拿零食作为代替，但如今他哪还有储物戒啊？那个学姐啊。几分钟后，牛肉店门口，好你个臭小子，表脸的吃白食啊！说好的请我吃饭，结果是你请我，我付钱是吧？林晓老脸一红，老板不支持花喽，怪我呀。不过柯云岑其实也只是吐槽而已，他也知道林晓的处境。行了吧，你没钱还逞强，本身小安的病就挺花。说到这里，柯云岑及时止住了。对不起啊，臭小子，我嘴快了。听到小安2字，林晓的脑海里立时飞快地闪过一张小脸。对啊，现在的时间是游戏开服之前，小安他还活着的。林晓难免有些激动，不过表面上却是叹了口气，没事的学姐，小安的病就算钱够也是治不好的。柯云岑也沉默下来。小安全名林雨安，是林晓的远房堂妹，小她1岁多，还有2个月就17岁了。但林晓清晰地记得，前世小雨安就是17岁生日的前一天离开的。不过说是堂妹，可两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却几乎没有，唯一的联系可能就是都姓林了。他之所以会跟林晓住在一起，是因为当年他父母不远千里带他来到遂州投靠林晓一家，想在这边的大医院检查治病。不料后来一场意外，车子里5个人只有罹患渐冻症的林雨安侥幸活了下来。小雨安的死一直都是林晓的一大遗憾，如果他能撑到九州世界与现实合并，那种病他轻轻松松就能治好。可惜想到小雨安，林晓的脑海中也是浮现出一张小巧可爱的脸蛋，只是因为病魔缠身，终日宛若憔悴伊人，少了些血气。柯云岑见着林晓的表情，也是开口安慰：没事啦，臭小子，说不定以后科学发达了，小安的病轻而易举就能治好了。嘿，不用安慰我啦，学姐，我没事的。你没事就好。饭后两人并肩走回隧大门口，接着便互相告别了。目送柯云岑离开，林晓的脑海里又一次传来那道清冷的声音：抉择正确，九州连结度正1%。这或许是林晓愚钝吧，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什么变化。林晓回到出租屋这边已经是10几分钟后的事情了，而刚进门，哥，你回来了。一道略显虚弱的声音响起，正是林雨安。听着阔别数年的声音，林晓顿时有些失神，重生之后竟然忘了小安吗？我他妈还真是个畜生啊！伫立着缓了好一会，林晓才回应：醒了吗，小安？刚醒一会，哥你吃饭了吗？刚想说吃饱了的林晓话到嘴边却卡了卡，进门见到林雨安后，脸上也是挂起柔和的微笑。还没呢，想吃什么？我给你做。都可以，不辣就好。林晓打开冰箱门，看了一眼，还有云吞皮，我包云吞吧。好。第3章，梦开始的地方。午餐过后，林晓把小雨安推到客厅，帮他打开了电视机，然后就这么静静地坐在他边上，也不说话。他只是想好好陪他一回，至少在他离开之前。最后还是林雨安打破了寂静：哥，你今天不用工作吗？林晓怔了下，这才想起他入住九州之前是一个游戏主播来的，也是靠着这份工作，他才能带着林雨安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不过
他虽然游戏天赋过关，但其他方面就有些捉襟见肘了，以至于直播效果很一般，每月只能拿到1万块左右的收入，是高于常人没错，但大部分都用在林雨安身上了。为此，小雨安一直都是愧疚满满。啊，一会就去，再陪你做会。憔悴的林雨安总是闷闷不乐的，因为他也知道自己恐怕活不了多久了。这时，林晓却又突然发话：“小安，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林雨安自然知道他的意思，沉默了好一会才回答：“腰以下都没感觉了。”闻言，林晓心里也涌起一丝悸动。渐冻症又叫运动神经元病，发病前期只是身体某处会经常发麻，再到彻底失去知觉，最后遍及全身。犹记得前世，林雨安走之前只剩下一双眼睛还能微微颤动。可恶！要是修为还在的话。林晓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此刻他多么希望自己还是那个破界境强者，那样的话，小安的病他可以轻轻松松的治好。而就在他脑海里浮现这个念头时，一些被他遗忘在角落里的知识竟纷纷涌上心头。这些知识基本上都来自于九州，包括人体数学、医疗常识。林晓心中愕然，立刻也是想到了刚才脑海中那九州连结度正1%的提示音。连结度原来是这个意思，可以在游戏开服或者说融入现实之前，提前得到游戏里的所得吗？他不由得念起，二指并拢在林雨安的大腿上，快速点了一下。林雨安被他这一举动吓了一跳，憔悴的脸蛋扭过来，上面写满了不解。可没多久，一股暖流竟然从他的上半身朝着林晓所点的位置迅速涌去。哥，我的腿。林雨安的小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上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便已经断定他腿部的神经元全部都被冻起来了，现在怎么可能会有知觉呢？林晓也是怔住了，他就是脑子一热，用前世在九州里学来的本事死马当成活马医，谁知居然有效。为试验事情的真实性，他又在林雨安另一条腿上做了同样的操作，同样的感觉再次袭来。真的，是真的，真的有感觉。哥，哈哈哈哈！林晓笑得有些失态，可也怪不得他。小安，你的病有救了。林雨安何尝不是看到了希望？真的吗？当然，你相不相信哥？我信。好，小安，无论如何，哥一定会治好你的病，让你过上正常女孩的生活。这一刻的林晓坚定了一个信念，他要改写前世所有的遗憾，无论是他的还是他所在意的人的，都要改写。林雨安的病肯定能治，但不是现在。刚刚的疗法如果要奏效，还缺少一个最重要的元素——灵力。可九州并入现实之前，地球上哪来的灵气以修炼灵力？除非找到能够替代灵力的东西，又或者在小雨安离开之前拥有灵力。既然脑海中属于九州的知识是在所谓的连结度提升之后得来的，那么继续去提升这个连结度，有没有可能在游戏并入现实之前提前拥有灵力呢？不是没有可能。林晓心中笃定，既然上天给了他这个可能性，那就奔着这个可能性努力好了。虽然留给他的时间只有短短2个月不到了，可无论如何也比没有希望要好吧。回到房间，林晓立刻打开电脑，登入九州宣传中公布的网页链接，并下单订购了一个意识头盔。至于哪来的钱，找马爸爸借呗。九州的送货速度很快，只是3个小时不到，意识头盔就送到了林晓家门口。他满怀期待的撕开包装，涌入眼帘的赫然是一顶简易的意识头盔，哪怕只是简易款，在官网中都售价8999元。哥，你买了什么啊？林晓嘿嘿一笑，这个呀，是希望。希望？林雨安不解，不过却没有去追问。父母车祸离世之后，他跟林晓相依为命5年多，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方式。只要林晓不说，他也从来不多问。殷切期盼中，时间1分1秒的流逝着。终于来到了晚上12点，时间到。2024年10月1日0时0分0秒，九州全球公测开始。第一批进入九州的玩家并不算多，但全球范围内依旧有着数以10万计，大多数人都还在观望。就连前世的林晓也同样是观望者之一，直到游戏运营了半年左右，没有爆出任何异常之后，进入九州的玩家才呈指数级增长。但那时首批进入游戏的开拓者们早已经拉开了巨大的差距。不过今生，林晓势必要成为开拓者中的一员。房间里戴上意识头盔的林晓眼前一黑，紧接着便来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之中。来了，梦开始的地方。头顶的阳光热烈无比，远处群峦叠嶂，偶有飞鸟啼鸣飞掠。九州的拟真度极为夸张，无论是视觉、嗅觉、听觉还是触觉，都真实无比，60皆在。微风吹拂在身上，有着淡淡的凉意，却也惬意。林晓所处的是一个极为宽阔的山顶广场，此刻的广场上已经站着数以百计的玩家，每个人都是差不多的感觉，四处跑跳，
查看着这方天地，感叹万千。我去，这游戏也太真实了吧！身临其境，感觉就像穿越了一样。家人们，我刚刚尝了一口这里的土，有味觉的。卧槽，哪儿来的狼人？刚进游戏就吃土，这才哪到哪？那边都有人跳崖了，啥玩意儿？他说他想试一下，死的真不真实。然后呢？然后哪还有然后？复活回来后，那哥们都自闭了。哈哈，我赵日天在此火前留名。UES1，这游戏必火。CPDD， 有木有妹子呀？我葬爱狂少在线找老婆，可以奔现。众人的喧闹并没有影响到林晓，他只是在原地静静等着。没多久，天空中就降下了一尊体态婀娜、气质出尘若仙的女子，其满头青丝打着簪子盘在脑后，散落的部分依旧有着及腰的长度，五官精致，挑不出任何一点瑕疵，足以统御东西方审美。衣着华美，青色仙袍在她身上更衬托出超凡脱俗的气质。如果说世界上有真正的女神，男妖毫无疑问就是她。见到这位女神，底下一批男同胞们已经是开始嗷嗷乱叫了。娘哎，哪儿来的大美女啊？这游戏绝了呀！兄弟们，我好了，就好了，3秒不到啊！喂，美女约不约啊？谁知几人话音刚落，天空中猛然炸响，玩家华夏98111，华夏25877，华夏79635。对游戏智脑言语不尽，这禁闭7日，永久降低先天魅力10点，望全体玩家以此为鉴。玩家华夏，玩家，天空中的炸响声一连播报了3次，而这期间，那3名玩家的身影也是瞬间消失在原地。卧槽，关禁闭了7天，真关啊！那几位仁兄人呢？对此，林晓早有预料。前世他进入游戏时，也有不少人对女神大开黄腔，结局就如刚刚播报的那般。有的更惨，7天禁闭结束后回来发现，所有的女性 NPC 对他们的好感值都是负数，以至于去哪都接不到任务。不过这声音，林晓更加笃定，自己脑海里的声音就源自于这位女神了。他静静在原地等着。此刻，处罚完那几名玩家后，天空中的女神玉手轻抬，朝着底下所有玩家打去一道白光。不少人都是本能的闪躲，只有林小如入定老僧一动不动。下一刻，林晓便被拉到了一个只有他和女神的2人世界。女神眸光潋滟地看着他，朱唇轻启，声如袅袅仙音：“凡人，你既已到此，便是我九州大地一员，修行之路茫茫，你可后悔？”“从未。”林晓回答。这其实就是走个流程，不过林晓还真听说过有那么几个人非得作死，回答了个后悔，结果就永世跟九州无缘了。“告诉我你的名字。”女神再次开口。林晓想都没想便直接回答：“林晓。”毫无疑问，这个步骤就是取 ID 昵称了。刚进入时只有一个序列 ID， 到这一步才有属于九州世界真正的 ID， 也就是名字了。前世他的 ID 叫非宁不取，有多费洋洋懂的都懂。既然你已决心踏上修行之路，我便送你一份寄语，能得到什么就全凭你自己了。闻言，林晓不由得心情激动。九州有先天体质的设定，这一步就是开局的先天体质获取。然而激动过后，他又平静了下来，因为按照剧情，他应该会得到一个鸡肋无比的体质，叫冥思灵体。效果就是冥想修炼的时候，获取经验值的速度提升 1%， 简直就跟没有一样。林晓已经准备接受现实了。第4章，龙皇圣体。上一世，即便只有冥思灵体这种鸡肋体质，林晓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天赋与努力修炼至破界境，成为九州数一数二的大高手，人称非宁公子。这个称号不要也罢。算了，冥思灵体就冥思灵体吧，先天体质不代表一切。以他对九州的了解，加上脑海里的女神，哪怕是开局稀烂，他也有信心逆风翻盘，用自己的名字成为九州第一高手。然而，女神素手轻抬，将一道流光打入林晓体内，原本只是瞬间的事情，这次却持续了将近3分钟。就在林晓准备发问时，脑海里顿时传来声音：“恭喜获得先天体质龙皇圣体。”林晓怎么不是冥思灵体了？而且这个龙皇圣体，光听名字就很牛掰了呀！前世甚至都没听说过有这么一种体质。林晓连忙查看起来。龙皇圣体拥有真龙的力量以及凤凰的速度，可踏云腾空而行，亦可释放强大火焰加持攻击。真龙神躯，先天属性满值，每次小境界突破时，战斗属性额外提升 5%， 每次大境界突破时，战斗属性额外提升 100%， 并觉醒一个特殊天赋。真龙之体，激发真龙血脉，改变外在，化身龙人态。龙人态时，普攻伤害提升 300%， 且在命中后使目标出血，持续5秒，每维持1秒消耗 1% 的灵力总量。出血每秒减少 1% 的血量值。
绝境涅槃、逆天涅槃，血量低于 50% 处发涅槃重生，立刻恢复 100% 的生命值，冷却时间72小时。龙皇血统，腾云踏雾，你可以踏空而行，同时令身法类技能的速度额外加成 50%。凤凰之怒，你的普通攻击附带真皇之火，踏空而行，汇聚灵力于脚底，并瞬间迸发，产生制空力。若带人踏空，则需额外消耗灵力，消耗量视情况而定。真皇之火，为攻击附加可焚尽一切邪祟的真皇火焰，附加真皇之火的普攻伤害提升 300%， 且在命中后使目标灼伤，持续5秒。灼伤、力量、防御、速度减少 10%。龙皇执念，隐藏属性，待游戏开始后即可查看。逆天神法，若你死亡，所有先天属性减半。看完这如小作文一般的效果介绍，林小人都傻了。没想到重生之后，连先天体质都变了。他沉默了数秒，接着便是狂喜。龙皇圣体，这体质无敌啊！虽然有逆天神法在，可前面的3个效果，无论哪一个拆开来，都是极品体质了。而龙皇圣体却是全部囊括，有个副作用怎么了？没有才奇怪的呀！大机遇必然伴随着大风险，这是修行之路上不可避免的，不就是不能死吗？要是连这点挑战都不敢接受，他还重生个坤毛啊？干脆自刎得了。不过还有个隐藏属性啊，会是什么？林晓心中不免有些好奇。机遇已成，未来路漫漫，祝儿五运昌隆。这道声音响起后，女神便离开了这方空间。林晓知道，接下来就该选择出生点了。九州，正如其名，有着9大州地，分别生活着包括人族在内的9大种族。而作为玩家，进入游戏时是可以选择任意一个州地作为出生点的。下一刻，林晓眼前赫然出现了8个选项。至于为什么是8个，因为第9州是隐藏地图，在真正的9州世界里都属于是传说中的存在。而可选的8大洲分别为人类记明州、魔族眼云州、海族战阳州、神族天明州、龙族古神州、兽人族青古州、精灵族虚灵州、死灵族幽川州。选择哪一州，默认就会成为哪一族。这也是9州的一大玩点，总是人族争霸，玩家们玩起来也疲乏。上一世林晓选的是虚灵州，但纯粹是方逸宁说他很喜欢精灵，所以林晓才选择了虚灵州。一路成长起来后，游戏融入现实，他也加入了人类阵营。不过如果玩家们一开始就知道游戏会融入现实，估计也会慎重些吧。这一世作为知情者，林晓当然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记明州。手指触碰到选项后，他即刻化作一道流光钻入其中。下一刻，天旋地转，风景秀丽的小村庄里，林晓一身粗布麻衣，赤手空拳，别无他物。这就是新人待遇了，重生者也不能例外啊，他又不是游戏 GM 的亲儿子。此时同样选择了记明州的玩家们也都聚集于此，一个个脸上都是激动之色。哇靠，比起刚刚的山顶，这里更真实了好吗？眼前风景美如画，本欲吟诗赞策划，无奈本人没文化，只能卧槽山好大。弟弟，葬爱家族招人了哦，来活跃玩家，境界不限。有没有哥哥带带啊？这边是妹纸哦。死人妖给老子滚粗啊！周遭嘈杂无比，形形色色的人儿都在到处跑动，探索着9州的玩法。这游戏到底怎么玩啊？喂，连新手引导都没有的吗？这大概是 99.9% 的玩家心里共同的想法吧。至于剩下的 0.1%， 那还用说，肯定是林某人了。林小宛如置身事外，不惊不扰。在他旁边，一位老者身边挤满了玩家，这也算是一种网游常识了。但凡玩过网游的人都清楚，老爷爷老奶奶什么的是最爱发任务的。不过林晓却不急，嘿，先看下面板。念头一落，林晓眼前即刻展开了基础属性面板。玩家林晓，职业无，声望0，经验0，境界凡夫，宗门势力无，天赋等级 S， 先天体质龙皇圣体，先天悟性100，超凡脱俗，先天魅力100，媚骨天成，先天气运100，鸿福齐天。卧槽！饶是身为重生者，看到自己这般属性时，林晓也是狠狠吓了一跳。下一刻也是浑身充满了斗志。天赋等级 S， 悟性、魅力、气运都是100点，干脆就先天全满呗。是龙皇圣体带来的效益。前世的他天赋仅为 B 加，就修炼到了破戒境，如今却是 S。但联想到死一次就要扣掉一半的先天属性这个副作用，眼下这情况倒也说得过去。此时此刻，林晓心里也只有一个想法：不能死，绝对不能死。第5章放个技能，你能死啊？全满的先天属性是很逆天，
从来就没听过。可别光看现在属性是全满的呀，真要是死了，扣掉一半之后，可就连前世都拍马不及了。念头落下，林晓又打开了战斗属性面板。血量100-100，灵力100-100，力道5，灵慧5，防御5，敏捷10，技能5，装备5。嚯！林晓嘴角微翘，这里也很给力吗？力道和灵慧说白了就是正常网游里的力量和智力，1点力量代表10点误攻伤害，灵慧亦然；1点防御则是能够抵抗10点伤害，敏捷则基本上与时速挂钩，数值单位是里。不过一般来说，新建的白板号4大项都是相同的1点，而后根据自身的体质、种族会有不同的差异。前世像林晓这样先天力灵防都是5点，敏捷更是达到10点的家伙，统称变态，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逆天体质全满面板，龙皇圣体无需再赘述，悟性值越高，领悟技能所需要的时间就越短，而林晓是100，超凡脱俗，这可不单单是一个词汇而已啊。举个例子，别人领悟功法技能需要1天，甚至3-5天的时间，到了他这里恐怕就是1-2个小时，甚至更短。魅力值越高，越容易得到 NPC 的好感，更容易接取到隐藏的任务，当然泡妞也更加无往不利。气运就不必多说了，数值越高，运气越好，到鸿福齐天这个层级。老实说，林晓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程度，他只知道前世就有一个先天气运满值的玩家，单单是去帮别人开通关宝箱赚取佣金，就让他在京都买下了一栋豪华大别墅，依次可见一斑。而前世的他先天气运只有30点，属于气运平平，说白了就是泯然众人。不过谁能想到重来一世，气运居然直接拉满了呢？这以后岂不是想瞌睡就来枕头啊？另外就是天赋了，最低是 F， 最高是 S， 等级越高，修炼灵力的效率就越快，很好理解。而 S 级的天赋，林晓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修炼了好吗？这开局他就想问还有谁？不过倒是还有一点，龙皇圣体是有个隐藏效果的吧？林晓切回基础属性面板，随后点开体质一项查看详情，原本显示隐藏的属性此刻已然揭晓，林晓连忙看去，龙皇执念，秉承血统执念，你无法掌握任何攻击类技能，所获得的攻击类提升将全部作用在普攻上，你的普攻伤害增加 50%。 我特么什么意思啊？这无法掌握攻击类技能，也就是说爷们我只能用平 A 呗？不是，这此时此刻林晓的内心波涛只有一个字能够形容，超。相比不能死，这个副作用显然更加无解啊。虽然普攻伤害增加 50%， 可要知道一些牛掰的技能百分比都是成百上千的呀，这 50% 够干嘛的？不对，等等，似乎也不是完不了，他的龙皇圣体还有其他效果，真龙之体以及真皇之火，真龙之体加悟攻，真皇之火加法攻，效果叠加起来，无论近战远攻就都有 350% 的攻击伤害了，至少在前期他是无敌的。正常白板号能打出来 120% 的伤害都已经烧高香了，而且真龙神躯也让他在突破时可以得到更多的战斗属性，只能凭 A 未必完不了。但是有一说一，他丫的这是什么离谱执念？放个技能你能死啊？看完面板，林晓也是收拾心情，准备接个任务，走上修行的康庄大道。有龙皇圣体在，这修行之路可不就是康庄大道吗？不过他却直接绕过了村头的老爷爷老奶奶们，走进了村子里，因为他知道那些真的就只是老爷爷老奶奶而已，出来晒晒太阳却被一干玩家围追堵截，也是没谁了。不过他一进村，立刻就在人群中引起了阵阵骚动。哇塞，我看到了一个超帅的小哥哥，小哥哥要不要组队啊？我萝莉音，帅哥有没有女朋友呀？我可以百婚百奔现哦。不行了姐妹们，我已经去了。林晓去了就很过分啊喂，我知道我长得帅，但你们也不用这么没节操吧。林晓的颜值那自然是没得说，没多少钱却能引起方逸宁这种顶级绿茶的注意，颜值就不可能低好吧。刚才是人多，压根就没人注意到他，可现在就如同是万里无云的夜空中最亮的北极星啊。而且九州是不允许捏脸的，现实中长什么样，进了游戏就长什么样，从源头就掐灭了网恋奔现却遭遇乔碧罗殿下的可能性。此刻就连不少女性 NPC 都被林晓给吸引了。这不，刚巧路过一家装备店，风姿绰约的老板立刻就投来了爱慕神色，接着更开口喊了一声：你好啊，小弟弟，看这里哦，我叫翠兰，是这间装备店的老板娘呢，你是不是想接任务呀？姐姐可以给你安排哦。边说着，翠兰还生怕林晓拒绝一样，连忙补充：要是怕任务太难的话，姐姐还可以跟你一起去做呢，而且姐姐的夫君3年前就走了，很寂寞的呢。
谁知话音落下，一位几秒钟前才刚被翠兰拒绝的玩家登时开口大骂：“我靠，不公平啊！凭什么他一来就有任务？老子求爷爷告奶奶那么久，你却让我滚！”这位玩家也是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大家都是四处奔走找任务，可林小一来，直接有人倒贴给任务，关键人家居然还自曝感情状态，这是看上林小了？操，什么待遇啊喂！长得帅真的就为所欲为？没成想那位玩家话音刚落，装备店老板娘翠兰直接就瞥了他一眼，非但不道歉，还直接开口嘲讽：“在你说这句话之前，要不先撒泡尿照照自己长什么样？姐姐我就是喜欢好看的小弟弟，不行吗？”那玩家闻言顿时气得只想吐血。他玩游戏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被一个 NPC 嫌弃长相啊！什么破烂游戏，还有外貌协会的？干！第6章首战獠牙野猪。不过翠兰这番话落下，倒是让不少想要表达不爽的玩家纷纷住了嘴，转而又继续求爷爷告奶奶的找任务去了。他们可不想被 NPC 嘲讽，这不当场社死吗？这边林晓想了想，刚想开口拒绝，脑海里却传来了系统的声音：面临抉择节点，选项 A， 接下并完成翠兰的任务，任务奖励翠兰的好感度加30点，拜入苍蓝剑宗的机会。选项 B， 拒绝翠兰的任务，错过本次机缘。林晓愕然发愣，这也行？之前是提示，这回直接改明示了？怎么样呀，小弟弟考虑好了吗？这时翠兰也是追问道，而林晓却已经怔住了。苍蓝剑宗，这可是冀明州数一数二的大宗门，势力横跨整个州地，哪怕是在其他大州也有不小的影响。还用考虑？好啊，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姐姐，哥哥，小弟弟还真是热情呢，先等等姐姐哦。说着，翠兰转身将装备店交给一名下手打理，取出一套剑盾就走了出来。走吧，小弟弟。随后二人就在一干玩家羡慕嫉妒恨的眼神中款款离开。有不少人见林晓接到了任务，干脆屁颠屁颠的跟在后头，企图感化翠兰，也给他们个一瓜俩籽儿。可结果还没走出10米就被嘲讽回来了。UES1，翠兰的小嘴儿是真毒啊！林晓跟翠兰结伴来到了村庄以北的一片竹林之中。小弟弟，姐姐需要采集一些灵刃竹制作板甲，但是这竹林里有不少怪物呢。说着，翠兰将手里的剑盾都递给了林晓，要好好保护姐姐哦。没问题，放心好了。林晓接过剑盾，二者的属性面板也是紧跟着弹出。普通的铁剑，一柄普通的铁剑，力道加3。橡木盾由厚实的橡木制成，防御加1。此时竹林里也聚集了些许玩家，他们都是在村子里接不到任务，选择钻进竹林来找机缘的。见翠兰带着林晓走来，还给了他一套剑盾，当时也是引来了阵阵眼红。靠，他怎么就有武器了啊？这小白脸该不会是出卖色相了吧？这会大部分人都还是赤手空拳的呢，只有少许玩家就地取材捡了根木棍或是树枝，但那些东西别说家里到值了，碰见怪物只有被咬碎的份儿。兄弟，你这件卖不卖啊？可以游戏外交易，微信或者支付宝都 OK。别废话，我出50。50？你丫在想 Peach？ 兄弟，我出100买你的剑盾。面对众人的利诱，林晓浑然不为所动。不好意思，不卖。说完，扭头跟在翠兰身后，在一干玩家骂骂咧咧的声音中走向竹林深处。这片竹林因为长在灵脉附近的关系，生来就是韧性极高的灵刃竹，是制作板甲的绝佳材料。翠兰的装备店自然是需要的，不过吃到灵脉红利的可不只是竹子。一进入长有灵刃竹的区域，林晓便敏锐地发现深州多了不少危险气息，显然是怪物散发出来的。所谓怪物也叫灵兽，意指炼化了灵力，具备一定灵智的野兽。怪物二字其实是网游中对野怪的统称罢了，叫习惯了。有好多小可爱呢。翠兰轻笑了一声，小弟弟，姐姐的安全可就全靠你喽。啊，放心好了。随着翠兰开始采集灵刃竹，一头2米高、3米余长的獠牙野猪已然迈着步伐，红着眼朝两人走来。其身躯之上，浓密的毛发宛如一根根钢针倒竖着。林晓目光一凝，紧接着欺身上前挥剑就砍。风，炽烈的凤凰之火顷刻燃起。135，灼伤。2行血红色字样立刻从野猪身上跳出。与此同时，林晓也看到了野猪的属性面板，名称獠牙野猪，级别普通，血量365500，力道9，防御5，敏捷6，技能獠牙冲撞，状态灼伤。好家伙，难怪这都只能打掉135点血。看到獠牙野猪足足5点的防御，林晓也是咂了咂嘴，加上真皇之火的提升，
这一剑可是有着450%的伤害啊，不低了。哇哦，小弟弟很有两下子嘛！见到林晓的表现，翠兰一声娇喊：“姐姐的后面就全部交给你喽！”林晓闻言，喉头不由得一卡：“您这话多少带点歧义吧？我还真把这俏寡妇给迷住了。”此时，獠牙野猪似乎也因为眼前的凡人可以破开自己的防御而震惊，但更多的是愤怒。灼伤的状态更是令之烦躁不已。下一刻，嘴里顾畏的一声笑叫之后，猛然朝着林晓冲去。不过他的敏捷值本就不及林晓，又被灼伤削减了10%，哪那么容易撞到后者？可林晓却在对方擦身而过时，令剑锋前去，再出一剑。这一次，凤凰之火还稍稍离剑半寸。157，灼伤。嘿，林晓嘿笑一声，再有2剑，送你归西。第2剑有灼伤的减防效果在，伤害自然是更高。连中2剑，獠牙野猪的凶性也被彻底激发。事实上，九州游戏里大部分的怪物在降到半血以下之后都会狂暴，而狂暴的效果则是全属性增加20%。可惜这20%的提升对于林晓而言根本于事无补。只要獠牙野猪的敏捷值超不过他，结局就不会有任何变化。作为前世的破界境强者，林晓的游戏理解毫无疑问是顶尖的存在，在各方面属性都超过对面的情况下还输的话，那不如找块豆腐撞死得了。见獠牙野猪狂暴冲来，林晓只是一个侧闪避开撞击，继而铁剑再至。157， 3剑下去，獠牙野猪500点的血量已然见底。林晓眼疾手快，铁剑一刺，轻松收掉了对方仅剩的51点血量。至此，击杀成功，经验加50。随着獠牙野猪身死，一个灰色魂种紧跟着跳出，这也是游戏的一个特殊机制，通俗点来说就是爆装备。第7章九州九族行9境。嘿，来吧！林晓轻笑着走向魂种，就让我看看满值的气运究竟能开出什么好东西来。魂种前，少年伸手一摸，一蓝203道光束立刻弹出。林晓嘴角一抽，这家伙蓝天白云了属于是，不过就是一只普通怪，这出货率已经够惊人了。前世九州论坛上出现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爆率低，哪怕是一件适合自己境界的蓝装，运气不好的时候都得打上3-5天。林晓一只普通怪就出蓝，的确是气运逆天了。3件装备，其中蓝装是凡獠牙战刀，一把由獠牙野猪的锋利獠牙打磨而成的战刀，力道加11，攻速正20%。2件白装分别为凡钢针胸甲上衣，由獠牙野猪的皮毛制作而成，防御加5。凡急冲鞋取用獠牙野猪身上的材料制成，敏捷加2。白装没什么特色，毕竟既是凡品又是白装，也就比翠兰给的铁剑好上那么一丝丝而已。可这蓝装却是让林晓心头一震，这獠牙战刀不就是前世被炒得很火的攻速刀吗？20%的攻速加成，可以让你在其他人砍出5刀的时间里砍出6刀。别小看这多出来的1刀，有时候它可是极为关键。而且最硬核的理解应该是，你的出刀速度永远比别人快20%。如果配合一定的游戏技巧，加上自身的敏捷值占优，完全可以做到在别人砍不到你1刀的情况下疯狂输出。林晓又记得前世这把攻速刀被各方土豪炒到了50万 RMB 以上，价值可见一斑。为此，竹林里的獠牙野猪是一刷出来就被一众玩家砍死，每天可能要死上成百上千次。满值气运，鸿福齐天，有点意思。林晓多少有点理解欧皇玩游戏的感觉了，一个字，爽啊！接下来他干脆将铁剑收了起来，直接用獠牙战刀当起了护花使者，周围的怪物是来一只死一只。不止獠牙野猪，也有竹叶青蛇，只不过爆率明显是降低了一些，毕竟都是普通怪，首杀出蓝装已经很不得了了，总这么出货，游戏不得崩盘啊！以林晓对九州的理解，导演明白，首杀嘛，奖励肯定更丰富一点的。当然，无论如何，他也是鸿福齐天，杀得多了，爆率自然就上来了。在翠兰采集完所需的灵刃竹后，林晓手中已经多出了不少东西，如凡蛇皮乾坤袋宝物，以竹叶青蛇的蛇皮炼制而成，内有乾坤，收纳加30。在没有得到收纳类装备之前，所有玩家的收纳数量都是0，你得来的东西要么带着，带不动就只能丢掉。而收纳加30的意思就是可以收纳数量最大为30的物品，并且相同的材料是不会多占一格的。当然，装备肯定是一件占一格，虽然是凡品，但也是宝物啊。不错，林晓黑笑着将乾坤袋别在腰间，宝物类装备是不以白装蓝装去区分的，仅有品级。此外还有凡灵刃蛇弓，一张由灵刃竹及竹叶青蛇筋制作而成的长弓，力道加8，
射程加20米。这件武器同样为凡品蓝装，凡蛇毒剑3棱剑，剑头淬有竹叶青蛇毒，攻击伤害正 50%， 数量100只。蛇毒中毒者每秒损失5点血量，持续10秒。很显然，这也是竹叶青蛇爆出来的，与灵刃蛇弓配套，同为凡品蓝装。而这100支箭，林晓估摸着自己至少宰了70-80条竹叶青蛇，可见其来之不易。毕竟灵刃蛇弓是不一定要用蛇毒箭的，只不过配套使用威力更强。以上就是所有收获了，等出去后卖了吧。林晓思忖片刻后，还是决定把这套凡品蓝装卖了。他倒是有考虑过自己留着用，毕竟他前世试玩的精灵，主要的进攻手段就是弓箭，后期虽然改了，但弓的玩法他还是记忆犹深的。而且有龙皇执念在，弓箭也是少有的远程攻击手段了。但都已经重生，再来一次了，何必遵循前世的道路？任务完成后，他将获得拜入苍蓝剑宗的机会。玩剑显然要比玩剑更帅气的吧。此行除了装备之外，收获最大的自然就是经验值了。林晓展开基础属性面板看了起来，经验5791000，一顿杀戮，经验值已经不再是零蛋了。而只要突破1000点，自然而然就会进入下一个境界。这也是属于玩家的特权，真正生活在九州里的生灵可没那么容易，不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基本上很难在修行之路上有所建树。至于所谓的境界，有亘古诗词云：九州之大列九族，九族共行九境天，行道之初先筑心，再以炼体遂凝元，辟海开山独创界，太虚破界为神国，眼灵即是万物中，却有神尊在天外。诗词大意也简单，整个九州世界有着9个大种族生存着，9大种族也共同遵循着有9大境界的修行之路，由弱至强列为筑心、炼体、凝元、辟海、创界、太虚、破界、神国、眼灵。这9大境界就是正常的生灵所能企及到的，一境分9阶。除此之外，辟海开山独创界这一句里其实还埋藏了一个开山境，据说也只有走过开山境的生灵才能成就却有神尊在天外所描述的神尊境。前世将林晓重创致死的巨龙竹躯就是无限接近于神尊境眼灵巅峰的存在。九州中管那个境界叫半步神尊，不过那个开山境林晓是不清楚怎么去走的，哪怕他前世是破界境强者也不知晓。在林晓神游天际时，正采集灵刃竹的翠兰却是娇喊了一声哎呀，回过神来，翠兰已经因为慌忙而跌坐在地，身上衣襟都有些松落，大片雪白进入林晓眼底。不过他却没心思去观赏，因为嘎吼一道啸叫声就在翠兰前方不远处传来。没多久，一具巨大的身躯缓缓行出。第8章野猪王 BOSS 45灼伤。在巨大身躯走到翠兰之前，林晓已经疾步而出，一刀砍在对方身上。可惜相比伤害，这一刀的侮辱性可能更高一点。好，对面果然已经生气了。而这回林晓也看到了他的属性面板，名称獠牙野猪王，级别 BOSS， 境界筑心1阶，血量4955000，力道29，防御15，敏捷13，技能獠牙冲撞，野猪踏地，状态灼伤，握日。看到这属性，林晓心头也是猛然一震，好家伙啊，这是小怪杀太多把 BOSS 给引出来了，还是筑心境的。相比没有进入境界的野猪，这家伙的血量值直接翻了10倍，力、防、敏3大属性也有了显著提升。小弟弟，翠兰连忙爬了起来，快跑，这不是你我能对付得了的。他翠兰有修为，但却未达筑心。真正九州世界里的人，也就是 NPC 们，可不是刷刷经验就可以筑心的。不过林晓却摇了摇头，恐怕跑不过。下一刻，獠牙野猪王已经暴冲而来，以他13点的敏捷值，几十米距离几秒便至。翠兰也瞬间理解了林晓这句跑不了。对不起啊，小弟弟，是姐姐害了你。显然翠兰有些绝望了，她不知道这平日里不见踪影的 BOSS 级怪物居然会就这么出现。在翠兰的世界观里，这就好像是母猪上树了一样，很离谱。但林晓却目光凝住，还没完。獠牙野猪王的速度虽然比他快，但差距并不大，而且因为前面打的小怪太多的关系，对方的仇恨值是在他身上的。也就是说，在搞死自己之前，他会无视翠兰，这也就降低了一些难度。当然了，也仅仅是降低而已，100颗星减掉1颗星也是降低。但林晓可不是毫无胜算。说话的刹那间，獠牙野猪王已如铅球一般窜来，林晓险而又险，利用战刀弹在对方的獠牙上躲开了攻击。
29点的力道值，他的防御加上刚得来的钢针胸甲也才10点，剩下的19点力道，只要碰到就是190的伤害。且如果獠牙冲撞这个技能还有额外加成，换句话说，林晓只要被碰到就是一个死。攻击力不够还可以再升，可真龙之体不加防御，根本上的窘况是改变不了的。更遑论野猪王 BOSS 还有第2个技能，地狱级难度啊，只能凭经验和操作磨死对方了。林晓立刻确定了方案，随即又是一刀斩去，真皇之火立刻出刀3丈远，精准命中112，灼伤。可是这一刀却直接耗掉了林晓半管灵力，且打掉的血量对于野猪王5000点的总血量来说根本不算事儿。要命啊！真皇之火若只是附着在刀刃上，倒是不需要灵力，可如果要打远程，这100点灵力是真心不够用啊。林晓没办法，只能选择更危险的近战。翠兰都看急了，小弟弟，你要小心啊！他也知道两人跑不了，獠牙野猪王真要追是无论如何也跑不脱的，只能打。可惜以他的战斗力上去就只能添乱。麻蛋，来吧！真龙之体。林晓一咬牙，脑袋上也是猛然钻出了一对斜生的龙角，做多处开叉，长约3寸。粗布麻一下的双臂直接蔓延出青鳞，从手臂外侧一直去到手背，五指伸出寸长锐爪。胸口大片的青鳞爬在除了胸肌与腹肌在外的每一寸皮肤，于腰胯的位置形成合围，而后从大腿外侧开始，如同手臂那般有青鳞攀附，却在膝盖开始将整个小腿全部包裹。林晓原本就宽大的脚掌此刻更是再次鼓胀，险些将脚上的急冲鞋给挤爆，大概率是因为急冲鞋只是白装，质量一般。这般变化之后，林晓的尾椎骨竟也跟着一顿鼓动。片刻后，卧日尾巴小龙人吗？这不是描述冗长，但实际上林晓身体上的变化是在2秒之内完成的。獠牙野猪王见此，四腿还稍稍往后撤了一小步，看似是下意识的。林晓的眼神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幕。虽说真龙之体暂时只加攻击伤害，但似乎还有别的作用。对了，激发真龙血脉，改变外在，是这句话吧？龙乃百兽之长，9州之中亦然。嘿嘿，你怕我？林晓轻笑一声，下一刻提刀上前。他的敏捷本就只比野猪王低了一丝，对方又在愣神，自然被他一击而中。187，百分比为加算，灼伤，出血，负50。这一刀击中，林晓却愕然发现自己的身上青鳞与皮肤交接的位置均是出现了细密的红色绒毛，是凤凰的特征，毕竟是龙皇圣体吗？想到这里，林晓又是眼疾手快，挥出一拳，同样的3行词条再次跳出。但野猪王也被震醒了，他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家伙只是有一点龙的血脉而已，并不是真正的龙，基此其凶性也是瞬间被激发。咕哎，轰！野猪王猛然踏地，不少青竹因此倾倒。所幸以林晓的经验，这种带前摇的技能还是可以避开的。一个后跳，于倾倒的青竹上借力前跃，接着又是连着2刀挥出。可怜的野猪王身上一直挂着灼伤和出血2个异常，每次在结束之前，林晓都能找到机会补上，根本熬不过去。就这么打了10来个回合后，血量2481500。好，1次2次3次，每一次进攻都打不中林晓，野猪王已经是气急败坏了。血量减半，狂暴状态亦是迎来。野猪王的攻击频率也更快了一些，但龙人态的林晓却紧锁眉头，精神也是高度集中，不断通过预判闪过攻击，又伺机而动，投他个一刀一拳。有时难以再避时，他干脆操起地上被震倒的青竹，抡着就砸了过去，借着青竹的弹力躲开攻击的同时，也能对野猪王造成伤害。这只能普攻的副作用，有时候也挺好用。最起码他不用拘泥于攻击方式，因为理论上来讲，只要我不用技能，用什么东西打都算平 A 吧。而只要是平 A 就可以吃到增幅。第9章首杀，全服通告，血量5615000，状态灼伤、出血、狂暴。看了眼獠牙野猪王剩余的血量，林晓心里一声大呼，终于快打完了呀！对局时间虽然只有短短30来秒，可每一秒林晓的精神都是高度集中，这感觉并不轻松。他心里默念着，还差3刀。可惜出血扣减的是当前血量的1%，如果是总血量的1%，那林晓只凭出血都能熬死野猪王。而自己状态不佳，野猪王也是清楚的。屡次3番没能打中林晓，他实际上是有些赌气的成分在的，但而今性命攸关，自然是小命重要。见野猪王有逃命的前兆，林晓的脚步也逼近了些。好在真龙之体没有时间限制，而且对灵力的消耗不算大，
要不然他还真熬不住这么久。补充设定：龙人太每秒消耗 1% 的总灵力。前面尝试把真黄之火外放出去，消耗了林小近50点灵力，之后又持续作战半分钟，如今他的灵力也是见底，但眼下却是够用了。想跑？问过我的意见没？林小直接操起身边的一根青竹，狠狠拍了过去。整根青竹之上也是附着着炽烈的凤凰之火。187，一击命中，野猪王也不顾其他了，连忙转身要溜，但林小却是手持战刀，宽阔的脚底板直接踩裂了地面，猛然一个突进，唰，一刀见血。187，最后一刀送你归西。说罢，林小由下至上的一刀直接将真黄之火外放斩了出去。外放所需要的灵力是根据距离而定的，而以林小的操作水平，完全可以把控好双方之间的间距，进而用最低的消耗完成攻击。这一刀下去，獠牙野猪王亦是孤畏的一声长啸，轰然倒地。灰色魂种在下一刻跳出，接着击杀成功，经验加500，大境界突破，筑心一阶。一连3道声音在林小耳边响起，同时他的体内也涌现了一股暖意，疯狂地朝心脏所在奔流而去。这是突破筑心境的感觉。上一次虽是9年前，但林小却记忆犹新。很快，林小便感觉到心脏所在有着一枚圆溜溜的小球不断自旋着，其散发出来的能量也如久旱之甘霖，一扫他鏖战野猪王的疲惫。会灵力于心头凝合，是为筑心。灵核之上有刻文，刻一文为一阶，9文9阶则满。这是九州大陆上对于筑心境的描述。龙皇圣体体质触发，真龙神躯大境界突破，战斗属性额外提升 100%， 觉醒一项特殊天赋。特殊天赋已确定，喋血龙魂。喋血龙魂自身血量值大于 80% 时，普攻伤害提升 50%， 80%自身血量值大于 50% 时，普攻伤害提升 100%， 自身血量值小于 50% 时，普攻伤害提升 200%。 嘿，卖血界啊！总的来说还不错。接着林晓也是连忙查看起自己突破之后的属性。基础属性：玩家林晓，职业无，声望0，经验1079500，境界筑心一阶，宗门势力无，天赋等级 S， 先天体质龙皇圣体，先天悟性100，超凡脱俗，先天魅力100，媚骨天成，先天气运100，鸿福齐天，特殊天赋喋血龙魂。战斗属性：血量2000-2000，灵力2000-2000，力道100加11，灵慧100，防御100加5，敏捷20加2，攻速正 20%， 技能无，宝物蛇皮乾坤袋，武器獠牙战刀，护具钢针胸甲，上衣急冲鞋。迈入筑心境，意味着真正踏上修行之路，战斗力俨然是大幅度提升。原本从凡人突破至筑心一阶，战斗属性只会提升10倍，可奈何林晓有真龙神躯在啊，属性直接又翻了1倍，等于是提升了20倍。当然，这种恐怖的提升，就算是他，也只有在大境界突破时才会有，这辈子也就9次，还就只有他，普通玩家没有体质增益，大境界翻涨个2倍3倍也就顶了天了，保底翻2番。看完自己的属性，林晓真想大吼一声龙皇圣体 YYDS。 原本以为还得多做几个任务，谁成想野猪王直接一波给他顶满了，不枉他全神贯注鏖战多时啊。只是接着他的脑海里又传来了系统的声音：恭喜达成九州新手村 BOSS 首杀，即将进行全服通告，是否隐藏 ID？ 首杀通告？没想到我林某人也有这一天啊，呵呵。不隐藏，本来林晓也不打算低调了，再者不隐藏 ID 会有一定的声望值奖励，游戏前期的声望还是有用的。下一刻，所有此刻还在九州里玩家都听到了一则播报：恭喜玩家林晓完成九州 BOSS 首杀，奖励声望加100点，全战斗属性提升 10%， 凡凭紫色装备 X1。 特此通报嘉奖，恭祝全体玩家五运昌隆。恭喜玩家林晓，恭喜玩家全服通告，一连3次。其他玩家现在是想无视林晓这个 ID 都难啊。而这则通告也让所有玩家都感觉震惊，这游戏公测到现在才多久？有3个小时没？这就首杀了 BOSS， 什么变态啊！靠！这个 ID 叫林晓的家伙是哪个公会的高手？没听说过这号人啊！我他妈连武器都还没搞到，他已经首杀了！你这才到哪？我他妈到现在
至少被100个 NPC 给拒了，死活不给任务。LJ 游戏玩 NM。WDNMD。我们葬爱家族10几个拿到武器的玩家也找到 BOSS 了，用人海战术磨了半天，结果首杀没了。可不是吗？好多公会都趁着游戏刚开服在抢首杀。奖励好让人眼红啊！林晓却不知众人议论不休。这会他由于收获了100点的声望和10%的战斗属性，正美着呢。游戏前期声望的作用还是很大的，例如在拜入宗门时，声望就可以提高成功率。当然，除了声望和属性，还有一件凡品紫色的装备。林小怀带着激动从蛇皮乾坤袋中将之取出，下一刻他也是知晓，这件装备竟然是自选的。第10章推荐信。自选凡品紫色装备，可自由选择一件对应品级的装备，不限部位。林小托腮思忖了片刻，接着也是有了打算。手中的攻速刀的确好，但却跟他目前的想法背道而驰。苍蓝剑宗可不玩刀啊，选把剑好了。而且攻速刀拿出去，也可以趁现在玩家们都没什么武器，卖个好价钱。眼下这个阶段，现实中的货币还是很有用的，特别是小雨安还有重病缠身。林小晃了晃脑袋，在弹出的装备选择框中选择了武器类别，则选中了长剑。九州中剑也是有多种的，长剑、短剑、宽刃剑等等。记忆中苍蓝剑宗最擅长剑，林小也是因此才选择了长剑。选择完成，一把剑柄为淡青色的3尺长剑便落入了他的手中。凡疾风剑，筑气大师疾风子早年作品，力道加15%，攻速正10%，倒是还行。林小喃喃了一声，虽说是首杀奖励，但再怎么说也是筑星1阶的小 boss 而已，能给一个凡品紫装已经很良心了。不过随着 boss 等级越来越高，首杀给的奖励也会越来越好。收起疾风剑，林小的目光也转到了獠牙野猪王的魂种上。或许是因为九州全服首杀，这一波给的装备足足有3件，而且是1紫2蓝，加上首杀给的，林小短短的时间里就手握了2件紫色。鸿福齐天，爽啊！他连忙查看起来。凡青钢棱角锤，凡品子午，战锤，柄长4尺4，锤头有8道棱边，威力巨大，力道加30%，攻速负40%。凡伏魔杖，凡品蓝武，法杖，杖长2尺3，杖手箱有下品巨灵珠，灵慧加12%，施法速度正8%。虽说1紫1蓝，但俩都不是林小想要的。剩下的蓝装的则是凡獠牙号角，宝物，吹响号角，振奋军心，每次吹响，半径30米范围内的友方获得增幅，力道加20%，敏捷加10%，持续30秒，冷却时间60秒。奈斯，林小一顿振奋，总算有自己能用的东西了。甭管有方不有方了，号角一吹响，他自己也有提升，不是吗？龙皇执念已经让他不得不走一条离奇的道路了。既然如此，这些增幅类的宝物就显得尤为重要。除此之外，獠牙野猪王的魂种里还有不少灵石，也就是九州里的硬通货了。林小一一收至蛇皮乾坤袋，看了眼显示的数量，才知道竟然有足足120颗下品灵石，收获不错。小弟弟，没想到你还蛮特别的嘛。见林小重归人形，翠兰也是走了上来，谢谢你陪我来采集灵刃珠哦，姐姐要怎么奖励你好呢？翠兰吐气如兰，不得不说，勾得林小心里还有点痒痒。也就是这时，林小的脑海里顿时传来：翠兰对你的好感度加30%，目前好感度51，亲密无间。我去！林小俩眼一瞪，来真的呀？想来之前那个抉择任务已经完成了。九州里，玩家跟所有 NPC 都可以培养好感度，而好感度共分10个等级。最开始的陌生，谁也不认识谁时，好感度为0，有了好感度之后，每10点上升1个等级，由低至高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策马同游，朝夕相处，心有灵犀。超过50点之后，会根据 NPC 的性别有所不同，前女后男，亲密无间，患难与共，情投意合，情同手足，琴瑟和鸣，肝胆相照，海誓山盟，8拜之交，至死不渝，生死与共。理论上来说，超过50点之后，异性 NPC 跟你的关系就已经超越普通朋友了，只要操作得当，提出双修就有了成功率。林小不敢相信，才认识不到半天的翠兰，对他居然就有51点的好感了。减掉系统奖励的30点，岂不是说翠兰一开始对他就有21点的好感？媚骨天成，恐怖如斯。节节自重。林小憋了半天，也只能憋出这么一句话来。这俏寡妇是好看，但林小暂时还不想就这么交代了自己，太随便了。哼，不解风情。翠兰娇哼一声，却也没有生气。罢了，看在小弟弟你还救了姐姐我一命的份上，这个给你。他从腰间的锦囊里掏出来一个信封，递给林小。这是
翠兰闻言叹了口气，有些失落道：“不瞒小弟弟你说，姐姐的男人之前是苍兰剑宗的内殿弟子，可惜在一次抵御魔潮的战斗中殒命当场。”那听到这原因，林晓刚想开口安慰，却听见翠兰继续说道：“那苍兰剑宗见我没了丈夫，于心不忍，给了些补偿外，还交了封推荐信来，说是凭此信件可拜入苍兰剑宗外门修学剑道。如今姐姐看你顺眼，就给你了。”这林晓没想到拜入苍兰剑宗的机会实际上会是这样，正想拒绝递回信件，却听：“可别婆婆妈妈的，姐姐我是不想再跟修行之人有诸多瓜葛了，日后或许就在那小村子里守寡到老了。小弟弟你天赋很不错，莫要白费了，只是将来学成，可莫要忘了姐姐我哦。”说到这，翠兰又换作那妩媚万千的姿态了。林晓是一句完整话没插进去。任务完成，经验加200。林晓哑然，看来是推脱不掉了。只要是 NPC 发布的任务，无论难易，完成之后都会有经验奖励。两人回到小村庄这边时，已经是下午3点了。一见到林晓，又看到他腰间别着的泛着紫色光辉的长剑，玩家们再傻也认出他来了。林晓，是那个林晓吧？他就是早上第一个接到任务的那个。靠，已经完成了。手刹不会是那个老板娘帮他做到的吧？大家都是新手，没人愿意相信林晓刚进游戏没多久就有能耐独自击杀 BOSS， 所以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有翠兰的帮助。不过林晓也懒得解释，操，他都已经筑星1阶了。有人发现了林晓现在的境界，在人群里也是激起了层层浪涛。第11章富豪竞价，杜旭康真的是筑星1阶。 MD 我杀了10几头野猪了，现场才拿到300多经验，他凭什么？围观的人里边有羡慕的，有嫉妒的，也有对林晓腰间的武器眼红的。若不是9州里规定已经穿戴的装备无法被夺取，恐怕已经有人蜂拥而上，想要抢夺林晓的凡品子午了。四也是看穿了一些人的想法，林晓在告别翠兰之后，从腰间的蛇皮乾坤袋里掏出来一把长弓，同时在世界频道共享了弓箭的属性。这回在所有人几乎都还拿着连品级都没有的普通铁剑的情况下，一件凡品蓝装就好像是铜钱堆里的金子般耀眼。林晓也接着开口了：“各位，这件装备我用不上，有人想要的话，价高者得。”这次他本来就是来卖装备的，自然懒得遮掩。他这一喊，也没人会怀疑，毕竟所有人都看见他腰间还别了把凡品子午了，低1级的蓝武拿出来卖也正常。没多久，有人被林晓展示出来的属性吸引来了，力道加8点，还加20米的射程，这用来新手村刷怪不是嘎嘎爽吗？买下来绝对不亏。兄弟，多少钱啊？开个价。没价，自己开。林晓回应一声。这种新手装备，底价给高了不行，给低了也不行。林晓索性直接无底价拍卖。再者说，他还留了一手呢。我这没铜钱啊，可以现金交易吗？可以。林晓点了点头，接着还故意摆出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道：“只收现金。”这模样立刻给人一种他没见过钱的感觉。好，100卖吗？100啊。我考虑考虑。林晓脸上有些纠结，而周围人见状立刻涌了上来。这价格，这属性完全可以接受啊。没办法，9州的爆率实在是太低了，自己打什么时候能打出来一件像样的装备啊？还是花钱买来的快。100的想屁吃啊？我出300。靠！你也在想屁吃？我500。1000。日，恶意抬物价是吧？1800。2000。拍卖的动静越来越大，也是吸引了好一批玩家围拢过来，而价格喊着喊着已经被喊到了5000块了。周围喊价的人慢慢在变少，价格也差不多已经是林晓的心理预期了。可他正要开口成交，1万。所有人顺着这道声音，很快就在人群中找到了一个模样风度翩翩的少年郎，丹凤眼，高鼻梁，面孔略偏一丝西方。林晓目光一凝，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已经炸开了锅。这个人他认识，其名杜旭康，木土建工集团的大少爷。前世他下辖的势力正是间接导致林晓身死的祸首之一。没想到这家伙这么早就进入游戏了。林晓恨不得直接冲下去将之千刀万剐，但如今重活一世，他前世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已经削减了些，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候硬刚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但硬刚不成，无论如何也要先坑这货一波才行吧。1万，成，2万。一道爽朗的声音打断了林晓的决意，开口的是一名中年人，粗布麻一下，身形健硕，看样子在现实中也是个练家子。3万。喊话时，杜旭康的眉头也闪过一丝不耐，但中年男子却宛若未见，淡淡开口：5万。一下加2万，也是将本场拍卖顶到高潮。5万的价格已经让普通玩家失去了兴趣，装备再好，买不起也没用，只能是退出了。
7万！杜旭康再喊。10万！听到这个价格，杜旭康终于不再忍耐，扭头朝那中年人说道：“兄弟，在下杜旭康，不才是千秋工会会长。大家以后在游戏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如卖我个面子如何？”千秋工会正是杜旭康用木土建工集团的资源组建起来的大型工会。谁知中年人完全不买这个面子，只淡淡道：“人家都说了，价高者得，我开价买装备，有问题吗？”杜旭康咬牙：“你确定要跟我作对？”中年人回应：“这话说的，你我各自出价，怎么能叫针对？难道你看上的东西，别人就想都不能想？有你这么开价的？”杜旭康急道：“从一开始直接加1万，后面直接加2万，最后更是加了3万。只是一件反品蓝装，还是新手期装备，何必？我想怎么开价是我的事情，钱多烧不完，不行吗？”中年人霸气回应，也是完全堵住了杜旭康的嘴，这话根本没法往回顶。12万！杜旭康咬牙喊道：“若不是近期的资金都花在组建工会上面了，这工的价格就是再翻一番，他都不会眨眼。12万！”中年人别了一眼过去，随后嘴角一勾：“好吧，让给你了。”呵，喊呢？你怎么不继续加价了？不想要了？穷酸就穷酸吧，还不想要？杜旭康直接嘲讽，随后扭头看向林晓：“兄弟，报个账号，12万马上到账。”林晓闻言也不墨迹，本来估摸着5、6千的东西，卖到12万已经很赚了好吗？接着他用私聊的方式给杜旭康报了个小号过去，连实名的身份证都不是他的，这也是怕后续会有麻烦。没多久，游戏外的手机一响，12万悉数到账。林晓多多少少有些兴奋，不过表面上还是不形于色，将灵刃蛇弓转交给杜旭康后，又将一捆淬了蛇毒的3棱弓箭取了出来，挥手展示属性。见这一幕，底下那名中年人会意一笑，很明显，刚才他之所以不再继续叫价，是有林晓介入其中的关系。此时林晓也是直接开口：“瞧一瞧看一看喽，蛇毒箭100支，20支一捆，搭配蛇弓威力更甚，每捆底价999，自由竞价。”见此一幕，杜旭康嘴角狠狠一抽，手里的灵刃蛇弓瞬间就不怎么香了。他本来是要拿去拉拢工会里一名高玩的，可现在没有箭的弓，那不就是没有子弹的枪吗？虽说可以用普通的箭，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蛇毒箭才是灵刃蛇弓的绝配啊！兄弟，你第12章100万巨款，有什么问题吗？林晓满脸的无辜，枪和子弹本来就是分别购买的，这不是常识吗？好，你很好，非常好。杜旭康连到3声好，心里也是清楚自己被林晓给耍了。不就是1000块吗？5捆我全要了。他自动忽略了那1块钱，而且也不觉得有人会跟他抢，没有弓的话要剑来干甚？可话音刚落，不着急，我出2001捆。你特么？听到耳边有些熟悉的声音，杜旭康直接扭头，果然又是那个跟他竞价的中年人。又怎么了？人家又没说只卖给你。杜旭康紧咬银牙：5000、1万喽。中年人满不在意：1万1、2万2，我超！时至此刻，杜旭康也是看出了对方的打算，他是咬住了自己，非得买下这蛇毒箭不可啊！无论自己喊多少，对面都直接翻倍是吧？可如今游戏刚刚开服，他大把的资金都拿去组建千秋工会了，还真的没余下多少存粮。尽管很丢面子，但杜旭康不得不认清现实。兄弟，我打欠条可以吧？之后资金下来了，肯定给你打过去。杜旭康抱着最后一丝希冀，朝林晓开口道。但林晓哪里会如他的愿？先不说自己前世跟杜旭康有深仇大恨，主要这蛇毒箭不过就是新手装备而已，现在不卖出去，后面根本就没市场了。而且谁来保证等杜旭康资金下来了，一定会给自己转账呢？不好意思，我这人目光短浅，也俗，只支持现钱现货交易。你……杜旭康气结，只留下一个恶狠狠的眼神之后，扭头望向那中年人：“哥们，敢留个名字吗？”中年人看了他一眼，也不在意，轻道：“万场哥。”问场哥。杜旭康重复了一下这个名字，仔细跟脑海里的每一个人名比对过后，发现并没有任何印象。而他身居高位，自诩上流大少，他都不认识的人能有多少斤两？很好，蛇毒箭就先寄存在你那里，到时候我会来拿的，你随意。万场哥依旧是一副满不在意的模样，大有一副任你风大雨大，我自岿然不动的姿态。见杜旭康离开，林晓也是嘿嘿一笑，立马从蛇皮乾坤袋里掏出来一柄大锤，轰砰一声砸落在地，正是反品子午青钢棱角锤。与此同时，其属性也是被林晓展示出来，力道加30，这条属性就好像是夜空中的烟火一样亮眼。至于攻速负 40%，
这么大一柄锤子，玩起来要是能刀剑一样轻松，那才有鬼了。忽略，卧槽，这锤子一锤80吧？我说的是伤害。操！这锤子拿去打野怪，那不是一锤一个小可爱？哥们，还等啥呢？开价呀！林晓看着众人的表现，心里也是得意。相比灵刃蛇弓，凡品子午到了筑星巅峰都还能用，价值岂可相提并论？他就是怕杜旭康那家伙拼了命也要抢下来，所以才等气走了对方才肯拿出来卖。好东西当然要紧着自己人了。万场哥这个名字，杜旭康不知道，林晓却记忆犹新啊。其正是未来华夏龙族的话事人。林晓后来也加入了龙族，不过因为前世是精灵族的关系，只是一个外围成员，若非内心是个人类，恐怕连加入都难。嘿嘿，走过路过别错过，这可是全服第一把流到市面上的凡品子午哦，底价10万 RMB， 还等什么呢？万场哥自然是提前就知道有这么回事了，立刻开口：20万！凡品子午底价是绝对拿不下来的，前面喊来喊去没意义。万场哥一开口，干脆就把凑热闹的给整闭嘴了。不过正当他以为胜券在握时，我出30万。开口的是一个留着短发的美女，模样看起来不过20，正是豆蔻年华的时候。所有人心里都是一个疑问：谁家的千金大小姐跑出来了？凭自己的话，怎么都挣不到的吧？万场哥饶有兴趣的看了过去，接着继续开价：50万。大叔你就让人家呗。短发美女开口撒了个娇，接着60万哦。你才是吧？万场哥哑然，小姑娘家的，这锤子不适合你。66万。林晓心头一跳，差不多了，凡品子午的价格基本到顶了。你管我，我就喜欢。70万。70万的价格一出来，万场哥也沉默了。他的钱可不是他自己的，每一分都是要上报的。子午虽然不会太快被淘汰，可价值终究有个极限。好吧，让给你了。退让的时候，万场哥还有些无奈。最终青钢棱角锤也是以70万的价格交到了那短发美女手中。收到转账的时候，林晓还特意看了下对方的账户名，李 X 堂，姓李，没什么印象啊。林晓嘟囔了一声，接着他又将攻速刀和另一件凡品蓝装伏魔杖拿了出来。攻速刀的话，两人也是大感惊讶，一番竞价之后，以30万的价格落入了万场哥手中，虽然不比前世，但也是极高的价格了。而伏魔杖则是被李姓少女以10万的价格收入囊中。毕竟相比攻速刀和子午锤，伏魔杖的属性还是偏次了些，只能作为过渡武器，但也足够用。不过这也就是游戏刚开服，大部分资本都还在观望，入驻进来的并不多，否则喊价的可不会只有眼下的两人。这一波下来，林晓也是赚取了超过100万的巨款，堪称恐怖。别觉得这个价格很离谱，虽然是新手装备，但对于资本来说，这是领先全服的机会。这个机会才是价值的集中所在。有这个机会在，他们就能更快的升级，更快的达到高等级的装备、材料等等，而后反过来获利。不少玩家见到林晓一波赚取了100万巨款，也是自发的组织队伍打怪刷装备去了。日后这些无名的队伍也将成为开拓九州的一个个势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林晓却是摆脱众人，根据推荐信上的路线来到了苍蓝剑宗的所在地。第13章双木林，破晓的晓。有古语云，九州之大，无穷尽也。即便是大能者，也很难穷尽九州大陆，因此为了高效率赶路，传送阵的存在就很有必要了。这在明面上的8个大洲中都是有所布置的。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传送阵都是掌握在大势力、大宗门手中，平常基本只用于来往势力范围内相距较远的两地。也有一些大型传送阵是往返其他州地的，但那些传送阵基本都设立在无主之地，再由不同的势力轮流镇守。毕竟使用传送阵可是要缴纳灵石的，单次使用价格不贵，奈何使用的人多啊，往往一天下来收益就是100万、1000万灵石。在繁华之地，破亿也是常有的事情。林晓就是通过设立在新手村附近一个小型传送阵抵达苍蓝剑宗的。单程票5颗下品灵石，贼贵。他现在全部身家也才120颗的。苍蓝剑宗地处连绵山脉之间，位于人类记明州、人族州的云华州之南，与苍蓝帝国接壤。据传，苍蓝帝国与苍蓝剑宗之间是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的，但两方势力从未在明面上声明过什么。苍蓝剑宗的主峰为苍华峰，巨大的玄武岩上镌刻着苍劲有力的苍蓝剑宗4字，此即为宗碑，立于其下。林晓甚至还能体悟出镌刻者当年留下的建议。忽然，叮！超凡脱俗之悟性触发，见到资质加10。啊嘞，这也行。
而也许是因为这一刻，苍华峰的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道清冷无比的声音：“宗前何人？”声音一起，更有数道身影破空而至，全部站立在飞剑之上，风姿飒飒。林晓看得两眼险些放光，这就是剑修的啊！一个字帅，他却全然没有料到这些人都是冲着自己来的。毕竟苍兰剑宗可是大宗派，属于九州巨擘，往来于其主峰瞻仰的人也不在少数，且以剑修居多。那么多人，谁知道那清冷声音说的是谁？林晓理所当然的没以为是自己，直到你是何人？那道清冷声音再起，却是直指林晓，声音也宛若有股神奇的力量般，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林晓抬起了头，尼玛，再问我？我？随着林晓的这声疑问，没多久，一道仙姿从天而降。来者身着浅蓝色轻纱，飘飘若仙，乌黑秀发盘在脑后以碧玉簪子固定，余下的部分如瀑布般垂至腰间。眸光潋滟，春带秀眉横卧其上，鼻梁微挺，恰到好处，朱唇轻颤，虽与人以清冷却也令人陶醉。真是好一个出尘脱俗的女子。女子一出现，上空遇见的众人也是纷纷行礼。见过掌门。掌门？林小人都傻了，这女人是掌门？前世虽然听过苍兰剑宗的掌门是个绝世美人，可没想到美到这种程度。他敢打包票，绝壁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拒绝得了这种容颜呐。如果说他的梦中情人原本没有形状的话，那么现在有了。女子抬了抬手，算是示意。接下来潋滟眸光却是看向了林晓，整得后者还有点小紧张。明明是个快30的老男孩了，你姓甚名谁？被问到名字，林晓也是正了正神。我姓林，双木林，单名一个小字，破晓的晓。他稍稍歪头，片刻后，好名字。说罢，脚下无一物，却忽然来到了林晓正上方，并未俯视。而后朱唇轻启，袅袅仙音随至。我苍兰剑宗开宗数万载，先宗主百里苍兰以自身剑意留下4字宗碑，却叹万载以来，能于宗碑中领会剑意者不足10指之数，而今是第9个。这句话他是看着林晓说出来的。一众因他而来的苍兰剑宗长老无不心中震撼。掌门的话意思还需揣摩，此子定有空前天资啊！哈哈，我刘飞宇多年未再收徒，而今怕是要破例了。小子，你可愿入我门下？这人刚开口，其他人顿时不满了。哎，我说飞宇老头，谁同意你收徒了？就是，这少年天赋异禀，该入我门下。什么话？老夫也可以将剑宗绝学尽传于他。该入我门下？不，入我门下。我门下，是我门下。此刻聚集在苍兰剑宗主峰的修行者们，一个个都傻了眼，到底是什么天纵奇才啊，竟惹得苍兰剑宗一干长老竞相收徒。而因为好奇，跟在林晓后头来到苍兰剑宗的玩家们也一个个傻了。我们游戏还没玩明白呢，他已经成香饽饽了。策划亲儿子，要么就是开挂了吧。至于他们的路费哪来的，当然是高价从一些刷到灵石的玩家手里收来的，毕竟传送阵就在那里，也不会跑，只要筹集灵石随时可以过来。游戏是开服没多久，但普通的野怪身上也是会爆灵石的，只是几率不大罢了。这也意味着灵石与现金之间的汇率离谱的惊人。而这会，就在长老们争得头破血流时，立于半空的掌门百里洛寒开口了：都不必争执，这少年就入我门下好了。下一刻，长老们随着百里洛寒的话语落下，长老们宛如是吃了石头一样，惊讶无比。这掌门都参与进来了，那他们还玩个毛线呢？谁也争不过呀。如果他们是现代人，估计会大喊一句禁止职业选手参赛。可是掌门，你不是从不收男弟子的吗？有一名女长老还不愿放弃。林晓不仅天赋出众，仪容仪表也很上等的啊，以后在自己的峰上偶尔见到养养眼也是不错的。更何况这等天赋培养起来那就是高徒一枚，谁不要啊？不过百里洛寒却是微微一笑，从今天开始不再是了。而此时林晓的脑海中也弹出来一道系统提示：叮，触发苍兰剑宗终极机缘，现任掌门百里洛寒预收你为关门弟子，是否接受？紧跟着面临抉择节点，选项 A 答应百里洛寒成为他唯一的男弟子，任务奖励百里洛寒的好感度加10点，9周连结度正 2%。 选项 B 拒绝好意，错过此次机缘。第14章剑心阁6位师姐，又是9周连结度， nice 啊！林晓心中大喜，虽然还没搞明白奖励连结度的是哪些抉择，但他也猜了大概，是那些会彻底改变前世历程的选择吧。林晓，
百里洛寒眸光轻转，你可愿意拜入苍蓝剑宗，为我关门弟子？听到这话，林晓这才猛地回神过来。弟子愿意。开玩笑，有这种仙女当师傅，对方还有在整个九州都赫赫响亮的威名，加上现实中的游戏连接度，林晓没有理由拒绝这种超级大腿好吗？抉择正确。百里洛寒对你的好感度加10，目前好感度15，相谈甚欢。九州连结度正2%。嘿，初始好感度竟有5点吗？百里洛寒的气质显然偏高冷些，可也架不住他媚骨天成啊。估计不会有什么 NPC 会对他的初印象不好。九州连结度也有3%了，不错。到时候下线再看看有什么新的变化吧。此时百里洛寒点了点头，那便随我同去苍寒峰。是，师傅。林晓恭敬拱手。下一刻，一股柔和的力量将他托起，带上半空，劲风一掠，便去往远方天际。苍寒峰位于整个苍蓝山脉的正中间，也是最高峰，只有历任掌门能够居住其中。主峰苍华峰更多时候只做会客用途，也可以说它是苍蓝剑宗的门面。看到林晓就这么被接走了，底下的玩家们顿时炸了锅，有冲动的已经跑到九州官网上去投诉了。这不妥妥的区别对待吗？大家都是玩家，他凭啥啊？就因为拿了个手刹？喂，上面的老头，我也想玩剑修，你收我为徒呗。一名见林晓成功拜入宗门，有些眼红的玩家朝那刘飞宇长老喊道，但后者却只是鄙夷的看了他一眼。哼，不知所谓。说完，刘飞宇袖口一震，想入宗可以先通过考核在外门历练，但若再有狂言，休怪老朽将你赶出剑宗。靠！你狂什么啊？不就是一堆数据吗？眼红的玩家显然是不以为意，但很快他就后悔了。无礼之徒！刘飞宇扭头瞪视，外门执事何在？该如何处理，还需老朽言明。弟子愚钝，还望大长老责罚。一名苍蓝剑宗弟子立刻站出，双手作揖，而后连忙朝身后喊道：你们几个速将那无礼之徒赶下苍华峰。是。听到这话，再见到朝自己涌来的一对 NPC， 那眼红玩家人都傻了。不是，真胆啊！喂，搞什么？我可是花了5块灵石传送过来的，就这么赶我走？操！别 TM 碰我！可惜，无论他如何挣扎，最后还是被丢进传送阵，潜回了新手村那边。不过他这一趟也不是啥也没得到，最起码赚了趟回程机票啊！靠！什么 LJ 游戏？老子不玩了呀！从此，九州玩家1，苍华峰下，那位玩家以身试法的操作，无疑是狠狠给其他人提了个醒，后边也都纷纷规矩了些。这要是再被丢进传送阵里，5块灵石白花了事小，被人搬到论坛上当成笑料，社死了事儿大。而这时候，聚集于此的玩家们也是发现了，想要拜入宗门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你想加入宗门，却不一定要你。九州可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超级宗派的。若不是有游戏系统在中间制衡，恐怕连外门考核这种东西都不会有，直接就给你拒之门外了。天赋不行，人家凭什么要你？凭你长得别致，还是凭你3天不洗澡？苍寒峰，剑心阁。将林晓拖起后，百里洛寒就一路将他带到了这里。阁楼前的广场上整齐地站着6名女子，而见百里洛寒到来，纷纷将手中长剑倒持，娇声师傅，异口同声，如百灵和鸣。百里洛寒点了点头，见到6人后，又看了眼自己的剑心阁，脸上忽然闪过一丝若有若无的尴尬。他这儿都是女弟子，男弟子该住哪？收林晓为徒时，他压根就没考虑到这一点。不过这尴尬也只是维持了一瞬，并未有人捕捉到，然后他就将这个难题抛给了徒弟们。其名林晓，是为师的关门弟子，以后也是你等的小师弟。等百里洛寒话尽，林晓也是面朝6名女子拱手道：各位师姐好，我叫林晓，日遥晓，日后还请多多指教。太好了，我终于不是最小的了。林晓刚说完，6名女弟子最边上的那位就蹦了一下：小师弟小师弟，叫声6师姐来听听啊。6师姐不好听，不如叫小师姐。林晓笑呵呵道：小师姐也行，嘻嘻。少女又开口自我介绍道：我叫莫怀竹，名媛7阶修为，以后在内殿有事，小师姐罩着你。莫怀竹拍了拍有些鼓囊的胸口，俏脸上也写满了得意。怀竹，不许胡闹。守卫的女弟子也开口了：小师弟，我叫慕云河，开山1阶修为，怀竹只是在跟你开玩笑，切莫在内殿惹是生非。慕云河说完，林晓刚想接话，却被百里洛寒打断。好了，林晓还没起居处，便交由云河你去安排吧。是。
慕云和嘴边的师傅二字还没出口，百里洛寒就已经消失不见了。片刻后，剑心阁的上空才传来一句清冷音：“林晓，明日辰时来大殿见我。”“是，师傅。”“小师弟，你跟我来。”慕云和喊了一声，接着便走在了前头。跟在后面的林晓却是直直地看着前者，眼神冲愣，但视线却好死不死盯着某处挺翘。这一幕让的其他几位少女不由得轻轻凄了一声。前面的慕云和也发觉不对了，一扭头：“小师弟！”他的声音里带有一阵娇嗔。林晓被喊醒过来：“怎么了，大师姐？你在看哪里呢？”林晓满脸问号：“看师姐你啊，不是让我跟着你登徒子？”丁，慕云和对你的好感度10，目前好感度5，比1不屑。我擦！第15章，刚来就跟大师姐同居。回想了一下自己刚才的姿态，加上慕云和微红的俏脸，林晓很快就明白过来为什么了。大师姐，你听我解释啊，他以后可是要在苍兰剑宗内殿魂的，而且这几位都是他的同门师姐，一个师傅的，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同门啊。刚来就好感度负数了，那怎么行？或许是我的好感度没有那么严重。慕云和闻言也是耐着性子说道：“好啊，我听着，但你若是信口胡言，休怪我罚你。”说到最后还补充了一声：“便是师傅来了，也照罚不误。”见事情还有转机，林晓连忙在心中组织起语言。他当然没有盯着慕云和某个位置一直看了，要看也是以后好感度上来了，光明正大的看啊。可嗨，大师姐莫怪，我刚才只是想事情入了神，全然不知的。想事情？慕云和嗔道：“那你说说，你在想些什么？”大师姐，刚才自我介绍时，师姐说自己是开山一阶，我是听到这才想得入了神。当真？听到这般解释，慕云和的脸色才堪堪好转。千真万确啊！少女俏脸狐疑，不过略一想，方才林晓的表情也的确是做沉思状，不像在行流氓之事。毕竟没有人盯着别人的，那里还满脸沉思的吧？咯咯喽！听着两人的对话，莫怀竹抿嘴轻笑：“好了，大师姐，小师弟才刚来，怎会有那般行径呢？对吧？有他打圆场，慕云和也是就坡下驴，便信你一回。”他俏脸微红，或许也是因为林小妹古天成的关系吧。在此之后，后者脑海里又传来了提示，好感度已经从5提升至5了，不高，但最起码是正数了啊。不过大师姐，开山境究竟是怎么回事？林晓连忙转移了话题。慕云和微红着脸笑了笑：“不急，小师弟你才刚刚筑心，等你到了辟海境，师姐定倾囊相授。如此，就先谢过大师姐了。”林晓微微松了口气，还好是有惊无险啊。后面趁着这个气氛，他也是跟其他师姐一一打过招呼，同时也大概的了解了下他们的性格及实力。他这6位师姐每一个都是1等1的大美女，且各有特色，简直囊括了所有常见的女孩类型。林晓都有点怀疑师傅是不是有点收极品了。首先是他自己超高冷女神一枚，其次大师姐慕云和不必再说，开山一阶的修为属于正经女神，办起正事来也是不怒自威，气质十足的那种。二师姐名楚星瑜，辟海8阶，无论是外形还是内在，都是男人最拒绝不了的那种。童颜那个啥，长得还不高，妥妥的萝莉。三师姐名夏千梦，辟海5阶，性格则是活泼开朗的紧，大有一种没心没肺的姿态。四师姐名何清渊，宁园9阶，走的是优雅御姐范儿。五师姐名李静瑶，宁园7阶，性格则是偏内向，文弱一些，给人一种柔弱乖乖女的感觉。六师姐莫怀竹同为宁园7阶，性格古灵精怪，也带一丝可爱风。仙女师傅加上6位气质师姐，这生活给个神尊敬也不换呢。好了，小师弟，跟我来吧。慕云和开口，说完便又扭身继续朝剑心阁里走去。林晓跟在后面，这回可不敢再低头了。没多久，剑心阁偏殿的大门被轻轻推开，率先入眼的一座花木袅袅的院子，阵阵花香扑鼻。围着院子有着左右2条连廊，呈回自行分布，外圈就是起居处了。慕云和介绍起来：“小师弟，从左走，一直到里面是3个房间，分别是我、星瑜和千梦的房间，从右走也是3个。”话说到这里，慕云和也愣住了，他好像明白师傅为什么走得那么急了，原来是在这等着他呢。剑心阁偏殿一共就6个房间，哪里还有多余的起居处给林晓啊？见他这般，林晓的嘴角也是抽了抽。各位师姐，问个问题哈。6人齐齐扭头，这山顶入了夜风大不大？6女？不，怎么能让小师弟你睡院子里呢？莫怀竹第一个开口打破寂静，若不然我在房里加快隔断，小师弟你跟我一起吧。林晓听到这话的同时，叮，
莫怀竹对你的好感度加20，目前好感度35，朝夕相处。这也行？就因为我表现的正人君子了点？不会吧，不会吧。小六六，你是要跟小师弟同床共枕吗？三师姐夏千梦捂嘴嬉笑，哪有，人家都说了加一块隔断了。莫怀竹红着脸娇嗔，三师姐你才是吧，这个时候说出来是嫉妒吗？嫉妒？我有什么好嫉妒的？夏千梦连忙辩解，不过话音未落，慕云河就打断了他。好了，都停一停。他仔细斟酌了片刻，在宗门给小师弟专门搭建起居处之前，小师弟就在我们房里轮流过夜。说到最后，即便正经如他，此刻也是面红如血。但是没办法，她是大师姐，既不能让莫怀竹委屈自己跟异性同居，也不能让其他人有机会调侃其余师姐妹，必须要做到平衡，所以只能分担着来。啊，这林晓彻底凌乱了，满直的魅力真的就可以为非作歹呗？慕云河说完之后，没有人第一时间跳出来抗拒，也就是说，他们潜意识里并不反对呗。靠！我他妈前世是玩到了狗身上了吧？居然放着这么优质的 NPC， 逮着方一宁那瓶绿茶死活不放手，悲哀啊！这不好吧？林晓心里虽然窃喜，但表面上还是拒绝样，他这可不是虚伪，只是为了以后能少点麻烦而已。游戏可是要并入现实的，跟太多的 NPC 关系不清不楚的话，以后咋办？可他话音刚落，我看没什么不好的，就这样吧。开口的是四师姐和清渊，不过既然是大师姐提出来的，小师弟今晚就先到大师姐那里将就一下好了。大师姐，你可不能慢待了小师弟啊！什么话？慕云河也没想到他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但表面上还是梗着脖子，去我那就去我那。林晓，妖兽了，刚来就跟大师姐同居。第16章，成长型心法，敌剑心经。呵呵，何清渊捂嘴轻笑，小师弟，今晚可莫要被大师姐将魂给勾了去哟。这，林晓满脸的黑线，这说的什么话啊？这无论他怎么回答都不对劲呢。如果回答不会，那不就等于说大师姐慕云河对他没有吸引力吗？这是对一个女人自身魅力的否定，要命的呢。可如果不回答，或者随便找些别的借口，那不等于不打自招，承认自己对大师姐有所企图？四师姐，我错了，你走的不单单是优雅御姐范，虽然优雅，但也腹黑呀喂。清渊，不许胡言！慕云河红着脸，连忙开口，再敢乱说罚你誊抄敌剑心经1000遍。何清渊连忙缄口。敌剑心经，苍蓝剑宗独门心法，全文392字，不长，但是1000遍的话也会抄断手的呀。简单安顿过后，林晓也随6位师姐来到了剑心阁广场。一名内殿弟子也将林晓的新人包裹送了过来。小师弟，这是大长老让我拿来的。那名弟子开口，长老似乎还多加一些东西，师兄我都羡慕了啊！哈哈。林晓接过了包裹，这有什么？师兄看上什么拿走就是。不了，开玩笑的。那弟子讪笑一声，师兄还有任务。师弟，各位师姐，我就不叨唠了。恭喜获得入宗礼包豪华版阿莲。林晓连忙打开，里面是一套衣袍、一柄长剑、一枚戒指以及一本经书，此外还有一枚玉简，想来就是那位师兄说的多出来的东西了。他连忙查看了一番，林苍蓝剑袍，苍蓝剑宗内殿长袍，血量灵力加200，防御加20，护心加5，品质蓝。林苍蓝剑，苍蓝剑宗内殿标配武器，力道加11，会心加5，品质蓝。林苍蓝戒，宝物收纳加100，品质蓝。3件装备全部都是灵品蓝装。林晓讶然，真不愧是在整个九州都排得上号的超级大宗啊！新人直接送灵品，当然了，估计只有内殿弟子有这待遇。如果是普通玩家，天赋不行，只能进入外门的，应该就只有凡品。至于剑袍的护心属性以及配件的会心属性，实际上就是类似暴击抗性和暴击，只不过九州里是没有这俩属性的，会心伤害也只有打击对方的弱点才会出现，而会心值越高，会心的伤害就越高，护心值则是用来抵消会心值的。接下来就是经书和玉简了。林小怀带着期待，敌剑心经，苍蓝剑宗秘传心法，血量灵力正10%，力道正5%，防御正2%，剑术伤害正10%，大境界提升时心法增幅成长100%，最多5次。品质紫。灵流云步，刘飞羽独创身法，战斗状态时敏捷正30%，非战斗状态时敏捷正50%，内含遁法流云遁。灵力消耗 50S。 流云遁战斗时可向任意方向远遁300米，强行脱离战斗状态，冷却时间15分钟，
常态时可向任意方向远遁500米，冷却时间5分钟。灵力消耗战 X1000，长 X500。品质紫。看完经书和御简的介绍，林晓心中直接掀起滔天骇浪。这就是苍蓝剑宗屹立9州数万载而不倒的核心原因吧？好一个敌剑心经啊，加成也忒夸张了，而且还是成长型心法，而且进了内殿就给地品心法，还是紫色的。这不起飞？可想随着林晓以后境界提升，属性飞涨，这加成只会越来越恐怖啊。至于流云步，林晓没想到大长老刘飞宇竟然对自己这般青睐有加，在系统上查看了一番刘飞宇的好感度，他才知道竟然达到了19点，这在同性 NPC 中绝对算高的，毕竟同性相斥啊。小师弟看到林晓拆开了包裹，莫怀竹也凑到了他身旁，敌剑心经有些晦涩的哦，要不要小师姐指点一下你啊？如果说林晓的到来谁最开心，那毫无疑问就是他了。只因为在林晓之前，莫怀竹不仅是掌门座下最小的弟子，也是整个内殿最小的弟子，从来只有他喊师兄师姐的份，没有别人喊他师姐的份。现在终于有了。这会林晓还没开口，怀竹莫要胡闹。大师姐慕云合板着脸开口了，你不知道小师弟正是因为悟性极佳，才被师父破格收为关门弟子的吗？敌剑心经虽说晦涩，但体悟心经的过程也难能可贵。知道了，大师姐。莫怀竹扁了扁嘴，微微抿了下，末了又吐了下小舌头。林晓汗颜，却也拱手应道：多谢小师姐好意了，我也想自己先体悟一番，若有晦涩处，一定讨教小师姐。那就这么说定喽，嘻嘻嘻。定。莫怀竹对你的好感度加5，目前好感度40，朝夕相处。林晓了，这好感度也太好刷了吧。前世的他在精灵族那边好感度最高的一个 NPC 才39点，就那还是他费尽千辛万苦谨言慎行的结果呀。拂去心中杂念，林晓干脆在剑心阁前盘腿而坐，接着将敌剑心经翻开看了起来。定。悟性超凡脱俗，心法学习速度提升300%，所需时间剩余9分59秒。下一刻，林晓整个人宛如入定一般，只看了一遍心经，便眼观鼻，鼻观心，胸口的灵核也飞速自旋起来，带起身周缕缕灵气。咦？莫怀竹脸上有些惊讶，小师弟这是入定了？慕云河连忙轻声喝道：进口。莫怀竹连忙缄口，而此时林晓的脑海里也不断的响起经验加5，经验加5，经验。每一秒随着他体悟着心经，经验值也在飞速增长。10分钟下来，经验足足多了3000点。也是这时，学习成功。敌剑心经入门。学会敌剑心经那一刻，增幅的属性也是立刻加持在身，让的林晓有着一股说不出的畅快感，还是一个字，爽啊。接下来他又拿出流云步御简，注入灵力之后，御简随之弹出一道光华，钻入他脑海，超凡脱俗的悟性再次触发。学习所需时间剩余2分59秒。显然地品和灵品是有很大区别的，从学习所需要的时间就可以看出1、2了。而这次学习的过程中也不再有经验收获。3分钟后，流云步也是正式步入入门的阶段。9州中所有技能的熟练度都分为5个等级：入门、小成、大成、宗师、归一。熟练度提升，技能的威力加成自然都会有所提升，而需要提升熟练度，只有日复一日的练习，没有捷径。第17章，早知道就不凡尔赛了呀。全部学习完毕后，林晓如今的属性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基础面板这边有3项属性发生了变化：声望100，经验42795千，剑道资质10。之后是战斗属性面板，血量24202420加200，灵力24202420加200，力道115加15，灵慧110，防御112加20，敏捷22加2，攻速正10%，护心0加5，增伤剑术正10%，技能心法 X 敌剑心经，身法 X 流云步，宝物蛇皮乾坤袋，獠牙号角，苍蓝剑，武器疾风剑，护具苍蓝剑袍，上衣疾冲鞋，包裹里的苍蓝剑灵晓并没有装备上，其加成的会心属性自然也就没有显示。虽是灵品，但属性上还是比凡品子午的疾风剑要次一些。不过这把剑在特定情况下去使用，作用或许会比疾风剑更好。林晓也是准备将之作为自己的备用武器。至于流云步带来的敏捷属性提升，
因为是身法技能的关系，需要主动使用才会生效，因此并没有显示在面板中。不像心法，只要学习了就是面板属性，属于基础提升，除非之后更换心法，将之前的遗忘掉，所加成的属性才会跟着消失。看完属性面板，林晓也是起身伸了个懒腰，只听浑身上下筋骨噼里啪啦的响了好一阵子，显然是因为学习了身法的关系。这也就是九州还是个游戏，有系统的存在，玩家们学习技能才会如此简单。这要是在真正的九州世界，恐怕会被人当成挂壁来对待。哪有人打个坐就把心法和身法给学了的？那不是瞎搞吗？小师弟，你已经领悟了。莫怀竹见林晓站起身来，气质也明显不同了之后，不由得满脸的讶异。他多少也是个天才来的，否则也不会入百里洛寒门下。而他当年参悟敌剑心经时，足足用了半个时辰的呀。可林晓这，不是很难。林晓挠了挠后脑勺，脸上还有些腼腆，总不能直说这是系统的功劳吧？人家也得信才行啊。莫怀竹有种被打败了的感觉，他还是第一次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体会到挫败感。可看着林晓的样子，他又不觉得对方是在瞎掰，那模样的确是领悟了敌剑心经之后才会有的变化。作为掌门亲传，这一点他还是能分清的。小师弟的悟性之高，的确是前所未见，不到2刻钟竟真的领悟了敌剑心经。慕云和俏脸上也是震惊不已，难怪师傅会破例收他为关门弟子啊！这个流云步我也学会了。林晓举了举手中的玉简，6位师姐，你闭嘴呢！这么打击人的事情，有一件就够了呀。接下来，由于林晓掌握了敌剑心经的关系，6位师姐也是兴起了切磋之意。当然，只比剑术。如果动用灵力的话，这6个人随便哪一个都可以直接秒杀林晓。苍寒封顶，清风习习，深秋的落叶飞舞在半空，更添一份凉意。剑心阁前的广场上，7道身影辗转腾挪，好不飒爽。剑与剑之间的碰撞声此起彼伏，4斗剑，又4、5剑，也为往日清冷的峰顶增添了些许生气。大殿中，首座的百里洛寒以手拄着下巴，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微眯的双眸实际上一直关注着广场上的情况。看来他们相处的还不错。百里洛寒松了口气，但心里却有一股莫名的情愫掠过，只一瞬便消失不见。他有些讶异，却始终查不到丝毫。奇怪，本座这是怎么了？剑心阁广场，林晓手中之剑横驰，叮的一声，被二师姐楚星瑜一剑震退10余米，却已经达到极限了。呼，不行了不行了，各位师姐，可饶了我吧，1个2个还能应付，哪有你们这样6个人一起上的？不过这时，叮，满值悟性触发，剑道资质+5。嚯！不过话说回来，这么一顿切磋，林晓对剑这种武器也的确是掌握更深了。前世他玩的是弓，对剑可是很陌生的。今生选择作为人类走剑修路子，完全是从零开始，依靠的只有游戏理解。如果切磋一下剑术就能长剑道资质，何乐不为？虽然累了点，但叮，慕云河对你的好感度+5，目前好感度10，一见如故。叮，楚星瑜+15，目前好感度20，相谈甚欢。叮，夏千梦+10，目前好感度12，相谈甚欢。叮，何清渊+7，目前好感度17，相谈甚欢。叮，李静瑶+12，目前好感度21，策马同游。叮，莫怀竹+3，目前好感度43，心有灵犀。对于脑海里络绎不绝的声音，林晓只想说好家伙，尤其是莫怀竹，短短时间里竟然突破到了第5个阶段，再长下去就要越过正常的男女关系了。媚骨天成，恐怖如斯。不过还是事与愿违，好感度一个个都长起来了呀。好在现在有点失控的只有小师姐莫怀竹，其他人顶多就是关系好，谈不上很好。而这会听到林晓的抱怨声，师姐妹6个无不是直接叉腰娇嗔。好你个小师弟，变招法的笑话我们是吧？腹黑4师姐和清渊白了一眼，话音刚落，3师姐夏千梦就接了过去，就是我们6个一起上才能胜过你，还不满足呢？我哪有啊？林晓苦着脸，我不管。就有和清渊又说道，末了还看向大师姐慕云河，大师姐，我提议今晚就让小师弟他席地而睡吧，怎么样？好呀，这主意不错啊。林晓闻言彻底耷拉了个脸，连正经严肃的大师姐都看不下去了吗？我真的很过分？没有吧？可惜无论林晓如何求情，6个师姐没有一个搭理他的。早知道就不凡尔赛了呀靠！看样子
他今晚无论如何都免不了睡地板的结局了。林晓表示很难受，超香菇。入夜，慕云和闺房。表面上他表现得十分淡定，但心里却紧张的要命。毕竟人生在世这么多年以来，他还是头一次跟异性共处一室啊，而且还是晚上。但这个方案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又怎么能半路先认怂？林晓倒是没想那么多。慕云和对自己的好感才10点，自己要是真有什么出格的举动，这好感度估计会直接掉到底，再次负数。他才没那么傻呢。虽然是临时的起居处，但系统也是认可的，也就是说他可以在这里挂机下线，长经验。想到这，林晓直接席地而坐。第18章，我又不是进局子里了。慕云和见到林晓真的坐在地上了，忽然又有些于心不忍，纠结了好些时间，才声如细纹的说道：小师弟，要不你到床上来睡吧。正准备挂机的林晓却是错过了这句话，只是隐约听到了慕云和在叫他，这才问：大师姐，你说什么？没什么。慕云和哪里还有勇气再说一遍啊？只能是硬着头皮搪塞过去。林晓也没在意。哦，那大师姐你早点休息，我修为尚浅，晚上的时间就用来冥想好了。盘坐在蒲团上的林晓点了点头，随即双手张开，掌心朝外放在腰腹两侧，而后闭上了双眼。叮 ！S 级天赋触发，冥想修炼速度提升500%，当前经验获取速度50小时。正常来说，天赋在 C 级时，冥想的收益就为1，每小时能够获取的经验就是当前境界所需要的2/1000。没错，少得可怜。所以9周压根就没法做到挂机就升级，最主要的途径还是做任务和刷野怪。不过天赋并非只有挂机之用，首先是等级越高，受伤时吸纳灵气回血，回蓝的速度越快，正常修炼时获取的经验越多，其次才是挂机。但就连 S 级的林晓，挂机的收益都才每小时1%，正常玩家宁愿上线做小任务，也不会在精神饱满的时候去挂机。挂机只是趁着休息的时候多搞点经验，聊胜于无罢了。卧室里，林晓睁开双眼，取下戴在头上的意识头盔，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他看了眼时间，凌晨开服，到现在才早上7点。不过林晓却没有任何通宵玩游戏的疲惫感，反而精神焕发。确认了一切真的重新开始了，又有神仙一般的开局，他的心情自然是好得不得了，哪里会困？接着他忽然想到了什么，便连忙闭上双眼，像游戏里那般想要调动身体里的灵力。呼，身体中一股难言的暖流猛然袭来。真的可以！林晓满心欢喜，游戏连结度达到3%之后，灵力真的可以带到现实世界中来。虽然说体量很少，少到在游戏里可能只是放过远程屏 A 就没了，但至少说明这个路子是正确的，不是吗？小安的病有救了！林晓又掏出手机，切换账号，将其中的资金转到了自己的主账号中，看了眼余额1242089.26元，短短7个小时挣了100多万。他忽然有些相信前世一些资本在9周中狂捞万亿资金的新闻了，就这赚钱速度没谁了呀。有了钱，林晓第一时间把千马爸爸的钱全部结清，之后又用手机登录了9周官网，下单购买了2台游戏睡眠舱。睡眠舱是意识头盔的豪华版，可以自动给人体补充营养，维持基础生命体征，而且最长可以连续在游戏里面待7天时间，比意识头盔用8个小时就会强制退出好很多。当然这么好的东西肯定也贵，一台睡眠舱足足要卖49.99万，2台下去，林晓的余额差点被直接清空。不过他也不心疼，等之后9周世界融入现实，钱就是再多也等同于废纸一张，现在肯定是赶紧花掉了。而之所以买2台，一台是林晓自己用，另一台则是给柯云岑准备的。对自己这个学姐，林晓叹哎，说多了都是泪啊。前世他没完，多少也是有林晓的一些原因在的，这一世就好好补偿一下他吧。另外放在他这边，之后小雨安的病好了也能用。9周迟早会融入现实，所以哪怕只是助心境的修为，日后也能有自保之力。林晓自然要紧这些自家人了。走出卧室，林晓又悄咪咪望了眼林园的房间，发现他还在睡觉后，才摸到客厅，打开电脑，直接点开浏览器，在千度贴吧里输入了9周2字，搜索，噼里啪啦，一大堆的帖子不要命的跳了出来。像9周这种全民话题相关的论坛贴吧，自然是早早就被注册掉了，而管理人也都是真正的玩家。帖子太多，林晓自然不会一条条去翻看，只瞅了眼置顶的帖子。然而哥们，我居然这么出名了，置顶的10条帖子居然有7条在说他。不过吐槽以及质疑的性质偏多，毕竟他刚进游戏没多久就找到了路子，
接到任务不说，还从众多有所准备的工会中将新手村的 BOSS 首杀给抢了。无论怎么看，这都不是一个路人玩家可以做到的。既然做不到，那就只能是一个原因：外挂。可惜论坛上的玩家们几乎都把九州官网的评论区爆破了，也不见官方出来回应。这态度仿佛只有一个意思：爱玩玩，不玩滚。高冷至极。当然，也有不少人是在酸林小，毕竟他还拜入了苍蓝剑宗内殿。后边了解过后，玩家们也纷纷清楚了其中的难度。最后也有一条帖子是在控诉九州的不公平，理由自然也简单：凭什么每个人的先天体质和天赋都不一样？有的人很好，天赋也高，有的人却泯然众人，体质烂成一坨。可惜这个事情也如林小开挂一样，石沉大海。玩家们再怎么抱怨，也没人搭理。九州是个真实存在的世界，每个玩家也相当于是以意识的形式出生在九州大陆上的一条生命。既然如此，又何来公平？有的人生来是人，而有的是龙，是精灵，已经给了你选择种族的机会，还要抱怨什么体质不公呢？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值得一看的帖子了。剩下的无非就是一些玩家在找玩伴，或者是选择了其他大洲的玩家在贴吧里寻同类，亦或者是打出了好装备想要出手，诸此。林小关掉论坛，人也松了口气，随后掏出手机给柯云岑去了电话。手机里只是嘟了一声，电话就被接了起来。喂，臭小子，你出来了。嗨嗨，学姐，你这话说的，我又不是进局子里了。林小汗颜。哎呀，你知道我什么意思的？柯云岑的语气里多少带了一些撒娇的意思。我看论坛了。臭小子，九州真的有那么真实，那么好玩吗？那当然了，你身边不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亲身经历者吗？说完，林小又换了个话题。学姐，你有空吗？到我这来一趟呗，有事跟你说。哎，电话里柯云岑愣了一会。什么事啊？电话里不能说吗？你过来就知道了。行吧。柯云岑应了一声，接着又半开玩笑道：那本小姐只好亲自羊入虎口，便宜你这条恶狼喽。林小，我是那种人吗？第19章，给小安治病。哥。林小刚放下电话，身后的房里就传来了一声呼唤：你这么早就起来了？啊，睡不着，是我吵到你了吗？小安。林小冲着房间里问道：早上想吃什么？哥给你做。林远赶忙否认：我也睡不着，哥，我想吃油条，可以吗？油条。闻言，林小多少有些诧异，因为记忆里小安由于病魔缠身的关系，是不会有什么想吃的东西的。如今既然有了，林小自然会答应。好，我去买。路上小心。门哐的一下关了，林雨安心里的门却打开了。以往他从来不会去想这些，他也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但昨天林小又让他心中燃起了希望。不过如果真的可以治好的话，要怎么报答哥呢？想着想着，门又开了，楼下就有早餐店，林小自然是快去快回了，手里不仅有油条，还有一个塑料盒，里边装的都是银针，就是针灸用的那种银针。来，小安，先吃，吃完哥帮你治病。好。小雨安接过油条，心里对林小的话也抱着绝对的信任，毕竟昨天他腿上的感觉是做不得假的。原本哪怕是拿开水去烫，他都不会再有任何感觉。油条吃到一半，林雨安忽然抬起头来问道：哥，你刚刚是在跟方姐姐打电话吗？林小一愣：方姐姐？啊，对了，小安是认识方一宁的，不过跟他一样，认不出对方的真实面目，毕竟他那种等级的绿茶最擅长的就是蛊惑人心了。林雨安又不是那种敏感的人，自然分不清。不是，我跟他已经分手了。林小坦言，是另一个姐姐，等会他就到咱们家了，你也认识。啊？分手？为什么？林雨安却是先纠结那前半句话：哥，你不喜欢方姐姐了？虽然这么问，但林雨安心里却是升起了一丝窃喜。哥他不跟方姐姐好了，那我……想到这，林雨安又猛地红了脸，虽然他这张鬓焦白的脸蛋看不出红。林雨安，林雨安，你在想什么呢？他可是你哥。林雨安在心里骂着自己，那种事情怎么可以乱想，念头甚至都不该有的。要不帮哥找个老婆吧？对啊，不喜欢了，我们不合适。林小并没有打算把方一宁的事情跟林雨安说开，也没这个必要。说完，他又看着小安：小安，以后哥要是找不着老婆了，你可得照顾哥一辈子啊。嘿嘿。林雨安又红了脸，却并未逃避这个话题。好啊，只要我还活着一天，就照顾哥一天。说到做到。拉够，拉够就拉够。堂兄妹两人就这么互相勾住对方的小拇指。拉够，上吊，100年不许变。不够不够，100年不够，200年，300年都不能变。那就1000年。林源说着
又往上叠，1000年不够，10000年也没问题。好，说定了，盖章。盖章！如孩童之间般的约定，在此刻却有种别样的庄严。哥，我吃好了。林雨安的脸上有些期待，他不知道哥哥为什么突然间会治病了，但那不重要。所有的医院都对他宣判了死刑，是林晓，是他哥又拉了他一把，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林雨安搭建起绝对的信任。好，林晓把他从轮椅上抱起，放在了劣质的沙发上平躺着，接着说道：小安，你把肚子这里的衣服卷一下，要把皮肤露出来。好。林雨安的上半身还是能动的，很快就把衬衣卷了卷，又打了个结，防止衣服重新掉下去。他胸脯不算大，但这样子也凸显了出来，多少还是有点害羞的。不过林晓却没去看，只是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确认下针的位置，生怕自己一个操作不妥害了小安。大概10分钟左右，林雨安身上已经插了20多根银针。渐冻症从西医的角度看是运动神经元萎缩，导致肌肉无力，继而引起多处的神经被冻结，因而失联。症状跟瘫痪没什么分别，只是病理不同。但如果从经络的角度来看，却只是经脉堵塞，导致人体内的气无法畅通，从而瘫痪。经络不通，越来越多的经脉被堵，病灶波及的范围也就随时间而扩散。所以林晓要做的很简单，就是用灵气疏通这些经脉，病灶自解。当然了，以他目前的灵力量是不可能完全疏通的，但至少可以缓解一下小安的病情。这样一来，他也就有更多的时间一点一点地帮小安把病完全治好。如丝线般的灵力开始随着银针通入林雨安体内，每一根银针林晓都如实操作，全部完成后，体内的灵力也是将近枯竭。不过也够了，当入体的灵力在林雨安的经脉之中形成一个小周天后，便以此为基，开始朝着没有灵力流经的经脉涌去。这个过程就是疏通。因为灵力的量不大，疏通时的力道也就不大，有种温水煮青蛙的感觉。而且这个小周天不仅可以将灵力扩散出去，还可以作为护盾，让已经阻塞的经脉无法影响到这边。如此一来，病情至少不会继续恶化。好了，小安，要在沙发上坐一会，还是坐回轮椅？林雨安回过神，连忙把衣服放下后，才感觉到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哥，我的身体里暖暖的，很舒服。那说明治疗起效了，再有几次就能彻底告别他了。林晓指着轮椅说道：哥，我坐沙发上看会电视吧。好。电视打开，播放的是林雨安最爱看的海绵宝宝。兄妹俩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享受这片刻的安宁。哥，你刚刚说一会有人要来。叮咚，门铃响了。这不来了吗？林晓笑道：来了。他朝着门那边喊了一声，随后起身去开门。门外赫然是柯云岑。今天的他身穿一套白色的运动装， V 领的紧身上衣将他的傲人身姿体现得淋漓尽致。柯云岑很少穿裙子，今天却破天荒地搭了一条3分长的百褶裙，整体看起来清纯中带了一丝性感，黑色长发扎成马尾，更有青春的活泼作为点缀，给林晓都看傻了。干嘛？没见过呀。见林晓这副模样，柯云岑心里也有点暗爽，就说本小姐还是很有魅力的吧。嘿嘿，是啊，没见过。林晓点头，学姐今天格外的漂亮，想把你就地正法怎么办？柯云岑。第20章，你喜欢我哥吗？当着小安的面你胡说什么呢？柯云岑当时羞红了脸，敢不敢正经一点啊？云岑姐来了。屋子里林雨安的声音传来。柯云岑闻言直接掠过了林晓，走到里边。小安，我来了，身体怎么样了？小安点头，哥帮我治疗了，好很多了。哎，臭小子他。柯云岑当时就愣住了，这个臭小子什么时候还会治病了？穗大虽然有医学院，可他也不是医学专业的呀。后头的林晓也没想到小安会这么说，不过他也早就准备好了说辞。我在游戏里学的，怎么样？厉害吧？满脸得意的他还是补了一句，主要也是小安他相信我，不然也没这个机会。我当然相信了。林雨安道：死马当成活马医嘛，那么多医院都宣判我死刑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听到这话，柯云岑连忙坐在了他旁边，柔声道：不会的，小安，现在科技那么发达，说不定你的病之后就有办法了，一定要坚持下去。我知道的，云岑姐。这声落下，林雨安却是忽然间语出惊人：云岑姐，你喜欢我哥吗？柯云岑猛地愣了一下，哎，小安。林晓听着也绷不住了，哪有人直接就问的呀？但林雨安却好像没有听见一般，继续追问：我是认真的，云岑姐，你喜欢我哥吗？你……柯云岑明显有些语无伦次，但羞红的脸蛋却已经把他的内心出卖干净了。小安，这个问题有点突然啊。我哥跟方姐姐已经分手了。
这个我知道啊。那云层姐，你还在顾虑什么？林雨安的小脸上写满了认真。我看得出来，你对我哥是有感觉的。柯云层语塞，心里也已经急得转陀螺了。这个问题要他怎么回答吗？林晓不在这里还另说，可他在这儿的呀。喜欢？他不想否认，林晓各方面都很优秀，性格开朗，也很有责任心，而且人长得还帅。世界上没有完全纯洁的男女关系，柯云层又怎么会完全把林晓当成哥们来看待呢？只是他脸皮薄，迟迟没有捅破窗户纸，以至于后来林晓跟方逸宁在一起了，他才追悔莫及。所以如今林晓重回单身，他是无论如何都要把握机会的。今天这身衣服就是为了他才特意换的。柯云层有在找机会，想要开口说出来，但绝不是在这种情况下的呀。好了，小安。林晓连忙制止，哪有人这么问话的？这不是让你云层姐难做吗？说完，他又对柯云层道：学姐，你别介意，小安他绝对没有逼迫你的意思。我知道。柯云层打断了林晓，我知道的，你让我想想好吗？听到这话，林晓也噤声了。说实话，他还真想了解一下柯云层的想法，虽然这个气氛不怎么浪漫就对了，甚至有种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不过没多久，此时以鹰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林晓的电话却响了起来，铃声是刚换的，这也代表着他心态上的一种正向变化。喂，林晓接了起来。林先生吧，我们是九州的送货员，现在已经到你家楼下了，请问是全部搬上楼吗？哦，你等等，我问一下。听到是送睡眠舱的，林晓也不得不打断了柯云层。学姐，我给你买了个游戏睡眠舱，你是安在宿舍还是家里？啊？柯云层的大脑有点没反应过来。给我买的？你哪来那么多钱啊？反应过来后，柯云层连忙质问。九州的游戏设备他都查过，基础的意识头盔一个8999，意识戒指更轻便，要32999，最夸张的就是睡眠舱了，标配版一个100999，升级版219999，豪华版则是499999。哪怕是标配版，也根本不是林晓现在的经济水平能消费得起的吧？等会跟你说，你先跟我说安在哪，我好让人家安排啊。这柯云层眼珠子一咕噜，宿舍肯定放不下的，家里的话也不方便，要是让我爸知道是为了玩游戏，非得把我腿给打断。先放你这吧，以后有空了我过来。实际上柯云层也是在为了给自己过来找林晓一个合理的借口。行。林晓点头，随后让师傅将2台睡眠舱都搬了上来。2.5米乘0.8米乘0.5米的睡眠舱，足足要4名搬运工才能稳稳的抬上来。不过在安装的时候却是犯了难，因为屋子里一共只有2个房间，客厅里也没有多余的空间了。放在我房间吧。林雨安开口说道，云层姐以后来了也可以跟我睡一屋。好主意。柯云层借坡下驴，那就算我们2个共用的好了。其实小雨安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哥在玩的那个游戏他也想玩来着。接下来在林晓的指挥下，2名负责安装的师傅也是3下5除2的将睡眠舱安装好，同时给了他一个箱子。林先生，这是2台睡眠舱1年份的营养液，进入睡眠舱之前最好要先加满。师傅解释道。我知道了。完成签收后，几位师傅也是告别离开了。到这时，柯云层终于忍不住了。臭小子，你到底哪来那么多钱的？那可是豪华版睡眠舱。安装的时候，柯云层自然是看到了睡眠舱的规格，一个将近50万，这臭小子哪来那么多钱的？忘了我玩的是个什么游戏了？林晓反问。不是九州吗？那九州是个什么游戏？全息网。说到这，柯云层猛地愣住。你不会是想说这钱是你在游戏里赚到的吧？网游一般都有买卖装备的途径。哦，负扣而死。我靠！柯云层直接爆粗口了。这游戏怎么好赚的吗？旁边的林雨安道是满脸疑惑，他可不知道睡眠舱要多少钱，只是觉得那么大应该不便宜。至于有多贵，能比他买的药还贵。我也只是运气好，打到了比较好的装备而已。九州的爆率可是很低的，杀10只怪都不一定能爆一件装备，会是好装备的概率就更低了。柯云层闻言也是释然了，如果不是稀缺性拉满，的确卖不到这种价格的。谢谢你，臭小子。柯云层满脸正色，这是我这辈子以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嘿嘿，怎么谢啊？小雨安猛地举起手来，这边建议以身相许。柯云层一呀。第21章林晓 GNMD。中午，柯云层留下吃饭了。一男一女配合之下，原本只是凑合一下的午餐也做得丰盛了许多，还被小雨安开玩笑说是订婚宴。对于林雨安的撮合，柯云层还是没能突破自己的脸皮，选择不回答，但也不是默认。不过凭他和林晓之间的关系，
倒也不至于说尴尬，只是气氛相比之前暧昧了许多。这也是国人的优良传统。小雨安还是太直接了。饭后，三人都坐到了沙发上。柯云岑先打开了话匣：“臭小子，你跟我讲讲九州呗，我要选哪个种族？对了，你选的是什么啊？”说到这个，林小可就认真起来了。我选的是人类记名州，现在是在人族云华州。就是人族喽。柯云岑道：“不是有8个种族吗？既然是全息的，还有8个种族可以选，为什么还当人啊？”噗！林晓一口水差点喷出来。咋的？听你这话，这是不想当人了呗？找死啊！你……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柯云岑翻了个白眼。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体验一下其他种族？毕竟只是一个游戏而已。林晓闻言笑了笑。游戏而已吗？的确，现在也只是一个游戏而已。接下来他也是开口解释，9州里8个种族8个州地，还有一个是不可选的隐藏地图。学姐你要玩的话，我可以给你2个建议。什么建议？9州8个种族里关系比较好，实力又强大的，一是人类，二就是龙族。我建议在这2个种族里选一个。这个建议完全是林晓按照日后游戏融入现实之后的情况给出的。龙族是9州8族中唯一亲近人族的强大种族。魔族不好吗？如果是魅魔的话，应该也挺有意思的吧？柯云岑问道。不建议，魔族整体偏阴暗，大部分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货色，游戏环境比较拉，容易被带歪。当然，现实中就是不三不四的人除外。兽人族呢？你们男人不都喜欢兽耳娘的吗？林晓汗颜，我又不是2次元啊。不过还是解释道，兽耳娘是好啊，但兽人里又不只有兽耳娘。兽人族整体比较好战，而且领导者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只喜欢用武力解决一切，综合实力更是只排第7。魔族排第几？第3。那海族呢？我看介绍里面可是有美人鱼呢。也不建议，海族虽然仅次于魔族，但却是中立种族，谁也不亲善。林晓说完还泼了盆冷水。至于美人鱼，你以为玩家可以随机到美人鱼这种皇族？他们都不对外通亲的好吗？靠！那精灵嘞？很优雅很飒的吧？不建议，强烈不建议。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柯云岑满脸的狐疑，这臭小子好像对精灵族有很大的怨念啊！明明是刚刚接触这个游戏的说。那神族呢？天使也很好看的呀。一群自负又没有实力还很虚伪的傻逼而已。你要选就选好了。林晓一句话就给柯云岑堵死了。看样子这个神族大概率是9州里面所有人都讨厌的吧？比魔族都讨厌。至于剩下的死灵族，柯云岑直接就排除了。他才不会进游戏里当鬼啊！尤其还必然是女鬼，那就只有人族和龙族了呀。林晓点头，最好是选这2个中的一个，选其他的以后别怪我林某人没提醒过你。好吧好吧。柯云岑无奈点头。为什么我有一种以后的路全都被你安排好了的感觉？哥，这个游戏我能玩吗？林雨安在旁边默默听完后才问了一声。当然可以，而且进了游戏你就能用自己的双腿走路了。林晓伸手摸了摸小雨安的脑袋，眼神满是宠溺。真的？哥骗过你吗？没有呢。柯云岑这回却是已经忍不住了，等不了了，我现在就要进游戏。我也。林雨安弱弱的举手。于是问题来了，睡眠舱只有2个。嘿嘿。林晓抚摸了一下并不存在的胡须，我用头盔就行，睡眠舱给你们用好了。小安，你用我那台可以吧？林雨安又在心里默默补充了一句，就是要用哥的。这样一来，以后哥就会睡在我睡过的地方了吧？臭小子，算你有良心。柯云岑调笑一声，我先闪了，进了游戏记得加我呀，你知道我惯用的 ID。好，知道了。接下来林晓也将小安怀抱起，走进了自己房间。这一幕多少有点诡异，看看小雨安那红到要滴水的脸蛋就知道了，明明平常也没少抱的说。帮小雨安加满营养液后，林晓这才嘱咐道，哥在游戏里的 ID 跟本名一样，进去以后左上角可以添加好友，记得要先把好友加上，明白了吗？知道了哥。将睡眠舱的盖子合上，林晓也睡到了床上，准备用意识头盔进入游戏。虽然比不上睡眠舱，但8个小时的时间也足够做一些简单的任务了。他现在完全不困，玩一波再睡觉也没什么。再说意识进入游戏之后，身体也相当于是放松了的，只要精神饱满，玩个1整天也不会有影响。临了，一条微信却是弹了出来。宁宁宝贝，小哥哥，昨天到现在你都快2天没理我撸，怎么了？是不是人家有哪里做错了？看到这消息，林晓身上猛地一阵恶寒，噼里啪啦的敲了 GNMD 4个字母，给这人发过去后又拉出此菜单。拉黑。
删除！一波操作那叫一个行云流水啊！舒坦！打击打击！林晓躺在床上，双眼一闭，在睁开时，已经在苍寒峰上暮云河的房间里了。挂机冥想结束，经验加250，经验45295千，嘿嘿，还有不到500经验就能突破到筑星2阶了，不错。他先是拉出左上角添加好友的界面，于搜索框中输入了柯云层惯用的游戏 ID， 柯基腿很长，点击搜索，果然找到了一个身在龙族谷神州的玩家，还真选了龙族啊。小龙女了以后是？林晓点击了添加，对方也是立刻同意，并发来了一条消息：柯基腿很长，哈哈哈！臭小子，臭小子，你猜猜我的先天体质是什么？肯定比你好。第22章，狂暴龙体与圣域灵体。看到这消息，林晓赶忙给他回了过去。林晓，这我哪猜得到啊？每个玩家都是不一样的，除非你是平民老百姓。白眼，快发过来我瞻仰瞻仰。柯云岑当然没指望林晓能猜到了。片刻后，一则共享信息就发了过来。林晓打眼一看，嚯，还真不错啊！狂暴龙体，龙族顶级体质，需以龙血激活，激活后先天属性提升 50%， 战斗时可开启龙血狂暴状态。龙血狂暴开启后，所有战斗属性提升至常态的 300%， 但每秒会减少 1% 的总血量，血量低于 50% 时获得龙血狂燃技能，血量低于 10% 时获得不灭龙体龙神撼怒技能。龙血狂燃每秒减少的血量值翻倍，但同时会以狂暴状态为基础，再次提升 100% 的战斗属性。不灭龙体血量不再减少，但防御值提升 500%。龙神撼怒血量不再持续减少，但每次攻击都将损失 3% 的总血量，以获得狂燃状态下 200% 的攻击力。柯云岑这个体质堪称变态了，狂暴一开，战斗属性直接就是原来的3倍，可还行。单看这一点，增幅已经赛过他的龙皇圣体了，毕竟是面板提升。也许原来破不了防，可狂暴之后就可以了啊。龙皇圣体加成的却只有计算之后的伤害。当然了，二者各有千秋，林晓的龙皇圣体属性更加全面一些。此外，血量下降以后，属性还能再翻，在3倍的基础上再翻1倍，那不就是原来的6倍？但更夸张的还是最后一条，血量低于 10% 之后，竟然还有彻底死守和绝地反击2个选择。这尼玛就是个卖血的疯子吧？妥妥的爆发流。如果再配合一个奶妈，这体质就绝了呀！不愧是龙族的呀！林晓心中暗叹。当然，也不是所有龙族玩家都有这种逆天体质的，不过龙族玩家的先天体质普遍偏向攻击和防御，倒是真的，无非就是增幅程度的强弱有区别。柯云岑这种绝对称得上万中无一。林晓，可以，已经能跟我的媲美了。柯基腿很长，傲慢，我才不信！你发来给我看看，勾手。林晓也不墨迹，直接将龙皇圣体的属性分享了过去。几分钟后，柯基腿很长，卧槽！林晓，淡定，淡定。柯基腿很长，我淡定你妹啊，臭小子！你不是开挂了吧？林晓，这游戏没挂。柯基腿很长，等等，我好像发现了什么，哈哈！你都不能学技能的吗？略，还是我的更好。林晓，这么悲痛的事情就不用你来重复了呀！我特么要是能学技能，有这种增幅，在老子直接就宣布天下无敌了好吗？柯基腿很长。话说回来，臭小子，龙族怎么都是龙人形态的呀？林晓，很正常，在9州里，人形是万灵之长，不只是龙族，其他种族在进化过程中也会朝着人的形态去进化。柯基腿很长，哥呀，我还以为是那种会飞天的超有逼格的那种龙呢，没劲。林晓，那简单，境界上来以后，很多非人种族都有返祖爆种的技能，你到时候学一个不就得了吗？柯基腿很长，真的？那不跟你闲扯淡了，姑奶奶我做任务去了。见到这条消息，林晓也是失笑一声。柯学姐就是这么风风火火的，十足的女汉子。不过她也不是真汉子，性取向这块还是很正常的。在面对男女之情时，冲动的性子也会变得优柔寡断。以前林晓无奈的时候，还给她取了个两极管的外号。冲动和优柔寡断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简直就是矛盾共同体。还好长得不像性格，毕竟会用矛盾共同体来形容的东西，一般只有坦克。林小刚想关掉聊天窗口，却是见到了一条好友申请 ，ID 名雨安。嘿，是小阿啊！林某人脸上露出一抹姨母笑，随即点了个同意。没多久，消息就发了过来：雨安哥，我是雨安。林晓，知道。摸头，小安选了哪个种族？雨安，嘻嘻，跟哥你一样，人族，而且我的先天体质好像还不错呢，有空帮我看看吗？林晓，好，发来。小雨安就是这样柔柔弱弱的性格，不过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劲撮合他跟柯云岑。没多久，小安的先天体质就发过来了。圣域灵体，天生圣域灵根，沐日月精华而成，先天灵慧值翻倍。学习治疗系技能时，熟练度将直接抵达大成阶段。圣域力场开启后，以你为中心，半径50米内的友军将受到活力饱满及精神焕发祝福。首次笼罩时，全体友军恢复30%的血量及灵力，此属性将随境界提升而强化。冷却时间10分钟，维持力场每秒将消耗1%的灵力值。活力饱满，处于圣域力场中时，每秒恢复1%的总血量。精神焕发，处于圣域力场中时，每秒恢复1%的总灵力。神辅灵根，你治疗系以外的辅助类技能效果翻倍。神域灵根，血量值低于0%时将触发此技能，触发后被笼罩在圣域力场中的个体都可以选择是否将自己的血量值反哺于你，若有，你将获得反哺血量的200%。林晓看完，这尼玛不就是超级奶妈吗？刚说柯云岑的狂暴龙体要是有个奶妈来配合就绝了，结果这就来了。虽然这体质的主动效果只能回血回蓝，但治疗系技能直接大成，还有其他辅助技能效果翻倍，这二者哪一个不是逆天级的？关键是还不怕死。血量扣完之后，只要力场里还有人，随便反补一点回来，自己再丢个回血技，不就又活蹦乱跳的了？林晓只想说牛啊！小雨安这是久病成医了。这下哪怕是自己无法彻底根除他的病灶，只要维系住他的生命，等世界一融合，他自己就把自己给治好了吧。林晓很不错呀，小安。雨安，西西哥，你在哪里？我可以去找你吗？见此，林晓虽然也有想法，但还是摁耐住了冲动。林晓，小安乖，先不急，游戏前期很重要的，等辉哥告诉你怎么做，一定要按步骤，听到没？雨安，好，我听哥的。第23章见面礼，灵品盛装。林晓很快就将自己前世熟知的辅助向玩法整理出来，给小安发了过去。毕竟小安这体质注定了以后是个纯辅助，战斗力可能会有，但必然不高。不过以他这个体质天赋，随随便便就可以拜入九州第一宗天齐一宗的吧。搞定了这些，已经是30分钟过去了。林晓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由于太舒服，下意识还出了点动静。吴恩，而这动静，小师弟，显然是吓着大师姐慕云河了。嗨，大师姐，你醒了。林晓挂机的时候，九州是凌晨10分，回来已经是5个小时之后了。如果有早课习惯的话，时间的确是差不多了。慕云河点头，刚起，准备去练会剑，小师弟要一起吗？好啊，美女师姐邀约，林晓哪会拒绝？师姐弟二人就这么一同来到了建新阁广场，谁知广场上夏千梦和李静瑶已经在此。早啊，三师姐，五师姐。林晓一一问好。小师弟早夏千梦咧嘴招手，一处澎湃也是跟着跳了跳，差点又把林晓的眼神吸引过去。李静瑶只是点了点头，师弟早。见两位师妹都在，慕云河也燃起了兴致，既然你们都在，那我们3人便再与小师弟切磋一番剑法如何？一人独练确实乏了些，我没问题。李静瑶率先表态，我也没问题。那好，小师弟也没异议吧？慕云河转头问道。自然。林晓拱手，随即也是拔出了腰间的疾风剑，一男3女便以此为籍，再次于建新阁广场中翩翩起舞，常见的叮枪声不断，却完全不扰晨间惬意。清风与耳鬓缭绕，衣裳随剑步飞扬。半个时辰后，慕云河收剑，长出浊气。小师弟，你的剑法造诣，师姐佩服。是呀，我们3个完全是被小师弟压着打呢。夏千梦擦了把额下香汗，李静瑶也轻吐一声，惭愧。3位师姐谬赞了。林晓连忙拱手，若论境界修为，师弟不是一合之敌。他这几位师姐论修炼天赋自然都是上等，先天体质恐怕也不会差，但论剑道资质那还真不一定。前者与生俱来，宗门收徒时也可作为参考，后者却是可遇不可求。如果用数值来界定的话，6位师姐中剑道资质最高的恐怕要论5师姐李静瑶，但最多也就是在7点到8点的样子。昨天只有10点资质时，就是到最后李静瑶的加入，使得他直接溃败，但现在他的资质可是足足达到了15点啊，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少来！夏千梦双手叉腰，美目一瞪道：境界修为一成，剑道资质难求。小师弟得了便宜却卖乖可不好。李静瑶也开口了，能让内向的他说出这话，可见林晓的凡尔赛有多气人。但这些位无论如何却是难以真的生气，毕竟跟师弟切磋真的会长剑术的，这可是难得的香饽饽来着。听着2位师姐的话，林晓也是哑然无奈，我只是低调好罚，哪有凡尔赛？好吧，师弟知错，一定改。林晓无奈的笑了笑，随后又拱手道：
师傅陈时要见我，3位师姐，我先去了。你去吧。慕云河点头，师傅定有要事，我还有任务，先失陪了。戴师姐还真忙呢。见慕云河离开，夏千梦也是自语一声，许是开山境不易修成吧。李靖摇道，剑心阁大殿，师傅，弟子来了。门外林晓语气谦恭道。不多时，殿内传来声响，才卯17刻，徒儿，你来早了。百里洛寒的声音依旧是那么宛若仙人弦音，罢了，你进来就是。是。嘎，殿门被林晓推开，入眼是一个约莫30丈长、15丈宽的大堂，中间铺着暗红地毯，两边嵌着10条，古朴而大气。大堂尽头9节台阶上，足够一人横卧的檀木长椅上，百里洛寒以手托腮，侧坐着，艳绝容颜，无论看几次，出入眼帘时总会直愣。百里洛寒神态慵懒，但目光却是时刻打量着林晓。师傅。林晓从愣神中回过劲来，连忙躬称。百里洛寒坐正后起身，下一刻直接出现在林晓身侧，双手背于身后，轻道：“徒儿，拔剑挥相为师。”啊！林晓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可转念一想，百里洛寒可是剑宗掌门，两人修为差了108000里，就是 buff 拉满也伤不着师傅一根毫毛，所以大概率是考验吧。这般想着，少年也不再犹豫，眸光一定便拔剑挥去。那弟子就僭越了。然而，就在长剑将至的那一瞬间，百里洛寒只是轻飘飘的一个横移，便以素指夹住了剑锋。咦？他眉角一动，是龙皇之力。竟然！竟然！林晓愕然，他没想到自己只是一剑过去，师傅就看穿了他的先天体质。这究竟是什么变态大腿啊？喂！不过竟然是什么意思？说话别只说开头啊，师傅，这比只说一半还吊人胃口。即使如此，早前备好的剑面里却是用不上了。你且等等。听到百里洛寒这话，林晓心中更愣，师傅难道又看穿了点什么？这没头没脑的大佬说话真难揣测。大约是2-3分钟的样子，百里洛寒的声音终于再次传来：“此物虽仅为灵品，却也难得一求，便与你做见面礼吧。”师傅赠礼可不好推脱。林晓连忙接过，对应的属性也是立刻跳出：临天霜之类，项链于天霜寒玉之内所结，可令佩戴者心神凝聚，更容易击中目标的弱点。血量加500，力道加18，会心加18。破心之谋，攻击时有 5% 的概率锁定敌方弱点，攻击弱点造成的会心伤害提升 10%， 冷却时间5秒。品质成，握日灵品成装。师傅大气啊！这东西对他来说的确是刚需，他不能学习和使用技能，那么会心伤害就尤为重要了。不过师傅他难道真的看穿了？第24章，再遇买锤少女。师傅，这看来徒儿很喜欢。百里洛寒嘴角轻扬，那就好。此物为9神兵之一，天霜寒饮之玉，天霜寒玉所结，每100年仅有3滴，为师也是机缘巧合而得知，与我无用，与你尚可。多谢师傅。林晓也明白现在推脱已无意义，干脆直接戴在脖子上。下一刻，沁人心脾的凉意立刻涌上心间，是有些矛盾，但此刻的感觉除此之外，林晓便不知该如何形容了。凉意本该让人心寒，可它偏偏使人心宁。百里洛寒点了点头，接着眸光一瞥：“徒儿，你就要突破了。”师傅慧眼，再有几日便可突破。对于自家师傅可以轻易看透自己现在的修为，林晓毫不讶异。一个连先天体质都可以看穿的大佬，还有什么是看不穿的？就算他现在直接把自己需要多少点经验才能突破都说出来，林晓也不会惊讶。你这天赋倒的确是世所罕见。百里洛寒会意一笑，且寻一枚筑心丹再突破吧，其药力温和，对你有好处。好，林晓应声点头。筑心丹他当然知道，除了最开始从凡人到筑心一阶的突破，此后的每一次突破都可以用丹药来提升属性。当然你要偏不也行，在游戏里无非就是豹子头和克老的区别罢了。可日后游戏与现实融合，每一点属性都将成为安身立命的资本。林晓可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既然他有这个机会走在所有人前面，那当然要好好利用。至于钱，没有就赚嘛，冤大头那么多。而筑心丹也有贵贱之分，一共分白、蓝、橙4个等级，不同等级对应不同品阶的丹药，下品、中品、上品以及极品。据说后期还有仙品丹药存在，可惜前世的林晓别说极品了，连上品都很少见到，就更别提仙品了。下品及中品筑心丹在山下城中便有，上品筑心丹则可委托丹师炼制，或是在宗门内凭贡献对取。至于极品，因极难炼制，存世稀少，
便是超级宗派也仅有核心弟子有资格获取。为师这里恰巧有。百里洛寒说完，素手一翻，掌心之间已然出现了一个小木盒。林晓咕噜一声咽了口唾沫，还以为百里洛寒是要直接送给他呢，立刻喜出望外的喊了一声：“多谢师傅！”极品筑心丹对于玩家来说，那绝对是可遇不可求。有这机会还要什么风骨，要什么脸皮啊？管他软饭硬饭，往下咽就得了啊！面子哪有极品丹药值钱呢？然而百里洛寒似乎不是这个意思，素手轻轻捏住木盒，摇了摇头：“徒儿，你天赋虽极高，可为师却担心将你培养成一只空会修炼的花瓶，对敌时一碰就碎，中看不中用。真正的强者不只需要修为高绝，同样需要身经百战的战斗经验。要记住，战斗天赋不比修炼天赋弱，一个战斗天赋强的人可以轻松跨越境界差距，战胜战斗天赋弱的人，甚至于先天体质的差距也可弥补。反之，毫无战斗经验者，即便有高绝修为，逆天体质亦会被修为低于自己的人反制打败。你可明白？”百里洛寒这番话，林晓自然是深有感触。别人或许会嗤之以鼻，但他不会。冥思灵体很鸡肋吧？可前世的他就是挂着这玩意，凭借高超的战斗技巧胜过了无数所谓的天才。九州的操作上限可是极高的，别看他这一世只能凭 A， 凭 A 也是有技巧，能玩出花来的，可不是握着剑到敌人面前一顿瞎砍。那玩意不叫凭 A， 叫战撸，而且很纯。师傅说的是，弟子也认为只会修炼，徒有其表的温室花朵，没有资格，也没有机会登临极巅。唯有历经风雨，抗过雷霆者，方能攀至巅峰，领会群山渺小。百里洛寒闻言，美眸闪过一丝惊诧，仔细品过林晓这番话之后，嘴角才露出一抹会意的浅笑。丁，百里洛寒对你的好感度加3，目前好感度18，相谈甚欢。嘿，林晓心中暗爽，没想到他把自己前世多年的感悟搬出来，竟然让百里洛寒再次对他产生了好感。不错不错，徒儿能有这般见地，倒是为师多虑了。百里洛寒浅笑嫣然，这样吧，你到外门任务堂择一个筑心境困难级的任务，完成后，这枚极品筑心丹就是你的了。是，弟子这边去。百里洛寒摆了摆手，去吧。宗门任务，这是宗门弟子，也是九州玩家获取资源最主要的途径，共有简单、复杂、困难、地狱、绝境5个等级。百里洛寒只让他接取困难级，毫无疑问是相当照顾了。若是其他弟子想要极品筑心丹起步，至少是地狱级任务，绝境级都不过分呢。林晓走到任务堂前方，一块巨大的木牌上贴满了任务告示，这些其实都是系统挂上去的，只是为了迎合古风元素，一旦有玩家接取，告示也会随之消失。真正生活在九州世界的宗门弟子是需要亲手接下告示，再到任务堂领任务的。九州开服已经半天有余，如今聚集在苍华峰下的玩家已达数千，可惜没有弟子的身份，他们甚至都不能靠得太近，这也就导致任务堂前有一块不小的空地，以至于林晓一靠近，立马就有人认出了他。喂，帅哥高手！一道极为熟悉的声音在林晓耳边响起，刚一转过身，立刻就找到了声音的源头。好家伙，这不是花了70万买下他把柄大锤的李 X 堂吗？李小姐，少女嘟了嘟嘴，我叫李允堂。他的意思很明显，别叫我小姐。林晓没想到他这么敏感呢。好吧，那我可以叫你允堂吗？李允堂脸上闪过一丝纠结，最后还是应了下来。好吧，就允许你这么叫我好了。可好勉强的样子。林晓失笑，找我有事？事先说好，锤子不退哦。我才不是找你退锤子的呢。李允堂一嘟嘴，那点钱本姑娘还不在乎。那你找我是？第25章地狱级任务，先加个好友，我可不想咱们的话都被别人听去了。李允堂扫了一眼附近光明正大偷听的人，扁了扁嘴。好吧，林晓失笑。两人互相加了好友，而后便开辟了私密对话通道，周围的人就算耳朵洗得再干净，也听不见半个字儿了。对此，一些玩家也是眼红的咬牙切齿。我日，那婊子是怎么认识林晓的啊？哥们，刚上线吧？那是林晓的大买家呀，一把子午锤子怒卖70万，他买的？不然呢？虽然只是半天时间，但林晓这个 ID 在九州玩家中已经如同撸啊撸里的 Faker 一样出名了。没办法，九州相关论坛里，这逼干脆就把热搜榜单给霸占了。新玩家或许没见过他，可他又没有隐藏 ID， 就挂在自个儿脑袋上晃着呢，谁也不瞎呀。至于那些见过的，已经是咬牙切齿上了。凭什么他一来就能加入苍蓝剑宗内殿，我们却要考核，还只能进入外门？就因为他长得帅吗？我也不丑啊。当然，这种心里种了棵柠檬树的人只是极个别，大多数人见到林晓
主要还是想问问他怎么进入剑宗内殿。有什么事说吧。私密通道里，林晓双手交叠在胸口，问道：“我可以叫你林晓吧？”“可以。”“好，林晓，你现在是苍蓝剑宗的内殿弟子了，对不？”“对啊，跟这个有关系。”林晓不知道李允堂为什么要问这个。“怎么加入的？”“我可以出钱买你的消息。”“50万？谁家富婆掉了呀？喂，开口就是50万。还好小爷我对钱不感兴趣，要不然分分钟绷不住啊。天赋好，被掌门看中了呗。”林晓说的实话，想加入内殿就只有这个硬性要求，没有其他任何一条捷径。啊，你逗我呢吧？那不就是一堆数据吗？你是想跟我说 NPC 们有独立思维？谁说他们是一堆数据了？林晓直言，他们也是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李允堂，你这中二病还挺严重。李允堂嘴角轻轻一抽，我认识一家还不错的精神病院，要不滚滚滚，我才不是神经病。林晓直接骂骂咧咧，他也是料到李允堂不会信才这么回答的，这不在他眼里自己就是个深度二次元。哎，人家可是好心，我多谢你的好心啊。可以不？不过看在你买了我的锤子的份上，给你个内部消息，应该也值50万，要不要？听到还有这回事，李允堂也正了正神。真的假的？先说来听听。你不是喜欢玩锤子吗？苍蓝剑宗不适合你的路子。另外跟你说个好地方，就是林晓把一个叫刚武门的宗派告诉了李允堂，虽然比之苍蓝剑宗差了不少，可对方也是云华州少有的大势力了。主要的路子就是大开大合的武器，长刀、长锤、战戟、流星锤等等都有涉猎，主打的就是一个打不死你也砸死你。真的，只要按你说的做，就可以加入那个叫港务门的。是刚武门啊，姐姐，才刚刚听过就忘了，脑子没带，完全是吧？随便什么都好了。李允堂摆了摆手，不过如果真的可以，这消息还真的能值50万。我做任务去了，拜拜。话音才刚一落下，李允堂的身影就消失不见了。但是下一刻，林晓的注意力却是直接从他那边移开，因为我去，紧急任务，地狱级，这还是系统发出来的，可特么的谁能接得了啊？7，还整个5分钟限时，多余，搞得好像有人会接一样。哇靠，有人接了，是林晓，林晓接了。人群中有人喊道。这一下林某人就更加为人瞩目了，不过他这回却没心思搭理这个，因为地狱任务，搭救遭遇苦战的宗门弟子。任务详情：宗门内殿弟子莫怀竹出外执行任务时，因情报滞后突遭变故，现面临险境，请立刻前往救援。任务奖励：下品灵石 X150，宗门贡献 X1000，上品铸心丹 X1枚，灵品剑术技能书 X1本，灵品自选装备 X1件。任务提示：此任务极难，筑心3阶以下弟子谨慎接取，恐有性命之忧。任务时限剩余3分17秒，接取后将自动传送至最近传送阵，并显示救援路线。莫怀竹，那可是他同门小师姐啊，这任务林晓能不接吗？不过他也没有乱了分寸，因为他清楚，如果莫怀竹遭遇苦战，已经出了事情，宗门这边早就派出弟子赶赴救援了，怎么可能慢悠悠的发任务？这其实就是9州游戏系统利用了信息获取的时间差，专门搞出来只显示给玩家看的任务。可惜现阶段很多玩家都还是凡人呢，哪敢接触新3阶的任务啊？那不跟茅房里点灯一个样吗？也就是林晓看见了，不然这个倒计时一旦结束，任务就会失去意义，宗门也将直接派遣救援队前去营救莫怀竹。林晓深吸一口气，重重点下接取按钮。地狱级任务，哪怕是他，多少也还是有点紧张的。接取成功，5秒后立即传送。5、4、3，传送。天青城，苍蓝剑宗外围势力与流火山脉接壤。今早，为了一枚极品凝元丹以突破凝元8阶，莫怀竹接下了清剿流火山匪的任务。可不成想，这个任务比他想象的要难一些。情报中显示，流火山匪的首领屠飞是凝元9阶修为，可等莫怀竹抵达后才发现，屠飞已经步入了辟海境。正常情况下，越阶战对莫怀竹来说不算难题，二者之间差距也不大。可问题是，流火山匪除了首领屠飞之外，还有一位凝元8阶修为的二当家。本来是凝元境一敌二，虽难，但莫怀竹有把握。可现在，天青城外传送阵，一阵流光闪过，少年忽从其中走出。小师姐，你可要坚持住呀！林晓的眼前有着一条标红的线路图，终点就是莫怀竹所在的位置了。他不敢再拖，立刻纵身而出。第26章，魔宗渗透。苍华峰，剑宗广场。前一秒，林晓刚被传送走，下一秒，广场角落里就有一人紧握拳头，怒骂：该死的东西，敢坑我杜某人，
这次让你连肉带骨头都给老子吐出来！杜旭康旁边一名男子阴恻恻地笑道：“会长，传送镇那边的兄弟来消息了，林晓那狗东西去了一个叫天青城的地方。”确定吗？杜旭康连问。确定，我们的弟兄已经赶过去的，正跟踪呢。很好。杜旭康眉间一狠，想办法引诱他先攻击，把那小子子午抱出来。出发！九州跟大多数网游一样，玩家与玩家之间互相伤害是会红名的，而一旦红名，身上的装备在死亡后会全部爆出。是，传送阵上当然不会显示林晓去了呢，但耐不住杜旭康的千秋公会人多啊。林晓前脚刚走，后脚千秋公会的人就分头行动，每人选了一个地方跟了过去。办法虽然笨，可奏效，总有一个人可以跟到林晓。为了这次行动，杜旭康可是压上了千秋公会这半天来一刻不停的刷怪的所有收益。毕竟传送可是需要零食的，游戏刚开服没多久，还没那么多的搬砖党。再说就算是有，杜旭康也没钱了。天青城外，流火山脉，看着纵身而起，踩着空气一步一步向前的林晓，千秋公会的几名成员人都傻了。靠，这小子用飞的，好像60的乐部啊，挺帅。这不是重点吧？喂，尼玛的，这要怎么追啊？几名千秋公会的成员一到这里，顿时就傻眼了。接着干脆用游戏自带的录像功能，把追丢林晓的画面发到了他们临时组起来的队伍频道里。9周才开服多久？现在哪有公会同盟之类的东西？千秋的人也只能将就了。好在这个队伍频道也不算烂，刚发出去，杜旭康直接回了个怒火冲天的表情过来，又大喊了一声废物。那2名成员嘴角一抽，心里叫苦，心里是真想喊一句你行你上啊，人家是用飞的，我们是腿着的，怎么追吗？但他们还要靠杜旭康发工资，是万万不敢说出这种话来的。千秋公会的人有不少都是杜旭康从他爹的木土建工集团招收过来的，这少东家可不就是给他们发工资的吗？没辙，想挣2份钱就得吃的苦中苦，被骂2句怎么了？这孙子也不是头天当了。至于林晓是怎么飞的，那还用说，龙皇血统可以让他直接踏云而行，更可令身法技能的速度提升 50%。 单论速度，9周没有一个玩家比得过他，除非是那种加敏捷加到逆天的体质。林晓游记的前世就有这么一位仁兄，不过他现在应该还没接触游戏。但林晓也不慢，流云步常态时敏捷就提升 50%， 算上体质的增幅就是 75%。 也就是说，林晓的速度是面板数值的 1.75 倍，足足达到42点，每小时42公里，折算过来每秒可以跑出去12米，比黑洲飞人还快上一些。当然在林子里穿梭肯定达不到这个速度，不过他的流云步还有一个流云盾的技能在的呀。看着眼前的路线，林晓瞅准了一个方向便远遁500米，遁术是无视障碍物的。这下千秋的人就更追不上了个屁的。刚刚过来的杜旭康眼睛都红了，连忙下令给我搜，把人铺在林子里地毯式搜查。我就不信那混蛋还能凭空消失。有消息立刻给我在队伍频道里汇报。他生平很少吃瘪，却在林晓这里连吃2次。操！不过这个时候林晓可没管那么多，也没想到杜旭康会跟着他过来。前世的杜旭康凭借已经成型的千秋公会，的确给他造成了不小的阻碍，可今生一个还没掀起浪花的小队伍，他还不看在眼里。1顿半里地之后，林晓距离眼中的目的地已经只有100米之遥。眼前一个倚着崖面建造的山寨中，兵器间的叮咣声连绵不绝。林晓知道小师姐莫怀竹还没有遇害，但绝对是陷入了苦战，因为他是在任务给出的5分钟倒计时结束前抵达这边的，真正的危机还没到来。通俗易懂的解释就是，倒计时结束的瞬间才是莫怀竹向宗门求救的那一刻。既然任务写明了是筑星3阶的任务，还是外门的任务，那就证明是指定的修为能够独立完成的。不过时候未到，林晓准备再等等，契机未到，愣头愣脑的冲进去只会白给。此时山寨内，叮，刺耳的交鸣声伴随着少女一声闷哼传来，亦让林晓心头一紧。接一击震退莫怀竹的流火山匪大当家屠飞贼发笑，怎么还不肯放弃吗？休想！莫怀竹银牙一咬，玉手紧握长剑。此时指尖微亮，一道无人觉察的法诀也是被他发了出去，正是求救法诀。接屠飞贼笑依旧，小仙子要不这样好了，你就留在山寨里陪哥几个风流一夜，爽快，赶明儿我等便去苍兰剑宗陪你演场戏，如何呀？屠飞话语之间的无耻以及眼中的淫念毫无保留地显露着。接二当家柴翔也是舔了舔嘴唇，大哥这主意好啊，老子还没试过超级宗门的小娘皮呢，一定很得劲吧？
呲溜！流氓！登徒子！想都别想，有能耐就杀了本姑娘！莫怀竹怒目瞪视，紧接着长剑反斥着交喝。天鹰剑诀！声落，莫怀竹身上的气势顿时猛增。天鹰剑诀是百里洛寒特地根据他的九阴寒体寻来的地品剑诀，能够大幅度提升自身的战力，但却有不小的副作用。可如今莫怀竹已经别无他法，你等若只是山匪，还罪不至死。莫怀竹长剑斜指地面，又恍然逼向屠飞。然而今勾结魔宗，我莫怀竹便是拼死也要除魔为民。勾结魔宗？暗中观察的林晓心中一咯噔，天青城是被魔宗渗透了。话落，莫怀竹手中之剑迅速斩出一道寒光，迅猛掠去。天鹰七剑，月寒式。第27章天鹰七剑，神魔接杀。面对拼命的莫怀竹，这些流火山匪哪敢大意？屠飞立刻将手中大刀挥开，挡在身前，可那如月影寒光般的一剑却是直接将之逼开。猛退数步，踉跄欲倒。该死！屠飞浑身一震，二当家的，你我一起上，这小娘皮定是用了临时提升实力的秘法，撑不了多久了。好！柴翔也知道轻重，立刻应了下来。这些流火山匪都是因为共同的利益才走在一起，匪与匪之间也只有利益没有感情。如果屠飞自己可以干掉莫怀竹，柴翔是绝对不会动手的，因为只要屠飞身死亦或重伤，这山寨不就是他柴翔说了算吗？可如今莫怀竹暴起，他不死，其他所有便皆是空想。然而就在柴翔跟着上前的同时，莫怀竹的第二剑已经斩来。天鹰七剑，月威式。相比第一剑如明亮的月影寒光，这一剑却如同阴云密布时夜空中的微弱月光。可微弱的月光比这明亮的月光更加向往闪耀，微不可见的剑光夹带着比上一剑更为凛冽的气势，悄然而至，却如月之微光一闪而逝。哇呀！刚冲上来的柴翔立刻一声痛吼，左肩已经被削掉了一大块，血淋淋的，煞是瘆人。柴老弟！屠飞瞪眼，下一刻眼中狠辣尽显。可恶，是你逼我的！而此时的莫怀竹嘴角鲜血已经藏不住的溢出，这也让屠飞大喜，他知道自己猜对了。提升如此恐怖的秘法，副作用必然同样恐怖，他撑不了多久了。猛地，屠飞双眼暴瞪，身上也是涌出了一股莫名的黑气。黑魔招招！我靠！黑魔宗！藏在暗处的林晓瞳孔顿时收缩，上来就搞这么大吗？九州之一记明州是人类州地，却不是单纯的人族州地，其中也是有其他人类种族的。记明州共有4方州，东方云华州是人族州地，北方太行州则是矮人州地，南方祖虫州又以蛮人为主，而西方是三族中最深恶劣者抢下的一块地盘——魔教暗流州。像云华州有包括苍蓝剑宗在内的3大超级宗派，其他3州自然也有，而黑魔宗便是暗流州8大魔宗里位列前茅者。林晓没想到渗透进这小小的天青城里的竟是黑魔宗。没多久，一股记忆涌入脑海，林晓也是立刻恍然，是为了九州开埠后的第一次盛世或者说活动而来的吧。前世他错过了那次活动，但后来也是从论坛上了解过一二。林晓低头瞄了眼脖子上的天霜之泪，是因为那个的话倒是能理解了。不过那是开埠1个月之后的事情，魔宗至于这么早就渗透进来吗？在林晓思索之间，满身黑气的屠飞已经轰出一道黑色刀气，直逼莫怀竹所在。黑魔宗的招牌就是魔气入体，一旦接触到，轻则修为受损，重则蚀骨迷心，浑身溃烂而死，极为霸道。而这种东西需要以死气为引休息，练的人一多，正常死亡的生灵又哪里够他们用？为了变强，只好是杀戮了。任你黑魔黑鬼，天鹰七剑，神魔皆杀！莫怀竹抹去嘴角血迹，阴气十足的娇喝一声，遂以长剑顶开屠飞轰来的黑气后，娇弱的身子轻轻一响，伴随身体的稍稍摇晃，又是一剑斩出。天鹰七剑，月杀式！夜空之月，刹那便可照耀大地。月杀般的一剑，也可刹那斩尽身前敌寇。当莫怀竹摇晃的身形转瞬来到屠飞身后时，在他的身后迟来的剑光立刻如明月般华丽飞舞。不只是屠飞、柴翔，数十流火山匪众也受到了剑光的照顾，一时血染红了月。哪怕此刻是艳阳高照，莫怀竹见后也如同星空月夜，冷而沉静。下一刻，屠飞、柴翔2人睁着双眼，先是跪地，而后直接垂手瘫倒，最后的一口气，咽与不咽都是散了。整个山寨一片静声，直到有名匪众颤颤巍巍地说了一声：“老大他死了。”二当家的也。可这时，噗！
莫怀竹嘴里猛地喷出一口黑血，整个人摇摇欲坠，眼前也晕晕沉沉，却毅然持剑怒视流火山匪众。他好像也不行了，快上！兄弟们，老大挂了，现在我最大，哈哈哈！都给我上啊！下一刻，流火匪众们身上也是涌出了一股股黑气，显然都是修炼了黑魔气的。他们如群蜂般一拥而上，更有甚者，这回已经在脱裤子了。一群沦落到钻林子的恶棍，能有什么道德底线？秀美娇娘就在眼前，当然是先拿下了再说啊！可还没等他们冲到莫怀竹跟前，数十米外的天空中却骤然间飞来了一道又一道的火红剑气劈炼，刷刷刷刷刷，赤红剑气落地，顷刻燃起滔天烈焰，大片的伤害数字也跟着跳出：3080、200、100、4400，弥漫在整个山寨中的黑魔气，宛如是那火焰最好的养料，猛助火势。啊呀！火，哪儿来的火呀？该死！混账！天上，看天上，有人！赤红火焰还不至于瞬间就要了这群匪众的性命，自然是有空观察四周，但他们身上的灼痛却是免不了。此刻一个个都是萎靡不振，望着天空的英俊人影，完全提不起一丝抵抗之心。莫怀竹也扭头看向了身后，一张帅气的脸蛋让他嘴角敛起极为勉强的笑容。小师弟，不，莫怀竹好似终于安心一般，不再强撑，昏迷了过去。小师姐。落地后，林晓连忙将莫怀竹抱起，凌厉的目光望去，一时却是没有一人敢于走上前来。林晓眸光一去，就是你们把师姐害成这样的吧？猛地听到他这话，流火匪众中一名身上的灼伤已经好转的鹰钩鼻男立马阴恻恻的走出。我当是什么神仙鬼怪，不过是刚刚筑新的小崽子，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流火山匪。林晓这突如其来的回答显然是给他们整不会了，愣了好些时间，才有人试探着问了句：敢问梁静茹是哪位大修？第28章地品心法。管他丫是谁，又不在此处。出来叫嚣的那名山匪还是率先反应过来了。小子，放下那女人自己离去，我不为难你，可你若是执迷不悟，又怎样？林晓神色一冷，瞪了过去。师姐有此遭遇，都是拜尔等所赐，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把命留下吧。说完，林晓猛地一踏，身体再次凌空，手中疾风剑也朝那叫嚣山匪斩去。夫！真黄之火劈炼当即飞掠而去，迅猛之势，饶是叫嚣山匪早有准备，也没想到林晓会飞起来砍他一刀啊。至于一开始林晓的登场方式，所有人都会以为他只是跳过来的时候顺便发出攻击的好吧。哎呀呀！浑身黑魔气的他哪里顶得住能够焚尽邪祟的真黄之火的炙烤？2250灼伤。攻击命中时，对方的属性面板也跳了出来。姓名：申伦，职业：魔道刀修，境界：筑心3阶，血量1050-3500，力道103，灵慧41，防御98，敏捷18，心法黑魔心经，灵技黑魔13刀，武器金铸的砍刀，状态灼伤。林晓嘴角一抽，这人好弱。申伦本来就已经受伤，这一刀下去更是直接砍掉了他大半条血。半空中，林晓做事准备再挥一剑，底下的申伦却是直接跪了下去，裤裆底下更是深黄一片。有点上火了。不，大哥，哎呀！爷爷饶命啊！爷爷，之前他只是被真黄之火稍微烧到，只扣了2次100的血量，还以为林晓很好对付，结果一跳出来，没骨气的东西，枉你踏上修行之路。说完，林晓一剑斩去，申伦就此身亡。接下来，随着半空中的他一道道剑气劈下，大片大片的伤害数字也是连绵跳出，偶尔还伴有秒杀的字样。斩杀这种货色，林晓心里毫无波澜。能混到当山匪，甚至加入魔宗的，肯定都不是好东西，何必优柔寡断？杀就完了。没多久，整个山寨也是在火海之中灰飞烟灭。境界经验已满，随时可进行突破。一窝山匪金两没多少，倒是让林晓把筑心1阶的修为给刷满了，还不错。他点开突破界面，2种突破方式立刻跃然，分别是直接突破以及进阶突破。前者显而易见，就是经验到了，直接升级；后者就需要使用对应境界的突破丹药了。当然，突破之后得到的属性也会更高。游戏前期的差别或许不会太大，可积少成多，差距是一点一点拉开的。收起即将突破的兴奋，林晓也是放眼朝满地狼藉的山寨望去。
此时赫然再无一活物，只留下一地的魂种。林晓上前摸了一阵，因为都是一群住新一街的小卡拉米，没什么好东西，就只有200多块下品灵石。此外就是地黑魔心经，残缺的魔宗心经，需以死气为引辅助休息，血量灵力正 20%， 力道灵慧正 20%， 防御负 10%。 因心法不全，休息后会对死气产生极大依赖。黑魔13刀，黑魔心经附带刀法，向前方快速挥出13道斩击，每一道斩击都将造成500点固定伤害。品质蓝。看着黑魔心经的属性，林晓也是啧啧咂嘴，残缺的就已经是地品了，这要是全的，岂不是要到天品？心法、身法以及技能装备这些都有品级之分，分别是前面已经出现的凡品、灵品、地品，更上面就是天品了。另外，跟丹药一样，也有传说中的仙品，但传说毕竟是传说，正常情况下天品就已经是顶端了。不过就算黑魔心经是地品的，林晓也不可能去学。捡起后随意的丢在背包中后，他也直接起身准备离开。可惜那图飞和柴翔是小师姐杀的，不会爆魂种，要不然以他们的修为肯定有不少好东西。九州系统还是很智能的，不至于出现这种 bug， 要不然把好感度刷起来之后，玩家岂不是可以让宗派的师兄师姐满世界帮自己杀人越货？好了，小师姐，我带你回宗。念此，林晓也是从空中落下，把莫怀竹放在树边，再弯腰将他背在身后，单手托住，那里另一手持剑警戒。他倒是想来一波单手抱妹，奈何莫怀竹晕过去了，也没法搂着他的脖子呀。想要单手，要么用扛，要么的勒着腰像提东西似的，怎么都不太美丽。回去的话，林晓也改用了不行。龙皇血统可以让他踏空而行，但带人的话灵力消耗会更大。刚才斩杀流火山匪时，以真皇之火出体斩击，他已经用掉了不少灵力。如今当然要留着灵力以警戒四周，毕竟危险有可能从任意方向袭来。出门在外，没有灵力可是大忌。好在莫怀竹很轻，背在身后宛若无物，对林晓的速度没有太大的影响。3分钟不到，他就已经看到林外的空地了。可这时，站住！数声暴喝从两边的林子里传出。下一刻，林晓更是察觉到脑后传来了细微的灵力波动，他急忙中弯腰侧闪，飞速箭矢立刻从他耳边掠过。箭矢戳进地面时，林晓眸中也闪过了一抹错愕，这是蛇毒箭，可惜没射中。后方的树上一道轻笑声传来，林晓满脸阴冷的转过身去，也是发现了对方的踪迹。玩家？不是 NPC 啊，你是谁？对方还没回答，一道骂喝声就响彻山林，你个蠢货，不是说了要吸引他先攻击的吗？树上那个人林晓没印象，但开口骂人这个，哟，这不是杜旭康，杜老哥吗？有事？来人可不就是杜旭康吗？对于林晓能喊出他的名字，杜旭康也不奇怪，昨天抢夺灵刃蛇弓时他做过自我介绍了。小子，跟我套近乎也没用。杜旭康从不远处的树后走出，坑了我杜旭康，你这游戏也别玩了。什么坑不坑的？杜老哥，你说什么呢？林晓装作无辜样，买卖装备，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哼，从何说起啊？杜旭康闻言立刻气结，你别以为我不知。然而话还没说完，我靠，4830秒杀！第29章，你们公会都是游泳队的，4830秒杀！当一行红色的伤害数值飘起时，整个现场顿时就安静了，所有人都愣愣的看着这一幕，多少有点不会了。他就这么把会长给宰了？我靠，他什么伤害啊？会长的属性虽然不怎么样，但10点防御直顶掉力道之后，最多打个几百血吧，直接秒了。老弟，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吧？是挂，他肯定开挂了啊！都说了，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啊。大约30秒后，千秋公会的队伍频道里，杜旭康发了一条长达15秒的语音，通篇只有2个字：我超。林晓听完掏了掏耳朵，你们会长肺活量还不错，一干人等神特喵肺活量不错，你的关注点也很清奇呀喂。还有那边的谁让你用扬声器播放的呀？队长，我耳背。那被叫做队长的男子嘴角一抽，足，当然不是抽死的，而是1715秒杀。林晓眨了眨眼，哦哟，防御力还挺高。听听，这是人话吗？又是30秒后，千秋公会队伍频道，我超啊！我他妈可是归元玉体啊！先天5倍防御力，还有 50% 的免伤，他给我秒了，挂，绝对是挂。林晓又抠了抠耳朵，这个也不差，
你们公会都是游泳队的？其他人，归元玉体这个体质，林晓听过。毕竟他前世可是在九州游戏里混了5年多，游戏开服几个月后他才玩的，九州融合之后又混迹了2年多，大部分出了名的先天体质他都听说过，这归元玉体就在其中。可惜拥有归元玉体的这个人自始至终都是千秋公会杜旭康的绝对死忠，并且还不是愚忠，也就是说他知道杜旭康是个什么样的人，却还跟他混。其名汪海，很坏坏。嗨嗨，言归正传，归元玉体还算不错，但效果过于单一，只能算中等偏上的体质。毕竟先天5倍防御力，还有50%的免伤，中等不过分。后期培养起来，这就是一个超级坦克。可惜现在的汪海只是筑星1阶，身上什么功法装备都没有，纯靠一个先天体质的效果，怎么可能打得过林晓？1000出头的血量都不够他出第2件。特么的邪门儿！一直待在树上的哥们啐了一声，又在对屏里喊了一声：“会长，还跟他打吗？汪哥都栽了，我挨一下也得死的呀！”正在复活点气急暴跳的杜旭康嘴角一抽：“算了，先回来，你找个地方把红明熬过去。”被一剑秒杀的杜旭康现在也回过神来了。原本他以为林晓就是个奸商，有点游戏天赋，但不可能干得过人海战术的，毕竟这是网游原则呀。谁成想，而他是千秋的会长，成员死了的惩罚都得他来补偿。现在资金本来就很紧张了，没有回笼之前，杜旭康也不敢大出血。得，我4760秒杀杜旭康，你什么？把话说完。半分钟后，千秋公会对屏，会长，我也挂了。我操！林晓，老子杜旭康跟你不共戴天！天青城外传送阵，林晓背着莫怀竹，随着一道流光消失不见，在出现时，已经在苍华峰脚下的宗门传送阵内了。到了家里，他也不再忧心，直接踏空而起，朝内殿飞去。师傅！刚到剑心阁，林晓便喊了一声。下一刻，广场上出现了一道绝美身影，百里洛寒就好像知道他会来，已经等在这边了。不过在看到莫怀竹时，他的脸上也闪过了一丝痛心。师傅，您快救救小师姐！他……林晓话音未落，百里洛寒便将一道灵光打入了莫怀竹体内，其身上几道狰狞的刀口也在之后完全愈合，连疤痕都未曾留下。不多时，莫怀竹也缓缓睁开了双眼。师父！百里洛寒脸上露出责备的表情。怀竹，你也太乱来了，为师跟你说过了吧，天阴七剑你现在只可用至第2剑，以你的修为，打不过还躲不过吗？莫怀竹眼神有些闪躲，末了却是吐了吐舌头，弟子知错了。你呀！百里洛寒无奈的摇了摇头，脸上也出现了一抹宠溺。幸亏此次有你小师弟相救，若不然……说到这，百里洛寒又换上了责备脸。林小徒儿，你也是，为师只让你接困难级任务，你却只身前去搭救怀竹，这于你而言已有地狱级水准。修行之路是不可缺乏挑战，但好高骛远可也是大忌。是，师父，弟子知错。林晓低头，有错咱就认不过，他也听得出来。百里洛寒的话语里是告诫多过责备，甚至还有一丝丝欣赏。这时，莫怀竹也回过神来了，扭头看向林晓时，脸上还闪过了一抹娇羞。小师弟，谢谢你救了我。叮！莫怀竹对你的好感度加10，目前好感度53，亲密无间。这就过半了。我丢！小师姐说的哪里话？寨中那3剑可是帅到师弟了啊！嘻嘻，很厉害吧？那可是……莫怀竹还没说完，百里洛寒便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嗔责，还敢戏言？去苍雷峰找你火雷师祖要没还卖单，调理一下经脉。西！莫怀竹连忙吐了吐舌头。是，师傅。林晓望着扭身飞走，步伐都还有些踉跄的莫怀竹，心里也是好奇到爆。边上，百里洛寒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你怀竹师姐所学剑法名天阴剑诀，其内附带天阴7剑，一剑胜过一剑，可每出一剑也必断一条经脉，一剑断一脉，断的却是自己的脉。百里洛寒看着有些惊讶的林晓，不由继续：若不是怀竹身兼9阴寒体，这剑法为师是断不会让他休息的。9阴寒体？听到这话，林晓又一次愣住。前世他就听说过有那么一位9寒剑仙，原来就是他的小师姐。九州刚刚融合之时，世界大乱，9寒剑仙便是凭借自己一人一剑，整整救下一座城市的平民啊。后来有人在城市里给他建了一座雕像，以供瞻仰。第30章，慧力手镯开始突破。好了，百里洛寒出声将林晓从回忆中拉出，道：徒儿，这次你虽冒进了些，
但功不可没，除去任务堂的奖赏，这枚极品筑心丹便是你的了。话音未落，百里洛寒素手之中已然出现了一个木盒，正是上次那个。多谢师傅。林晓连忙接过，这可是难得的好东西啊。嘿嘿。不过他也没有急着突破，而是告退一声后，先去了趟苍华峰交任务。地狱级的任务奖励可是很丰厚的。几分钟后，多谢师兄。林晓接过任务堂递来的包裹，道了声谢。师弟客气了，筑心一阶便可独自完成地狱级任务，为兄佩服。日后还要多多关照才是。好说好说。林晓连忙将包裹打开，资源方面的奖励自然是下品灵石150枚，宗门贡献1000点，上品筑心丹1枚。下品灵石蕴含少量灵力的10块，可做货币或直接吸收。宗门贡献可凭此贡献值在宗门商城兑换所需资源。上品筑心丹突破丹，进阶突破时服用，全战斗属性加20，血量、灵力加800，自由属性加20，可自行分配，效果持续2次进阶突破。品质紫。高品质的小境界突破丹都是一颗管2次的，要不然一大境9小境，每次小境界突破都得去找极品突破丹，游戏体验也会很差劲。不过也只有上品和极品才能管2次，下品和中品都是一次性消耗品。这一点在真正的九州中则解释为药力仍有残余，在游戏里不过是换了种说辞罢了。此外，包裹里还有技能书和装备，灵品剑术技能书1本，灵品自选装备1件。对于技能书，林晓虽然用不了，但他还是打开来瞄了一眼。灵破空1件，爆发200%的速度向前方刺出1件，造成500点固定伤害及180%的力道伤害。品质蓝。要求筑心境剑修可学。看了眼技能描述，林某人悠悠地叹了口气。超技能相对于平 A 的优势在于除了本身的力道伤害之外，还有固定的技能伤害，在自身力道无法破防时，这份伤害就尤为重要了。而无法学习技能的林晓，一旦碰到防御值超过他的力道值的存在，就只能干瞪眼。不过学不了，留着卖也成。念此，林晓将技术上收进了蛇皮乾坤袋里，转而取出那件灵品自选。灵品自选装备打开后，可获得1件部位自选的随机灵品装备，品质随机。只是部位自选，开出来啥却是随机的。林晓嘿嘿一笑，小爷我鸿福齐天啊，随机就随机。装备方面的话，包括武器在内，一共有11个部位。当然，这是一个虚拟现实的全息游戏，无论你想在身上穿戴多少东西都是可以的。例如套2件衣袍啦，穿2条裤子啦，或者是在手指上戴满戒指，1根手指戴3、5个都行。总而言之，您随意。但无论如何，一个部位只会有1件装备的属性能生效，默认是属性最好的那一件。游戏设定如此。不过，在真正的九州世界里是不限制的，也就是说 NPC 们是可以这么干的，但没人会那么蠢。林晓托腮思忖，武器暂时不考虑换，护具的话有苍蓝剑袍、急冲鞋。仔细斟酌过后，他还是将目光放在了配饰方面。他没法学攻击类技能，所以想要提升伤害，必须奔着增幅类的装备使劲。护具方面虽然还有作为大3件的腰带以及小2件护臂、内衣，但护具基本上都是加防御跟护心的，与伤害无关。配饰方面，九州一共有5个可以起到属性增幅的部位，分别是戒指、手镯、项链、腰饰以及头饰。项链为林晓已经有天霜之类了，所以这次主要看的是另外4处。而以他对九州的了解，自然知道哪些部位是增伤的，伸手一点便选中了手镯一类。手镯固定主加力道，戒指固定主加灵慧，项链不一定，腰饰和头饰则有概率出现特殊增幅，但方向不确定。这种随机的东西，林晓还是想稳妥一些。没什么特效，选择完成之后，一个手镯便立刻跳了出来。灵慧力玉镯，手镯，内部镌刻有慧力灵阵的玉镯，力道加15，灵慧加5，慧心加2。慧力灵阵受击时，灵阵会自动吸收该次攻击10%力道，可于下次攻击时使用，亦可储存，最多5次。品质紫。要求筑心境可用。看完手镯的属性，林晓也是颇为满意。鸿福齐天就是爽啊！这属性已经相当可以了。百里洛寒给他的灵品成装都才加18点力道，这紫装就有15点。当然，附带的特殊效果就远远比不过了。但在越阶挑战不得不以伤换杀的时候，这效果就很有操作空间了。天青城外山林，废墟。在林晓走后不久，一股黑魔气忽然急掠至此，遂化作人形，满目阴鸷。七，来晚了一步吗？人影环顾四周，眼神也在道道剑痕上多做了停留。不多时，其脑海中也浮现了一些画面。苍蓝剑宗的人还是被发现了啊！哼，晦气！
说完，人影再次化作黑魔气，闪掠而去。他是来收回黑魔心经的，可惜来晚了一步。说起来，也许是林晓的洪福齐天发挥了作用，被他击杀的申伦才是这山寨首个接触到黑魔宗的人。黑魔心经自然是在他的身上。在苍华峰领完奖励之后，林晓就又回到了苍寒峰建新阁广场这里。他的掌心里有着一枚散发出浓郁药香的丹药，极品筑心丹、突破丹，进阶突破时服用，全战斗属性加30%，血量、灵力加1000，自由属性加30%，可自行分配，效果持续2次进阶突破。品质成，嘿嘿，极品就是极品啊！这属性加成，一个字，牛逼！盘坐成打坐姿态后，林晓也是拉出突破界面，选择进阶突破，随后直接将丹药丢进嘴里。入口香甜，软软糯糯的，好吃的嘞！叮，进阶突破开始。第31章突破。机遇任务。建新阁广场中央，上空的灵力宛如漩涡般聚集了起来，随着少年进入突破状态，以漏斗形渐渐灌入他体内。或许是龙皇圣体的关系，林晓突破时引来的灵力比常人要浓郁些。百里洛寒稍抬头盯着龙皇吗？他轻轻呢喃一声，似乎在想着什么。最后目光落在林晓身上，嘴角也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这对于往日如同冰山一般的他，属实罕见。若是苍蓝剑宗的一众长老在此，说不定还会大喊见鬼。时间大约过去了10分钟。叮，进阶突破成功，全战斗属性加30%，血量加1000，灵力加1000。叮，进阶突破已成，自由属性加30%，慧心加1。叮，龙皇圣体体质触发，真龙神躯小境界突破，战斗属性额外提升 5%。广场上，林晓吐吸纳气，打开属性面板后，直接将30点自由属性平均加在了力道和敏捷上面。这自由属性是只能加在力灵防敏上的，怎么选还需要考虑。之后他也是仔细看了眼自己的面板，基础属性这边变化倒是不大。玩家林晓，职业剑修，经验零6000，境界筑心2阶，宗门势力苍蓝剑宗。值得一提的是职业一项，一般来说没有拜入宗派之前不会显示的，而之后就看你所拜宗门擅长的方面了。在苍蓝剑宗修行自然是剑修。接着是战斗属性面板，血量3420加700，灵力3420加200，力道167加48，灵慧147加5，防御149加20，敏捷54加2，慧心1加20。配饰天霜之泪、项链、慧力玉镯、手镯。看着眼前的属性面板，林晓也是啧啧咂嘴，只是小境界却涨了超过 50% 的属性，还得是进阶突破的呀。尤其用的还是极品筑心丹，他这把也算是体会到了氪老玩家的快感。前世林晓虽然也会进行进阶突破，但以他当时的财力，最多只能就搞到中品突破丹，上品都只用过寥寥几次，极品那是见都没见过。相比于直接突破，使用极品突破丹的进阶突破，属性加成要比前者多出5倍，而且直接突破可没有自由属性的点数。1次2次或许拉不开多大差距，但10次、20次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全程用极品突破丹的玩家，到炼体境时就已经是以一当十了。撤去属性面板，林晓起身伸了个懒腰，接着也是离开了苍寒峰，准备去接几个难度低一些的任务，刷刷经验。因为即将到来的9周首次全服活动，对修为还是有要求的。而且进游戏到现在还不到3个小时，有的是时间。只是经过苍雷峰时，轰的一声爆炸，却是吸引了林晓的注意。苍雷峰，小师姐去的就是苍雷峰吧？林晓心中自问，随后干脆调转方向，朝着苍雷峰的方向赶去。说他好奇也好，担心也罢，可万一真跟小师姐有关呢？不过事实证明，他想多了。当林晓抵达这边时，滚滚的黑烟中，只有一名老者咳嗨嗨的咳个不停，等缓过了劲，才运起灵力，化作流风吹走黑烟。没多久，老者嘴里也嘀咕了声：“他奶奶的，这幻容绝颜丹竟比化虚破戒丹还难练，没天理啊！”听到这声吐槽，林晓嘴角也是抽了抽。这位长老的脾气还挺大，不过他也是立时反应过来，9周有系统干预，他能见到这一幕，肯定是跟任务有关，这也是前世摸爬滚打得来的经验。想到这里，他连忙上前恭敬作揖：“弟子见过长老。”林晓虽然没见过他，但能在苍蓝山脉的一峰之顶炼丹，还是个老头，叫长老就肯定没错。而且此人身上的气息也是深不可测，至少也是第7境破解境。
甚至是神国境也说不定啊。老者闻言也是看到了林晓，忽然双眼一亮，继而抚须：啊，老夫见过你，昨日苍华峰下掌门新收的关门弟子林晓，对吧？正是。林晓脸上不敢有一丝骄傲，始终保持着谦卑。如此姿态，再加上天生媚骨，老者立刻对他产生了不低的好感。乍一看，竟有17点。不错不错，昨日刚刚拜入掌门座下，今日便已达筑心2阶，天赋的确妖孽啊。洛寒那丫头的目光果然在我们这些老不死的东西之上。一番夸赞之后，老者也是倒转话锋：老夫乃剑宗9峰长老之一战火雷，如你所见，正在炼制丹药，可惜刚炸了一炉，一味药材恰巧用尽，你可愿替老夫寻来啊？其声音刚落，叮，触发机遇任务，是否接受？林晓心中嘿笑，果然，弟子莫敢不从，听凭长老吩咐。这会心里也是暗暗有些惊讶，战火雷那不就是师傅刚才提到的火雷师祖吗？大人物啊！苍雷峰善丹，而战火雷必然是祖师级的存在，打好了关系，益处多多啊。战火雷满意点头，老夫缺的是活岩花蕊，宗外的百草谷内可以寻得，记住，取后3个时辰内必须送来，否则药效尽失。是。下一刻，林晓眼前也是出现了任务详情。地狱任务，日落之前替火雷长老找到3份活岩花蕊。任务详情：活岩花蕊为活岩花妖所产，百草谷内的活岩花妖实力普遍在筑心3阶到6阶之间，击杀活岩花妖即有概率产出活岩花蕊。任务奖励：火雷长老的奖励。任务提示：近日传闻百草谷内有灵植穿心剑柳的踪迹，出入需谨慎。任务时限：距离日落剩余9时46分31秒。看完任务详情，林晓脸上神情也凝重了些。百草谷他当然清楚，算是个新手练级的好去处，而且仅仅是在外围就有不少的怪物和药草，刷级的同时也可以采药卖钱。可活岩花妖却是要深入谷内，危险程度自然也呈指数级增长。林晓只是犹豫了片刻，干，接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接下任务后，他也是告辞离开，只身前往百草谷。第32章，杜老哥，我可是拿你当兄弟看的呀。时值晌午，天空烈阳正炽，却偶有习习微风拂过，清扫着过往人们身心内外的燥意。游戏开服至今刚好是1天的时间，大部分已经筑心的玩家都找到了练级的地点，百草谷正是其中一处，且玩家的数量还不少。林晓赶到这边时，随处可见的玩家也是让他回想起了前世的片缕光景。曾几何时，为了一样突破材料，或是一件装备、一个任务，亦或是单纯的搬砖，他也是这些玩家中的一员。一时有些唏嘘，只叹今时不是往日，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不需要加入这乌泱玩家之列。进入百草谷内之后，林晓选择了步行赶路，毕竟以他筑心2阶的修为，在谷内某些存在的眼中，那就是小菜鸟，当然要低调些了。如果撇去玩家们的踪迹，整座百草谷是显得幽僻的。头顶烈阳高照，谷内却时刻有阴凉气息溢散。林晓远远地掠过一些正在战斗的玩家，准备直接进入百草谷深处找寻活岩花妖。百草谷很大，他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可路过一处山坳时，里面的声音却莫名的熟悉。无耻，这是我先找到的。七，你先找到就是你的。这是网游啊，小姑娘，当然是谁的拳头大就归谁了。再逼逼，老子宰了你！然而紧接着，砰的一声巨响传来，地面的震动感也让前头的3名无赖玩家扭身回头。还给我！只见那少女手中不知何时已经多出来一柄泛着淡淡紫光的长柄锤，指着前方的3名玩家道：再说一遍，还给我，否则姑奶奶我砸扁了你们！我靠！无赖1号不自觉地退了一小步，你这石妖路子，身高不过1.6米，瘦肉不过100斤，手里那柄锤子干脆是既比你高也比你重啊！完呢？队长，怕什么？那锤子一看就不好挥，咱们靠速度拉2刀，这小娘皮怎么都得挂了吧？无赖2号说完，当即拔刀。无赖3号应和，说的是啊。好，哥几个，嫩他！3人简单合计了一番，最后也是决定动手。然而就在他们逼近之时，那少女却先动了，手中之锤根本就不像大开大合的重武器，反而像是一柄轻盈的铁剑。噗！大锤挥动，带起一阵狂风。哇靠！无赖2号还没反应过来，腰子就已经中了一锤。480！破甲！兀日，无赖2号狼狈爬起，已是嘴角一血，一锤砸掉老子半管血。还破甲？什么怪物？破甲是什么？其队友木愣地问了声。可无赖2号还没开口，少女却先一步交喝，还不还？
他单手持锤的模样，真的好离谱啊！喂，还？还是不可能还的，到了手里的宝贝岂有交回去的道理？小姑娘，既然你要打，就别怪我们欺负人了。说罢，无赖1号直接在自家队屏里共享了位置。没多久，在林晓的注视下，便有20-30人先后涌入了这山坳之中。而在人群中，靠，又是他！本来林晓只是想看看戏，待有需要时再出手的，毕竟那少女是他的顾客嘛。但现在嘛，只看戏是不够了。看到这里，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少女就是在林晓这里买了反品子舞的李允堂。没想到这丫头还真有玩锤的天赋啊！是有对应的先天体质吗？思索间，林晓也是动身前去。而此刻，山坳里，李允堂看着把自己围在中间的30来人，脸都憋红了。我说你们怎么那么无耻呢？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上梁？你说的不会是我吧？人群里一名阴柔男走了出来。哼，你都对号入座了，除了你还有谁？李允堂秀眉一皱，姓杜的，不过是换了个发型而已。你这张脸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很显然，这两人在现实中就认识，而且应该挺熟的，就是关系不怎么好。随便啊，杜旭康无所谓的歪头，你就记一辈子好了，记着记着，说不准还会爱上我呢，是不是啊，兄弟们？就是啊，哈哈！人群一顿应和。然而笑声未落，李允堂一道骂声也还没出口，另一道爽朗声音却忽然穿插进来。没想到杜老哥还有这么自恋的一面啊！在下佩服佩服。杜旭康猛地一愣，如果你问他入住9州以来有什么最不想听到的声音，那么他的回答毫无疑问会是林晓。别激动，别激动嘛！林晓满脸的无辜，不是说是兄弟就来砍我一刀吗？杜老哥，我可是拿你当兄弟看的呀！林晓指的自然是上次在天青城外那林子里时，话没说完就一剑给他砍了的事情。放你妈的狗屁！所有人先给我砍死这逼啊！在林晓面前，杜旭康身为上流公子哥的所有涵养，都跟他说的那句话一样，是个屁。不过任谁被那么明着坑一下，心里都不会好受。但杜旭康可不是什么好鸟，林晓坑他完全没心理负担的好吗？千秋公会的成员们在听到会长的命令之后，也是直接挥刀朝林晓砍了过去。可下一秒，他们纷纷都傻了眼。未破防，未破防，喂！一连串的就好像一个响亮的巴掌一样，重重的打在所有人脸上。疼！林晓抬了抬胳膊，又稍微扭了扭身子。我靠！你们陪我剑袍，听听，都听听，这是人话吗？这波对我的伤害不大，但对你们的侮辱性应该挺强的。看着千秋众的表情，林晓又补了一句：啊，那就好。林晓！杜旭康又怒号了一声，但猛地反应过来后，哼，给我记住了，我们走。记不住啊，我健忘。杜旭康，噗，已经是企图血了。他这拨过来都没带睾丸，这群小弟的先天体质也都烂得吓人，总不能一人一个一根林晓在这耗着吧？对面一剑过来，他们都得玩完啊！谢了呀，帅高手。李允堂收起大锤，笑盈盈道：嘿，我连哥都不配了是吧？然而李允堂这回却猛地反应了过来，登时又掏出了大锤。喂，姓杜的，还我龙元草啊！给姑奶奶站那儿！吼完，李允堂提锤便追，那叫一个虎虎生风。林晓，麻蛋，忘记帮他把东西要回来了。应该不怪我吧？我都帮他解围了，怎么都不能怪我。第33章鬼面腾灵。已经撤退到几十米外的杜旭康等人，听到李允堂的叫喊后，也是满脸晦气的丢下龙元草，摆脱了后者。好在对方没有穷追不舍。没过多久，杜旭康等人也没了影子。允堂，这时林晓已经从后面跟了上来。你要这龙元草干什么？任务？对啊，就是你推荐我去的那个钢武门里，有个长老让我过来收集，说是炼体的草药。李允堂也不隐瞒，对了，帅高手，答应给你50万的，等等哈，我现在就转。不，林晓还想婉拒一下的，可惜话还没说完，李允堂便愣在了原地，显然是暂时离线，出去转账去了。没多久，林晓手机一震，50万已然到账。好家伙，知道你有钱，非得 V 我50显摆实力是吧？后边还跟了个万，收到了吗？李允堂刚上线就问了一声，我怎么感觉你就跟只花了50块似的？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就多摁4个0有点烦。林晓，我还有任务，就此别过。在凡尔赛这方面，林晓自认没遇到过什么对手，但今天他得承认，李允堂比他还烦。什么任务？我跟你一起呗。少来，你就是想蹭经验吧？林晓无情拒绝。李允堂闻言，干脆在原地愣了愣，
片刻后，指死你算了。一句话整得李允堂都对自己的颜值不太自信了，拒绝的好干脆啊他。百草谷深处，进入这块区域，玩家的数量显而易见的减少，就是有，也是几十个人围着一只怪物打。深处的怪物等级最起码也是筑星3阶，夸张的5阶、7阶也不是没有，根本就不适合新手。但凭借好的体质以及队友之间的互帮互助，玩家们用人海战术堆死高等级怪物的概率还是不低的。林晓跟随着自己的记忆来到了一片花田附近，放眼望去，红黄绿蓝的花朵四处遍布，有高有矮，高的2米开外，矮的也能及膝。百草谷内百花谷，百花谷中百灵盛，说的就是眼前这个地方了。好漂亮的地方啊！帅高手，你怎么知道这里的？没错，李允堂这货还是跟来了，总不能真的直到让一个女孩子在后面不要命的追着他吧？真那样就不能叫直男了，叫白痴。其实他也不是直，只是不想跟一个陌生妹子太亲近而已。你可以说是方逸宁给他带来的伤害，反正他就这样跟李允堂，他只想保持卖家与买家之间的关系。毕竟这么一个把钱当纸花，还不会让人讨厌的富婆是很难找的啊。之前在官网偶然看到的，这不为了任务奔现来了吗？林晓找了个还算合理的借口说道，总不能说他前世在这刷过材料吧。接着林晓也是撇头劝告了一句，这里面的怪都挺强的，怕死可以先回去熬。嘿，李允堂瞪眼，这种时候不是应该说这里很危险，等下别离我太远的吗？要保镖啊，20万一天。李允堂这人没救了，妞都贴他脸上了都不知道泡，你但凡是绅士一点啊，你还收钱。林晓可没再理他，他的任务时限是今天日落之前，时间可不怎么充裕。当即迈步走入了花谷之中。百花谷很大，从入口望去，大有一望无际的感觉，已经算是一个大型地图了。这也是谷内为什么能孕育百灵的原因。所谓的百灵不是一种鸟，而是指花草之灵。活颜花妖就是其中攻击性较强的一种，其花蕊就算是不入丹药，直接服用也有美容养颜的效果。也因此，前世一份活颜花蕊的售价最高达甚至到过20万 RMB。喂，你等等我呀！你回过神来，发现林晓已经先走掉的李允堂，连忙追了上来。可慌忙之中，却是踩到了一绺外露的根茎。哗！巨大阴影突然间将李允堂完全笼罩在内。啊！情急之中，李允堂直接挥锤就砸。然而阴影却是迅疾不已的伸来一根藤条，顷刻缠住锤柄。笨死了你！林晓回头骂了一声，却立刻欺身上前。买家没了，他以后装备卖给谁去？游戏融合之前现金的购买力还是可以的。原本林晓是想直接用真黄之火远攻的，但一想这里全是花花草草的，用火的话难免造成牵连，再被群起而攻可就不美妙了。所以欺身上前之后，他直接一剑砍下，真黄之火都未曾激活。这虽然是体质附带，但也是可以凭他的意念选择激活与否的，否则岂不是很废？1980。下一刻，对方的属性面板也是弹出，名称鬼面藤灵，种族花草之灵，级别精英怪，境界筑星4阶，血量12520-14500，力道160，防御135，敏捷17，技能藤附鬼面迷雾。血还挺多，不愧是4阶的。一边的李允堂直接瞪了瞪眼，我去，帅高手，你这伤害是怎么做到的？居然还不满足，只是平 A 而已吧？放个技能他不就挂了？林晓回头看了他一眼，也不说话，就是叹了口气。李允堂，不过鬼面藤灵受到的这个1980的伤害，自然不是单纯的平 A 伤害。先是吃了龙皇执念 50% 的普攻伤害加成，又吃了特殊天赋喋血龙魂，在血量高于 80% 时的 50% 普攻伤害加成，最后又吃到了敌剑心经 10% 的剑术伤害加成，只要是用剑打出来的伤害都可以吃到这个增幅。3个加成来自于不同区块，因此都是分别成算的。例如龙皇圣体开龙人态，再用真黄之火打伤害，就是所有加成先加在一块，再去乘以伤害值，因为都算是体质的加成，先加算后成算。被砍了这一剑，鬼面藤灵也是把仇恨转移到了林晓身上，但可惜对方的速度太慢了，慢到林晓轻轻松松就能躲开攻击，毕竟那17点敏捷确实有点可怜了。草木之灵的优势本来也不是敏捷。第34章啊！帅高手，我被一个屁崩死了！唰唰，长满了倒刺的藤条在一阵风声里如鞭子一般甩向林晓。不过林晓只是脚步挪移就避开了藤鞭的攻击，那么多倒刺看着就痛，
要不要小爷我帮你捡一捡啊？呵。说罢，林晓一剑挥下，鬼面藤灵藤鞭被斩断的同时，身上也是再次跳出来一个1980的字样。放技能，放技能啊你！李允堂在一边焦急地喊道：“放技能他不就死了吗？”林晓，不需要，再来几下平 A 一样可以宰了他，看不惯你自己上。林晓黑着脸，你特么以为我不想是吧？李允堂也是气急，干脆用锤头砸了一下鬼面藤灵还扎在地里的那一绺根须上，可结果会心-1未破防破甲。看到这词条，林晓嘴角也是一抽。不过这时李允堂却急忙喊道：“啊！快点快点，他破甲了！10秒内防御值失效。”林晓眉头一抖，想解释什么，但还是先闪身过去砍了一剑。2400。哎，李允堂不由愣了下，他才这点防御，不应该啊。林晓没空解释，趁着这个机会又是一剑上去，可鬼面藤灵却因为血量只少了小半的关系，谨慎了起来，遂以藤上精液组成盾牌顶住了林晓这一击。所以这一剑240，靠，顶掉了90%的伤害，离谱！骂声一出，林晓也是连忙抽身退开数米。允堂，快退！啊！李允堂没反应过来，下一刻，噗！鬼面藤灵身上一团深黄色的雾气猛然炸开。我去，他放血域，持续10秒。9周游戏最真实的一点就在于，你打怪的时候被上了负面状态，是会真实感受到的。无论是眩晕也好，出血也罢，就是烧伤冻伤，都会真实体现。所以李允堂根本说不完那句话。靠，这笨女人！暗骂一声过后，林晓也顾不得其他，一剑向前挥劈，同时意念一动，真黄之火出体，又被压缩的极为细窄。李允堂的力道都破不开鬼面藤灵的防御，相较之下，他的防御又能高到哪儿去？这被摸一下，估计得掉半管血。而就在真黄之火劈炼击中的瞬间，7202灼伤。林晓一瞪眼，对自己的伤害也是有点讶然了。2阶打4阶，老子一剑要了他半管血，我不会真开挂了吧？哗！鬼面藤灵登时暴走，就剩一丝血皮了。他能冷静？数之不尽的藤鞭一瞬间从其身上爆出，朝着林晓鞭策而来，密密麻麻的攻击，饶是经验丰富的林晓也避之不及。1190中毒，每秒扣减50点血量，持续5秒。卧日！林晓暗骂，再管不了李允堂半点，只能抽身暴退。好在鬼面藤灵是精英级，附近没有同等级别的怪，要不然至于普通的怪物，林小闪转藤挪肩顺手就给宰了。二者之间转瞬拉开了近300米的距离。然而很快，漫天的藤鞭再次袭来。你这家伙要搏命是吗？林小心头一狠，下一刻也是认真了起来。毕竟被这藤鞭抽一下可疼，他的血量只够再受2鞭了。第3鞭就要死。9周中的怪物血量减半之后会狂暴，属性提升 20%， 可即便如此，鬼面藤灵也打不了他那么多血。之所以会这么疼，就是在残血，也就是血量低于 10% 的时候，怪物的力道及敏捷属性可以直接提升到原来的 200%。 原本利用这个提升，大部分怪物会选择灰溜溜的逃走，但鬼面藤灵却选择了搏命。也许是林晓筑心2阶的修为刺激到他了吧。不过即便对方要搏命，林晓也不慌，以他前世多年的战斗经验，怎么可能没见过搏命的怪物？当即心中一动，身形直接虚幻起来，噼噼噼噼噼，漫天藤鞭直接抽空砸起烟尘。可于此间，林晓的身影却突然来到了鬼面藤灵的根茎处，正是流云步附带的流云盾。战斗状态下可以朝任意方向远遁300米，盾术可不单单只是用来逃命的，有时候反着用也能出其不意。接着林晓一剑劈下，会心-5180斩杀。虽然没有真黄之火，李允堂造成的破甲状态也结束了，但鬼面藤灵却因为灼伤削减了一些防御，再算上会心伤害，诸多叠加，令林晓这一剑的伤害仍旧恐怖。别说会心了，就是没会心，鬼面藤灵剩下的那丝血皮也遭不住啊！死！鬼面藤灵在这一声尖锐的沙哑声里彻底萎缩下去，化作一个魂种。林晓眼前顿时一亮。虽说前面躲避藤鞭攻击的时候也宰了一些花草之灵，但那些普通级的怪物能出什么东西？洪福齐天也很难顶用。可精英怪可就不一样了。林晓连忙伸手探去，一紫3蓝2白6道光束立刻弹出。紫色是凡鬼面牙斩，淬炼了鬼面藤灵之毒的战刀，力道加18%，攻速正 5%，
攻击命中时有 5% 的概率造成中毒，每秒扣减50点血量，持续5秒。品质紫。林晓稍稍点头，从属性上来说已经不错了。凡品的装备很少有附带效果的，他的疾风剑同为凡品子午就没有，应该能值一些钱。接着是3件蓝色，凡鬼面藤鞭，取鬼面藤灵之藤制作而成，可惜工艺不精，无法保留其上毒素，力道加时，攻速正 1%。品质蓝。凡鬼面藤甲，一件稍好些的藤甲，防御加8。品质蓝。凡鬼藤毒素，消耗品，从鬼面藤灵身上萃取出的毒素抛掷物，爆开后会制造出半径为3米的圆形毒痰，于场上存在30秒，接触者100%中毒，每秒扣减50点血量，持续5秒。品质蓝。数量10瓶。前面2个林晓只是看了一眼就丢一边了，什么玩意儿？但后面的鬼藤毒素倒是不错。至于剩下的2件白色装备，林晓想都不想就丢到了蛇皮乾坤袋里，甚至连属性都懒得看。就是这么膨胀。此外，魂种里还有102块下品灵石。刚处理完这些，林晓左上角的好友消息列表却是弹出来一条消息，还以为是科学姐或者小安的他连忙点开查看。然而 G 午夜海棠呀，帅高手，我被一个屁崩死了。我锤子掉了，阔不阔？你帮我减肥来啊，谢谢。林晓。第35章，我只会评 A， 真的是太抱歉了啊。这游戏 ID 加上这称呼，是李允堂没跑了。不过没想到他在网络上居然是用这种语气说话的，跟现实多少有点不符啊。要不是先见过面，这游戏里指不定就被他蒙过去了啊。林晓嘴角一抽，给他回了过去。林晓，下划线行吧，你任务材料掉没掉？玩家死亡的话，在九州世界里其实算是重伤逃遁，所有的 NPC 们也都会这么以为。既然是重伤逃遁，自然要留下些什么了。这就是所谓的死亡爆装，不过不一定是身上的装备，也有可能是背包里的任何东西。G 午夜海棠没掉，还在。林晓，那你先去交任务吧，今晚或者明天，等我做完任务，在苍华峰下见面。G 午夜海棠，我好吧，那你要快点哦。林晓没再回复，关掉界面之后，也是继续朝百花谷深处走去。地狱级的任务材料，怎么可能在谷口就让他找到了？记忆里，活岩花妖也是在百花谷的中部位置，如果运气差，就得摸到核心区域去了。那个地方动辄6、7阶的花草之灵，林晓也没多少底气，毕竟他是孤身一人。百草谷某处，一伙人数超过100人的玩家正在围攻一棵修为在筑心5阶，能够像人一样奔跑的柳树。此时，柳树的血量已经降至1半以下，虽然进入了狂暴状态，但 20% 的属性加成依旧很难顶住上百人的围攻。玩家里能破他防御的没几个，却奈何有一个躲在远处玩弓箭的家伙，总是出其不意的射来一箭，只要命中就是一个破防。那些玩家也是趁着破防的时候疯狂输出，更别提其中还有几个攻击力很强的，冲上来一击就是几百血。柳树血在后，这回也是难顶了。呼，其柳叶如利剑一般，随风刺向前方，抵消不少攻击之后，立刻远遁。按理说花草之灵速度都不快，但那棵柳树却有点打破常理了。该死，他要跑，给我追，绝对不能放过。人群里一名阴柔男喊了一声，官网上的资料说那棵柳树最高能到筑心7阶，这棵才5阶，跑了就太亏了。是，他钻到那边的花丛里了。所有人给我加快速度，谁砍的最后一刀，奖励10万块现金。阴柔男的最后一句话彻底激励了半数的玩家。现如今的10万块吸引力还是很大的。百花谷中部，一以花苞作手，身上金叶飞舞的花草之灵正与少年缠斗不休。后者猛地一剑，1014。花妖的属性面板立刻出现，名称活岩花妖，种族花草之灵，级别灵主怪普通精英灵主 BOSS， 境界筑心5阶，血量17686 18700，力道181，防御174，敏捷10，技能金叶乱舞，分香花粉，花叶快刀。嘿嘿，没认错。林晓看着属性面板嘿笑一声，上次打活岩花妖已经是很多年前了，花草之灵长的都差不多，他也是花了不少时间才从百花之中将之认出。不过筑心5阶依旧顶不住他夸张的力道值，虽然伤害有所下降，能打。刚刚林晓躲掉的就是活岩花妖那招金叶乱舞，此时趁着还在冷却期，他连忙欺身而上，可刚到附近，砰！一团花粉突然炸开。我勒个太阳，你们这群
花花草草的就不能少抹点粉吗？呛人啊！花粉来得太突然，林晓根本躲不开，不免也是吸入了一些。下一刻，混乱，持续8秒。混乱，你释放技能时会陷入错乱状态。释放技能会陷入错乱吗？也就是说，想放 A 技能的时候，可能会把 B 技能给放出来。这个状态前世的林晓也很少见到，有点棘手啊。噗！火焰花妖又被劈了一下。1014，火焰花妖都愣住了，整朵花名显卡了一下。他是有灵智的，当然知道自己的混乱会造成什么状态，哪怕是想普攻也会混乱成放技能，而只要放技能就有前摇，他能用金叶乱舞或者花叶快刀去抓。可为什么？为什么？噗！1014，死！火焰花妖彻底破防了，他不理解，他不明白啊。Why？ 我只会凭 A， 真的是太抱歉了啊，花花。林晓说完又刮了他一剑。1014，火焰花妖已经绷不住一点了，花身一扭，2片成刀状的花叶迅疾而来。林晓闪开了一片，但另一片620，我去！侧腹被拉开一道口子，林晓顿时也是惊了下，脑海飞速一转，也是明白了过来，额外带了500点的固定伤害吗？对方的力道才181点，而他的面板防御加上装备的提升是169点，按理说对方只能打他120血，确实只有固定伤害可以解释了。领主怪还是有2下子的，至少精英怪的技能就没这效果。这么算的话，新手村那只野猪 BOSS 应该也有固伤技吧？还好当时躲得快，要不然的话，怕是得倒欠他几管血啊。林晓看了眼自己的血量，血量29224120，还有7成了。中间赶路的时候，他是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稍微调息过的，要不然这波德直接掉到半血以下。知道对方有固伤技，林晓也停下了作秀的心思，全力输出。不出片刻，行动不便的火焰花妖便化作了一个灰色魂种。林晓伸手探去，一紫3蓝4道光束弹出。火焰花蕊材料：火焰花妖包中之蕊，胃炎溶类丹药上等陈药，品质紫。3道蓝色光束则都是属性一般的装备，一杆长枪、一柄匕首以及一件女士华袍都被林晓丢进苍蓝界以待出售。问：为什么不装蛇皮乾坤袋了？没办法，运气太好，杀怪老爆材料装备满了呀。嗨嗨，收起第一份火焰花蕊，林晓也是再度启程，准备寻找下一只花妖。可这时，收！第36章，这是谁的部将，竟如此勇猛？不！数条柳枝如穿锋利剑般而来，每一条都直奔林晓要害。若不是后者反应快，游戏意识和操作也跟得上，这波根本躲不开。什么鬼东西？林晓连忙转身望去，谁知一道巨大阴影猛然从地底钻出。卧日！随着他一声惊叫，阴影的全貌也渐现眼前，身宗躯体高达3米，冠顶柳枝如剑碎般飞扬。方才攻击林晓的便是那些柳枝。不知其理下，林晓立刻抽身退开，但那些柳枝却不依不饶地追了上来。每一次都是瞄准要害，但每一次将要击中之时，不是被林晓以剑拨开，就是被他以身法躲之。一而再，再而三，干！没完了是吧？上来就弄我！被这么追着打，林晓立时也动了怒，长剑一扭，真黄之火立刻破风而去。噗！462，灼伤。伤害跳出时，属性面板紧随而来。名称：穿心剑柳。种族：草木之灵。级别： BOSS。境界：筑心5阶。血量：9188231100。力道：263。防御：209。敏捷：49。技能：柳枝穿心，深度扎根，地形盾。状态：灼伤。受了伤的。看到属性面板上的血量一项，林晓也是一愣，还到半血以下了。林晓立刻明白过来，这 BOSS 之前应该是有其他人在打的，但要么是对方团灭了，要么是穿心剑柳找到机会跑出来了。不过无论怎样，林晓都没法让了。再说是这 BOSS 先动的手，也不是他非要抢怪不是。防御还挺高。林晓暗道一声，眉头也是跟着皱起。他现在的血量可是半血以上，80%以下呀！喋血龙魂的增幅已经来到了100%，就这都只打了462，这他妈就是真正的诛心境 BOSS 啊！和新手村那头野猪一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自己的力道算上增幅就比剑柳高了6点，而剑柳的力道却可以轻松破开他的防御。这是一场全然不对等的战斗。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点，穿心剑柳才会选择攻击他的吧。而就在林晓思索之间，大量穿心剑一般的柳枝再度袭来。
饶是林晓也躲得十分狼狈。这玩意跟攻城战的时候躲万箭齐发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如果不是手中疾风剑可以拨开一部分柳枝，现在的林晓已经是具尸体了。不过诸如此般的攻击，穿心剑柳显然不可能毫无间隔地发出。趁着中间的停顿，林晓立刻攻了上去，中途身上剑袍绷紧，握剑的右手已然爬满青鳞，锐爪渗人。显然他开了龙人态，只凭真皇之火的伤害已经不够了。不过在灵力不健康的情况下，这个状态也撑不了多久，1分钟之内必须解决战斗。林晓心中暗道，下一刻势大力沉的一剑砍在了穿心剑柳的枝干之上。1144，灼伤，出血，出血，负80。看到这个伤害，林晓脸上总算出现了一丝振奋，有的打。开了龙人态之后，体质加成的总伤害就来到了 6.5 倍，计算之后又乘算喋血龙魂的 100% 加成，继而吃到心法 10% 的剑术伤害。原本也不该有这个伤害，但真皇之火的灼伤可是能减防的。正常情况下，灼伤应该减防 10%， 但那是最多跨越一阶，再越阶的话，每多一阶就会削弱 50% 的减益。剑柳跟林晓可是差了3阶，也就是说减益效果会被削减2次，否则伤害也不止1144了。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李允堂的破甲减不掉鬼面藤灵多少防御的原因了。奈何当时的林晓根本没空解释，受击的穿心剑柳立时暴退，瞬间就拉开了10几米距离。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林晓能一剑砍掉他1000多血。闪开之后，穿心剑柳立刻又是纵使柳枝袭去，补，可惜没能击中林晓哪怕一次。这个时候林晓的精神可是高度集中，毕竟要是命中一下的话，伤害绝对够他喝上一壶的。面对这种怪物，他还是太脆皮了。而在躲避的过程中，穿心剑柳身上的5秒出血状态也过去了。血量765223100。嘿，别急，小爷给你续上。声落，宽大的脚掌踩在地上那一瞬，林晓手中之剑立刻从右下往左上横甩，真皇之火斩击较之前更为迅猛的破风而出。这就是离心力的作用。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物理原则在九州里一样适用，毕竟它是全息游戏的。虚拟现实嘛，现实中没有物理吗？只不过实力强横起来之后，这玩意就没什么利用意义了。穿心剑柳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栽在物理上，而林晓这一剑刚出，人却在斩击命中之前以另一只脚踏地腾空，又出一剑，噗，两道赤红劈链几乎是一前一后，命中穿心剑柳。1144，灼伤，出血，负65。1144，灼伤，出血，负52。可惜出血是扣减当前血量的 1%， 只能算文字腿伤害。这一下穿心剑柳是真的急了，转眼之间自己的血量就到5000左右了，照这个趋势下去恐怕真得挂。他不敢再打林晓的主意，立刻思索起逃命的路线。可是这时一支淬毒利剑却破空而至，熟悉的字样又在穿心剑柳身上飘出。未破防，透甲，中毒，透甲，无视防御值，持续5秒，中毒，负5。还在半空的林晓看到剑柳身上这些词条，登时一愣，但丰富的游戏经验告诉他这是个好机会，当即又是一剑，30745，斩杀。看到自己的伤害，林晓不由得一阵舒坦，一个字，赞。穿心剑柳一共就5000出头，5241的血量了，哪里遭得住这个啊？此时还在200米开外的人群见到穿心剑柳倒地，不由得一个个的怔住了，半晌才有人愣愣地说了一句：这是谁的部将，竟如此勇猛？第37章祝心境 BOSS 首杀。这一伙人愣神境还没过，队伍后方就传来了一声咆哮：哎呀呀，谁？特么的谁？咆哮者双眼血红，老子围了整整半天啊！听到这声咆哮，所有人齐齐缩了下脖子，根本不敢开口。而另一边，林晓自然也是听到这丧心病狂的嚎叫声了。嘿，这不我杜老哥吗？冤家路窄说的就是这回事吧？实际上，在打出那伤害高达3万余的一剑之后，林晓就想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9周公测才多久？游戏里2天不到。或许会有筑心2阶的玩家，但普遍都是1阶，怎么可能越4阶把筑心5阶的 BOSS 磨成半血？唯一的解释就是先天体质了。那透甲的状态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弄出来的，无论是自己增伤还是团战群殴，无疑都是绝对利器。没有透甲，一群筑心1阶的玩家做不到这么离谱的事情。就算是他
筑新一阶的时候也干不过穿心剑柳啊。所以剑柳身上的透甲状态一出来，林晓就明白是之前围杀他的队伍追过来了。他们没团灭，只是穿心剑柳借机溜了。本来他还想着 BOSS 魂种里妖式开出来自己没用的东西，就给人家1-2件的作为补偿，毕竟是他抢了人家的怪嘛。但既然是杜旭康，不好意思，丁点不给。跟我杜哥还需要客气吗？击杀穿心剑柳之后，解除了龙人态的林晓脑海里也传来了一道声音：恭喜达成9周筑新境 BOSS 首杀，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 ID？ 吼！筑新境 BOSS 首杀，新手村那头野猪只能算新手村 BOSS 的，不隐藏。声音刚落，所有玩家就听到了天空中一道声音传开：恭喜玩家林晓完成9周筑新境 BOSS 首杀，奖励声望加200点，全战斗属性提升 12%， 临平紫色装备 X1， 特此通报嘉奖，恭祝全体玩家五运昌隆。恭喜玩家林晓，恭喜玩家！依然是一连3次的全服公告。公告一出，林晓这个 ID 便又一次成为9周的谈论焦点。世界聊天频道，我勒个娘，这货还是人吗？我好不容易才升到筑新2阶，他首杀了。新玩家吗？看看 ID 吧，新手村的首杀也是他拿的。这波 double kill 了呀！尼玛，有挂吧？这游戏肯定有挂，挂不挂的俺不知道，俺只知道他砍那 BOSS 的最后一刀打出来3万多血，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震惊了好吗？3万多，扯淡吧？绝壁是挂。就是啊，一刀999已经过时了是吗？不是挂也是拖把。你见过游戏拖把首杀给拿了的？那还怎么刺激消费？再说了，这游戏有充值界面吗？那就是挂。不是挂老子直播日齿轮角磨机武当电风扇，所以爱会消失是吗？绞肉机不，爱只会转移。我只想说，恐不如斯。我靠，超级高手啊！老子宣布林晓大神以后就是我的偶像。百花谷内中部，距离林晓处200米开外，杜旭康和手下们听到天空中的公告后，直接集体石化，脑海中宛如响起了轰鸣的雷声，不亚于晴天霹雳了。坏消息，他们的 BOSS 首杀被抢了。更坏的消息，抢走他们首杀的人是林晓。林晓！千秋公会所有人齐齐低头，有人竖起了脚趾头，有人扶了扶小兄弟，还有人水起了世界频道，生怕自己的眼神跟老板对上被当成出气筒来使。杜旭康捏着拳头，双眼血红，已经是忍无可忍。原本他只是来百草谷收集任务材料的，谁知机缘巧合碰到了这只 BOSS， 杜旭康还以为时来运转了，结果汪海、千剑、狂言，你们3个给老子弄死他啊！被他叫出来的3个都是千秋公会的好手，也是他能带队过来磨 BOSS 的底气所在。汪海自不必说，归元玉体的所有者，天生的肉弹。千剑就是之前那个猫在树上射箭的，之前杜旭康买灵刃蛇弓就是要给他用，至今也没换。至于狂言，则是杜旭康最近才招到的高玩。被叫到，3人迫于无奈，也只能走出阵来，朝着林晓那边跑去。没办法，不能跟工资过不去啊，最多就是死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经验加1200，击杀穿心剑柳之后，林晓自然还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值。如今筑新2阶的经验也刷了大半，加上首杀的奖励，如今他的属性面板也是有了变化。先是基础属性，声望300，经验35006千，再是战斗属性，力道187加48，灵慧165加5，防御167加20，敏捷60加2。此外，也就是那件灵品紫装了。不过在那之前，林晓还是先将目光放在了 BOSS 的魂种上，毕竟首杀奖励是自选的，可以根据自己缺什么来进行选择。但就在他准备摸向魂种之时，唰，一道破风声猛地传来，他偏头一闪，眼神也是锁定在剑尾，赫然是蛇毒剑。没办法，只好先解决一下麻烦了。林晓抬起头时，视野中已经出现了3道人影，正是汪海等人。我不去找你们麻烦，你们反倒来烦我。千剑摊了摊手，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各为其主罢了。汪海听到这话，却是瞥了一眼过去。千剑，杜少对你也不错了吧？别忘了你手里的蛇弓就是杜少花大价钱买来的。显然，他对千剑的这个态度不甚喜欢。是，打吧哥几个，愣着干嘛？干！旁边的狂言说完，双眼立刻布满了血丝，冲向林晓的速度也快了不少。别在我说完干嘛之后回答干啊喂！千剑一翻白眼，接着右手搭了个满弓，透甲剑，战御灵体。很明显
三人一上来便各自拿出了看家本领。三人里面有2个被林小秒杀过，哪敢懈怠？既然你们非要送死，那我也只好大发慈悲，送你们一程了。第38章，这句话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左侧是暴冲而来的狂言，右侧是千剑的透甲剑，正前方则是势大力沉撞过来的汪海。如果是其他玩家，在没有达到辟海境能够上天之前，的确躲不开。可林晓，只见他右脚点地，直接踏上半空。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变态体质，但我早就料到你会上天了。一语落定，千剑再搭一弓，疾风透甲剑，飞射而来的蛇毒剑速度极快，绝对超过了正常的剑士。二者间隔本就不过100米，这种间距下，弓箭的速度不比子弹慢多少，且从千剑手里射出来的箭似乎更快。林晓来不及反应，未破防，透甲，无视防御值，持续5秒。我去！林晓一顿暗惊，虽然没能破开自己的防御，但却让千剑把透甲状态挂在了自己身上。接下来的5秒是我的天下。千剑目光一凝，直接一弓搭30，成品自行射出，想要挡住林晓所有的退路，以求中箭。但可惜他偏偏遇上了林晓这个前世将弓箭玩到出神入化的破戒境精灵族剑手，品自行剑阵无解吗？是，从退这方面来讲，无路可退，很无解。但为什么非要退呢？只见林晓手中之剑在千剑3使离弓之际，于身前画了个圆圈。叮叮叮，3支箭矢无一例外全被挡下。想要做到这一点，一是需要对箭矢飞行速度的绝对了解，学会预判；二就是自身的力道要足以将之挡下。恰巧这2点林晓都兼具了。是的，对付品自行剑阵不能退，反而的攻上去。当然了，如果箭矢夹带的力道不是你能所媲美的，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你的剑很快，应该有体质方面的加成吧？击破千剑射来的3支箭矢后，林晓淡淡一笑，很可惜，如果你的剑再强再快一点的话，我或许会招架不住。你对弓箭很了解。千剑眯眼，9周开服不过2天时间，他不会认为有人对弓箭这种武器已经造诣颇深，除非是现实中就很擅长，略有研究吧。林晓冷模两可道。前世他选的是精灵族，前期的精灵族只能玩弓箭，他能不擅长？砍刀、长剑之类的虽然也有，可在虚灵州只是末流。你这体质，开局选虚灵州可能更吃香。千剑给他的感觉还不错，不像汪海那么愚忠，也没有杜旭康那么讨厌，所以林晓也是有意提醒一下。虽然没什么用，但刷刷好感，未来能少一个敌人也是不错的。我知道选虚灵州我可能会变成香饽饽，但你觉得那边弓箭玩得好的家伙会少吗？反而在人族这边，我的前景会更宽。林晓不可置否地歪了歪头，既然千剑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也懒得多嘴。本来9州进游戏就是先抽体质再选地图的，明知道弓箭在虚灵州更好，却还选了记明州的，不是傻逼就是牛逼。显然千剑属于后者。反观林晓的龙皇圣体，却是除了在龙族古神州哪儿都好。毕竟龙族本来就是龙人态，选了龙族不是自废一个体质能力吗？本来林晓也是准备龙族人族2选1的，奈何先天体质一出来，直接给他划掉了其中一个，那还能咋？选都不用选了。不是打架呢，你们俩准备再捞半个钟呢？底下的狂言发现根本碰不到林晓后，干脆解除了狂暴状态，吐槽道：千剑，别忘了杜少对你的培养。汪海也指责一声，毕竟只有千剑可以碰到在天上的林晓，他们俩是真的没招。而这么会，杜旭康以及剩下的手下也涌了过来，但却刻意隔着几十米的距离朝林晓怒目而视。哟，杜哥，好久不见。半空中的林晓见嘻嘻的打了个招呼，脸上满是嘲讽意味。林晓，杜旭康恨得直咬牙，别他妈给老子贱兮兮的，告诉你，敢这么得罪我，你好过不了。喂，都什么年代了，跟这玩古惑仔的经典对白呢？林晓一阵嗤笑，我杜哥呀，你活得好像一个从小说里走出来的傻逼富二代啊。噗！林晓声音刚落，杜旭康身后就猛地传来一道笑声，虽然很快就止住了，但杜旭康的情绪本就很敏感了，当时脸红的青筋暴跳。我 CNMB 林晓，真以为老子跟你开玩笑是吧？行啊，你给老子等着，不就是游戏玩得好了点吗？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呀？在现实里，你丫狗屁都不是。随着杜旭康越发激动的污言秽语，林晓的脸色也逐渐黑了起来。当他最后一句话出口时，半空中的林晓猛地一个急加速，人影直接闪到了杜旭康面前。是吗？下一刻，林晓的长剑已经来到了杜旭康的脖子边上。这句话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B 一声轻响，杜旭康人头落地。
7425，秒杀！可惜这只是在游戏里。直到几秒钟后，千秋公会一众人里才有人怔怔的回过了神。卧槽，他怎么过来的？明明刚才还……林晓，我们千秋公会与你不共戴天！身后见到林晓一剑割了杜旭康的脑袋，汪海目眦欲裂。舔狗舔到他这程度，的确很少见了。战玉灵体，喝呀！喊完，汪海直接撞了上来。可转过身的林晓身躯却是猛然长大，锐爪握拳，猛然轰了过去。4777，秒杀！汪海软倒在地，林晓也化归人形。哼，不动你是小爷仁慈，你倒好，反而当自己是根葱了是吧？见这一幕，千秋众的对评里也是炸开了。卧槽，汪哥的战玉灵体可以再多顶 30% 的伤害，怎么还是一下被秒了呀？你没看到林晓那家伙刚才的姿态吗？明显和上次不一样。特殊形态加伤，到底还是个外挂吧？别说了特么的，等会我们也得遭殃。我靠，谁让你外放的？没办法，乌尔贝啊！林晓，到这一刻，千秋公会的3大高手还剩下千剑和狂言。怎么，你们还要打吗？第39章，两剑成桩。千剑左右看了一圈，随而瞥了狂言一眼，开口道：“老板都挂了，我溜了。”狂言嘴角一抽，但跟一个。林晓直接无语，接着转过身，大摇大摆的朝着穿心剑柳的魂种走去。首杀的 BOSS 加上他洪福齐天的气运值，这波收获肯定不会差。千秋公会众人一个个不知所措，却也不敢上去阻拦，然后就尬住了。要不我们走吧，走。于是，一伙人乌泱泱的来，又灰溜溜的走。没办法，老板都挂了，还待在这干嘛？至于被林晓抹了脖子的杜旭康复活之后会有多大的火气，随着他那些手下的离开，前者也听不到一点了。巴特、胡克尔来到魂种前，林晓伸手探去，下一刻，心，卧槽！金色传说，嗨，也就是成装了，还是2件。魂种爆出成装，的确会有更加闪耀的光线，而且更之上的品质，似乎还会出现天地异象。不过那种等级已经跟仙品差不多了。2件成装，这爆率，连林晓自己都不得不怀疑，系统是不是给他开小灶了？魂种里2成1紫3蓝，整整6件装备。如果是正常玩家，气运在30点左右的，例如前世的他，哪怕叠上手杀 buff， 能出1件子就很不错了。手杀 buff 保底就是紫装。当然了，也有运气爆棚的情况，但毕竟是少数。林晓打开装备详情，查看了起来，2件成装分别是一凡一灵，略有遗憾，不过也很难得了。首先，凡木灵护心镜、宝物、特殊装备不占用常规装备位置，佩戴后可自动吸收灵力蕴养本身，遇敌时最高可自动抵挡1次高于自己一个大境界的攻击，冷却时间15分钟。灵镜护心，护心加20，会心加2，弱点变得不易暴露。木灵套装1/5，无特殊效果。品质成，要求仅助心境可用。防御类宝物吗？而且还附带了套装效果，不错。虽然是成装，但毕竟是凡品，若是灵品的话，属性绝不止这些。不过凡品装备里，也只有成装会附带特殊效果，低于成色是不会有的。接下来，林晓又将目光转向那灵品成装。木灵束腰腰带，以草木之灵本身材料淬炼其精华制成，防御加25，会心加2，木火属性抗性正 10%。木灵之腹，战斗时可消耗200点灵力于视线前方20米范围内生成藤缚，被捆缚者进入禁锢状态，持续5秒，冷却时间5分钟，禁锢无法移动。木灵套装2/5，力道灵会加20，会心加5，品质成，要求助心境及以上可用。嘿嘿 ，nice 啊！林晓完全没想到木灵套装竟然一下就给自己刷出来2件。这套装备也叫会心套，件数越多加的会心就越多。前世会心套也是被各方资本炒到了上千万的价格，毕竟是游戏前期少有的几套套装。而因为只要是百草谷里精英级以上的怪物就有可能爆，里边的怪物们是刷出来1次就被万千玩家给砍死1次，老悲催了。这也是正常网游的现状，能出装备的点都被称作资源点，谁的拳头大，谁占领的资源点就多，哪怕是9州也无法避免。收起心绪，林晓又看向了唯一的一件紫色，不过它并不是装备。助心道灵丹，基础丹药，此丹为神丹门所炼，一次性消耗级丹药，服用后力道灵会加30，攻击伤害正 5%， 效果持续60秒，数量5枚瓶，品质紫，还不错，
可惜就给武力，有点抠门。但无论如何，关键时刻这也是救命的丹药了，不能回血回蓝，但给了一次绝地反击的机会。说不定有时候偏偏就是差了这30点力道或灵慧。林小喜滋滋地收了起来，剩下的3件蓝装则只有1件属性还过得去。灵剑柳边取穿心剑柳的柳条制作而成，韧性十足，力道加14%，攻速正 3%， 进攻时有 1% 的概率造成破甲效果，持续30秒。品质蓝，虽然只有 1% 的概率，但只要中了就是30秒破甲，这对于一件蓝装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剩下的2件纯 LJ， 林晓看都不看就丢到了苍蓝戒里。除此之外，还有116颗下品灵石以及3枚中品灵石。中品灵石蕴含中量灵力的石块，可做货币或直接吸收，做货币时购买力等于100颗下品灵石，其实就是相当于爆了400多颗下品灵石。不过一般没人会用中品去换下品就是了，一颗中品可以保证换到100颗下品，可反过来就不一定了。将得来的可用装备都穿上之后，林晓又将手刹给的自选灵品紫装拿了出来，考虑了一番之后，他选择了2小剑里的护臂，也是有概率加力道的位置。将之打开，灵紫雷臂铠护臂，内卷紫雷灵阵的护臂，佩戴后力道加10，会心加1。紫雷灵阵战斗中可随时激活，激活后攻速正 10%， 攻击时有 5% 的概率对敌方造成麻痹状态，麻痹无法普攻，每秒消耗100点灵力值。品质紫。林晓将紫雷臂铠拿在手中抛了抛，随后也是戴在了双手上，其中灵阵立刻生效，力道值激增。有了这件护臂，他的面板上装备加成的力道值已经达到了78点，这数值已经比绝大多数玩家面板上的数值都要夸张了，也难怪别人会说他是挂。如果不是所有的数值都来之有道，倍儿清楚，连林晓自己都要怀疑是不是系统私自动他面板了好吗？此外，彗星的加成也来到了30点，连防御算上面板本身也突破了200。手刹还是给劲的呀。收拾心情，林晓也是继续在百花谷中游荡起来。火焰花妖可还差2只没宰呢，距离日落还有3个多小时，速度要加快了。第40章魔道刀修堵路，苦战。百花谷中部，下午5点，随着一头火焰花妖哗然倒下，林晓终于完成了手中的地狱级任务。如果不是自身的属性得到了不小的提升，花去的时间还要更多。他此时所处的位置已经接近百花谷深处了，若是之前想到这来，他都要先掂量掂量。随处可见的筑星5阶怪物，甚至6阶都是存在。要是闯进百花谷深处，岂不是7阶遍地走？不过也幸亏了这样的环境，除了他根本就没有其他玩家可能会来，要不然他的任务时效说不得，还得再拖延些。饶是如此，林晓还是在杀了第5只火焰花妖后，才凑齐了3份火焰花蕊，可不容易。能不能跟火雷长老多要点奖励啊？嘿嘿。他看了眼自己的血量值，血量9884120，已经是见底了。但也正因此，他的喋血龙魂开到了第3档，普攻伤害才勉强可以做到击杀筑星6阶的怪物，那可是跨了4个小境界啊！将任务材料都收好之后，林晓收身于地面狂奔，仅有的灵力还是留着应急，至少也得到百花谷入口的位置，才有机会调息。百草谷外某处，一满目英质、面皮轻薄的中年男子看了眼手中的黑玉牌子，开口喃喃一声：“在百草谷里吗？”其身周有着缕缕黑气飘散，骨搜如柴，腰间别着2柄宽刀。嘿嘿，黑魔宗那帮混蛋还真是执着，但要在苍蓝剑宗的眼皮子底下收回心经，这单得加钱啊！话落，英质男子眸光一凝，直奔百草谷而去，手中玉牌则时刻为他指引着方向。百花谷口，一路狂奔过来的林晓终于找到了歇息的地方，可正要盘腿打坐，一股黑气却猛然朝着他急冲而来。急忙之中，他不得不运起真皇之火，甩出一道劈链抵挡过去。风如同干柴遇烈火，真皇之火在碰到黑气的瞬间即刻爆燃，可那黑气却速度不减，依旧朝着林晓撞了过去。后者无奈，只能用刚冷却好的流云盾闪到了300米开外。身形再次出现时，林晓的目光也锁定了攻击的来源。谁？谷壁之上，一名中年男子手持宽刀，嗤笑：“无名小卒罢了，但取你性命足矣。”声落，一道黑气劈链再次袭向林晓。而知道真皇之火无法彻底将之抵消，林晓也不会再做无用功，闪身避开了这一击。过程中，他也是瞥了一眼自己的血量及灵力，血量9883420加700，灵力7103420加200。靠，有点虚啊，得省着点用了。林晓歪头，同时也活动着筋骨，表情认真了起来。取我性命，有本事就来，残血就残血，老子还就不信今天会死在这。
另一边，发现林晓身手不凡，殷志南也选择了近战，打不中的攻击只会空耗灵力而已。见对方欺身而来，林晓却是谋而不动，眼神则时刻锁定其身影。忽然，咻！一个陶制小瓶如子弹般飞出，仅一瞬就在殷志南行进方向的前方爆开。啪！紫雾立刻蔓延。哒！殷志南的一只脚已经踩了上去。好小子！反应过来的他顿时瞪眼，耍阴招是吧？嘿！林晓轻笑，兵不厌诈罢了。面对想要杀我的你，难道我还要谨守武德？搏命之战，当然是无所不用其极。殷志南冷哼一声，你这一点倒是不像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不过，真以为这点毒可以阻碍于我啊？你就当我只是恶心一下你吧。林晓眯眼，他抛出去的自然是鬼藤毒素，此举也只是为了试探一下殷志南的虚实而已。在对方脚踏毒坛中毒的瞬间，其属性面板也是弹了出来。姓名：胡墨，职业：魔道刀修，境界：筑星期阶，宗派：散修，血量：22640-22690，力道312，灵慧101，防御178，敏捷87，慧心11，护心5，心法鬼影迷踪，身法鬼影步，武器幽狐双刀，状态中毒。看到对方这面板，林晓也是默默松了口气，还好就是个厉害点的散修，不是大型宗派的弟子。实际上，魔道的大型宗派弟子是有个正道宗派负责监视的，他们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摸进云华州来，也只有一些散修能逃过查验。虽然可以打，但林晓却没轻举妄动，对方的心法和身法还没完全暴露，贸然动手容易阴沟里翻船。小子，在实力面前，小伎俩是没有意义的。说完，胡墨立刻朝林晓挥来一刀，刀光凛冽，夹带魔气，这也是魔道之人的标志，只因暗流州的天地灵气天生至暗，就算学的不是黑魔心经这种主流心法，攻击也会夹带魔气。常年在这种灵气中修炼，人的性情也会变得暴力不已。当然了，这也不是绝对的。林晓立刻闪身，可对方的敏捷在他之上，刚到一处，攻击便立刻追了过来。风！林晓无奈，只能用真皇之火挥去，刀气匹练燃起时，会有一瞬间的停顿，足够他闪避。不过，这需要极强的操作水平。你的火焰让人很不爽啊！胡墨皱眉，紧接着又出一刀，可远程的攻击总会留给林晓避开的机会，连着3-5刀下来，没有一击可打中后者。但这种高频率的闪避也让林晓气喘不匀，有些不易招架了。他瞥了眼自己的灵力，还剩下600点。此刻两人之间的距离也只有50米了，这是林晓刻意为之。他状态不佳，一直被控制着距离放风筝的话，早晚会败，因此只能拉近距离，用战斗技巧弥补两人之间的敏捷差距。但胡墨似乎也看透了林晓的想法，出刀的频率也开始加快。他不知道林晓为什么要靠近，可他总有预感，被林晓靠近的话，情况会很不妙。作为散修，胡墨对危机的嗅觉是极为灵敏的。花谷之中，少年一步一侧身，极限闪躲着攻击，时而以真皇之火为自己赢得喘息之机。数息之后，忽然动，踏地的一瞬，林晓身形猛然爆闪。第41章破心之谋发动，一剑6万伤。林晓的敏捷是面板60点，加上急冲鞋加长的2点，对比胡墨的87点，显然远不够看。敏捷虽然不等于反应速度，但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而这也是林晓每每能够避开胡墨攻击的原因。如果敏捷直接影响反应速度，他早就没戏唱了。但在林晓发难暴起的瞬间，他一直捏着的流云步发动了，敏捷一瞬间提升了 30%， 来到80点。虽然仍旧不及胡墨，可这一瞬间的暴涨绝不是胡墨可以反应过来的。在爆冲的瞬间，他也是直接进入了龙人态，两个技能几乎是同时使用，所以这一剑1866，灼伤，出血，出血，负207。林晓眼神猛地滞愣，怎么？不可能只有这么点啊！胡墨的眼神却是顷刻冷冽起来，哼哼，我早知你有此一刻，岂能不做准备？不过你小子还真棘手啊 ！NPC 可不知道自己的血条，不过他们还是能判断伤害大小的。林晓这一剑相当于砍掉了他1/10不到的血，换成伤害程度，算是轻伤。2阶战7阶，一剑轻伤，小子足以自傲了。死吧！胡墨忽然抽出了腰间的另一把刀。林晓瞳孔紧缩，想躲，却是怎么也来不及了。难不成今天真要死在这？他在心里暗想，奶奶的，死了要扣一半先天属性啊！什么鸿福齐天，什么媚骨天成，全特么的没。可下一刻，咣！
胡墨的一刀似乎是砍在了某个护盾上面。灵！什么？他骤然一惊，但林晓却只用一瞬间就反应了过来，心神立刻从悲戚中回落，左手锐爪立刻前探16965，出血，出血，-36，呀，啊呀！胡墨惨叫一声，腹部已然是出现了一个巨大血洞，而于求生的本能之下，他的身形立刻从原地消散，在出现时已经在几十米开外，显然是用了身法技能。林晓暗道可惜，龙人太的爪子吃不了敌剑心经的伤害，要不然这一下可以直接把胡墨打成濒死。龙族，你是龙族的人？看着林晓的模样，胡墨紧咬着牙关，不怪他这般想，毕竟只有龙族才长成林晓那样子。哼，跟你有关系吗？林晓冷声，刚才那阵惊变自然是源自于他刚刚获得的凡品盛装木灵护心镜，以他的修为最高能挡下炼体2阶的一次攻击。不过也是因为刚刚得到的关系，战斗中他自然而然就忽略了，但刚才那一遭还是让他冷汗涔涔，差点就挂了。的确没有关系。胡墨咬了咬牙，态度终于是端正了起来。连续2次进攻，攻击力都如此夸张，第一击可以说是蓄势待发，可第2击呢？这到底是个什么变态？莫不是老天的私生子？苍蓝剑宗何时出现了这等天才？小子，接下来你不会再有任何机会。鬼影迷踪，开！声音刚落，胡墨的身形也虚幻了起来。他这心法不仅仅是心法而已，而是跟身法鬼影不为一套，二者结合，身形鬼魅难测，极难以捕捉。林晓的眼珠疯狂跳动，却无法精准地抓到胡墨的身形。很显然，对方的敏捷值又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提升。本来他就弱了一筹，如今更是被动，可要林晓认命，绝不可能。他已经认过1次命了，绝不想再认第2次。趁着胡墨还没进攻，林晓眼疾手快，从蛇皮乾坤袋中取出一只号角，吸气，吹响。呜！刹那，林晓属性再涨，敏捷直接来到90点，力道倒是无所谓，本就可以秒了对方。有了刚才鬼门关前走一遭的经历，林晓也想通了些许节点。这胡墨身上应该是有一件防御类宝物，但使用起来绝对有限制，否则为什么自己的第1击被抵消了90%伤害，但第2击伤害却正常了？只有2个解释，那件宝物要么是一次性的，要么跟木灵护心镜一样，存在冷却时间，短时间内只能用1次。胡墨之所以一直没有攻上来，恐怕也是因为这个让他底气不足，毕竟他可没法再承受林晓一击。若是一击不中，林晓反手就可以将他斩灭。不过他不攻，不代表林晓会坐以待毙。胡墨深知自己无法再承受一击，可林晓又哪会轻易将自己的现状暴露出去？主动的进攻也可以有效掩藏这一事实。随着双方距离拉近，胡墨的身形也更加虚幻起来，但快速移动中的他始终都跟林晓保持着相对远的距离，以保林晓进攻时他能反应过来。同时他也在寻找着林晓的破绽，企图一击毙命。2人就这样对峙了10几秒，但突然林晓眼中金光一闪，而在他眼中，胡墨侧腹偏上接近左肋的位置突兀地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十字。这林晓嘴角轻盈，是破心之谋锁定了对方的弱点吗？几秒钟过去，十字准心依旧在。林晓也明白过来，只要自己没有击中，那准心应该会一直存在。不愧是师傅给的橙装啊，效果简直逆天。不过除了标记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作用呢？这个想法一经出现，便在林晓脑海里挥之不去。加之眼下时刻维持着虚幻状态的胡墨，也让他心烦意躁。下一刻，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淡出，紧接着林晓也是停下了脚步，只是一直跟着胡墨的位置扭头锁定，如同那捕猎之前的猎豹。胡墨见他这般模样，也在逐步拉近距离。他知道远攻无用，只能选择近身急攻。但忽然之间，胡墨只觉得浑身一阵机灵，可还没来得及反应，什么鬼东西？只见数根藤条猛然从他行进路线的下一步位置弹出，顷刻便将他缠在原地，浑身一个趔趄下，口中也是溢出鲜血。哇呀！藤条禁锢，红色字样从胡墨身上跳出，可仅仅只有一瞬，但林晓需要的也只是一瞬。咚！少年暴踏地面，身形如疾雷迅影一般闪出，手中之剑带起一抹寒光，飞掠而至。嗤一声轻响，林晓手中的疾风剑已经贯穿了胡墨左肋处的十字准心。会心-63621，灼伤，出血，斩杀，一连串的词条出现，胡墨的双眼也瞪得圆正无比，至死都没想通发生了什么。同样的失误连犯2次，你也太蠢了。噗！第42章单道资质，战火雷收徒。实际上破心之谋并没有林晓想象中的效果，他只能锁定对方的弱点所在，却无法引导攻击，
要真能在锁定的同时，让自己的下一次攻击直接打在对方的弱点上，那天霜之类的品阶也就不止灵品成色了，起码也是天品。而此战能胜，丰富的战斗经验要占首功。或许是胡墨这家伙习惯使然，他在逼近敌方的时候，位移的逻辑总是出奇的相似，身体虚实转换的频率更是有迹可循。也就是这习惯害死了他。借此，林晓故技重施，算好了他下一步要踏的位置，随后激发了木灵束腰的附带效果，生成藤条捆缚目标。原本效果应该会维持5秒，奈何两人之间的境界差距偏大，层层削弱之后只剩下 0.3 秒。若不是林晓的战斗经验以及达到90点的敏捷，让他能够抓住这一瞬间的禁锢，鹿死水手还真不一定。胡墨或许有在提防他的鬼藤毒素，却怎么也想不到木灵束腰可以远距离生成捆缚，毕竟那是法修的看家本领。而随着胡墨身死，其尸体旁边一个魂种也是跳了出来。林晓松了口气，走过去将之打开。幽狐双刀，子母刀，由幽寒铁铸造而成，一子一母幽狐双刀，双刀共持10，力道正 5%， 力道加21，会心加10。幽寒魔气，攻击自带魔气，命中时有 3% 的几率对目标造成侵蚀状态，侵蚀防御负 10%， 承伤正 10%。品质紫，要求助心境及以上可用。嚯！林晓没想到自己把胡墨的2把刀给爆出来了，而且竟然还是子母刀，倒是良品。可惜落在不轨之人手中，怕是沾染了不少杀怨啊。除了这把刀，魂种里还有灵鬼影步身法，身如诡谲之影，战斗中可随时朝任意方向位移，每次最多10米，需消耗50至500点灵力，无需冷却。品质蓝，要求助心境及以上可用。雷影靴鞋，取万雷域外围灵兽雷然之退制作而成，敏捷加12，非战斗状态下行动时移动速度提升 20%。品质蓝，要求助心境及以上可用。青光苍元盾宝物，战斗时可主动激活一面能够抵挡 90% 伤害，无视境界差距的护盾，护盾存在 0.5 秒，冷却时间20分钟。品质白，要求助心境及以上可用。除此之外，魂种里还有10余颗中品灵石，300余下品灵石。当然，最让林晓没想到的是，其中竟然有着一件地品装备，虽然是白色等级，可也是地品不是。就是这东西挡掉了我的一次伤害吧。林晓抛了抛手里的小盾牌，脸上略带戏谑，冷却时间倒的确挺长，至少比胡墨的小命还长。而且 0.5 秒的存在时间很考验释放时间啊，早了晚了都不行，必须是恰到好处。若非如此，这小盾也不会只是白装了。不过就这能够挡掉 90% 伤害的效果，确实够得上地品了，用得好，这就是一条命。此外，2件灵品也都不错。鬼影步不像幽狐双刀那般自带魔气，就算在人族周地使用也没问题。反观前者，一拿出来就有点魔道中人的嫌疑。雷影靴就更不必说了，他到现在还是用的凡品白装的急冲鞋呢，也该换了。这波虽然凶险，但赢下来好处也是足够多。这是地面上胡墨尸体旁一块黑色玉牌正散发高频震动，就像是金属探测仪检测到了金属。林晓弯腰捡起玉牌的详情，立刻弹出寻物玉帖，于此玉帖中留下物件气息，即便相距天涯也可指引方向。林晓释然，就是这东西把胡墨给引过来的吧。下一刻他手中也是出现了一卷黑色心经，刚一在手，玉帖的反应也是激烈异常，果然是黑魔心经，隔着乾坤带也能指引方向。胡墨是散修，想来是黑魔宗的人委托他来收回心经的吧。毕竟以黑魔宗的身份，想要大摇大摆地深入云华州几乎是不可能的。林晓挥手将玉帖中的黑魔心经气息打散，随后也是将之丢进了苍蓝界。相距天涯也可指引方向，留着总会有用处。此间事了，林晓也是赶在日落之前返回了剑宗苍雷峰。苍雷峰，一座古朴小院，峰中的内殿弟子只把林晓引至此处就先离开了，走之前眼中多少还有些羡慕，惹得林晓满脸疑惑。火雷长老，他试着喊了一声，不多时门开了，是林晓吧？只管进来就是。林晓一眼走入小院，前脚刚进屋里就传来了声音，老朽在偏殿丹房。其意了然，这是让他过去呢。长老打搅了。林晓双手作揖，告歉一声后才推门而入。下一刻，迎着门的丹炉里一股炽烈热风立刻直扑他面门，未见明火，却有滚滚热浪，可见其中温度之高。花蕊搞到了吧？丹炉后头苍劲嗓音传来。是，信不辱命。林晓忙道。丢进去。少年只是怔了一瞬，便立刻反应了过来，
火雷长老这是正好在炼丹，而且恰巧到了需要添加火焰花蕊的时候，这时机把握的，没有神国境实力根本做不到吧。林晓赶忙照做，花蕊入炉，立刻被一团火焰所包裹。如此高温本该瞬间将之焚作灰烬，可并没有，反而如同温水煮蛙，一点一点地炼出其中药性。看着火焰跳动，林晓心中也腾起了一股莫名感触。叮！超凡脱俗之悟性触发，丹道资质+5。林晓稍稍一愣，这也行？你这娃娃悟性确实颇高，只是观看片刻便能领悟些许丹道真意，难得啊！哈哈哈！战火雷稍一握拳，炉中丹火也即刻收敛起来，似乎是进行着最后成丹的步骤。于其爽朗的笑声中，丹火渐散，扑鼻药香也是立刻飘出。总算成了呀！战火雷满意点头，林小娃娃，老夫观你天赋极佳，可愿入我门下学习丹师之道啊？林小顿时愕然。啊！第43章逆天丹，百里师傅吃醋了。哼，以你的资质，有朝一日或许能练出真正的仙丹，彻底弘扬我丹道啊！考虑考虑。战火雷见林晓这般表情，立刻添油加醋。谁知其声音刚落，苍雷峰的天空中立刻传来了一道清冷的声音：火雷师伯，洛寒却认为我林晓徒儿在剑道上资质远超丹道。哈哈！战火雷爽朗的一笑，看来你的掌门师傅不放人啊。洛寒丫头，你也不必紧张，让你这宝贝徒儿与我学习炼丹，并不妨碍剑道休息吧。丹房里，林晓也是愕然，百里师傅居然一直在观察他，听他那话，还是从他刚进宗那会就开始盯着了啊！而此刻，剑心阁大殿，战火雷那宝贝徒儿4个字刚出，百里洛寒脸上瞬间闪过一抹不自然，不过也仅仅一瞬，继而开口：修行之路一步一印，故左右而言他，终归不善。听到这话，战火雷也是准备罢休了，可谁料，不过如何？他连忙追问，心道洛寒这丫头是要松口了，倒是难得。火雷师伯莫怪，不妨待此子辟海之后再学丹师之道。哈哈！战火雷稍一愣，接着便笑得脸上的褶子都要掉了。无妨，辟海就辟海，洛寒丫头可说话算数。定然，那便说定了。两人谈话就此终止，而林晓的脑海里也传来了一道声音：叮！战火雷对你的好感度+10，目前好感度27，策马同游。好家伙，这波大腿可是抱紧了呀！林小娃娃，既如此，老夫也不再多言，这个便算作你此次为我寻来花蕊的报酬吧。说罢，战火雷直接将刚刚炼成的丹药朝林晓丢来，后者连忙接过。地幻容绝颜丹，逆天丹，服下此丹可重塑根骨，幻容绝颜，便是笑贫漏容也可化玉骨冰肌，倾国倾城。注意，将此丹赠与异性，可收获好感度，颜值越低，获得的好感度越高。注2，非 NPC 不可服用。品质成。我去！看完这丹药的效果，林晓也是暗道一声牛掰。容颜本就是天定，能够强行改变容颜，获得倾城姿色，的确算得上是逆天了。若非他逆的不多，这丹都不一定能炼成好吗？唯一可惜的是，非 NPC 不可服用这条太有限制力了。如果是普通玩家，看到这条限制，直接就无视了。可林晓却不然，因为他是知道以后9州会融入现实，到那时，这丹药也就有了恐怖的价值。弟子谢过长老，长辈赐，不敢辞，这是晚辈之德。战火雷点了点头，哼，这是你这娃娃应得的。老夫炼这破丹也属一时兴起，如今炼成了，倒觉得索然无味。林小汗颜，也就你这种丹道大佬能说出来这话了好吗？逆天丹不比突破丹，哪是那么容易炼制的？长老多少有点烦了。告辞战火雷后，林晓又直接前往了苍寒峰。剑心阁前，他双手作揖：师傅。徒儿回来了。大殿里，百里洛寒的声音显得有些清冷，但林晓却是嘴皮子一抽：百里师傅这是吃醋了。前世舔了方毅宁9年之掌，他怎么可能连察言观色的本事都不会？早就烂熟于心了好吗？连忙开口：弟子惭愧。哦，大殿里的百里洛寒秀眸微瞥，因何惭愧啊？弟子外出归来后，未曾第一时间到师傅殿前请示，故而心中惭愧不安。百里洛寒脸上闪过一瞬潮红，声音都软了些。能够帮上你火雷师祖的忙，是徒儿之幸事，亦是机遇，回宗自然是要率先拜访了。那师傅你不生气了？见事情有转机，林晓连忙趁热打铁。为师百里洛寒的语气一下有些不自然了，为师何曾怄气？徒儿不可妄言。嘿嘿，那就好。话到这里，林晓也是趁机转移了话题。
对了，师傅，有一事弟子想来想去，还是禀报于师傅为妙。何事？进殿来说吧。百里洛寒仙音落下，建心阁大殿也是立刻敞开大门。林晓只是错愕片刻，便迈步跨入大堂正中。他双手作揖：“弟子此次前往百花谷为火雷长老找寻药材，却不料离谷之前，竟遭遇魔道宵小西沙。”听到魔道二字，百里洛寒的双眼立刻闪过一丝冷冽。是何方宵小？胆敢在我苍兰剑宗的眼皮子底下行刺？不过一介散修。那他人呢？百里洛寒追问。死了，死了。百里洛寒并不傻，听到这话之后，立刻起身闪至林晓身旁。后者只感觉一股柔和的能量如微风般拂过他脸颊，接着：“徒儿，你也太冒险了。”百里洛寒显然是知悉的事情的始末，以2阶修为拼杀7阶，若有不慎，下场可就是……也许是觉得死不吉利，百里洛寒又换了个说法：“倘若有失，我剑宗天才就此陨落，损失的是宗门。弟子知错。”林晓态度谦卑，立刻认错。对林晓的态度，百里洛寒还是首肯的，不过还是出言训诫。境界之间差距甚大，1、2阶尚且无碍，可怜跨5阶太过冒险，今后你要以此警戒，莫要再鲁莽行事。弟子谨记。百里洛寒闻言犹豫了片刻，似乎还是感觉不放心，继而玉手轻挥，于空中写下了一串符文，最后打入林晓眉心。下一刻，后者脑海中也是响起了声音：元灵符封印了百里洛寒的一缕眼灵意志，一次性消耗品，战斗过程中可随时召唤，但与非 NPC 战斗时不可用。我去！林晓心中惊喜不已，有了这玩意，他以后不就不怕死了？死一次掉一半先天属性，这可是比死还难受的。嘿嘿，这下大腿可是抱稳了呀！见林晓愣神，百里洛寒的声音也是随之而来：“徒儿，你是我宗门天赋最高的弟子，为保险起见，这元灵符便于你防身，但除非遇到生死危机关头，否则这此符不可轻易使用。”第44章，内心傲娇的百里师傅。是，师傅。林晓闻言恭敬作揖，心里也明白自家百里师傅的用意，肯定是不希望他仗着有元灵符保底，有恃无恐。若是产生依赖心态，绝对是弊大于利的。不过林晓却是紧跟着开口：“那师傅，这元灵符有您几分实力？”之所以这么问，他也是为了让自己心里有个底，总不能等以后真的要用上了，却因为他估算失误白瞎了吧。到那时小命难保不说，还得搭上自家师傅的威名，连自己徒儿都保不住。九州之大，还有谁会对他心存敬畏？不足11。百里洛寒阴唇轻启，正当林晓准备应话时，却又听到他说：“但眼灵巅峰之下，保你无虞。”我日，百里师傅这么霸气的吗？前世他只听说苍兰剑宗的百里洛寒是人族第一，可此时听师傅的口气，这何止是人族啊？眼灵，这几乎就是九州的天花板了。师傅，恕弟子直言，您的修为是眼灵巅峰。百里洛寒轻描淡写的回应一声，却宛如一颗惊雷在林晓心中炸起。他可不像那种不知天高地远的人呐。既然这么说，就肯定有自己的底气。可究竟是怎样的实力，可以做到不足1/10实力的元灵，可以在眼灵巅峰之下绝对保他一命？所以眼灵巅峰也分强弱的吗？跟竹躯相比呢？林晓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声，因为他记得竹躯虽说是半步神尊，但表面上也是眼灵巅峰的境界。百里洛寒闻言，俏脸忽然闪过一丝诧异，随后又换成了释然，接着立刻回归清冷，脸上表情变化得很快。但近在咫尺的林晓还是窥见了端倪。果然，百里师傅他知道点什么呀？徒儿，你是如何得知竹躯的？百里洛寒问。弟子曾在一本古籍中了解过，竹躯这家伙早在九州成为游戏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不知多少年了，前世的林晓自然了解过，这会不过是换了个说辞而已。百里洛寒似信非信，却还是回答道：若是搏命，约有4、6胜机吧。林晓愕然，竹躯这家伙这么强的吗？难道是九州第一？竹躯非寻常角色，其修行至今已有5000余载，来九州之大，最接近神尊境者，便是龙祖也略逊一筹。神尊境很难修成吗？难。百里洛寒轻吐，却也不难。听到这话，林晓不由得嘴角轻抽，师傅还挺爱打哑谜呀。不过他也不蠢，知道百里洛寒是怕他好高骛远，这才没有完全说清楚。那开山境呢？你还知道开山境？百里洛寒讶然，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了，是你云和大师姐说的吧？是。林小子不敢隐瞒。不过没想到，百里洛寒的回答跟慕云和如出一辙。等你修至辟海境，为师再与你说明吧。哦，林晓多少有些失望。师傅修过开山境吗？修过。那大师姐也是师傅所授哥？自然。问到这里，
林晓心里也已经有答案了。开山境显然不是想修就能修的，而且有些节点是必须要到辟海境才能彻底解答的。但至少作为玩家是没有办法到达开山境的。前世他一路修到了破界境，辟海之后就是创界，根本没有就突破到开山境的选择。那弟子就先谢过师傅了。说着，林晓又从苍兰界中将火雷长老奖励给他的幻容绝颜丹拿了出来。嘿，为表谢意，这枚丹药便算是弟子送给师傅的小礼物吧。百里洛寒扭头看了眼林晓手中的丹药，不由得有些讶异，眼神也是十分可爱的一呆。这是幻容绝颜丹？正是。这丹药你是从何处得来的？是火雷长老给我的，弟子帮长老寻到药材，长老成丹之后便赠予了弟子，说是作为奖励。原来如此。百里洛寒不疑有他，如果是别人他还要思虑一下，可战火雷的丹道水准他是清楚的，逆天丹难炼，可对战火雷而言根本不算问题。徒儿，这枚丹药你也来之不易，还是自己留着吧。说这话时，百里洛寒的脸色还有些不自然，眼神明明在丹药上停留了好些次，却死鸭子嘴硬。显然他是口是心非，哪有女人不在意自己的容貌的？就算是绝顶强者，对自己的容颜也是有追求的好吗？看他这般，林晓心里也是好笑。常人眼中冷若冰霜的百里洛寒，私底下原来也有这么傲娇的一面啊！没办法，林晓只能搬出了对付这种女人最有效的办法——硬送。师傅莫要推辞，弟子的此丹药后，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师傅您，这也是弟子的一片孝心，不是？百里洛寒闻言立时犹豫起来。虽然林晓的话有拍马屁的成分，可他心里却没有升起他人拍自己马屁时的那种厌恶感，反而是有丝丝享受。林晓见状，立刻趁热打铁。他也知道自己这师傅就吃这一套，要是等他冷静下来了，怎么是好估计都是在做无用功。而且以师傅仙姿，服下这丹药后定然锦上添花，任九州之大，也再无人可与您比肩啊！百里洛寒闻言，眉目悠悠一瞪，却看不出一丝嗔意。你这小徒年纪轻轻，尽学些花言巧语了吧？说完，他素手也是轻轻一招，好吧，这丹药为师就收下了。下一刻，叮！百里洛寒对你的好感度加20，目前好感度38，朝夕相处。哈哈 ，nice 啊！听到脑海里的声音，林晓心中也是大喊不亏。虽然损失了一枚地品橙色丹药，但首先这丹药对他来说没什么用，其次他只能送给 NPC 刷好感。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着身边的 NPC 送呢？虽然留到世界融合之后，这丹药肯定价值暴涨，但谁知道那个时候他是什么情况？说不定自己就能练出来了。现在送出去刷波好感度，肯定是不亏的。一枚丹药加了20点的好感度，赚大了好吗？等他再抬头看时，百里洛寒眼中的那一丝清冷早已消失无踪，反而笑意嫣然，眸光深处更有莫名情愫流转。忽而莞尔言开，看得林晓都心神恍惚了下。这百里师傅笑起来根本顶不住啊喂！第45章，龟龟，师徒关系该不会要变质吧？徒儿，你且稍待片刻。为师忽然想起儿时所修的一门剑诀，虽尘封已久，但或许与你有用。是，多谢师傅。林晓心中暗喜，果然好感度越高，得到的好处就越多啊。嘿嘿，百里洛寒并没有离开太久，回来时手中已经多了一个竹简，能保存在竹简里的，怕不是先辈精髓啊。赚大了好吗？走至林晓跟前，百里洛寒颦笑间唇齿轻开，这是为师当年筑心境时所学，虽然不是什么稀世秘法，但胜在筑心可习，你便拿去修炼吧。林晓连忙接过。灵焚雷剑技，那9天雷气化归剑心，心动雷焚，随剑而出。普攻可转化为焚雷剑气，伤害为力道值的150%，亦可蓄气焚雷，最高造成300%的普攻伤害，并对敌方造成眩晕状态，持续5秒。眩晕无法释放技能，无法普攻，无法移动。焚灵剑气展出后将自动焚灵化雷，直至命中障碍或周围灵气焚尽。要求筑心境及以上方可修习。品质成。看完这介绍，林晓不由得俩眼瞪圆，师傅怎么知道他需要什么呢？原本只能普攻的他，必须依靠真皇之火外放来实现远程攻击，但这种方式缺点明显，就是灵力的消耗太大了。目前来说，外放1丈远需要消耗100点灵力，可1丈距离够干嘛？距离越远，外放消耗的灵力就越多。几十米开外时，一剑砍出去就要烧掉他将近1000点的灵力，关键最蛋疼的是，伤害还没有任何差别。这让林晓在不知对方轻重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去进行试探，极易延误战机。而且从技能描述来看，剑气斩出去后是不需要消耗它本身的灵力的，只要周围有灵气，就会自动焚灵化雷。
可学得了吗？林晓心里直打鼓，这可是灵品成色级的技能啊！要是能学，这把直接起飞。可龙皇执念的效果描述是：你无法掌握任何攻击类技能，所获得的攻击类提升将全部作用在普攻上。焚雷剑技算不算攻击类技能呢？从最终效果来说，它是作用在普攻上的，可谁知道攻击类技能会不会将之囊括在内？正当他捉摸不定时，百里洛寒的声音却再次传来：“徒儿，你先参详这剑诀，为师便先回了。”话音落下，百里洛寒旋即转身离开。可就在他消失前的最后一秒，林晓却在脑海中听到了：“徒儿，天色已晚，起居处建好之前，你可在大殿休憩，莫要再去叨唠云和他们了。”阿烈，林晓猛地一怔，师傅莫不是又吃醋了？在大师姐那边过了一夜的事情，果然瞒不过的啊！而且之前不说，偏偏是好感度涨了之后才说。我咧个龟龟，这师徒关系该不会要变质吧？心里虽浪潮翻涌，可林晓还是赶忙回应：“是，师傅。”百里洛寒闻言，这才满意离去。然而刚到寝宫，他那雪白如玉的俏脸上就猛地升起2团嫣红，周遭若有旁人，说不得会被他这模样直接夺去心魂。可惜林晓是看不见了，这臭徒儿，好好的却送我这般贵重的礼物，也太唐突了些吧。百里洛寒喃喃一声，最后又叹了口气。林晓不知道的是，九州里大部分的女性都是相对保守的，甚至可以说是恪守陈规，修行之人也无法开脱在外，毕竟是从小耳濡目染。而异性送礼这种事情，跟两情相悦的人之间互赠定情信物几乎就没有分别，属于妥妥的表白性质。可百里洛寒当时却怕驳了林晓好意，伤他自尊，而且他可是自己的弟子啊，怎么可能会有那种心思？诸此种种，百里洛寒才在当时收下了礼物。可当时虽然 hold 住了，如今四下无人，哪里还能止住内心的波澜？毕竟长久以来，林晓是第一个送他礼物的异性。然而外头的林晓却是满脸无辜，心里还在想着怎么跟师姐们解释。他送师傅幻容绝颜丹，只是为了抱紧大腿，好为以后讨元灵符做铺垫，心思老纯洁了好吗？大殿里，突然，叮！百里洛寒对你的好感度+5，目前好感度43，心有灵犀。林晓直接一脑门问号，系统这是疯了？总感觉我好像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算了算了，还是先看看技能。林晓拂去脑中杂念，接着也是将心思沉入了手中的竹简里。叮！悟性超凡脱俗，技能学习速度提升300%，所需时间剩余17分59秒。竟然能学！而且龙皇执念并没有反应。林晓心中狂喜，而后也是耐着性子盘腿等待。品质越高的技能，参悟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心中一静，18分钟也如白驹过隙。学习成功，焚雷剑技入门，嘿嘿，成了。但就在林晓准备起身时，龙皇圣体体质触发，握日，结果还是……然而懊恼情愫未起，脑中的声音便紧凑而来。龙皇执念，你无法掌握任何攻击类技能，你所获得的攻击类提升将全部作用于普攻。技能焚雷剑技失效，因焚雷剑技影响，你的普攻属性可转化为雷属性，转化后攻速提升15%，攻击可形成剑气。雷属性时，普攻伤害增幅由50%提升至75%，普攻可蓄力，最高造成150%的普攻伤害，并有10%的几率令敌方眩晕，持续3秒。生活不易，小小叹气。虽然多了15%的攻速，可总感觉血亏了1个亿啊！蓄力伤害砍半不说，造成眩晕的几率还从必定降到了10%。就算他鸿福齐天，那也有中不了的时候啊！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好消息，至少普攻不需要用灵力不是？学习焚雷剑技最大的益处至少是留住了啊，就是不知道剑气可以打多远。但总的来说，这门灵品成色剑技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提升。天色渐晚，意识头盔的使用时限也快到了。不过正当他准备挂机时，小师弟，你在哪呢？这声音是小师姐。第46章林主角的幸福烦恼。剑心阁大殿，听着耳边传来的脆声呼唤，林晓脸上不由得浮起了一抹尴尬。在自家仙女师傅和6位可人师姐里头，小师姐莫怀竹对她的好感度无疑是最高的，目前已经是53点。可以这么说，只要林晓敢表白，莫怀竹可以直接跟他订婚。再刷多一点，婚前那什么也不是没可能。但百里师傅才刚刚吃完醋的啊。小师姐沉默了片刻，林晓还是回应了，至少现在他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在大殿呢。许是听到了他的声音，没过多久，剑心阁大殿的大门便被推了开来。小师弟看到林晓，
莫怀竹几乎是蹦着过去的，脚步轻快不已，到他身前才俏生生道：“你在做什么呢？”师傅给了我一门剑诀，刚刚习成。这样啊。对林晓的回答，莫怀竹似乎也没太在意，只是稍稍扭捏了片刻后，稍稍躬身，俏脸上也浮出一抹嫣红。小师弟，你今晚到我房里休憩，如何？莫怀竹话都说不利索了。啊，这……林晓心道一声果然。昨天慕云河说出1人1夜的提议之后，四师姐何清渊只说先从慕云河那边开始，并没有说要按顺序，所以莫怀竹才打起了主意啊。好感度这东西很棒，但也很烦恼啊。这一世林晓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心，可幸福也有幸福的烦恼，不患寡而患不均啊。若是答应了小师姐，百里师傅这边可就不好交代了啊。怎么办？在线等，急。其他师姐那边我会去说的。莫怀竹忙道，他还以为林晓担心的是师姐们那边的交代。小师姐，其实我……就在林晓犹豫着要说出口时，空旷的大殿里终于传来了救星般的声音：怀竹，不许胡闹。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起居处建好之前，你师弟就暂时住在大殿里。这声音显然是百里洛寒的。实际上一开始他就可以这么干了，昨天林晓也不必去跟慕云河一个屋。但百里洛寒当时只想到我这全是女弟子，男弟子怎么办？全然忘了大殿里也能临时作为起居处。林晓这位大高手仙女师傅于人后时就是这么马虎的可爱，表面的冰山只是为了更像掌门而已。啊，不公平！莫怀竹立刻不愿意了，小师弟都已经在大师姐屋里休憩过了，师傅，怀竹不介意，可否啊？林晓也没想到莫怀竹能做到这个地步，过半的好感度也太夸张了啊！不可！百里洛寒的声音冷而严厉，若是此事传开，不说你清誉不保，为师也势必落得一个管教不严的名头，莫要再说了。好吧。莫怀竹叹了口气，也知道是没戏了。师傅都把他的名声和自己的清誉搬出来了，他还能说什么？不过莫怀竹却没直接离开，而是从储物戒里取出来一个盒子，塞到了林晓手中。小师弟，这是我向火雷师祖讨来的聚气伞，你修为不高，用这个刚合适。说完，他似乎还怕林晓拒绝，连忙补充一声，就当是小师弟你救了我的谢礼哦。若不是你师姐我，贞洁不保这几个字眼对于莫怀竹来说还是有些难以启齿。总而言之，小师弟你不许拒绝。好吧，我收下，多谢小师姐了。嘻嘻，不客气。莫怀竹脸上浮出了得逞一般的笑容，又显出了自己古灵精怪的可爱一面。小师弟你早些休息，我先走了。好，小师姐晚安。晚安。百里洛寒请功。这个怀竹也太不知羞了些。百里洛寒藏在一面屏风之后，语气略带不满。林晓也是的，竟就这般收下了吗？难道……脑中念头才刚起，百里洛寒又猛地惊住。不对，怪事，我为何要在意这些？都怪林晓这臭徒儿。剑心阁偏殿，莫怀竹起居处，娇美可人独自坐在床边，以双手撑着鹅蛋般的脸颊，略带愁容。师傅呀师傅，你该不会也……呜呜！莫怀竹这念头刚起，立刻就把脑袋摇成拨浪鼓。不，怎么可能呢？肯定是我多想了。小师弟，九州女子虽恪守成规，但也因此造就了她们难以招架好感的性格。当那些极易让人产生好感的事情发生时，也容易深陷其中。例如英雄救美。昨天林晓在最后一刻赶来，救莫怀竹于水火之后，后者对前者就已经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情愫，立刻以身相许倒是不至于，可也会下意识的想去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大殿，林晓可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惦记上了，这会正没心没肺的准备打坐下线。当然在那之前，小师姐给的丹药得看看。极品聚气散增幅丹，服下后立刻增加500点经验值，修炼速度提升300%，30秒内血量灵力加1000，力道灵慧加35，普攻技能伤害正5%，数量3枚瓶，品质成。看到这效果，林晓心中直呼好家伙，增幅的居然比到灵丹还要多，是基础丹和增幅丹的差别。这聚气散最主要的效果应该是在经验方面，其他提升大概率是极品丹药的额外加成。小师姐也是真阔绰啊，直接就送橙色丹药。不过林晓可没准备用，这丹药能加力道和伤害，肯定是留着以后对敌的时候吃。挂机吃这个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好吗？将极品聚气散收好后，林晓直接于大殿一侧盘腿坐下。叮 ！S 级天赋触发，冥想修炼速度提升500%，当前经验获取速度60小时。卧室床上，睁开双眼的林晓抻了抻身子，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呼，长出口气之余，林晓也抓起手机看了眼现在的时间，晚上10点吗？
游戏里过了大概是20个小时的样子，现实中则刚过10个小时，两边的时间比是2:1，里边一个时辰正好等于外边1个小时。至于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人的意识速度会比较快的关系吧。不过这玩意是前世的九州10大谜团之一，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林晓正想找点东西来吃，却不料，叮咚，门铃有些突兀的响了起来。第47章，你要是他女朋友，我就是他未婚妻。大半夜，谁啊？林晓在心里嘀咕了一声，随后才走出卧室。走到门口，他也没多想，直接就伸手拉开。谁知，小小，迎面一股刺鼻的香味直冲他面门。下一刻，林晓就好像在游戏里躲避攻击一样，身子一侧，闪开了那扑面而来的东西。哎！只听一道惊叫声传来，接着就是砰的一声，啊呀！整个过程以一声惨叫结束，全过程不到2秒钟，扑了空。趴在地上的方一宁后裙摆都掀了起来。不过林晓却连看一眼的心思都没有。前世的他明明很期待的。小小，呜！方一宁翻坐起来，柯红的鼻子下还挂着淡淡的鼻涕。贼丑！哟，方同学啊，这么晚了，有事吗？林晓面色如常，甚至带了点戏谑。地上的方一宁却全然一副委屈样，呜咽着嗓子问道：小哥哥，你怎么了呀？不是说给我买了东西吗？买东西？林晓眉头一皱，你在做什么春秋大美吗？哥哥你自己说的啊。方一宁双膝并拢地坐了起来，接着伸手在裙摆上不经意的一抓，将某个位置拨弄得若隐若现，脸上的表情更是人畜无害。这要是个不了解他的人，或许还真会被他这副姿态给骗了去。GNMD 不是给你买的意思吗？啊！林晓发誓他这辈子就没这么无语过。你他妈怎么拼出来的？谁知方一宁直接掏出自己的手机，在聊天界面输入了 GNMD 4个字母，出来的首选项还真的是给你买的。给林晓看了一眼之后，他还很无奈地摊了摊手，像是在说这怪我吗？不过就在他还想再开口时，客厅右侧的房门却正巧打开，一声嘲讽也是从中传来。啧啧，这么不要脸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啊。能自己走出来，言语还那么犀利的，毫无疑问是柯云岑。林晓见此，只是稍一眨眼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是九州游戏睡眠舱的一个提醒功能，只要所在环境发生了外部变化，游戏里都会提醒。总不能窝在卧室玩游戏的时候，家门被毛贼打开，人去楼空了却还一无所知吧？无论是门也好，窗也好，只要检测到异常动静，睡眠舱都会及时在游戏里通知玩家。这么说来，柯学姐，他就交给你了，我去看看小安。哎，臭小子，小哥哥，你叫谁小哥哥？臭小子啊！走在前面的林晓抽着嘴角回头，不该默契的时候能不能别这么默契？很恶心啊喂！柯云岑也自觉发恶，不由瞪了方一宁一眼。我说，你还要在人家家里地板上瘫多久？搔首弄姿的活像一只鲲，怎么上门推销啊？臭女人，你说谁啊？谁像就特么说谁。你不管客厅里的骂架，林晓已经走回了房间。睡眠舱的盖子果然弹开了，里头的林雨安正半坐着，脸上有些茫然。哥，见到林晓走来，林雨安唤道：哥，影响到你了？林晓温柔一笑。林雨安摇头：哪有？怎么样，这游戏好玩吗？小安的脸上有些潮红，很真实，很真实的感觉。哥，我今天在游戏里跑了一整天，做了好多任务呢。林晓闻言也是哑然失笑。小雨安说的跑，怕不是真的跑哦？你傻啊，不是有传送阵吗？我不要。林雨安摇头，因为跑起来的感觉很好，很好。此间话了，林晓心头也升起了别样的杂乱。的确，对于小安这个在轮椅上瘫了好几年的人来说，游戏里跑起来的感觉的确是令人陶醉，无法自拔的。这也是九州之后大火的根本因素之一。前世曾有人做过统计，玩九州的非常人几乎要占到总玩家的1%，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因为它意味着几乎所有大脑健全的残疾人或者因病瘫痪在床、坐轮椅的人都在玩。只因九州让他们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强烈希望。傻小安，林晓满是温柔地摸了摸小雨安的脑袋，那就在游戏里陪哥一辈子好了。好。卧室里的气氛逐渐的有些暧昧，然而林晓总是会在关键时刻破坏气氛。对了，小安，你加入天启一宗了吗？林雨安显然没想到哥哥林晓会突然问这个，不过他还是乖乖回答道：加入了的，我现在是天启一宗的掌门亲传呢。这么厉害啊！听到这话，林晓也是有些感慨。小安这天赋，前世如果有机会接触九州的话，估计也很不赖的吧？可惜没有啦。林雨安害臊的低下脑袋，接着又问：哥，外面是谁啊？没谁。林晓摇了摇头，等他走了，哥带你吃宵夜去。
哥，我想出去看看。闻言，林晓也是怔了下，不过还是一言将小雨安从睡眠舱里怀抱而出，放在了有些冰凉的轮椅上。总有一天会彻底告别他的吧。林雨安在心里默默想着。屋外客厅，我说你脸皮也是真厚啊，真当这里是自己家了不成？柯云岑双手叉腰，对着坐在沙发上的方逸宁骂骂咧咧：“臭小子已经不想理你了，看不出来吗？”我不信。方逸宁瞪了一眼回去：“我要小哥哥亲口跟我说。”亲口？哼，你这张含过万千坤巴的口，谁吸得清啊？柯云岑满脸鄙夷，而方逸宁似乎也是被踩到了尾巴，直接跳了起来：“臭女人，你说谁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我怎么样用得着你来说吗？再说，你有证据？靠嘞，好笑哎，这要证据啊？”柯云岑都要被气笑了，难不成我还得去看你现场直播啊？你也没请我去啊？你……方逸宁气结，可眸光一转，却道：“笑死，我为什么要跟你争论这个？我才是小哥哥的女朋友，你算老几？七，你要是他女朋友，我就是他未婚妻。”刚巧推着林雨安走出来的林晓，啥玩意儿？第48章，方逸宁，你给老子滚！噌，柯云岑的脸蛋一瞬间红成了大苹果，接着猛地转过身，眼神宛如想要杀了林晓一般。他猛瞪着对方，怎样？有什么问题？话虽如此，可结合他的表情以及那眼神，柯云岑更想说的应该是：你这臭小子什么时候出来不行，偏偏是这个时候，故意的吧？但方逸宁还在场，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发作，只能是硬着头皮反问，而且故意转过身，不让方绿茶看到自己红到耳根子的脸，要不然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当场露馅？林晓见状一顿好笑，差点扑哧出声。可想到柯云岑是在帮他说话的，哪怕是唱戏，他也要接过棒子唱下去。没啊，的确是这样。听到林晓的话，方逸宁彻底急了，脸上的委屈浓郁到几乎溢出：“小哥哥，你不是说过没有女朋友的吗？”“是啊，是没有。”林晓说完，指了下柯云岑：“这是我未婚妻，然后是林雨安，这是我妹妹，家人来的，然后就是你啦，陌生人。”说完，林晓双手摊开：“哪有女朋友？”方逸宁彻底镇住了：“陌生人。”哼哼，这下你听清楚了吧？柯云岑终于缓过神来了，虽然听到林晓的介绍时多少还有点不自然，但还 hold 得住，看起来就像是正常的羞臊而已。“小哥哥，你过分！”方逸宁这回的声音依旧是夹着的，给人一种他还是不放弃的感觉。林晓闻言正要开口：“过分？过分吗？”柯云岑直接反讽，就好像2件外套，一件白净无瑕，一件满是污渍，明眼人都知道该穿哪件出门。方逸宁哪会听不出其中的意味，立刻怒目而瞪：“你说谁不干净呢？呲，某人都对号入座了，还需要我多说？”柯云岑话音刚落，轮椅上的林雨安也开口了：“方小姐，既然我哥和我嫂子不欢迎你，那就请回吧。”小雨安猝不及防的开口，配上面无表情的陌生称呼，对于方逸宁来说，干脆就是绝杀。小安妹妹，你也不用叫的那么亲切。林雨安面色如常：“我只是一个药罐子，吃再多的药也会死，是我哥的累赘，治病的钱还不如给你买个包包。”方逸宁如遭雷劈：“你……对，我听到了，我天生听力就很好。”也许是听到小安这句话，林晓的脸色也猛然黑了下来。之前只是戏谑，这次他是真的动怒了。这方逸宁如果只是待他如此，他还有心思嘲讽戏谑于他，可涉及到小安家人，林晓就是另一个态度了。不过就在他准备开口时，面临抉择节点，做出正确选择将会获得相应奖励。哦，这个时候出现吗？前世并没有这样的一幕，但或许正如林晓猜测的，当他迎来某个会彻底改变未来的抉择时，系统就会跳出来提示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他都重生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正确的选择吗？方逸宁，你给老子滚！我让你滚，没听见吗？林晓面色阴冷，宛如一座仿佛在下一秒就要彻底爆发的火山。方逸宁咬了咬嘴唇，眼角噙着泪，接着便扭身跑开，委屈巴巴的样子的确很惹人怜爱。可惜一切都是方逸宁演出来的，虽不至红粉骷髅，可为求物质私生活糜烂也是事实。不久后，出租屋的楼道里传来了轻轻的啜泣声，也有住户开门出来询问原因，更有甚者直接迎至林晓门前：“你这小伙子，人姑娘都哭成那样了，有什么矛盾说开了不就是了吗？”说话的是跟林晓同一楼层的李大娘，先前她见过方逸宁跟林晓待在一起，自然会认为两人只是吵架。李大娘，林小强咽下怒气：“抱歉，打扰您了。”嘴上虽然这么说，可林晓却一点也没有想做些什么的意思。李大娘见劝说无用，讪讪的走了。可逐渐的，
楼道里又涌现出一干不明真相就开始维护方逸宁的人，这种人在网络上统称键盘侠。的确，方逸宁长得不错，哭起来也楚楚可怜，所以在不明真相的时候，正常人都会将之当作弱者，而是人就有保护弱者的心态，这是美德。可有时美德也会成为绑架他人的绳索。你这人怎么这样？女朋友都气哭了，也不安慰一下的吗？什么啊，还看不出来吗？这就是渣男跟小三合力气走了原配的戏码，电视剧里都这么演。呸！死渣男！妹妹，为了这种人，咱们不值。姐姐带你喝一杯去。事情在这些热心群众的帮助下愈演愈烈，有好事者也是拿出手机拍成视频发到了网上。楼道里啜泣的方逸宁，娇媚脸蛋哭得梨花带雨，与之对应的却是紧闭的房门，无人应答，二者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视频拍摄的地点很快就被人肉了出来，不少吃瓜群众整天吃饱了闲的，也是纷纷赶赴现场，想一遍真伪，看是不是有人故意做戏。这架势就差把记者也给招来了。而始作俑者方逸宁停止啜泣后，也是被几个好姐姐扶着坐在一条长椅上，满脸哀伤。这演技不得不说比某些鲜肉好多了。事情到这一步，方逸宁显然没准备继续跟林晓维持关系了，他是在榨干这段关系最后的价值。然而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却在卧槽卧槽卧槽，科学姐你 A 啊，你上上下下左右左右截屏 A 都不会吗？蠢死的了吧。啊，柯云岑扬怒，你就是这么跟未婚妻说话的？他已经无所谓到可以用这个称呼来开玩笑了。边上的小雨安看着两人，满脸汗颜。哥，云岑姐，你们两个就完全不在意外面的情况吗？在意那个有什么用？哈哈，让开让开，小爷有无双了。就是啊，小安，与其现在出去凑热闹，还不如观望一下，看最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再想办法。林雨安，这么佛的吗？第49章，当代舔圣，移动奥特曼。出租屋外，事态持续发酵，大有林晓不出门，这事儿就没完的架势。围观的吃瓜党来了一波，走了一波，如此反复几次后，走道里也是越发的拥挤。不得不说，闲出屁来的人士真心多呀。好在这里的房子隔音效果都不错，不至于扰民。林晓当初会选择租在这里，也是因为这一点。渐渐的，时间来到了凌晨1点，楼道的人群里忽然钻出来一名相貌平平，但身上却满是名牌服装的少年，模样看上去20来岁，比方逸宁要大一点的感觉。刚挤出来，小宁，是好。方逸宁见到来人也是怔了怔，没想到这出戏还把他给引来了，那倒是不亏。方逸宁心想着，表面却摇了摇头，我没事的。世豪，还没事？视频我都看了。屈世豪眉头一皱，我不管是谁敢欺负你，必须让他付出代价。说完，屈世豪也是瞪视着林晓那边，下一刻直接走了过去。咚咚，两道敲门声巨响无比，似乎是用手握拳直接砸的。饶是林晓脾气不错，这回也是动了怒，打开房门直接怒对，好好的门铃你不摁，是有什么大病是吧？就是你把小宁弄哭的吧？屈世豪宛如没听见林晓的话，直接质问了一声。而下一刻，数之不尽的闪光灯猛地亮了起来，显然都是在拍林晓。除了一开始的视频，大多数人都还没见到过他呢。不过林晓却是置若罔闻，直接朝屈世豪问道：“你是哪个？”屈正集团。屈世豪。林晓眉头一皱，嘀咕了声什么破玩意，而后直接把门一关。傻逼2个字透过门缝钻出来，犹如一盆冷水浇在了屈世豪头上。后者黑黝黝的脸上挂满了问号。他，卧槽！咚咚咚，屈世豪哪里受得了这气啊？直接就砸门了。不是你他妈有完没完？大半夜的告你扰民信不信？可以啊，你尽管去告，看看是执法的人先把我抓了，还是我先把你弄了。屈世豪鼻孔朝天，小子，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你得罪不起的人，例如我。两人的对话声音并不算小，围观的吃瓜党也逐渐醒悟了过来。不会吧？他说他叫屈世豪。哎，屈世豪？哪个？不会吧？集美、曲正集团你不知道啊？这么说吧，屈正集团市值过亿，而那个屈世豪是集团董事长屈正南的儿子，是真正的富二代。我去，坐在方逸宁身边的姐姐一瞪大了眼睛，小宁，你放着这种优质金龟婿不要，反而跟那个渣男好。这一刻，方逸宁的形象在这群人眼里又一次升华，活生生的成了一个为了爱情连嫁入豪门的机会都甘愿放弃的深情女子，干脆就是小说里才会出现的情节好吗？也只有部分男同胞看得透彻，其中就有一位抽了抽嘴角，直言不讳，那个屈世豪多有钱咱先不论，但他是真舔啊！因为一个视频直接下场跑过来
为了女主跟男主对线，当代舔剩。不过就在吃瓜党们思绪乱飞时，另一道声音的加入却是把他们拉回现实。说话的是柯云岑。哟呵，这不是屈大头吗？门口的屈世豪一听，下意识的发问：你在叫我？毕竟这里只有他姓屈啊，而且他的头规模确实挺大的。不然呢？不过这外号也不是我取的，正主在你后头呢，找他去。屈世豪回头一看，可人群里他只认识方逸宁。你说小宁？到这会，方逸宁似乎也反应过来了，心道柯云岑难道真的知道点什么？可戏都唱到这份上了，拆戏台子也来不及了呀。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期盼愿屈世豪别醒悟过来。不然嘞，姓屈的冤大头，加上头还真挺大的，就叫屈大头喽。柯云岑双手摊开，继续说道：你嘴里的小宁亲自取的，可移动还免费的 ATM 就是你了。像你这样的工具人还有好些个呢，要不要姐给你列个 Excel， 好让你去组个兄弟团啊？你胡说八道！屈世豪多少是有点破防了。胡说！柯云岑反问一声，目光瞟了楼道里的方逸宁一眼，而后学着对方的语气说道：世豪，我知道你喜欢我，可是我有男朋友了呀，我不想背叛他，对不起，你会遇到比我更好的。听完柯云岑这段话，屈世豪直接脸黑如炭，不为其他，这就是当时方逸宁拒绝他的理由啊，一字不差。对方能知道这个，也就是说明屈大头真的是出自方逸宁之口。原本屈世豪在网上看到今天的视频后，心里想的是我的机会终于来了，可结果小宁。他走到了方逸宁面前，屈大头是什么意思？方逸宁这会已经是有点慌乱了，下意识的开口解释：世豪，你听我说。话刚出口，方逸宁就后悔了。他身边几位姐姐也是噌的站起，显然他们已经看清现实。我呸呀！死绿茶！靠！老娘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绿茶婊了，我前男友就是让绿茶给勾走的啊！不止啊喂，有人看得更透彻，这不仅是绿茶，还是海王渣女啊！一时间，方逸宁的风评直接扭转，深情女秒变母海茶。哎呀呀！一场闹剧随着方逸宁尖叫着跑开而草草结束，唯有柯云岑比起了胜利的小 V。然而缓过来的屈世豪却是朝着方逸宁离开的方向追赶过去。小宁，大头就大头，反正我的头本来就大，我不介意。不介意啊！吃瓜党，林晓和柯云岑，他们上一次这么无语，还是在上一次。某位人间清醒哥，这他妈哪来的奇葩呀？都被当成移动奥特曼了，还舔呢？是真行啊！林晓也没想到这世上居然有人比他还能舔，这简直是人外有人啊！柯云岑，我服了。但就方逸宁的颜值来说，有这么一两条舔狗也不奇怪。而就在这时，抉择正确，奖励已发放。第50章，9周连结度 8%， 可以修炼了。方逸宁跑开，闹剧草草结束。而一开始选择抨击林晓的玛利亚们，现在也是一个个打红了脸，羞愧离去。不过屋里的林晓却不在意他们的脸有多疼，都是自己选的路，怪谁？至少随着脑海里抉择正确的提示音，方逸宁这个人已经跟今生的他再无瓜葛，最起码不会再影响到他未来的大走势。而这一波，林晓直接得到了 5% 的9周连结度，总共也达到了 8%。至于得来的益处，地球上的灵气还真是有够稀薄的。林晓借口上个厕所，却是盘坐在马桶上运转了一下9周中的基础冥想法，通俗点说就是修炼了。不过整整10分钟过去，他的体内也只增加了一捏捏的灵力，揉成团大概就花生米大小吧。但再怎么说也比 3% 的时候好啊。灵力用了就是用了，要等身体自主吸收，那速度就更慢了。现在至少可以主动加被动，双管齐下，虽然还是很慢。嘣嘣嘣！妈妈，臭小子，不是说好带小安去吃夜宵的吗？掉马桶里了呀！哦！卫生间里的林晓连忙回应一声：好了，就来。咕噜，冲水的声音刚停，门便被直接打开，但一股香风却是忽然袭来。秀秀，柯云岑皱了皱鼻子，也不臭啊，你到底在里面干嘛？林晓脸色黢黑，你他妈的什么癖好啊喂！间接约使！柯云岑拉了个鬼脸，你管我？快！你们男人也就这点臭毛病了，出门之前必须飞翔。边上的林雨安捂了下小嘴，想笑又不忍心，不想却被林晓给看到，小丫头立马红了脸，只得扭头烧开水去了。看到这模样的小安，林晓却是打心底里开心。犹记得前世，小安一直都是病恹恹、无精打采的模样，如今的模样，除了还坐在轮椅上，已经跟寻常女孩无异了。很难想象，这是2天时间可以做到的。林晓不免有些感叹，9周不仅改变了他，也拯救了小雨安呐。遂州是国内数1数2的大都市，
夜晚灯火通明，犹如白昼。若从天空俯瞰而下，将有一幅日间看不到的画面，美轮美奂。今夜虽下着毛毛细雨，可恍惚间却更添惬意。时间已经到了凌晨2点钟，但这个时候，大多数经营着夜宵的摊档却正是热闹时候。林晓他们出门搭上出租车，跟着记忆来到了一家夜粥店。3人，1男2女，大约点了大几百块的吃食，便享用了起来。餐桌上，3人也是分享着自己在游戏里遇到的趣事。令林晓没想到的是，不仅小安拜入天齐一宗成了宗主亲传弟子，柯云岑的际遇也相当不错。拥有狂暴龙体的他，初出茅庐就被龙族最大的势力琉璃龙司所看中，直接成为内司弟子。虽然还没有成为其司主或是某位龙主的亲传，但以龙族祖传的傲娇性子，估计也要不了多久。那柯学姐，你选了什么职业？林晓夹起一只虾吃到嘴里，顺便问了声。龙族修行者也是分种类的，就像人族有剑修、刀修、法修等等，龙族亦然，大体有龙战士、龙法师、龙猎手3大分类，每大类也有多个小分类。你觉得嘞？柯云岑挑了挑眉，一副知我莫若你的表情。林晓嘴角一抽，也是汗颜道：肯定是龙战士吧。bingo， 猜对了，奖励一个春卷，乖哈。林晓内心 OS： 你这个暴力暴食暴躁女会选别的才奇怪吧。不过话说回来，臭小子，九州现在就只有做任务修炼和升级打怪的玩法吗？当然。林晓险些把当然不是4字脱口而出，应该还是玩家不够多，官方后续应该会推出一些副本之类的玩法吧。那到时候你可得带我啊。嘻嘻，没问题，包带飞的。能不能行啊你？柯云岑直接来了波灵魂质问。学姐我现在也是很牛的好吧？小心带妹不成反被带哟。那不能，再不济也还有小安保底。边上的林雨安轻轻吱了声，那不就真成带妹了？哈哈，真带妹。饭桌上3人聊得不甚欢喜，一顿夜宵吃下去也是个把小时溜走了。不过准备结账前，哥们，你们聊的是九州？一名男子走到林晓旁边问了一声。林晓回眼神，是啊，你也玩？那当然了，九州很火呀，我身边有不少人都创了角色，不过可能是都有点笨吧，还没玩明白。对于这位有些自来熟男子，林晓无意深交，只是敷衍一声，没事，多玩多摸索就行了。听到林晓这话，男子在心中暗自一声晦气，嘴上却又继续，别介啊，我刚刚听你们聊天，玩的都还不错的样子，一块聊聊呗，解解惑。原本林晓是要拒绝的，毕竟小安和柯云岑都在呢，但忽然间心头却是一动，不了，下次有机会的吧，我们还准备打车回去睡觉。打车？这么晚了打什么车？我有车啊，走，载你们一程，路上也好跟我讲讲九州的事情。不太好吧？这有什么的？走走走。你们2个呢？林晓回头看了眼2女，柯云岑直接摊开手，我都行啊，你决定。我听哥的。林雨安也表态道。2人话音落下，林晓也摆出了一副事已至此，恭敬不如从命的姿态，那就麻烦兄弟你了。哎，说的什么话？不麻烦不麻烦，虚心请教嘛。自来熟男连忙摆手，用不用我帮忙推一下小妹子？他指的自然是林雨安。这就不麻烦了。林晓直接拒绝，兄弟你带路就成，我来推。只要是关于小安的一切，林晓都不愿交托他人，要是可以的话，他甚至愿意照顾小安一辈子，也算是弥补一下前世的愧疚吧。呵呵，好嘞，在这边。第51章，这地儿不错，给你当坟墓刚刚好。UP 的地下停车场中，灯光微弱，偶尔还会有1-2盏一闪一闪的，气氛十分诡异。饶是柯云岑这种女汉子，也会忍不住缩脖子。没多久，3人被自来熟男带到了一台白色的丰田雷凌边上，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车子，但代步足矣。哥们，你坐前排，2妹子就坐后边吧。好，我都行。林晓先是把小安抱进后座，再把轮椅折叠好，放进后备箱，之后才坐进了副驾驶里。车子很快发动，驶出地下停车场。但林晓时刻向外散出去的灵力，却是发现，在丰田彻底驶离停车场时，有一台50红光跟了出来，并且一直吊着车尾。而丰田上面，自来熟男还真的跟林晓聊起了九州的事情，并且似乎是专门挑一些很愚蠢的问题来问。想让我放松警惕吗？林晓在心里冷笑一声。实际上，早在林晓第一次拒绝自来熟男的搭话时，对方就有强来的念头了。那时他之所以心头一动，给了对方一个机会，就是因为他很明显的感觉到有4、5股敌意直冲自己而来。这或许也是九州连节度提升带来的好处。危机感应吗？这不过是九州修行者最基本的能力罢了，再平常不过。至于这伙人的来历，林晓能想到的只有一个人，杜旭康。对方的确可以做到这种事，他只是没想到
信度的会这么沉不住气，不过倒也符合他睚眦必报的性格。虽然知道杜旭康针对的只有他，但事发突然，柯云岑和小安的存在也暴露了出去。既如此，林晓也就不得不思量一个万全之策，先答应下来，看看他们要做什么再说，以不变应万变。现在的林晓有这份底气，我故意的，随机应变就行，放心。这是林晓上车之前特地发给柯云岑的微信，自己要搞事情，总不能瞒着他，而且万一有变，也需要他来做出应对。好，柯云岑的回复十分简练，却也透露着他对林晓的绝对信任。一般的关系可做不到这种程度。遂州环城高速上，2台车子一前一后的疾驰着，偶尔与深夜还在为生活狂奔的卡车擦身而过，略显凄凉。漆黑的高速公路上，灯光越来越少，连夜间繁星都要较之璀璨许多。可行驶在前方的丰田雷凌却在某一刻驶向了更加漆黑的方向。兄弟，这方向不对吧？对的，自来熟男微笑着，怎么会不对呢？哥们，你就安心坐着好了。哦，新路。呵呵，是啊，这几天才通车的。男子敷衍着，林晓却瞥了他一眼，这路能快点到？那也不错，我都有点困了。快了。男子笑了笑，就快到了。车子又向前开了半分钟后，你不问九州的问题了？林晓突然发问。都问过了。那快到了啊，很快了。自来熟男似乎有些不耐了。而这时，丰田雷凌终于驶向了高速的收费站，后头的五菱宏光跟得极紧。副驾驶里，林晓左右张望着，表面上是在看路，实则却用视灵力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居然跑到市郊来了，还挺谨慎。兄弟，这儿不是市郊吗？我家在另一边的啊。林晓故意问道，脸上还有些演出来的慌乱。不过他这演技照方一宁可差远了。哎，自来熟男故作深沉，接着方向盘一阵猛打，将车子带入了一处废弃的厂房里边，四处都是生锈的铁皮，遍地杂草丛生，周围没有一丝光亮，车灯晃过路面，还映照出几滩水洼。后座小雨安的脸上多少有些紧张，若不是柯云岑一直抓着他的手，他恐怕要惊得叫出声了。实际上，在方向刚刚偏离的时候，林雨安就发现了，但他一直强忍着没有发作，因为他知道哥一定有自己的打算，自己只要乖乖待着就好了。可直到车子驶入废弃厂房时，林雨安终究还是没能忍住，他没有惊慌大叫，只是眼角因为极度的紧张噙着细微的泪。林晓通过车内的后视镜自然看到了这一幕，时至此刻，他也不需要再演了。这地儿不错。哼，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故作镇定？自来熟男嗤笑一声，实话跟你说吧，哥们，你得罪人了。是吗？下车说。对方闻言看了他一眼，放心吧，我有职业操守，不会动你家人朋友的，雇主只买了你的命。说完，男子也是打开车门，下车前还将车钥匙给拔了。林雨安终于是憋不住了，哥，我们……小安，林晓开口止住了他，随后在他慌乱的小脸上轻抚了抚，道：没事的，有哥在呢。他们到底是谁？又想干嘛？柯云岑也发问道。我猜应该是在游戏里得罪的人吧。他并不准备隐瞒原因，因为随着他在游戏里逐渐发展，被触碰到利益的人，得罪到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些事情恐怕也不会止步。与其等待追问，不如自己和盘托出。九州？我靠！不会吧，这些人也太无耻了，线上无能，线下重拳出击。什么人呐？柯云岑满脸的不敢置信，可回过神来，臭小子，要不还是报警吧。他们能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就说明不怕我们报警。林晓闻言却是摇了摇头，道：不信你看看手机有没有信号。柯云岑眨了眨眼，似信非信的掏出了手机。这还真的没有信号啊，被屏蔽了。他们应该是专业的。林晓无奈一笑，学姐，你跟小安待在车里，用手机录像留个证据。那你呢？我……林晓说着将车门打开，当然是去解决问题了。哎，臭小子，哥，放心吧，我能解决。说着，少年已经伸手将车门打开，右脚踩踏在有些泥泞的地面上。而看到林晓下车，那自来熟男双手插兜，缓步走来。这时，一直跟在丰田雷凌后面的武林也驶入了废弃厂房之内，时间上差了一些，应该是为了保险。出高速后，在其他地方转了一圈，停下之后，车上也是陆续下来4名男子，手中各自提着一根铁球棒。见此，自来熟男也是走到林晓跟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林晓咧嘴一笑。你说了？自来熟男有些诧异。啊，我说了，这地儿不错，给你当坟墓刚刚好。自来熟男闻言顿时语塞。哼，我白猿入行杀手这么多年，你还是第一个在我面前说这种话的，是吗？
那应该也会是最后一个。第52章，贯彻深夜的枪响，余生啊！因为你很快就会死了。话音未落，白猿的右手立刻从兜里掏出，几乎转眼间一柄小刀就弹了出来，上来就是死手。林晓眸光一凝，表面上他波澜不惊，实际上心里却紧张的不行。这跟游戏里他就不一样啊，一个是掉血量值，一个是真掉血啊。但游戏连结度达到 8% 之后，他不仅能调用一些今生在9州中的能耐，就连前世的片缕也涵盖其中。他前世是什么？破界境大精灵。完远宫的精灵族最怕的就是近战，又怎么会没有相对应的掣肘敌手的手段呢？就在白猿小刀将至之际，呼，一道清风骤起，林晓的身子也忽然间从白猿面前消失，对方还没来得及反应，腹部就猛地被狠狠撞中。猛烈的肘击让白猿连手里的小刀都握不稳了，而耀眼的车灯下，那柄小刀随着寒光一掠，却是到了林晓的手中。武林神车那边见到白猿竟然吃瘪，4名男子也是连忙跑来。为首的粗犷男脸色一黑，我抄他的，不是说就是个大学生吗？谁他娘知道？干！4名男子骂骂咧咧的跑上来了，但就在中途，那白猿却是捂住腹部，猛退了数步。啊！滴答滴答，鲜血顺着他的衣服往下滴落着，正巧落入其脚下一滩水洼之中。白猿的脸上写满了凝重，只凭林晓的反应速度以及夺刀时的迅猛，他也猜到了自己今晚的下场。你到底是什么人？林晓皱了皱眉头，稍微思索了片刻后，缓缓道：一个普通人。白猿嘴角猛抽不止。你在开玩笑吗？普通人？普通人能有这身手？白哥！身后那4名男子这时也涌上来了。你怎么样？白猿咬牙，被这小子划破了肚子，都小心，他有点邪门。得嘞，4打1还能翻车吗？为首的粗犷男咧嘴发笑，哥几个给老子扁，往冒烟了扁。魔幻手机看多了吧你？林晓一顿无语。冲到一半的粗犷男怔了下，你怎么知道？谁知林晓却趁着他愣神之际，侧身扭转，抓住其胳膊的同时，回身猛肘腋下，咔的一声轻响，手臂光荣脱臼。哇呀！粗犷男吃痛着大叫，接着手里的棒球棍也跟白猿的刀如出一辙，跑到了林晓手里。还得是这玩意顺手。说着，林晓直接把棒子当成长剑指去，来吧，到你们仨了。啊，大哥，我们还扁不？扁！话音刚落，3人也是卯了一股狠劲迎上去，本着了不起就被 K 一顿的觉悟，刚上去就被打回来了。扁个屁啊！老子手都要痛死了！撒楞来一个带我上医院啊，傻逼！瘫在地上的3男瞪眼，靠！你不早说！一群废物！白猿怒骂一声，不过他倒也没指望这几个混混能有什么实力，滚开！说着，白猿也走到了林晓身前，阴沉着脸，今天是我栽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然而其话音才落，林晓却是收起了刀子，俊脸上挂起玩味笑意，是杜旭康让你来的吧？白猿闻言，脸上闪过一抹错愣，却是摇头道：抱歉，我是不可能暴露雇主的。也对，林晓也没指望他能说要反抗吗？哼！白猿神色凄冷，你说呢？如果要死的是你，你不会反抗？也对，随便你好了。说罢，双方再一次纠缠了起来。白猿的身手很不错，但再如何也抵不过身上有灵力的林晓，加之他腹部还有伤口，后者只要稍微加持一下速度，便是白猿所不能企及的。因此，这场战斗根本不会有任何悬念。但就在几分钟后，呼啸而来的警笛声却是响彻周遭，整个废弃厂房也被红蓝色闪灯照亮。警察，全都不许动！你玩阴的！白猿眸光阴冷，如果是他身手不如林晓被杀死在这，他不会有任何怨气。可若是被抓，就凭他身上的几条人命以及杀手的身份，在里面就不会好过。这可不是都市小说，杀手进了看守所能所向披靡，不被拔下来一层皮就谢天谢地了。你要杀我，我不能报警。林晓满脸嗤笑，如果认真的话，他倒是能反杀白猿，但还是那句话，这可不是都市小说，杀人是要偿命的。操！白猿怒骂一声，也不管周围的警察情况如何，卯着一股狠劲就冲林晓攻了过去。然而下一秒，砰！一声枪响，贯彻深夜，子弹极为精准地没入了白猿的脚板之中。在其痛嚎之间，某台警车的后方，一名看起来很是年轻的警员将冒烟的枪口朝上，嘿，一击命中。妈呀，余队，你也太冒险了吧！完了，这回又得挨处分了吧？余生听着队员的议论，气不过直接吼了一声：“那个傻逼都要过去行凶了，
我开枪及时止损有什么问题？有功夫在这说我，还不去把人铐起来？是。几名警员翻了个白眼，却是举着枪连忙上去，将还在惨嚎中的白猿紧紧铐住。当然了，那几名混混也不会落下。而这场深夜闹剧到这里基本上也有了个结局。先生你好，我是穗北市刑警支队队长余生。你好，余警官，我叫林晓。林晓闻言伸出手去，余生也很豪爽地握住了，身手不错呀。可没有，简单学过2招。林晓收回手，讪讪一笑，心里却是腹诽，这男的手好软啊，玩枪的不应该是满手的枪茧子吗？奇怪，谦虚了。余生笑道，不过按照章程，要辛苦你和你的2位朋友跟我回趟队里做个笔录。没问题，警民一家，该配合就配合。呵呵，坐我的车吧。林晓也没有拒绝，从丰田雷凌后备箱将轮椅取出，打开之后才将惊魂未定的小安从后座抱了出来。小丫头就差直接嚎出来了，好在有柯云岑跟林晓不断安慰。没多久，数台警车呼啸着离开了废弃厂房。第53章，都是自己人，没问题吧？未婚妻。穗北市刑警支局深夜的审讯厅中，灯光略显幽暗，因为事发突然，林晓3人暂时就被余生安排在了这里。回想起刚才的种种，林晓心头还有些化之不去的紧张，毕竟他不是独自一人，搂无牵挂。在做决定之前，必须优先考虑两女，正所谓投鼠忌器。今夜的一切看似顺利，可其中却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不是白猿做的通讯干扰只覆盖了丰田雷凌，如果不是白猿的身手刚好比他差一点，如果不是穗北警方来得及时，最好的情况也是林晓搏命之下干掉了白猿。但最终结果会走向何方，谁也不知道。也许是对方阴险，趁机挟持二女要挟于他，也许是大意之下命丧当场。呼，林晓长舒了口气，之后才逐渐平静了下来。然思索间，刑警队队长余生却是推门而入。不大的木桌两边，林晓3人和余生以及他带来的1人各坐一边。余生的警帽下面是一张俊俏的脸孔，帅气之中带着些阴气，甚至可以说是秀气。林先生，试图袭杀你们的几个人身份已经查清楚了。余生刚坐下来，水都没曾喝一口就滔滔言来，其中4个就是市井的小混混，架没少打，事也没少犯，但说破天就是拘留几天。唯独那个白猿，听到余生语气上稍稍停顿，林晓也是轻皱眉头。他身手不错，而且出手狠辣，常人应该很难应付。你跟他交手了多久？林晓闻言想了想，几分钟吧。看来林先生果然是谦虚了。余生缓缓摇头，接着道：白猿原名白丽媛，新坡籍华人，7年前加入国际杀手组织业，入行以来失手率几乎为0。而你跟他打了几分钟？可是吗？林晓也没想到对方的来头居然这么大。杜旭康那必也真舍得呀。不过在他看来，那个白猿也就是动作流利了点，速度都算不上太快，我只是稍微认真就反应掉了。余生，林先生，只要你不装逼，我们还能做朋友。在刑警队这边做完笔录之后，时间已经来到凌晨4点钟，天际早已浮出了鱼肚白。再等回到穗州的出租屋这边，天便彻底亮了。好了，我们就送到这里。余生停下车子，又歪头朝副驾驶的林晓小声说道：白猿那边我会继续审问，不过还是建议你们先搬离这里一段时间。啊，麻烦你了，余警官。林晓点点头，搬家的事情我早就有在考虑了，放心。有什么进展我随时通知你。好，谢谢。话罢，林晓3人也是纷纷下了车，走向出租屋。而刚进屋，林某人二话不说，直接就钻进了房间里，完成了一件只有年轻人能做到的事情，倒头就睡。开玩笑，他都已经快2天没睡觉了呀！别说练气筑基了，金丹都没他这么能熬啊。而经历了惊魂一夜，柯云岑跟林雨安自然也没有进游戏的心思，也准备休息一番再做打算。云岑姐，你不准备跟未婚夫一起睡吗？啊！柯云岑有些没反应过来，在原地愣了一下，才羞愤地捏起了小雨安的脸蛋。好你个小安，敢笑我！啊呀，痛！一夜一日无话。下午3点，林晓成功出关。不过他并没有马上进游戏，而是思索着晨间余生的话。午后的阳光斜洒窗台，有些静谧。搬家呀！只是思索片刻，林晓便下了决定。嘿，也是该换个房子了。念此，他套上拖鞋就走出了房间。哟，都醒了。客厅里，柯云岑跟小安都在。小安，学姐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踢你啊？林小气说着，坐到了2女中间，顺势翘起2郎腿，这小姿态就差左拥右抱了。我哪有？本姑娘睡觉很老实的好吗？
柯云岑登10脸一红，你可不要在这里诽谤我呀你！我没什么感觉，林雨安这会也是微红着脸。听听，有没有一种可能，小安的腿本来就没感觉？一段小插曲以小安银铃般的笑声终止。哥，今天帮我治疗吗？当然。好。刚应声，小安拽住外衣的拉链，直接就要往下拉。林晓，不是。然而林晓刚想回避，就见林雨安的里边其实穿了一件少女粉的紧身内衣，惹得林某人居然还有点小遗憾。嘻嘻，略云岑姐帮我买了运动内衣了，不会走光的。还好。不对，我他娘怎么能有这么畜生的想法？那可是我妹啊！噗噜噜噜噜，用命摇头。哥，先治疗吧。这一次林晓照例用针灸杜灵的方式，在经络层面对给小安疏通堵塞的经脉，而由于体内的灵力要比上次多一些的关系，这次的治疗也是取得了非一般的进展。小安的脸色也明显更为红润了。我去！看到小安的变化，柯云岑不由感叹出声：臭小子，你真的会治病啊？那还能有假？林晓挑了挑眉，接着话锋一转：学姐，小安，咱们搬个家吧。搬家？小安将外衣拉链拉上，脸色从羞红恢复成寻常的白皙，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情吗？林雨安可不傻，一下就想到了事情的始末。咱们这回柯云岑的关注点却稍微有点不同。见他这模样，林晓也是玩心大起，开口一语双关道：都是自己人，用咱没什么问题吧？未婚妻？啊！下一秒反应过来的柯云岑当时闹了个大红脸，好几个臭小子居然敢调戏我，拿命来啊！好了，不闹了，这地方已经暴露了，咱们得换个根据地。嘿嘿，穗禾豪府售楼处，先生，请问是租房还是买房？林晓三人前脚刚踏入这里，一名业务员就连忙迎了上来，笑脸以待。租房吧，都有什么房型在租？租房的话，先生请这边来，我们有简单的概述图，您可以确定下来之后再到现场看房。好。林晓点头，那就麻烦你了。第54章，宁远阁9周版本大更新。现实中租房也不像都市小说里那样会有人出来挑衅，而且售楼处的业务员也不会因为你是租房的就嘲讽你、看不起你，相反的，有时候租房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反而会更高一些。之所以选择穗禾豪府这边，林晓看中的自然是对方的安保力量，他自己倒是无所谓，就怕小安出事情。会客区靠窗的一处座位，或许是考虑到坐轮椅的小安在，业务员特地选了这处较为方便的位置。随后他也取来一本册子道：先生，您看，这些都是我们穗禾在租的房型，从单间小户型到独立别墅都是有的。林晓接过册子翻了起来，这里边的确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但也不全是开发商的，里边还有不少是其他业主的闲置房，出租的价格就会相对低一些，当然会有特殊的要求。这个怎么样？翻看了一会，林晓把其中一页展示给了小安和柯云岑。林雨安低头一看，小脸上立刻浮出了浓郁的兴致，不过下一秒又变回了纠结，这一顿变化自然是看在了林晓眼底。柯云岑稍抬起头，正巧迎着林晓的目光，随而读到了后者眼里的意思。很不错嘛，小安，你觉得呢？林雨安侧过头看了柯云岑一眼，可接着眼底又出现了纠结，因为这房子的租金处标着人民币16888月。就这个，带我们去实地看房吧。林晓拿回册子，直接拍板。哥。小安还想说什么，可一抬头却从哥哥的眼神中看到了那熟悉的温柔。林雨安什么都能拒绝，唯独这个他不再说了。而那业务员也善察言观色，立刻安排小区里电瓶车带上3人抵达了林晓所选的房子前。宁远阁，这就是眼前这栋独立别墅的题名。手写的楷体看上去十分舒服，字里行间更透露着一股难言的秀气。林晓体悟了片刻，才问道：这名字本来就有？业务员摇了摇头，不是，名字是现任业主提的，也是他亲自写的，我们只是负责制作和安装。是吗？林晓讶然，现在可以进去看了吗？当然了，先生，业主这边唯一的要求是不能改变房子的格局，另外就是除了主卧，其他的房间都可以任用。好，林晓自无异议，毕竟是租人家的房子，有些特殊的要求说得过去。再说了，他是过来住的，也不是过来搞破坏的。宁远阁一共3层，一层的中间是大客厅，正对的落地窗走出去就是人工草坪的后院，设有溪流、秋千，水系的末端是一个3平米左右的石砌池塘。围墙不高，大约1.3米的样子，不与世隔绝，也保留了一些隐私。回到里面，客厅的后侧是厨卫，厨房是一个大单间的空间，足够3-5个人共同忙碌。卫生间也设计的极大，淋浴区干湿分离，
还有一个10方的浴池，用奢侈来形容毫不夸张。剩下的空间则是2个小一些的客卧，两者中间有一个共用的卫生间。2层客厅比1层要小一些，右侧设有衣帽间，隔壁是书房，左侧则是2个有独立卫生间的次卧，以及布局与1层相似的2个客卧。3层最大的主卧俨然在此，不过由于业主的要求，林晓他们没能进去一观。侧对面还有一个次卧，再往外走就是一个露天的大阳台了。宁静的夏夜里，纠集3、5好友于此来一场露台烧烤，定然别具惬意。看完整个宁远阁，3人无不满意。签约吧。签。3人又辗转回到了售楼处这边，完成签约。房租是押1付3的模式，这一波下来，林晓也是花出去小7万块。下午，林晓也是叫来搬家公司，正式搬家，主要是2台睡眠舱，加上小安的日用品。林晓的行李倒没有很多，不到1个小时，退租、还钥匙，一气呵成。一行3人也是正式入住宁远阁。林晓在3楼次卧，小安和柯云岑在2楼。别墅里有电梯，但柯云岑却以照顾小安为借口，死活不愿意占据另一间次卧，就要跟小安住一块。林晓没办法，只得依他。再说小安也蛮愿意的。等完全闲下来，时间也是到了傍晚5点，晚餐依旧是由林晓和柯云岑配合完成，那叫一个丰盛啊。在之后，3人便再也按耐不住心思，纷纷登入九州，开始游戏。建新阁大殿中，林晓恍然睁眼，挂机冥想结束，经验加2280，经验57806000，好家伙，快升级了呀！不过挂机之前是现实的晚上10点，回来又是一天之后的下午5点，游戏里俨然过去了19个时辰。而就在林晓刚刚结束挂机状态之时，公告：游戏将在九州时间83时51分11秒后进行首次版本大更新。本次更新将持续限时时间12小时，更新内容敬请留意九州官网。公告，游戏公告。脑海里的这则公告一连发了3次。没过一会，柯云岑跟小安都纷纷发来消息询问此事，有种把他当成了游戏客服的感觉。虽然他知道这次会更新什么，但也不能说啊。林晓无奈，只能回复他俩说，到时候去研究一下官网了，去接个任务，突破到筑新3阶吧。建新阁大殿中，林晓缓缓起身，稍微活动着身体。而今距离筑新3阶只差200多经验了，他就是随便找几只野怪也能刷够经验，但任务有额外的奖励，何乐不为？另外，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再接一个极品筑新丹的任务，毕竟到时候3生4可就需要突破丹了。而且游戏这次大更新之后，修为高一些，肯定更吃香。林晓径直来到任务堂，师兄，请问有没有极品筑新丹的任务？被问到的任务堂弟子扭头一看，是林师弟啊。呵呵，你等等，我看看这周的任务簿。半晌，啊，有一个，嘿嘿，那就多谢师兄了。没问题。上次林晓以筑新1阶的修为完成了筑新3阶才能完成的地狱级任务，在任务堂这边也是出了名的，大部分弟子都认识他。熟人多就是好办事啊。第55章，哥已经好久好久。苍华峰任务堂，负责任务发放的弟子很快就将一块木牌递给了林晓。林师弟，你拿好。多谢师兄。林晓接过手一看，地狱任务，击杀异兽敖狠。任务详情：近日剑宗苍流峰以南有异兽敖狠出没，常于夜间流窜平民居所，食人无数。此异兽甚凶，请剑宗大修莅临诛之。任务奖励：中品灵石 X10，宗门贡献 X800，极品筑新丹 X1枚，灵品橙色剑术技能书 X1本。任务提示：敖狠生性凶猛，可遁入幽冥，亦可借幽冥突袭，因此任务极难。筑新5阶以下弟子谨慎接取。任务时限3天之内。好家伙！看完任务介绍，林晓也是暗暗心惊。敖狠他当然知道，在九州里也算是新手期最狠的角色了，实力最强可以到筑新巅峰，偶有炼体境出现。而根据地狱级任务的尿性提示5阶，那就说明这只敖狠可能是7阶甚至8阶的存在。谢了敖师兄。嗨，说这些，望林师弟日后多多照拂我等便是。呵呵，好说好说。林晓拱手作揖，接着便收起木牌，就此离开。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就去找敖鹰，任务时限是3天之内，当然要好好利用这个时间，先提升一波实力才更稳妥。来到苍华峰广场，林晓又顺手将一个由系统发布的任务接了下来。复杂任务：收集10份风行狼牙。任务奖励：下品灵石 X30，宗门贡献 X100。任务时限5。并不是每个任务都像地狱级任务那般有详情、有提示，简单到困难级的任务大部分都属于日常任务，只是能获取到的奖励略有不同。只有地狱级以及最高危的绝境级才有详细信息，
这也是苍兰剑宗担心任务没完成，反而葬送了弟子的性命，得不偿失。接完任务，林晓却是拉开了好友列表，准备找一下小雨安，因为能打到风行狼牙的地方，有一套装备很适合奶妈。谁曾想这刚打开，G 午夜海棠帅高手，你终于上线了，还我锤来！呜呜，林晓盯着这则信息嘀咕了一声，我说怎么有种忘了啥事的感觉呢？妈，不重要。林晓，传送坐标苍华峰，嗨嗨嗨 ！G 午夜海棠，什么东西？居然还要我3块下品灵石！嘴上虽然这么说，但下一秒，李允堂还是随着一道华光降临在林晓面前。3块灵石对这位富婆来说显然不算事儿。好神奇啊，居然直接传送过来了。林晓汗颜，坐标传送只是基本操作好吧？喂，帅高手，我锤呢？反应过来的李允堂连忙伸手讨要，毕竟在大多数玩家眼中，凡品子午依旧是名列前茅的装备。诺，给你。林晓手中苍蓝戒微微一闪，那青钢棱角锤便来到了手中。李允堂连忙宝贝似的接过，就差在锤头上亲一口了。嘿嘿，可算回来了。对了，帅高手，你上次在那个花谷里有打到什么好装备啊？干嘛？富婆小姐姐是准备接济一下贫困玩家？去死！李允堂嗔怒，扬了扬小拳头才道：什么富婆呀，难听死了！都已经允许你叫我允堂了，不许叫富婆。好，我不叫。林晓满脸无奈，装备是有，不过有点偏门，属性也一般，发来让我康康先。林晓自无异议，接着也是将鬼面藤灵爆出来的3件装备，以及穿心剑柳爆出来的那件灵品蓝武给他发了过去。李允堂看完，我去，这柄凡品子午刀，你跟我说属性一般，确实很一般啊。林晓摊了摊手，对比灵品的紫装，差距很大的好吧。也就是这时，李允堂才看见林晓的手腕上戴着的，竟然是一件灵品紫装的护臂，霎时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了。我去啊，帅高手，你运气也太好了吧！灵品紫装哪里爆出来的？林晓摊手，手杀给的。李允堂嘴角一抽，再见，不，再也不见。装备不买了？35万打包，行不？成交。林晓也清楚，现在已经过了装备值钱到离谱的阶段了，若不是里面有那凡品子午以及灵品蓝武做底，或许连10万块都卖不到。交易完成后，李允堂也是直接传送离开了，而林晓则是重新拉出好友列表，找到了小安的 ID 雨安。林晓，小安有空吗？没想到小安直接秒回，雨安，有空的，什么事呀哥？林晓，带妹。雨安，好呀，嘻嘻。接着林晓也是从九州的大地图上选了个点，给林雨安发了过去。林晓，传送坐标10里峰谷，小安直接传送过来就行，哥到那边等你。雨安，好。10里峰谷地处苍蓝帝国北部与南指帝国接壤处，古城树川状，将两国分开，两侧有古壁，是为国之天险，壁高10丈余，古道地形平整，长及10里，常年风作不止，故而得名10里峰谷。某刻，峰谷前端2道华光先后抵达此处。坐标传送虽说是基本操作，也很便利，但却是需要在多座大型传送阵联合覆盖的范围内才能做到，离得远的地方基本还是得靠飞。幸运的是，无论是苍蓝剑宗还是天齐一宗，想抵达这边都可以定点传送。哥，林晓刚刚站稳不久，身后就传来了俏生生的一道喊声。等他回头望去，林雨安果然背着双手，亭亭玉立，脸上时刻带着嫣然笑意。小安，哥已经好久没看到你站着的模样了，我好看吗？哥，小雨安说着，在原地转了一圈，身上的衣服虽然只是天齐一宗的宗服，可穿在林雨安身上，却像极了一名游历世间的小医仙啊，很美呢。小安，第56章，小安的悟性。10里峰谷，风道，2道身影伫立其中，显得有些萧瑟。哥，这里的风好大啊！林雨安纤弱的身姿有些难以抵挡谷内乱作的狂风，不过话音刚落，前头的林晓却是朝他递来一支玉简。哼，不着急，你先适应一下，把这个技能学了，这里的环境对技能的领悟有一点加成，之后我们再进去。好。对于哥哥林晓的话，林雨安从来都是不问其二的。再说了，哥有可能害他吗？不可能，所以他连检查都没有，直接就把玉简放在了眉心。看着小安进入了领悟状态，林晓也没闲着，立刻将灵力外放出去，充当起护法的角色。虽然这里只是谷外风道，还没有真正进入10里峰谷，可也难保不会有实力弱小的怪物灵兽出没。至于林晓交给小安的技能，则是他来之前用贡献值在苍蓝剑宗的藏经阁中换来的灵辟风术，价值100点宗门贡献。灵辟风术辅助技，
营咒后在前方召唤一面半圆形风盾，风盾可驱散风雾毒气，每持续3秒消耗1点灵力。品质蓝，虽说是辅助技，但这不过是最基础的技法，无论你是剑修、刀修还是锤子修，都可以学习，否则它也不会出现在苍蓝剑宗的藏经阁。而以宗门贡献去兑换，价格会相较于在城里购买便宜一些。10点宗门贡献相当于是一颗下品灵石，虽说林晓现在也有近1000块灵石的家底了，但用贡献换，总归有一种白嫖的滋味。这家伙谁换谁懂的啊，2个字，真特么香。大约1分钟之后，呼哥，我好了。林雨安起身拍了拍并没有灰尘的小屁屁，咱们走吧。这么快啊？林晓脸上稍有诧异。小安，你的先天悟性是多少？95，一文千物呢？怎么了？很高啊，难怪你会被宗主给看上，收做关门弟子呢。嘻嘻，应该是运气好吧？可能吧。林晓轻笑着。话说回来，气运是多少？只有70，顺风顺水。林晓点了点头，气运有，但不算特别高。至于魅力，那按照我们家小安这张漂亮的脸蛋，魅力值也不低吧？哪有，就90点。小安俏脸一红，其上多添一丝羞涩，更可爱了好吗？9州中4大先天属性，唯有先天魅力是进入游戏之前就可以得到一个大概的，颜值越高的人，先天魅力就越高，这是恒定的。如前世的林晓，高达99的先天魅力，在精灵族那边也是一个玉树临风的帅精灵好吗？至于体质、悟性、气运，那就完全看脸了。从低到高也分层级，如悟性1-30资质平平，31-50问牛之马，51-70剑威之柱，71-85目击道存，85-99一文千物，满值就是林晓的超凡脱俗。如魅力1-30相貌平平，31-50气宇不凡，50点以上分男女，51-70雄姿英发眉清目秀，71-85金财丰溢风姿绰约，86-99玉树临风出水芙蓉，满值不分男女，都是媚骨天成。如气运1-30气运平平，31-50吉人天相，51-70顺风顺水，71-85逢凶化吉，86-99千载难逢，满值鸿福齐天。小安虽说气运只到70，但95的悟性足以让他在9州中有着极其光明的未来。先天属性这东西生来注定，除非逆天丹药或奇宝，否则便伴随一生。林晓满脸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好了，把刚才的屁风术用出来，咱们进去刷装备了。说罢，小雨安伸手将一直别在后腰的短枪取下，迎咒后向前一挥，屁风术。下一刻，一面半径大约在3米左右的半圆形风盾立刻成型。原本还肆虐的风流吹在风盾上，立刻被驱散至两边，如那横流的瀑布遇到了坚突的石块。呼，轻松多了。小安见此不由松了口气，总算不用一直顶着那狂风了。两人就这样撑着风盾进入了谷中，没一会，谷壁上林林总总的石洞中，一股股气势就散发了出来。这些石洞里面毫无疑问都住着怪物，毕竟十里风谷常年狂风袭扰，就算这里的怪物灵兽都善风，可谁休息的时候不愿意找个安生地儿啊？谷壁上的石洞就是怪物们的栖居地了。哥，我们到这里打什么装备啊？两人走了有近100米后，林雨安忍不住好奇问道。顺风套。顺风？可以提升辅助技能覆盖范围的套装，哥在官网上看到的，应该再走一会就到了。哦，林雨安乖巧的哦了一声。实际上能爆出风行狼牙和顺风套的怪物是同一种，也就是风行狼了，属于十里风谷前谷的怪物，修为从筑心3阶到5阶不等，不算难对付。唯一的难点在于风行狼是群居性怪物，你遇到的可能只是一匹，但只要开打，面对的绝壁是一群。林晓没有 AOE 技能，面对群战多少会吃亏一些，但他速度快，攻速也不低啊。有真龙神躯的提升在，他敢说前期没有一个玩家的速度会比他更快。随着两人持续深入，谷壁上那些仅有1人高、半人宽的石洞中，已有怪物循着气味钻了出来。林晓招呼小安停下脚步，手中疾风剑也是稍稍握紧。石洞里钻出来的怪物，赫然便是风行狼，一来就是8匹，怎样？7匹狼是过时了？林晓稍稍正神，小安，能保护好自己吗？我没问题的。小雨安赶忙点头，先手也是稍微紧了紧，手中短枪蓄势待发。放心吧，哥。他虽然是一修，但谁说一修就没战斗力了？天气一宗能够跻身云华州超级宗派，跟苍蓝剑宗平起平坐，靠的可不光是悬壶济世啊。你可以小瞧一个一修，但不可以小瞧天气一宗的一修。嗷呜！一声长啸，示意着风行狼群就要进攻了。第57章，9州是重女轻男的。酣战高歌。见风行狼群就要发起攻击，
林雨安连忙举起手中短枪，随着一声娇喝，淡红色光圈立刻将林晓笼罩在内。天启一宗不拘泥于一刀一剑，宗内常见有短枪、铁扇、散剑等等。小安手中的短枪应该是传自他的师傅，号称九州第一奶妈的韩之木，医术高超的同时，两杆短枪也打响了赫赫威名。说起来也怪，云华州三大超级宗派，明面上的最强者都是女子，难道九州是重女轻男的？还是只有记名云华州如此？但至少林晓前世所在的虚灵州10个强者里也有7、8个女的，不过精灵族本就女强男弱，精灵女王一大堆，但你听过精灵国王吗？淡红色光圈覆盖的瞬间，林晓顿时感觉到体内涌出了一股不属于自己的力量，但又可以被自己所调用。心知是小安的辅助技，林晓此刻也更兴奋了起来。不过还没完，风行而语，淡红光圈刚过，一道青色光圈又随着小安的娇喝声笼罩而来。这一次身体上的感觉是更为轻快，更有一种浑身舒畅的感觉。林晓连忙查看起自己的状态，酣战高歌，气血加1000，力道加30，持续30秒。风行而语，敏捷加20，攻速正20%，持续30秒。好家伙，小安给力啊！西西小安扬了扬手里的短枪，要上喽！啊，早就等不及了。声落，林晓竟直如狂风般窜出，手中疾风剑即刻向前斜劈出一道雷光劈链。普攻吃到焚雷剑技的影响之后，他这还是第一次出手。雷光劈链的飞行速度本就不慢，如今又有风行而语20%的攻速加成在，算上林晓本身的攻速，足有145%。呲！剑气如落雷，顷刻命中一匹风行狼，6825秒杀，经验加25。哗！哥，你伤害怎么那么高的？见到林晓一剑秒杀一匹狼，小安脸蛋上的震惊是掩藏不住的。怎么样，厉害吧？林晓见此还想说些什么，可周遭的风元素却在下一刻猛烈翻涌了起来。小安当心，狼群发狠了。风行狼这种灵兽，同胞的死亡并不会让他们感到畏惧，反而会点燃其胸中兽性，攻击力也会更加强悍。放心吧哥，我可以照顾好自己。两人话音才落不久，天空中汹涌的风元素就如同一匹战狼猛冲而来。林晓下意识挥出一记雷光斩击，可惜没用。躲！平整的谷底中，身影闪掠的极快，可依旧被肆虐的风狼砸地后所溢出的锋刃击中。88，还好，问题不大。300力道的攻击吗？林晓稍皱眉头，按照易散的伤害大抵为总伤害的10%计算，反推过去也就算出了狼群的整体攻击力。好在没有正面击中。小安，没事吧？我没事。此刻小安的身上正有一个透明的光照，替他挡下了所有伤害，想来应该是天启一宗的看家本领。毕竟在学有所成之前，天启一宗的大部分弟子战斗力都不强，而作为掌门的关门弟子，小雨安怎么可能不会保命招式？见小安这边不需要操心，林晓的动作也迅速了起来。300力道的攻击对他来说伤害虽然很大，但只要别被打中不就行了？风行狼速度很快，可他同样不慢。意念下达的瞬间，流云步即刻运转起来，敏捷再加30%，将近120点，时速120是什么概念？高速上疾驰而过的汽车见过吧？这种状态下的林晓完全可以称之为风一样的男子。而随着呼啸的风声，一道道雷光劈链也是迅猛飞出，145%的攻速加上时速120的速度，余下的7匹风行狼干脆就像被一座无法逃出升天的雷之炼狱包围。6483秒杀，6273秒杀，6秒杀。每一匹风行狼的防御值都是不同的，但基本都在一个区间内，因此只要被林晓命中就是一个秒杀，毫不讲理。他甚至连真皇之火和真龙之体都没开啊。多少有点欺负狼了。就在第4匹风行狼被击中秒杀时，个头最大的那匹风行狼终于还是按捺不住了，当即长嚎一声啊呜！除他自己外，余下的3匹狼身躯都是肉眼可见的萎缩倒地，不知生死。而那最大的一匹个头顷刻在长，毫无疑问，他便是狼群的头狼，但其身躯虽然暴涨，速度却更加可怖。就在此时，林晓挥出的一道雷光劈链被其直接叼在嘴里，咔的一声崩碎作纯粹的灵力。不过伤害仍旧是跳了出来，307。急行中的林晓见此不由停了下来，这伤害直接指数级下降啊！一击不死，对方的属性面板也是忽的跳出，名称风行狼王，种族妖兽，级别领主怪，境界筑心6阶，为血量37343 37650，力道312，防御251，敏捷
124。技能狂风撕咬，风狼奇袭，连续锋刃。状态狼王献祭，剩余4分59秒。啧，好家伙！看到这属性面板，林晓都差点要直呼变态了。如果不是状态一栏的狼王献祭，他都想直接点举报了好吗？祝星6阶3万7血，完呢？那个胡墨7阶才2万3不到啊！不过想到这状态只有5分钟，还得废掉3条命，倒也不是不能理解。小安，躲远一些。知道了，哥，你要小心啊！放心吧。嘴上虽然这么说，可林晓的眉头却是死死的皱着，目光是一刻也不敢离开这风行狼王。对方124的敏捷，在他之上，稍有不慎就是一个悲催下场。不过他也不是不能再快。酣战高歌，风行耳语。已经拉开距离的小安又踩着线给林晓增幅了一波，之后小脸微微泛白，显然是灵力跟不太上了。之后林晓也立马明白了原因。酣战高歌，器械加2000，力道加60，持续30秒。风行耳语，敏捷加40，攻速正 40%， 持续30秒。第58章，这脸打的是真响啊！酣战高歌及风行耳语2大辅助技的效果全部翻倍，显然是吃到了小安圣域灵体体质中神辅灵根的加成。至于小安为什么会灵力枯竭，那倒不是神辅灵根的原因，而是小安现在的灵力本来就少，又不是谁都有林晓这开挂一般的体质，一开局灵力就是正常玩家的2倍多，纯属特例好吗？4项属性再次提升，面对着风行狼王，林晓的底气也更足了一些。种种增幅叠加起来，他现在的力道值也来到了325点，丝毫不虚狼王了好吗？这带个奶妈出来是真爽啊！嘿嘿，5分钟是吧？小爷我让你5秒钟都撑不过去啊！阿呜！风行狼王似乎是听懂了林晓的话语，长嚎一声过后，嘴里立刻飞出了数之不尽的锋刃。可如今林晓的敏捷已有近140点，躲个锋刃不是简简单单。虽说在短距离躲避的环境下，速度几乎不可能达到敏捷最高值，但林晓有着前世的超精准操作在，发挥个 90% 还是做得到的。那数之不尽的锋刃，愣是没有一道能命中林晓。当速度和反应都有了之后，想做到这一点就不难。那锋刃是快，是密集，但也不是水流瀑布，总有空缺留给你反应，就看你的反应速度够不够快了。风行狼王见此也有些急躁了，攻击的角度和节奏也紧跟着打乱，而这就给了林晓反击的机会。嘿，刚好第5秒。下一刻，林晓生化龙人态，将已经蓄力了4秒的普攻挥砍出去，蓄力每3秒提升 25% 的伤害，至多蓄力9秒。一道夹杂着雷电与真黄之火的火雷劈炼，迅疾无比。8547，灼伤，出血，血晕，出血，负288。看到血晕词条的那一瞬间，林晓手腕上紫雷碧铠紫光闪动，继而猛出3剑，每一剑的速度都快到极限。他的基础攻速是 125%， 吃到小安的增幅后达到 165%， 紫雷灵阵再加 10%， 足足 175% 的攻速。原本他的挥剑速度大约是 0.2 秒一剑，如今就是无限逼近 0.1 秒。而由于境界的差池，蓄力斩击造成的3秒眩晕被消到只剩 0.3 秒，刚好是3剑，再加上灼伤减防，8687，灼伤，出血，8687， 8687。猛从眩晕中回复过来的风行狼王，啊呜！我他妈血条呢？就在这时，出血，负24。林晓摸了摸鼻子，多少有点尴尬，接着又正了正神，好吧，没想到你居然撑过了5秒钟，那我就再给你5秒钟好了。压血条也推后了呀，眼下的伤害都已经是不嗑药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极限了。这脸打的是真特么响。噗呲，不远处的小安一个没忍住，笑出声来。小安见到林晓幽怨的回头，林雨安连忙摇起了可爱的双手，满脸讪笑。但就在林晓回头这一瞬，身后天忽然黑了。卧槽！巨大风狼张口就要将林晓吞噬其中，那组成巨狼的风元素也如同要撕裂一切般凛冽。哥！小安焦急地喊叫一声，同时也暗自埋怨起自己，要是他不孝的话。然而危急关头，一面青色小盾一闪而逝，风狼轰入地面，消失无踪。而一道伤害词条也从林晓的身上弹出，800，致残，致残，每秒减少 1% 的总血量值，且防御值失效，持续30秒，致残，负61。看到这伤害，林晓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如果不是他在危急关头启用了从胡墨魂种里弄来的小盾，抵消 90% 的伤害，这波直接就会被秒了呀。800%伤害的领主技吗？是个挂吧你！
风行狼王的力道被他的防御值抵消之后，只剩下100点，而被抵消了90%的伤害之后，还能打出800血，这个数据很好算。致残也有点难受啊，而且居然还是30秒。不过他话音才落，圣域立场，身后的小安就挥动短枪，娇声喝道。立场展开的同时，前者身上也弹出了多道词条：加1836，红字；加1086，蓝字；活力饱满；加61，红字；精神焕发；加36，蓝字。圣域立场首次笼罩，恢复30%的总血量及灵力，活力饱满及精神焕发则是每秒恢复1%。当然了，如果直接补满了，超出也不会把总血量变多。但下一秒，致残-61，妈，好歹血量是接近全满的。只是很快，青莲笙歌，随着这一声娇喝落下，小安才刚恢复过来的一点灵力再次抽空，而林晓的身上也弹出了3道词条：加1836，红字；加1086，蓝字；解除致残。好家伙，小安给力哦！UES1，出门带奶妈是真的爽啊！好个青莲笙歌，回血回蓝还带净化，天启一宗的底蕴确实夸张，筑心境就有这等神技。而看到林晓承受了自己这么一击后还是活蹦乱跳的，风行狼王就差直接傻眼了。能造成800%伤害，附带30秒致残的攻击，又岂是想打就打得出来的？蓄能、冷却，时间长不说，还要消耗掉部分的献祭能量，可结果却这般不理想。好了，小狗狗，该上路喽！林晓嘴角一歪，手中之剑也是稍稍挟持，剑锋之上，真皇之火与焚雷之力一同涌动。但风行狼王却是起了逃命的念头。笑话，这要是再中一剑，直接就没命了。不跑难道等死吗？风谷中肆虐的狂风吹得林晓的衣袍猎猎作响。某一刻，少年手中长剑急速斜挥而出，而风行狼王却猛然以灵力聚起一股风元素，如巨大狼口轰地撕咬过去。砰！速度极快的火雷剑气被较之更快的狼口撕咬而碎，崩为细碎，再无其威。这等情形就更别提伤害了。但在碰撞发生的那一瞬，风行狼王已然直接转身奋命奔逃。哎，别跑啊你！给小爷把魂种留下！风行狼王，嗷嗷呜哈！你他妈有病吧？不跑还把魂种留下，真当本王是傻狗啊？但嘿嘿，别挣扎了，小狗狗，你跑不了的。灵藤捆缚第59章灵品子午长剑。灵藤捆缚来自于林晓身上的灵品盛装腰带，木灵束腰，可以在视线前方20米内的任意位置长出灵藤，捆缚并禁锢目标。盛装的附带技能往往都是极为实用的，如这灵藤捆缚，只要目标距离林晓不超过20米，移动速度就是再快也无用。狼王的敏捷是挺高，可不加迪威龙的0-100加速还要2.5秒呢。换言之，他的起步速度再快，也是需要时间加速的，不是？如此一来，风行狼王自然难逃一榜。就算双方境界差距过大，禁锢的效果仅仅维持了0.6秒，可这时间已足够林晓挥出一剑。呼！火雷剑气再下一瞬，已然抵达。3787，斩杀！这一剑伤害虽然有所下降，可依旧是达成了斩杀。狼王已经残血，进入狂暴之后，全战斗属性提升20%，自然也就包括防御。残血不加血防，不然200%的提升太 bug。可林晓承受的那一击却也因慧力玉镯的关系，吸收了其中10%的力道，折算过来就是10点力道，全部加起来，他的力道依旧是超过风行狼王的，且足足有34点。由此，最后一击也就有了这么一个伤害。经验加800，境界经验已满，随时可进行突破。脑海中声音响起，示意着风行狼王再无声息。林晓也重新化归人形，松了口气。一只能秒了他的怪，打起来就是要比平常刺激。这把要不是有青光苍元盾在，他早就因为大意丢了小命，但也算是实打实得了个教训吧。哥，你没事吧？啊，没事。林晓摆了摆手，走吧，咱们过去把魂种开了。郝林元乖巧回应，不过才刚走一会就偏头说道：哥，你刚才的样子很帅哦。是吗？那会吸引到像小安你这样的优质女孩不？林晓调侃一声，却没想到会啊。小安睁着滴溜溜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看着林晓，这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吗？之后又猛地语出惊人，要不等我成年就嫁给哥哥好了。啊！林晓习惯性的回应一声，但下一秒，哎，你在说什么呢？我的傻妹妹啊，哪有人嫁给自己哥哥的？林晓着实是被小安这个提议给吓着了，虽然娶自己的妹妹很……啊呸！啊呸呸呸！很败坏伦常啊！
嘻嘻嘻，我开玩笑的啦。看到满脸震撼的林晓，林雨安无奈调皮的吐了吐小舌头，也在心中暗道：果然，臭丫头，玩笑哪有这么开的？吓死你哥了都！略，兄妹俩玩闹之间，风行狼王的魂种也已到了眼前。小安，你来开。不要不要！小安双手连连摇晃，我的运气不够好的。好吧，那我开了。小安不愿意，林小倒也光棍，与其硬要他来开，还不如以他的鸿福齐天来提升得到好装备的概率。下一刻，他伸手探去，两紫一蓝，3件装备立刻弹出。小安都看愣了，你不会真像论坛上说的那样开挂了吧？嗨嗨，林晓一顿汗颜，却问小安：“你还逛过九州论坛呢？”因为我想好好玩这个游戏啊，总不能当一个连哥你都带不动的妹吧？你这丫头，林晓摸了摸她的小脑袋，你已经玩得很不错了，超级宗派的掌门关门弟子啊，待遇跟你哥我一模一样了都。嘻嘻，少年脸上浮出一抹溺爱的笑意，接着也是看向那爆出来的3件装备。风灵法袍衣袍，原材料取自十里风骨崖壁上，常年经受风元素洗礼之灵植，内捐风灵法阵，血量灵力加900，防御加15，护心加1。风灵法阵施法营咒时受风灵影响，如火柱风势，法术范围扩大 5%。风灵套装1/3，无特殊效果。品质紫，要求筑心境及以上可用。断风切，长剑，剑长3尺4，劲重8斤1，挥之如风银，斩落切风断，乃筑气大师疾风子早期作品之一。力道加24，会心加5，攻速正 8%。断风内捐灵纹阵断风，激活后自身力道加10，攻速正 12%， 且对风系攻击有一定切断效果，每秒需消耗100点灵力。品质紫，要求筑心境以上剑修可用。又是疾风子的作品。林晓一顿哑然，他现在握着的疾风剑就是疾风子的早年作品，没想到这断风切也是。嘿，还挺有缘。接着他又看向那件蓝装，狼毫披风衣袍，取十里风古风行狼之皮毛所制，血量加300，灵力加100，防御加25，护心加8。品质蓝，要求筑心5阶以上可用。属性也不差，但相对来说更适合前排一些。同样是灵品蓝装的苍蓝剑袍就较为均衡了，不过防御值和护心值加的不如这披风。可剑袍没有要求，这披风却要筑心5阶啊！抬走抬走，留着卖钱。魂种里除了装备之外，自然还有灵石级材料。林晓挥手收入苍蓝戒后，总数也是一目了然。下品灵石83颗，中品灵石4颗，风行狼牙5枚，还有一株狼毫草。狼毫草炼制灵品增幅丹、嗜血丹的主材料，可卖给材料商人换取灵石，或前往宗门置换为宗门贡献。这波收获还是很不错的。小安，给。林雨安接过哥哥递来的衣袍，其属性也是立刻浮现眼前。这个就是你说的顺风套吗？啊，还差2件，咱们继续刷吧。哥这边的任务也还缺几个材料。好，对哥哥林晓的好，林雨安从来都是不拒绝的，只会想着之后用行动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报答。就比如撮合林晓跟柯云岑。嗨。接下来兄妹2人便在十里风谷中继续游荡起来。这个区域几乎没有玩家，但有了风行狼王的惨死，前谷不少怪物都是惜命的躲了起来。比起狼王，他们也不多傻呀。出去觅食，那不等于在茅坑里点蜡烛吗？看样子必须主动出击了。第60章，哥，你管这叫大蚯蚓？兄妹2人在十里风谷的前谷都转悠10几分钟了，却愣是没有一只怪物敢于发动袭扰，可就这么走了。林晓可不甘心，顺风套只有在前谷能出，既然怪物们不出来，他们就只能主动钻崖洞去找了。小安，咱们找个风小点的地方，哥先升个级。哦，好。击杀风行狼王之后，林晓的经验值就已经满了，随时可以进行突破。2人很快就找到一个高约2米的椭圆形崖洞，接着在一声悲鸣中，崖洞的原主人呜呼离世。毕竟是要突破，当然得保障周围的环境了。全部确定无虞后，林晓也是直接席地盘腿，闭上双眼。叮！进阶突破开始。极品筑心丹的药力还剩下1次，突破时自然是默认进阶突破了。十里风谷之中，狂乱的风元素扰得天地间的灵力也是驳杂不堪。但或许是由于极品突破丹介入其中的关系，一股纯粹的灵力已如漩涡般汇聚林晓头顶。从九州本身的视角来看，就是突破丹剩余的药力在发挥作用。边上小安脸蛋上多少有些紧张，手里的短枪也是紧紧握着，目光更是时刻警戒着周遭的状况。就这样，时间大约过去了5分钟。叮！进阶突破成功。
全战斗属性加30，血量加1000，灵力加1000。叮！进阶突破已成。自由属性加30，彗星加1。叮！龙皇圣体体质触发。真龙神躯小境界突破，战斗属性额外提升 5%。呼！林晓睁开双眼，长舒了一口气，继而打开属性面板，将30点自由属性再一次均分在力道和敏捷上面，突破丹的加成，自由属性堆叠，真龙神躯再度增幅。这短短的5分钟，林晓的战斗力已然来到了一个新高度。属性面板较之前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先是基础属性，玩家林晓，经验07000，境界筑星3阶，变化不多，只是经验值突破之后归零了而已。接着是战斗属性，血量4420加700，灵力4420加200，力道243加87，灵慧204加25，防御206加45，敏捷110加12，敏捷值超过100已达奔跑极限，超出部分需搭配身法、御空术等以激发。攻速113%，正22%。彗星2加35，身法新增 X 鬼影步，宝物新增 X 木灵护心镜、青光苍元盾，武器更换 X 断风切，护具更换 X 雷影靴、鞋，新增 X 木灵束腰、腰带，新增 X 紫雷臂铠、护臂。好家伙，林晓心中直呼好家伙。别的先不论，敏捷这就破100了。正常玩家基本上要接近炼体境，敏捷才能破100，抵达奔跑极限，他才筑星3啊。啧，挂壁实锤，敏捷100什么概念？黑阿飞跑1圈，你能跑3圈？不运转身法的话，时速100公里的奔跑速度的确足够夸张。要知道黑洲飞人的时速也才37多点啊。好了，小安，咱们走吧。突破至筑星3阶之后，林晓的战斗属性相较之前提升了将近 25%， 又有小安在旁辅助，这属性干脆能在10里风谷前骨横着走了好吗？一个个的崖洞转下来，林晓的复杂任务已经先一步完成，顺风套的第2件也顺利爆出。属性如下：风灵腰带，原材料取自10里风谷，内捐风灵法阵，防御加15，彗星加1。风灵法阵施法营咒时受风灵影响，如火柱风势，法术范围扩大 5%。风灵套装2/3，施法速度正 12%， 法术范围扩大 15%。品质紫，要求筑星境及以上可用。2件装备的属性总体上差异不大，毕竟是同一套，还差最后一件。无论是什么网游，当一套装备凑到最后一件的时候，都是极难产出的，要么一直重复，要么干脆不出。这种现象在九州自然也是存在，但历经了前世多年的摸爬滚打，林晓却知道一个隐藏设定：如果你只缺一件，而那个区域的 BOSS 首杀还没拿，那么只要拿下首杀，那一件装备就是必出。10里风谷的 BOSS 吗？小安，你怕不怕蛇？倒是不怕。那好，哥带你去打一条大蚯蚓去。不出意外的话，最后一件顺风套应该可以从他的魂种里摸出来。大蚯蚓，林雨安歪了歪头，满脸的不解。直到兄妹2人来到了10里风谷前谷与中谷交汇的区域，一个足有5米余高的崖洞内，忽然传来了低沉且具有强烈警告意味的嘶鸣声。不多时，洞口也是出现了一双猩红的碗口般大的眼睛。啊！小安下意识尖叫一声，等定下来神才有些幽怨地看向哥哥林晓。哥，你管这叫大蚯蚓？它也太大了吧！没长腿的爬虫可不就是蚯蚓吗？林晓歪了歪头，摊手道：呼！正当林晓话音落下之际，崖洞中的大蚯蚓已然随着狂风暴怒着窜飞出来。这种 BOSS 级怪物能听懂人话并不离奇，说他是大蚯蚓，他能不气？嘿嘿，这就 hold 不住了吗？小蚯蚓，你有点急躁啊。好！此时已然完全腾飞在半空中的巨蛇猛然张口嘶吼，一道道锋刃也如雨点般从其口中飞速迸射而出。小安已经展开了自己的保命盾，就差抱头蹲防了，而林晓却是飘逸地躲避着那密集的锋刃。这不过就是 BOSS 的一次试探而已，强度也没有那么夸张，毕竟没有人上来就开大的。在躲过最后一道锋刃的同时，握在林晓手中的断风切也首次挥向了大蛇 BOSS， 如雷光炸响。但他也只是试探而已，这一剑就是最普通的普攻，结果就是未破防。什么玩意？老子可是有330点力道的男人啊！莫破防？这蛇是铁做的吗？前世林晓虽然也打过这蛇，但时间太久远，早就忘了他是石妖路子了。
则没办法了，出绝招。第61章风暴巨然，风元素切断。面对眼前的大蛇，林晓脸上多少也浮出了一些凝重。他现有的增幅基本上都是伤害增幅，并非直接加持力道，而力道不足以破防，伤害加持的再猛，打出来的伤害都是1。不过虽然没破防，可对方的属性面板却是已经弹出。名称风暴巨然，种族妖兽，级别 BOSS， 境界筑星7阶，血量28109 28110，力道381，防御362，敏捷49，技能御风腾行，泯灭风暴，超刃蛇鳞，风吼炮。看到风暴巨然这面板，林晓也是不由得舒了口气，还好，有的打。小安知道。后方的林雨安手中短枪举过头顶，酣战高歌。戒儿，风行而语，2大增幅再度上升，而且还是吃到了神斧灵根效果的增幅。林晓的力道值立刻来到了390点，但还没完。既然这风暴巨然牺牲了敏捷，专注于力道及防御，那么不利用岂不可惜？下一刻，长鸣骤起，在獠牙号角的作用下，林晓力道再上一层，成功突破400大关。当然，他也没把所有底牌都亮出来，现在这力道就已经够用了。至此的描述虽冗长了些，但此间一切都是在那道1的伤害出来之后的3秒内全部完成的。而以风暴巨然的体型，想要抓住灵活变换位置的林晓几乎不可能。在增幅全部顶上的瞬间，少年猛化龙人态终于再次出现。像这种速度不快的 BOSS， 在他眼里干脆就是活靶子。这次终于不再是雷声大雨点小了。5346，灼伤，出血，负227，一剑重伤风暴巨然。林晓也不贪恋那灼伤状态的减防，立刻踏空拉开距离。就在下一刻，暴怒的巨然果然将蛇尾坐边扫了过来。他的敏捷虽然只有49点，但扫尾这种动作会有力道加持，速度可不慢。如果刚才林晓不退，这一尾巴子可就吃定了。而一击不中，巨然也不气馁，张开巨口就朝林晓轰去一炮。砰！周遭的空气就好像炸开了般，速度之快，几乎没留下多少闪避空间。林晓眉头一皱，只能挥出火雷劈链切了过去。至于结果，肆虐的风流中传来一阵雷鸣，将少年的身子倒着吹飞。与之同时，一道词条也从其身上跳出：切断，伤害抵消 60%， 负2600。看到这词条，林晓脸上也是闪过恍然。切断原来是这个意思的吗？自打他用上段风切之后，这切断效果还是第一次发挥作用。毕竟前面基本都是秒杀来的，没机会啊。圣域底下的小安见到哥哥受伤，就要展开圣域立场，可上空的林晓却连忙制止。小安等等啊，放心吧，哥没问题的，残血有时候会更强。哦，虽然林元不是很理解，但是他只需要听话就好了。上空，林晓与风暴居然遥遥对峙，距离是前者刻意拉开的，毕竟对方这敏捷想跑也跑不掉，不需要跟对付风行狼王那回事的。再者，20米在面对风暴巨然的时候还真不是安全距离，而林晓既敢残血对敌，自然是有其底气的。断风切的切断效果在距离极近时都可以切掉 60% 的伤害，那如果离得远呢？另一边，好，一炮没能轰死林晓，风暴巨然眼底也涌现一抹凶戾，继而再度张口，不过这次却换作了一道狭长的急速锋刃。林晓毫不客气，再斩一剑。就在锋刃与剑气碰撞之际，前者直接一分为二，对应词条也是跟着跳出：切断。林晓见此，嘴角微微一挑，心道：果然，只要是风元素攻击就可以切断，被切断后原来的攻击轨迹也会被打乱，距离一远也就难以再次命中了。即便命中，伤害也会削减 60%， 就是可惜只能切风。不过要是什么元素都能切，这柄剑恐怕也就不止灵品紫色了，天品都有可能。打！风暴巨然见此不由怒起，身上也是腾起了一阵耀眼青光。下一刻，环绕在他身周的风元素力石呈螺旋状盘旋起来，势头之大，宛如要将整个风道都完全填满。到底是 BOSS 啊？这应该就是他面板上的泯灭风暴了吧？拿手好戏！小安躲在哥身后。林晓有信心接得住，可小安却不一定啊。好！听到回应，少年也是捏住了剑柄，开始蓄力。1秒、2秒，但就在此间，风暴巨然的庞大蛇身狠狠扭转，那巨大风暴如同得到了急加速，赫然朝着林晓猛撞过去。林晓嗤骂一声，还想续足9秒呢，没办法了，
呵，蓄了3秒力，伤害加成达到100%的火雷剑气，带着破开一切的气势朝风暴撞去。噗！螺旋风暴在被剑气劈中的瞬间，从中间被开出来一条缝隙，涌动的风源速想要将那缝隙弥合，可那剑气却已经迅雷不及掩耳，斩裂到了另一边。V 型风暴直接被斩成了 W 型，可它原本是一个整体的啊，一分为二，还如何维持原状态？本就带着泯灭气息的风暴，在分成2部分之后，稳定性瞬间被破坏，立刻互相纠缠起来。而这个过程，如果接触到的话，依然还是会有伤害，但林晓的血量却很难再挨下来。另一边，风暴居然看着被切分开来的风暴，蛇眼霎时挤压的血红，大概是气的。但下一秒，一道瘦弱的人类，应该说是龙人身影，却是忽然出现在他身下，距离不足5米的位置，其眼眸中似乎还有一个隐约的十字。莫等居然反应，一道剑气劈链已然轰至。这一剑明明平平无奇，可却让风暴居然感受到了致命的气息，遂在其本能的驱使下，一道亮眼青光瞬间笼罩全身。靠！林小安自咬牙，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打出来的伤害。3178，灼伤，出血，出血，负193。果然，第62章，斩杀风暴巨然。看到那弹出来的2000多伤害，林小眼珠子都差点跳出来了，有一种挥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好不容易状态全满，还利用鬼影步的诡谲位移闪到对方身下玩突袭，本来可以一剑秒的，结果操！刚刚那一击，光是力道就有433点。原本吃到小安的增幅，加上獠牙号角才410，但他断风切的灵纹阵还有10点，加上承受了巨然的一击，吸收了13点。那一击他承受了40%的伤害，以此倒推，很容易就算出那封吼炮并没有固伤，就是单纯的力道伤害，直接面板减算就行。433点力道，超出巨然的防御值71点，体质增幅6.75倍，特殊天赋在血量低于50%的情况下增幅2倍，敌剑心经增幅10%的剑术伤害，最后算上破心之谋的锁定弱点彗星，他的彗星值算上装备增幅可是足足37点，也就是 1.37 倍的彗星伤害。更遑论破心之谋还会额外提升10%的彗星伤害，种种增幅增伤让这一剑的伤害已然突破了3万大关，足以秒杀巨然，可却被他那一身青光给挡去了90%。林晓真心是想骂街了，就非跟我对着干是吧？凭什么啥怪都会这种能顶掉90%伤害的保命技啊？干！老子就不信你还能扛第2次。但下一秒，风暴巨然却是如同见了鬼一般，迅速催动技能御风腾行，瞬间跟林晓拉开了近100米的距离。他敏捷是低，可他毕竟是生活在10里风谷中的怪物，依托风流进行位移还是能做到的。不过没用的，谷底的林晓一阵猛踏，紧跟着风暴巨然的身躯就冲上了半空。又不是只有你会飞啊！双方敏捷上的差距，让后者只是呼吸间就追上了前者，继而一剑挥下。然而，拼！长剑如同挥斩在金铁之上，震鸣声随风传去千米。1054，灼伤，出血，出血，负181。林晓再度暗骂一声，这破玩意还是持续性的。他一顿气急，刚想再来一剑，谁知呼，风暴居然一记甩尾，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他身侧。林晓根本避无可避，啪！一声脆响，身中一击的林晓当即被拍落谷底，震出不少烟尘，却被谷中大风顷刻带走。哥！小安急得大叫。嗨嗨！许是听到了这一声叫喊，石坑中的林小忙连咳2声，喊道：小安，我没事。小安一下止住了脚步，从天上这么被打下来，还没事？我哥到底还是不是人啊？林雨安一度陷入了怀疑。而此时的林晓身上2行词条无比显眼：木灵护心镜，负0，坠落震伤，负512。前面被巨然的风炮击中，护心镜之所以没跳出来，是因为伤害不致死且并非偷袭，这才没自动触发。毕竟是成装，这点智能还是有的。至于坠落震伤，这种伤害防御值是无效的，会直接扣减10%的总血量。踉跄着爬起来后，林晓也是咬牙切齿：你他娘的蛇老六，小爷我今天不宰了你包蛇粥，他妈姓氏倒过来写啊！喝声落下，林晓再度踏空而起。好在这蛇老六的仇恨值一直在他身上，小安那边暂时很安全，那些小怪剑到 BOSS 再干架也会自动躲得远远的，不然两处分心，林晓说不得真得被这蛇老六阴死。其可怕的力道值作用在扫尾上，速度是真的夸张啊！趁着身上的增幅还在，林晓挥剑再去3道劈链，啪啪，前2道
风暴居然反应再现，粗厚的蛇尾一扫，刮起狂风将之抵消。但第3道却是来之不及。1054，灼伤，出血，出血，负168。林晓眉头一皱，还有16000的血吗？而且青光还在，这破玩意究竟是怎么个事儿？他又看了眼自己的灵力，灵力8204620，不够用啊！激活断风切的灵纹阵，每秒需要消耗100点灵力，对于他来说可不少。而且踏空而行也是需要灵力以维持的。没办法，只能求奶了。小安，能不能单纯支回蓝？谁料林晓话音才落，一道蓝光就瞬间将他笼罩。下一秒，加2310蓝字。同时，林晓还看到自己身上多了一个状态：灵泉翻涌。灵泉翻涌立刻恢复灵力总量的 50%， 此后每秒恢复120点灵力，持续15秒。好家伙，干脆就是回蓝永动机啊！哥哥加油！丢完辅助技，小雨安的声音也是紧跟着传来。啊，没问题。灵力值接近回满，林晓手中之剑也是握得更加紧实些。下一刻，龙人太下，右脚踏空，猛地往天上直窜数十米。风暴居然碗口大的眼睛紧跟上去，可下一秒却看到一连串的剑气劈炼，犹如机枪弹幕般朝他涌来。与此同时，林晓还取消了踏空，任由身体持续落下，手中之剑却未曾停下挥砍。密密麻麻的剑气如同一面剑气墙，撞向了风暴巨然。巨然连忙扫尾去抵，可如此密集的剑气，他能扫碎一些，却无法扫开全部。加上这些剑气，林晓根本没附带真皇之火，也没催动武器灵纹阵，所以几乎不需要灵力。且由于距离的关系，风暴巨然根本躲不开，大量的伤害词条立时从其身上弹出。503，出血，出血，负174。503，出血，出血，负169。503，一连串的命中加出血，直接磨掉了风暴巨然大半血条，最后终于会心，负15167。斩杀。当一道焚雷剑气精确命中风暴巨然身上的10字标记时，一道可怖的伤害跟着弹出，也预示着对方生命的终结。看来是持续时间比较长那一类的。林晓收剑入鞘，身形也在此刻完全落地。巨然身上的青光来由不难猜，必然是他那名为超刃蛇灵的技能，而且持续时间之内肯定有弱点守护的效果，不会被看穿，哪怕是破心之谋也难顶。可就在青光消散的那一刻，林晓就抓到了那一瞬出现的10字准星。继而完成斩杀。第63章，又见金色传说。砰！长达10余米，足有一人粗细的巨大尸体径直砸落在峰谷底部。风暴居然如果还活着，现在可能只想说一句话：压是人骂你，多少给我个爆种的机会啊！就这么用漫天剑幕给我堆死了。挂壁，经验加1200。嘿，居然有1200，还不错。战斗结束，小安也是连忙小跑了过来，2个恢复技不由分说的挂在了林晓身上，直接把他的血给顶满了。好了好了，小安，奶冒泡了多。岳林与安吐着可爱的小舌头，我担心吗？反正又不会吐奶。林晓汗颜，自从小安发现自己的病有希望康复之后，个性是越来越跳脱了。吐奶都来了，哥，你摔着没？快让我康康。没事，这是游戏里，也不是真的摔啊。说完这句话，林晓又在心里补充一声，至少现在还是游戏，以后要是真这么摔，5脏6腑错位都轻的。当然了，修为上去之后，身体的抗击打能力也会相应的提高起来，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还不是这游戏太真实了。小安脸蛋微红，也是才反应过来。好了，开魂种吧。林晓摇了摇头，不出意外的话，最后一件顺风套应该就在里面。林晓伸手探去，下一秒，心，哎呀，好刺眼！林晓也是愣住了，又见金色传说，怎么感觉鸿福齐天可以改个名字，干脆叫资源挂算了。嘿，出成装了！凡蛇骨金棱枪，短枪，以风暴巨然之骨历经锤炼而成，枪身有8棱，一点金尖为首，长足3尺，灵慧加18，力道加8，施法速度正10%。蛇骨封印，战斗时可召唤巨然封印协助战斗或护卫自身，封印战斗属性为自身的70%，存在时每分钟消耗1%的灵力，冷却时间10分钟。品质成，要求无。嚯嘿，乘5。看着手中这杠短枪的属性，林晓也是啧啧咂嘴，而且刚好还是用得上的。小安，给你了。话音才落，林晓便直接把乘5短枪放在了小安手中。哎，不许拒绝。哦，还有这个啊？
灵，风灵不摇，头饰以10里风骨崖壁上常年经受风元素洗礼的矿物打造而成，内捐风灵法阵，施法速度正 8%， 灵慧加10。风灵法阵施法营咒时受风灵影响，如火柱风势，法术范围扩大 5%。风灵套装3%，施法速度正 18%， 法术范围扩大 25%。品质紫，要求助心境及以上可用。看到哥哥后边递来的装备，林雨安当下也是明白了过来，这是本次带妹的主要目的。3件装备都可以令法术范围扩大 5%， 加起来就是 15%， 再算上套装效果，法术范围直接扩大了 40%。如火柱风势，这就是他叫顺风套的原因了吧？毫无疑问，这装备只能是给他的，就算想拒绝也没理由。可是另外的成武短枪，越是了解九州，林雨安也越是明白装备的珍贵。别说成武，子武也很贵了。而且如果他现在拥有的顺风套拿去拍卖，恐怕能拍到不下100万现金。哥，要不……小安尝试着把成武短枪递回给哥哥，可拿着没得商量。卑微小安在线嘟嘴。不过这回林晓却是看起了巨然魂种内剩下的最后一件装备——风灵护心甲内衣，以风暴巨然身上最硬的护心灵打造而成的内甲，可具风灵成盾护卫自身，力道加10，护心加15。风灵护盾，召唤一面风元素盾牌，可挡住来自4面8方的攻击，盾牌血量为自身血量值的 80%， 灵力消耗200点，冷却时间15分钟。品质紫，要求助心境以上可用。嘿嘿 ，nice 啊，刚好是空缺的位置。11个装备部位，林晓原本还差内衣、戒指、腰饰以及头饰，如今距离满装也是更近了一步。别觉得慢，大部分玩家现在还只有衣袍跟靴子呢，腰带啥的都不一定有。当然，没有属性的基础装备还是有的，不算在内，他们也不是光着身子到处瞎跑。林晓满怀欣喜地收入苍蓝戒中，随后大手一挥，魂种中剩下的东西也是一股脑收入了戒指。居然还有一颗上品灵石。上品灵石对中品灵石也是1换100，相当于1万下品，已经是迈入了高级货币的行列。此外，还有一些10里风骨特有的材料，就不一一赘述了。林晓任务完成，小安的顺风套也全部集齐，继续待在10里风骨也就没意义了。小安，你的经验值应该满了吧？这一路下来，小安虽然没怎么打怪，但辅助也是会分到一部分经验的。加上10里风骨的怪物都不算弱，4阶5阶很是常见，两人基本上都是越级刷怪，经验上也就有会一定的加成。林晓3升4的经验都快攒满了，小安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回去就准备突破3阶了。是吗？都赶上我了。林晓笑了笑，轻抚了会小安偏长的披肩秀发。走吧，回去了。苍华峰下，离南城。少年走出传送阵，直奔一处经营符咒生意的店面。刚进门，哟，客人，您来点啥？店家连忙开口招呼，接着便作势要开始介绍。小店这有仙幽符吗？林晓直接开口打断，要是乖乖等着对方介绍完，估计半小时就没了个屁的。店家虽然诧异，但还是点头连道：有的，客人您稍等，我这就去拿。不多时，那店家也是从后间走了回来。客人，您看看。林晓接过手查看起来，符箓也是分品级的，寻常的一样是下中上以及极品4个等级。林晓这次需要的不用太好，中品足矣。中品的现幽符，你这里有多少？店家眨了眨眼。要多少？店家心里也是无奈，现幽符这东西属于冷门商品，存货哪里会多？10张吧。林晓报了个数。10张。第64章，触发隐藏副值。现幽符顾名思义是作用于幽冥的符箓，林晓可没忘了自己的地狱任务，击杀异兽敖狠。敖狠性凶，长盾符幽冥，呼出而食人，其貌似牛，2人高，无尾有4角，毛长如蓑衣。这是九州典籍中对敖狠的介绍。从凶狠程度上来说，他不亚于穷奇，但实力就去之千里了。林晓来买现幽符也是想在必要时将敖狠从幽冥中逼出来，毕竟他的时间不算多，莫空跟那敖狠斗智斗勇。怎么10张没有吗？店家闻言满脸的尴尬。客人，您手上这些就是小店所有的现幽符了，若实在不够，如何？看到店家脸上有犹豫，林晓也是明白过来这事不简单，方才追问。这回那店家好像也是在纠结中战胜了自己，随即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本古朴的册子。客人，多的现幽符小店确实没有，但我这里有一门符法，习之便可自主画符，您看。哦，林晓疑惑刚起，脑海中就跳出了一道提示：叮，触发隐藏复制任务，是否接取？
阿累，副职业？林晓心头一动，这么一想，符师的确是九州的一门副职啊。作为主职业的虽然也有，但大部分符师都不是只会画符的。如果画的是攻击类的符箓，是不是就不算攻击类技能了？值得一试啊。这符法，你开个价吧。林晓这么回答，也算是接下了任务。但这时，店家却摇了摇头：“客人，不瞒您说，这符法乃我祖上所传，先祖有训，符法无价，只于有缘人。您若能替我找来一物，此法就当作是谢礼，如何？”何物？这东西应该就是任务条件了，总不能平白无故就给你一个副职。哼，我等符师画符，符强符弱取决于二者，一在符纸，二在符墨。而今我符道遭之瓶颈，急需上等纸墨以突破。听到这话，林晓也明白了大半，任务就是替他去找符纸或者符墨了吧？果然，店家继续说道：“我曾听闻，此去以北有数名道，若以其数将为符纸，所化之符威能也可更上一层。客人若去替我寻来一段，这符法便算是谢礼。此为符纸，那符墨呢？”林晓见店家没有继续开口的意思，便追问。谁知他连忙摇手：“客人笑言了，我要盗墓已是贪得无厌，岂敢再要符墨？好，此事我应下了，但且容我几日。”“无妨，不在这几日。”店家忙道。这些现优符我都要了，多少灵石？”店家闻言，眼珠子稍稍一转，罢了，也不是什么稀罕物。若是您可替我寻来盗墓，这符也仅是添头罢了。那怎么行？你做生意也不容易。最后，经过两人一番推究，林晓还是留下了一枚中品灵石，全部买下或许不够，但店家也绝对不吃亏。前世他可是多花一块下品灵石都心疼的人物，对物价自然是熟忍于心。但穷不是抠的借口，该给的必须要给。林主角的三观就是这么正。离开离南城后，林晓也是踏上了击杀敖狠的路途。一共是7张吗？手里的7张符箓自然都是现优符，但品阶不一，上品有1张，中品有4张，下品则是2张，效果也存在参差。下品现优符，辅助符，祭出此符，可令方圆10米范围内一切幽冥无所遁形，符箓血量为使用者自身的 50%， 击碎后失效。品质白，要求无。中品的属性是范围扩大到方圆30米，血量提升到 80%， 上品则是方圆100米以及 120% 的血量。没达到预想，但也够用。全部准备完毕，林晓也是通过传送阵抵达了苍流峰以南的山林之中。说，光华流转，一道少年身影随之而至。林晓扭头望了眼山下的村庄，错落有致，约莫200来户人家，可时至傍晚，却屋门紧闭，无一家敢燃起炊烟。情报中说，敖很喜欢在夜间出没，流窜平民居所，满足其食人本性。现在已经是傍晚5点，距离日落不到1个时辰，平民百姓能不怕就怪了。之后，林晓又看了眼手中的现优符，喃喃一声，应该足够了。接下来，他下山，绕着那200来户人家草草转了一圈。路过的几处废墟中，至今还残留着敖狠的攻击痕迹，四溅的血迹虽被沙土掩盖了起来，可依旧能借此想象到当时的凶厉场面。而当林晓走到村庄的一角时，是剑宗的大修吗？一道沧桑的耄耋沙音传来，少年扭身一看，果然是一名已有耄耋年纪的老者，手中所拄木拐已经干枯如朽木，见到他却还奋力着要站起。老先生莫急！林晓连忙喊了一声，我的确是苍兰剑宗的弟子。这一声出，附近的几户人家也是试探着推开了房门。太好了，大修来了，我们有救了！可嗨，老先生您慢一些。林晓连忙上前扶住，都怕这老爷子太激动，给自己兴奋坏了。大修，您真的可以对付敖狠吗？是啊，我见那畜生凶厉的很咧，切勿小心啊。九州的民风还是很淳朴的，林晓这类修行者在他们眼里几乎就是无所不能的神仙。林晓听着这些话语，正想说些什么，但这时却有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小女孩躲在母亲身后，弱弱问道：大哥哥，你很厉害吗？喃，不许乱说。小女孩的父亲连忙小声呵斥，不过林晓却是缓缓蹲下身子，眼含温柔地望了过去。小妹妹，哥哥很厉害的呀，可以帮大家打怪兽哦。那大哥哥你要加油啊！林晓摸了摸小女孩的脑袋，一定会的，等大哥哥的好消息。晚上一定要躲好，明白吗？林晓起身，却是给了那小女孩的父亲一个暗示般的眼神，后者也是立刻了然，跟在他身后走到了一处僻静。刚一到，林晓便开口直问：你女儿的身体你了解吗？啊！第65章敖狠现身，战！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女孩的父亲有些茫然，神态又很局促，这样的神态也让林晓打消了心中的怀疑。而接着，
林晓也直接说出叫他来的根源。敖狠之所以会来这个村子，是因为你女儿。男人显然愣了一下，不会吧？这小程他，你先别紧张。林晓抬手稍微制止了男人的慌乱。他叫什么名字？月成，卢月成。林晓点了点头，见男人已经缓过神来，这才开口解释：小月成是先天道阴体，敖狠就是冲着他来的。先天道阴体？男人微张着嘴巴，明显是有些错愕。生活在九州大地上，便是平头老百姓也明白，先天体质是修行的基础，因为体质异于常人，才有助心明元的载体。常人的躯体根本承受不住灵力的冲击。不过正常来说，100人中有1人能修行就已经实属不易，总的几率要远低于此。不错，阴性体质对于敖狠而言是大补，尤其小月成先天之气未散，体内阴元强盛无比，更是大补。那为什么敖狠没直接冲着他去？林晓说完，男人也是即刻点了点头。很简单，也是我说的那个原因，小月成体内先天之气未散，对他而言也是一种保护，让敖狠无法轻易找到他。男人恍然也是明白了林晓的意思。那大人，您叫我来试，今夜替我将那畜生引出来。啊，这无妨，我自有法子护你妇女周全。听到林晓这番话，男人脸上也是升起了层层顾虑。是人都怕死，更何况对于敖狠来说，他们妇女就像是移动的大餐。可一想到人质耄耋，却还担忧着村民们的老村长，以及前日葬身兽口的儿时玩伴。我去，大人，您要我怎么做？林晓咧嘴笑言，无需刻意，升起炊烟，让小月成在门前玩耍即可。好，我明白了。吩咐完后，林晓也是让男人先一步回去，没引起任何一个村民的注意。入夜，月垂天边，夜空仅有点点星光作坠，使得整个村庄有些莫名的寂寥。偌大村庄无人点烛，唯有卢月成一家亮着微弱的烛光。房顶上一缕炊烟袅袅，大门未闭，小月成蹲在门口，正用木棍戳着地上的蚂蚁。如此情形与昏暗的村庄倒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林晓这会正半坐于一处房屋顶上，右手搭靠着膝盖，手中则捏着一张现幽符，以一缕灵力牵引着，随时准备催动。不过嘴里叼着狗尾巴草的模样，看上去要多悠闲有多悠闲。小月成的老爹是看不见，这要是撞见了，分分钟的来上一句：你就是这么护我妇女周全的。嗨嗨，实际上林晓也只是看上去悠闲而已。敖狠这种异兽，除了实力不高和凶狠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狡猾。你不摆出一副让他觉得有机可乘的样子来，他是不会主动踩坑的。前面之所以屡屡成功，就是抓住了村民们懈怠的瞬间，方才得手。能独立在九州大地上生存，没有哪个村庄是毫无抵抗之力的。像是林晓手中的符箓，就是不少村庄抵抗入侵袭击的手段。若是手无缚鸡之力，这些个村庄早就消弭于历史长河了。不过凡人能用的符箓大多都是防御型的，攻击力十分有限。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就在天空明月将要正对大地的前一刻，静坐在屋顶的林晓眉头稍稍动了一下。哼，来了吗？他轻哼一声，手中一张下品现幽符直接朝小月城的位置飞去。符箓打出，立刻遁入虚空，将周遭的一切幽冥完全显出，整体的环境色瞬间阴冷了下来。小月城浑身打了个激灵，连忙丢掉木棍，跑进了家中。爹娘！下一刻，小月城家原本整齐码放在屋边的柴火堆轰隆一声坍塌，整个村庄也传来了一阵无声的震闷。还想跑？屋顶的林晓起身再去一张现幽符，依然是下品，位置则往前预判了10米左右。呼噜，幽冥突现，一头庞然大物猛然撞在了将要遁入虚空的符箓上。3000破碎，一行词条浮现，林晓丢出的下品现幽符也是就此报销。但抓住了机会的他又怎会毫无预料？下一刻，3张中品现幽符呈3才阵势飞速遁入虚空，将那庞然大物锁在中间。与此同时，在其后背上诡异的藤条瞬间钻出，猛然缚住其4足，雷光劈链紧随而至。1031血域，攻击命中，一块属性面板也是弹到了林晓面前。名称：敖狠，狠毒鹰，又名敖鹰。种族：上古异兽。级别：Boss。境界：筑心8阶。血量：40019-41050。力道：210。灵慧：233。防御：315。敏捷：101。技能：幽冥风暴、幽冥冲击、诡变冥身。血脉天赋：幽冥遁虚。状态：眩晕。嘿，防御还挺高。趁着对方眩晕，下落中的林晓身形忽然胀开，以龙人态
再取一道火雷劈裂。2784，出血，灼伤，出血，负372。可惜的是，眩晕的3秒现在因为境界差距的关系，只剩下不到 0.2 秒了，要不然还能再砍一剑。某中剑受伤，敖狠此时也是发起了狠，毕竟偷袭已然不成，只能硬攻。与林晓对峙，他也没有功夫去破坏现幽符玩阴的，要是把屁股留给前者的话，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然而林晓可不管他吼不吼，狠不狠的，手中持剑便猛向前方一剑又一剑的劈砍而去。自从他的普攻吃到焚雷剑技的增幅后，他随时都可以化身面无表情的剑气制造机，好吗？攻击频率一密集，命中目标的概率也就提高了。但敖狠的速度并不慢，左冲右撞的，愣是避开了前面数十道剑气。猫嗷！转眼间已来到了林晓身前，四足震地跃起，就要撞来。嘿，等的就是你这一下啊！少年长剑一横，躁动的焚雷气息沉入，转而是纯粹而炽烈的真黄之火。去！第66章，真黄之火的特殊作用。真黄之火是什么？真黄之火为攻击附加可焚尽一切邪祟的真黄火焰，附加真黄之火的普攻伤害提升 300%， 且在命中后使目标灼伤持续5秒。敖狠顿生于幽冥，喜食活人，邪祟也。猛然而出的这一道炽热剑气劈炼，敖狠的速度就是再快也避之不及。说逢炽热剑气命中的瞬间，一团烈火也是在敖阴身上狂燃而起。真黄之火焚尽邪祟，攻击附加 50% 的力道真伤。4381，灼伤，出血，出血，负324。看到这自己这伤害，林晓直接心里大喊一声卧槽，爷们我终于也有真伤了，还是隐藏的呗。上次打的黑魔宗外围人员只能算后天邪祟，所以攻击无法造成真伤。不过回想起来，当时真黄之火似乎也只是在燃烧那黑气，并没有直接对人生效。而此时浑身燃起炽烈火焰的敖狠落地后不断的翻腾跳跃，甚至蹭倒了不少房屋，整个村庄也因此难再平静。有的村民明知不敌，还是拿上铁锹锄头守在了自己门前。林晓双眼一眯，少给老百姓添麻烦啊，受死！逢两道真黄之火劈炼交叉而出，浑身刺痛难耐的敖狠见到这 X 型剑气逼近，却好像是激发了求生的本能一般，猛然一跃避开攻击。畜生就是畜生，你也就会这2下子了，怎么也学不乖啊！看到一跃而起的敖狠，底下的林晓一声嗤笑，随即长剑再去。4381，灼伤，出血，出血，负277。空中没有接力点，这一剑是无论如何也避不开的。连中2剑，敖狠此刻也是慌乱了起来，落地后牛眼一瞪，肉眼难见的气波风暴便轰然朝林晓炸了过去。少年持剑挥砍，可却如同砍于空气而过，毫无触碰实物的感觉。糟，真伤，负1000。林晓嘴角一抽，物理无伤，却直接扣我1000血，无视防御的吗？按理说木灵护心镜是可以生效的，而既然没有，就说明这东西有绕过实体盾牌的效果。幽冥冲击，林晓心中呢喃，也只有这个可能了。这东西可以视为是直接对精神或者说灵魂发起攻击，一旦命中也只会造成真伤。而就在林晓因此愣神的片刻，敖狠也是发起狠，狂吼着撞了上来。在他头角的位置隐隐有黑气环绕，是另一个技能。抗！林晓念头刚起，一声震闷便在身前炸开。未破防啊，这好吗？这4脚牛崽子的力道都没爷们的防御高啊！空有这么大体格了，但这庞大身躯带来的冲击力却是免不了的，九州也不能忽视牛顿力学。林晓的身躯因这一次冲撞，直接被顶飞了10余米，龙人太下，双脚在空中连踏数步才缓缓停住，啪嗒落地。还以为得耗掉木灵护心镜的护盾了，结果这都用不上啊！而看到林晓无伤，敖狠心中的恐惧终于压过了愤怒，下一刻转身就撞在了身后的一张现幽符上。3000，可惜一击未能攻破。中品的现幽符具备释放者 80% 的血量，而林晓的血量超过5000点，这符也就有4000加的血。孽畜，休走！见敖狠要溜，林晓也是连忙催动流云步，瞬间爆发 130% 的敏捷，如一台狂野超跑一般飞空而至。哈！半空中又是一剑斩下，可敖狠却已经一蹄子踏在了现幽符上。3000，破碎。下一刻剑气劈空，只在地面上留下了一道深褐剑痕。敖狠已然不知去处。不对，在那！落地的林晓眸光瞬间瞥向一处虚无，声音刚落，手中之剑便瞬间切去。原本
已经遁入幽冥之中的敖狠，忽然又被这一道炽烈的剑气给打出了原形来。4381，灼伤，出血，出血，负231。林晓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有点意思啊。没想到真皇之火造成的灼伤，竟还能帮忙锁定位置，干脆就是邪祟克星呗。不过真皇之火至阳至烈，有这种效果也不算奇怪。另一边，被林晓一剑从幽冥中赶出来，敖狠的眼中恐惧之意已经是掩藏不能。他很难明白，为什么一个气息明明比自己弱的人类会这么强悍，自己遁入幽冥都没有用。天克呀，怎么打？哒哒！敖鹰因为恐惧不由向后撤了几步。也就是这时，他那庞大身躯在一阵虚幻之后，忽然变成了2个。林晓眉头一皱，是那招诡变冥身。下一刻，分化出来的敖鹰直接遁入幽冥，消失不见。但在林晓的感知中，他却是在急速的朝着他的位置猛冲而来。还不死心吗？此间念头刚落，敖狠的冥身已从林晓身后钻出，二者之间距离不超过3米。而刚出现，一记幽冥风暴就轰向其背后。故技重施，当我白痴呢？少年猛踏地面，身躯纵升避开了这一击，随即在空中水平转体后一剑挥下，可那斩击却是从敖狠的身体中穿了过去。林晓眉头一皱，下一刻就看见另一边的敖狠再度轰来一记幽冥风暴，速度之快已然是避之不及。真伤，负1000。好个畜生，冥身和主身之间的位置可以互换，还不共享技能 CD 吗？到底是上古异兽啊，真拼命还是有2把刷子的。到这一刻，林晓也不得不认真起来，手中紧握的断风切再度涌上焚雷之力，同时激活护臂上的紫雷灵阵，以极快攻速裹挟着真皇之火一剑挥劈而去。底下敖狠见到林晓再起攻势，牛眼半眯，下一刻身形再次虚幻，火雷劈链自然是穿过了他的身体。但嘿，等到了，抓你后摇！唰，伫立半空的林晓身影突然消失，紧接着已然来到了敖狠冥身之侧。呵，第67章，等我像大哥哥一样厉害后，就嫁给大哥哥。这迅疾无比的一剑划过敖狠冥身，留下深褐剑痕。5275，灼伤，出血，出血，负176。剑光刚过，林晓又握爪成拳轰将过去，直接在敖狠冥身之侧留下一枚炽烈拳印。但会心，负1，未破防，灼伤，出血，麻痹，出血，负174。林某人，这么长的词条里边混进去一个一，真的很杀风景啊！喂，生气，要狂暴之前敢不敢提示一下？被动激活真的泄了啊！这会敖狠似乎也反应过来，林晓破不了他的防御了，顿时只感觉天已放晴，他又能行，撩起后腿就踹在了林晓胸口。少年捂胸猛退，一道伤害紧跟着弹出。10M， 牛牛啊，你变强了，但是没有完全变强。好了，闹剧就到此结束吧。林晓眯起双眼，稍微算了一下双方的属性差距后，直接从苍蓝戒中取出2物。悠长号角声响起的同时，林晓又往嘴里丢了一枚丹药。助心道灵丹，服用后力道灵慧加30%，攻击伤害提升 5%， 效果持续60秒。继而断风切的灵纹阵也是激活起来。经此增幅，林晓的力道值也从340点提升到400点整，再次与敖狠拉开距离。当然了，这是有时间限制的，不过够用。万事俱备，林晓又将手里最后一张中品现幽符飞掷而出，彻底断了敖狠的后路。虽然真皇之火的灼伤可以锁敌，但保险嘛，多套一层是一层。OK， 该上路了。砰！少年身影急动时，地面都难成其重，为之皲裂开来。但前突的一剑却是连同身体一起穿过了敖狠的身躯。还玩这一招是吗？藤腹！林晓反身勾手，数条灵藤直接在10余米外的敖狠真身上瞬间滋生，继而捆缚起来。敖狠是可以再次转换位置，可藤腹的禁锢效果他也必须吃。无法移动可是规则层面的东西。敖狠的换身虽然是技能，可它却是移动类技能，只要是移动那就不行。藤腹的禁锢是5秒，层层削弱后虽然仅剩 0.3 秒，可林晓的攻速足足达到了 130% 啊！断风切加成 20%， 紫雷碧铠加成 10%， 不用焚雷剑气吃不到那 15%。如此攻速 0.3 秒也足以斩去一剑。而如今的这一剑5303，灼伤，出血，出血，负119。好像也没高多少，不过也无所谓，剩下的时间里再来3剑就可以带走敖狠。如今敖狠的技能已经全部被林晓逼出，只要躲开幽冥风暴，
这畜生就伤不了他。反观敖狠，这一刻是丁点继续打的心思都没了。可现幽符还在，他根本就无法遁入幽冥，即便遁入幽冥了，对方也能找过来啊。这根本就是一场死局。敖狠的智商不算低，异兽生来智力也比一般的灵兽怪物高。他在疯狂思索着如何破局。然而林晓却不会给他机会。刚刚那一剑斩出后，他已经腾挪至敖狠两身中间。如此一来，无论他用哪具身体发动幽冥风暴，他都有时间反应。见敖鹰眼神不对，林晓手中之剑也斩快了一些，一劈一挑，两道真黄之火剑气分别朝着敖狠的两道身躯斩去，速度相差无几，在时间上根本没留给敖狠多少思考的间隙。但下一刻，敖狠却放弃了换位，拼着真身硬吃一剑也要朝侧边猛冲。5303灼伤，出血，出血，负65，伤害词条跳出。可看到敖狠冲撞的方向，林小心头却是猛地停跳一拍，因为他选的方向竟是小心。小月城的父亲见到敖鹰横冲而来，人都傻了半边。危急时刻，还是小月城的娘亲连忙抱起孩子跑开。可肉体凡胎如何跑得过上古异兽？在这危急时分，小月城的父亲却是眸光一狠，拼着就算是死也要给妻女争取哪怕一瞬的时间，握紧手里的粪叉就迎了上去。爹爹！小月城似乎明白了什么，忙喊一声，可爹爹已经没空回应女儿了。当小月城的娘亲连忙掰过女儿的小脑袋，不想让她小小年纪就在心中留下可怖的阴影。可那一声交击，似乎只见一名少年几乎瞬闪而至，手中之剑直接砍在了敖狠冲天的那对犄角上，并以一股狠劲将之腕倒在地。砰！这一瞬，烟尘四起。5303灼伤，出血，出血，负11。伤害词条刚跳出，林晓空闲的左手瞬间成爪，掏入敖狠胸腹。会心，负4431。斩杀，斩杀词条跳出，林晓抽出的左手中赫然握着一颗仍在跳动的血淋淋的心脏。这一刻的他好似深渊魔神。遂扭头瞥了眼小月城的父亲，爽朗声音轻语：勇气可嘉，但我说过会护你妇女周全，你这条命还是留着照顾好妻女吧。可男人早已经吓得颓了，就差当场失禁。大哥哥！小月城从娘亲怀里挣脱而出，满是兴奋地跑到林晓身前。你真的很厉害啊！林晓长剑到迟，蹲下身子摩挲着小月城的脑袋。呵，大哥哥帅不帅啊？帅，比我爹都帅。卢父啊，这，哈哈，小妹妹以后要不要像大哥哥一样厉害啊？小月城点了点脑瓜。那等我像大哥哥一样厉害后，就嫁给大哥哥当妻子，好不好？卢父，噗，吐血。卢父，卒，死因失去小棉袄，冻死。好啊，那小妹妹要快快长大，快快变强，这样才能保护好爹娘，知道了吗？知道了。好了，自己去玩吧，大哥哥跟你爹娘说句话。哦。小月城应声跑开，而林晓自然也没有把小女孩挂在嘴边的婚约当真，起身等她跑远，才将左手血淋淋的敖狠心脏递给了卢父。后者一愣，大人，这……第68章断气保骨。敖狠生于幽冥，而幽冥属太阴之地，其中之物多有忌阴之效。敖狠虽残暴凶厉，可其心头肉也是忌阴大补。小月城是先天道阴体，与他有益。不，大人，这太贵重了。卢父连忙拒绝，说什么也不肯接过敖狠之心。林晓并未放弃，不用再说了，今夜让你们一家替我引出敖狠，本就是我技穷，这也算是我的一点补偿，收下吧。这到最后还是月城娘打破了僵局，他爹，你就收下吧，这也是大人的一番心意，不是吗？小城能有这机遇，也是他的福分。卢父闻言，左右思索过后，似乎有了个折中的想法，又道：那不如这样，大人若不嫌弃，等小城年纪再大一些，我便将他送上苍华峰，拜大人您为师，日后也好孝敬于您，如何？这好吧。林晓也明白，这是卢父这位老实人最后的让步了，自己若不答应，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收下敖狠之心的。虽说他现在只是弟子，还没有收徒的资格，但小月城如今才3、4岁的模样，离可修行之年还早着呢，时间足够他发育了。不过林晓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这番举动却为后世缔造了一位威名赫赫的女剑仙，其声名丝毫不亚于前世的九寒剑仙。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此心无需处理，置1均清水放入麦冬、玉竹、枸杞、百合各1钱，沙参、女贞子、石斛各2钱，小火炖足7、49个时辰，饮其汤水即可。林晓一边说，一边将敖狠之心的处理方式写在纸上，最后交给月城娘。女子去处理这些事情要相对细心一些。
岳成娘接过纸张，也是连忙表示自己已经记住了。处理完这边的事情，林晓也是转身走到了熬狠的魂种前，伸手探去，顿时金光再起。林晓满脸淡定，已经习惯了好吗？不出京都对不起洪福齐天啊。魂种里一共是一橙、一紫、一蓝、三白6件物品，以及上品灵石1块，中品灵石3块，下品灵石一堆。林晓选择把悬念留到最后，先看起纳兰庄。灵，幽冥突袭，以灵力沟通幽冥，在前方30米范围内生成一道幽冥尖刺，突袭目标，造成自身灵慧值 210% 的基础伤害以及300点固定伤害。品质蓝，要求助心境法修可学。林晓稍稍点头，还行。虽然是蓝色品质，但估摸着能卖个好价钱，毕竟是少有的突袭类法术，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干架阴人的时候还是很有用的。接下来是紫装，灵敖阴骨戒戒指，以上古异兽敖阴之心头骨打造而成，有聚阴会神之效，灵慧加15，力道加5，慧心加4，聚元灵阵，被动灵阵，佩戴此戒时灵力总量提升 10%， 摘下后失效。品质紫，要求助心境及以上可用。嘿，你怎么知道我灵力总是不够用？戒指这个部位本来就是主加灵慧值的，从属性上看，这戒指也更适合远程职业佩戴，但谁让林晓一个玩剑人也老是缺蓝呢？先用着好了，以后有了更好的再换便是。最后林晓的目光也是放在了那道橙色光芒上，他伸手取来，却并不是装备，也不是技能书，而是一块材料。可什么材料会是橙色品质？玄灵宝骨 X 敖阴断气宝骨，由上古异兽敖阴死后的精元所凝，将宝骨融入武器后，可令其拥有敖阴的通幽之力，且若断气成功，该武器的品质将提升至所在品级之巅。通幽，攻击可跨越幽冥阴界，直接触碰死灵，且伤害翻倍。品质橙，要求至少需由大师级断气师打造。沃日，看到这详细，林晓直接在心里吼了一声，如果不是现在还在人村子里，他都恨不得直接跳起来大喊一声卧槽。断气宝骨，重活一世的林晓又怎会不认识这东西？前世一块最拉的宝骨都能卖出数百万的天价，只因一点，它可以拉升武器的品质。换句话说，凡品白装都能直升凡品橙装。当然没人会那么傻就对了，断气宝骨怎么也得用在地品武器身上才不算浪费的啊。而这断气宝骨只有异兽会出，其他的怪物你就是杀1000只10000只都是不可能爆出来的，哪怕其拥有异兽血脉，只要不是纯血的异兽，击杀就不可能掉落断气宝骨。可即便是异兽，出宝骨的概率也低到令人发指。如果不是洪福齐天在身，林晓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用阳兽玩游戏了好吗？这运气绝了呀！而且断气宝骨也是分好坏的，出自不同异兽的宝骨属性，效果不同，实力越强的异兽爆出的宝骨等阶也越高。助心至凝渊境的异兽一般只会出玄灵宝骨，辟海创界境的异兽则可能会出更好的地劫宝骨，太虚境以上的异兽更是可能会爆出天荒宝骨。3个等级的宝骨断气效果自然各不相同，但据传天荒宝骨之上还有最为珍惜的宝骨，不过那东西跟仙品装备、仙品丹药之列也没什么分别了，属于传说级的玩意儿。别说玩家，九州大能都不一定能得到一块。林晓喜滋滋地将玄灵宝骨收进戒指，心里也已经盘算起如何让这块宝骨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提升。要说武器从怪物魂种里获得只是路径其一，还有一个路径就是去购买，但云华州能买到的武器还不如从魂种里爆呢。好的武器人家都当镇店之宝，也不会轻易卖给你啊。可有一个地方不然，就是稷明州以南的矮人州地太行祥州。太行州矮人族以断气名扬九州，据传震动九州的九神兵便是数万年前由矮人族8神将结合九州各州之灵所倾力铸造，这也是矮人族虽然实力靠后，但九州之大却仍有一席之地的缘故。要找个时间去一趟太行州了呀。第69章系统又疯了。苍蓝剑宗苍寒风。回到剑宗交接完任务后，林晓便直接来到剑心阁广场，准备消化一下此次的任务奖励。地狱任务的奖励是中品灵石10枚，800点宗门贡献，极品筑心丹1枚，以及橙色的剑术技能书1本。原本最后一个任务就算是给他天品技能书，他都不会看一眼的，但焚雷剑技却是实实在在的给他打了个样。他学技能不是没用，而是会转化成对普攻的提升，尽管效果会削弱，但是能提升就行了的。林晓怀着一丝期待，将一道灵力通入了那装着未知剑技的玉简之中。说，下一刻，玉简飘至天空，散出一缕光华，其中剑技也是映入林晓眼帘。灵霸羽焰斩，巨灵化焰，
会焰成雨，剑沉四霸下，挥却轻如雨。重剑前挥，斩出一道延迟剑技，造成120%至150%的力道伤害及1200至2400点的固定伤害。命中后有15%的几率造成破甲效果。破甲防御值失效，持续10秒。品质成。要求剑道资质8以上剑修可学。秀啊！延迟剑技，也就是聚合斩击了，怎一个帅字了得！不过这样的剑技我能学吗？林晓不由自问一声。焚雷剑技再怎么说也是基于普攻的剑技，可这霸羽焰斩却是单纯的攻击类技能。但纠结了片刻之后，林晓还是选择了学习。叮！悟性超凡脱俗，技能学习速度提升300%，所需时间剩余20分59秒。嚯，都是灵品成色，却比焚雷剑技还久。林晓只得沉下心来，细细品味其中剑意。良久，学习成功。霸羽焰斩入门。嘿，果然，接下来就是龙皇圣体体质触发。这次林晓心中反而升起了期待，普攻会因为霸羽焰斩升级成什么样呢？他继续往下听去。龙皇执念，你无法掌握任何攻击类技能，你所获得的攻击类提升将全部作用于普攻。技能霸羽焰斩失效，因霸羽焰斩影响，你的普攻将带有霸焰剑意，攻击时额外附加10%的力道真伤，并有1%的几率造成破甲效果，持续3秒。该项加成将在剑道资质提升时同步强化。哈哈，可以。看完普攻得到的强化，林晓再难忍，却心中兴奋。虽然抹掉了最帅的居合延迟斩，但如果保留的话，普攻也很难再是普攻了呀。居合再怎么说也算是技能，乃规则所不允许。设想一下，忽的闪过去，然后满脸冷漠地说一句：“这只是平 A。”那场面多少有点二了吧？单纯看提升10%的力道真伤，足以让林晓能够面对一些非常情况。力道破不了防，我用真伤磨死你，就问你怕不怕？更别提还有破甲的几率，战斗中一旦发生，紧跟着的一剑就会爆发出足以致命的伤害。最关键、最核心的是，这项提升可以跟随剑道资质提升而强化。成长型的提升，好处自是无需多言。事到如今，林晓也明白过来了。龙皇执念乍看之下是个限制，可换个角度来看，它反而是林晓的一大注意。例如，在身中无法释放技能的负面状态，或是处于有着沉默立场的环境中时，他人无法使用技能，可他的普攻却不受影响。甚至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技能只是换了个方式存在而已。长此以往，他的普攻说不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直接秒天秒地秒空气啊！技能学习完，林晓紧接着又将极品筑心丹取了出来。他的经验早在击杀敖狠时就已经攒满，现在距离筑心4阶就只差一个按钮。如今的外界甚至都出现了筑心5阶的玩家了，他再慢一点，搞不好要被狠狠甩在后头。不过林晓的提升可都是高质量提升，纯刷经验升上去的那种，他一剑就能砍死一大片。打开突破界面，林晓直接选择进阶突破，随即一口吞下丹药。叮！进阶突破开始。剑心阁广场某处，少女背持长剑，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小师弟的天赋还真是令人羡慕呢。说完，少女又笃定了眼神，要好好修炼了。若是某天被小师弟追上，恐怕连师傅都会失望的吧。这般自语片刻后，少女连转身离开，寻了处僻静所在，独自挥舞长剑，凝练着胸中剑意。剑心阁广场，大量灵力如漩涡般聚集，又似醍醐灌顶，狠狠涌入林晓体内。啪一声，撞破了某处瓶颈。叮！进阶突破成功，全战斗属性加30%，血量加1000，灵力加1000。叮！进阶突破已成，自由属性加30%，慧心加1。叮！龙皇圣体体质触发，真龙神躯小境界突破，战斗属性额外提升5%。叮！李静瑶对你的好感度加3，目前好感度24，策马同游。好像混进去一条奇怪的提示。50姐李静瑶的好感度，系统又疯了。算了，才24点，也不妨事。看看突破后的属性面板吧。基础属性方面，因为击杀了敖狠的关系，声望一向有了相应的提升。玩家林晓，职业剑修，声望450，经验08000，境界筑心4阶。变化较大的自然还是战斗属性区块。血量5420加700，灵力5420加200，正10%。力道302加102，灵慧246加40，防御248加45，敏捷162加12，攻速100%、45%、20%、
10%、15%，彗星3加39，护星0加40，增伤新增 X 力道真伤症 10%，护具新增 X 风灵护星甲内衣，配饰新增 X 鳌鹰骨戒戒指。30点的自由属性，林晓自然还是均分在了力道和敏捷上面，只因这2项属性对他的战斗力提升最为明显。第70章，我林某人才不当充实逆徒啊！夜晚的微风掠过苍寒峰顶，如丝绸般柔软，轻柔着此间一花一草、一木一人的心灵，带来了一份深深的宁静。不过，也只有苍寒峰如此吧。其他峰弟子众多，纵是入夜，恐也不显寂寥。徒儿，你又突破了。这时，剑心阁大殿的门忽然从里面被推开了，迎面来的自然是林晓的仙女师傅百里洛寒。师傅，林晓起身作揖，是，已至筑心4阶。为师听闻你杀了异兽鳌鹰，期间细节如何？说与为师听听罢。百里洛寒的声音依旧是那般令人陶醉，听得林晓恨不得大喊：耳朵怀？不对，我是公耳朵啊，公耳朵不怀孕的吧？总而言之，这声音沁人心脾。接下来他也不敢耽误，一五一十的将击杀鳌狠的过程和盘托出，包括请卢月成一家替他引怪，也包括后面的意外及击杀鳌狠的收获。当然，爆装备的事情九州原住民暂时还无法理解，所以他只说了断气宝骨。百里洛寒听完，眉头不由微蹙，显然是对林晓的做法有些微词，随而开口：徒儿，你太冒险了。徒儿知。林晓刚要认错，却听到师傅继续：鳌狠生性狡诈，喜食姻缘活人，你已知作耳，并无过错。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失败了呢？万一失败？少年闻言不由一怔，他还真没想过这点，只觉得他肯定可以保全卢月成一家，才出此计策。百里洛寒摇了摇头：我被修行者最忌心眼，今夜你若有失，那父女2人便将化为你心中梦魇，伴随一生，届时别说辟海开山，宁渊难支啊！听完师傅训诫，林晓心头也是后怕起来。他不是小白，自然明白心眼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心中愧疚难却，最终成为一座阻碍修为精进的大山。前世的他并没有经历过，一路到破界都是顺风顺水，因为问心无愧。可正如洛寒师傅所说，今夜若有失，他很难扪心无愧。徒儿莽撞了，师傅教训的是。百里洛寒满意点头。不过宝骨一事，徒儿准备如何处置？徒儿迷惘，师傅觉得呢？虽然林晓什么都知道，但这回还是得装装一无所知的样子。然而洛寒师傅却是稍稍看了他一眼，也不置评，知道断气宝骨可遇不可得，即便只是玄灵宝骨也难得一求，自然要好好利用。改日为师书信一封，与你去往太行州神兵门，请的门内断气大师为你铸造一番罢。当真吗？林晓咧嘴一笑，那徒儿便先谢过师傅了。百里洛寒闻言轻脸笑意，点了点头。好了，天色已晚，徒儿早些休息吧。仙音刚落，百里洛寒便已不知踪影。林晓挠了挠头，师傅这来去无踪的本事还挺实用啊。神国境的手段，或是眼灵镜？算了，还远着呢。想不通，林晓干脆也就不想了，随而迈步走进大殿，准备找个位置挂机休息。刚才意识头盔都开始告警了，不成，得再买一台睡眠舱。剑心阁后，请功。刚回到这边，百里洛寒便撤去了脸上的作态，噌一下红了起来，嘴里喃喃：这小徒今日怎地这般不知礼数？那男生间，他的脑海里也是不断回想着林晓自称徒儿的画面，越是想，脸色就越红。在九州，至少在记明州，徒弟在师傅面前基于礼数是要自称弟子的，极少自称徒儿。同性之间自然无碍，毕竟师如父，自称儿毫无问题。可异性师徒之间，男女授受不亲，徒儿这个自称就显得亲密暧昧了一些。林晓又哪里知道这些？听师傅一直徒儿徒儿的喊，他也就跟着这么自称了，是真没想歪啊。而由此种种，如今的百里洛寒似乎是陷入了某种奇怪的情愫之中，自拔难以。这一切都要归之于林晓天生媚骨的魅力值。曾入秦网之人或许无虞能够抵抗1、2，可百里洛寒至今都还是母胎单身的。林晓的魅力值对于情窦未开的女子几乎是核武级别的。大殿里，林晓刚准备挂机。叮！百里洛寒对你的好感度加4，目前好感度42，心有灵犀。林晓盘坐在地，双手托腮苦思冥想，我特么到底干嘛了呀？失忆了，而且还1天2次，莫不是因为我重生给系统 CPU 干炸了？这师徒关系莫不是真的要变质？再长就过半了呀喂！不过如果可以跟这么漂亮的仙女师傅一起啊，呸呸呸！我林某人才不当充师逆徒啊，毫无底气。拂去脑中杂乱的想法，
林晓连忙静下心来。叮 ！S 级天赋触发，冥想修炼速度提升500%，当前经验获取速度80小时。穗禾豪府宁远阁，少年睁开双眼，长出了口气。谁知一道甜糯少女音却忽如其来：“哥，小安。”林雨安的声音，林晓又怎么可能听不出来？你不是用睡眠舱的吗？怎么也出来了？我师傅给我找了个闭关的地方，说是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修为高一些比较好。可是刚开始系统就默认我挂机了。这样啊？林晓恍然，没事，正好哥的头盔的冷却了，想吃点什么？哥下厨。轮椅上的林雨安却是答非所问：“哥，你喜欢云岑姐吗？”少年忽地怔住了：“啊，喜不喜欢吗？”小安追问道：“那个小啊，有些问题是不可以问的这么直接的，你知道伐？上次你也是。”林雨安摇着脑袋：“我只知道，有些事情如果不说清楚的话，有可能就再也没机会开口了。回答我，哥。”听到这话，林晓脸上也是闪过一抹柔情。是啊，对于罹患重症的小安来说，一些事情如果不开口，可能就真的没机会了。小安如此直接的性格，恐怕也是这么养成的吧？好吧。林晓的脸色认真了起来。喜欢，当然喜欢了。他话音刚落，林雨安脸上却换成了浓浓的揶揄：“云岑姐，你听到了吧？林某人。”第71章，我喜欢你。2023年9月，岁大，阳光洒落在图书馆那块刷满了黑油的门匾上，折射出微妙的光影。柯云岑抱着厚厚的一叠课本，脚踏轻缓步伐走进图书馆。由于平日里总爱打游戏的关系，他大一的7门专业课光荣了6科，无奈只能趁大二上学期补考之前恶补一下之前的知识。图书馆比较安静，在这里也更容易学进去。但也许是情绪比较低落的关系，不经意间他撞到了一个男生，手中课本散落了一地。啊，对不起对不起。柯云岑忙不迭的道歉，男生却微微一笑，弯下腰帮他捡起那些散落的书。没关系，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他哪里好意思，可男生却摇了摇头，也怪我没注意。柯云岑抬起头，只见他眉清目秀，眼神深邃，宛如一汪清澈的湖水。这时男生也注意到柯云岑正在注视他，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羞涩的微笑。学姐，你也是计算机系的？男生指着柯云岑手中一本封面已经有些旧了的 Java 从入门到精通，那是计算机系才会用到的专业课本。也，柯云岑愣了愣，这么说你也是？啊，男生却点了点头，我是今年的新生，刚军训完，想着来图书馆找点资料，先预习一下。是吗？柯云岑眉头微挑，我听说计算机系今年多了个很帅的学弟，都上校草榜了，看来我运气不错，遇到了呀。嗨，都是些无聊的人瞎排的，也许是俊男靓女更容易来电吧。两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时间也在不经意间悄悄流逝。偶遇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当图书馆的钟声响起，两人才意识到已经到了闭馆的时间。男生提出送柯云岑回宿舍，后者欣然答应。于是那天的夕阳下，余晖之中就多了2个漫步在校园小路上的身影。直到女生宿舍楼下，我叫林晓，很高兴认识你，学姐。男生微笑着伸出手来，我叫柯云岑，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柯云岑轻轻握住了林晓的手，然后飞快松开。从那一刻起，莫名的情愫就已经悄然在柯云岑心间涌开。但前者对感情比较迟钝，单纯认为自己只是认识了一个好看的学姐；后者对感情却优柔寡断，忘不掉图书馆里的偶遇，却无论如何也不敢于表达自己，以至于后来错失所爱，只得独自流泪。两人的故事开始了，却并没有结局。那天柯云岑回到宿舍后，完了，根本没有复习到，都怪林晓那个臭小子。小子，臭小子，臭小子，敢害我挂科，以后就叫你臭小子好了。穗禾豪府宁远阁3层次卧的房门被缓缓推开，门外则是站着脸颊红艳欲滴的柯云岑，一双白皙秀拳紧握得微微发紫，他缩着脖颈，一副想把脑袋缩到衬衣中假扮乌龟的模样。西西，你们聊，我先出去了。唉，林晓抬了抬手，最终却还是一言不发，目送小安离开了房间。没一会，房间里就只剩下他们2人了。2层客厅，小安侧抬着头，目光锁定着3层次卧的位置，眼底闪过一丝落寞。过了一会，又浮出一股莫名的坚定。谁让我还没有成年呢？这次就先让给你好喽，云岑姐。学姐。林晓话音未落，柯云岑便开口抢了过去：臭小子，我不要再错过你了。若是之前柯云岑绝技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可今晚被小安一怂恿，他也不知是哪来的一股勇气，促使他配合小安演了这么一出戏。2人之间本就是郎情妾意，
只是需要一个契机捅破窗户纸而已。有了这层基础，小安的助攻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那根棍子。啊，学姐，林晓此刻也已经释然，重生之后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怪我以前太迟钝了。他的以前可不单是指这1年啊。柯云岑抿着嘴，摇了摇头，眼角却已是潸然泪下。如果不是在门外听到了林晓的心声，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心思还会再藏多久。见到柯云岑这般姿态，林晓也是心头一动，从床上起身，缓步朝他走去。你要干嘛？柯云岑有点紧张，明明以前也是经常离这么近的，可这次他莫名的心跳不止。刚刚说的不算。还没到，林晓就说了一声：啊，你个臭！柯云岑的眼底闪过一丝慌乱和无措，甚至还有一抹哀伤。偏偏他现在泪眼汪汪的样子，看上去就特别的委屈。谁知话音还未落下，少年那宽厚的手掌就抱住了他的双肩。现在当着你的面再说一次。林晓目光真挚，学姐，柯云岑，我喜欢你。轰！柯云岑愣住了，心间犹如雷劈一般。他这个臭小子，他好会啊他！我支支吾吾的吻你了嗷！刚说完，林晓便低下头去，唇间很快传来2瓣温润。他心想，接吻原来是这种感觉啊！柯云岑心头如遭雷击，双眼都瞪大了一些。他的体格可不差，一顿能吃掉1碗超大号牛肉面的人又岂会是盖的？可他就是做不到把林晓推开，因为如果推了，可能就真的永远推开了。良久，唇分。柯云岑眼角泪光依旧。你个臭小子，这可是我的初吻啊！是吗？那我赚了呀！没个正形。柯云岑没好气的在林晓胸口一顿。小安还在呢，你让他怎么看我们？怕啥？叫进来一起好啦！林晓闻言直接贱兮兮的笑了声。柯云岑一下瞪大了眼睛，好你个臭小子，心里居然还有这么禽兽不如的想法。不过话音才落，柯云岑又鬼使神差的问了一句：臭小子，你跟方逸宁有过那个没有？啊？第72章，昨晚只有自己睡，好寂寞呢。诧异过后，林晓只是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可脸上真挚的眼神却胜过千言万语。谁成想，那柯云岑直接夺过主动权，一改先前的羞态，将林晓推到床上，归我了。学姐，我难得豁出去一次，今天必须一步到位。说罢，麦色双手已经开始颤抖的摩挲起来。冷色夜灯下，他淡淡的麦色肌肤微微透着些白，不知是原本如此，还是因为紧张失了血色。很明显，柯云岑只是嘴上说的爽朗，实际操作还是紧张的要命。林晓一把抓住，学姐，太快了吧？哪里快了？柯云岑脖子一梗，心里已经是炸成一锅粥。QAQ 啊！柯云岑，你在干什么呀？反推？亏你干得出来啊！你以为学姐我是那种刻板教条的人吗？林晓愕然，但他不得不承认，脸色红润欲滴的柯学姐真的好美，好诱人。管不了那么多了，小爷我两世处变不惊小男孩，今天必须升个级啊！身上的异样让柯云岑猛地一声嘤咛，浑身也是止不住的颤抖。怎么了？没事，你忙你的。哦。不多时，房间里入眼已尽是旖旎。林晓没有下头的去问柯云岑后不后悔，柯云岑则埋着脑袋紧张的期盼着，直至某一瞬，一声痛哼，一行清泪，一次紧紧相拥，一番酣畅淋漓，所有的一切都是水到渠成。9周连结度正2%。昏沉欲睡的林晓恍然一惊，连结度又提升了，可这次没有出现之前的抉择任务啊，难道是跟柯学姐那样了的原因？不过这事情倒也的确会彻底改变未来啊，就如扇动翅膀的蝴蝶，有些事情只要开始，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效应。臭小子！林晓疑惑着扭头，却发现这不过是柯云岑的一声一语。少年轻抚着他的脸颊，就这样沉沉睡去。翌日清晨，柯云岑睁开双眼，脸色却蹭一下红润无比，因为眼前的少年正面露笑意，柔意满满的盯着他看。这回的他像极了一只八爪鱼，大腿干脆是架在了林晓的腰胯上，整个人似乎想要融进对方的身体里一般。呀！柯云岑猛如触电一般弹开，还不忘抓过被子遮羞。早啊学，别说话，让我冷静冷静。林晓摊了摊手，表示没问题。接着柯云岑便左顾右盼的寻觅了起来，却面色羞赧无比的发现自己的衣服包括内衣全都在床下。帮我拿。柯云岑根本不敢去看林晓，只是躲在被子里弱弱的伸出手指。见他这模样，林晓脸上也是写满了无奈，略带宠溺的应了声好，便下床揽起了柯云岑的衣服，还很贴心的放在他身边。臭小子你转过去。好，女孩子嘛，第一次难免娇羞，担待着点就是了。
莫一会儿，林晓就听到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不过他倒也没扭头去看，日后调情可以，但现在这种掉好感的事情还是不做的好。只是下一刻，啊，好痛！林晓下意识地扭过头看去，于是两双眼睛就这么对视在一起，屋里顿时安静了1秒钟，直到林晓眼神下滑，看到了，哎呀！柯云岑修急，顿时尖叫，转过去啊！林晓猛然立正，升旗，心中苦道：自作孽，不可活呀！大约过去了3分钟，磨磨蹭蹭的柯云岑才跟林晓下至1楼客厅，轮椅上的林雨安正抓着一块吐司面包，全当是早餐了。哥，云，小丫头忽然想到了什么后，立刻改口：哥哥嫂嫂，早上好呀！柯云岑的脸颊又蹭一下通红，可心底却对这声嫂嫂却是十分的受用。谁知小安见此玩心大起，又是调侃了一声：哎呀，昨晚只有自己一个人睡，好寂寞呢。小安，你要死啊你！高傲的龙战士也会害羞的吗？哥哥喽，进游戏单挑，现在，立刻，马上！哥林雨安举起小手，我举报，嫂嫂欺负奶妈不会打架，那你以后不给她奶就好了。正在做正经早餐的林小头也不回，道：好主意。林雨安嘻嘻一笑，反正嫂嫂自己就有。林雨安，假期的早晨就在这玩玩闹闹间悄悄流逝。柯云岑多少已经有些适应了，速度就跟他之前适应未婚妻的称呼时一样快。话说臭小子，九州这次会更新什么？你看公告了吗？没那么快，要等正式开始更新才会出公告。这样啊，你怎么这么清楚的？林晓卡了口痰，也是意识到自己险些露馅，这才连忙找补。笑话，我可是九州第1玩家，有内部消息不是很正常的吗？欺谁强谁弱还不知道呢。柯云岑显然不服，以前玩 CSGO 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老要本姑娘代理，这就忘了。林晓嘴角一抽，啊，难道柯某人的最强王者不是小爷我带起来的？今年吃了多少把只因你怕是也忘了吧？那永劫无间的，你使命召唤？呵，不是我，你魔兽。很明显，两人擅长的游戏类型并不一致，柯云岑更擅长 FPS 游戏，而林晓更擅长 RPG 游戏。嘻嘻，这边建议打一架哦。小安又怎会不知道这俩人只是日常斗嘴，不由笑嘻嘻的插嘴，反正昨晚已经打过了吧，说不定还见血了里。小安，好了好了，收。林晓知道柯云岑脸皮薄，连忙喊停，进游戏吧，先把修为提升起来，接下来应该有活动，高修为会比较吃香。真的？不过臭小子，我还真有个任务得找你帮忙了。没问题，进游戏私我说。小安也举起了手，需要帮忙随时喊我哦。啊，当然了。第73章，这么快就要解锁新姿势？宁远阁2层次卧。将小安抱进睡眠舱后，林晓转头又绕回书房，进入九州官网，再次订购了一台睡眠舱。想要长期入住九州，意识头盔的时间限制还是大了一些，睡眠舱无疑是必需品。将近50万花出去，林晓的钱包也是再次见底。没多久，配送员的电话便打了进来。新的一台睡眠舱自然是安装到了宁远阁的3层次卧中。虽然买过2台了，但这可是林晓头一回用啊。小伙子足足摩挲了好一阵子，才总算将之掀开，躺了进去。舱里整体的触感偏柔软，就像是陷入了一团硅胶之中，模样跟《阿凡达》里的链接舱有些相似，但感觉要更高能、更科幻一些。至少顶盖合起后，四肢还是能够自由活动的。意识 ID 正在绑定，数秒以后，苍蓝剑宗大殿角落里的林晓缓缓睁开双眼，以睡眠舱进入游戏，身体的适应程度明显会更高一些，反应速度也有所提升。不过这也只有高玩能感觉出差距，普通玩家用不用都一样。嘿嘿，舒坦呐！挂机冥想结束，经验加1600，经验16008,000。少年长舒口气，左上角距离大更新剩余时间的提示已经从83小时变成了47小时了。昨天林晓用满了意识头盔的8个小时，游戏里就是16小时，出去后又休息了10个小时，二者相加，反馈至游戏里刚好过去1天时间。叮叮叮，左上角的消息列表伴随提示音亮了起来，毫无疑问是柯云岑。柯基腿很长，臭小子你干嘛去了？现在才上线，打你点 JPG。 林晓心头一动，嘿嘿发笑，接着给柯云岑发过去3个字：林晓捡床单。不足1秒后，柯基腿很长，咬死你点 JPG。 林晓，哦，这么快就要解锁新姿势？柯基腿很长，传送坐标古神州琉璃镜。你过来，本姑娘保证不打死你啊！
虽然隔着消息界面，可林晓的眼前却是自然而然的浮现出柯云岑羞愤无比的表情来。林晓，谁怕谁？说完，林晓也是直接点击那传送坐标，对应的窗口立时弹出需消耗中品零时 X3， 是否传送？看到这价格，就是林晓都有点肉痛了。大洲和大洲之间传送价格确实离谱啊！如果是在冀明州境内，价格基本上不会超过100颗下品零食，可以说一颗中品何处皆可俱得。不过冀明州和古神州之间相距万万里路，3颗中品也还能接受。林晓点下窗口中的事件，下一刻身躯便随着一道流光于建新阁大殿中消失。小师弟！林晓前脚才刚走，后脚莫怀竹就推开大门，脚步轻快地走了进来。咦，奇怪，刚刚明明感觉到小师弟在大殿里的。莫怀竹百思不解，只是才刚想离开，空旷大殿中就传来了百里洛寒的声音：“怀竹，你今日的天鹰剑诀可曾练习了？”师傅。莫怀竹满脸讶异：“还没有。操课功业岂可懈怠？修行之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速去练罢。”莫怀竹不由缩了缩脖子：“师傅。”走出建新阁的莫怀竹又稍稍歪了下头，奇怪，师傅为何像是在赶走我？若以冀明州做参照，古神州位于前者的东边，不过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足足8万里，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数值！现实世界，地球的直径才1万多公里，而8万里换算过来却是4万公里。单是从这2州的距离就能看出，9州世界远远超过了地球。在比例上，二者就像是汤圆和小芝麻。但后来两方世界融合之时，地球却不像是嵌在汤圆上的小芝麻，反而是等比扩大。可惜直到林晓重生之前，这依旧是个不解之谜。冀明州与古神州向来交好，否则也不会给玩家们提供传送通道。林晓传送至这边时，天空正艳阳高照，这与苍蓝剑宗的袅袅清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显然，两地是有时差的。9州也是一个大圆球，只是体积比地球大了 N 倍罢了。也由此，9州的1年相当于地球将近3年。至于它的天体关系，那谁知道？两个世界融合之后，专家们都忙着研究各种神奇的动植物，国家机构也在忙着抵御外敌入侵，谁有那闲心思探索宇宙的变化？古神州琉璃镜，此处便是龙族琉璃龙司所在了。琉璃镜的名字也是因为琉璃龙司的存在而定。就像冀明州分了4方州地，古神州也有不同的势力范围，如4方州一般，它也有自己的名字。八龙镜，9州开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开始有观望族不断进驻，而由于是全息游戏的关系，选择古神州的玩家仅次于冀明州，毕竟龙族嘛。此刻的琉璃镜大传送阵附近，说不上熙熙攘攘，可人数也着实不少了。不过林晓却直接无视了人群，打开好友列表给柯云岑发过去一条消息：“林晓学姐，我到了，你在哪呢？”对方也是立刻回复了过来：“柯基腿很长，传送坐标秦谷山，这儿呢。”大洲与大洲之间是无法锁定精确坐标的，因此需要先做大传送阵过来，再借由本州的传送阵进行精确的定位传送。说白了就是换乘。林晓点击坐标，这次只需要11枚下品零食，便宜多了呀！一道光华流转，少年的身影再次消失。这种事情在大传送阵边上是常有的，玩家们早都见怪不怪了。眼前光景在换时，林晓已然置身于一座地势落差极大的石山之前。秦谷山，擎天和深谷的意思吗？林晓呢喃刚落，臭小子！第74章，我忽然有点理解尹志平了。臭小子！听到这声叫喊，林晓当即回头望去，可下一刻却直接愣在原地。游戏里的柯云岑林晓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眼的感觉，怎么说呢？好飒，也好美。亮银色的长发下，一双金蓝色大眼睛，水汪汪的，肤色是与现实完全二致的白皙，外散着淡淡的奶色，摇鼻小嘴，头顶还有象征着龙族的一对犄角，不长，约莫寸余，小小的好似猫耳一般。除此之外，体表再看不到任何一丝龙的特征，这也难怪柯云岑当时会觉得没劲，这个模样跟人族相比，也就多了一对犄角。但龙族女性基本上都是如此，只有男性个体的犄角会更粗大一些，也算是性别特征了。再说衣着，此刻的柯云岑身穿得体轻甲，将傲人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上身的 V 领软甲更是让人有些血脉纷张，战裙与没过膝盖的长筒靴之间一片雪肤，更是令林晓难以自己。而看到他的表情，柯云岑也是难掩笑意，就连前者刚才的令之羞愤无比的话语都是忘到了脑后。正所谓女为悦己者容，他身上的装备算不上特别好，大部分是蓝装，有一件还是白装，可耐不住好看啊。臭小子，我这样
好看吗？少年猛地深吸了口气，学姐，我忽然有点理解尹志平了。柯云岑，尹志平，哪个尹？话刚问到一半，柯云岑的脑海里就直接跳出来一个古老的网络梗：龙下划线下划线。填空题，5分，你去死啊！柯云岑差点没操起手里的战戟把林晓砸死，不过羞愤之余，心里却是泛起了阵阵窃喜。就说本姑娘吸引力很不错的说。嗨嗨，林晓轻咳一声，正色道：学姐，叫我过来到底是啥任务？他也就是口花花而已，虽然在游戏里只要双方加了好友是可以做些不可说的事情的，但谁也不至于那么饥渴。听到这话，柯云岑也暂时收起羞态，只是幽怨地瞪了林晓一眼。是这个了。叮，收到一条共享信息，是否接收？脑海中的声音刚起，林晓便点了点头。有，9周，系统在，玩家之间是可以共享自己的任务详情的。毕竟有些任务本来就不要求独立完成，你有人脉的话，怎么拉帮结派都没问题。9州也从不提倡个人英雄主义。地狱任务：收回被盗走的龙脉血髓。任务详情：近日，司内清点库房时发现源自上古青龙苍渊的龙脉血髓被盗，请前往收回。任务奖励：中品灵石 X30，宗门贡献 X1500，极品筑心丹 X1枚，灵品紫色装备 X1件，部位自选。任务提示：据可靠消息，盗走血髓者盘踞在龙司以东的秦谷山内。任务时限：剩余12时37分01秒。这个龙脉血髓很重要吗？看完这任务介绍，林晓却是问道。他也不是百事通万事达的，虽然身为2世玩家，可谁能是先知道自己之后会重生，提前就收集好一切资料啊？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多分到地狱任务了，应该很重要吧？对方实力很强。林晓注意到了柯云岑这个任务剩余的时间，显然他已经做过一部分了。一说到这，柯云岑的眼神不由得稍稍躲闪。也还行吧。哦，真的只是还行。少年面带沈色，眼底的神色也有些意味深长，什么都没说，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柯云岑被看得浑身发毛，最终还是难敌林晓那眼神，只得气嘟嘟地坦白道：好啦好啦好啦，我已经被他宰掉一次了，好了吧？果然。对于这个结果，林晓并不意外，他可太了解柯云岑的性格了。但凡他自己过得去，就不会拉下脸来求林晓带他。就算两人现在的关系已经深入发展过了，他内心的高手傲气也还是不愿意认输，说白了就是死要面子。说吧，对方什么实力？筑心7阶。7阶啊！林晓轻抚着下巴，倒也符合现阶段地狱任务的标准。走吧，带路。哎，这就走啊？不叫上小安吗？不用。林晓稍稍斜了他一眼。你老公我自己就够了。谁说你是我老公了？走不走？不走我回去了哦。好你个臭小子，下次别被我带到机会啊！柯云岑举手抗议。OK 啊，下次一定，我等你。抗议无效。秦谷山有山高如擎天，有谷深欲见底，而若以地作天，谷之深便犹如那擎天之山，故名秦谷。谷神州多奇山险谷，比起稷明州来，干脆就是一块未开垦的荒地。可这里的际遇奇谈也是最多的。林晓前世可是听说过不少，可惜现在的他还没实力去收割那些际遇，去了也只能干瞪眼。快到了。两人深入山中大约1个多小时后，前头带路的柯云岑已是先一步停了下来。上次他就是在那个深谷里把我给宰了的。说到这，柯云岑脸上还有一丝丝丢了脸的神态。臭小子，你真的没问题吗？放心好了，敢动我的女人，我必让她明白姨妈为啥那样红。呐，好帅帅哦。话尽，两人也是正式步入了地狱任务所在的区域。下一刻，一股气息也是猛然传来。柯云岑脸上当即浮出凝色，就是他。林晓目光望去，眼前那深谷之中已然是蹿生出一道青色身影，其浑身都是细密有致的淡青色鳞片，仅有胸腹位置保留麦色皮肤。头顶一大一小2对犄角分别冲着脑后及上空伸出，环节处锋利如刀刃。他的双臂和双脚也都是爬满了青鳞，模样有些像林晓开龙人态的姿态，但更甚一些，因为林晓在如何也有人的特征，可眼前这货却更趋近于兽。与其说是龙人，倒不如说这是一条变色龙修炼成了精。可嗨，变色龙惊笑的好像咳嗽，我倒是何人？原来是你这手下败将，小女娃是想通了，愿给本龙当压寨夫人了吗？第75章龙族刺客魏之言。你痴心妄想！柯云岑嗔怒着吼道：这次我必取你狗命！狂妄！变色龙惊冷喝一声，本龙今日若再让你遁去，此生便永不破境。林晓，第一，你是当我不存在呢？第二，你完了的呀！
我们俩就算全部战死，在你看来也是重伤逃遁的啊。破镜，哼哼，一声轻哼之后，林晓的身形也是挡在了柯云岑前方。他的狂暴龙体是强，可一旦爆发期没把对面嫩死，自己就得悲催。这大概也是柯云岑第一次会败走的根源。你不需要破镜了，因为你今日会死在这里。少年长剑一甩，一股霸道的气息也是晕染开来，那是霸羽焰斩自带的气势。变色龙精也终于看到林晓了，锐利的眼神即刻望来。哪来的臭小子！喝声落下，变色龙精也是直接冲了出去，握爪成拳，不知死活。林晓岂会触他？当即挥动长剑向前斩去，雷光劈链顷刻飞出，而变色龙精则是以一记长拳对轰而来。砰！半空中，两人挥出的灵力直接碰撞爆裂。然而震散的灵雾中，青色身影却是再一次欺身而来，给本龙受死！林晓抬剑挡去，身形却是因巨力轰击猛然暴退10数米。不过这时变色龙精吃到他那一剑的伤害也是跳了出来。6208灼伤，对方的属性面板紧跟着浮出。姓名魏之言，种族亚龙族，职业龙刺客，境界筑星7阶，宗派散修，血量40642-46850，力道310，灵慧100，防御189，敏捷164，慧心5，护心30，心法有影诀，身法龙行猎猎，武器龙爪笔。看到对方这属性面板，林晓眉头也是轻轻一挑。亚龙族刺客，亚龙说白了就是杂交龙，明明是刺客，血条却还挺厚，也就是皮糙肉厚的龙族了。换成其他种族，正面吃他一剑至少得掉半管血，若是再把增幅叠上，说不定一剑就秒了。该死！魏之言恨恨咬牙，林晓一剑打掉他6000多血，反映在其身上自然是不轻的伤势了。人族小子，你定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代价？林晓淡淡一笑，好啊，你尽管为此而努力好了。下一刻，少年缓缓站稳，握剑的身姿也是越发沉淀，那浑身的气势仿佛下一剑要将眼前山谷都一劈为二。然见他如此，魏之言却是犹豫了。刚刚攻击力都已经十分夸张了，如今岂不是？其青灵龙足下意识后稍了一步。小子，我观你气势不凡，应该是纪明州某个大宗的弟子吧？很显然，在林晓摆出霸羽焰斩的剑势之后，他是有些忌惮了。若只是在古神州，他再怎么也是亚龙族，犯了点错，罪不至死。可若是得罪了其他州的大宗弟子，下场就没那么简单了。大宗派最是护短，尤其林晓这种筑心境就敢到处乱跑的，更是不能轻易乱动。人要没点底气，敢到处溜达吗？还是跨越大洲与大洲之间？而听到魏之言的话，林晓嘴角也是微微上扬。记名云华州苍蓝剑宗。魏之言闻言，嘴角不自觉的一抽。玩剑的宗派有那么多，你偏偏是最难搞的那个。原来是苍蓝高徒，失敬了。哎，旁边的柯云岑直接一脸问号，不是吧？你这就认怂了？刚刚想把我抓去当压寨夫人的心气呢？魏之言一瞪眼，所以我都认怂了，你还提这壶作甚？姑娘说笑了。陪笑一声后，魏之言又从储物戒里取出来一只玉瓶，道：“这是我从贵司窃走的龙脉血髓，现如数归还。”柯云岑接过对方还来的任务材料，又一次蒙圈。不是，这我好不容易才拉下脸去找臭小子帮忙的，结果他过来砍了一剑就完事儿了，要不要这么随便啊？这一波下来，给林晓都有点整不会了。但看在你这么识相的份上，多谢高徒宽恕，小龙这就滚。魏之言直接双手作揖，态度要多谦卑有多谦卑，跟一开始的高傲完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完，更是扭头就要离开，宛如这里是他的修罗场一般。哎，看到对方要走，林晓连忙喝喊一声：“我特么话还没说完呢，你丫给我站住！”哈哈哈哈！魏之言在前头一顿陪笑，高徒无需多留，切莫客气啊！哈哈，我客气你爹！林晓大骂：“伤了我的女人，还想走？”说罢，少年脚步踏空，直接追了出去。虽然这魏之言已经摆出陪笑姿态，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可前提对方的是良善之辈啊！一个为了一己私欲就敢盗窃龙脉血髓的家伙，自然不会是。最关键的是，站在九州世界的视角上，他可是重伤了柯云岑啊！这能忍？好帅好帅！这次是真的帅哦！柯云岑在他背后喊了一声：“该死！”奔逃中的魏之言一阵咬牙，都这样了，还不放过我吗？可根结在此，已经避不掉了呀！龙行猎猎，
魏之言一声低喝，所学身法立刻施展开来。莫要以为我真的怕了你啊！有影万千。追在后头的林晓眉头一皱，因为那魏之言竟在几道冷喝声间变化出了数道与他本人毫无二致的虚化身影，继而全部散开。我龙族无惧任何挑战。已经追上来的林晓一声嗤笑，如果没有你之前的认怂，这句话还是挺帅的。你，魏之言脸皮一抽，顿时有些火辣辣的。无需多言，要战便战。嘴上虽然这么说，但魏之言心里可没敢有半点松懈。明知境界存在差距，还敢追上来，这又岂会是一鱼之辈？好啊，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就是。林晓长剑一指，本身也是有意校验一下自己突破后的实力。第76章，沉默，无法释放技能。林晓有点棘手啊，你可不要后悔。自知避战无路，魏之言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前。三道虚幻的身影立刻围向林晓。刺客来的嘛，主要的手段都在近战方面，而近战正中林晓下怀。不过区区障眼法，来几个，小爷我砍几个。说罢，林晓心念一动，流云步立刻施展开来。对面都开身法了，他在干巴巴的腿着，多少有点过分。流云步一开，林晓的敏捷属性立刻提升了 30%。如此速度下，长剑横持随着身形挥动半圈，魏之言扑来的三道身影便尽数被斩。6208，灼伤，6208。620，三道伤害几乎同时跳出，没有一个是真身，你还挺谨慎啊。林晓冷笑一声，但心头却是一愣，如果是假身，为什么不会像攻击熬鹰时那般攻击直接穿过？难道……下一刻，他的猜想便得到了验证。只见在不远处，魏之言其中一道身躯猛然呕出一口鲜血，反噬负4064。很显然，那就是他的真身，而围上来的则是类似于分身的东西。半真半假，若是死亡，则会损失一部分的血量。从反噬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当前血量的 10% 左右。三道分身被一剑斩之，魏之言的神色瞬间难看了起来，抹去嘴角的血迹后，却是反手握住匕首，驱使所有身躯一同上前。林晓的战斗力他已经见识到了，无需再多试探。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用尽全力击杀他，否则他魏之言就没有活路。魄力倒是很足嘛。嘴边一声赞许落下，林晓的神情也认真了起来。狮子搏兔亦用全力，何况魏之言已经认清了双方的差距，所爆发的攻势又岂会如刚才那般？小心些，总不至阴沟翻船，就让你死了这条心。话落，林晓握剑之手紧紧一握，浑身气势也沉了下来。下一刻，体表肌肤猛地裹上了青鳞，整个人也胀大了一圈。剑锋之上，除了闪烁的雷光之外，还有炽热的火焰。从后方跟上来的柯云岑此时也是恰好看到了这一幕，一时小嘴微张，有些愣了。这个臭小子还真有点帅啊！他虽然知道林晓的先天体质可以变成小龙人，可耳听和眼见终究是两回事。某处山谷之间，纠集所有分身猛冲而来的魏之言，手握匕首，目光阴狠，游龙猎猎，龙行闪。听到这一声低喝，林晓目光不经意的一瞥，你一个配角，不，龙套，居然有招式名字，不能忍！我平 A。 虽然叫平 A， 但林晓横劈而出的一剑却火雷交加，有着平 A 所没有的炫酷。古间山地寒光一闪，却是魏之言的攻击率先命中林晓。妈，毕竟是刺客。1530。沉默，沉默，无法释放技能，持续10秒。看到自己身上的词条，林晓眼神微正，不由呆了呆。无法释放技能吗？有点棘手啊。如果他现在用的是技能，那还没打出来之前的确会被沉默啊。我没有技能，还真是对不起这个状态里。下一瞬，32328，灼伤，出血，破甲，出血，负42。可怕的伤害令魏之言受伤的瞬间都怔住了，腰腹的巨大伤口宛如要将他一分为二般恐怖。而下一秒，林晓趁其愣神，却伸手探去，欲再给他最后一击。可魏之言却眸光阴狠，仿佛要将林晓的脸庞铭刻入骨。接着，浑身瞬间散作灵雾。你给我记住！紧儿的天地间只留下对方的一声恨语。林晓眉头轻挑，用秘法逃掉了吗？臭小子！后头的柯云岑见此也是赶了过来。什么情况？应该是用了克命的遁法逃掉了，没杀成。少年双手一摊，满脸无奈。不过也没事，学姐，你任务应该完成了吧？早就完成了，那傻缺把材料给我的时候就判定完成了。柯云岑微微一笑，回去把任务交了就 OK， 奖励可是很不错呀，嘿嘿。我记得有个灵品紫色的自选是吧？你准备选哪个部位？林晓收剑回鞘，笑着反问道。柯云岑闻言也是陷入了思考，
11个部位我倒是还缺一些，臭小子，你有什么建议吗？我的建议啊。林晓思忖着，稍想了想，审视的目光却是落在了柯云岑背后的战戟上。那当然是选武器了，你的护具暂时都还能过渡，到时候更新完了，我再带你去刷点好的，但武器确实是该换了。所以说，我的衣服是好看的喽。林小晨迎着老脸一红，却不点头也不摇头，只想说这谁顶得住啊？柯云岑也不说话，只是喜滋滋的一笑，至于心里想的啥，也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话说学姐，龙脉血髓到底是啥？柯云岑闻言稍稍回神，哦，我看看啊。几秒钟后，我去，臭小子你快看！林晓眨了眨眼，什么好东西啊，这么又惊又乍的。不过没一会，他就收到了柯云岑发来的共享讯息：龙脉血髓，传承血髓，纯血龙族强者在化归天地之前，以毕生元灵融入星河而凝成，以特定方式吞服吸收，有机会体悟出血髓之主的部分能力，直接吞服可提升 1% 的龙元亲和力及 15% 的战斗属性。品质成，嚯，还真是好东西啊！简单来说，血髓之主越强，血髓的价值就越高，而为之言切走的可是上古青龙所凝，价值自是不菲。琉璃龙丝不糟心就怪了。臭小子，系统还显示我如果不交任务，可以直接吞服吸收呢。可别！林晓连忙阻止，听我的，乖乖去把任务交了，你以后得到的好处才会更多。是吗？柯云岑半信半疑，但想着林晓肯定不至于骗他，也就点头应了下来。两人已经关系匪浅，后者更不会害他。好吧，这就去交。再回苍华峰，已是初见夜色。林晓马不停蹄，直接朝苍寒峰飞去。现在柯学姐和小安的情况都已经有其优势，只需要静待更新就行了。时间还剩下39时01分09秒。第77章，跟小师姐约会。第一次大更新，林晓思绪回望前世，犹记得九州首次大火就是因为这第一次大更新。更新之前，进驻九州的玩家虽然不少，但相较其他网游，终究还是归属二类，真正的大军并没有涌入其中。而更新之后，其玩家数量才是真正呈指数级暴涨，从原来不到10万之数，直冲100万，并持续上升，最后将 90% 的在营游戏全部挤到无人问津的角落里，于全球范围内大火。最让资本家们恶心的是，这游戏根本找不到防火墙，想攻击都攻击不到，气得秋秋马怒摔玻璃杯，大吼给我抄，可这玩意全息的啊，怎么抄？秋秋的程序员们只想说让我抄，我抄。至于理由，那自然是这次的更新内容了。小师弟，林小思所见，一道俏丽身影却是推门而入。这次总算抓到你了。莫怀竹抬眼看到林晓，脸上也是流露出一抹思念，一丝欣喜。然而，是小师姐啊，今夜无事。林晓只觉得头有点大，因为这里是剑心阁大殿啊。按照百里师傅之前的操作，就算他人没有出现，这会说不定也在暗中观察着脸。当然，最主要的是，他才刚刚跟柯学姐建立了深厚关系，现在跟小师姐在这不清不楚的，总有一种如芒被刺的冷搜感。无事啊，师姐已经练过剑了。练剑？林晓一脸茫然，却不知道莫怀竹这话其实是在说给师傅听的。总之无事了。莫怀竹直接将这个话题搪塞过去，又问道：小师弟，你今夜空否？最后2字出口前，莫怀竹脸上还闪过了一丝娇羞，那一头因九阴寒体而泛着淡蓝色的秀发，与俏脸上的红晕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一经入目，再难淡忘。林晓实在难以抉择，脑子里也有2个他在不断的拉扯着。君子小，不行不行，你已经有柯学姐了，还不满足吗？色批小，这有什么？谁能拒绝这么好看的小师姐啊？谁？君子小，不，我不能背叛柯学姐的呀。色批小，背叛个嘚！现实游戏2手抓，谁敢说我不回家？君子小，可。色批小，超。空。小师姐有什么事吗？听到这话，莫怀竹却是支支吾吾了起来，扭捏了好半天才开口。我想你与我一同到城中逛逛。莫怀竹这后半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而后声音又猛地变小。可否？叮！莫怀竹邀请你共同夜游，是否应邀？叮！面临抉择节点，做出正确选择将会获得相应奖励。脑海里一连3道声响，让林晓不由得怔了怔，心道这也行的吗？可细细一回想，如果他答应了，的确又将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啊。可这是所谓的正确选择吗？小师弟，莫怀竹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又不自觉地四处观望着，
生怕一道声音忽然跳出来阻止他的计划。啊！哦！看着莫怀竹水灵灵的大眼睛，林晓最终还是难以 hold 住那原始的冲动，脸不红心不跳的点头。好啊，小师姐相邀，哪有不应的道理？真搭！那我们走吧。林晓心脏狂跳，但还是跟在了莫怀竹身后，一起下了苍寒峰。至于目的地，却是距离苍兰剑宗小有些距离的云洛城。叮！抉择正确，九州连结度正3%。刚从传送阵里走出来的林晓脸色一顿愕然，这是正确的选择。少年心头一怔，既然如此的话，不管他是对是错，都得走下去了。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九州连结度对于他来说只有好处。而正当他愣神时，前头的莫怀竹却是俏生生的扭过头来。小师弟，你看这城中夜色如何？很美。林晓说着，眼神微动，可若无小师姐作缀，便不足挂齿。说什么呢？莫怀竹闻言登时羞红了脸，看向林晓的眼神中也是多了些许的柔情。叮！莫怀竹对你的好感度加8，目前好感度61，情投意合。小师姐这怕不是芳心暗许了吧？一句话能加8点好感度。小师姐，这云洛城与你有何特殊意义吗？莫怀竹闻言甜甜一笑，眼神中也是流露出难言的幸福。云洛城是我的故乡哦。原来如此，小师弟，陪我到城里逛逛，好吗？对于修行之人来说，故乡在不代表家人在。莫怀竹天生九阴寒体，这体质对于修行来说自是上等，可对于凡人而言，孕育这样的灵胎耗损太大了。早在莫怀竹年幼时，母亲便因寒气入侵不治而亡，父亲则是修为低微，死于非命。年幼的莫怀竹若不是因为百里洛寒恰巧路过，发现其身具难得的九阴寒体，恐怕也会饿死在街上吧。故乡于他而言，虽说悲凉的记忆居多，可与家人的欢乐光景也占据了他人生中的一大部分。再至云洛城，莫怀竹心间思绪也是沉杂不已。小师姐的爹娘先去了吗？一路行来默默无言，可至一处城楼前时，少年却忽地问道。莫怀竹点头，5日后就是我娘去世20年的忌日了，好想她。那5日后我陪小师姐去看看姨娘吧。真的吗？莫怀竹恍然回过头来，二人的距离瞬间拉近了些许，甚至都能互相感受到对方的鼻息了。莫怀竹脸色又是噌的一红，我是说谢谢你啊，小师弟。小师姐这可是见外了啊。许是有了林晓这话，莫怀竹接下来的心情明显好了不少。城中街道的小摊更是吃了一家换一家，有时那小嘴都涩成仓鼠了，还想往里再进一些。吃饱喝足后，莫怀竹又在一家饰品摊贩前驻足停留，都是些凡间饰品，没有丝毫属性，但胜在精美。忽然，老板，这簪子怎么卖？第78章，全被抢稳了。哟，客官，您这眼力一绝啊！摊主见着林晓手里的玉簪，开口先是一番夸赞，之后才道：不贵，就要5000银子。5000银？边上的莫怀竹一听，顿时不悦了。你何不去抢？按照九州中钱银的购买力，1000银子相当于现代的1000块钱，5000银足够一家3口饱食半年，还能余下些置办新衣，确实不少了。不过他话音刚落，林晓却是笑着抬了抬手：小师姐，何必为了些凡俗金银计较，5000便5000。说着，他掏出来一枚下品灵石，递给摊主，道：我只有灵石，可否？可，自无不可。摊主连忙接过灵石，生怕林晓后悔。灵石于凡夫无用，但他们可以拿去卖钱啊。九州是有灵石矿脉的，而这些矿脉自然就需要人力去开采。凡人要灵石无益，可他们却要钱银以生活，久而久之，一条灵石与钱银互换的门路就出现了。当然也仅限于下品灵石，中品灵石开采出来，基本上就不会落到凡人手中。至于上品乃至极品，首先一般的矿脉极少见到，其次大量高品质灵石聚在一起所散发的能场足以震碎凡人心肺，根本就难以开采。摊主接过灵石，连忙在衣角上擦了擦，之后才喜滋滋地收了起来。虽然只是下品，可却能换到至少1两银子，是他刚才报价的2倍啊！何乐不为？林晓无奈一笑，却也没去在意，只是转头将玉簪递给了莫怀竹：小师姐，送给你。莫怀竹满脸羞红，却并不扭捏，直道：小师弟，你帮我戴上好吗？听到这话，林晓也是有些不自然了。他自然知道莫怀竹的举动是因为那61点的好感值，可他却有一股浓浓的背叛感。不是谁都能当好一个海王的，黄金3叉戟是真不好拿。但他还是拿起玉簪，
强行撇去那不自然的作态，将之别在了莫怀竹头上。好看吗？莫怀竹小脑袋侧歪，左右转了转，淡蓝长发于空中飞舞，月光下倒映着银蓝色微光，好看至极。那玉簪也反射着熠熠光辉，令人目不暇接。美呆了。呆吗？莫怀竹可爱的眨了眨眼，不太理解。林晓也是在刹那反应了过来，连忙晃去刚才霸占了脑海的绝伦画面。我是说很美，很美，很好看呢。莫怀竹羞红着脸颊，纤手轻触那玉簪，虽是凡物，可因为是林晓送的，小师弟，我会好好珍惜的。小师姐言重了，只是只簪子罢了。不，莫怀竹摇摇头，它不只是只簪子，还是小师弟你送给我第一份礼物。好吧，林晓挠了挠头，也不想去纠结过多。两人离开之前，他又掏出零食，买下了一只带玉坠的步摇，准备回去送给百里师傅去。毕竟他可是个小醋坛子的啊。不红，大腿保不住了咋整？给师傅。莫怀竹低低嘟囔了一声，不过却是摸了摸自己的发簪，将略微的不快抛之脑后，继续逛了起来。可怜的林晓至今还是没发觉送礼物给女 NPC 代表着什么。此夜，师姐弟二人一直逛到月牙西斜，才流连忘返的回到剑宗苍寒峰剑心阁偏殿前。小师弟，离别之前，莫怀竹低垂着小脑袋，见林晓驻足，才猛地踮起脚尖啐了他一口，如蜻蜓点水。虽然忙不迭的跑开后才道：“今夜我甚是欢心，便算是给你的奖励。”叮！莫怀竹对你的好感度加6，目前好感度67，情投意合。林晓木然的摸着脸颊，小爷我居然被强吻了，不行，下次得找找场子。只是 UES1 异性好感度过了50之后，只要别做他们讨厌的事情，长得是真心快啊。毕竟基础不同了，50点之前再多也只是好感，过半之后好感已然升华，关系朝着亲密转变，好感度的提升自然就犹如搭上了火箭。反观同性之间，好感度过半之后，没一点患难与共恐怕是很难长起来的。过命的交情岂是那么容易建立的？不过就在林晓愣神间，徒儿，少年猛然一怔，晚安，该来的总会来的。百里师傅这语境明显是醋意横生啊，他果然发现了自己跟小师姐去约会了吧？师傅！林晓连忙作揖，徒儿给师傅请安了。为师安好。百里洛寒的声音悠悠而至，接着问的却并非与小师姐有关的事情，反倒是午后你去了古神州。少年闻言一愣，却不敢隐瞒，是徒儿一龙族挚友求助，前去了一趟。大殿里空悠悠的声音又一次传来，紧接着林晓眼前一花，绝美人儿立刻来到了他身旁。是青龙族的女子啊，徒儿的交友圈倒真是颇为广泛呢。林晓着实是没想到，连科学姐是青龙族这事，师傅都知道了。是的，龙族并非是单纯的龙族，古神州也不是只生活着龙族的地方，其他种族也有，只是占据不了太多的地方。如那魏之言就是青亚龙族，此外还有金龙、黑龙、炎龙等，东方游龙、西方翼龙都是有。所以百里师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会这么一晃，啥都知道了。只是正当林晓局促不已，想着要怎么解释时，百里洛寒却是换上了一副忧心态，好看的脑袋摇了摇。徒儿啊，此次你所遇之敌，恐难相与啊。林晓闻言眨了眨眼，师傅居然不是在跟自己吃醋吗？徒儿疑惑，师傅的意思是？林晓仔细回想了下，那魏之言不是散修吗？就算借用秘法遁走了，也不对，一阶散修何来这么强悍的秘法？又是怎么从层层守护的琉璃龙丝宝库中盗走遗物的？更别提还是上古青龙弦下的龙脉血髓。看来你也有所顿悟。百里洛寒眼神赞许地看着林晓，一介青亚龙，无人撑腰，无法可依，断不可能从那琉璃龙丝宝库中盗走血髓。第79章满植物性的逆天之处。徒儿无惧。听到百里洛寒这般话语，林晓也是直接表态，修行之路岂可畏惧1-2挑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即是，若不幸败亡，也是徒儿命数如此。百里洛后闻言稍稍一怔，眼底也是流出一抹欣慰，可也有丝丝的担忧。但徒儿有此觉悟，为师也就放心了。说完，他话锋立时一转，今夜与你怀竹师姐同游，可欢心吗？百里师傅的百年老醋也许会迟到，可永远不会缺席的。师傅你听我姐。林小刚要开口解释，却不料百里洛寒直接伸手伸来，给为师买的步摇呢。啊！林某人眨了眨眼，有点不会了，但反应过来的他还是连忙从苍兰戒中将之取出。在此，百里洛寒脸上微不可察的闪过一丝红润，本想脱口而出你帮为师带上吧，可话到了嘴边却变成既是给为师买的，那为师便收下了，但是徒儿切莫因儿女情长，误了修行大道，小心得不偿失。徒儿谨记。
百里洛寒摆了摆手，你去吧。林晓又眨了眨眼，师傅，我不能在大殿里休息了吗？百里洛寒的表情瞬间一僵，原本已经不自然的神色骤然间彻底红润。为师的意思是，他一身红衣，中分的乌黑秀发在暖色烛光下略偏棕色，上戴凤冠，微蹙眉头下是略存疾色的双眼，朱唇轻抿，一手轻抓裙摆，一手不自觉的撩发，加之百里师傅本就如仙般的颜值，少年近乎看愣了，脱口而出：“师傅，你好美！”哎，反应过来的百里洛寒连忙轻掩小嘴：“徒儿休得胡言。”听到这话，林晓也明白自己是说了不应该的话了，至少在师徒关系中，这种话不应该。师傅的好感度居然没掉。林晓的脑海中恍然升起一个离谱的想法：不会吧，不会吧！徒儿所言皆出自肺腑。他满脸认真的看着百里洛寒，同时内心也在打鼓：我的天啊，游戏开服没几天，我他妈就要跟九州超级大佬好上了。叮！百里洛寒对你的好感度加1，目前好感度43，朝夕相处。果然，师傅的好感度不降反升。那也不该。有何不该？师傅也是人，是女子，是师傅不美，还是女子当不得夸赞？再者，徒儿所言也仅仅是表述事实而已。林晓满脸认真，趁他心乱，先入为主一波再说啊。要是等百里师傅冷静下来，他这套说辞能不能过，可就不一定了。为师不是这个意思。心神慌乱下，百里洛寒的确没有注意到林晓话里的漏洞，他对师徒关系是只字不提啊，但乍一听确实没有太大问题。眼临近强者是绝强，可也有不擅长的方面，而对于百里洛寒来说，莫过于感情2字。好了，你早些休息，为师就先回了。一时间想不到什么好的回答，百里师傅也只能选择逃避了。他要走，林晓自然是拦不住的，不过也不必拦着，有的时候只需要播下种子，索性萌芽便会滋滋自生。回到寝宫的百里洛寒却是彻底辗转难眠了，脑子里不断的回想着林晓的话，心绪也是乱糟糟的。这臭徒儿，莫非真是我克星不成？大殿里的林晓可没想那么深，对于他来说，只要跟师傅维持住现在的好感度就足够了，抱稳大腿最要紧嘛。当然，如果能跟进一步的话，谁不想跟这么一仙女般的师傅有一段轰轰烈烈的故事啊？嗨，入夜，苍寒峰顶，晚风萧瑟，些许的凉意对修行之人而言倒是无余，反而是凉爽更多。这次林晓倒是没选择挂机，因为距离更新就只剩下不到35个小时了，这回他用的又是睡眠舱，自然是用尽所有时间以提升实力了。不过大半夜的刷怪自然可以，但那只是提升实力的途径之一，并非唯一。林晓四下展望了下，最终还是走出了大殿。夜，萧瑟晚风吹拂着落叶，月，银亮银华洒落于地面。剑，熠熠锋芒拨动那明辉。少年舞动在剑心阁广场上的身影，于月光之下，时而烈烈作响，时而静如真松。与其他玩家相比，林晓最大的优势无疑是重生带来的先天满属性，而其中对于实力提升最大的，毫无疑问是悟性。练剑这种行为，对于悟性低的玩家而言，等于白费功夫。反之，叮，超凡脱俗之悟性触发，剑道资质加1，这就是满值悟性的逆天之处了。如剑道之类的资质提升1-2点或许没有变化，作用也只是让玩家可以学习一些要求较高的技能，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是足以引发质变的。林晓练剑到一段落时，耳边却是传来一道轻语：“小师弟，天色入夜，还不休息吗？”这清雅的柔音不似小师姐莫怀竹那般活跃，也不似百里师傅那般如天外玄音，却让人感觉声音的主人很温柔。少年抬头望去，入眼赫然是五师姐李静瑶。五师姐，林晓双手作揖：“师姐不也还没休息吗？”李静瑶恬雅的笑了笑：“练剑至此，暂无倦意。我见小师弟你一人独在此便过来了，若不嫌弃师姐剑术低微，便切磋一番，如何？”呵呵，林晓轻笑：“师姐说的哪里话，师弟才是要献丑了。”李静瑶闻言不由轻掩朱唇：“你我二人就不要相互谦让了，若是无妨，师姐可就要进宫喽。”林晓倒持长剑，展出半掌，无名指和小手指捏剑柄，另外3根手指张开成半掌，表示手中除了剑再无他物。但请师姐弟二人就这般在剑阁广场中舞着身姿，剑锋相接的声响从一开始的急促，到最后因为李静瑶应接不暇，便缓了些许。在这过程中，二人自然都是受益匪浅。林晓的剑道资质也因此再加1点，如今已至17。小师弟的剑还是这般难以招架，师姐佩服。缓过劲后，李静瑶不由自谦一声：“谬赞了，师姐的见识也凌厉了许多。”第80章，惊雷平原，碧悬雷蝎，苍寒峰顶。
林晓、李靖瑶这师姐弟二人足足切磋了几个时辰，才各自停下动作。李靖瑶的天赋在6位师姐中最次，但她对剑道的理解却反而是最深刻的。可世上哪有白来的实力？他人休憩时，李靖瑶却是在九州长夜苦练剑技，久而久之，单论剑道的话，别说苍寒峰掌门座下，就是整个苍蓝剑宗也无一人可为他敌。当然了，这指的是林晓来之前。现在李靖瑶又有奋斗的目标了，他想要超越小师弟。不过好在他嫉妒心不强，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所以这种心态也只会带来正面影响。夜去晨露起，天渐于复白。打坐休息中的林晓忽然睁开双眼，长足的吐了口气，接着他拉出基础属性面板，经验546080000。一夜的切磋，除了剑道资质多提升了一点，林晓的经验值也是积攒了不少。距离筑心5阶不远了，去把剩下2个部位的装备刷一下好了。少年缓缓起身，心中也是确定了今日的任务。11个装备部位，他还差头饰以及腰饰这2个部位。头饰主加攻失速以及对应的力道或灵慧，腰饰则主加灵力、力道、灵慧以及少许护心值。2个部位对他来说都有直接的提升，自然是要搞起的。至于去哪刷，他这个九州老油条当然心知肚明了。因为前世九州火了以后，没多久就有盘点党将哪个大洲的哪里容易出哪一类装备给盘点的清清楚楚。而林晓天生记忆力惊人，纵使前世没有经常到稷明州来，对那些地方却全部了然于胸。苍蓝剑宗以南，临海，与剑宗主域的缥缈群山相比，这里是截然相反的平原地貌，一眼望去连个像样的小土丘都没有，天空是让人感觉阴郁的暗蓝色，偶有雷光翻涌。地面上一个又一个的阴暗窟窿，便是怪物们的栖息地了。惊雷平原便是此处的名字。林晓到这里来是为了前世一件曾被土豪大佬炒到上百万的头饰避雷钗，要知道那可是游戏开服了一段时间的价格，不像一开始破烂蛇弓都能卖10几万。头饰主加攻速或失速，一般来说也只有一种，但避雷钗，平原中部直径2米左右的地窟，差不多就是这里了吧。少年嘴边嘟囔着记忆中可能会爆出避雷钗的位置，行进速度也在附近慢了下来。九州现在的玩家不算多，惊雷平原这边只是前半段能见到些散人玩家，进入中部区域就见不到了。只因这里的怪物岂不就是筑心7阶？惊雷平原临海，最深处更是与海岸线接壤，除了要面对陆上的修行者，还要面对海中的怪物灵兽，整块区域干脆成了肉夹馍里的那块肉，久而久之平均实力也就上来了。而大部分玩家现在都还是筑心3、4阶的样子，5阶不多，6阶更是全靠经验堆，属性可能都不如一些玩得精细的3阶，怎么可能在这出没？再者，这里的好装备现在可还没被广大玩家们发掘出来呢。平原中部，林晓收敛气息，仔细地感悟起四周的环境来，接着放缓脚步，如一个误入此区域的修行者，脸上带着些许的茫然神色，走走停停，时而蹲下观察着石缝里钻出的富含雷元素的植株，长剑握在手心，却丝毫没有戒备的姿态。忽至一处地窟前，少年满怀欣喜地跨步上去，嘿嘿，居然是雷心草，运气不错呀。话音刚落，他便伸手准备将那茎叶上爬满了雷纹的寸长小草挖出。也就是这个时候，一道迅疾不已的灵力骤然掠至少年头顶，但就在将要击中时，林晓眼中那茫然的神色却忽然间凛冽起来，身形瞬间跨出10余米，下一刻长剑紧握，雷光劈链呲的劈出，命中瞬间，词条立刻跳出：雷抗-3901。对方的属性面板自然也是跟着浮现，名称碧玄雷蝎，种族虫兽，级别灵主怪，境界筑心8阶，血量28199-32100，力道410，防御211，敏捷102，抗性雷抗30%，技能雷毒导钩，避雷斩切。雷抗还挺高。看到自己的伤害，林晓不由挑了挑眉头，不过他这一剑可没叠增幅，只用了焚雷之力。霸羽焰斩也是可以跟随他本身的意愿选择发动与否的，词条没有写清楚，大家知道就行了。刺，身受一剑，碧玄雷蝎瞬时怒起，通体一道凌厉雷光彻涌而过，低沉的响声在漫天雷云下也显得很是清晰。怎么生气了呀？我可是演了好久的戏才把你勾出来的嘞。林晓嘿嘿低笑，一开始的茫然样显然是在勾引碧玄雷蝎，有着前世记忆的他十分清楚，这雷蝎是出了名的老六，没有90%以上的命中机会，他是不会出手的。如果他一来就是霸气无比，打遍整个惊雷平原，浪费时间不说，还会把这雷蝎吓得缩在洞内不出，避雷钗可就没戏了。一听到是演戏，碧玄雷蝎立时更怒了，尖长的双鳌轰轰2下，即刻朝林晓砸过去，2团迅疾无比的碱性雷光。
正是他的领主技避雷斩切。有着400余点力道的加持，两团减型雷光的飞行速度近乎快如雷光。第一道被林晓堪堪避开，但第二道却是避之不及，撞在了左肩处。1404，禁疗，禁疗，无法受到治疗，持续30秒。林晓浑身一震，好一阵子才缓过劲来。这减型雷光如果是在游戏融合现实之后被打中，肩膀倒不至于被切下，可经脉寸断的下场是避免不了的。而如此迅疾的攻击，大概率是损失了高伤害换来的。以双方的属性差距不难算出，伤害大概只在力道差值的 120% 左右，不算高。你这爬虫倒是有2把钳子。不过游戏结束了。第81章魔道公修，陆千生。禁疗这个状态有点棘手，但不多。如果林晓面临的是团战，是四面楚歌的环境，那自然会比较难搞，1对1短时间内还是能够无视的。不过却也不能高枕无忧，谁知道有没有另一只老六蝎就猫在附近等着他呢？已经发出一记斩切的碧玄雷蝎，短时间内显然无法继续进攻。林晓也是抓住了这一点，再利用对方低于自己的敏捷，身形一动便是所能爆发出的最强攻击力。平 A， 跟老六打架，你就必须比老六还要老六。花里胡哨的技能只会吓跑对方，只有绝强的平 A 才能出之不意。看着持剑走向自己的少年，碧玄雷蝎双鳌轻挥，身上翻涌的雷光此起彼伏，似有威胁之意。余下的虫族也是略显不安，带着他那6尺余长的身体左右的挪移，警戒着。可忽然间，少年的身影却瞬间消失了，就如同他蓄力多时的一记雷毒倒钩，可窜出攻去时，对方却消失了那般。他的2个领主技一开始就全都用掉了，否则现在也不至于这般被动。虽然技能用完还可以普攻，可一只善使双鳌的力道型灵兽，他又何尝不需要近身？无计可施，普攻太短。见到林晓消失，他只能下意识地挥动自己的铁鳌。然下一瞬，吭！碧玄雷蝎的整个铁鳌被长剑齐刷刷切下，暗蓝色的血浆喷洒一地，平整的伤口处雷光涌动。可原本该致命的一击却被他扛住了。节肢类的虫兽断去一只是不致命的，但如果是用以抵挡伤害，却必须要减少自身血量的1半作为代价。断肢保命，负16050。已经进入龙人态的林晓眉头一皱，这都行，但他的反应并不慢，落地后重步猛踏地面，另一条腿骤然左边扫了过去。13650，灼伤，出血，斩杀。纵使碧玄雷蝎已是狂暴态，林晓这一击依旧是他所无法承受的。虽然用拳脚直接攻击伤害值会削减 30%， 但林晓的增幅多啊。以两者之间的差距 70% 的力道伤害也足以要了他的小命。拳脚直接攻击可以理解为术不专攻，无法完整的爆发自己的力道值，除非体质有拳脚方面的加持，或是学习了专门运用手脚的心法、断体术等等，譬如拳术、腿法，否则九州的各大职业不就失去其本身的意义了吗？而一记鞭腿打出这伤害，林晓也是叠进了增幅。除了霸羽焰斩和焚雷剑气带给普攻的提升必须用剑排除之外，剩下的全部用上了。真黄之火和真龙之体算上龙皇执念基础的 50% 普攻增幅，就是 650% 的增伤，再乘算喋血龙魂血量低于 80% 的额外 100%。 当然也是因为这碧玄雷蝎防御力不高的关系，毕竟是虫子嘛，扛不住人 EGO 的，嘎嘣脆。下一刻，碧玄雷蝎的尸体旁也是弹出了一个魂种，林小刚欲伸手探去，两紫一蓝三道光线刚出，说灵。等少年反应过来时，木灵护心镜的护盾已经先一步破碎，一支弓箭紧随着在他身后落地，剑尖破盾的脆鸣声仍在耳旁回响。若是一般玩家遇到这种事情的第一反应，大概率是嘶喊一声卧槽吧。哇靠！顶级玩家都是喊哇靠的。下一刻，林晓也不怵，转身就朝弓箭射来的方向斩去一道雷光劈链，速度同样极快。可未破防，词条出现，得到反响的林晓眉眼大震，却来不及细想，连忙卷起碧玄雷蝎掉落的3件物品后转身就溜。这种不见人影先吃攻击，回手一剑还破不了防的情况，傻子才在原地大喊是谁啊？而接着他才看了眼对方的属性面板，姓名陆千生，种族半魔人，职业魔道公修，境界炼体一阶，宗派幽影宗，血量51869 51870，力道689，灵慧210，防御405，敏捷184，会心19，护心51，心法幽影噬心诀，身法幽游影宗，武器魔蛇苍影弓。哇靠！这下是真的是哇靠了啊！林晓嘴角猛抽，炼体境，爷们的运气
到底是有多好啊？这种属性差距在挂壁也会翻车的，反向洪福齐天吗？而且又是魔道的，还是半魔人？可未曾等他思索出个所以然来，又是一支利剑破空而来。但这次有了准备，林晓岂能又让对方射个正着？随即侧身挪步，避开了这一剑。你个老六吧，喜欢躲在暗处阴人是吧？打个避旋雷蝎是老六，遇到个劫道的也是老六，今天就跟老六结缘了呗。欺负诛心菜鸟，不跟你玩了。话落，林晓当即运起流云步，前遁300米，强行脱离战斗状态，继而爆发150%的敏捷，继续开溜。诛心4打炼体，他还没那么飘。而他前脚刚走，不远处一团紫雷当即跳动，遂一阴沟中分南从中走出，正是那陆千生。有意思的遁法，不过似乎在哪见过。只是念头刚过，陆千生便再次化作紫雷，朝着林晓所去的方向直追。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活靶子，岂能放过？虽然对方身上穿着苍蓝剑宗的剑袍，可惊雷平原无主，又临海，加上他是暗流州人士，苍蓝剑宗再强，会因为一个死了的弟子大肆进犯魔帝暗流州吗？说，奔逃中的林晓很快又一次听到了耳后的破空声响，情急之下只得往前翻滚，显而又显得避开了这一剑。特么你还没完了是吧？少年破声大骂，若非对面是魔教中人，行事为人本就乖张，他都要怀疑自己身上是不是有什么宝贝了呀。好东西，他是有，百里师傅给的项链就是，可怎么也不可能给他。逃，继续逃。这一次陆先生终于开口了，我倒要看看你能避开我几剑。说话间，又一支弓箭应声而来，林晓闪身再躲。正当陆千生要继续出声时，却忽地听到，就你这三脚猫剑法，来几剑老子躲几剑。第82章，你丫才杂种呢，老子是纯爷们。小子，你说什么？怒喝间，一团紫雷突然在林晓身后数十米外炸开，遂而幻化人影。被说成是三脚猫功夫，陆千生立时怒了，他可是再铸心境就被夸成天才，百年不得一见的公道奇才，百步穿杨，莫经淫语，千步之内剑无虚发。如今却被林晓说成三脚猫功夫，陆千生岂能不怒？切！听到这一声怒喝，少年却是嗤笑，小爷我可没工夫知道一剑魔道小儿，你若非要打，奉陪就是。林晓只是不想翻车，可不是真的怕了对方。他最了解的职业莫过于攻修，远程摸奖，近战拉垮，这8个字是大部分攻修的铁律。而陆千生只是利用他那张弓的张力，以力道强行提高射速，不值一提的伎俩罢了。但听到林晓的话，陆千生却是乐了，有意思，修为不高，口气却不小，便让你知道大境界之间的差距。说完，陆千生拉开长弓，连搭3箭，经典的品字形剑阵骤然飞出。林晓立时瞪眼，这家伙也知道品字形剑阵不好破解啊，以弓破阵是不可能的了。林晓的力道不如他，可若有什么攻击手段，只有唯一解法，那岂非是堪称神技？说时迟，那时快，少年手中长剑立时抖出颤鸣，接着身体以一个怪异的姿态侧转，如同鹰吊伏。这种极不协调的姿态只能维持1瞬，根本保持不了平衡。但他也只需要这1瞬。阵战的长剑在林晓处于撞时，与那品字形剑阵的上口相接，轻微改变了其飞行的方向。而下一刻，3支利剑便从他身侧飞过，只划破了些许衣袍。风！少年连翻2个跟头，才算是稳住身形，继而迅疾不已地挥出一道火雷劈炼。真伤！负957，灼伤。之前只是试探，自然不会暴露底牌，可如今陆千生咄咄逼人，林晓也就不客气了。断风切灵阵顺开，力道加持10点，恰巧超过对方防御值9点，算上加成后的10%真伤，也就有了这伤害。不高，但好歹破防了。虽然造成了灼伤，但这种境界差距消到最后只剩下0.15秒余，等于没有。陆千生却霎时一愣，显然对于林晓能破开他的防御感到讶异，但也仅此而已了。接着他眉头又是一皱，却是在意林晓竟会用这种方式来破掉他的品行剑阵，有点意思。说话间，他又拉了一个满弓，这一剑你又要如何应对呢？可就在陆千生右手离弦的瞬间，林晓的身形却陡然在原地消失，前者幽色瞳孔刚阴之清阵，下一瞬后者便再次出现，诸此1闪、2闪、3闪，每次距离都不同，主打一个随机。嘿，防御判吗？他可不想变成胡墨第2，短短时间内被预判到2波，最终丧命归西。但这步伐一出，极道祖鬼影步，陆千生瞳孔巨震，这小子不是正道剑宗的人吗？怎么？听到他这话，快闪中的林晓也是蒙了圈，不过这却改变不了他接下来的行动，反而利用对方愣神的间隙，猛然闪至其身后，长剑顺落。身为一个弓箭手，
却因为愣神被人近身，你不行啊！10，陆千生心头刚一紧，背后便已经传来剧痛。哇！比命长的伤害词条伴随着陆千生那撕裂撞伤口忽地跳出。真伤！会心！负37687！灼伤！出血！破甲！出血！负132！林晓这一剑直接砍掉了陆千生大半管血，也难怪他如此痛叫。而看到林晓的龙人态模样，他又一次懵了。化作紫雷拉开距离后，连喝问：“龙族？不，半龙人？你丫才杂种呢！老子是纯爷们！”林晓嗤笑一声，不过他也没有贸然继续进攻。他知道刚刚是自己最好的机会，只有那一次，所以能打多少伤害就打多少伤害。谁曾想，这陆千生的背后会是弱点，凑巧让他打出了会心伤害。焚雷剑技未曾蓄力，獠牙号角也没有吹响。林晓深知自己的力道值比陆千生的防御高不了多少，所以利用某一次闪身的间隙吞下了一枚极品聚气伞。本来他是不想用的，但这种跨大境界的战斗，力道自然是能叠多高就叠多高。力道灵慧增加35点，血量灵力总值加1000，同时恢复1000点血量。原本算上对阵碧玄雷蝎时的伤势，这1000点血量一加他是达到了总血量的80%的。可奈何刚才跑路的时候，他凑巧被一道雷给劈中，扣掉了几百血。这也算是洪福齐天了吧？毕竟让他维持在了最佳的输出环境里。聚气散、断风切灵阵，二者直接让林晓的力道直达到449点。但这还不是最终啊！他一开始可是吃了陆千生一记暗箭的，就算被木灵护心镜挡下，可其力道值却是存在的呀。689点的力道被林晓293点的防御抵消一些后，余下力道的10%就成了他下一次攻击的养分。慧力玉镯虽仅为紫装，可这效果在面对跨阶战斗时却出奇的好用。算下来，林晓的力道值就又多39点，层层叠加，最终来到488点，差值足足有84点，但也仅此一击。于是840点伤害，体质675%，天赋200%，丹药105%，心法110%，会心200%，会心值42，又增伤142%，按序成算，最终加上488力道值10%的真伤490点。得此恐怖伤害，陆千生额头上的汗珠已如豆大。他活了这么久，突破炼体境以来，还是第一次在一个筑心境小子手里吃亏，而且是近乎于丧命的亏。那双怨恨的眼神死死盯了林晓一眼后，即便再次化作紫雷消失不见。可林晓却知道，这等魔修又哪里会真的走？肯定是猫在哪里，等着从背后当一波老六呢。可惜，少年暗自呢喃一声，如果给他时间蓄力剑气，再让他吹响号角的话，刚刚那一剑就能要了陆老六的小命了。现在难搞了呀！一个受了惊的弓箭手，杯弓蛇影，记忆犹深，又怎么可能再给林晓近身的机会？搞不好的呼叫百里师傅了。第83章平原追击战遭遇包夹。林晓能一剑重伤陆千生，是后者以为自己仗着炼体境的修为可以力压住心，疏忽大意，又加之鬼影部的出现令其意外，被前者抓到了那愣神的片刻。这种机会有且仅有一次，吃了闷亏而重伤的陆千生绝不会再给林晓第二次机会。只见陆千生拉开距离后，立刻便往嘴里丢了一枚暗红色丹药，背后那渗人的伤口立时止血，开始有了愈合的趋势。血量恢复的词条也是加2000，加2000的跳动着，连跳5次。关键一颗不够，这货一连就丢进去3颗，已经是被林晓给吓怕了。见此，林晓也只有无奈，满脸晦气。幽影宗虽然不是暗流州8大魔宗之一，可也是个中型宗派了，有重伤疗愈的丹药并不奇怪。不是每个魔道修士都像胡墨那么好杀的，血量就摆在哪，砍完就赢了。越是大宗派弟子，手里的保命资源就越多。林晓不都有个元灵符吗？说不定这陆千生手中也有，只是还没被林晓逼到极限而已。小子，回完状态，陆千生立时面露凶色，今天你必须死，有本事你就来好了。林晓脸色淡然，不过已经在思量着怎么退走了。这不是怂，没把握还莽上去，纯粹就是蠢。他又不是莽村出来的，本身就差着一个大境界和5个小境界，能重伤陆千生一次就已经是奇迹了好吗？换个角度想一下，林晓能挡住陆千生几剑，对方689的力道，他才293的防御，但凡那一剑有个200%的伤害加成，他都得直接嗝屁啊！林晓的防御力已然不低了，这纯粹是因为境界上的差距。但如果在没有遁术的情况下，把后背露给陆千生的话，想到这里，林晓不由得呢喃：逃命的手段还是少了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说时冗长，可实际上陆千生话音刚落，漫天的凌厉剑雨便朝着林晓铺天盖地而来。卧槽！林晓一声暗骂，下一刻连闪数次，
直至灵力将要见底，才堪堪闪出陆千生剑雨的攻击范围。接着，一刻不停地朝前狂奔，每一步都是踩踏低空，力求将自身的敏捷发挥到极致。正常奔跑最高只能发挥100的敏捷值，踏空而行是体质能力，不算正常奔跑。练体劲就有这种攻击，这货的确是有自傲的资本，倒也算是一介人才了。当然，距离真正的天才仍有一些差距。公修可不是只能射实体弓箭的，否则箭用完了不就睁眼瞎？在九州，灵力几乎就是万金油，只要有相关的技巧，灵力几乎可以做到任何事情。而且公修的定位可是远程刺客兼输出，没有 AOE 算哪门子输出？看着疾奔而去的少年，陆千生也是满脸的晦气，究竟是哪里冒出来的混小子？又是魔道身法，又是龙族血统的。但话音落下，他还是动身追了上去。灵小手段越多，陆千生的兴趣就越大，杀人越货对于魔道之人而言更是家常便饭。今日我必杀你！惊雷平原上，一前一后两道身影飞速疾驰，虽有踏空而行，但陆千生的基础敏捷高，再有身法的加持，速度是超过灵小的。若不是前头的灵小有着高超的技术以及丰富的游戏经验，早就被陆千生拿捏于掌心了。不过后者时而射来的箭矢还是造成了不少麻烦的。这小子为何会对弓箭的飞行轨迹如此了解？陆千生自道深谙弓箭数载，可面对灵小，他连千灵箭的技巧都用上了，却依旧无补。所谓千灵箭，就是以灵力成箭，却让箭矢在离弦之后依旧与射箭者保持牵连，让射出的箭矢轨迹可以转弯，甚至是大角度折弯。追至此刻，陆千生也心知事情不对了，在追恐生变故，可内心的贪念却不断左右着他的判断。在追10里，就在追10里。前方的林晓见陆千生穷追不舍，心头也是暗自冷笑，追吧追吧，追红眼了，后悔可就晚了。然而天公常不作美，世事总不与心相合。就在两人一前一后追至惊雷平原前段时，林晓视线里却是出现了一帮玩家，双方刚一打眼，破风箭矢便如迅雷而至。少年赶忙侧身，却依旧被那箭矢划破脸颊。未破防，透甲。身上这熟悉的词条字眼刚出，林晓眼底便闪过了一丝阴冷。在那帮玩家中，为首的赫然是某位杜姓男子，而朝他射箭的，毫无疑问是那位千剑。我靠，还是破不了防。千剑一声暗晦，这必是个剑修吧？防御怎么比坦克肉盾还夸张啊？然而他这一剑造成的透甲状态，却是给林晓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麻烦。就在千剑这一使命中灵晓的瞬间，后方的陆千生正巧追击至此。见灵晓受击，心下立时大喜，又加之内心贪念催促，他想也不想就拉开满弓，以体质之能将下一剑的伤害爆发至800%，继而朝灵晓的位置射去。下一刻，5512，白边青光小盾一闪而逝，挡去90%的伤害。灵晓的额头上也是豆大汗珠涔然而下。这个陆千生也太会挑时候了，恐怖伤害直接把灵晓的血量拉至最后500余，且若不是青光苍元盾开的及时，小命都直接没了。追逐战打到今时此刻，他还是首次如此狼狈。林晓勃然怒起，转身一道巨大雷光劈链就朝杜旭康一伙人扫了过去。另一边的杜旭康见林晓被打中，才刚要叫嚣，哈哈，29110斩杀。并不只是杜旭康，他身后带来的一干小弟也是惨遭秒杀，几万的伤害词条成片的飘出，也就那几位高玩眼疾手快避开了劈链，其余的人无一幸免。千剑嘴角一抽，会长是又挂了吧？这不明摆着的。狂言双手一摊，汪海还愣着干什么？趁林小病，要林小命！一旦成功，会长肯定会奖励我们的。千和狂死舔狗！不过就在几人说话间，远处林晓的身影却又一次原地消失。第84章，百里师傅的神威一击震碎。林晓现有的身法，一是流云步，二是鬼影步。鬼影步无冷却，但每次最多只能移动10米，而且灵力消耗并不低，至少对于现在的他而言不算低。而流云步的流云盾需要15分钟的冷却，但战斗状态下的300米却足可以改变战局。惊雷平原上一路追逐，林晓首次拉开距离时使用的流云盾早已冷却完毕。就在一剑劈向杜旭康等人之后，他的身形就已经在原地消失不见。后头的陆千生见状力觉不妙，可还未等保命的防御手段祭出，林晓的一剑便已经斩至。呀！陆千生一声痛叫，玉身化作紫雷遁走，可一左一右2条灵藤瞬间缠住他双膀，将之禁锢在原地。27183，灼伤，出血，负159。到这时，
2道受击词条才紧跟着跳出，可见林晓的操作之迅速，反应之灵敏。而就在藤父的禁锢状态刚刚出现时，少年已然再次一剑。毕竟那5秒时间消到最后可就没多少了，必须抓住每一瞬的机会。陆千生见此瞳孔剧烈收缩，他还是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但下一刻，埋藏在他眉心深处的一点红芒恍然爆发，将林晓就要刺中的一剑狠狠弹开，继而一道苍劲有力的声音轰至：“谁敢杀我徒儿？”林晓立时心神俱震，这陆千生身上带着的居然是被动触发的元灵符，只有在将死之际才会触发。单凭气息判断，声音的主人至少已过太虚神劫或破开家界，甚至辟己神国，绝不是他一个助兴小菜鸟可以招惹的存在。少年无奈，只好默默催动了体内百里洛寒的元灵符。这时，陆千生体内的那道元灵也已具现出人形，即便只是灵力构成的，五官也依旧清晰。其一身黑袍，深邃目，他鼻梁黑红薄唇，耳廓尖长，瞳孔呈现诡异的黑红双色。精灵？不是半精灵。林晓立刻认出了对方的身份，半精灵，也就是只有一半甚至更少血统的精灵，保留精灵的部分外貌、部分能力。被自傲的精灵族因为血统不纯而排斥，通常都不是什么好货色。只能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吧。何来的小儿，胆敢杀我徒儿！半精灵元灵喝骂一声，那陆千生也是谦卑地退到了自家师父身后，眼神里多了一丝得意。可其声音刚落，林晓也还没回答，一道清冷音便破空而至：“好一对无耻老儿迷若图，炼体修为显被助兴击杀，竟还有脸猖獗是吗？”半精灵元灵嘴角狠狠一抽，接着也是怒瞪了陆千生一眼。炼体修为被一介助兴逼出他的元灵来，的确是老脸难挂。但他还是硬气喊道：“哪里来的小女娃？我父网烈如何为之，还不需要你来多嘴。好个顽劣老儿，你这缕元灵还不配面见本尊！”天空中的清冷音刚落，一股澎湃气势就如天陨坠地般轰然砸向那父网烈。此后只一瞬，父网烈的元灵便支离破碎。这道清冷音的主人毫无疑问正是百里师傅。神国又如何？在眼灵面前不过蝼蚁而已。陆千生人都傻了，好不容易师傅来了，他就要有命活了。尽管回去之后自己这战绩必然要被师傅狠狠操练一番，可活着才什么都会有啊。可结果师傅来了，师傅又走了。前辈饶命，前辈饶命啊！面对元灵不显都能轰碎他师傅的存在，陆千生根本就没有抵抗的心思好吗？就差屎尿横流了。可惜百里洛寒连搭理他的心思都没有，直接开口朝林晓说道：“徒儿，你的纷争还是你自己解决吧，切记屠魔之心不可软。”是，师傅。林晓忙双手作揖，接着便扭头看向了陆千生，长剑一横，抓准时机直攻而去。有百里洛寒在旁略阵，陆千生根本毫无斗志。至于结局，无疑是难逃一死，化作灰黑魂种，命归西天。此战落定，林晓一番危局也算是落下了帷幕。徒儿，此件事了，先回宗一趟吧。亲眼目睹林晓击杀陆千生后，百里洛寒也是开口吩咐了一声。是。应声落下，澎湃的元灵气息也是随之消散。暗流州幽影宗长老殿，闭目养神中的父王烈黝黑鼠目怒瞪，一口老血紧跟着从口中喷涌而出，瞳中怒色更是不可遏制的化作阴冷气息爆发开来。哎呀呀！该死！该死啊！在元灵被震散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了，那般恐怖的气息也只有云华州苍蓝剑宗宗主百里洛寒可能会有。云华州的眼灵不止一个，可父王烈乃神国巅峰，不是随便一个眼灵都可以秒了他的。父兄，何事如此狂躁？父王烈声音刚落，长老殿上空就传来了另一道苍老声音，其主赫然是幽影宗现任宗主紫车周瑞，眼灵一阶的强者，这也是幽影宗能划归中行宗派的直接原因。紫车兄来得正好，吾有一事相商。何事？但言无妨。对于父王烈，紫车周瑞还是很迁就的，毕竟是神国巅峰，有望成为幽影宗在他之后的第2位眼灵。父王烈目光阴冷，我爱徒千生死于非命，可否开启宗门禁地，替我接回千生？听到这话，紫车周瑞也是目光一冷。陆千生为大长老之徒，其存在身为宗主的紫车周瑞又怎会不知？每一个天赋强的人都是宗门瑰宝，但有损失皆为宗门之伤。可禁地也只能接回一魂3魄，且若无载体，千生天赋便是再强也保留不住。紫车周瑞一开口，父王烈也明白了前者话里的含义，当即3指并立，无愿以元灵起誓效忠宗门300载，但求宗主接千生回宗。能够起死回生的禁地开启又岂会毫无代价？紫车周瑞无非就是想要一个态度。呵呵，听到父王烈的话，紫车周瑞忙笑言：父兄言重了，千生是我宗天才，理当接回。第85章
地平紫装套装。惊雷平原前段，少年伸手朝灰黑魂冢探去，立时一城二子3道亮眼光束迸发而出。当然了，少不了新的声音。林晓见此不由得有些讶异，这陆千生究竟是什么人物？有被动元灵符就算了，身上的装备还这么豪华。不过他可来不及思索，暂时全部收起来后，立刻直奔最近的传送阵奔去。直到现在他可还是残血呢，再出点啥意外可就真嗝屁了。好在一路平安，林晓就这么顶着600不到的血量，通过传送阵回到了苍蓝剑宗山下苍华峰。走出传送阵，他也是猛地长出口气。任谁遇到这种紧张刺激的袭杀也不会淡定，无论是陆千生还是后来的傅网烈，都是真正可以杀了他的人物。若不是机缘巧合，若不是有百里师傅的元灵符在，他这条命今天都得交代在那惊雷平原。小师弟，林晓刚出传送阵，正准备赶回苍寒峰，身后却是传来一道清亮的呼喊声。只待前者回头望去，三师姐。喊他的正是三师姐夏千梦。哼哼，夏千梦脑袋一歪，意味不明的笑了笑，而后才道：师姐有事相商，小师弟帮不帮啊？我能帮上什么忙？林晓一顿愕然。然而夏千梦却是卖了个关子，你先说帮不帮？林晓满脸狐疑，他这位三师姐平日里看起来没心没肺的，而且顶着一头粉毛，正所谓头发越粉，客人越狠的呀。可不帮似乎说不过去。若是能帮上师姐的忙，师弟在所不辞。那就说定喽。夏千梦嘿嘿一笑，10日后陪师姐去参加个宴会，而且是作为男伴哦。啊！林小猛眨了眨眼，这么个忙，还在想屁海5阶的三师姐能找他帮什么忙呢？结果什么宴会？自知已经推不掉，林小索性也是直接认了。家宴？林某人，你的家宴带我去参加，总有个不祥的预感呐。林小顿时苦了张脸，师姐，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后悔了？不行。夏千梦竖起右手食指，左右一摇，一下崩出一个字，语气坚定无比，嘻嘻。好了，小师弟，10日后我来找你，不许玩消失哦。好吧。看着诡计得逞，兴高采烈地走开的夏千梦，林晓不由得嘴角轻抽，三师姐这家伙肯定是准备了个什么坑给我吧。苍寒峰顶，正值晌午，头顶的太阳耀眼却不炽热。林晓看了眼左上角的倒计时，剩余17小时18分20秒。少年轻出了口气，继而盘腿坐下，准备先调息片刻，将血量回满再说。大约小半个时辰过去，广场上的林晓缓缓睁开双眼，吐出一口浊气，总算是将伤势全部恢复完全，之后才有空盘点起这波惊雷平原的收获。碧玄雷蝎是2子1蓝，陆千生的魂种则是1城2子，总共6件装备，1城4子1蓝。毫无疑问，大丰收。林晓先看那蓝装，虽是蓝装，可再怎么说也是领主怪出的。灵奥雷碎双锤，以碧玄雷蝎之双鳌锤炼而成，挥之可引避雷，力道加22，双锤同持时攻速正 11%。 避雷碎高高跳起后向前方抛掷双锤，造成 300% 的力道雷属性伤害。品质蓝，要求助心境及以上可用。呵，有点意思哈。附加了雷属性，所以做到了大开大合还加攻速，虽说力道值加成少了些，可这玩意多锤中一下造成的伤害也够弥补力道上的不足了。不知道李允堂那小妞收不收？想到这，林晓不由摸了摸下巴，嘿，到时候找他问问。接着4件紫装的属性也一一被他展开在眼前。灵避雷拆头饰，拆手嵌入以碧玄雷蝎之心和打造的灵石，可运避雷之力提升攻击速度或释放速度，攻速加10%分号，施速正 10%， 力道加15，灵慧加15。避雷之力，力道值较高者佩戴时提升攻速与力道，灵慧值较高者佩戴时提升施速与灵慧。品质紫，要求助心境及以上可用。灵避雷灵丹增幅丹，以碧玄雷蝎之心和为主材料炼制而成，服下此丹可在60秒为攻击额外附加 30% 的灵慧雷属性伤害。数量3枚瓶。品质紫。地雷幻逆行袍衣袍，取万雷域内部灵兽雷形云豹之皮制成，内捐雷幻逆行阵，血量加1900，防御加31，护心加10。雷幻逆行阵战斗时可消耗 30% 的灵力聚雷电灵力，布置一个半径50米的雷幻逆行阵，处于逆行阵内可随时深化幻雷进行位移，每次位移需消耗1/10的雷阵能量。雷幻逆行套装1/3，无特殊效果。品质紫，要求助心境及以上可用。地雷幻逆行靴子，取万雷域内部灵兽紫雷魔牛铁蹄打造而成，内捐雷幻逆行阵，敏捷加28，移速正 12%。雷幻逆行阵战斗时，
雷幻逆行套装2/3，雷幻逆行阵的布置消耗降低20%，覆盖范围扩大60%，位移消耗降低50%。品质紫，要求助心境及以上可用。4件紫装，看到后面2件时，林晓险些把自己的眼珠子给瞪出来。地品还是紫装？最夸张的是，2件地品紫装居然还护成套装效果，这陆千生简直是富得流油啊！而现在回想起来，他那神出鬼没的本事应该不是身法带来的，保不齐就是因为这雷幻逆行套装。避雷拆出来了，补缺头饰位置。2件地品紫装套装刚好可以更换掉他现在的灵品蓝装，余下的避雷灵丹也是提升攻击力的好东西。这波4件紫装干脆就没有1件孬品，最后还有1件成装。少年怀带着期待的心情查看了起来。灵魔蛇苍影弓长弓，以深渊魔域中的魔纹灰鬼蛇精制作而成。第86章灵品成武长弓燕蝉配。林晓没想到自己居然把陆千生的武器也爆出来了，而且竟然还是一张灵品成武弓。他上一把成武还是在十里峰谷爆出来的短枪，在小安那边可见其珍贵所在。林晓甚至敢说，现在玩家里有子武的人都不多。至于成武，也就小安了吧。想到这，他连忙看起了成武弓的详细属性。灵魔蛇苍影弓长弓，以深渊魔域中的魔纹灰鬼蛇精制作而成，韧性惊人，满弓时可额外为箭矢附加伤害，力道加47%，射速正20%，有效射程加200米。魔纹满弓，满弓时射出的箭矢额外附加500%力道值的伤害，冷却时间3分钟。魔蛇弓刀，弓刀淬足魔纹灰鬼蛇之毒，命中后100%领目标中毒，每秒扣减3%的总生命值，持续3秒。品质成，要求炼体境及以上可用。到底是灵品成武啊！长弓加的力道值不算多，还不如长剑，可即便如此，这魔蛇苍影弓还是加到了47点力道。当然也有其炼体境可用的属性作为限制，算作缺憾。基础属性尚且如此，2个附加的能力就更不必多说了。唯一可惜的是，林晓这辈子是个剑修，否则这弓至少能用到凝元境，还是大后期。先放着好了，成武的价值不可估量，尤其还是灵品的，以后无论是拍卖或是交换，都会是不错的筹码。收起成武长弓，林晓又抬头看了眼左上角的倒计时，还剩下17个小时吗？应该够了。不过正当他打算利用这最后余下的时间去把妖式给打出来时，耳边一道熟悉的声音却是令他思绪暂止。徒儿，进大殿来。少年连忙应是，接着起身推开了大殿木门。高位上，百里洛寒负手而立，侧对着林晓，余光瞥见后者进来，身形又是转了半圈，脑后的玉坠不由叮啷作响。林晓眉头一跳，师傅还真戴上了，看这样子还是故意戴给他看的。咕噜，林晓好没志气的咽了口唾沫，师傅他不对劲啊。而他这念头才刚落下，就听到百里师傅问了一声：徒儿，为师别此不摇，如何？卧槽，这剧情跟小师姐那会别无二致啊。但反应过来的林晓还是连忙答话：甚美。高位上的百里洛寒闻言，浑身微不可察的颤了一下，袖拳轻轻捏了一下，又稍稍松开，这细微的动作全然被林晓捕捉在眼。下一刻，叮！百里洛寒对你的好感度加2，目前好感度45，心有灵犀。好吗？果然又升了。有句话说得好，在对你有好感的女人面前，你的一言一行都有滤镜。林晓这不就碰到了。徒儿，你此番所遇之魔修是何许人士？紧张的百里师傅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的，可一出口却又变成了关心的话语。他的性格本就如此。林晓无奈，只好将本次惊雷平原之行详细说出，最根本的目的自然是被他换成了收集避玄雷蝎的星河，打造避雷钗。其实有游戏系统介入，玩家对 NPC 说出爆装备的字眼时，都会被同声传译成 NPC 们能够理解的字眼。林晓纯粹是重生之前已经度过了几年的融合世界，说话的方式养成习惯了。听完少年一番讲述，百里洛寒脸上的羞红终于褪去，转换成渗人的冷冽，一股生人勿近的姿态。好一个魔道！百里洛寒冷喝一声，前有百花谷袭杀，后有惊雷平原一役，是我正道平静太久，以致暗流宵小，一个个都忘了记明州的规矩了吗？下一刻，百里洛寒对天喊道：传我宗主令，众长老至大殿议事。说完，他又扭头换作柔和目光：徒儿，为师还要开会，就先不与你多说了。最近记明州四不太平，这元灵符便与你防身好了。说着，百里洛寒又将一道元灵符打到了林晓的眉心之间，刚用掉就补上了，这大腿是真香，真稳妥呀。不过林晓也不会因为这元灵符就膨胀到去找大佬的麻烦，这种东西有也得当作没有，除非万不得已用不得。
一旦心里产生了依赖，对修行就只有害处。当然了，当面对付网猎那种敌人时，他也只能拿出来用。那种情况，谁敢说他是无能？你让蚂蚁去跟大象单挑试试啊！撵不死你！师傅要开会，林晓当然是不做停留，告退离开。这波拉了好感度，又补充了元灵符，足够了。此后不久，林晓又在一处名为火禅丘的地方打到了他的最后一个装备——灵焰蝉佩，妖式玉佩，融入火禅丘灵兽炎焰蟾蜍之心合制成，灵力加800，力道加12，护心加5。焰蟾虚身，战斗时可激活一道炎焰蟾蜍虚身附着自身，持续30秒，30秒内每秒恢复2%的灵力总量。品质紫，要求助心境及以上可用。妖式这个部位，主属性加灵力，副属性则力道或灵慧不定，此外就是一定的护心值。林晓之所以去打焰蝉佩，也是清楚这东西是必定加力道的妖式玉佩，期间也是花去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好在这次并没有遇到什么突发状况。那杜旭康在惊雷平原又一次被他秒了之后，似乎就愤愤下线了，也不知道是憋着什么坏心眼。上次那个白猿10有8九就是他雇来的，不过他倒是无惧。如今9州连结度已经有13%了，逼急了林晓，就是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做掉杜旭康，也不是做不到。当然了，在9州融合世界之前，他还是不想搞出大麻烦的。只要杜旭康别搞事情，林晓不介意让他再多蹦跶一阵。至此，全部的11个装备已然集齐，林晓的属性也迎来了一波大提升。另外就是他的经验值已经刷满，随时可以突破至筑心5阶。突破当然是回苍蓝剑宗更有安全感了。再回苍寒峰时，天际已见红霞。第87章剑宗10巨擘游戏更新。苍寒峰剑心阁广场，少年寻了处僻静，接着便盘腿坐下，闭上双眼。叮！进阶突破开始。筑心3升40吃下的极品筑心丹，自然还剩下1次的药力，此番突破也是引动开来。没多久，剑心阁广场上方就汇聚起了浓郁的天地灵力，逐渐盘旋成漩涡状，熟门熟路地钻进了林晓头顶。短短数日，接连突破，即便只是筑心也难能一见啊！这时，一伙长老刚从大殿走出来，为首的白须老者抚须笑谈一声：“洛寒丫头，依老夫看来，我剑宗此番作为正道魁首，可由林小徒带队打前锋。”嘿，飞羽老头，这次我倒是难得愿意跟你站一边。哼，算你这颗老松柏还有点眼力见。嘿，你个老小子，我好不容易正经跟你说句话，你这跟我来什么劲呢？欠收拾是吧？来，谁怕谁？其余长老见此纷纷退开了一些距离，显然是早就习以为常了。不过没等2位长老打起来，百里洛寒却是先开口了：“好了好了，飞羽师伯、青松师伯，你们2位还是省点劲，留着对付那些个魔道教头吧。再有，我徒儿林晓就要突破了，此时扰动灵力有害无益。”2位长老听到这里，才各自吹了下胡子，总算作罢。不过看他俩的样子，现在不打，后边怎么也得挑个时间干一架。殿前话罢，时间又大约过去了1刻钟。叮！进阶突破成功，全战斗属性加30，血量加1000，灵力加1000。叮！进阶突破已成，自由属性加30，慧心加1。叮！龙皇圣体体质触发，真龙神躯小境界突破，战斗属性额外提升5%。当熟悉的3连词条在脑海里响起后，林晓也是缓缓出了口气，继而睁开双眼。新装备上身，修为突破筑心5阶，他的属性赫然也是迎来了全新的变化。基础属性：玩家林晓，职业剑修，经验09000，境界筑心5阶，剑道资质17，战斗属性：血量6420加2400，灵力6420加1000，正10%，力道364加129，灵慧290加40，防御292加56，敏捷217加28，攻速100%、55%、20%、10%、15%、10%，移速100%，正12%，慧心4加39，护心0加50，护具更换 X 雷幻逆行袍上衣，更换 X 雷幻逆行靴鞋，配饰新增 X 避雷钗头饰，新增 X 焰蝉佩腰饰，套装木灵套装2/5，雷幻逆行套装2/3。林晓满意的撤去面板，这波提升毫无疑问是足够强悍的。如果是现在对上陆千生，过程绝对不至于太难受，毕竟能否直接破防对于战局而言关系重大。总共493点的力道，
大部分玩家就是到筑星9阶也很难有这等属性，可不是谁都有龙皇圣体的啊。徒儿，这时百里洛寒一声轻语却打断了林晓的思绪。少年这才扭过头去，见到眼前人，立刻起身，双手作揖：“师傅，各位长老。”林晓分别一拜，尊师有序的姿态也是又一次为他博得一众长老的好感，每一个都是增加了1到3点。这时他也明白了，自己眼前的这10个人就是苍蓝剑宗现任的10大巨擘，他的宗主师傅加上苍蓝剑宗的9峰长老。百里洛寒见状也是轻脸笑颜，略看愣了几位长老，才听到他开口：“徒儿，说起来还未曾与你介绍过我剑宗9峰长老，今日正好9峰长老都在，日后你至炼体境，除为师指点外，也是要到各峰听课的，便先认识一番吧。”“是，师傅。”接下来在百里洛寒的引荐下，林晓一一见过这9位长老。首位自不必再说，苍流峰苍流长老，大长老刘飞宇，位列剑宗3眼灵之2，眼灵3阶的实力，明面上只在他师傅百里洛寒之下。再就是刚才跟刘飞宇对骂的苍松峰苍松长老，二长老穆青松，3眼灵之3，眼灵1阶实力。其次，苍云峰苍云长老，三长老长孙仲云，神国巅峰实力。苍燕峰苍燕长老，四长老不眼，亦为神国巅峰实力。苍北峰苍北长老，五长老西贝，仅次于云燕2位长老的神国8阶实力。苍雪峰苍雪长老，六长老太史无雪，神国6阶实力。之后这位林晓认识，好感度如今更是达到了30点。苍雷峰苍雷长老，七长老战火雷，神国5阶实力，同时还是顶级丹师。最后苍渊峰苍渊长老，八长老千伯渊，神国4阶实力。苍阳峰苍阳长老，九长老青天阳，神国3阶实力。9位长老无一不是神国境之上，这也是成为苍蓝剑宗长老的基本条件。当然也不是说剑宗就只有这9位长老，各峰还有不少破界境实力的传道长老，以及未曾破界的执事长老。这时下网上也不只是9峰长老而已，9峰长老应该说只是任职的9大长老，苍蓝剑宗群峰之中还有一峰其名沧海，据传住在那里的都是曾为9峰长老的老怪物。若非如此，苍蓝剑宗凭何成为稷明州第1大宗派？当然了，平日里他们都是隐世不出的。弟子林晓问各位长老安好。全部认识过后，林晓也是再次恭敬作揖。各峰长老都有其过人之处，哪怕是战火雷善丹，剑道上的造诣也不可小觑。林晓日后的剑道资质提升，可是全看这些位的。当然要打好关系。剑之一道，正所谓集大成而开独我，见识的不够多，如何走出自己的剑道？闭门造车更是剑道大忌。呵呵呵，好，好啊！刘飞宇先声夺人，此子天赋极佳，他日必为我剑宗梁柱之一啊！大长老所言极是。哈哈，是啊是啊。时间在几位长老的不吝夸赞下悄悄流逝，最终定游戏将在5分钟后更新，请合理安排任务，尽快离线。第88章，想要光着脚在阳光下的沙滩上疯跑，一直跑。宁远阁3层次卧，滴滴噗。游戏睡眠舱先是2声轻响，继而完成泄压，吸入大量空气，让醒来的林晓不至于产生厌氧的状态。毕竟在睡眠舱里，身体是近乎于停止活动的，只有意识会保持清晰。猛地醒来会对氧气有轻微的排斥，久而久之，对需要氧气来维持基本运动的身体就会有一定害处。不过豪华版的睡眠舱就不会了，在彻底打开舱盖之前，舱体会主动泄压，吸入空气，让身体提前适应氧气，从而规避厌氧的可能。躺平的林晓深深呼吸了一口，稍作适应之后，才从睡眠舱里爬出来，抬手看了眼时间，10月6日早上10点，9周开服已然5天有余。前面的时间是让玩家们先适应9周，这次更新之后，整个游戏才会正式进入正轨。毕竟9周地图极大，其中包含的内容自然也是极多，之后也会随着一次次的更新为玩家们展示出来。而等到最后一次更新，所有地图都开完了，游戏也就融入了现实。林晓稍缓了缓神，接着才从睡眠舱里坐了起来，屏息凝神，一股灵力也是从体内流淌而过。如果说之前是涓涓细流，那么如今便已有小溪的水准，整体的量已成几何倍提升。林晓托腮思忖片刻，以现在的状态，小安的病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上次治疗时他的9周连结度才 8%， 现在却是有 13%。念此，他连忙起身走出房间，电梯也不等了，直接从楼梯下到2楼次卧。人还没到，声音先至：“小安。”游戏已经开始更新，两女自然也都出来了。哥，小安开口问了一句，见林晓有些急迫，又追问：“怎么了吗？”“走，治病。”“治病还走什么啊？直接在房间里不就好了？”柯云岑这会也正巧刚从游戏里出来，显然是听到了两人的对话。林晓倒是无所谓，也行，
于是，一场香艳、正经无比的针灸治疗就此开始。有着极高于之前的灵力储备量，这次的治疗持续的要比前几次都要久。林雨安也数次体会到与前几次相比从未有过的酸麻感，那是因为萎缩的肌肉在复苏，神经元在逐步恢复的感觉。臭小子，这次怎么那么久？等了有段时间，却见林晓没有要停下的意思，柯云岑终于忍不住问道：“先别说话，这回说不定可以一步到位。”林晓闻言头都没回一下，依旧是聚精会神地盯着手中的银针，每一根在什么时候下针，什么时候出针，又在什么时候转针都有考究，但错一步效果都大相庭径。小安听到哥哥嘴里的一步到位，心下也是期待了起来，对于身体上的异样也坚持着不表现，生怕影响到林晓。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了1个小时，随着最后一根银针从林雨安腿上拔出，一丝冰凉的寒气也被顺带的抽丝剥茧而出，那就是最初引起渐冻症的寒气。这丝寒气引起了最初的一组神经元冻结，继而开始影响周遭，最后在小安全身蔓延。我瞎掰的。不过这寒气，林晓总觉得有点熟悉，虽然一时想不起来，但他对自己的记忆很自信，见过就是肯定见过。可是在哪呢？啊！正当林晓思索时，一声惊叫却是把他拉回现实。怎么了？林晓不由得有些慌乱，因为这是小安的惊叫声，前一秒他才拔出银针，难不成是治疗出了问题？可他的确是按照章程来的呀。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是想多了。我的脚。林雨安的脸上并无痛苦，相反的还有些略显可爱的震撼。接着两人的眼神便顺着小安的手指，看到一只可爱的小脚丫在那动呀动，动呀动。小安，你……柯云岑轻轻捂着小嘴，你可以。小安重重点头，要不下来走走看。接下来林雨安就在哥哥和未来嫂子的搀扶下慢慢站起身来，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不由令他热泪盈眶，转瞬又扑到了哥哥怀里。谢谢你，哥。虽然一句谢谢完全不够，可这个时候他根本就想不到有什么其他的词汇可以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滚烫的泪水已经在林雨安的眼眶中打转。林晓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好了，我们之间还要说什么谢谢？病好了是高兴事儿，别哭哭啼啼的啊。就是啊，小安，等会我们一起去逛街吧，去买衣服，去吃大餐，去玩，去哪里玩都行，我们陪着你。柯云岑脸上也是写满了由衷的欢欣。海边，我要去海边。林雨安立刻点头。病重的这些年里，他有且只有一个梦想，想要光着脚在阳光下的沙滩上疯跑，一直跑，一直跑。好啊，我负责照相。算了吧，就你的照相技术，我这么一枚大美女都能被你拍成丑女无敌啊。林晓一提这个，柯云岑连忙打消了他的念头。林晓气结，我还就不信了，这次我必拍。小安，你给不给我拍？给啦，拍得多丑都无所谓。小安嘻嘻一笑，但是不带发朋友圈的。林晓，哼 ，C， 我的拍照技术真的有那么烂？不过话说回来，臭小子，9周的更新公告应该出来了吧？几天时间的游戏下来，柯云岑也妥妥成为了一枚9周迷，就连小安这会也是竖起了小耳朵。见两女如此，林晓也是有些无奈，干脆带上两人来到书房里，打开9周官网查看起这次的更新公告。刚一登入，版本号为2024-1006的更新日志就跳了出来。三人一番细数，一共是6点更新内容，每一点都可以说是论点满满。可以想见，如今的9周论坛上肯定已经爆炸了吧？林晓心中嘿嘿一笑，内容果然跟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这把爷们又是领先局。第89章，要照顾他一辈子，我跟你一起。宁远阁书房中，3双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官网上的公告。9周官方网站，2024年10月6日大版本更新公告。以下为具体内容：1. 9周修行不易，为了让玩家们更真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我们提升了修行时的拟真度，包括但不限于大小境界的突破过程。2. 鉴于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时间差，容易引起玩家在时间上的错乱，我们对时间比例做了调整，调整后的时间比为10点18分，即现实世界1天时间等于9周43.2小时。3. 秘境副本就梦之地以黄古堡解锁开启，副本各难度首通将获得包含声望值在内，包括但不限于装备、弹药、零食等的游戏奖励，届时欢迎各方玩家前往探索。4. 活动预告：9周100年一届的刃剑大会即将开始，与会者至少需要练体境实力，有兴趣的玩家可尽快提高修为以待活动开始。5. 声望系统正式上线，玩家的声望点数将在 NPC 前产生作用，亦可利用声望在9周城镇中购买产业。6. 排行榜上线，首批上线的5大榜单分别为体质榜、天赋榜、装备榜、修为榜、声望榜。
以上更新内容最终解释全归九州官方所有。嘿嘿，终于开副本了。说话的是柯云岑，6点更新内容，他显然只关心这点。先别高兴得太早，万一难道根本过不去怎么办？林晓故意挑了挑眉，笑问道：“呵，姑奶奶，我手头拿定了好吗？”柯云岑扬了扬拳头说道：“龙战士是不会向任何困难低头认怂的，是吗？”少年目光倾斜，我记得 C++ 的补考应该是在国庆节后的第1个周6吧？去年好像也是。柯云岑，不等于好好好，你个臭小子这么玩是吧？哪壶不开提哪壶。哥，副本难不难啊？相比柯云岑，小安的想法更为现实。不难，哥带你飞。我才不用代理。柯云岑在边上弱弱的说了一声，谁知话音刚落，好好好，也带老婆飞哈。谁是你老婆？柯云岑红着眼瞪脸。三人玩玩闹闹间，小安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了过来，起先只能慢走，如今步态已和常人无异。毕竟他是后来才得病的，身体肌肉组织本就发育得很完全，如今也只是唤醒而已。接着三人也是将九州版本更新的事情暂时抛之脑后，下楼吃了些东西。饭后自然是跟小安计划起了游玩的行程，两人的态度很明确，今天他是主角，一切以他为主。穗江百货，这里和穗禾豪府是同一个开发商，1到5层是大型商业区，第6层到第12层是酒店，余下的则是居民楼，也算是穗州的大型广场了。之所以选择这里，林晓也是有自己的打算，包括杜旭康在内，那些想要对付自己的人总不能选在人多眼杂的商场里吧。虽然目前为止除了杜旭康以外，应该还没什么人想要对付他，可保不齐呢，万一有呢？身边有挚爱和至亲，林晓还是想谨慎一些。一到商城里，柯云岑就拉着小安开始大肆逛街，衣服、包包、饰品什么的几乎逛了个遍，有的试着好看，干脆就穿身上了。至于多的，那当然是交给自动提包机林某人了。甚至在路过一家潮流洗剪吹时，柯云岑也忍不住把小安给拉了进去，后者全程没说话，干脆像个洋娃娃一般，任由未来扫扫摆布。当小安从穗江百货里出来时，整个人俨然已是大变模样。之前重病缠身，整个人的气质是有些萎靡的，嘴唇泛白，脸色无光，身上也是宽松舒适的衣服。而现在粗糙的头发洗吹后剪成了半长的披肩发，淡然浅棕色，红光满面，合身的白 T 恤加上一条束腰的百褶裙，可爱的底子又增添了一抹青春的活泛。一眼望去，连林晓都不得不赞叹柯云岑扮洋娃娃的本事之强啊！这才是小安这个年纪的女孩该有的姿态的啊！三人从穗江百货出来，准备去找家奶茶店喝杯下午茶，但在路过一条老街时，头顶的阳光正好西斜下来，煞是好看。林晓兴起，在路边买来一束捧花，递给了小安，拿着，哥给你拍个照。小安很听话的抓在手里，然后微侧着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西斜的阳光照射下来，淡棕色的秀发泛出了一抹好看的粉色。等林晓拍完，柯云岑连忙拿过手机，哟，臭小子，这张拍的还不赖的吗？好看吗？小安也有些惊讶，云岑姐，给我康康。在外面，小安还是更愿意叫柯云岑姐姐，这倒也让柯云岑这张脸皮保住了最后的一层薄膜。不过小丫头自己心里是什么想法，就不得而知了。好看，哥，发给我当手机壁纸。得嘞。接下来应小安的要求，三人又坐地铁来到了穗州的海滩公园。当咸咸的海风吹拂在脸上，只感觉浑身的疲惫都一扫而空。啊！小安面朝大海，挥着手呼喊一声，斜阳下的侧脸上幸福满满。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有重新站起来的一天，更没想过自己能痊愈，再无病魔缠身。这于他而言是奇迹。啊呵呵呵呵呵！哦，正如小安的梦想，他光着脚在沙滩上疯狂地跑，一直跑，一直跑，裙摆飞扬，秀发随风。哥，我好开心呀！我爱你，西西。林晓摸了摸鼻头，眼神也在看着四周，观察有没有人发现他，一脸心虚。臭小子，你不对劲哦。边上的柯云岑揶揄着笑道：“老实交代，心里是不是有什么禽兽想法呀？”什么鬼？我是那种人吗？柯云岑却答非所问。小安太可怜了，要照顾他一辈子，就算3生3世也不过分。我跟你一起。第90章，我有一个朋友。啊什么啊？你不愿意啊？当然不是了。林晓连忙摇头，只要小安愿意，照顾他多久我都没问题。一辈子太短，此生不渝。哟，没想到你个臭小子还挺深情的嘛。柯云岑别有深意的看了他一眼，不过也对，符合你的作风。听到他这话，林晓不由摸了摸鼻尖，也是明白过来他是在提方一宁的事情，赶忙转移话题。不过学姐，你不吃醋吗？吃醋？小安的醋啊？
柯云岑一声反问，接着也是直接摇头。我像那么不讲理的人吗？别说照顾，小安要给你当小老婆，我都不会介意的。真的啊？林晓猛地瞪眼。好你个臭小子，还真有这种想法是吧？林晓一下被柯云岑给问不会了。不过正当他苦思着要怎么回答时，小安的喊声却传到了两人耳边。哥，云岑姐，一起来玩呀。哦，来啦。哎，见林晓应声而出，柯云岑脸上也是闪过一丝无奈。这臭小子又开始玩逃避话题这一套，算了，我也来。直到海边夕阳斜落，三人才升起了打道回府的心思。在沙滩公园附近的海鲜大排档将就了一餐后，林晓才打了个车，直奔穗禾豪府而去，一路平安。你们先上去，我去物业把这月的物业费交了。走到楼下，林晓却忽然开口，二女倒也没有怀疑，只说了路上小心，早点回来。目送着两女上楼进屋，林晓远眺的目光才终于收回，就好像他的眼睛可以透视一样，继而又换上了一抹极为陌生的冷冽。他转身走出穗禾豪府，冷冽目光直接锁定了不远处的一幢平房楼顶，手里则是抓着一把从海鲜大排档那边顺来的牙签。下一刻，已经恢复完全的灵力瞬间涌至指尖，寸劲迸发的同时，臂膀一甩而出，指尖牙签如利剑般飞梭出去。他是谁？前世的九州大公修，手中无功就不能射箭了吗？真正的大修都是手里无一物，却似有万物。这次九州连结度达到 13% 之后，林晓连前世的一些能力也可以用出来了。不出1秒的时间后，啊！惨叫声伴随着砰隆咚的杂物滚落音响起。穗禾豪府的保安怔了个神，却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影。超，大半夜的谁啊？其同事眼角抽了抽，怕不是倒太多了啊。靠！你试过这么激烈的？我有一个朋友。平房楼下，少年抬头望了眼天台，接着绕到街道监控的视角盲区，几步攀了上去。谁？男子听到脚步声，下意识的回头，却见到了一张跟他们手中的照片一模一样的脸庞。你！男子满脸的震惊，而他的另一位同伴这回正捂着自己的手臂，鲜血顺着指缝直往下流淌，模样狼狈不堪。少年嗤笑一声，怎么跟了我一整天了，不认识？男子代号美周熙，是杀手界凶名赫赫的存在，最擅长的就是跟踪，谋而后动。他所参与的无不是重要人物的暗杀，且无一次失败。这归功于他那位受伤的同伴殷童，一位超级雇佣兵、狙击手兼观察手。可两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本该无懈可击的跟踪，却……你怎么发现我们的？美周熙用蹩脚的中文问道。你不需要知道，只需明白一点。林晓竖起一根手指，道：反抗的话，你们两个在我手里活不过3秒钟。一边说着，林晓还挑出一根牙签叼在嘴里，目不斜视。美周熙和殷童都明白，他们的一切小动作恐怕都没有用。旭特，同行吗？美周熙咬牙，他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一个可能。对面的反跟踪技巧简直恐怖，但他并没有选择甩开，而是一直暴露。看似很大意，实则他们的行踪却早就被反跟踪了。随便你怎么想好了，我只问一个问题，谁派你们来的？林晓咧嘴嗤笑，当然了，不回答也行，但你们将失去活下去的价值。林晓摆弄着手里的牙签，可这在两人看来却如同那索命的利剑般。我们不可能出卖雇主，是吗？少年摇了摇头，真是可惜啊。但就在他准备动手之前，那美周熙却迅疾不已的从口袋中抽出一支手枪，就要射击。然而，倏，一道破风声却先于枪声响起，接着便只听到啊啊，啪，哒啦啦，手枪摔落地面的声音。还要挣扎吗？林晓手里又多捏了一根牙签，就他手里这一把，足够把美周熙和殷童都给扎成马蜂窝。不，真正见识到了林晓的恐怖，美周熙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念头。原本他只当殷童的手臂是对方用什么特殊的器具把牙签射过来造成的，可居然是用手吗？这还是不是人啊？那么你改主意了？美周熙双瞳纠结不已，心里似乎也在极限拉扯。可这个时候，一直默默不语的殷童却突然开口，是穆，一个姓穆的华夏男人。殷童，美周熙眉眼大震，没别的了？林晓却抓住了这一点，继续追问。没了，我们只知道雇主姓穆，也只是称呼穆先生而已。照片有吗？林晓又问。穆先生，这杜旭康还挺谨慎，但如果能有这些证据，用正道手段把杜旭康抓起来，也不失为一大美事啊。没有，我们只拿到了你的照片，而且目的也不是杀你。殷童，闭嘴！美周熙狰目欲裂，可下一刻，一根牙签却忽然从他的喉管穿过，咔咔咔，美周熙的嘴里已然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只是瞪着双眼，最终软倒在旁，血流成帛，嗡嗡嗡的好似苍蝇，终于闭嘴了。林晓瞥去一眼，好了，殷童是吧？你继续说。再次见到林晓的手段，殷童是一丝反抗的念头都不曾有，只好乖乖开口。穆先生让我们。第91章，能遇到哥，真的好幸运，好幸福。听完殷童的话，林晓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这个卑劣的混蛋！少年猛地揪住了殷童的脖领，他在哪？能不能找到他？我不知道啊。殷童连咳数声，可他的确是不知道。见状，林晓倒也没有硬逼着他，毕竟他连雇主都供出来了，没有必要在这种时候隐瞒。只能说这杜旭康还有点脑子，也或许是这家伙没少干同类的事情，碾熟于心。稍缓过劲后，林晓忽而计从心起，殷童，你已经没有价值了，你说我该不该杀了你呢？别！殷童神色惊慌，瞳孔深处也是泛着恐惧。他明白林晓绝不是在跟他开玩笑，那你总要给自己创造些价值，不是吗？林晓冷笑一声，从殷童自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场，他便明白这家伙是真的害怕了，而且也是真的在求饶。凡人体内虽无灵气，可也有气，这气可以理解为灵气的根，而气也是不会骗人的。我可以帮你把雇主引出来。殷童思来想去，自己也只有这一点能够作为筹码了。哦，你想怎么引？很简单，就跟他说我已经抓到了您的女伴，再以面交的方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错，殷童刚才所说的真正目的就是绑架小安或者柯云岑中的一人，目的自然是为了让林晓投鼠忌器，以达成他那睚眦必报的愿望。也正是这个目的让林晓真正怒气。可以，但你最好别给我耍花招。说完，林晓这才松开了殷童的脖颈，将之丢在了平房的天台上。后者直到屁墩重重一摔，才明白自己竟然被前者单手提了起来。不过想到他是一个能把牙签当成利器杀人的狠角，这似乎也不奇怪了。不敢！殷童赶忙掏出手机，通过加密渠道给所谓的穆先生打了过去。电话轻嘟3声后被接了起来，对方率先开口：不愧是美洲西，名不虚传啊。一声开场白过去，对方又连问道：得手了吗？是哪个？已经得手，但情况有变，必须当面交人。什么意思？殷童神色语气不变，我们的安全屋暴露了，想要人就当面交易，人钱两清，再开辟一条安全通道送我们出国。这不可能。对面应道。他不是傻子，殷童的话他听得明白，这是要拉他下水，一旦情况有变，对方也会多一个筹码。你随意，我们把人放了，也可以随时离开。殷童的话语古井无波，全然不像是刚才被林晓抓在手里的模样，多少有点反派样了。你开口怒喝一声后，对面似乎也陷入了得失的思考中。殷童给了他时间，并未催促。良久。可以，在哪交易？一直在旁听着的林晓险些冷笑出声，这个杜旭康报复我的心是真重啊，不就是坑了他一次钱，加上秒了他3次吗？小肚鸡肠。不过对方这性格，林晓前世已经领教多次了，倒也不算惊讶。只奈何前世杜旭康已经发展起来了，身边高手无数，林晓想要对付他没那么容易。但今生，明天凌晨1点，遂州。殷童很快速报了一个很偏僻的位置过去，电话那边也因此而没有心生怀疑。通话至此结束。先生，您看。殷童撂下电话后，战战兢兢地看向林晓，后者却是一声轻笑：很好，今晚你自己去留下见面的证据后，明天早上7点之前带来给我，到时你自然可以离开。殷童闻言不由迟疑了片刻，但很快又应道：好，我知道了。但这时林晓却递过去一个好似看穿了对方的眼神，道：别怀疑我能不能找到你，不想活了的话，你尽管试试。不敢。很好，但愿你不要让我失望。说完这话，林晓又走到早已凉透的美洲西身前，以2指吸出灵力，化作噬骨之躯，将后者的尸体吞噬殆尽，最终化作灵力消散天际，连一丝痕迹都未曾留下。殷童全程目睹，只觉得自己是见了鬼，直到林晓离开他才后知后觉，心知这个男人绝对不能惹，继而也坚定了不耍花招的心思。宁远阁一层客厅，林晓刚进门，臭小子，你这个物业费交的还真久呀。柯云岑立刻投来一个怀疑的眼神，是不是跟哪个漂亮的物业小姐姐聊天呢？冤枉啊！林晓连忙喊冤，将早就准备好的说辞拖出，我是想着小安今天康复，还没正式庆祝，绕道去买了个蛋糕回来。说完他抬手一提，确实是一个包装精美的6寸小蛋糕，3个人吃刚刚好。谢谢哥。林雨安见到柯云岑脸上浮出一丝尴尬，连忙打圆场道：嫂子冤枉我哥，今晚必须要用新姿势补偿哦。嘿嘿。柯云岑当时就闹了个大红脸，
好你个小安，年纪轻轻的不学好，你还未成年呢，整天想这些有的没的。略，我都快17了，只是在咱们这未成年而已。死小安，还跟我抬杠是吧？好了，你们两个。林晓笑着打断二女的玩闹，来吃蛋糕吧。学姐，这可是你最喜欢的栗子蛋糕。真的？当然，另一半是小安最喜欢的水果蛋糕。林晓说着又稍作思索，已经有3年多没有吃过了吧？小安患病3年过半，而渐冻症不能吃甜食，蛋糕自然包含在内了。谢谢你，哥。小安眼中含泪。15岁生日的时候，他提过一句自己最喜欢吃水果蛋糕，没想到哥居然记了这么久。傻丫头，这有什么好谢的？快吃吧。今年以后，每当林雨安回想起这一天，这一夜，脸上都会浮现出幸福笑颜，就像他手捧鲜花，站在西斜阳光下那股街道上，能遇到哥，真的好幸运，好幸福。第92章，哥哥的话1小时应该够了吧？分明是国庆假期，可这几天余生却是忙得焦头烂额。起因有2：一，国际杀手组织夜，入行以来失手率几乎为0的职业杀手白猿尽折在一名大学生的手里，简直匪夷所思。2，种种迹象表明，白猿的雇主是国内某大型集团的公子哥，可没有证据，警队根本就没法批捕，案件迟迟没有进展，真是蛋疼无比啊！烦死了！办公室里，余生怒抓着头发，双眼更是冒着红血丝。这种恶性案件偏偏发生在国庆节期间，搞不好他这刑警队长都别当了，跟市区交警混得了。余队，我觉得根结还是在那个林晓身上。对妇联郑明开口说道。废话，我又不蠢。余生白了他一眼，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烦恼的啊。林晓很明显不是普通人，可上面给我的资料里，他的身份根本就没有任何特殊的成分。说完，余生双手摊开，意味了然。我能怎么办？不过正当这时，余生的手机却响了起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把银龟，把银龟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来电显示，林先生，林晓。余生不由讶异，接着赶忙将电话接起。余警官吧？啊，我余生，林先生。我这里有个线索，不知道你们感不感兴趣？什么线索？明天凌晨1点，遂州。电话里，林晓直接把殷童和杜旭康的交易地点说给了余生。他当然不会放过那个殷童了，反正也不是好人，这波老六当了就当了呗。若可治天下无贼，无忌身当老六又如何？至于杜旭康，以林晓对他的了解，他怎么可能会真的去见殷童？最多就是派个手下给足其家人经济上的补贴，继而让其去送死。当然，如果殷童说的是真的，那再好不过。你怎么会知道？余生惊疑不定，他们这边才刚讨论起林晓不简单，结果后者转眼就提供了一条破案的线索。林晓当然不可能将细节和盘托出，稍微组织了下语言后，开口说道：我拿下了一个叫殷童的家伙，让他。殷童？办公室里的余生噌一下站起。你确定他叫殷童？许是由于震惊，余生的声调都变得尖亮了些。林晓只是稍一歪头，倒也没去注意，直到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唉，余生不知道是震惊还是无语，轻咳了一声才继续说道：我知道了，林先生，这件事情我会亲自去处理，你等我消息。啊，麻烦了。好，保持联系。至此通话结束。余生伸出了口气，看向连正明，正明吩咐下去。是，余队。待连正明走后，余生才托腮沉思起来，这个林晓究竟是什么人？如果殷童真是那个殷童，那确实有必要深入接触他了。夜9点，距离9周更新完毕还有最后1个小时。林晓洗完澡便走回3层次卧，准备小憩一会，只等游戏更新完毕就进去大杀四方，怎么也得先拿下副本首通不是？可刚一开门，阿烈学姐，柯云岑正俏生生地站在他房里，双手揪着裙摆，脸红如血。啊，那个小安去洗澡了。林晓只用一瞬就反应过来了，接着轻手轻脚地走到柯云岑旁边，附耳轻语：不痛了？神，什么嘛？柯云岑俏脸红如一壶开水，就差跟着冒烟了。你不来，我走了。来，必须来，进了我房间还想溜？没门。下一刻，柯学姐的小嘴已经是被堵住了。接下来，以下内容仅限 VIP 用户观看。哥哥的话，1小时应该够了吧？浴室里，林雨安泡在浴缸中，斜瞄着3层次卧的方向，呼呼，云岑姐应该撑得住的吧？嘻嘻，我爱洗澡，乌龟跌倒至1111，小心跳蚤好多泡泡至1111，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咧，噜啦噜啦。2024年10月6日晚10点，9周第1次版本大更新结束。经过6天时间的发酵，
全球共计1091163人在更新结束的瞬间涌入其中，这个数字是开服公测时的10倍有余。9周的火爆已经打败了一部分观望党，当然，处于观望中的人依旧不少。舒坦过后，林晓也躺进睡眠舱里，准备上线。至于柯云岑，回房后肯定还要接受小安的一波无情调侃，好在他已经经历过了，不用被调侃，还一瘸一拐的无法还击。再次上线，9周正值清晨，苍寒封顶的晨间微风轻松扫去了林晓精神上的倦意。没睡觉对于拥有睡眠舱的玩家来说根本不算事儿好吗？睡眠舱完全可以替代睡眠，让身体进行基础代谢，当然只是最慢的那种，近乎于停止。而精神上的疲倦也会有相关的手段来减缓。后世两方世界融合之后，相关研究认为这一点其实是9周在极力的帮助整个地球快速拥有抗击9周灵兽怪物的能力。毕竟对于9周里的灵兽或魔修而言，地球的反击力量简直是不值一提。什么？你说核弹？那还不如一个法系大修扔个火球术的伤害高呢。版本更新以后，林晓清晰地感觉到身体对于灵力的感知更敏锐了。如果说原本只是一种淡淡的清凉感，那现在就是一种强烈的清爽。轻轻一跳，身体很明显的变轻了，宛如真正具有灵力时的感觉，而不是那种脱局感。稍一运转，浑身经络也会有灵力涌动的感觉，的确真实了不少。这一点作为两世玩家的林晓是最有评论资格的，至少已经达到10%的拟真度了。9周也是在让玩家们逐步适应真正的修行吧。这背后的开发商到底是谁？稍缓过劲来，林晓嘴里也是呢喃一声，而这个问题同在9周10大不解谜题之列。正思索间，林晓的消息列表却是亮了起来。第93章，我们一起出门，那不就等于前期在招手吗？林晓伸手点开，柯基腿很长，啊呀，臭小子，这次的更新赞爆了。林晓，是吗？赞在哪里？柯基腿很长，真的有修仙的感觉啊，灵力在身体里流动的感觉，好仙。林晓，是吗？有那个瞬间仙吗？柯基腿很长，你走。林晓嘿嘿一笑，这妮子还是不经斗。而另一边，小安也给他发来了消息：雨安哥，突破好像变难了。见到这条消息，林晓也是恍然，差点忘了这一条。第一次版本大更新之后，突破的难度是会增加的，毕竟目的是让修行更真实，总不能一直点一下突破，然后等一阵子就突破完了吧，那就跟更真实背道而驰了。林晓，对，变难了，按照宗门教你的办法感悟心口的灵核，然后沉下心化灵力做刻刀，在灵核上刻上核纹，就是助心境突破的过程了。林晓回复之后，小安似乎是尝试了一下，片刻之后才回复过来：雨安，好，我学废了。林晓，小安真聪明，就是不知道是真的学会了还是真的学废了。不过以小安的悟性，应该敢敢担担的吧。虽然修行更真实了，但根本上9周还是个游戏，所以脱离不了游戏程序上的设定。悟性高的玩家在当前版本还是更加有利，悟性越高，灵核刻纹的过程就越简单越顺利。回复完小安，林晓自己也眯上双眼，感悟了片刻，没多久胸中便传来一股燥热感，那就是灵核在运转的感觉。有段时间没仔细感受过了。感受完修行上的区别，林晓又打开了游戏系统界面，一个亮眼图标赫然在列，排行榜，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爱在你装备好，天赋强，霸榜的快感让人欲罢不能。当然了，基本上是土豪氪老拼财力的地方。前世的排行榜想要上升一个名次，天知道需要付出多少努力。而恨则主要是恨在装备榜，尤其是实力不算强的玩家，一旦有个装备上榜，都还没来得及开心，就被人搜罗出来围杀夺装。毕竟一件好装备带来的提升可是很夸张的。9周也有的是为富不仁的工会，你有好装备 OK 我找你买，如果你不卖那也行，我直接抢。可即便你卖，也绝卖不到好价钱。对此9周官方更是从来不管，毕竟真正的9周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的，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路遇财富眼红而杀人越货的事情没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实力的玩家打到好装备，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下三滥工会找上门之前，赶紧找个信誉过得去的大工会出手，以谋取更高的利益。林晓点开排行榜，首先入眼的就是体质榜。榜首龙皇圣体，乙等九寒冰皇体，探花狂暴龙体，极地纯阳焰体，中举混沌灵体，秀才圣域灵体，登科剑魔之体。林晓的龙皇圣体赫然在手，没想到的是科学姐的狂暴龙体居然排到了第3探花，连小安的纯辅助体质也排到第6秀才的位置。其余4个林晓倒是没见过，不过能上榜效果肯定很不错就是了。不过既然是全服排行榜，当然不会只有前7名，
只是前期有花名更有面，第8名开始就只是冷冰冰的数字了。体质榜从进游戏那一刻就确定了，就算上榜，后续修为装备跟不上，也只是占个花名而已，含金量有，但不多。接着是地位差不多的天赋榜，有花名的仍旧是前期。榜首：林晓、乙等、雨安、探花、G 午夜海棠、极地、盛夏、中举、臣妾做不倒、秀才、柯基腿很长、登科、小淼。上榜的只有游戏里的 ID， 并不会显示你的天赋是什么等级。不过谁的 ID 中2谁尴尬就对了。也不知道柯学姐现在是怎么想的。嗨嗨，接着就是5大榜单中最让人恨得咬牙的一个装备榜。然而林晓稍一打眼，卧槽！榜首：零魔蛇苍蝇弓，乙等零天霜之泪，探花零木灵树妖，极地地雷幻逆行袍，中举地雷幻逆行靴，秀才凡蛇骨金棱枪，登科凡木灵护心镜。排行榜上7件装备，有6件是他的，剩下那件是他出的。在小安那，充其量也算是他的。而这个装备榜的每一件装备，点击都是可以查看所有者以及详细属性的，否则上榜也就失去了说服力。但也正是因为这个，让心怀不轨的玩家有机可乘。这尼玛，等下一出去，不会全服都来围杀我吧？那场面太壮观，完全不敢想象啊！不过接着，林晓却是拉出消息面板，选择联系人后，噼噼啪啪的打了一行字，点击发送。林晓、小安，出门当心，那你的短枪上榜了。没多久，小安就回复过来了。雨安 QAQ， 我说我不要，你非要我要。林晓，可嗨嗨，没事，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哥带你去，保证没人敢欺负你。雨安，得了吧哥，你是看不到装备榜上剩下的6件装备是谁的吗？我们一起出门，那不就等于前期在招手吗？林晓，接下来林晓好说歹说，才让小安相信了他哥很牛逼这个事实。林晓也没扒瞎呀，以他的战斗属性，哪个玩家能比得上？除非是绝对防御类的体质，否则谁敢说挡得住他一剑？而如果有那种体质，绝对是榜上有名。挥手撤去装备榜，林晓又看起了下一个榜单——修为榜。这个榜单他终于不是榜首了，而这也是土豪客老们最喜欢的榜单。毕竟这是暂时唯一一个能用钱上榜的榜单。说是修为榜，还不如说是财富榜。榜首：氪天金 X 祝辛巴街，乙等第94章，一人霸占4大榜单。修为榜，榜首：氪天金 X 祝辛巴街，乙等任我行 X 祝辛巴街，探花乾坤大挪移 X 祝辛巴街，极地撇那年点花落 X 祝辛巴街，中举懒惰的爱情 X 祝辛巴街，秀才温柔小汉子 X 祝辛巴街，登科先生对不起 X 祝辛巴街。看着这榜单，林晓不由得嘴角一抽，上榜的果然都是一个境界，都祝辛巴街了，就俺还是个祝辛5街小菜鸟。不过后面4个名次是被非主流给霸占了吗？似乎还隐藏了几个富婆。上榜的人除了境界会显示，点击查看详情还会显示他们当前的形象，可以说是既出名又出圈。也难怪土豪大佬们会钟情于这个榜单了。最后一个就是声望榜了，只不过榜首林晓、乙等空，登科空。声望这东西目前根本没有固定的获取渠道，所以只有拿了2次首杀的林晓得到过。至于说击杀异兽，那也得是危害世间的异兽会增加声望，其他的异兽跟杀野怪没啥区别。5大榜单前2个仅展示，后3个则可查看详情。所以在外人看来，林晓是一个人霸占了3个榜单，而实际上却是4个。体质榜不供查看详情，其实也算是对玩家的一种保护，因为在九州上是有着能够夺取他人先天体质的邪道秘法的。看完5大榜单，林晓也抽空看了眼世界聊天频道，内容果然不出他所料，基本上都是围绕本次更新的话题，大部分玩家都在吐槽修行难度的提升，刻意道和文比之前打一只 BOSS 还难，而且最关键是时间比还变短了，修行变难，时间变短，这一波对于底层玩家来说干脆就是绝杀。原本天赋不行可以靠时间爆肝，现在不少人都直呼退游，可九州的真实度却让他们流连忘返，难以真正放下。退游了，上哪再去找这么真实的游戏去？某额吗？除开吐槽突破变难的，余下的就是对各大排行榜的讨论了。最为激烈的果不其然是装备榜。世界频道，我靠，这个 ID 叫林晓的到底是谁啊？一个人霸占3大榜单吗？而装备榜就占了6个位置，哪来的新人？林晓都不知道。兄弟们，这不组团赌他一波？一个人6件，怎么也得薅下来一把啊！楼上勇气可嘉呀！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是你比较强，还是祝星5阶的 BOSS 强？当然是 BOSS 强了。那家伙一个人刷掉了新手村和祝星境2大 BOSS， 首杀。我靠！否则你以为他是怎么在声望榜独树一帜的？打扰了。话说，没人好奇那个刃剑大会是什么东西吗？看着世界频道的闲聊，林晓也是莞尔一笑。他虽然没有混迹论坛和聊天频道，却不知不觉间已经在九州众玩家心间建立起了不小的威信。的确，2次首杀公告打基础，加上这次的排行榜，林晓的这个 ID 无论是在老玩家心里，还是在新玩家眼里，都已经是挥之不去。嘿，再去拿点声望好了。林晓关掉聊天频道，继而目光远眺，然后也该做点前世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了。本次版本更新，除排行榜、修行拟真度、缩小时间差以及活动预告之外，另外的2个其实才是重中之重。声望系统也可以叫名望系统，在九州想要拥有一处资产，不是有钱就可以的，需要有一定的名望。这就像古时的封地制，资产也可以理解为封地的一种，由帝国或者是宗门分发给名望高、贡献大的个人或家族。至于寻常百姓建起来的居所，那个放到现代来说就是违章建筑，是不受任何势力庇护的，出了问题也只能自己吃亏。而资产不然，那都是城镇里的产业，是受到势力庇护的。前世九州融入现实之后，玩家手里的这些合法资产，每一处都被炒出天价，哪怕就是城里的一幢民房，也堪比原来1线城市的高楼大厦。没有修为的富人想要保全自身，只能住进这些资产中。而在外面的，不好意思，随随便便一个魔潮入侵就直接没了，任你钢筋混凝土有多坚固，人一上来就是地裂树地震波的，你扛得住个屁。但合法城镇都是有护城大阵的，只要帝国宗门的护城队还在，城镇就稳得一批。这也是为何一个合法资产会被炒出天价的原因，毕竟命都保不住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除开声望系统，最令人趋之若鹜的无疑就是新开的秘境副本了，救梦之地一级以皇古堡。林晓仔细搜索了一下记忆中关于这2个秘境副本的内容，往昔的一幕幕也是纷纷涌入脑海。2个秘境，一个是剧情故事类，一个是催城攻坚类，各有千秋，且都有不错的装备产出，最高可至橙色品质。当然按照九州的路数，爆率不会很高就对了。前世最令林晓印象深刻的就是救梦之地的救梦套，也是首套秘境护具套装，全套价格最高点曾被炒到将近一个小目标的价格。以皇古堡则主要是产出武器，虽无套装效果，可每一件的属性都是上佳。苍华峰大传送阵，当林晓踏空而至，忽的出现时，明显感觉到周围人的目光有了些不同。他没有隐藏 ID， 所有看到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林晓，毕竟身上有6件上了装备榜的装备，怪不得他人眼红。但林晓却置之不理，直接迈步走向传送阵。眼尖的玩家立刻就跟了上去，他们可不敢在苍华峰下直接袭击身为苍蓝剑宗弟子的林晓，除非以后别想在这混。这些时间下来，玩家们早就发现九州的 NPC 不像其他网游那么死板，你干什么他们都是能看见的，也心知肚明。被发现人品不行，接任务都是难上加难。而就在林晓走进传送阵的下一刻，苍华峰下某处角落里，杜少他进传送阵了。第95章光速手通。杜少他进传送阵了。看到对屏里亮起的消息，杜旭康眼角一阵狂跳，很好，这次一定要给老子嫩死他。也不知道杜老哥这次是哪里来的自信，但追踪林晓的队伍却是已经扑了出去。秦老弟，这次可就全看你的了，嘿嘿。杜旭康转头对一名少年说道，声音甚至有些谄媚。放心好了，杜老哥，有我在，还有你千秋公会这么多人，至于拿不下一个普通玩家吗？少年满脸得意地说道。他是今天刚进游戏的，但却获得了一个极为不错的先天体质。听说现实中的好哥们也在游戏里，就过来加入对方的公会了。而杜旭康得知他的体质效果之后，立刻就兴起了再次对付林晓的念头。加之昨天他刚好从一些搬砖党手中买到了一批还算不错的装备，整整武装了一个全身灵品的加强连，是要拿下林晓。嘿嘿，说的是啊。杜旭康也是信心满满。然而没多久，对屏里就传来了一则消息，会长，我们跟丢了。你说什么？杜旭康立刻回应，怎么可能？大传送阵一共才能去几个地方啊？跟丢？几百个人全部扑出去了，光是零食就花了好几千，结果你跟我说跟丢了？杜旭康甚至有种吐血的冲动，如果不是他的秦老弟还在一边，他非得当场暴跳如雷，大骂卧槽啊！一旁的千剑却是摸了摸下巴，会不会是进秘境了？这一声如梦中惊雷，所有人全部回苍华峰蹲他。杜旭康连忙下令，也是这回才想起来，如今的传送阵除了去往济明州各地，还能直接传送进秘境副本里。应该说所有的传送阵都可以传送进去，
秘境副本是在一个特殊的次元里，并不是真正存在于九州之上，可以理解为是九州系统专门为玩家创建的一个秘境，是 NPC 们无法理解、无法窥见的次元。但如果你从中获取装备，拿到 NPC 们面前时，系统又会自动补齐设定，让 NPC 可以理解装备的来由。九州10大不解之谜之3，秘境究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 NPC 们看不见也不理解？话说回来，我们公会到现在都还没有人通关秘境吗？反应过来的杜旭康又问道。汪海摇头，那个什么旧梦什么地的，进去之后就给你看一段短剧，看完就提示闯关失败，傻逼一样。对啊，也不给个通过提示，千件复言，不好玩。狂言撇撇嘴，会长，什么时候组织一下攻坚以皇古堡啊？只有打打杀杀才是正经人干的事啊！就梦之地和以皇古堡虽然都可以组队闯关，但相比前者，后者则必须是要组队，一个人你压根就别想过关。见过上一只蚂蚁溃穴而出的场景吗？打一把以皇古堡你就能见到了，简直头皮发麻。不着急，现在整个九州都还没人研究出这秘境怎么打，等有人给咱们铺好路的，时刻关注论坛动向。好吧，狂言翻了个白眼，却也懒得顶撞杜旭康。他也知道这是个谋而后动的老六来的，手通他要，但又不肯付出太多代价，毕竟秘境开荒可是要不断尝试的，一旦出错就是人员消耗，死亡的人数多了，装备、经验这些方面的补偿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他的千秋公会想要留住人心，这些东西又不能不补偿。不过就在这几人说话间，天空中却恍然传来3声公告：恭喜玩家林晓达成秘境救梦之地简单级手通，奖励声望加50点，全战斗属性提升 1%， 随机领品装备 X1， 上品零食 X10。特此通报嘉奖，恭祝全体玩家五运昌隆。恭喜玩家林晓，恭喜玩家。什么？杜旭康眼珠爆瞪，这就手通了？他才进去多久啊？快男也没这么快啊！光速手通，挂壁啊！不止杜旭康，这一刻全服玩家都炸了。秘境刚开启的时候，数以10万计的玩家都涌入了进去，可却没一人能搞懂的救梦之地，林晓一进去就手通了。这一刻，不只是新玩家，就连不少老玩家都觉得林晓是个挂了。可九州真的有挂吗？一些消息极为灵通的玩家，甚至都已经找到全球最顶尖的外挂团队了，可依旧是没能开发出一个所谓的挂来。原因很简单，九州它都没有防火墙，整不到源代码呀，怎么写挂？世界频道，我操！救梦之地到底怎么打啊？就手通了吗？你问我，我问谁？有没有人有林晓大神的联系方式啊？我不要手通了，我就想进去刷刷资源呐。喂嘤嘤嘤，喂，楼上死老操，敢不敢不要嘤啊？你他妈恶心到我了！时间倒回几分钟前，秘境空间，少年身临此处，面前有着2扇小型传送门，一扇通向救梦之地，另一扇自然就是以皇古堡了。他想也不想，直接踏入救梦之地，单刷。林晓倒是想刷一下以皇古堡，但也得单刷刷得了才行啊。还是改日把科学姐跟小安叫来，整一波3人行仙。进游戏之前，林晓就跟他们商量过了，由他先开荒，之后再组队。踏入传送门，林晓眼前光景顿时一晃，群峰脚下，云烟袅袅，上望去，山门界碑显得有些模糊，不知其捐，隐约只剑宗2字可见。少年回望山门，脸上的表情很自信，稍带惬意。骆师兄，一路小心啊！林晓刚一进来，景色尚未看清晰，耳边就听到了这么一声呼唤。这里就是救梦之地了，其名救梦，顾名思义，就是一场救梦。至于是何人之梦，那就只能在视频里找线索了。在尚不理解的前提下，任何玩家进来估计都会直接蒙圈。接着怒摔3连问：我是谁？我在哪？骆师兄又是什么玩意？不过林晓却不会，只是安静的看下去。第96章，我可是九州第一啊，有什么不能看的？不知名的山门下，少年肩背行囊，腰挎长剑。骆师兄，一路小心啊！清亮的呼喊声在其身后传来，听得少年回首一望，露出微笑。啊，我知道，回去吧，小黎，要跟师傅好好修炼。待我学成，便下山去找你啊。好。一声道别，骆师兄便头也不回的朝宗外密林走去。这个时候，玩家也得到了骆师兄的基本信息，其名骆四秋，是某剑宗的内门弟子。按照宗门要求，入心境以后要游历尘间1年，洗去铅华，再回宗炼体。骆四秋天赋极好，更有着剑灵之体的绝佳先天体质，天生就是剑宗人。可他所拜宗门的规矩是，天赋越好，越需要尘世历练，因为如花瓶般的天才一碰就碎，锋利宝剑为金，魔力可成。玩家视角紧随着骆四秋下山历练，飞快跳转到了3月之后。
期间光景如白驹过隙。再度清晰时，已然身处一处山林之间，还是只能看，不能动。毕竟这是一场旧梦，属于洛四秋的旧梦。是的，所有看到这里的玩家，只要不蠢，就都能看得出来。否则视角为什么一直跟着他？除非是那些连旧梦俩字都不理解的极限纯种人。画面里，洛四秋长剑飞扬，斩去屡屡剑气匹练命中一妖兽，而在他的身后，一名少女正满身鲜血地跪坐着。显然，这是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洛四秋有着剑灵之体的加持，那妖兽根本走不过几招就死于剑锋之下，一场英雄救美正式落幕。姑娘，你没事吧？多谢公子仗义相救，小女子无恙。女子虽说受伤狼狈，可如此糜弱模样，却反而让得洛四秋有些心服意动。姑娘客气了，我辈修者行天之善道，自当如此，又何须多言？公子大义。哼，姑娘，我管你去途，可是要去往西京？女子倒不诧异，毕竟眼下就一条路，去往西京探亲。确实甚巧，我亦往西京方向。既如此，你我不妨同去，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洛四秋所救的这个女子，生得谈不上倾国倾城，可也算是风姿绰约，一颦一笑惹人爱怜。以洛四秋血气方刚的年纪，很难不被俘获。这女子表情有些纠结，就不劳烦公子了吧？何来劳烦一说？洛四秋没有轻易放弃。你我相逢便是有缘，但若是姑娘嫌烦，那便就此别过。听到这话，女子表情中的纠结更甚，好一会才开口：哪里，公子风姿翩翩，小女子何敢多嫌？接着她也是下了决定，那这一路白莲衣便劳烦公子了。白莲衣小脸浮出一圈酡红，越是如此，洛四秋就越难把持，都快要翘上天了。林晓无奈叹气，可惜了这剑灵之体啊！不是每一个拥有绝佳体质的人都拥有一个坚毅修行的好心态的。洛四秋天资卓越，心性却偏中下，无法摒去心中杂念。短短视频里，谁都看得出来。这两人结识后，画面又是一番快进，从山林到那西京，又历经穷山峻险，独障泽地，也有水秀山清，煞丽花林。一路过来，有危险，也有美景，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急速升温。直到某一天，瀑布下，白莲衣如出水芙蓉，头顶秀发向后捋去，好看的眉眼再次把洛四秋看得吃醉。这次他却下意识地开口：白姑娘，你可愿嫁我为妻？水中的白莲衣脸上立时浮现红霞，吐了好一会泡泡才回应：洛公子待我甚好，小女子自是愿意。当真？白莲衣没有回答，只是将脑袋半埋水中，唯露出红润的半边眼睑。洛四秋到此刻已再难忍耐，扑通一声就跳入水中。莲衣，我愿守护你一辈子。白莲衣双臂环抱其手，还请公子怜惜。两个人的脑袋就在这时慢慢靠近。然而就在画面到了激动人心的那一刻时，却抗直接白屏。林晓，干！小爷我可是九州第一啊，超级 VIP 了吧？这不能看，特么九州连青楼都有，这才哪到哪啊？可嗨，殊不知有多少玩家玩九州，只是为了进到传说中的青楼里耍一耍。白屏结束，画面又跳转到一片梅花林中。洛四秋和白莲衣在这里搭了个小木屋，享受了好一段没羞没臊的时光。可某次欢好之后，白莲衣却纠结不已地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夫君，其实我魔道中人。圣贤模式的洛四秋焕然一惊，下意识想去摸起床边长剑，可一转头，俏生生的白莲衣却是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娘子，你……洛四秋满脸不解。夫君不知，其实我……白莲衣就这样借着机会将自己的身世故事和盘托出。而在故事里，他是一个被掳到魔宗的受害者，魔宗残忍对他，但他也学到了魔宗术法，继而得以逃出升天。之后就是遇到了洛四秋。白莲衣眼中噙泪，故事讲得楚楚动人。可玩家们以上帝视角观察时，在其讲出魔宗身份那一刻就已经察觉不对，这毕竟是个秘境副本啊，不是爱情短剧。然而身为当事人的洛四秋已经跟白莲衣有了夫妻之实，由此基础他已经信了9分，余下的1分也在白莲衣一句：为了夫君你，我愿自废灵河沦作凡夫，与夫君生儿育女，共度此生。彻底瓦解。娘子何须如此？洛四秋神情激昂，我洛四秋不是那等刻板黑白之人，正魔虽2分，可正中有魔，魔中亦有正。接着更是下定决心，3日后天时为吉，你我择一良辰，共拜天道为夫妻，此生矢志不渝。白莲衣感动不已，夫君。不得不说，画面还是很感人的，白莲衣的演技也足够精湛，属于傲什么玩意小金人系列的。可惜上帝视角太客观，代入不了。画面到这里，大部分玩家也只是在吐槽男主太蠢货，这都不怀疑，
根本没有发现救梦之地的通关点。但林晓却是咧嘴一笑，第一个通关节点就快到了。第97章，执意成婚，洛四秋失魂。时间一晃便至3天之后，梅花林中，洛四秋备好了一切程序，只待良辰到来，与妻共拜天地。这对于9州修行者而言是最为正式是一事。然而他可是剑灵之体，宗门放他下山历练，又怎么会完全不管？宗只是希望天才得到历练，而不是陨落，又或者说堕落。就在良辰前刻，共计7道身影穿破梅花林，来到了洛四秋身前，而为首的那个正是洛四秋下山之前与他告别的那位师弟。洛师兄。洛四秋怔了片刻。小离。对于自己的同门师弟小离会来，洛四秋也十分不解。你也下山历练了？小离却摇头，师兄，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执迷不悟？夫君，这些卫士。这时木屋里的白莲衣也走了出来，她已身着一身得体红纱嫁衣，手中则捧着男款的婚服。见到白莲衣，小离这一行7位中，一名年纪稍大些的中年男子却是喝喊一声：魔道妖女，还不速速伏诛！说话间，其炼体境的修为也是轰然爆发。白莲衣还没开口，洛四秋就喊道：师兄，你误会了，我娘子她虽为魔道，可却是被掳之人，其心非魔。中年男子闻言不由摇了摇头，却转头望向小离：黎明，你来告诉你洛师兄宗门的决定吧。这黎明有些不忍，可他也不愿意同门师兄就此堕落，只好咬了咬牙，在洛四秋愣然的注视下开口道：洛师兄，宗门只给你2个选择：一，杀了这魔道妖女，以正师兄心向正道的决心。洛四秋张口欲言，却紧跟着听到黎明口中的第2个选择：二，此魔女由宗门代为击杀，但师兄你必须回宗思过100年。黎明话落，现场顿时寂静。洛真可闻。洛四秋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无声惨笑。直至某一刻，哈哈哈哈，可笑，太可笑了！你等要我亲手杀了发妻，以正正道决心，可曾想过这本就是魔道行径？夫君。白莲衣见此焦急喊话。上帝视角的林晓长剑一捏，蠢蠢欲动，因为这里就是第一个通关节点。那白莲衣的体内已经涌出滚滚魔气，只是无人察觉而已。玩家视角到了这里也会被赋予行动能力，只是大多数人没能发现，更没有发觉白莲衣身上的魔气，还以为这是一个悲情正魔之恋爱情短剧。直到后知后觉时，不少玩家还觉得脸上烧得慌。可就在林晓将欲动手时，那洛四秋却持剑振臂：今日我偏要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与我娘子缔结天地连理。白莲衣身上的魔气骤然消散，转而摆出感动姿态，含情脉脉：夫君。林晓不由得懊恼，他现在又动不了了。第一个通关节点就只有几秒钟的反应时间，错过就得等下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前世玩家们打救梦之地时，这第一个通关点容易被忽略的原因。洛四秋，你敢！听到洛四秋的话语，那炼体境中年直接断喝一声：呵呵呵。洛四秋扬手讥笑：宗门养我育我，与我是养育之恩，按理我是不该忤逆宗门，可宗门偏要我剑指发妻，这是何道理？魔道妖女，该杀！师兄，你莫要再执迷不悟了。中年人说完，黎明也喊了一声：小黎，连你也如此吗？洛四秋自嘲一笑：呵呵，好，很好。话罢，他拉起白莲衣，直接跪在了备好的香案前，下一刻拔剑划破掌心，又甩手将鲜血洒向前方，不顾宗门来人阻拦，睁目立誓：我洛四秋今时此刻便歃血立誓，愿与700世涟漪共结天地连理，白头偕老，矢志不渝。若有违，天地诛！你！那中年人气煞：所有人给我毁了这香案，绝不可让这荒天大谬立成。可惜白莲衣见夫君如此，哪里还会犹豫，立刻伏拜敬天：我白莲衣意愿同服洛四秋结天地连理，从此相夫教子，死生不渝。下一刻，云天为开，耀日当空，婚礼已成。混账！炼体境中年大骂，又无奈攥起拳头，便是李成，吾也要毁了这荒谬婚事。我敬你是师兄，不与你动手，可莫要以为我怕了你。洛四秋话落，浑身气势一时爆发开来，竟是筑心9阶。在旁的黎明不由大急：师兄，无需多言，欲杀无期，先踏无失。洛四秋双目血红，下一刻催动剑灵之体，竟先一步拔剑斩向自己宗门的师兄弟。可就在这时，叮，一道交击脆鸣，令7人众愕然，也令洛四秋目正错愣。你是何人？常见去世被阻，洛四秋不由发问。闻言，忽来的少年于半空轻踏一脚后急促落地，方才一剑之势也被卸得一干二净。接着他笑言：我是何人并不重要，只是陆玉一蠢蛋被邪魔蛊惑，看不得同门相残，所以出手
你应该不介意吧？洛四秋双眼血红，蠢蛋，多说无益。今天这桩婚，我也不同意。说完，林晓长剑挥动，一道雷光劈链立刻迅疾不已的飞去。真伤，负10866，一剑伤害破万。这还是林晓仅仅发动了焚雷剑气普攻增伤75%的结果，但凡他再多叠一个真皇之火，这一剑也足够秒了对方。下一刻，洛四秋的面板也跳了出来，姓名洛四秋，种族人族，职业剑修，境界筑心7阶，简单级境界限制，宗派擎天剑宗，级别 BOSS， 血量9324-20190，力道357，灵慧109，防御138，敏捷100，会心7，护心19，心法擎天剑诀，身法擎云步，武器青羽剑，状态失魂，因魔族蛊惑而失魂，理智十不存一，该状态极其危险。的一道焚雷剑气斩在身上，洛四秋不由愣然无比，强烈的麻痹感也让他的理智稍微恢复了一瞬。我……可这时他身后的白莲衣却急切地喊了一声：“夫君！”第98章揭开的真相，旧梦了然。哎呀呀！白莲衣这一声夫君，彻底让洛四秋失声造吼。然而下一刻，林晓回身一剑，由下向上再去一道雷光劈链，轰然命中。真伤，负10866，斩杀。两剑一下劈，一上挑，直接终结了洛四秋这位 BOSS 的性命。没错，洛四秋就是救梦之地简单难度的 BOSS， 很可悲，但这就是事实，因为他中了白莲衣的失魂蛊惑，已经迷失了自己。明明也算受害者，却悲哀地成为这秘境的 BOSS， 可叹。第二个通关节点，就是在洛四秋向宗门同胞挥剑之前，提前出手将之击杀，方可通关。而在林晓击杀洛四秋的那一刻，脑海里就传来了九州系统的声音：恭喜达成秘境救梦之地简单级首通，即将进行全服通告，是否隐藏 ID？ 不隐藏。林晓直接应话，他现在5大榜单霸占了4个，狮子多了不怕咬，老债多了不用愁，隐藏 ID 完全多此一举。秘境虽已通关，但剧情却还没有结束，因为这场救梦还没有做完。在洛四秋死后，林晓又被挤进了上帝视角，救梦继续。玩家的介入痕迹直接被抹去，剧情回到了洛四秋持剑挥向同门的那一刻，再无林晓阻碍，一剑刺向那炼体镜中年。洛四秋，你当真要对同门出手吗？炼体镜中年猛退数步，最终只能抬剑格挡。可下一瞬，洛四秋手中之剑却如灵体一般，穿过了他用以格挡的剑身，径直没入胸膛。这就是剑灵之体，其身如剑，其剑如灵，身可化剑，剑可化灵。噗！炼体镜中年一口鲜红呕出，目光中写满了不甘、盛怒以及生前最后的一丝怨恨。陆师兄！黎明大喊。可惜无用，这位陆师兄也仅仅是个开头而已。失魂状态下的洛四秋已然是杀疯了，擎天剑宗一行7人，最后只剩下黎明一个，但就连他也未能幸免。杀光了所有人后，洛四秋也从失魂状态中回过劲来，眸光一去，再回忆起之前的一幕幕，他不由跪倒在地。失魂是失魂，并非失忆，刚才所有的一切，洛四秋都记得。亲手杀进同门，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平静对待。悲戚之刻，白莲衣却是脚步轻缓地走到了他身后，唇齿轻启：“夫君。”莲衣。洛四秋好似找到了宣泄口般，转身就抱住了他，失声痛呼：“我杀了同门，是罪人，是孽障，娘子，杀了我！我求你，杀了我！”洛四秋只是在宣泄自己无处释放的悲痛，这不过是认清事实的一个过程。可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好，咚咚，洛四秋的心脏恍然停跳2拍，还没反应过来，便觉心口一阵剜痛。呵呀，啊，你！他无比艰难地半垂脑袋，却见心口处白莲衣那原本白皙如雪的手掌，此刻却成诡异的黑紫色，就这般如钻刀戳在他心口。夫君，莲衣只是想要跟你永远在一起，会答应的吧？为什么？如果说洛四秋刚才的悲痛只是轻微，那么此刻就如同他所遭受的，这悲痛好似剜心。我为你。洛四秋用尽了气力嘶吼，杀进了同门师兄弟，可你却背叛了我，为什么？这一刻，洛四秋已然填满血红的双眼中注满了怨恨。不是哦，白莲衣笑得很温柔，却不亚于那炼狱女魔。夫君呐，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梦呢。娘子我呀，是梦魔一族的人哦。呵呵，梦魔2字就如同最后的锁魂死莲，让得洛四秋最后一口气彻底断绝。我好恨。
好恨啊！今年以后，一少年背负长剑再至此处，指尖却飞出一张黄色符纸，置于半空。师兄，就此安息吧。话罢，少年轻念数咒，那黄色符纸也一点点烧作灰烬，飘散天地间。其实，当年的你已经醒了，否则那一剑就不会刺在我心侧了，对吧？至此，旧梦了然。梦散人去，林晓也是长出了口气。旧梦，他重生之前的过往，不也正如一场旧梦吗？空白的场地里只留下一个宝箱，正是林晓通过秘境的奖励。拂去心中所思，少年也是走过去，将宝箱打开，2道紫光赫然跳出。除此之外，就全都是灵石了，毕竟只是简单级。手通奖励都只有 1% 的战斗属性，宝箱能多傻？2道紫光分别是：上品筑心丹、突破丹，进阶突破时服用，全战斗属性加20，血量、灵力加800，自由属性加20，可自行分配，效果持续2次进阶突破。品质紫。旧梦腰带，秘境产出，同系列装备穿戴2件及以上时可触发套装效果，防御加18，会心加1，异常状态抗性正 3%。旧梦灵盾，战斗时可消耗 5% 的灵力，生成一面血量及防御均为穿戴者 30% 的灵盾。旧梦套装1/5，无特殊效果。品质紫。要求筑心5阶及以上可用。嘿嘿，没想到简单级还给出了一件旧梦套啊！不错，这旧梦套的珍贵程度，林晓自然心知肚明。别说简单级，就是最难的绝境级也不一定能爆出来。不过，任何玩家首次通关地狱及以上难度时，都会保底开出一件，也就是打通绝境级之后，至少会有2件，怎么也能凑个2/5的套装效果出来。秘境难度：简单、困难、地狱、绝境。收起装备后，林晓并没有急着离开秘境空间，而是将手通的奖励拿了出来，一件随机的灵品装备。随机灵品装备打开后可获得一件部位随机、品质随机的灵品装备，好吗？全随机，也就是说最差白色，最好橙色，全看脸。但看脸，林晓怕过。嘿嘿，小爷洪福齐天，申请出战。默念一声老天保佑之后，林晓便伸手点在了打开的按钮上。下一刻，新，卧槽！第99章排行榜更新了，但又没有完全更新。新，无比亮眼的金光险些闪瞎了林晓的双眼。林某人也是大呼：这也行？他不由抬头望天，老天呐，你不会是用我的阳寿来保佑我的吧？就算是洪福齐天，这也太夸张了。全随机的灵品装备开到橙色品质的概率无限接近于1000万分之一，官方数值是 0.00013000分号。千分号，千分号。咕噜，林晓不由咽了口唾沫，接着也把阳寿抽奖的可能抛诸脑后。这种事情别说今生了，前世他也没听过，就是开出来一件垃圾橙色也够吹1年的啊。昆燕碎云戟，战戟，出自太行州名将昆燕子之手，戟长6尺2，棱锥手，燕尾碎，嵌有昆燕子得意之作燕筋，一开一合自带研爆，力道加37，会心加10，攻速负 1%。燕筋普攻，技能附带火属性研爆，研爆伤害为灵慧值的 30%。6尺碎云向前方挥出一道270度研爆劈链，造成自身力道值 270% 的固定伤害，并有 3% 的概率令目标眩晕，持续10秒，冷却时间3分钟。品质橙。要求力道值大于200可用。战戟。林晓无奈摇了摇头，可惜不是剑。不对，龙战士似乎就是用戟的。想到这里，林晓连忙拉开好友列表，给柯学姐发了条消息过去。林晓学姐，你不算装备加成的力道值有多少了？对方很快回复：柯基腿很长，213点了，怎么了？林晓，你先看看装备榜。几秒钟后，柯基腿很长，柯基腿很长，臭小子，我们俩关系怎么样？林晓，毕竟都深入交流过了，关系必须顶顶的。面对林晓的 TX， 柯云岑这次却神奇的忍住了，但还是等了几秒钟才回复过来，大概是在平复羞臊的心情。柯基腿很长，所以你懂的。林晓，我不懂，我文盲，我连老公都没听过一声。柯云岑秒懂，柯基腿很长，老公。看到这条消息，林晓直接猛打了寒战。难道是因为脑补出了柯学姐叫老公的场面？果然，这俩字完全不符合他的气质啊！林晓，得，你还是继续喊我臭小子吧，战绩等会给你。柯基腿很长，嘿嘿嘿，算你识相。林晓挥手关掉聊天界面，接着便离开了秘境空间。苍华峰下广场，我的妈啊！你们快看装备榜！人群中忽然有玩家喊了一声，当然，那最后的3个字 NPC 们是无法理解的。
而这一声喊无疑勾起了绝大多数玩家的好奇心，不由得纷纷打开装备榜。接着苍华峰广场上就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卧槽，干脆就没有一个站着的，全窝巢里了。此时的装备榜登科位置的木林护心镜已经被挤了下去，新上榜的便是这昆燕碎云戟，直接来到了第3探花的位置。所有者依然是林晓。排行榜更新了，但没有完全更新。没等玩家们震撼多久，苍蓝剑宗大船送阵前便亮起了一道微弱光华，接着一个年轻身影忽地出现，头上顶着 ID 林晓，不少人直接眼红。这个 ID 经历5大榜单、秘境首通以及刚才的榜单更新，早已深深刻在了每一个玩家的脑海里。不羡慕不眼红是不可能的。而看着周围玩家的眼神，林晓却并没有直接离开，表情更是淡定无比。见他如此淡定，终于还是有人忍不住了。大船送阵附近，一名粗犷男子抱胸走前一步：“喂，那个叫林晓的，我只说一遍，把你身上的装备都给本大爷交出来，否则有你好看。”林晓闻言斜睨了他一眼，接着一声嗤笑：“傻逼，我抄你大爷的！”粗犷男顿时怒起，提起手中的砍刀就朝林晓挥去。然刀未曾至，叮的一声脆鸣，却先一步响彻周遭。继而只见那粗犷男踏步猛退，下一刻身上又燃起了熊熊烈火。23678，灼伤，秒杀，死一般的寂静。这一幕太突然，突然到没人立刻反应过来。NPC 们也不为所动，毕竟是粗犷男先挑衅也先动手的，林晓不过是出剑反击而已，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我靠，这什么伤害啊！沉静片刻后，终于有人愣愣地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也如深水炸弹般轰然炸开死寂潭水。刚刚那个人可是筑星6阶啊喂，一剑秒2万伤，那是什么技能啊？哪有那么快的技能啊？平 A 吧，你他妈搞笑吧？平 A 2万伤。之前听一个在千秋公会的朋友说，这个林晓的伤害高的离谱，现在看来的确是真的啊。干！人群激昂，说什么的都有，但基本上都绕不开刚才那2万余伤害的一剑，足可见林晓这一剑带来的震撼有多强烈。而一剑秒杀粗犷男之后，林晓也是手握长剑斜指出去，还有多少人眼红的，一起上好了。态度之狂傲，让得不少玩家都是咬牙切齿。玩游戏的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基本也都是心高气傲的居多，哪里听得惯林晓这种话语？操！一起上啊！他能秒一个人，还能秒一群人不成？对，就是啊，他刚才用的肯定是高爆发的技能，那种技能至少有10分钟冷却，没那么快好的。还等什么？杀了他！那一身装备只要爆出来一件都是赚的。听着这此起彼伏的喊声，林晓不由紧了紧手中长剑，一对一群只能平 A， 多少还是有点压力的，指不定人群里就有什么难搞的家伙啊。而且听起来这里边似乎还有人在故意起哄啊。不过不怕死就尽管来好了。少年持剑轻震，来一个小野秒一个，来一群小爷我秒一群，看看是你们人先死光，还是我剑锋先遁。操！真他妈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是吧？一起上，轮也轮了他。第100章，卧槽，这个帅啊！教练我想学。古语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这些玩家选择对林晓出手时，他们的结局便也注定了。眼见大群玩家一拥而上，少年手中断锋切绕上雷光，腾起真黄之火，下一瞬斩出一道弧形剑光。风！火焰劈链上跳动着雷光，一扫过去便是大片大片上万的伤害。这些玩家普遍都有筑星5阶到6阶的程度，可惜要么是用普通筑星丹，要么干脆连进阶突破都没选，可能撑住林晓一剑。劈链在前开路，少年动作也并未停滞，雷光剑气一道接连一道地斩了出去，而围攻他的玩家站位密集，根本没多少闪避的空间，躲不掉就只能扛，而扛不住就是直接被秒。哈哈哈哈！就这，平 A 打群战是很难，可怎奈何他攻速快，还能远程平 A。无论是哪个方向，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在林晓高达 155% 的攻速之下，没有一人可以突破雷光剑气阵。而那些远程职业砸过来的攻击，也在他247点敏捷外加 112% 的移速加持下，无一道能够命中。忽然，少年跳上了天空，身体螺旋转圈的同时向下狂甩剑光，干脆把平 A 当成了技能来用。平螺旋式雷光剑落 A。 林晓忽而兴起，给自己的技巧取了个名字，咋说也100章了，得取悦一下读者老爷们不是？底下的玩家们愣住了，我尼玛，有这种技能的吗？哪个宗门的？你个傻逼吧，他不就是苍蓝剑宗吗？某个猫在远处的玩家满眼放光，卧槽，这个帅啊！教练我想学。教练，
我特么也想学。那位玩家的朋友直接吐槽，不对，为什么他能飞啊？我们都不行。现场终于有盲生发现了滑点。没错，正常情况下，筑心镜是不可能飞到天上的，当然，体质效果除外，但能在筑心镜就飞上天的体质少之又少。否则为什么龙皇圣体能成体质榜首？不过灵晓的踏空而行也是有限制的，目前而言，纵向高度最高就是10米，但好处是可以完全发挥敏捷值，毕竟这并不算奔跑，不会受到奔跑极限的限制。看到灵晓都秀上天了，千秋公会处，杜旭康牙都快咬掉了，但他熟知九州的规矩，并没有让公会成员也跟着涌上去。本以为山洞人海可以对付灵晓，可他到底还是想多了。这就像一群蚂蚁在对付大象，数量再多，蚂蚁还是蚂蚁。这家伙的技能也太恶心了。杜旭康暗骂一声，想刀掉灵晓的眼神根本就藏不住一点。稍安勿躁啦，杜老哥，等会找个机会放我上去跟他对线，到时候还不是随便拿捏？嘿，那就看秦老弟你的了。话虽如此，可不知为何，杜旭康却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随着时间流逝，这一边倒的秒杀局已经让不少玩家都觉得心悸。半空中的灵晓就宛如一个永动机，根本就不会累。他的灵力就用不完的吗？有人忍不住喊了一声：“尼玛的索兰挂，还无冷却！”卧槽啊，这绝对是挂！官方亲儿子吗？他是。半刻钟有余，总算有苍兰剑宗执法队见事态不对，赶赴现场制止。为首的那名弟子长剑向前一指：“全都给我住手！剑宗山下修的私斗，违令者罚3日内不可踏入苍华峰范围1步。”喝声落下，红着眼的玩家们这才堪堪停手。3天不能进入苍华峰，意味着他们有3天接不到苍兰剑宗的日常任务，资源就要压后3天。玩了这些天9周，他们又怎会不知这些资源的重要性？见这些玩家纷纷停手，林晓也从半空落下，面向那执法弟子双手作揖，多谢师兄前来解围，师弟感激不尽。虽然全程都是他在秒杀，但人家既然出面了，该到的礼数不能少。哼，林高徒客气了，方才那一招螺旋升天，便是师兄我也仰慕不已。他日若空，还要向高徒请教一番啊。好说好说，掌门的弟子，寻常弟子自然要称高徒，当然辈分大一些的直接喊林师弟也不是不行。之前眼红的玩家们见到林晓跟 NPC 的关系也这么好，眼底立时再生血色。9州的 NPC 是什么？那就是衣食父母啊。认识的 NPC 越多，接到的任务可能就越多，得到的资源自然也就越多啊，甚至还有可能接到隐藏任务。这林晓怕不是开着作弊器在玩游戏吧？拜别执法弟子，林晓的眸光也是瞥向了广场某处，一个让他魂牵梦萦的身影正在那里。接着他再次走进传送阵，似是故意搬道：“这位师兄师弟欲往北疆林区，有劳了。”林晓一边说，一边从苍兰界里取出了10枚下品灵石。传送的费用不需要那么多，而剩下的自然是作为小费了。那名弟子见此也是喜笑颜开，呵呵，师弟大气，入阵即可，一切有为兄操持，尽可放心。有劳。稍作静揖，林晓也是迈步走了进去。传送之前却是给柯云岑发了条消息过去：“林晓学姐，我这还有个任务要去搞一下，你先到稷明云化州苍华峰等我，或者去找小安，等我任务做完，咱们在一起打秘境。”柯云岑秒回：“柯基腿很长，那我的几来？”林晓一眼过去，嘴角又浮起一抹玩味笑意，回应道：“林晓，不是在我裆里呢吗？”30秒后，柯基腿很长露出虎牙点 JPG， 你再说，不想要了是吧？林晓，嘿嘿嘿，不逗你了，我真有个任务，对咱们打副本有帮助的，乖哈宝宝，摸头点 JPG。柯基腿很长，撇嘴点 JPG。林晓莞尔一笑，随即撤去了聊天界面，走进传送阵。广场中的杜旭康见此，还是下定了决心，北疆灵地是吗？就算是说给我听的，这次老子也要扒你一层皮下来。秦老弟，我们走。第101章，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北疆灵地，既名北疆，自然是在云华州之北，此地毗邻太行州，属无主之地，也算是一个灰色地带了。林晓到这里来的确是为了任务。当时任务主的原话是：“我曾听闻此去以北有数明道，若以其数将为符纸，所化之符威能也可更上一层。客人若去替我寻来一段，这符法便算是谢礼。”没错，就是他为击杀敖狠前去购买现优符时，那位店主给他的隐藏任务。副职业符师，9州有许多副职，符师、铸造师、工匠等等，每一个都作用极大，处理好了，对主职业的战斗力更是大有裨益。同时，副职业的产物也是赚取资源的途径之一，算起来都割了人家老板好几天了。林晓哑然失笑，接着神情一转，顿显冷冽，不过还是先解决一下眼前的麻烦好了。
少年话罢，转身便挥出一剑，刺！雷光迅涌，立时劈在了一名玩家身上。10626，秒杀！哎呦，我操！离那名玩家不过1尺远的另一人登时被吓了一跳，什么鬼伤害啊？随便破万吗？这一刻，他对自家会长冻林晓的决定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特么的，这种伤害怎么打啊？刚刚赶过来的杜旭康也抽了下嘴角，接着立刻换上痛苦面具。林晓，别他妈欺人太甚了！欺人太甚！少年轻甩长剑，满脸嘲讽，跟狗皮膏药一样的是你，又菜又爱玩的也是你，却反过来说我欺负你，你特么的！杜旭康咬牙切齿，等着，有你好看的呀！好啊，我等着的。林晓满脸戏谑，那眼神肆意有所指，看得杜旭康是眼角直抽，加之最近身边的风声还越发紧张，他都不由得心想：难道不可能吧？他不就是个大学生吗？正当杜旭康思绪万千时，其身后一头顶淡红色短发、五官略带痞气的少年却是双手插兜走上前来。杜老哥何须烦躁，有我擎天楚在，这等人物不过跳梁小丑而已。杜旭康立刻回神，嘿嘿，那就有劳请老弟了。听到两人话语，林晓也稍微正了正神，这就是杜旭康为什么又敢来找自己麻烦的原因了吧？之前在惊雷平原只是巧遇，这次对方可是主动。不过他却是嗤笑一声，看着杜旭康，天青城外，百花谷，惊雷平原，一而再再而三，你这傻逼究竟要被我秒多少次才甘心？我特么！杜旭康骂声未落，擎天楚却直接开口抢过话茬：林晓是吧？今天此刻我擎天楚在这里，你就蹦跶不起来？劳烦杜老哥组织一下，直接总攻吧。听到这话，杜旭康虽然有些不爽擎天楚打断他骂人，但还是下令组织了起来，毕竟是有求于人。林晓则眸光轻动，注意着那擎天楚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周围的其他玩家。而就在这些人把他围在中间后，那擎天楚忽然高举右手，摆了一个自以为很帅的破丝后，逼格满满的喊了一声封禁领域。声落，一个透明光罩立时将包括林晓在内的所有人完全笼罩，半径大概是30米。然后好像没有然后，就这？林晓满脸问号，擎天楚却得意满满，什么叫就这？你没发现你的技能已经用不了了吗？哼哼哼，这就是本大人的先天体质封禁灵体，封禁领域内的所有人，除非我允许，谁也用不了技能。林晓满脸的问号又变成了无语，他抬头望天，似问：能不能不要再给我安排这种局了？可这小爷我学不了技能这一点使劲薅呗，学不了技能怎么你了？变招法的戳我痛点啊！真的很无趣啊喂！黄长剑挥舞，一道火雷剑光也在下一刻直飞杜旭康所在。然而休伤无主，汪海大喊一声，猛从背后将一面盾牌掏出，朝着飞来的剑光就顶了上去。剑光与盾碰撞的瞬间，伤害词条跟着浮现：致命守护，负6179。嘿嘿嘿！汪海刚想笑出声来，结果真伤，负500。斩杀！嘿，我黑你摸啊黑，像个傻子一样。林晓翻了个白眼，这会也是明白了过来，汪海的那面盾牌应该有抵挡一次致命伤害，然后为其保留部分血量的效果。汪海挂了，但那盾牌却留在原地，显然是因为死亡被爆出来了。杜旭康有意帮他捡起来，可现在所有人都在战斗状态，是无法捡取物品的，他也只能干看着。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眼见汪海就这么挂了，擎天楚登时大叫起来：你怎么还能用技能？我已经用封禁领域罩住你了，这个游戏有 bug 吧？林晓都稀得搭理他，振臂一挥，凌然剑气便落在其身。真伤，负14273，秒杀！擎天楚一死，那透明光罩也跟着消失了。杜旭康直接瞪大了眼睛，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还能用技能？技能！林晓嘴角疯狂抽搐，我套你猴子的技能啊！老子这是平 A 啊，你听明白？这一声吼，他已经是气急败坏了。平 A， 杜旭康目自欲裂，你一剑打出来1万多血，你告诉这是平 A？ 老子九州第一，独揽3大榜首，平 A 堪比大招很合理吧？反正你爱信不信，我这就是平 A。我他妈295点防御，295点啊，又给我秒了。林晓文言不由思忖，讲道理，这次不算秒，有2行词条呢。千秋重，这有什么区别吗？毫无疑问，这是汪海那条舔狗整出来的死动静。至于林晓为什么会听到，那当然是耳背哥的功劳了。接着没多久，林晓，你特么给我等着呀！又一道声响传来，林某人掏了掏耳朵，
资质还不错，你们公会果然是游泳队啊。第102章，又是个被魔宗渗透的山寨。林小，杜旭康目眦欲裂，我发誓，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你就搁那无能狂怒吧，再来几次结果都是一样的。林小闻言，直接递去一个鄙夷的目光，又道：这次你自己选，想被我砍哪里啊？看在老顾客的面上，砍一刀送一刀哦。千秋重嘴角狂抽不止，神特么砍一刀送一刀啊！就你丫的伤害那一刀，他能送得出去吗？这回杜旭康也没有高喊工会成员一起上了，因为他知道没用，与其全都扑上去让林小秒了，还不如自己灰溜溜的败走，还能省点零食。我们走。说完，杜旭康扭头就要离开，但慢着，你还想？哇靠！杜旭康刚一回头，入眼就是一道雷光劈裂，根本就没给他留下反应时间。12856，秒杀！少年缓缓收剑，走那么急干什么？我们关系这么好，不砍也是会送你一刀的嘛，收好。千秋重，果然，会长每次跟林小对线都免不了被秒，这都已经是第4次了。后面林小道也没有为难千秋工会剩下的人，那里边大部分都是杜旭康从他老爹公司拉来的打工人，没必要赶尽杀绝。人散鸟尽，林小也走过去，将之前爆出来的盾牌捡了起来。吞灵云虎盾战盾，以稀缺金属吞灵铁铸造而成，自带吞灵特效。吞灵战斗时，若来项攻击强度不超过自身一个大境界，战盾将吞噬该道攻击所含灵力，但若该攻击超过自身总血量，血量值将直接扣至1点。品质紫，要求炼体境以下可用。嘿，还是件灵品紫色的战盾。事实的确如林小所料，汪海就是因为这面盾牌才没有在第一时间直接挂掉，因为真伤是最后结算的，又因盾牌的关系产生了一丝延迟。可惜炼体境以下可用的限制让他没能登上装备榜，否则以这盾的属性，价值还是很过关的。怎么说也是保命盾牌啊。不错，小爷就不客气的笑纳了。如果这盾牌是杜旭康花钱买来的，那估计也得砸出去大几万了。香的嘞。将盾牌收入苍兰界后，林小也是正式进入了北疆灵地。北疆林间小道，少年驾着马车一路缓行，车后拉着2道长长的车辙，些许烟尘因为木轮震动的关系飘散在空中。此时正值初阳爬升之际，刺目却并不炽热的阳光斜射下来，暖意十足。马车上的少年当然是出来此地的林小了，至于马车怎么来的，在路上遇到这马车时，林小用2块下品灵石就换了过来，原主差点把他当成财神爷给供起来。与北疆林地这种灰色地带，山匪是时有的，驾车穿越这些山林本就危险十足，加之原主的马车本就只是拉货，2块灵石把他的货和马车都买下来，绰绰有余，何乐而不为啊？若问林小为什么买马车，那当然是说灰爱。一道破空声刚至，车前马便尖笑着应声侧倒，腹部显然多了一支羽箭，鲜血淋漓。少年步伐于空中轻踏，继而一个后撤步就落在了小道上。抬头目望远处袭来的几道身影，那就是他买马车的原因了。北疆林地范围极大，盗墓又不是随处可见，与其自己漫山遍野地找，还不如搞点免费的劳动力帮忙呢。不多时，那几道身影已经来到了林小身前。哟，居然还活着！为首的长脸男一声痞笑，那小子把值钱的东西都给老子翻出来，省得我麻烦，过后便留你个全尸。北疆林地无法已久，这里的山匪早就不屑于买路财了，遇上了直接就是硬抢，照单全收。你若给，幸运时还能留得性命，若不给，下场自然只有死。你在跟我说话？林小脑袋一歪，表情淡然。屁话，这里还有别人？山匪喝道，休要多言，速速将值钱的东西全部给老子翻出来，再多说一句，莫怪爷爷见快。哦，是跟我说话就好。林小答非所问，那山匪也是歪了头。你在说什么鬼话？是跟我说，我就不会砍错了人。说，话音一落，少年身形瞬动，鬼影步直接催发到10米位移的程度，一瞬间就抵达那山匪面前，继而剑光一闪，真伤，负9942，秒杀。林小缓缓收剑，看来你的剑并没有我的剑快。此刻与这司一同到来的另外几个山匪，腿脚都要吓软乎了，一个个原地退了几步，生怕林小直接拿他们开刀。谁知他却开口问话，我问你们，这附近最大的山匪窝点在哪？剩下的山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终还是离林小最近的那个支支吾吾的开口说道，就在山腹。哦，寨主实力几何？大当家的
筑星巅峰，筑星巅峰也就是筑星9阶，只差一步炼体的实力。带路！山匪小兵何敢不从？连忙就走在前头引路了。北疆山林腹地，刚靠近这边，一股浓烈的阴冷气息就扑面而来，不是北疆的冷气，而是源自阴暗，或是魔气，或是阴邪的灵力。我这运气！林晓不由得咂了咂嘴，这恐怕也是个被魔宗渗透了的山寨吧？但仔细一想，天青城那边都被渗透过了，北疆这种无法之地就更逃不掉了，好吗？不过前期渗透进来的应该都不是什么尖兵，或许有的打，而且来都来了，不这儿退更显怂。你们几个自己先进去。林晓停下脚步后吩咐了一声，那几名山匪小兵自是不敢抗命了，只是走得战战兢兢的，就像怕前者会在背后偷他们屁股似的。看起来这几个小兵似乎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想到这里，少年不由得好一阵恶寒。超，总感觉局部温度下降了，是怎么回事？第103章，搁着跟我极限拉扯呢。魔宗渗透，其他玩家或许不知为何，但林晓却清楚得很，其原因就在于刃剑大会。不错，就是本次更新里的活动预告。这些个提前渗透进来的魔宗，都是为了给本宗打前站，目的就是9州100年一届的刃剑大会。天青城外也好，这北疆灵地也罢，都只是那些魔宗的据点之一，并非唯二。管你是龙是虎，杀了就是。山林腹地，虽然搭建方式很随意，但这山寨围篱也超过了3米高，皆是以原木削尖，直接戳进地里，再以藤条编起。寨子里的起居处也差之无多，整体风格透露着一个唯一主题：随便。寨内最大的一间木屋里，宽大的木椅主座上却不是这座山寨的大当家，而是一个面容有些暗沉秀气的男子，两缕紫黑色的长发一左一右，活似跳蚤触须，身形更是凸显一个枯瘦，可其身上却是时刻散发着炼体境的气息。在这种边疆区域，炼体境已经是很高强了，实力强大的身至何处不是贵宾，又怎会被逼到边疆占山为王？今日的美人呢？秀气男友眼皮稍抬高了一些，半咧着嘴角，怠慢了本大爷。你等是知道有何下场的，依稀依稀兮兮。是。山寨大当家连应几声，接着转身快走几步，朝一名手下问话道：铁柱他们3个呢？大当家的铁柱、铁虎和铁鸟3兄弟一早就跟3当家的出门劫道去了，而今还没回呢。那名手下赶忙小声应话：妈的！大当家暗骂一声，这位爷今儿个怎地大清早的就要搞啊？干什么呢？磨磨唧唧的。秀气男似乎是在等不及了，立时出声吼道。听到这声，大当家也急了，团转着干脆心头一狠，朝那手下示意道：沙子，你上。这沙子顿时一怔，接着满脸拒绝：大当家，打架劫道我能上，可这不一样啊，我不是上，我是背。总之，好了，之后再补偿你便是。你们2当家为了兄弟们至今卧床未起，能当大任的也只有你了呀。沙子，不，沙子连声拒绝，可却被大当家揽着脖梗，死往里推。不怕，就一会儿，你把自己当成个女人不就行了？沙子欲哭无泪，当年加入山寨的时候，你也没说过还得干这事儿啊。要早说，爷们怎么也不会进呢。沙子就这样半推半嚷的被大当家带到了秀气男面前。游郎大人，今日您便用他吧。秀气男游郎眸光微抬，哦，这不是沙子小兄弟吗？倒也是个难得的美人儿罢了，就你吧。沙子闻言顿时绝望，只能颤抖着走上主座，拉开了自己的腰带。但就在这时，外头却传来一道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的声音：阿狗回来了。沙子眼神一亮：游郎大人，您看，阿狗可是游郎大人的御宠，2当家之后就是他了，地位不亚于后宫贵妃，既然回来了，还有他沙子什么事儿啊？然而，风寒，那你快去休息吧，游郎大人那边有沙子陪着了。沙子登时愣住，又一次绝望。游郎这会也是等不及了，道：既然阿狗身体抱恙，还是你来吧，正好原因未散，可替我长些修为。沙子直接傻眼，心道男人有个屁的原因呢？你在逗我？而正当他准备认命时，铁柱、铁虎、铁鸟，你们回来了。沙子又一次燃起了希望，如果阿狗是贵妃，那铁家3兄弟就是3正妃。他抓住裤腰带的手又稍微紧了紧，应该不用了吧？然而游郎却大手一挥，哈哈哈，回来的好，铁家3兄弟还有沙子4人一并好了，本大爷今天也潇洒一波。沙子，搁着跟我极限拉扯呢，到底还是躲不过啊！谁知下一刻，简陋的木屋恍然扑隆一声，继而墙壁上突兀的出现了一个 X 型缺口，爽朗笑声遂至。哈哈，好个魔道宵小，光天化日行此勾当，潇洒！
小爷送你去十方阎罗处潇洒如何呀？谁？突来的状况让沙子狂喜，也让游狼震怒而起，浑身炼体境气息显露无余。没多久，砰隆，巨响升起，木屋彻底坍塌。40邪阳透过破口投射而入，一道手持长剑的年轻身影随之飘然而至，气息不强，但却逼格满满。九州一个时辰有4个小时，我云华州什么时候容许你等魔道鼠辈踏足了？尤其还是天鹰门的断袖鱼桃之辈，而这等烟杂陋痞也可为人子？游狼枯瘦骨拳握住，额头上也是一道又一道的青筋暴跳而出。他们这些人最恨、最忌讳的就是此类言辞了。可游狼也无此反驳，只阴狠着道：“既知我出身天鹰门，还有胆放此绝词？小子，报上名来！小爷的名字，你这烟杂还不配知道？狂妄小儿！”游狼目露狠色，区区助心也敢如此目中无人？真当我天鹰门是什么不入3教9流的屁地吗？便让尔认清一下境界的差距。游狼话音才落，枯瘦的身姿立刻如幽影般袭来。天鹰门主打一个邪门歪道修炼快，但修炼的是什么心法却不一而同。看游狼的手段显然是刺客向的，而林晓嘴上虽然狂词不断，但那是膈应游狼的，并非是不重视。毕竟是炼体境，总会有些手段的。就在他飞身而来时，少年的身影同时动了。游狼在距离仅剩最后几米时，身形突然消失，而林晓一样如此。前者手中短笔骤然扑空，惊讶的同时连忙转身回望，却见一道劈链直冲面门。游狼连忙抽身要退，可剑光的速度却超过了他的预料，危急关头还是一道护体黑气替他挡下了攻击。词条立时跳出：免伤复灵。第104章，不是吧？现在一剑命中却没有砍出伤害，少年并不意外。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保命方式，刺客这种擅长近身搏击又皮薄肉脆的角色，若是一击直接重伤了，林晓反倒才要奇怪。当然，不会玩的新手玩家除外。虽然伤害为0，但并不妨碍林晓获取对方的属性面板。姓名：游狼，种族：人族，职业：魔道刺客，境界：炼体1阶，宗派：天鹰门，血量31200 31200，力道577，灵慧186，防御201，敏捷218，会心31，护心40，武器幽魂短笔。次要角色以后不写心法和身法没有意义。看了眼对方的属性，林晓立时心中有数。相较之前在惊雷平原遇到的陆千生，这个游狼明显次了一些。但炼体终究是炼体，这力道值还是别被轻易打中的好。对方的防御和血量倒是可以作为进攻切入点。另外，敏捷也是己方占优。狡猾的小东西，自护手段少了一个，游狼心中狠意一时激增，真以为自己能够游斗炼体吗？太天真了。冷喝声落，其手中刹那射出数道黢黑灵力，如那飞射的短笔一般。不明其事下，林晓可不敢应接，只是迅速甩出真皇之火剑气，继而快步侧闪。只见黄火剑气与那灵力短笔碰撞的瞬间，呲，如滚烫热油浇在冰鲜的凉菜上，两个极端碰撞，唯有更甚者才能取得上风。而这波比拼的结局则是，什么离谱的火焰！游狼的黝黑短笔直接被黄火剑气烧了个一干二净，但真皇之火也在空中被消耗一空，再无向前之势。平局？不，应该是真皇之火更胜一筹。毕竟双方隔着一个大境界，如此差距却还能烧干那黝黑短笔，可见那股灵力也属邪祟。用烟杂行径修来的，又怎会是干净东西？可以送你去见十方阎罗的火焰。少年轻喝升起，手中之剑亦是急速斩出，每一剑都是真皇之火剑气。既然确定了有用，当然不能放过这上天赐予的优势了。他可太喜欢魔修了啊！10个有9个怕火烧。虽然不像敖狠那种先天邪祟会多吃50%的真伤，但能够克制对方的攻击就已经优势十足了呀。游狼毕竟是刺客，身法还算过关。真皇之火剑气是极快，可在身法的加持下，游狼的步伐也并不慢。加上身为刺客有一定的位移能力，战局暂时还没有太过局迫的情况出现。甚至游狼还有空闲反制林晓。当然，以后者的敏捷，游狼根本打不中就对了。1击10击，屡屡未中，就是游狼也有些心态不稳，立时狰狞着喊道：“都愣着干什么？给本大爷上啊！”局部失而复得的沙子听到这话，内心直接就崩溃了。不是吧？现在，噗！一名山匪忍不住笑出了声，游狼也跟着嘴角一抽，不是那个上，是帮本大爷一起上，弄死这个家伙啊！只是林晓却是一剑劈在地上，剑落，身喝出，隐隐还有雷光跳动，
若是想死，随时可以攻上来。山匪们一个个都愣在了原地。以林晓此刻散发出来的气势，山匪们并不觉得他是开玩笑，跟游狼都打得有来有回的，实力能差劲了。日前游狼渗透进来时，山寨又怎会没有抵抗过？至于结局，还用说吗？大当家成了传唤大太监，二当家成了后宫之主，更有不少山匪直接化身妃嫔，要多屈辱有多屈辱。可为了活命，又能怎么办呢？而林晓既然能跟游狼战得焦灼，哪怎会是他们能对付的？见山匪们一个个战战兢兢，游狼又一次盛怒，登时厉喝：若敢不从，日后必令你等付出惨重代价。大当家手捏长刀，脸上神色是变了又变，显然他在考虑帮不帮。从潜意识里，他是希望林晓干掉游狼的，虽然他们有可能会反过来死在林晓手中，但也有几率能活下来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林晓继游狼之后跟着开口：别天真了，听从此魔道宵小后呢，继续当那屈辱的炉鼎吗？林晓的话无疑如一道重锤砸在众山匪心头。是啊，如果游狼赢了，那他们的日子不还是跟之前一样吗？每天都要为了局部安全拼尽全力。见自己的话起了效果，林晓赶忙继续开口：帮我杀此魔道鼠背后，仅需替我寻来一物，这山寨如何我不管。他来北疆灵地是为了找盗墓的，买下马车引来山匪也是为了找劳动力的，这些资源能不杀当然还是不杀的好。果真吗？山寨大当家已然是异动了，可下一瞬黢黑短笔却是迅即飞去。大当家瞳孔一缩，完全没想到游狼会这么突兀的出手，是想把他当成鲲杀给猴儿看吗？然而林晓可没有一刻松懈过对游狼的警惕啊，怎会放他如意？黢黑短笔刚出，火雷劈链就跟了出去，直接从侧面将之劈散。火雷剑气焚烧邪祟的效率虽然不如完全的真黄之火，可它速度快啊。造成阻碍的那一瞬，以大当家筑心9阶的修为，要避开还是很轻松的。事实也却如林晓料想，那黢黑短笔并无法达成所愿，被山寨大当家一个侧跳闪开，落在地上。游狼立时怒起：你等真要反抗于我？大当家此时也看明白了，在游狼的眼里，他们就是工具及泄欲的肉炉，随时可弃，未完成目的也随时可杀。为这种人搏命，赢了之后情况未改，屈辱照旧，反倒不如拼一把。若将之诛杀，大伙可就真的解放了呀！游狼大人，是您先不仁，便勿怪我等不义了。大当家找了个借口，当即摆出战斗姿态。他的实力虽是筑心9阶里垫底的，可如今有林晓在此，他只需略阵即可，何难之有？兄弟们，愿不愿与我搏这一把？林晓见状，暗自嘿笑一声，这游狼太过滑溜，有人帮忙略阵，他的胜算便也大了许多。有何不愿？兄弟们，一起上！第105章。是啊。威胁的阳光透过稀疏云层，洒落整片北疆林地，偶有微风吹拂，惹人浑身寒意做作，更显这北地寒凉气候。地面上些许飘荡的杂草更添萧瑟。就在这般光景中，数道身影正交错着飞掠。叮！破败的木屋中，叮光交击之声更是不绝于耳。随着战斗持续，游狼纵使有着炼体修为，以一敌多也有了颓败之势。近处有一众山匪，远处有林晓，便是身手敏捷的刺客，又能如何？虽出身天鹰门，可也不是核心弟子，不过一介打前站的。你等小儿，真当我游狼是泛泛之辈吗？又被林晓一道剑气逼退，游狼不由咬牙恶狠狠道。谁知林晓闻言却略作思忖，沉吟了片刻，才缓缓道：是啊。游狼，不是，这种时候你不是应该回答还有什么本事就尽管使出来的吗？是啊，是什么鬼啊？少年这时却将长剑指去：好了，我还有事要忙，这场游戏就到此为止吧。你这厮莫在目中无人了。林晓的态度在敌对方的游狼看来无疑是深深的侮辱。炼体境被一介筑心境如此轻视，简直是世所罕有。若是传了出去，他还如何在外立足？是不是目中无人，你很快便会知晓。话罢，林晓也不跟他废话了，手中之剑直接切角斜劈，2道剑光便如 X 形飞出，速度之快令游狼都只觉眼前一晃。刚想闪避，身后却猛地再起变故。这鬼影步，林晓只在一开始闪避游狼的攻击时用过，后来都没再催动，以至于在交战中，后者都忘了有这么一回事。而至于忘记的下场，会心负31199，灼伤、出血、麻痹、幽魂残影。幽魂替身受到致死伤害时保留一点血量，残影替劫，清除所有异常状态。瞬发龙人态的林晓见还是没能杀了这厮，眼角也是不由得一抽。好个魔道刺客，保命的手段是真多啊！刚刚那一剑已经是最好的机会，他算足了伤害，完全可以打出来3万2以上。可惜
游郎这保命手段似乎是被动的，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下了他的小命。你这小子！一击不死，游郎立时抽身暴退，拉开了足足100米距离。这足以给他安全感，但他的攻击却无法再命中林晓了。显然，他已经被林晓刚才那一剑吓到了。只剩一点血，体现在 NPC 身上就是重伤，但游戏设定一点血仍然可以反击，自然就不会是动不了的重伤。不过，再承受不了一击却是事实。怎么想跑？林晓冷声嗤笑，100米距离不算远，但也不近，他能用的只有流云遁，而且逃遁法反着用对于 NPC 来说意义不大。你的敌人明明在优势，却忽然在你面前消失，换成是谁都会立刻警惕起来吧。这方法也就对那些灵智不高的怪物灵兽而言有用。游郎闻言不由咬了咬牙，他的确是有了逃遁的想法，一个能一击将他毙命的家伙，换成谁不会警惕？但他嘴上可不会认怂，一个小小山寨，有爷爷我还不看在眼里，你要便拿去好了。说罢，游郎直接身化暗影，远遁而去。林晓也懒得追，首先是游郎并不属于那种核心弟子，就是杀了他身上也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其次，天鹰门位列暗流州8大魔宗之一，林晓现在实力不强，直接得罪8大魔宗不理智。虽然之前跟同为8大魔宗之一的黑魔宗有过牵扯，但那并不算是正面得罪。可若他杀了游郎，这两子可就真是结下了。而见游郎遁走，一众山匪们也是颓然的松了口气，这日子可算是到头了。但大当家却没有忘了自己的承诺，走至林晓面前道：少侠，我虽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但总也是言而有信之人，不知少侠要寻何物？这北疆虽大，可我这寨子也有几十号弟兄，全扑出去，1日之内定有消息。林晓自然不会客气，他搞这一波就是为了弄劳动力的。北疆灵地他并不熟悉，前世也只是在大地图上见过而已，毕竟他那会是虚灵州玩家，就算大地图开了，也不至于跑到这边来刷怪。我曾听闻这北疆有一墓名道，大当家的可见过？盗墓？大当家闻言一愣，他没想到林晓这么大张旗鼓的过来，只是为了找一块木头，倒是见过。不过北疆虽大，盗墓却是罕有。此话刚落，大当家便又补充了一声：但少侠放心，我弟兄数十，也有大概方向，找来盗墓应该不算难事。大当家的这话，林晓也是听明白了，他知道盗墓大概在哪，但不一定还有，毕竟是罕见的东西。那便劳烦了。有几十号人扑在山林里，找棵树倒真不是什么难事。加之倒区别于寻常陵墓，有自己的特征，几十米开外扫上一眼，也能看到大概影迹。不出1个时辰，4个小时，山寨里就有消息传来，找到盗墓了，而且是足足3棵活树。奈何一群山匪没什么收那类宝物，林晓只得亲自前往。等抵达时才发现，3棵盗墓每一棵都超过10米，宽也需3人合抱。林晓并未全取，只是选了2棵各取8分，同时留下了几个枝丫，这样可以让盗墓不死，继续生长。完整的那一棵则可以继续开枝散叶，落种令附近长出更多盗墓。取材不竭，方可源流不断。此乃9州共行的不成文的规定，当然也有人不遵，但都是些为人所不齿的小人。我目的已达，便就此别过。林晓将盗墓收入苍兰界后开口说道，走之前却又回头，苍天有好生之德，往后劫道时还是留人性命吧。人总不能卸磨杀驴，林晓能做的只有劝告。那大当家脸色尴尬，少侠此言有理，乌墨记下了。少年点了点头，继而转身离开。第106章副职业激活符师。黎南城一家符咒店面前，少年轻轻敲了下柜台。哟，客人。稍打着瞌睡的店家恍然一怔。时至54刻，最是爱犯困的时候，闲暇时难免会磕上片刻。不过当店家看清来人时，却是喜上眉梢。啊，是你啊！你见店家姿态，林晓也是反应了过来，忙道：我名林晓，双木林，日遥晓，苍兰剑宗弟子。哦，竟是剑宗高徒，失敬失敬。林高徒此番来是？林晓闻言笑道：店家莫不是忘了你我相约寻来盗墓，即把符法传于我。林高徒找到盗墓了？店家闻言一怔，呵呵，侥幸寻到了一段。说着，林晓也是将分成数段的盗墓取出一截，长约8尺，2.66米，差点没把眼前的小门店撑满了去。盗墓足有2颗，共48尺，分6节。林晓当然不可能全拿出来了，人家都说用到木纸画符能提升威力效用，他又不傻。但即便只有8尺长，依旧让店家眼睛一亮，连忙上前查看起来。不多时，好，的确是盗墓，与我在书上看见的插画毫无二致。林高徒费了不少时间吧？林晓汗颜，从接取任务到提交盗墓，中间确实隔了挺久的。呵，他回之一笑，费时又有何妨？符法可遇不可求，与我大有注意，自然是要上心一些。
他当然不会说自己是忙别的去了，那多少有点过分。哈哈，林高图肯如此费心，这符法交于你我也就放心了。话音未落，一本稍显古朴的册子已经递到了林晓面前。与此同时，他的脑海中也传来了系统的声响。叮！隐藏复制任务已完成。而当林小手捧符法古册时，副职业符师已解锁，是否激活？嘿嘿，激活！有游戏系统就是赞呐。这要是真的在9周里学习副职，又岂会是轻到激活2字就可以搞定的？激活成功！符师入门，已解锁入门及符箓数量6，可至副职页面查看详情。拜别那位店主，林晓连忙找了家茶楼，要了一壶上好的老茶后，打开副职页面，看起了自己现在所能制作的符箓。页面展开，却有6种符箓可供制作，分别是现幽符、辅助符。寄出此符，可令方圆10米范围内一切幽冥无所遁形。符箓血量为使用者自身的 50%， 击碎后失效。制作熟练度越高，可制作的现幽符品级越佳，列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极品现幽符将有附加效果。不同品级，符箓血量不一，列为50百分号、80百分号、120百分号、200百分号。不同品级，符箓品质不一，列为白蓝、紫橙。制作所需材料：絮灵符纸、导灵墨 X 9叶冥草。压制符、辅助符。寄出此符，可塑造一个半径为10米的圆形领域，领域内的敌方敏捷减1 10%，攻速、失速减1 30%，符箓血量为使用者自身的 30%， 击碎后失效。制作所需材料：絮、导、玄种花。强击符、辅助符。寄出此符，可塑造一个半径为5米的圆形领域，领域内的我方力道提升30点，攻击伤害增幅 1%， 符箓血量为使用者自身的 30%， 击碎后失效。制作所需材料：神力果。镇神符、辅助符。寄出此符，可塑造一个半径为5米的圆形领域，领域内的我方灵慧提升30点，攻击伤害增幅 1%， 符箓血量为使用者自身的 30%， 击碎后失效。制作所需材料：神慧果。涌泉符、辅助符。寄出此符，可塑造一个半径为3米的圆形领域，领域内的我方每秒恢复 3% 的血量及灵力，符箓不可击碎，存在3秒后自动破碎失效。制作所需材料：灵元泉。清心符、辅助符。寄出此符，可塑造一个半径为20米的圆形领域，领域内的我方神清目明、2分心无碍，可抵御同境界下的任何幻境幻术，符箓血量为使用者自身的 80%， 击碎后失效。制作所需材料：清心灵液。看完眼前的6种可制作符箓，林晓眉头稍微一挑，到底是入门级，所涉猎的范围还是有些局限。现幽符无需再解释，压制符属于限制类，强击、镇神以及涌泉都是增幅辅助，也是最畅销的符箓，符师副职也是在这些常用符箓上赚取利益。而最后一种才是林晓所需要的，他没想到古册中竟然就有，倒是省了一波找寻制作方式的功夫。清心灵液吗？确认所需后，林晓直接起身在桌上留下一块下品灵石，而后径直离开茶楼，往离南城最大的材料市场走去。在那里，基本上只要不是稀缺到100年难得一见的材料都能够找到，甚至一些罕见的材料，只要肯出钱，也会有佣兵小队负责去帮你找来。清心灵液虽不常见，可也不至于罕见。只花了2刻钟不到，林晓便找到了1扎12株。接着他又找到一处加工房，将一段盗木加工成面积同等的符纸，8尺长的一段盗木足足变成了近1000张符纸。这还是符纸要求较厚，否则数量必然更多。随后他便通过传送阵回到了苍兰剑宗这边，见到林晓抵达，虽然仍有玩家眼红无比，可却都忍住了抢劫的想法。一是惩罚太过肉痛，二是打不过呀，上去就是被秒，还是花式秒，玩个锤锤。苍寒峰顶，午间阳光炽烈，可这峰顶却依旧凉意习习，正所谓高处不胜寒。符箓制作材料为其次，最重要的还是灵纹的绘制。灵纹也才是符师这副职的含金量所在，可以简单理解为它跟刻在装备中的灵纹是一种东西，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林晓取出清心灵液，用石臼将之研磨成汁液，再混合导灵墨，变成了画符的墨水，导灵符墨。继而摆好符纸，回想脑海中的清心符画法，开始动笔。第107章现场直播。画符并不是简单的在符纸上画出灵纹就可以，而是整个过程都需要以灵力来作为媒介进行，一笔一画都要续灵。就梦之地也就简单级可以光速通过，困难级开始难度就会翻上好几倍，而清心符是通关必需品。3个9周时辰下来，林晓也是耗尽一身灵力，画出来足足300张。当然不是全都自己用，余下来的可以等他过了就梦之地其他难度，
体现出用途之后卖给其他玩家以赚取零食。准备完毕，林晓也不再等待，分别给柯云层和小安都发过去消息。小队集结，三人约在了大洲中心传送阵的位置。对于柯云层来说，相对友好一些，可以直接从古神州那边传送抵达。不多时，中心传送阵外便走出了3道年轻身影。九州里，三人还是首次聚集。一见到龙人态的柯云层，林雨安立时双眼发亮。哇塞，嫂子你好飒呀！嘿嘿，那可不嘛。柯云层脑袋一扬，虽然对于嫂子这个称呼仍然有细微的不自然，但也算是适应了。就是穿搭太容易引人犯罪了。林晓在边上悠悠补了一句，不过他倒也清楚，柯云层身上这个已经是龙族最保守的那种了。容易引人犯罪，完全是因为柯云层自身条件过于傲人，是容易引你犯罪吧？林雨安直接在旁补刀，我的个。林某人老脸一红，柯云层更是瞬间不自然。这个小安以前怎么没发现他是这种性格？被病魔限制了是吧？咳。林晓轻咳一声，诺，学姐，战戟给你。少年指尖光芒一闪，昆焰碎云戟赫然在手。柯云层立时双眼瞪大，连忙接过战戟，自身属性也是即刻上涨，37点力道值加深，算上原有的装备，提升无疑是巨大的。我的妈呀！臭小子，学姐我简直是爱死你了！小安，现场直播。小河岑，好了，进副本吧，趁着还没人手通呢。林晓直接施展转移话题大法。小安满脸的揶揄，看得出来他小小有些得意。接下来三人很快就拉了一个小队伍，随后有林晓选择进入救梦之地困难级，伴随光影流转，三人一同消失。没多久，剧情开始。咦，臭小子，这个秘境副本不用打的吗？我好像都动不了。小安也满是讶异。不过因为是首次进入副本的关系，两女没多久便都因为好奇被秘境剧情给吸引了进去。我去九州版天仙配。不对啊，嫂子，他们都是修行的，这也不是仙凡恋，应该是九州版的笑傲江湖呀。直到洛四秋暴起，连杀同门7人之后，不对，这是张小凡和碧瑶，好凄美的爱情故事啊！不过哥，这个秘境究竟要怎么打啊？林雨安话音刚落，三人眼前便同时浮出了一个通关失败，岑和安，这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究竟在打什么？两女此刻的反应也是大部分玩家第一次打救梦之地时的懵逼状态。剧看完了，这秘境就结束了。见他们这副表情，林晓也只是好笑了片刻，随后便开口解释起来。过关的节点就藏在剧情里，再来一次你们就都明白了，记得听我口令。话虽只是一知半解，但听口令行动，两女还是没问题的。接下来三人便再度进入了救梦之地困难级。有了林晓先前的提醒，两女都是聚精会神了起来，不再是一副看剧的心态。这也就是知道节点藏在剧情里，不知道的恐怕得刷上8遍10遍的才能找到不对的地方。可除非是简单级，否则就算是发现了，能否通关还是两说。因为简单级以上，无论你是从哪个节点进去，要打的都不只是洛四秋那一关。没多久，第二次挑战的剧情就来到了洛四秋对峙同门7人，而白莲一从木屋里出来的那一段。这次两女的心态都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略带审视。于是，我知道了，白莲一有问题吧？柯云岑兴奋到就差原地起跳。也就是这一刻，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能动了。哎，动手打白莲一！柯云岑的错愕声几乎和林晓的口令同时出口。不过他的反应也极快，身上气势瞬时腾起后，背后战戟立刻如雷光般迅击而出，同时口中娇喝爆抛雷戟，酣战高歌。小安也没闲着，光阵一开，林晓和柯云岑立刻增加了30点力道属性，血量也是同时拔高了1000点。下一刻，风行耳语也是同步施展，林晓更是直接鬼影步直接从观众席闪到了白莲一身后，与柯云岑抛出的战戟形成交击阵势。此时的白莲一脸上也是错愕满满。虽然是秘境，但在剧情里他也是有自己的意识的，这也是救梦之地的一大神奇之处。下一瞬，白莲一身上连跳2道伤害词条，真伤，误抗，负6756，灼伤，误抗，负3665。林晓眉头一皱，倒是忘了这一茬。不过白莲一的属性面板倒是跳了出来，姓名白莲一，种族梦魔族，职业魔术师，境界筑心8阶，困难级境界限制，宗派级别 BOSS， 血量286593980，力道111，灵慧409，防御190，敏捷120，抗性物理攻击 70%， 精神幻术 70%， 会心4，护心
33。武器：梦魂式心杖。啊嘞，梦魔！柯云岑大眼睛一眨一眨，这剧情应该是发生在纪明州啊，居然还有眼云州梦魔族的存在，很正常。别小看剑灵之体，当年可是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只不过后来眼云州突出重围，被其他大州默认可对剑灵之体出手罢了。林小咧嘴一笑，如果洛四秋修为再强，命数再硬，或许九州就要多一位绝强大修了。然而柯云岑一听，你怎么这么清楚啊？这第108章，你带我俩来打出辛巴。我看过攻略。林小再一次瞎咒，好了，打完再说。柯云岑满腹狐疑，不过却也没有深究，伸手一抓，战戟重新再握，下一刻便冲了上去。他的龙血狂暴每秒要扣1%的血量，可不能浪费时间。虽说白莲一可以抵抗70%的物理伤害，可他血量低，剩下的30%也足够他喝一壶的。然而林小却是心头发急，我去，等一下学姐。可惜已经晚了。梦寐缠缠。白莲一见柯云岑冲至，已然受伤的他连忙发动梦魔一族的特殊能力，以身法退开后轻喝一声，白色迷雾瞬间弥漫开来。这时洛四秋也反应过来了，没有选择攻击柯云岑，而是对着林小挥去一剑。少年却飞身退避，闪开了他这一剑。剑灵之体可以无视他的格挡，让攻击直接命中，更可以提升剑招的伤害。他一个只会平 A 的菜鸟哪扛得住啊？避开这一剑后，林小却是没有选择回击洛四秋，而是单手将一张米色符箓寄向柯云岑所在。清心符、辅助符，祭出此符，可塑造一个半径为20米的圆形领域，领域内的我方神清目明，不，2分心无碍，可抵御同境界下的任何幻境幻术。符箓血量为使用者自身的80%，击碎后失效。品质紫，要求无。此刻柯云岑那边白色迷雾将他笼罩之后，林小的清心符才紧随而至。到底还是晚了一步。手持战戟的柯云岑直接正在原地似那马般站着就睡着了。眼云梦魔一族最善使人入梦，如梦似幻，似幻如真，一旦不能及时摆脱，迎接入梦者的命运，便与死无异。虽然在秘境副本里不至于，但闯关失败是必然的。不过好在有林小景随而至的清心符，10余丈宽的领域刚一展开，被笼罩在内的柯云岑便恍然醒神。他扭头看了眼林小，好看的双眼眨了眨，却没有说话。接着手提战戟朝白莲一所在再次暴冲。敢让姑奶奶我做白日吗？那命啦！白莲一正神片刻，却也飞快地反应了过来。梦音声落，其身躯立时化作迷雾，在10数米外再次出现。他一个脆皮魔术士，哪敢正面去接柯云岑的狂暴攻击？虽然能免掉70%的物理伤害，可谁知道对面的上限在哪？上限只要足够高，30%也是会要命的。柯云岑一戟再次落空，砸落在地，可却并没有气馁，转而露出满脸笑意。就用你来试试，姑奶奶我的新招，6尺碎云。6尺碎云向前方挥出一道270度扇形岩爆劈链，造成自身力道值270%的固定伤害，并有3%的概率令目标眩晕，持续10秒，冷却时间3分钟。白莲一才刚刚用过梦影，哪里还有能耐躲避？他也着实没能想到，这么大开大合的武器，一击不中之后，竟能如此迅速地将攻击衔接起来。莫等反应，岩爆劈链已然轰击在身。啊！伴随白莲一一声惨叫，攻击造成的伤害词条也弹了出来，3192。这道伤害由柯云岑270%的力道固伤及碎云及30%的焰精灵会伤害组成，因此白莲一的70%免伤没能奏效。虽然不至于秒了他，但这伤害也足够高了。若换成普通玩家，这一下能打出来1000多伤害就已经是烧高香了。涟漪！洛四秋焦急着回身喊道，可也就在这一瞬，原本跟他对峙着的林晓却是突然消失。下一刻，3尺长剑于后方钻入，又从白莲一胸口径直刺出。呵！白莲一张口欲言，却一字难吐。继而伤害词条弹出，真伤，会心-32799，灼伤，出血，斩杀。咚咚，沉闷心跳声止，白莲一应声而到，龙人态的林晓也逐渐化归人形。涟漪！眼见心爱之人死在自己眼前，洛四秋急于崩溃，我要你等付出血的代价。少年却将断风长剑指去，人已死，梦也该醒了。哟嚯，帅哦臭小子！柯云岑在前面挑了挑眉，不过你这伤害确定没开挂吗？小安，难道就没人吐槽一下这边的7根人棍为什么动也不动一下吗？你都说是人棍了，还动啥？林晓哑然失笑，他们只是剧情牵动类 NPC， 到这一步就失去作用了，
你就当他们是背景墙好了。听到他这话，柯云岑眸中神情却又是一晃。这样啊。小安眼珠子滴溜一转，倒也没多想，只当是游戏设定了。然，说时迟，那时快，暴怒的洛四秋喊话声落，只沉蓄片刻即暴冲而出，挥剑先朝林晓所在杀去。毕竟他是那罪魁祸首之人。学姐小心，这哥们要发疯了。林晓侧闪一步，也不忘喊一声提醒柯云岑。果然，盛怒的洛四秋一剑未中，转身就朝柯云岑斩去。我去！柯云岑焦急睁眼，这家伙好快的攻速啊！我大，别挡啊！4045，剑灵破心，剑灵破心，护心值减益50%。林晓的话，柯云岑自然是听到了，可等他反应过来，洛四秋那一剑却已经斩在他身上了，显然仅那一刹是不够的。柯云岑一顿瞪眼，半管血就没了。什么变态啊！队友受伤，敌人信息也会相应公布在对屏。姓名：洛四秋，种族：人族，职业：剑修，境界：筑心八阶，困难级境界限制，宗派：擎天剑宗，级别 BOSS， 血量26830，力道443，灵慧121，防御159，敏捷117，会心9，护心23，心法擎天剑诀，身法擎云步，武器青羽剑，状态暴怒，全战斗属性提升50%，攻速提升100%，护心负200%。我去，筑心八阶！柯云岑立时瞪眼，臭小子，你带我们俩来打筑心八，有什么问题吗？岑和安，第109章。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帅，有什么问题？妈！柯云岑直接瞪大了眼睛，我们都才筑心5阶啊，我的哥！你说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天才啊，越阶而战很合理的好吧？林晓两手一摊，你刚刚杀的打那个也是筑心八呀，不也挺顺利的？那不是你杀的都一样。哪一样啊？嫂子，哥是我叫的，你不是应该说我嫡老公吗？小何岑，重点他是这个吗？呀！就在几人谈话间，暴怒的洛四秋已然再次发起袭击。如今知梦者已死，未能醒来者便只可能化作毫无目的的行尸走肉。虽强，但攻击毫无章法，会心值更是直线锐减。难打却能打，当然这也是仅对高我而言，普通玩家就是纠集一大群人组队进来，也只是给攻速大增的洛四秋当成瓜菜来砍而已。网游的高难度关卡本来就是供给高玩突破自身用的，刷资源的玩家打个简单即足矣。注意躲开他的攻击，这家伙是剑灵之体，攻击能无视格挡。林晓再次闪身躲开洛四秋的暴怒一剑，也不忘提醒两女一声。而这时的柯云岑也刚巧拉开距离。你当我傻呀？本姑娘这小脆皮也就只能扛2剑了。按理说龙族血厚，龙战士更不是脆皮，纵比不上肉坦也不至于2剑死啊。只奈何林晓带他来打的是筑心八阶，对他来说可能没什么，可对他来说，你们夫妻俩加油哦。林雨安在边上笑嘻嘻道，我就不上去凑热闹了。虽然他有攻击力，可他的攻击力只能说在这种战斗中跟他当时在十里峰谷时差不了太多，基本就派不上用场，甚至于对上洛四秋自保都费力，只能是远程给林晓和柯云岑丢辅助了。主要也是林晓，洛四秋虽然是暴怒状态，可他的防御经过增幅后也只是239点，4舍5入，距离林晓的力道上限还有些距离。柯云岑力道不差，只是如今才筑心5，不到残血也爆发不出体质的全部增幅。属性上虽然有差距，但以林晓的经验，放着风筝打还是游刃有余的。柯云岑也偶尔能在边上以燕京做袭扰，两相结合，战斗自是全无悬念。1刻钟不到，剑招杂乱无章的洛四秋根本难敌狡猾的林晓，被后者一剑一剑的活活磨死。只等他跪倒在地，救梦之地的剧情也是继续上演。到这时，两女才算是在剧情中看到了白莲衣的真面目，大叹洛四秋太傻，太可惜。最后，少年燃起符箓，曲终梦散。静谧空间里只留一宝箱，孤零零的。哥，这个故事是真的吗？林晓看了小安一眼，轻叹口气，啊，是真的，只不过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臭小子，你对这些真的好清楚啊。林晓眨了眨眼，不是说我看过攻略了吗？实际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多少有些心虚，毕竟同一个黄扯多了也就不灵了。是吗？柯云岑瞥过来一个审视的目光，但也没多说。而下一刻，三人的脑海里便同时传来了一道声音：恭喜队伍达成秘境救梦之地困难级首通，即将进行全服通告，
是否隐藏 ID？ 两女闻言立刻转头望向林晓，显然是在征询他的意见。不过后者却直接望天，不隐藏。岑安二人立刻会意，都是朝天空喊了一声不隐藏，心里也是暗暗沾喜。原来臭小子之前就是这样被全服通告的呀！突然还有点小激动呢。不多时，全体9州玩家的头顶上便传来了连续的3声通告：恭喜玩家林小柯基腿很长与安3人组队达成秘境救梦之地困难级首通，每人奖励声望加100点，全战斗属性提升 3%， 随机紫色灵品装备饰品 X1， 上品灵石 X20。特此通报嘉奖，恭祝全体玩家五运昌隆！恭喜玩家林小，恭喜玩家！相比简单级的首通奖励，困难级的总算是看得入眼了。声望且不提，3%的全战斗属性不算多，但再怎么说也是提升，基数提升了，一些倍率高的技能爆发也就越高。而紫色的灵品饰品部位装备，更是所有装备中最难爆的。上品灵石的价值更是无需多说。开箱开箱开箱！享受了好一会全服通报的喜悦后，柯云岑也是回过神来，小安，你来开？不开不开，我气运才70。林雨安连忙开口拒绝，70点气运平时刷装备肯定够用，偶尔还能当小欧皇，可在这种手通宝箱面前就完全不够看了。我撤草会母70还财，你让我一个气运29的情何以堪呢？柯云岑登时就破了防了，这不凡尔赛吗？淡定淡定，学姐啊，你脸黑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早该学会放下了。林晓在边上嘿嘿一笑，什么放下？柯云岑立时不忿，你让我怎么放下？不过臭小子，你气运多少？100啊！林晓还没开口，小雨安就直接抢走了画风，洪福齐天嘞！哥，你快开箱去，看看这次能开出来什么宝贝。柯云岑，砰！晴天霹雳的声音，100！反应过来的柯云岑直接双手插住林晓双肩，臭小子，为什么？林晓被晃得脑袋发昏，只得抬起手道，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帅。你滚呐！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读者老爷们，颜值都不低好吗？发泄过后，柯云岑也知道咆哮无用，先天气运从进游戏那一刻起就是已经决定了的，喊了也提升不了。你现在立刻马上给老娘滚去开箱啊！得嘞，您就等着看金光吧。第110章，自信点，是肯定会直接把你秒了。秘境中间，林晓将宝箱盖轻轻掀起，星柯云岑 X 卧槽！林雨安，我就说的你来开。林晓下划线，当你幸运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反而会希望自己偶尔能黑那么一次，毕竟是几率的事情嘛，哪能把币中来？币中的概率可以的话，当然要留到需要的时候了。不过中都中了，还能塞回去不成？宝箱里一共是1橙3紫4件物品，外加杂七杂八的一些东西。上品灵石是9块。林晓稍颠了颠，随后给柯云岑和小安2人一人递去3块，直接平分，同样没有给他们任何拒绝的权利。随后拿起宝箱里的一件紫装，灵救梦长袍衣袍，秘境产出，同系列装备穿戴2件及以上时可触发套装效果，血量加1350，防御加20，护心加2。救梦护心，战斗时可自动生成一面护心灵盾，灵盾可在穿戴者受到护心伤害时，免除因会心造成的额外伤害。救梦套装2/5，血量加1000，防御加20，护心加10。套装属性只要拥有就可以查看，无需穿戴。品质紫，要求筑心5阶及以上可用。这个先给我吧，等会有重复的咱们再分。两女自无异议，打这个秘境的主要功臣本来也是林晓，连门票费的10块下品灵石都是他给的，出了装备先给他也在理。秘境当然不是免费薅了，否则救梦套也不会被炒到一个小目标的价格，这点之前没有写是我的锅，现在补也不晚吧。接下来林晓又拿起了另一件紫装，救梦腰带，好吗？刚说会有重复就重复了。林晓抓着腰带，满脸无奈，言出法随了呀，属于是。接着他看向两女，你们的腰带都穿的什么？我是这个。柯云岑把自己的腰带属性展示了出来，只是一件凡品蓝装，给嫂子吧，我穿的是风铃腰带。林雨安道。林晓闻言一笑，就算小安不说，这情况也的确是先给柯云岑更合理。小安是成套的顺风套，用到炼体境毫无压力。嘿嘿，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最后一件紫色又是一枚上品筑心丹。至于橙色，罗天战斧，传闻为一代斧皇罗天曾用战斧，威势惊人，力道加53，会心加8，攻速负 5%。开山裂地，罗天之威，一劈开山，2劈裂地，2道攻击分别造成 200% 和 300% 的力道值伤害及2000点技能伤害，
冷却时间5分钟。罗天威士普攻将附带200点固定伤害。品质成。要求筑心8阶及以上可用。举着手里的沉重巨斧，林晓浑身的气质也是变得厚沉了些。末了他也是摇了摇头，又一把成武，可惜不是剑。装备榜又要更新了吧？小安捂嘴偷笑，哥，想杀你夺宝的人又多了一批哦。哼，尽管来吧。是你吗，曹仁？柯云岑翻白眼吐槽。林晓满脸无奈，灵品成武握在手里不能用的感觉，确实有些操蛋，拿出去卖又感觉不太值得，毕竟是上榜的武器啊。罢了，先丢背包里吃灰，之后再打算。怎么说，咱们是接着打地狱级，还是打道回府？听到这话，柯云岑不由得瞪大了双眼。困难的 BOSS 伤害都这么夸张了，地狱的不得给我秒了。他到现在都还有点后怕那道4000多的伤害。这个时候，林雨安更是直接开口补刀：“嫂嫂，自信点，是肯定会直接把你秒了。”柯云岑，多少有点伤人了呀喂！不怕，躺好吧，您内有小安给我挂辅助，你呀就等着再次全服皆知吧。说完，林晓直接缴纳20块下品临时门票，选择了救梦之地。地狱级，不同等级的秘境需要的门票不同，因为保底出装率就不同，而且出现优质装备的概率也高。此外，同一个等级的秘境，每天进入的次数越多，门票也会越贵。拿简单级来说，每天的前3次是5块下品，第4次开始，每次递增1块下品临时，困难级是2块，地狱级是4块，是可以无限刷，前提你的腰包得足够厚实才行。到了一定程度后，就是出了最好的装备，恐怕也是得不偿失了。地狱级的救梦之地相较于困难级而言，难度的变化只是2个 BOSS 的属性上有所提升，且境界都来到了筑心极境9阶，以筑心5打筑心9是有些难度，可再怎么说也比惊雷平原的陆千生好对付。加之有小安辅助，战斗过程并没有太多危局。这一次林晓是在洛四秋选择对同门动手的时候出击的，先打的洛四秋，后打的白莲一。剧情上稍有变化，但不多。白莲一是冲着洛四秋的剑灵之体来的，林晓想杀他，白莲一自然要发怒暴起。战局进展到中间部分，也是经历了片刻的以一敌二。好在柯云岑可以帮忙引开白莲一，打不过，可在清心符的帮助下也能周旋，替林晓分担压力。之后洛四秋身死，白莲一计划落空，继而彻底暴怒，梦魔一族之威发挥10之7、8。林晓也是连续3张清心符才堪堪自保，游斗至最后以半血状态一剑杀之。这也是林晓计算好的，筑心9阶的白莲一凭借力道属性上的优势，完全可以秒了林晓。但别忘了，林晓是有防御手段的呀。中间吃下一道不致死的伤害，空了一波血量后，利用喋血龙魂更高层的增幅，伤害自然再高。说起来简单，实际打起来却并非这么轻松。毕竟除了控血的那一击，其他的攻击林晓可是一击都不能吃的。一旦被打中，除非小安会死而复生之类的神迹，否则世上就要少一枚颠倒众生的大帅哥喽。嘿嘿，难是难了点，但是手杀宝箱还是很香的呀。第111章，飞球不是我想当，想当就能当。恭喜玩家林晓柯基腿很长与安3人组队达成秘境救梦之地地狱级首通，每人奖励声望加200点，全战斗属性提升 8%， 随机紫色灵品装备部位自选 X1， 极品筑心丹 X1， 上品灵石 X50。特此通报嘉奖，恭祝全体玩家五运昌隆。恭喜玩家林晓，恭喜玩家！连续的3声通告再一次炸响全服。世界频道，我日啊！困难级才首通多久，地狱级也打通了？我是真的卧了个槽，老子刚研究出来打法，结果现在只剩下绝境级了。我看到了什么？救梦之地有打法了，求分享啊，大佬！保证不抢你首通。家人们康康装备榜，那个碧林晓又出一件极品。我说这必不是挂也是内部人员吧？这秘境才出来多久，前3个难度的首通全让他拿走了。楼上新人吧，不只是秘境首通，之前新手村和筑心境 BOSS 的首杀也是小神给拿掉的好吗？9周开服至今，林晓这个 ID 俨然是吸引了不少崇拜者，这些崇拜者自发成群，也给林晓冠上了一个小神的称号。虽然正主还不知道就是了。在发现根本追不上，眼红也没用之后，不少人对于林晓就只剩下崇拜了。毕竟是霸占榜单的男人，绝对的9周第一。你玩什么游戏不都得有个追逐的对象吗？像撸啊撸的 Faker， 绝地求生的 God V， 可能现在不是，但曾经是。而在9周就是林晓了。什么也不说了，小神牛逼！秘境空间，林晓刚缓过劲来，正准备走过去将宝箱打开，谁知柯云岑却挡在了他身前。等会，林晓，让我先开个这垫一垫。柯云岑一边说，
一边从自己的储物装备里取出来2个包裹，正是2次手通奖励发来的随机装备。林晓很想说这游戏店多少都是白费功夫，但又不是很想驳了自家老婆的兴致，只好示意着了。2个包裹，一个是饰品随机，一个是部位自选，柯云岑自然都有自己的选择。他身上的装备还有一些是反品，先从那些开始替换就行了。妈，中规中矩啊！饰品随机的那个打开之后，柯云岑也是把装备属性放在了对屏。0长虹焰指、扳指、戒指，内有一道长虹焰灵，可助力提升会心伤害，灵会加14，力道加7，会心加3。长虹岩爆，会心10，会心伤害提升 5%。品质紫，要求筑心境及以上可用。看到这属性，林晓也是稍稍挑眉。的确，对比自己的敖阴古戒，这扳指的属性只能算中规中矩。虽然加了会心伤害，但正常战斗中会心的机会并不多。下一个。话音未落，柯云岑已经打开了那件部位自选的灵品，然而只看了一眼属性，眉眼就耷拉了下去。0蝎虎战裙，战裙衣袍，取10方幽谷血虎之皮制作而成，血量加2000，防御加25，护心4。血虎吞心，战斗时可舍弃自身 50% 的防御值及 100% 的护心值，令血量值提升至原来的 500%， 并回满血量。品质紫，要求筑心7阶及以上可用。小安兄妹2人看见这装备属性，脸上的表情也是各自精彩。等了好一会，小安才开口说道：“嫂嫂，原来你真的只有 29.7 运值啊！”柯云岑，能列入紫色级别的装备，基本上没什么次品，无非就是合适与否。而很显然，这件血虎战裙对于柯云岑来说就是次品。不只是他，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次品，除非是天生防御就很高还有免伤的那一类，例如杜旭康手下的那个汪海，这战裙给他用是最好的。只不过谁会给他啊？长虹焰指还能带着过渡，血虎战裙只能是丢背包里吃灰了。没事，敖学姐，那这个给你。看到满脸失落的柯云岑，林晓也是有些心疼，心想他运气不行，就只能由自己这个气运满值的男人来互补喽。手里递过去的小盾，正是上次跟杜老哥联谊拾得来的吞灵云虎盾。哎，这是……柯云岑接过手，连忙查看起小盾的属性来，只待他看完，不行，臭小子，这个我不能要。这小盾无论怎么看，在危急时刻都是一条命来的，而保命装备在9州中价格仅次于武器，给你就拿着呗，我又不缺这一种保命装备。这跟你缺不缺的没关系，是我。柯云岑开口还想拒绝，却被林晓一句话给硬生生顶了回去。听话，老婆。柯云岑，谁是？是你还是你？林雨安，锁死，祝福。好啦，我收下还不行吗？柯云岑羞红着脸蛋，只得收下小盾，接着连忙转移话题。应该垫够了，快开箱吧，臭小子。遵命，老婆。哎呀，小安，羞，小孩子堵耳朵，不能听。堵耳朵，你捂什么眼睛呀？玩归玩，闹归闹，箱子还是得开一开的，这毕竟是地狱级手通的箱子，保底一件就梦套呢。就在林晓将箱子掀开的那一瞬，卧槽，双黄！饶是见惯了金光的林晓，这次也是 hold 不住喊了一声，一道金光难求，2道金光更是世所罕见好吗？不过这里边大概是因为保底和手通同时存在的关系。你个该死的欧皇啊！柯云岑见此，直接一个箭步，抬手就拍在了林晓脑袋上。天天干这种我这辈子都见不到的事儿，我求你当个人啊！除了双黄，箱子里还有4道紫光作伴，干脆把蓝色的物品掩盖得毫无光滑。那2道冲天的偏城金光太过于耀眼了好吗？非求不是我想当，想当就能当。第112章，哥，没意思的，关了吧。滚！那你个臭小子，不带这么烦人的。听着柯云岑的骂声，林晓却是笑而不语，转身走到了那2乘4紫6道光束的前面，率先朝一道紫色光束伸出手去。是一件 M， 你俩谁要？话音刚落，他也是将与之对应的属性展示在对屏中。0紫云内衬肚兜内衣，以罕见灵兽紫云灵蛇之皮制作而成，可自成灵盾护卫本心，灵会加12，护心加16。紫云灵盾，灵盾激活后自身护心值提升 200%。品质紫，要求筑心境及以上可用。看到对屏里的装备属性面板，又看到林晓手里滴溜着的布片，2女脸颊一瞬间绯红了起来。所以谁要？林晓见状追问了一声，2女直接羞红着脸蛋异口同声：给小安，嫂嫂。少年嘴角一抽，嘉玲会的，小安给你。没错，装备属性出来的那一刻，他就注定是小安的了。林晓就是单纯想逗一下这俩妹子而已，嘎嘎。哇！
哥你，好你个臭小子，禽兽本色暴露了是吧？柯云岑恶狠狠地扬起袖拳，不过另外俩人都看得出来，他只是在利用开玩笑化解自己的尴尬罢了。嘿嘿，林晓笑而不语，继而伸手探向第二道紫光。这次是一对双钩，林双股青钩，钩以沉积云铁历经9981淬锤炼而成，钩长约1尺6寸，钩柄复刃，双股合一，威力更甚。此钩刃施钩掏带脱，事事可化铁如泥，力道加20，会心加1，攻速正23%。双股轻戟，双钩柄处带插销，可双股合一为3尺2寸首尾双钩戟，为戟时力道加31，会心加6，攻速正10%，攻击有31%的概率造成出血状态，持续3秒。品质紫，要求助心镜及以上短兵类修者可用。这次林晓也懒得问，直接将手里的双钩丢进背包，只因在场3人无人能用，这又是一把未来武器，要么未来卖了，要么未来做顺水人情送出去。两女自无异议，跟困难级相比，这地狱级能通过更加是林晓的功劳，他们俩别去拖后腿就已经是最大的帮助了。接下来第3道紫光，龙鳞流星甲，胸甲衣袍，由数位名将仿青龙之鳞打造而成的轻型甲胄，防御力可观，折踢更不落美感。血量加1500，防御加24，护心加5。龙鳞玉，龙鳞自愈，战斗时自身防御值提升 3%， 非战斗时自身防御值提升 5%。品质紫，要求助心5阶及以上可用。看完这介绍，林晓想也不想就丢给了柯云岑。在场3人还有第二个比他更适合这件胸甲的吗？而且就这深 V 的版式，除了他也没人撑得起来。柯云岑虽然稍有些局促，可看到这轻甲的样子，又默不作声地收了起来，同时在心里轻啐一声：哼，男人不就是想再多看一点吗？宝箱前的林晓嘿嘿一笑，我不就想养养眼吗？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接着他再次伸手探向那最后一道紫光，上品神隐丹，辅助丹，以神隐草为主要炼制而成，服下此丹可在30秒隐去自身体态气息，穿行绝地炼狱，但维持神隐态时无法主动攻击。数量4枚瓶，品质紫。嘿嘿，这个好。看完丹药介绍，林晓也是忍不住心中欢喜，能隐去体态气息的丹药可太少见了，那神隐草本就是难得的灵植，虽然对战斗力没有提升，但用好了，这东西的价值甚至不亚于一枚保命丹。你们2个有需要吗？柯云岑率先摇头，我暂时用不着，你留着好了。倒是小安，哥，可以给我1粒吗？少年不由得怔然，但也不至于拒绝，遂从苍兰戒中取出一个空玉瓶，装入1枚上品神隐丹后道：当然。不过小安，你是有什么任务吗？是宗门临时给的，这丹药应该能派上用场。好，那你自己小心，如果实在过不了就呼叫老哥我，不敢打包票，但咱兄妹俩可以研究研究。分完丹药，最后的重头戏也就来临了。2道晨光。第1道，旧梦玉镯，手镯，秘境产出，同系列装备穿戴2件及以上时可触发套装效果，力道加27，灵慧加13，会心加5。旧梦是心，战斗时可令30米范围内的任意目标护心值归零，且自身的下一次攻击必然会心，灵力消耗100点，冷却时间1小时。旧梦套装3%，血量加2000，防御加40，护心加20，会心伤害提升 5%。品质成，要求助心镜及以上可用。林晓直接瞪大双眼，成品的旧梦套，难怪说保底的一件旧梦套怎么没出现呢？原来在这呢。一套装备原则上来说当然是品质齐平的，如他之前的木灵套，2件虽然一凡一灵，可都是成品。可也有例外，紫品和成品一样可成套装，并且会附带额外的效果，就比如那条会心伤害提升 5%， 如果是紫品成套就肯定不会有。旧梦套正常来说是紫色护具套。什么叫护具套？护具就是衣袍、腰带、靴子这大3件，加上护臂、内衣这小2件，手镯已经属于是配饰了，不在护具范畴内。至少这件旧梦手镯，前世的林晓就闻所未闻。倒是听说过紫成成套，可存世太过稀少，他根本就接触不到。毕竟那个时候助心镜可用的旧梦套早就成新手装备了，谁没事会带那玩意啊？肯定都是存在背包里，或是找个宝库陈列起来当纪念。看到这件装备的属性，2女此刻也是惊得不轻。小安哥，没意思的，关了吧，做个人吧，装备榜上已经全都是你了，多少给人留个第7不是？柯云岑直接吐槽。原本拿到昆燕碎云戟后，他也上到了第3探花的位置，可罗天战斧一出，他就到了极地的位置，现在更是第113章。
成品宝物藏锋之刃。装备榜：榜首0魔蛇苍蝇弓，乙等0天霜之泪，探花0旧梦玉镯，极地0罗天战斧，中举0昆燕碎云戟，秀才0木林束腰，登科地雷幻逆行袍。看了眼装备榜，柯云曾欲哭无泪。中举，范进才中举呢，我的极地啊！但是又不得不承认，旧梦玉镯附带的旧梦噬心效果真的有够变态，搭配灵晓高到离谱的伤害，更是一绝。护心镜归零，且自己下一次攻击必然会心。那么，除非对方有免伤解，否则就必须承受一次灵晓所能爆发出来最高伤害。这件装备带来的战斗力提升，毫无疑问是可以冠之为夸张的。嘿，好东西！柯云岑直接竖起了国际友好手势，不过也只是表面而已，心底里他也是为灵晓感到开心的。好了，臭小子，搞快点的，明天还要上课哩。哎，灵晓不由眨了眨眼，上课？明天10月8号哩，国庆假期都结束了好吗？柯云岑翻了个白眼，游戏好玩，可也不能荒废了学业啊。林某人，完全忘了还有上课这回事。学姐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分个身替我去上课。柯云岑，我要有这本事，为什么不让分身替我自己去上课？因为你比我菜。那又，臭小子你说什么？小玩笑接过，林晓也稍微正色起来。学姐，麻烦你帮我跟系主任请个休学假吧，我应该不会再去上课了。啊？柯云岑不由一怔，为什么？你毕业证不要了？没过一会，他也想到了林晓在九州里的成就，道：就算这游戏可以让你赚到很多很多钱，可学历还是……学历真的很有用吗？莫等柯云岑说完，林晓就反问了一句，心里则是暗自说道：等6年后九州融入现实，学历什么的哪里有一身修为重要？怪物灵兽魔道修者会因为你学历高就不杀你了，这里是特殊情况哈，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再说了，这些天下来，相信学姐也看得出，九州里的每分每秒都至关重要，尤其现在时间差还缩短了。林雨安是10点了点头，的确，一天不完，很容易就被人拉开差距。正如小安所言，时间是九州最欠缺的东西，或许1次2次的差距拉不开多大，但积少成多呢。可是，柯云岑的观念一时间还没能扭转过来。别可是了，学姐，我说过九州是一个跨时代的游戏，而且我已经决心要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来。说到这，林晓的目光也深邃起来。也许未来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选择。未来啊，对了，先不说，等会下线后，我去3楼找你。林晓满头的问号，柯学姐这没头没尾的，到底想说什么啊？所以你帮不帮我请休学假呀？这个也等会再说，你先看看剩下的那件橙装是什么去。莫名其妙，林晓轻轻嘀咕了一声，但也没多想，伸手便朝那最后一道橙色光环摸去。下一刻，橙光显形，竟是一把小剑。这藏锋之刃，宝物，短刃藏锋，可吸收储存1道不超过自身一个大境界的剑气攻击，攻击会保留威力并储存30天，战斗中可随时使用，冷却时间使用后 X3 天。品质橙，要求屁海境以下可用。我去，这个也好啊，臭小子，你还刚好是剑宗的，不缺剑气。不用柯云岑说，林晓也知道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物。首先这东西效果逆天，其次它不占11个装备位啊。宝物这东西只要你有，身上想挂多少都行。可惜一场战斗最多就用1次。林晓悠悠摇头，但尽管如此，这小剑也的确够得上成品行列。设想一下，势均力敌的战斗中，一方忽然爆发出超过一个大境界的攻击，任谁都会怔愣。而一刻怔愣，要么被攻击命中，要么被抓住机会暴起进攻。2个结果，无论是哪一个，这藏锋之刃的作用都发挥到了。你就知足吧，还要啥自行车呀？柯云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已经是习惯林某人的凡尔赛了。而这小剑，两女自然都不会跟他去抢。嘿嘿，少年一阵轻笑，接着便将藏锋之刃系在了剑柄后头，作为剑穗。一场战斗只能用1次，那当然要讲究个出其不意了。如果在战斗中很刻意的去掏，那任谁都会特别去留意，所藏剑气便也起不到应起的效果了。以上便是就梦之地地狱级的手通宝箱的全部奖励了。不过作为手通队伍，他们每个人都还有2件随机灵品，除了柯云岑，这奖励无法交易，更无法赠与，林晓只能自己开。首先是随机紫色灵品装备，饰品包含项链、手镯、戒指、头饰以及腰饰，5个部位，林晓现在用的都还可以，
当然他也不拒绝更好的。包裹打开是一件带钩灵百灵玛瑙钩，带钩腰饰以玛瑙为原材料雕刻而成，百灵姿态栩栩如生，内捐百灵淬明阵，灵力加400，力道加20。百灵淬明阵战斗中可随时激活，处于阵内时每秒将持续恢复50点灵力。品质紫，要求筑心境及以上可用。接着是地狱级首通的随机紫色灵品装备，部位自选，这个就更难选择了。不过非要换的话，林晓挑来挑去，最终将手指停在了护臂的位置。他现在用的是紫雷碧铠，虽然也是紫装，但却是前期筑心3阶左右的紫装，还有提升空间。选定后，新的护臂很快便出现在少年手心。第114章突破空间，灵和刻纹。灵紫雷碧铠护臂，内捐紫雷灵阵的护臂，佩戴后力道加10，会心加1。紫雷灵阵战斗中可随时激活，激活后自身攻速正 10%， 攻击时有 5% 的概率对敌方造成麻痹状态，麻痹无法普攻，每秒消耗100点灵力值。品质紫，以上为紫雷碧铠的属性，相较于其他装备而言，它已经是属性最拉的一件了。说起来，这也是手刹给的自选装备来的，但不同层次的手刹手通给的随机装备池也会不同，地狱级秘境再怎么也比筑心级 BOSS 难杀，因此所给的随机装备也会从更好的装备池中抽取。光芒散去，一个崭新护臂已然静静躺在林晓手中。灵白龙护腕护臂，以深谷流萤为环，上衔龙族袖部，奇异非常，力道加15，会心加2。青白龙吟，以灵力催发袖部龙纹，可引龙吟，龙吟响，身力轻，攻速移速提升 8%， 持续15秒，灵力消耗300点，冷却时间2分钟。品质紫，要求筑心5阶及以上可用。相比紫雷碧铠，这白龙护腕的确更轻便一些，护腕上的龙纹更是栩栩如生，虽然攻速少了 2%， 但从整体上分析，战斗力还是提升了的。林晓回过神，也是面朝两女说道：“走了吧，咱们。”小安点头。柯云岑却是反问：“绝境级不接着推了？”一听这话，林晓直接笑骂：“好啊，你阴阳我是吧？绝境级那是想打就能打的吗？那俩字可不是摆设，我还以为你真的要强悍到一人横推4个难度呢，哪有那么容易？”林晓笑着摇摇头：“先回去准备吧，反正放在那里，暂时也不会有人抢掉手通的。”好，正好我有事跟你说，处理完了先下个线，我先下了。说完，柯云岑便直接从队伍里退了出去。再一会，好友列表里的头像也是呈现灰白。哥，我也先下了。啊，好。林晓回过神，怔怔的应了一声。他刚才是在想，柯学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打秘境的时候表情很奇怪，刚才一说到未来，说话也变得奇怪起来。林晓百思不得其解，只觉得是自己想多了，或者是跟柯云岑转变了关系之后，他对自己休学的决定有着他见。毕竟现在他们已经不是纯纯的铁哥们了呀。柯云岑会为他的未来考虑，也是无可厚非。妈，等会好好聊聊，应该就行了。拂去心中所想，林晓这边也是直接通过传送阵回到了云华州苍蓝剑宗这边，刚踏上苍华峰的地面，飞身便直窜苍寒峰顶。半个时辰悄然流逝，也就是2个小时。叮，经验加180，境界经验已满，随时可进行突破。在打完救梦之地困难级以及地狱级之后，秘境奖励的经验便已经将林晓的境界经验顶至最后一丝，只差100多点。于是林晓干脆便用打坐冥想的方式，将这100多点经验攒了起来。正好的御级手通给了一枚极品筑心丹吗？叮，进阶突破开始。脑海里的声音响起，林晓的意识也是沉入胸中灵河。本次大更新之后，突破已经不是点一下等一会就可以的，而是会将玩家传送到一个特殊的位面中进行突破，实际上就是眼观鼻，鼻观心的状态，只是在游戏中表现形式不同而已。阴暗而狭小的空间中，四周黢黑，仅有的微光难见掌心五指，这里就是突破空间了。第一次来的玩家说不得会满脸懵逼，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林晓却只是经历了前一瞬的陌生，接着便熟人起来。要知道，前世他入住九州时，突破难度早就已经是现在这般了，只不过筑心境离他实在太远，场面有些生疏罢了。眼前上帝视角下如篮球般大的珠子就是灵河了，这也是凡夫与筑心境修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凡夫体内亦有灵力，却无灵河。若说先天体质是修行的基础是种，那么灵河便是踏入修行之路后灵种所萌发之根。灵河之上有刻纹，刻一纹为一阶，9纹9阶则满。如今
林小按金色的灵盒上便有着规整的5道白色河纹，粗细一致。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灵力做刻刀，在灵盒上刻出第6道河纹。不过事至如今，9州到底还是个游戏，用进阶突破的方式来突破，难度还是有所降低。少年刚以灵力成刻刀，眼前的灵盒上便浮现出了一道白色的虚纹，只要顺着虚纹刻上河纹，突破也就完成了。嘿，氪金大佬的优势吗？虽然他没有氪金，犹记得前世他用中品筑心丹或者上品筑心丹时，刻纹时是完全没有虚纹作为参照，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刻，也就导致灵盒上的河纹7歪8扭，丑得要死。好在河纹就算刻歪了也没什么，只要不交叠在一起，并且首尾相连，河纹就是有效的。接下来刻纹开始，照葫芦画瓢，如果还能出问题，干脆在豆腐花里淹死算了。整个过程虽说有些枯燥，但还是在7、8分钟后，首尾相连，灵力汇入其中，使之亮起了光晕。也就是这时，林晓的意识直接被顶了出来。苍寒峰上空的灵力漩涡更早已成型，就在河纹首尾相连之际，灌入了林晓天灵，直冲心头灵河心纹之处。待完全注满后，剩余的灵力也被灵河自旋着送至身体4肢百骸。这就是突破的整个过程了。相比之前点一下等一会就完事的模式，如今这般显然更有参与感。而与此同时，林晓的脑海里也再次传来系统的声音：叮，进阶突破成功，全战斗属性加30，血量加1000，灵力加1000。叮，进阶突破已成，自由属性加30，会心加1。叮，龙皇圣体体质触发，真龙神躯小境界突破，战斗属性额外提升 5%。 第115章，系统逼我当海王。灵盒刻纹完毕，小境界进阶突破完成。林晓的属性再次迎来增长。筑心境时，大多数人的小境界提升加成都有限，拿最白板最普通的玩家来说，一个小境界直接突破只加5点全属性，进阶突破则是根据选择的突破丹不同而提升各异，下品加10，中品加15，上品加20，极品则加30，差距显而易见。血量、灵力上的提升亦然，直接突破各加100，下品筑心丹各加200，中品各加400，上品各加600，极品各加1000。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平民玩家呢？差距这么大，搞不到突破丹的平民玩家怎么办？凉拌是很无奈，但九州本来就不是一个讲求公平的世界，九州游戏官方已经尽量的向玩家们倾斜资源了。说句大白话，这已经是仁至义尽。毕竟修行本就不公，筑心境讲究的更是不住一心，难行千里的要义，这个阶段就是用来夯实基础的。等到了炼体境，自身属性也会开始井喷式增长。为什么之前林晓看到炼体境的第一个想法是绕道走？就是因为炼体与筑心的差距极大，惊雷平原那陆千生跟真正的炼体天才一比，那就是个小卡拉米。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一砖一瓦皆根基。筑心境家的属性虽少，可他这都是以后的基数啊。当然了，有龙皇圣体在，林晓家的属性可不少。上次筑心5到现在筑心6，他的属性面板再次迎来了不小的变化。基础属性：玩家林晓，副职符师，入门声望800，经验0100000，境界筑心6阶。战斗属性：血量7420加2400，灵力7420加1000，正10%，力道477加146，灵慧374加48，防御376加56，敏捷303加28，攻速100%，正53%，20%，8%，15%，10%，移速100%，正20%，正12%，8%，会心5加43，护心0加50，宝物新增 X 藏锋之刃，护具更换 X 白龙护腕护臂，配饰更换 X 旧梦玉镯手镯。另外的2件旧梦套林晓暂时还没换上，一是旧梦套装主加血防与护心，对攻击力提升不大；二是换上旧梦套的话，林晓要同时失去木灵套装和雷幻逆行套装这2个套装效果，得不偿失。当然，若是打攻坚的话，旧梦套还是可以穿一穿的，毕竟是前世被炒到一个小目标的套装，又怎么可能会是鸡肋套呢？还不错，算上加成，力道破600了。如果是现在再遇上那陆千生，他也有信心正面刚了。基础属性加上时效性的增幅，林晓的战斗力已然不亚于一些普通的炼体境。就算是超级宗派的核心弟子们，属性也不过如此了吧。撤去属性面板，林晓遂长出一口浊气。
继而起身朝着剑心阁偏殿走去。小师姐，人未到，生先至。可惜无人回应。然片刻后，偏殿右侧却是传来一道温软声调：“小师弟。”声落，少女推门而出，是五师姐李静瑶。五师姐，林晓对起笑颜：“小师姐不在，五师姐也 OK。有事吗？”直面林晓俊容，李静瑶多少有些小小的不适应。你是找怀竹吧？没事，五师姐你也可以的。哎，李静瑶并不是那种对感情很迟钝的人，她只是性格偏柔和，内向一些，又怎么会看不出她的怀竹师妹对林晓暗怀春心了呢？由此，林晓一句你也可以，难免就让她多想了。这么一句话的空档，李静瑶的内心已经掀起滔天波澜。你跟师妹情投意合，当然干什么都可以了，可换做我，师弟，我劳烦师姐对此小剑攻击，出一成力道即可。林晓一边说着，一边抓起了系在断锋切剑柄处的小剑。他找莫怀竹，当然是想让小师姐帮他的小剑充能了，能有什么坏心思？狗头啊！这是师姐以为呢？林晓脑袋一歪，问道。没什么。李静瑶脖子一梗，竟强行忍住了准备通红的脸颊。一成力道就行了，是吧？啊，一成足矣，劳烦师姐了。如果没记错的话，五师姐李静瑶的修为跟小师姐相当，都是宁渊后期7、8阶的样子，只一成力道她都怕小剑撑不住爆了。但是没办法，这已经是林晓认识的最弱的 NPC 了，难道去找百里师傅？不妨事。话落，李静瑶抽剑轻甩剑气，少年也是祭出藏锋之刃，将这道剑气尽数吸收，待华光收敛，也预示着锋刃已藏，只等释放之刻。多谢师姐。林晓收起小剑，不忘感谢一声。但这时脑海里却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叮，李静瑶对你的好感度加7，目前好感度31，朝夕相处。林某人，你干嘛呀？当面发癫吗？我他妈根本就没料啊！一个两个的，就不能像大师姐一样稳重点吗？现在已经是脚踏2条船了，百里师傅的好感度也不低，这到底是个什么进展呢？后面要陪小师姐祭拜母亲，三师姐又邀请她作为男伴去参加家宴，现在五师姐的好感度又涨了，逼我当海王。而正当林晓思绪万千时，徒儿，偏殿上空，一道宛若袅袅仙音般的传唤声响起，李静瑶自然也是听在耳中。师傅唤你，快些去吧。话音才落，李静瑶便窜回了房间。那纤弱身影刚转，奶茶色掌发力时，甩带起一股香风，直扑林晓面门。发香清幽，不似百里落寒那冷若冰兰，也不似莫怀竹那沁人心脾的清寒，却让人忍不住轻抽鼻翼。若论颜值，五师姐也是绝美的呀。不对，我特么怎么能有这么海王的想法？啊呸！既如此，师弟这边告退。第116章，几率没有100%，99%也是必收卡呀。剑心阁大殿，师傅，少年双手作揖，恭敬参拜，心里也是敲着小九，想着师傅不会又吃醋了吧？毕竟他才刚跟五师姐独处了一会。然他心头思绪未落，百里落寒却已扬了扬手，道：“只你我师徒2人时，无需多礼。”林晓连应了声势后，从百里师傅的言行语态里，他也没观察出什么异常来，接着才问道：“师傅唤我所为何事？”百里落寒这次还真不是因为吃醋把林晓叫来的。只见他素手轻抬，于空中如花苞般收拢，下一刻，一块黑金镶边的令牌跃然指尖。徒儿，为师且问你，何为魔？林晓立刻正色：行不义事，位不义人，祸民殃国，无底线者为魔。百里落寒闻言，稍稍点头。那何为正？尊道一心，行大义事，救民水火，心无愧者为正。正，该不该杀魔？林晓也不知道百里师傅突然间问这些做什么，但他也只能当成是考试了，随即再答：我被修者，路遇魔行，当阻之无用，当杀。百里落寒眉头微挑，显然他对林晓这个回答是抱赞许心态的。好，那为师再来问你，若有一子生于魔州，成于魔宗，但却一生未曾行一不义事，此子为魔否？林晓愣了小半晌，心道有这种人吗？原生家庭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怎么会有人生在魔州，拜入魔宗，却未曾行一不义事呢？这跟贼窝里的贼没偷过东西有什么区别？虽然觉得离谱，但林晓还是认真回答道：若其未行魔道，便非魔。那倘若……百里落寒再抛深水炸弹，其为超级宗派之首徒呢？首徒并不一定是首位徒弟的意思，也可以是一宗之首的徒弟的意思。例如林晓，在外他也可以被称之为苍蓝剑宗首徒。林晓闻言正然，
为什么感觉师傅所说真的是某个人呢？前世也没听过呀。虽然他的大本营是在虚灵州，可记名一州四分的情况九州皆知，其中的暗流州也不仅仅是在记名州作乱而已啊。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人物啊。回过神来，少年神色肃然。徒儿认为，便是超级宗派首徒，吾等修行之辈也不该有将之扼杀的念头。为何？修行之路多艰辛，常挑战。若因害怕一人成长后成为自己的敌人，便将之扼杀于襁褓，如此心气，日后必难登绝巅。听到林晓的回答，百里洛寒这次终于欣慰开言：“为师恍若间似乎看到了你未来登临绝巅时的场面。”林晓眨了眨眼：“帅吗？”噗呲！听到林晓这声反问，百里洛寒没忍住，噗呲一声笑了，好似那石子投入池水中，俏脸上荡漾着欢乐的波纹。那一霎，看呆了少年。顶不住，根本顶不住啊！可爱，香，差点说漏嘴。而见到林晓此刻的模样，百里洛寒脸上也是难掩笑意。他将俏脸瞥来，脑后的步摇叮铃带起轻响，正是林晓送给他的那一只。帅，徒儿最帅了，可否啊？哎！林晓恍然一愣，反应过来后，浑身也如打了鸡血般，心里不由得高吼了一声，就差当场跟百里师傅告白。好在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感性，没说出来。只有45点好感度，就80%把握，还不够稳。毕竟告白这种事情，几率没有100%，99%也是必收卡呀。嗨！少年回过神来，主动将话题拉回正轨。师傅，唤徒儿来此事有事吩咐吧。百里洛寒当然没忘，直接将手里的令牌递给了林晓，道：“徒儿，而今刃剑大会在即，魔道猖獗，正道3州考虑再三，决定由我苍蓝剑宗牵头，拔除3州各地魔齿。然魔道狡猾，先行军修为低微，行事更是低调。若直接派出辟海弟子前去剿灭，势必终其调虎离山之阳谋。1、2，为师与九峰长老商议再三，决议由你带一批助兴或炼体弟子向北开拔，与太行、祖崇2州先遣部会合，扫清魔患。你可愿去？”百里洛寒声音刚落，系统的提声音也是在林晓脑海中响起。叮！触发隐藏剧情任务，是否接取？好家伙，隐藏剧情任务，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徒儿愿意。接取成功。由于任务需要，你已获得临时群组建立权 X1，群体指定传送免费 X3次。啊嘞，所以这是任务详情：刃剑大会在即，正魔关系紧张。据情报，3州各地已有魔道渗透痕迹，请作为组织者建立你的队伍，前往绞杀。任务奖励：队伍任意成员击杀魔道修者，皆可获得一定声望值，上不封顶。任务提示：距离魔道渗透区域小于500米时，系统将会自动生成引路路线。任务时限：剩余9周时间13天零11时辰。看完任务详情，林晓也是心头一震，奖励声望值的任务，超！这个好啊！林晓正愁自己的大技缺少声望，想着怎么去刷呢，瞌睡就来枕头，而且还是超大号那种。加入自己队伍的人都可以通过斩杀魔道修士获取声望，这尼玛商机啊！声望系统上线以来，相信已经有不少玩家发现它的作用了，正是刷之无门的阶段。如果它能提供刷声望的机会，何愁没人买？现金林晓当然不想要了，9州开服这么久，灵石已经是主流货币了，更有不少的搬砖党天天都在刷灵石卖钱。不过先不急，接过黑金令牌后，林晓的表情却是扭捏了起来。不过师傅啊，万一徒儿再遇到上次那等炼体魔修，此令中有为师及9峰长老各1道剑气，10道剑气足够了吧？这徒儿还有何疑虑？若是可为，徒儿还是想靠自己杀敌，借师傅借长老之力，实乃二流。百里洛寒何等聪慧，立刻听出了他这小徒儿的话中话，当即平笑着从指节玉戒中取出一个玉瓶来。你这小徒想要丹药直说不就是了？第117章，你是不是？嘿嘿，谢师傅。俗话说得好，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他要是什么都不说，哪里搞得到这瓶丹药？对阵魔道，还是有能力渗透进其他3州的魔道，由不得林晓不谨慎。其他人死了就是掉点装备经验，他死了可是要掉1半先天属性的，痛啊！好了，百里洛寒摆了摆手，为师给你丹药，也是希望你能凭自己去对抗魔道宵小，此番更是历练修行的好机会。不过徒儿切记小心，徒儿谨记。林晓拱手作揖，接着也是退出了大殿。走至剑心阁另外一侧时，却是发现一伙弟子正如火如荼地操持着手中器具，空中更有一块块的木板四处飞散，看似凌乱，实则错落有致。诸位师兄，你们这是？见到林晓走来，为首的一名弟子连忙作揖：林高徒来了。
是掌门令我等在此建立起居处，日后便应该是高徒的起居处了。啊，师兄，你确定是这儿？少年展眼望去，嘴角忍不住抽了一抽。正在建立的咱先不说，那已经矗立在此的，不正是他百里师傅的寝宫吗？我的起居处跟师傅的寝宫在一块。哦，是这样的。那弟子闻言连开口解释，依掌门原话，起居处应南北有致，南已有偏殿，不便坐落，便将之作为本座寝宫的副阁罢。啊！林晓闻言直接傻眼，就说那条走廊不对劲啊，怎么都像是在往师傅寝宫那边搭啊？感情是准备弄成一体的？高徒有何见解？那倒没有。事已至此，林晓还能怎么办？只得抱拳作揖，辛苦诸位师兄了。这些灵石便与诸位喝些好酒，切莫客气。说着，少年手中也是出现了一袋灵石，约莫是20-30块的模样，不多，但拿到城里换酒喝，绝对可以一醉方休。哈哈，高徒爽切。既如此，愚兄便却之不恭了。此间事了，林晓也是在苍寒峰上随意找了个僻静地，盘腿而坐，挂机冥想开始。宁远阁3层，次卧。低沉的泄压声于屋内回响。不多时，九州睡眠舱顶盖打开，其内卧着的少年缓缓将手脚伸直，随着动作，浑身上下亦是啪啪的响着。一天没晒太阳，稍稍有点缺钙了。等他翻身坐起，耳边却是传来了一道悠悠的抱怨声：“你个臭小子，可算出来了！”哎，学姐，在里面干嘛呢？柯云岑一副娘子问相公的语气。经验满了，突破呢。林晓自无隐瞒，接着话锋一转：“想我了？想，才怪啊！”柯云岑脖子一梗，虽已为人妇，但性格还是一成不变，浑身上下全软的，唯独一张嘴还硬。不过没一会，他又回过来神，炯炯双眼就这么盯着林晓，似乎想要看穿什么。学姐啊，你干嘛呢？臭小子，这个问题我只问一次，你只用回答我是不是就行了。说到这，柯云岑脸上还有些小幽怨，似在责怪林晓。后者满脸蒙圈，但一想自己也没干什么呀，便直接开口 ：“OK 啊，什么问题？你问吧。”你是不是？柯云岑这故意的停顿，让的林晓忍不住咕嘟一声，竟然还有点小紧张，是怎么回事？结合他之前在救梦之地中了白莲衣的梦寐缠缠之后，那怪异的眼神，少年不由得想到，他该不会知道了吧？我是重生者的事情，前世他就听说过梦魔的梦是有预知效果的，难不成就那短短片刻，柯学姐就梦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就在林晓胡思乱想时，柯云岑终于说出了那后半句话：“除了我之外，还有一大群女人。”眉眼低沉的林晓甚至已经准备要承认了，结果一反应柯云岑的话，整半天就这，我都梦见了。除了我之外，你身边还有一大群美女，每一个和你都是卿卿我我的样子，至少也有10个。林晓满脸的问号，所以里面还有小安？卧日，你的梦这么狂野的吗？林晓忍不住吐槽，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这种事情连我都不敢想啊，你能梦见？柯云岑一下被唬住了，但只用片刻就反应了过来。你个臭小子，别在这跟我偷换概念啊，就说你有没有就行。我被那团白雾罩住的时候，可是什么都看见了哦。被这么追问，林晓也是沉吟了起来。虽然现在还什么都没发生，但情感上他不想骗柯云岑，可理智又告诉他，绝对不能承认，承认就完了的呀。然而他这一磨蹭，你犹豫了？就是说有对吧？没有啊，林晓连忙否认。可一看柯云岑脸上的表情，不是，学姐，你兴奋个什么劲啊？这种事值得兴奋？下一刻，柯云岑直接语出惊人：“我就要当大姐了，不可以兴奋吗？”下划线？哈？林晓直接懵掉了。不是，学姐，你没发烧吧你？少年一边说，一边伸手就要去摸柯云岑的额头。说谁有病呢？柯云岑直接抬手拍掉林晓手掌。你是觉得我这个想法很超前吧？告诉你，一点都不。林晓一脸问号。他不理解，他也没法理解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在21世纪的女生该有的想法吗？他不对劲呢。林晓本来以为他在游戏里被迫当海王还有点违背道德，可现在跟柯云岑这种想法一比，直接就小巫见大巫了好吗？我只是想开个后宫，他是想当大姐，当后宫之主啊。不对。林晓越想越觉得这事儿离谱。柯学姐啊，一个提到男女之事会直接羞涩到满脖子硬梗，恨不得找条砖缝钻进去的人，说这些哪里不对了？林晓一边托腮思忖，一边从睡眠舱里站起，下一刻直接将柯云岑扑倒。说不清楚，让我检查一下好了。第118章没有工资，食宿自理，零补贴。1个小时后，林晓燕旗鼓兮，柯云岑吐气如兰，
满脸舒态。学姐，你认真的吗？就是刚刚的事情，你是认真的吗？当然了，因为我不想霸占你啊。柯云岑转过头，嘻嘻一笑。哈，林晓却只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不够用，哪有女孩子不想霸占自家男朋友的呀？都什么年代了，思想还那么落伍。林晓直接黑人问号脸，我落伍？你是在怂恿你男朋友当海王，搞一夫多妻啊？一夫多妻？柯云岑细细思索了片刻，后才缓缓道，倒也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你是承认除了我之外你还有别的女人了？我可没这么说。嘻嘻，否认也没用，咱俩谁不了解谁啊？说完，柯云岑还满脸憧憬，总之，臭小子，你加油吧。我先出去了，等会小安找不见我又该调侃了。哎，学姐。穿戴好的柯云岑却好像没有听见林晓这声呼喊一般，转瞬间夺门而出。而就在关门的那一瞬，她莹润眼眶中却是悄悄流下了一行泪水。就像林晓说的，哪有女孩子不想霸占自家男朋友的？如果有，那纯是有病，而且病得还不轻。但是现如今，柯云岑她能做的只有这点，不给林晓增加压力。她伸出手指擦去眼角泪痕，回望房门一眼，却只在心中暗道：要加油啊，臭小子！屋里的林晓脑门上是一个问号过一个问号的跳着，床单上、天花板上，包括窗台上，满屋子都是问号。柯学姐今天是怎么了呀？假期余额不足综合症。说起来倒是得去处理一下休学的事情了，9周里一课都不能耽搁，白天上课晚上游戏时间根本来不及，精力也不够。加之9周与地球融合之后根本也没学历什么事儿，纯废纸。只是正要出门，此时以英妃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穿越人海。来电显示于警官。喂，于警官吧。林晓将电话接起，有什么事吗？哼，林先生，不好意思打搅你了，之前打了几次电话都是勿扰，这回可算是接通了。啊，这个啊，我在游戏里做任务呢，不好意思啊。虽然9周有接听电话的功能，但平常在游戏里时，林晓都是设置秘境及任务期间勿扰的，毕竟他可不能轻易分神啊。游戏就是9周吧？电话那边余生发问道，不过他也仅是寒暄而已，很快就进入主题。林先生，这次打电话其实是准备感谢一下您的贡献。接着余生便将上次林晓提供线索后，穗北刑警抓获国籍杀手殷童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当然了，涉及到机密的部分，余生自是只字未提。还有之前白猿一伙的案件，这次也有了突破性进展。哦，找到凶手了？听到这，林晓也是心头一动。如果可以通过官方手段先让杜旭康吃苦头，倒也不错呀。像他那种大少爷，肯定没吃过牢饭的吧？电话那边余生也没有把话说死，只是轻笑道，只是有些头绪，我们能锁定嫌犯，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向他，这个人太狡猾了。是谁？林晓追问。在没有证据指证之前，我不能说，请你理解。余生无奈道。哈，抱歉。在问出这个问题时，林晓也是清楚自己有些唐突了，细想也知余生又怎么可能会告诉他呢？如果每个人都去问警方犯罪嫌疑人是谁，那万一证据有误，受害者却已经找上门去了呢？后果对双方而言都是巨大的。没关系，这次打电话我也是想跟林先生你商量个事情。哦，有什么事于警官你尽管说就是了，警民一家亲嘛。余生闻言稍微组织了一下语句，才道，是这样的，上面考虑到废工厂案件虽然只能定义为斗殴，可如果任由其发展，也许会发展成绑架勒索，甚至恶性伤害。加上这里面又牵扯到白猿这等人物，局里决定将案件与殷童落网后供出的线索并案调查，成立10.6专案组，并由我出任专案组组长。到这里，余生话止。林晓听完还仔细分析了一下，简而言之就是把白猿的案件重点处理了，可专案不专案的跟我有关系，所以我要恭喜于警官你升职了。噗！电话那边余生似乎是喷了口水，周围还有细微的笑声传来。升个屁的职啊！你是这么理解的？那你跟我说这么多铺垫什么呢？余生顿时语塞，心里3万头草泥马瞬间奔腾而过，足足深吸了一口长达5秒的气，才算缓过劲来。我是想说，白猿跟殷童都是因为你才进入我们穗北刑警的视线的，所以你是核心。所以呢？林晓简练的话语总是让余生很难往下接。林先生，你一定没有女朋友吧？啊，算是白猿挟持我那天刚分的手吧。余生正要开口，却听到现在又交了一个，那天在车里呢，你见过的。噗！余队，你就非得这个时候喝水？你管我呀？林晓，到底啥事？不说挂了，
小爷还得去办休学手续呢。说别挂。余生忙喊一声，因为白猿和婴童的关系，局里认为雇主，也就是我们锁定的嫌疑人，还有可能继续雇凶对付你，所以决定派一名警员变装对你贴身保护，顺便调查案件。然后经过商议，那个人是我。电话里无人应答，寂静持续了3秒钟，最后还是林晓打破僵局，没有工资，食宿自理，零补贴。哈哈哈哈！余生，林晓，抠死你得了吧！于警官，我不要面子的啊。第119章，一定要说的话，星辰大海，没让你隔3差5考核就不错了，而且我这还没试用期呢，来了就是正式工，还要啥自行车？余生忍俊不禁，已经是要气笑了。你的意思是我还要感谢你了？不用谢不用谢，警民一家亲嘛。余生强忍住了爆发的冲动，谢谢你啊，你的警民一家亲就是这么亲的。总而言之，我明天就到。行，那等你到了，我给你接风洗尘。玩笑归玩笑，人家大老远跑来贴身保护，礼节方面总要给到位的。保持联系。到这里，通话结束。2024年10月7日，晴朗无云。下午4点，3人再次同行出门，目的地穗大。柯云岑是准备将宿舍的衣服、课本之类全部收拾起来，以后直接当个走读生。反正穗大离穗禾豪府这边只有几公里远，无论是打车还是公交，或是自己开车都非常方便。林晓则是要去办休学手续，也是后面他才了解到，就他的需求而言，穗大根本没有适合他休学甲，只能直接休学。休学甲一般都是1年，不超过2年，能达到2年的基本都是参军去了。而他从现在开始到9州融合世界还有5年多的时间，2年哪够啊？出租车缓缓停靠在穗大正门，一男二女下了车后也是并肩而行，林晓走在中间，两边的一个女神学姐，一个可爱少女，着实羡煞旁人。以柯云岑的身材容貌，不施粉黛也足够令人侧目。林雨安如今也是妥妥的邻家小妹风格，是最让男同胞们忍不住想要去呵护的类型。最关键的是，这俩女竟都挽着林晓。穗大校道上，女生们满脸不可思议，就算中间的那只生物长得很帅，也不至于这样吧。男生们则是齐齐眼球爆突，卧槽，哪来的狼人，光天化日之下左拥右抱。我比较好奇的是，那2个女生是怎么和睦相处的？还用说吗？才艺多多呗，就没有可能是特长过人。我被楷模，膝盖线上了呀。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3人组，终于有眼尖的大喊一声，他不是前几天被那只母海茶毒害的少年郎吗？尼玛，海里的咸鱼超进化，海王，这是得到母海茶的真传了吧？何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你看看人家都让海里的鱼儿上岸见面了呀。唉，屠龙的少年终究成为了恶龙。路人谈论，有羡慕，有震撼，也有人发酸。不过这有什么？林晓完全都不在意的，更不会去解释小安和他的关系，反正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小乖乖的形象。3人一路同行，路过行政楼时，柯云岑先一步离开，往宿舍楼的方向去了，而林晓和小安则是直接坐电梯到了3层的办公区。计算机系系主任办公室。休学？系主任彭志文满脸的错愕，林晓同学是吧？你的成绩还不错的，专业课评分也是优秀，为什么要休学？人各有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不是吗主任？那我可以问问你的追求吗？彭志文并不甘心，无故休学可不是什么小事，尤其林晓的成绩还可以，他更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一定要说的话，星辰大海。噗呲，边上的小安忍不住将头别向一旁。不过屁海禁之后可以踏空而行，非要说是星辰大海，似乎也没毛病啊。胡闹！彭志文眉头一皱，正要往下说时，林晓却抢过了他的话茬。主任，我是认真的。认真什么？认真追求你的星辰大海。这个时候林晓却是严肃起来，现阶段我说什么也没用，但当有一天世界大变模样时，彭主任，你会想起我今天的话来的。世界大变？你想说什么？第3次世界大战吗？你要休学去阻止？差不多吧，甚至比那严重。哼！彭志文连连摇头，做了这么多年的学生工作，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扯淡的休学理由。你就是说没钱交学费了，回家种田都比这靠谱好吗？一定要休学？一定要。好，既然如此，我也不多问了。路是你自己选的，别后悔。话已至此，彭志杰也不准备再劝，打印了一份休学证明之后，取出公章，狠狠一盖，此事了结。当然了，林晓这种与其说是休学，还不如说是退学。之后兄妹2人走出行政楼，又往女生宿舍的方向赶去。路上，哥，
你的追求真是星辰大海啊！哈哈，忽悠系主任的话你也信啊？我信。清脆二字惹得林晓心头一颤，末了他低头一笑，也就只有你会这么无条件的相信我了吧？不够吗？呵呵，林晓满是溺爱的摸着他的小脑瓜子，够，足够了。华夏京城某私房料理 VIP 包厢，杜哥，我介绍一下，这位名叫司徒燕，他也对九州有兴趣，不过他们那边似乎没有服务器，所以只能到华夏来。哈哈，杜旭康开怀一笑，这有何难？别说是我，就算是秦老弟，你也可以给司徒兄弟安排一台最高配的睡眠舱吧。奉承一句后，杜旭康也是接着开口，多的我也不说了，之后我来安排，都在酒里。那之后可9泱泱长途兄弟了。司徒燕说完举杯，干。司徒燕这一开口，杜旭康才听出他原来不是一个纯种，不过他这种人早已练就遇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了，连忙回神。好说好说，司徒兄弟是想在游戏里做些什么？想咬猪捡一个拱会。听完，杜旭康足足思考了2秒，才听出来对方说的是什么。简单简单，正好我在九州里也有一个工会，要不司徒兄弟先来我这参观参观。之养，那太好了。边上的擎天楚嘴角默默一抽，如果不是这个司徒燕资金雄厚，花钱如烧纸，他也不是很想与之交往啊。不会说中文，偏要说致命硬凹。第120章，晚上再交给我也不迟啊。最大女生宿舍楼下，当柯云岑拉着2个32寸的巨大号行李箱走出来时，林小人都看傻了。学姐，你这是搬家吧？差不多呀。话音刚落，他更是直接将把手扔给了林晓，后面就交给你喽。左拥右抱可是会付出代价，低细细。阿累，喂喂！突来的一下，不由让林晓手忙脚乱了一阵。晚上再交给我也不迟啊。晚上？柯云岑一下没反应过来，直到小安在他耳边慢悠悠的小声提醒：嫂嫂，我哥的意思是从后面。从？哇！好你个臭小子，看我不咬死你啊！啊！别呀，至少别当众。学姐，生气了？柯云岑突然的安静让林晓稍微有些心慌，连忙拽着行李箱往前凑去。谁知前头的柯云岑却是笑嘻嘻的回过头来：没有啊，你不是说别当众吗？走，找个女厕所去。哎，这倒也不必。就这。柯云岑满脸堆笑，让你没事就调侃我，该。嘻嘻，我站嫂嫂这边哦。林晓，32寸的大行李箱虽重，可一行3人的心情却是轻快的，一路走一路笑，玩玩闹闹的便出了隧大校门。门口虽然停了好些摆空车的出租车，但林晓依旧是在选择随手拦停的那种。以他目前的状况，行事还是小心为好。车子平稳行驶了一段时间后，前排的林晓忽然回过头提议道：要不咱们买台车？本来他是没这个想法的，可如今小安已经康复，游戏之余也会想出去散散心，代步的车子也就有了必要。哥决定就好。小安第一个表态，他一向是以林晓为主。住宿转走读的柯云岑也没理由拒绝，买台空间大些的吧，以后咱们一起出门也方便。好，司机大哥，带我们去最近的车行吧，找家款式丰富一些的。得嘞，坐稳了。出租车司机可不会在意改目的地，最后别少给钱不就完了吗？约莫20分钟后，车子停在了一个大型商业广场附近。照惯例，车行是不会开在商业城门面的，只会在附近找块大一些的空地。商业城里最多就只有一个小小的展台，展出最热最火的款式。林晓他们来的是一家占地在30亩左右的车行，上书2字浩江，大小相当于一个有着400米跑道的操场，只不过它是长条形的，整个车行呈一个放倒的150度钝角状。虽然算不上是全穗州最大的车行，但绝对是款式最丰富的一家。全自动的玻璃门随着林晓3人的到来而打开，一名眼尖的男销售也是连忙迎了上来：欢迎光临浩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到几位？林晓直接将手里的2个行李箱往前一推，诺，拉着。啊，这下整的男销售也是不太会了，愣了好一会才听到林晓笑着往下说道：重啊，重就帮我找一台能拉上他俩的。哈哈哈！男销售员连忙陪笑一声：请问先生有预算吗？我也好为您推荐。没预算，现金不够我也能马上找来，你尽管推荐你的。林晓这话虽然说的傲了些，跟258万的阔少似的，可就他如今的身家，这话还真不大。九州里下品零食数千，中品数百，上品也是近百。而按照现在的兑换比例，一颗下品零食是50 RMB， 单是下品都已经价值近10万块了，全部换算。这么说吧，一颗上品零食等于1万下品零食，等于50万 RMB， 甚至更高。
毕竟上品灵石有价无市。虽说以后通货比例肯定会掉，但无论再怎么掉，一颗上品灵石也不会低于10万 RMB。毕竟上品灵石可不是搬砖就能搬到的。50万，什么畅销款的车子拿不下？如若豪掷10颗，超跑也能直接开走吧。顶配大 G 也就是5克。而听了林晓的话，那男销售却是滞愣了片刻，也不知道该不该信。从林晓的打扮他看不出什么，可身边的2个女孩倒都是极品。没钱的话，俩如花似玉的姑娘怎么也不能跟着他吧。这般想着想着，他已经拽着行李箱来到了大型 SUV 的区域。这里的车子起步都是30万上下，顶配下来40-50万是要的。本着尝试一下的心态，男销售试探着指向其中一台，问道：先生，您看这款如何？跟在后头的林晓顺着他的手指望去，一台有着轻奢外观的大型 SUV 立时进入眼帘，让的少年一眼就再挪不开。他几步向前，轻轻打开了车门。销售员见有戏，连忙放下行李箱迎去，稍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又在衣角上蹭了蹭，才敢接过打开的车门，开口介绍。不过他滔滔不绝的声音却是被林晓直接屏蔽，只因那精美的内饰已经完全吸走了林晓的目光。多少钱？林晓忽来的疑问让销售员不由一愣，之后才连忙回应：先生，这款问界 M9 有多个版本，售价47万至57万，现在厂家特惠，免购置。要一台顶配吧？顶配？被打断了施法的销售员全无怨言，只因为林晓要的是顶配啊，他给的实在太多了。对，顶配，不过我现金不够，你可能要等一阵子。林晓一边说着，一边从车子上下来，右手则在兜里掏出了一枚精美的戒指，正是9州的意式戒指。这是他之前抽空下单买的，出门在外，戒指可比头盔方便多了。当然，长时间游戏的话，唯有睡眠舱式 YYDS。不过这才刚掏出来，那名销售员的眼睛就瞪直了去。先生，您也玩9州吗？啊，林晓也是纳闷了，上次吃夜宵能碰上玩9州的，这次买个车也能遇到。9州现在的玩家大概是在100万左右，岁州虽大，可也不至于遍地都是。难道跟上次一样，是有意为之？不过他还是不动声色。是啊，没事玩玩。那您是要到9州里面筹钱？第121章，一字未提，又字字珠玑。没错。经他这么一问，林晓也很干脆的承认了，反正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您要出售什么？销售一听的确如此，立时堆出满脸兴奋。他也玩9州，而且因为在浩江卖过几台豪车的关系，有些闲钱在游戏里捣鼓着中间商生意。一听林晓准备到游戏里处理资源换现金，岂能不来兴趣？不过林晓可不知道他想干嘛，直接回答：装备、弹药、零食，什么都行，主要是看买家了。哎，乾坤俩眼一眨，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啊？林晓点头，不说大话，市面上常见的资源，他还真的什么都有。然而乾坤却不太信了，快别逗了，小哥，我一搞中间商的都不敢说什么都有，你以为你是全服第一啊？随便你信不信，反正我没下掰。林晓耸了耸肩，他可不会蠢到这个时候搞出来一句我是啊，那不纯自我暴露吗？他的真实身份如今还是藏一藏的好，等之后有能力保护好身边的人再暴露也不迟，毕竟有些事情不暴露身份是解决不了的。嘿，我还真有点不信。乾坤也是来劲了，这样好了，哥们你也知道现在开了个秘境叫救梦之地的吧？知道，怎么呢？林晓饶有兴趣。嘿嘿，不瞒哥们你说，简单级我已经过了，现在正缺个东西过困难。你不是说什么都有吗？能防御抵消幻境的丹药有吗？听到这，林晓还真侧目了片刻，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找到救梦之地的打法了呀。要知道前世可是秘境出来1周之后，论坛上才有打法晒出来，现在看来不过是某些聪明人好处捞完了，放出来割韭菜啊。毕竟困难级没辅助是真难打，要么得有辅助类职业组队，奶妈、辅修都可以，要么得有辅助类的道具，否则白莲一个梦寐缠过来，所有人都得嗝屁。那我没有。嘿，这不还说你什么都……乾坤闻言刚想调笑，可话音未落却被林晓打断。不过我有别的。对，也可以帮忙抵御梦境。林晓梦境2字一出，乾坤也是信了大半，更不由得发问：兄弟，你打过困难了？打过了，人海战术吗？我去，6啊，用的什么？发来康康？放心，绝对不白看。听到这话，林晓也深知自己不能表现得太阔气，当即指了下那台问界 M9，让我试开2圈，舒坦了发你，怎么样？乾坤闻言立时一喜，试驾本来就在他的职权范围内，谁来都能开2圈，这不白嫖吗？当即表示这简单啊，上车。很快林晓就拉上2女，绕着城市道路试驾了2圈，
乾坤自然是在副驾。UES1问界 M9 的操作性的确拉满，智能化也配得上它这价格，到底是华为啊！大赞，车不错，呵呵，是吧？虽然价格偏高，但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谁都懂。乾坤忙笑道，不过那欲言又止的样子，林晓看着也是好笑。游戏 ID 叫什么？我发一个给你看看。嘿嘿，就爱跟聪明人打交道。林晓的话让乾坤不由嘿笑一声。哦，我的游戏 ID 叫黄赌毒。啊！听到这 ID， 林晓直接怀疑自己是不是耳鸣搞叉 P 了，可见两女的模样，似乎也是听到了那3个字。什么什么？黄？可嗨，哥们你误会了，是皇帝的皇，笃定的笃，独狼的独。林晓满脸无语。6一字未提，又字字珠玑，你是懂谐音的。过奖。少年嘴角一抽，谁他妈夸你了？不过他还是通过意识戒指匿名给乾坤发了一张清心符过去，名字当然是在试驾的时候知道的。见林晓发送完成，乾坤也是连忙跑到自己的储物柜里，掏出意识头盔就往脑袋上扣。32999的戒指，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关键功能跟头盔没差别，只是游戏疲劳时限多了2个小时，权衡利弊之下，更多人还是会选择头盔。没多久，乾坤摘下头盔，卧槽！林瑶老弟，林晓报了假名，你怎么知道有这个东西的？我画的。靠！画的？怎么画？随便找张纸画一样的符文成不？林晓嘴角一抽，你疯了还是我疯了？这是符师傅职业才可以做的东西，控制成本也没你这么极限的。嘿嘿，乾坤也知道自己是痴心妄想了。那这样，你不是要出售资源弄这台 M9 吗？老哥我一张清心符收你5000，怎么样？林晓闻言却直接眉头一皱，钱老哥，你不会看不出这幅的价值吧？只要宣传到位，别说5000、5万都有人买。这乾坤挠了挠头，也是因为自己想坑一波林晓的想法暴露而有些尴尬。他是搞中间商的，怎么可能不知道？那这样2万1张，老哥我也不能砸手里不是？前面也要低价把作用宣扬出去才行的。然而林晓却直接斩钉截铁，2万5，少1张不出。他这一声出来，乾坤也明白自己再说低就不要脸了。2万5一张入，他有得赚了，还能赚不少。好，2万5一张，老弟你发23张来 ，M9 你直接开走，手续之类的老哥我去跑。前面林晓已经给了1张，再要23张，相当于是60万的价格，提走 M9 绰绰有余。可以，老哥爽气，合作愉快熬。接着他也不墨迹，通过意识戒指再次匿名发送了一批清心符，不怪他小心，谁让他的 ID 现在有太多人知道了。9州的 ID 可是具有唯一性的，这也是不少人的 ID 会加特殊符号的缘故，注册晚了，很多好 ID 早被抢注掉了。得嘞，收到。摘下意识头盔后，乾坤也是迅速将必要的上路手续办好，随后将车钥匙递给了林晓。好了，林瑶老弟，车归你了，开走吧。以后还有什么好东西，可别忘了老哥我熬。嘿，好说。第122章，现在的年轻人也忒会玩了。问界 M9 再次上路，车里的3人心情却是全然不同了。自己的车和试驾有可比性吗？臭小子，没想到你还是符师啊，那么赚钱的吗？柯云岑在副驾好奇地问了一声。不过除了符师，还有别的副职业吗？有啊，多的是。林晓笑道。不过我之所以能赚这么多，也只是因为撞到了救梦之地的风口而已，到后面就不值钱了。如今这波有乾坤先帮他打开市场，清心符绝对还能再捞上一笔。不过林晓想要捞的可就不是现金了。符师这个副职业现在还不多，全服算上他恐怕只有5指不到。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遇撞见副职任务的，因此玩家们一旦知道清心符可以帮助通关救梦之地困难级及以上的难度，绝对能卖爆。虽然手通没有了，可救梦套依旧足以令全服玩家趋之若鹜。这可是手套有着明确出处的套装啊！前面的不管是木灵套还是其他，都是一个大区域里打怪，随机爆，换言之，你打个什么怪都可能爆。这种概率加上9州的超低爆率，想凑齐一套套装何其难。唯独救梦之地不同，或许一伙玩家想要爆出所有部位很难，可只要克老愿意花钱从多方渠道手中买入，还是可以凑齐的。那有什么副职适合我的吗？很多啊。林晓一边操控着方向盘，一边回答：符师、丹师、刻纹师、采集师等等，主要还是看运气。副职任务不是想接就接得到的。靠，这也要看脸啊！柯云岑直接吐槽一声，气运值只有29点的他，在这方面只配无声嘶吼。嫂嫂不怕，我哥养得起你。后座的林雨安抿嘴一笑，无论是公粮还是食粮哦。好你个小安，看打！略，嘻嘻，你打不到我。3人同行，
路上的嬉闹声总是停不下的。车子回到穗禾豪府宁远阁这边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今晚林晓并不准备进游戏，在简单的晚餐过后，直接就瘫在1楼大客厅的沙发上，整理起自己目前在游戏里的进程来。按照9周时间，3天后是小师姐娘亲的忌日，她答应了要一同去祭拜。接着8天后是三师姐夏千梦的家宴，要作为男伴陪同参加。这中间还有一个扫清魔幻的隐藏剧情任务，很忙啊。从时效上来看，只能是在扫清魔幻中间挤时间了，而且最好是8天之内搞定，或者说结束剧情任务，因为谁也不知道三师姐的家宴上会发生点啥。臭小子！见林晓瘫在沙发上，柯云岑也走过来，一屁股坐下，双腿岔开的模样，距离大姐大，就差手里一根烟了。在外她是女神，在家当然不必注意形象了，不过她在外面似乎也没什么形象。你见过哪个女神能一餐干掉1碗加大号牛肉面的？你真的决定不去上课了？他问。不用再劝我啦，学姐，我真的不去了。这次柯云岑还真没有持反对意见，只道好，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以后出现什么后果，我们也一起扛。林晓讶异的别去一眼，本想深情一下的，可一看到柯云岑的姿势，却猛地破了功，到了嘴边的话就变成了好嘞，大姐。啊，大姐！柯云岑额头秒爆青筋，我看你今天晚上是不想上床了是吧？在沙发上好像也不错。小安，喂喂，这里还有未成年人呢，注意车速呀。唯独你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啊。哥，嫂子吼我。学姐，你公粮没了，谁稀罕呢？是夜，皓月当空，寂静的宁远阁里，唯独3层次卧映出窗外的灯光是一晃一晃的。若问世间何绿铁，唯独真香也。某名路过的保安浑身一个寒战，超了，这灯什么玩意？现在的年轻人也忒会玩了。9州，记名云化州，苍寒封顶，挂机冥想结束，经验加3060，经验3060-10000。按照时间比例，林晓挂机的这段时间，9州一共过去了30.6个小时，因此以每小时挂机可得1%的经验值来计算，正是3060点。而今正值午后，少年起身舒展了一下身体，继而打开消息列表，选中雨安发了条消息过去。林晓，小安，准备好了吗？雨安，好了。还是在之前的传送阵那里吗？林晓，不是，到这里来，传送坐标离南城，哥还要再多找几个人，咱俩先碰面。雨安，这次扫清魔幻的任务，作为队友也会有声望奖励，林晓当然不会忘了自己人，奈何柯云岑一大早就跑去上课了，他只能先跟小安聚集下队伍，有声望值作为奖励，相信还是很多人愿意买这么一个位置的。当然了，在那之前，林晓还需要给声望值的价值加码。午后的离南城依旧热闹，城里这熙熙攘攘的人群，玩家要占到9成之数，只因城中交易方便，还有守城军维护秩序，很多搬砖党都会选择到城里出售自己的辛劳所得。不过城里这9成玩家里，还有7成余在街道上排起了长龙，而队伍的尽头无不是醉欢楼、群芳楼、燕春楼、寻芳阁。这些个人大手笔怒值8999买来意识头盔，就只是为体验一下游戏里的青楼是为何物，不为别的，只为9州的60是真的你真啊。哪怕意识头盔的触觉只能模拟到60%左右，可为此而来的玩家依旧是络绎不绝。哥，这百花楼是干什么的？林雨安看到眼前的玩家长龙，水汪汪的大眼睛也是一眨一眨的，生意这么好的吗？别问，问就是少儿不宜。那你还带我来？小安捂嘴偷笑，小心我告诉嫂子啊。你说呗。林晓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我可是为了将来而来这儿的，准备干的也是正经事儿。小安，折是吗？第123章，还有试驾环节，你个小丫头片子！看着小安的表情，林晓一顿没好气，伸手就摁在他脑袋上，思想是越来越不纯洁了哦。被摁着脑袋的小安嘟了嘟嘴，也不想想是谁每天晚上在精神上玷污我。林晓直接无言以对，已经是彻底被小安打败了，可看那副可爱模样，又让人生不起责怪的念头。少年无奈摇头，随后走到那百花楼前，放声大喊：掌柜的！正在排队的玩家一个个扭过头去，但能认出来林晓面容的却屈指可数，直到他们抬头看了眼少年头上的 ID。 我操，林晓，是林晓，9州第一也不能免俗啊！我辈雄起！哈哈，9州第一又怎么样？他只是玩家里第一，在 NPC 面前啥也不是，来百花楼照样要排队，等着看好戏吧。啧，这细皮嫩肉的街上姑娘不是大把吗？也得混迹这些地方。林晓的出现毫无疑问引起了玩家们短暂的轰动，这就是所谓的名人效应了吧？不过他却没去在意，
只是安静等待着百花楼掌柜到来。因为刚刚的那一声喊可不是单纯的喊，对方一定会出现。果不其然，半刻钟不到，一名尖嘴猴腮、瘦如厉鬼般的中年男子忙从侧门迎了出来。人未到，生先至。哎呦呦，林高徒！认出林晓后，中年男子的步伐也是加快了一些。久仰，久仰啊！不知林高徒莅临我这百花楼，看上了哪位姑娘吗？黎南城隶属苍兰剑宗，而百花楼又是客流极大的处所，身为其掌柜，中年男子认识林晓并不奇怪。更何况林晓身上还有800点声望，这在九州 NPC 的眼里跟镀了金就没区别。是啊，掌柜的引荐一下。哥，你来真的呀？边上的小安立时惊住，但正要往下说，却被林晓一个稍安勿躁的手势止住了话锋。那龟公见这状况也不多问，知道，哈哈，好说好说。既是林高徒莅临，我百花楼当然要拿出最大的诚意了。今日花主牡丹正巧在，其一区苍华剑月在这黎南城中无人不拍手称绝。林高徒便由我安排他与你共进一餐如何？若是服侍的不好，纹银不收。听着龟公滔滔不绝的介绍声，不仅林晓猛了猛，正排着队的玩家们也一个个都着急了，因为他们中至少有90%的人是冲着牡丹来的呀。我尼玛，他算老几？不但直接让牡丹姑娘陪他，还有市价环节，不公平！我要举报！然而，无论玩家们怎么喊，百花楼掌柜都是置若罔闻，只因他听到了林晓一句：“牡丹啊，看来你这花挺多的，都安排我见见。”啊！龟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全部。这林高徒，若是众花皆在，您恐怕也消受不起吧？他已经说得很委婉了，翻译过来就是你不行。哈哈，林晓却是不在意，本来他也没那个想法。好了好了，不与你说笑了，我此次来是想与掌柜的合作的。合作？一听林晓不是来玩的，掌柜的也是收起了方才的姿态。既是如此，你我不如择一静处，详谈一二。有800声望做底， NPC 们对林晓的态度就是这么区别于普通玩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的面前有2个人，一个是公众知名人物，另一个是纯粹陌生人，你的第一反应会更亲近谁？如此甚好。听到掌柜的愿意聊，林晓也连忙表态，只要肯聊，目的就达到一半了。请。没多久，3人便在城中一茶楼择了处幽僻的位置，又要了一壶上好的灵茶。如此手笔也是让百花楼掌柜暗暗心惊。他经营百花楼虽也有些小钱，可灵茶还是舍不得喝的。不知林高徒想怎么合作？林晓闻言举杯轻抿一口，随后右手一晃，将一张符箓递到了男子面前。这是流连符、幻阵符，既出或贴射此符，将以符箓本身为阵眼，塑造一个半径为10米的幻阵，可令深入幻阵者乐不思蜀，流连忘返，阵眼灵源不竭，符阵便始终存在，阵眼破损或结灵则失效。品质子，要求无。看到手中符箓的属性，百花楼掌柜却还是一知半解，小人愚钝，还请高徒指点迷津。林晓也不多说，2指并拢，便将一道灵力打了过去。没入符箓的瞬间，一个透明力场也是将百花楼掌柜笼罩进去。至于为什么没影响到他自己跟小安，那当然是符师本身的规避手段了。哥，那是什么？小安见那百花楼掌柜正在原处，不由问道。啊，赚钱的家伙是……林雨安脑袋一歪，这就是哥说的正经事了吧？他也不多问，只是静静的等着，直至林晓挥手抽走符箓，百花楼掌柜在迷离中清醒，后者恍惚了好一阵子，才换上晶亮眼神。林高徒，妙妙啊！百花楼掌柜满脸兴奋，若有此符，我百花楼势必成为黎南城第一啊！只是黎南城可不够。林晓却摇了摇手指，流连符可是入门级符师能做出来的最高级的符箓了，怎么说也是紫色品质，眼光哪能只在一城？相比清心符，这流连符可是耗费了他不少时间的，制造幻境可比破除幻境要难得多。林高徒的意思是，百花楼掌柜刚才可是亲身体验了一番这符箓，深知其强悍。这么说吧，哪怕镇里是一笑贫之辈，入镇者也会将之当作梦中情人去联系。流连青楼的寻花客可不管你是真是假，他们的目的就一个，舒坦。开分店可以先在黎南城打响名号，之后扩展到其他城池，甚至是其他州地。死！这掌柜的不由倒吸一口凉气，按道林晓这野心也太大了，可他是为了什么呢？能办到吗？为什么不试试呢？林晓反问。第124章，他很适合3种运动。林高徒，小人只是不理解，这区区烟花之地究竟是何处吸引了您呢？百花楼掌柜苦思冥想不解，又或者说，您与小人合作，目的在于什么地方？我与你合作，自有我的目的，就不用与你细说了吧。林晓轻笑着搪塞过去。
你只需按照我刚才说的计划，将百花楼遍地开花，躺着数钱，享尽欢愉，岂不快哉？至于之后我会如何打算，如今却是不能多说。稍停顿了片刻后，他也是催促一声：如何，做与不做？闻言，百花楼掌柜那尖嘴猴腮脸顿时陷入了沉沉思索。可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自己有什么地方会被坑到，索性心头一横，做。我告飞今日能与林高图达成合作，实乃一生幸事。呵呵，合作愉快。接下来，林晓也是将手中的榴莲符全部交到了告飞手中，同时将使用方法全部告知。两人之间则是签署了最为庄重的园林协议，任何一方若敢违逆，下场便是园林散灭。告飞虽然实力不强，堪堪助兴，但只要生于九州之上，人人都有园林，以园林起誓立约，自古以来都是最为庄重的。好了，先在黎南城打响知名度吧，如何运作就不需要我来教了吧？嘿嘿，那是自然。青楼，常人看来或许只是寻花问柳之所，可在林晓眼里却是一个最大的情报机构。修行者走南闯北，总有烦躁不快之时，一场花酒，一番快活，大吐不快是常有的事。因此，他收集情报的速度可完全不亚于那些茶楼雅座。往往一些牢骚话，在他人耳中却是难得的情报。即便平日里不需要收集情报，那也是一个超级聚宝盆的啊！不信，看看城里的队伍都排到哪儿去了。当然，作用绝不仅此。可惜九州系统不让玩家自己开青楼，林晓只好另辟蹊径了。处理完百花楼的事情后，林晓又带上小安挪布置黎南城的管理处。黎南城是苍蓝剑宗的下辖城，自然是由苍蓝剑宗的弟子负责管理，护卫队也是苍蓝剑宗在组织。平日里，玩家们还会接到城镇巡逻类的任务。林师弟见到林晓到来，轮值的苍蓝弟子也是起身打了个招呼：没听说你接了城防任务啊？这位师兄，你误会了。林晓停下脚步后也是直抒胸臆：我是来购买门面店铺的。哦，原来如此，倒是为兄误会了。轮值弟子一声讪笑，又继续问道：师弟想购买何处的店铺？此处可否？林晓说着，伸手指向管理处的地图上，选中的则是城池中央的门面。哦，师弟好眼光啊！轮值弟子先是夸耀一声，而后也是直接表态，既是林师弟想要，自无不可，只需上品灵石。然其话音未落，一道质问声却是直插而来。凭什么？忽如其来的质问声把周围不少玩家的视线都是吸引了过去。此时众人也看清了那质问者的模样，其中分发型，两边刘海皆盖过一半眉眼，面相齐长阴柔，身材更是可用瘦骨嶙峋来形容。可林晓却觉得他很适合三种运动，分别是唱跳 rap 和下划线完形填空题，10分。操，撞脸的！林晓心中一顿无语，凭什么他一来就能买，我就不行？是觉得钱不够是吗？告诉你，老子有的是钱。然而那轮值弟子却是瞥去一抹鄙夷，随后指道：如与林师弟岂可相提并论？走，何处来的？何处凉快去？如果只是有钱就能买下门面，那九州里的店铺产业早就被玩家们一买而空了，还能等到现在？哪怕你搞限购，可资本的财力又岂是限购可以限制住的？想买门面，不单需要有钱、灵石，还需要一定的声望值，这是唯二标准。你去，状如龙阳露匹之辈，于此瞠目，又与谁看？钟分南听着歪了歪头，似乎是在思索那轮值弟子说的是什么意思。然而琢磨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不能正常说话，你唱出来啊？说到底就是钱不够是吧？要多少？你他妈说个数！轮值弟子闻言，直接冷着脸，执法队何在？呵！声音刚落，一道整齐的暴喝声便传彻周遭。钟分南终于退缩了一小步，却是咬着牙不愿认亏。超，一群游戏 NPC 而已，牛个什么劲啊？但他也就是嘴上说说而已。九州开服1周余，有的是因为挑衅 NPC 被关禁闭的前车之鉴，他可不想步了后尘。狠话落下，钟分南也是灰溜溜的走了。这地方他是多待上1秒就多丢1分脸，哪里肯留？驱走他后，轮值弟子也是回神朝林晓作揖，让师弟看笑话了。城中门面有数，现需上品灵石10枚，师弟若不足，等价的材料装备亦可。哦，还有几处？听到这报价，林晓也是多问了一句：城池里的门面买一间少一间，能买当然是赶紧买下来了。限于9处，师弟是想？哼，不瞒师兄，师弟我财迷心窍，想借门面做些生意，日后以换取资源修行。9处门面，可否允我5处？哈哈，师弟好生坦率。轮值弟子爽朗一笑：5处自可于你。一听这话，林晓连忙从苍蓝戒中取出上品灵石50，尽数放入管理处的称灵盎中。
这样可以称出灵石的纯度以及其中的灵力含量，相当于是点钞机。毕竟50枚上品灵石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一件助心境可用的灵品紫色装备或许都用不上1枚上品灵石，有10枚的话，甚至可购得助心境可用的地品装备，只不过意义不大。数量不错，共50上品，灵师弟出手之阔绰，实乃为兄仅见呐。轮值弟子奉承一句后，很快便将那5处地契交给了林晓。自此交易完成。而就在这时，恭喜玩家林晓成为9州。第125章第4个 pass 永不录用。就在林晓成功交易得5处门面店铺后，所有玩家的耳边便同时响起：恭喜玩家林晓成为9州首位资产主，奖励声望加50点，随机另评紫色丹药 X3瓶，特此全幅通报，祝全体玩家财运亨通。恭喜玩家林晓，恭喜玩家，嘿嘿。听着耳边的声响，林晓也是欣慰一笑。作为看过剧本的男人，他当然知道这一点了。9州有很多首次都会进行全幅通报，并且会予以奖励，包括一些隐藏在9州各个角落里的特殊秘境、宝库，一旦被玩家找到，也是会进行全幅通报的，只是最后的祝词不同而已。哥，你又出名了。小安在边上捂嘴轻笑，大财主了哦。屁的财主啊！林晓闻言立时哭笑不得，这才哪到哪，刚刚开始而已。说完，他右手轻翻，4瓶丹药立刻出现在手中，3瓶是刚才系统奖励的，还有1瓶是上次挂机前百里师傅给的。别问，就是上次还没编好。先是第1瓶，灵虎骨镇灵丹增幅丹，以炼体灵虎之骨为主材料炼制而成，服下此丹后力道灵会加45，灵力攻击伤害正 5%， 效果持续30秒，数量10枚瓶，品质紫。这一瓶正是百里师傅给他的那瓶。林晓只能说还得是自家师傅啊，就这效果绝。对比他之前得到的助心道灵丹高下立判，虽然都是灵品紫色，可前者力灵只加30，后者直接多了15点，增幅伤害倒是一致，都是 5%。 不过虎骨镇灵丹只增幅灵力攻击，换言之就是运用到了灵力的攻击才有增加伤害，略有局限。但世上哪有十全十美？收起虎骨镇灵丹，林晓又看向了第2瓶，系统奖励的3瓶丹药，在他拿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走过了随机的程序。灵上品增气丹、疗伤丹，以多味灵药混合炼制而成，服下后可立刻恢复3000点血量，并在接下来的10秒内每秒恢复 5% 的总血量，数量5枚瓶，品质紫。增气丹，嘿，也还不错，关键时刻也能救命用。不过如果是带着小安出门的话，似乎用不上这个丹药吧。第3瓶，灵雷航丹增幅丹，以极品雷源灵草及雷属性灵兽灵核为主材料炼制而成，服下此丹后敏捷提升 15%， 且攻击附带 12% 的雷属性力道伤害，效果持续15秒，数量3枚瓶，品质紫。属性框展开的那一瞬间，林晓便直接锁定了那2个百分比字眼，结果更不出他意料，这丹药带来的加成已经不亚于虎骨镇灵丹了。若是2者叠加，他的伤害恐怕将会达到一个极为恐怖的程度。当然，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还是分开吃好些。毕竟同属丹药加成，增伤会先加算再成算，从效益角度来看，有点浪费。3瓶丹药，一疗伤2增幅，对接下来扫清魔幻的任务而言，都有着不小的裨益。但当林晓的目光锁定在最后1瓶上时，一股恍若来自9幽的寒气油然而生，总觉得这最后1瓶才是最牛掰的。灵9毒崩灵丹剧毒丹，以幽玄毒骨内9大奇毒之血混合炼制而成，此丹剧毒，为凝元者沾之必死无疑，3刻内经脉尽断，3日内灵核碎裂，3月内灵体崩运，此世间唯有天剑灵泉可解，慎用慎用。数量3枚瓶，品质紫。毒丹，居然是毒丹，系统出品必属精品的啊。丹药这东西一般而言都是正向效益，极少有负面减益丹，毕竟丹师是以辅助修行者而生，何必炼毒，又何须炼毒？这9毒崩灵丹虽然于战力无益，但就凭凝元之下无法驱毒这点，就足以令人为之胆寒。什么？你说天剑灵泉可解？哼，这是解药，亦非解药。天剑灵泉为天明州垂直天剑可以寻得，然其逢毒必解，千毒万毒难敌其力，便是足以影响眼灵强者的溃灵之毒，亦可解去。小小毒丹，饮之岂非杀鸡用牛刀？更遑论天剑灵泉可是被那群自负的神族当作圣泉般供着，寻常修者又岂能轻易得手？因此，未达凝元境，9毒崩灵丹便无限接近于无解。林晓小心将毒丹收起，这可是他目前的一大杀器了。可惜就只有3枚。
得省着点用啊。经过小半个9周时辰的发酵，林晓摇身一变成就资产主的消息已经是在玩家中炸开了锅，世界频道更是争论不休。但怎么聊都离不开一点，他到底是怎么买到的呀？最后终于有人把2024-1006版本大更新的日志贴在了聊天频道中，并突出只是第5点。5. 声望系统正式上线，玩家的声望点数将对 NPC 产生作用，同时也可利用声望在九州城镇中购买产业。版本更新的第5点本来存在感就不高，秘境副本1进入热潮，更是被百万玩家抛诸脑后。如今再次看到，他们才终于明白。然而，操！知道是知道了，可声望点上哪弄去啊？一句话道尽了99%玩家的内心之苦楚。根本弄不到的东西，知道了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啊？丫故意缠我的吧？就是啊，多少给个刷声望点的地方，要门票也是 OK 的嘛。世界频道上又掀起了一波波的吐槽。也就是在这时，林晓这个 ID 终于在开服之后，首次以非通报的形式出现在玩家们眼中。林晓，任务详情分享，点击查看。李南城某茶楼雅座，林晓一字没打，只是发了个链接，却因此燃炸整个世界频道。3秒钟不到，靠！真的假的？我，林晓大佬，算我一个啊！小神看看我，你看看我呀！哈哈，林哥哥，你就带人家一个好不好吗？人家体温高，暖床快哦。楼上的浪蹄子死开啊！我，生猴子，立刻，马上！林晓，第4个直接 pass， 永不录用。学谁不行？学方某宁。第126章，总觉得有哪儿不大对劲。哥，已经99加了。手里正捧着杯灵茶的林雨，安迪溜着大眼睛说道：“你确定不回复一下吗？”嘿嘿，不着急。林晓轻笑一声，等会就有人帮我回了。小安眨了眨眼，似乎在说：“你不回，我也不回，还有谁会帮你回？”但也就在下一刻，一道身影便不顾阻拦的闯进茶楼，直奔2层雅座。哈哈！看到林晓的瞬间，那身影立时放声大笑：“找到了，我找到了，真的是他！”紧接着，他就在世界频道里发言道：“图片点 JPG， 想知道林晓坐标的 V 我50，我超，你他妈怎么不去抢？”然而骂归骂，还是有对声望之求知若渴的玩家 V 了50过去，换来林晓的坐标赶赴茶楼。这其中还不乏资本的身影。好在林晓本来就没打算换地方，若不然某些人的小算盘可就要落空了。渐渐的，小茶楼里已然塞满了从各方各路赶来的玩家。店家一看人流如此火爆，临时还搞起了移动茶座，直接给人一茶壶站着喝。不得不说，这掌柜的挺会做生意，储备的茶壶也真够多啊。而从刚才开始，林晓耳边的询问声干脆就没停下来过，都是问任务能不能带他一个的。问话的人还都修为不低，10之8九达到了筑星7、8阶的实力，这还是本次更新提升了突破难度的关系，要不然估计得有扎堆的筑星9。边上的小安人都骂了，还真的不用哥自己回复啊，这场面都快赶上追星了。不过老哥在九州里的知名度跟明星似乎也没有太大区别了。直至雅座前围了上不下100人，茶楼底下也足有近1000人围观后，盘坐着的林晓才终于有了动静。唉，少年缓缓站起，立时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现场也默契的安静下来，生怕错漏了林晓口中一字，毕竟现在摆在明面上能刷声望值的方式就这么一个的。不过林晓起身后却是先将一张卡片拿了出来，大家稍安勿躁，先看看这个临时群组建立权，凭此特权卡，你可建立一个人数不多于100人的临时群组，群组所有成员将与你享受同等任务待遇。不多于100人这几个字眼，顿时让不少玩家都高声喊冤。他们这里何止100人啊，而且基本上都是花费了资源才得到具体坐标的，结果那就只是敲门砖而已。可坐标又不是林晓卖的，他们无话可说。见所有人都看过了，林晓也不墨迹，直接弹出2根手指：“我也不多要，一个位置2000下品临时。”少年话音才落，现场顿时进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中，直到一人大喊出口：“卧槽，你比那个 V 我50还能抢！2000下品，那是什么概念？一颗下品灵石如今价值47到53块钱左右，取个中间值就行，2000就是10万块。什么人能一眼不眨的拿出来10万块啊？别说抢不抢的，你都不一定能抢得到啊！太贵了吧，200我都出了。是啊，太贵了。小神，我是你的粉丝啊，小神，给打个6折呗。”然而林晓却完全不管群情激愤，普通玩家也好，资本玩家也好，就算声称是他的粉丝，他也不带理会，只道2000下品，不二价，而且只有80个位置，先到先得。这般话语
也是让围观的玩家明白了林晓的态度之坚定，2000就2000，管你是什么身份，不二价。可依旧有人想另辟蹊径，不要啊，小神，就带人家一个嘛，实在不行咱们可以奔现的呀。开口的妹子 UES1，颜值还是很高的，满分10分能打7分那种，已经可以挂上美女的标签了。可她话音刚落，操，表演的起开啊，就你值钱是吧？充其量2000一次，呀，就是把小神榨干了，也凑不齐10万呢。2000，这边只能给到500，200包机，多一个字不给。林晓直接捂住了小安的耳朵，啧啧摇头。现在的年轻人，定价很公道吗？不过争论至今，仍旧没有一人提出要买下一个位置，这也就让某些有心人趁机而入，立于林晓身前发声质问：林晓，你靠手杀已经拿了那么多声望了，我们其他玩家好不容易有机会刷声望，结果你还要收钱，就这么见钱眼开吗？开口的也是一个妹子，颜值还算过关，但她引人注目的却并不是脸蛋。林晓乍一听，心里直接一声忧惑，跟我玩道德绑架，有点意思。你前面俩粮仓堆那么大，也没见跟在座的男同胞们分享分享啊，就这么小肚鸡肠吗？众人一听，齐齐扭头，隐约还有一道整齐无比的咽唾沫的声音。林晓是真敢说啊，但不得不说，这一波道德绑架回击满分。哈哈，冲你这句话，一个位置我要了。林晓话音落下不久，一道爽朗笑声终于打破僵局。不过他又接着喊了一声：那边的801，陪老子一晚，帮你买个位置如何呀？卧槽，这就良好了，大哥阅人无数啊。大哥，我一身蛇法已入化境，带我一个呗。滚蛋，老子不搞基。吼吼吼吼，蛇法不错，不如让姐姐试试。林晓帅哥，我要2个位置。林晓，他总觉得有哪儿不大对劲，但就是说不上来。哪儿呢？算了，得卖且卖吧。10万一个位置确实是偏贵，可这游戏前期哪也刷不了声望的情况，这位置绝对是物超所值。我也要一个。双生姐妹花在线认哥，只要一人一个位置，我们姐妹就超能干的哦。妹妹这边是管州，有给奔现吗？现场的状况就这么直接一歪到底。等林晓反应过来想阻止时，80个位置已经出去了好大半。少年满脸无语，这群完蛋玩意儿吧，俺们好不容易把价格压下来了，又开始疯狂抬高波一价。不过正当他准备开口时，好你个帅高手，有这种好事居然不先通知我。第127章，九州娘子军。会叫林晓帅高手的，毫无疑问只有李允堂了。果然，这道骄喝声响起没一会，乌泱泱的一群女玩家就冲入了茶馆2楼。但这群玩家完全可以用各式各样来形容，有的人高马大，脖子粗膀子宽，双手持锤状如金刚芭比；有的身穿洛丽塔，却头戴着独眼罩，腰挎斩马刀；还有的着装朴素，面容俏皮可爱，却手持巨大柴刀，随时要劈；更有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却持战盾流星锤，挥舞起来浑身弹跳不停。这里边最正常的恐怕就是李允堂自己了。看着李允堂这架势，林晓直接目瞪狗呆。靠了，你这是……后半句他愣是没敢说出口。这丫的李允堂是在正常人里专挑不正常的，才把他这群人给凑出来的吧？本来最诡异的是他，现在好了，反而成了最正常的那个。但李允堂却完全没有听出来林晓的话中话，反而还洋洋得意道：怎么样啊，帅高手，这可是我千辛万苦才组建出来的九州娘子军，觐见。林晓直接愣住，好家伙，好一个九州娘子军啊！从别的地儿拉一群娘们过来说是娘子军，他可能还要考量考量，但这群不需要，根本不需要，他必然是啊，看样子就不好惹的啊。厉害，嘿嘿嘿。李允堂满脸得意，废话少说，先给我来5个位置。听到这，林晓却释然一笑，给你留着呢，老顾客必须免费，够意思吧？他之所以只卖80个，就是因为有认识的人。虽然目前来说只有李允堂以及那位仅一面之缘的万场哥，但正如眼前，万一人家拖家带口的呢？哟，算你有良心哦。然而下一刻，林晓还是收到了支付宝的50万转账。见他欲言又止，李允堂也适时开口：嘿嘿，我可不喜欢白嫖，你就当是预定好装备的钱吧。林晓无奈，只是目光瞥向那手持双锤的金刚芭比时，脑海中却是闪过了一件在苍蓝界里吃了好些灰的装备。巧了，我也不喜欢白嫖，这个给你。话音才落，一对战锤便飞向了那金刚芭比女孩。嘿，眼见锤子飞来，金刚芭比女孩虽然猛圈，可还是连忙接过，毕竟这被砸到的话可是要算攻击的。砰砰，双锤入手，其浑身气势都变了变。你还真有啊！李允堂满脸诧异。如意，你快看看是什么属性。金刚芭比女孩铁如一闻言连忙应是，
同时也将属性给李允堂共享了过去。奥雷碎双锤，以碧玄雷蝎之双鳌锤炼而成，挥之可引避雷，力道加22，双锤同持时攻速正 11%。避雷碎，高高跳起后向前方抛掷双锤，造成 300% 的力道雷属性伤害。品质蓝，要求筑心境及以上可用。不错，这双锤就是林晓当时从碧玄雷蝎身上爆出来的，之后就一直放在苍蓝界里吃灰好些天了。虽然只是蓝武，可力道只比李允堂的反品子午青钢棱角锤少8点，更多了他所没有的攻速。更遑论还有一个避雷碎的技能。反观反品，除非橙色，否则极少有自带技能的武器。如此属性配合铁如意这般体格，威力必定不会差。九州给每个人的先天体质也不是乱给的，就如铁如意这体格，就不可能给个软弱体质，只要跟战斗属性沾边，就必是力道向的。当然这也不绝对，否则李允堂也不会玩锤。我去，帅高手，这锤子可以啊！李允堂看完，有那么一瞬都感觉自己手里的紫锤他不香了，但忽然他秀色眼眸轻转，话说你的斧子出不出？此话一出，莫等林晓反应，周围的玩家们就先一步竖起了耳朵。看过装备榜的人都知道，林晓可是有一把灵品乘5的斧子的，而自从他手通了救梦之地困难和地狱级之后，装备榜上都已经没有紫色装备的位置了。装备榜榜首藏风之刃，乙等魔蛇苍蝇弓，探花天霜之泪，极地救梦玉镯，中举罗天战斧，秀才坤焰碎云戟，登科木灵树妖。毫无疑问，全是橙色品质。也就坤焰碎云戟不是林晓的了，可明眼人都知道，不是他的，却等于是他的。没看人家是跟林晓一块手通秘境的吗？能是一般关系？现如今罗天战斧可能易主，怎让人不关心？你还能玩斧子？林晓别过去一个眼神，罗天战斧他目前是用不上的，毕竟身边也没人玩斧头，可他到底是灵品乘5啊，怎么能轻易出手？那是真以为我只能玩锤啊？你就说出不出吧。少年略显诧异，看来李允堂的先天体质不止局限于锤子，是重型武器。不过再说吧，我自己都还没乘5用呢。李允堂哪能轻易放弃，忙道：别呀，你就说怎么才能出呗，尽管报价，钱不是问题的呀。现在全服最强的2把武器都在林晓手中，而其中正好有一把适合他，他还认识林晓，这优势上哪去找啊？哟呵，小姑娘，这次你总得让大叔我了吧？林小子，我这里钱也不是问题。一道浑厚男嗓忽从人群中传来。不多时，面貌一新的万场哥也是出现在林晓面前。比起刚开服时，他显然也在九州里发展起来了。前世的龙祖军队长初露锋芒了吗？另外，我们万华公会要20个名额。众人一听，心中再一细数，特娘的别说80，这一波下来100个也没剩下多少了呀喂！还犹豫啥呢？我也要一个。一个工会能直接要走20个名额，足可见声望值的价值。虽然现在看不出来那些资产到底有什么用处，但未雨绸缪嘛，谁也不先走。这边要2个。小神，我要一个。万场哥的这一波助攻，无疑让群组名额的价值瞬间飙升。第128章，你不早说。人在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时，知觉、判断和认识偶尔会表现出趋近或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行为的举动，这就叫从众。万场哥狮口大开，直接要走了20个名额，毫无疑问直接成了那个众。接着又有他人争先恐后抢着要位置，众的体量瞬间增大，从众者自然就跟着增多了。我再要一个。人群中又出一声，可这次林晓却是亮出了小安手里做的记录，贴心小妹从一开始就在记录了，不好意思各位，没有名额了。不是才到99吗？有眼尖的人见序号不对，立刻发问。抱歉，那是预留给我女朋友的。这话一出，现场瞬间炸锅。卧槽，小神有女朋友了？是那个柯基腿很长吗？就梦之地困难及地狱级的手通里，2个就在他们面前，可雨安已经在群组里边，却不是女朋友，答案显而易见。不是吧？哪位姐妹这么幸福啊喂？哇塞，小神当众承认甜炸了呀。不行，有女朋友又怎样？只要还不是老婆，我就有机会上位。此人话音一落，众人目光便齐齐望去，结果好吗？笑贫之辈不至于，但绝对是一位普信女了。大姐，那边有人把茶给洒了，我建议你还是先去照照自己的样子，可能不够，要不我再撒泡尿。嗨嗨，少年适时一声轻咳，也算是绕开了这个话题。好了诸位，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按照记录好的 ID 拉群组了。等会，人群中忽然有人喊道。
林晓满脸疑惑地望了过去，却只听300万，你的斧子我要了。林晓，我靠，你不讲武德，我出500万。李允堂顿时不干了，这可是他先问的呀。林晓，600万，万华公会要了。万场哥紧跟着开口，外加京城一套3居室。林晓，操，钱多没地方花是吧？不就一把斧子吗？老子不要了。林晓，嘿嘿，大叔，又剩下我们。停！打住啊你们！林晓彻底绷不住了，虽然你们出价挺高的，开口就是大几百万，我什么时候说要卖斧子了呀？哥这先入为主呢是吧？哈呀，不卖啊？真不考虑啊？万场哥也不想放弃，不卖。为了杜绝两人的想法，林晓干脆断言，这斧子是留给我未来老婆的彩礼，不出。谁知他话音刚落，你不早说！林晓立时瞪大双眼，这大锤妹子怕不是要以身换斧吧？这也太……咕嘟，这边的4个你随便挑吗？林某人，白期待了。谢邀，我刚刚的话你也听到了，我有女朋友了，她也等于是我未来老婆。好吧，那之后如果还有适合我的武器，可别忘了哦。这子锤我还能用一阵子啊，忘不了。李允堂暂时放弃，但万场哥却转言道：斧子不出，那张弓呢？弓出不出？哈，那是炼体境的装备啊，大叔。林晓没想到万场哥这么孜孜不倦的，不过一想到他需要考虑的不只是他自己，倒也能理解。他是有意拉如今的万华一把的，毕竟前世他也加入了万华公会的后身龙族，但现如今他不想开这个先河，橙色武器暂时还是先留在身上，无论如何也比换成现金好。未雨绸缪嘛，不嫌早。理解，只是抱歉，弓也没有准备出。万场哥似是早就料到林晓会拒绝了，脸上并没有多少失望，但刚欲开口却听弓不出，但这个不知大叔你有没有兴趣？林晓说罢，直接将一条装备属性详情共享了过去。双股轻钩，钩以沉积云铁历经9981淬锤炼而成，详见第112章。品质紫，要求筑心镜及以上短兵类修者可用。万场哥看完，双眼立时晶亮。这子午出，虽然没在榜上，可这双股轻钩的属性却绝对可以排进前20。林晓文眼耸了耸肩头，用不上，换点钱花喽。可这一下，感兴趣的就不只是万场哥了。大庭广众的一把灵品子午突然出现，怎叫人不动心啊？他们虽然没看见具体的属性，但灵品子午直接抢就完了的呀。品质已经摆在那里了，属性就不可能差。我出100万。万场哥还没开口，场中一名体态肥硕的男子就先吼了一声。他知道林晓的上一把子午卖出去70万的价格，但却只是凡品，如今这把可是灵品啊，100万绝对值。更何况还能在林晓这里混个脸熟。看到那铁锤妹子这次得了什么好处了吗？还不是因为他认识林晓。只是万场哥却在此时瞥过去一眼，哥们，这子午只有短兵类修者能用，我劝你还是先想清楚再出价。那有什么？老子换个宗门不就得了吗？那出价者却完全不在意。九州的职业照道理说是可以随意换的，只要你转修对应的心法就可以了，但其中的潜规则又有几人懂？设想一下，某名玩家在一个宗门待了些天，却因为出了把别的武器而转换到其他宗门，原宗门会怎么想？1次2次或许无虞，可次数一多，这名玩家会不会被打上不忠无义的标签？届时还会有哪个宗门愿意收他？而在九州，宗门可是一大资源获取点，没有了宗门你只能当散修，职业是无所谓了，资源却比其他人少了大半，因此频繁换宗门绝对是弊远大于利。随你好哥。万场哥闻言立时默了提醒的意思，直接两手摊开，林小子我出。只是他话音未落，林晓却直接抢去话茬道，没必要竞价，这子午我拿出来就是准备卖给大叔你的，看着给就行。吼！万场哥满脸诧异，心道倒是小瞧了这小子的脾性啊。然而那出价100万的肥硕男却不乐意了，他妈的凭什么？第129章，好像组了个不得了的群啊！凭什么？肥硕男只感觉自己被轻视了，自古以来见者有份，价高者得，你还想破坏市场不成？什么乱七八糟的？林晓却是满脸鄙夷，那按照你这么说，你这一身肥猪肉也是见者有份喽？有脸就问问在场有谁想要你这一身肉的？众人闻言纷纷扭头瞥了眼肥硕男，却在看到他到那状如10月怀胎的肚腩时，默默地把头扭了回去。肥硕男这一波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我特么等着，你特么给我等着！行，
我等着你，撒楞润吧哈，别影响小爷做生意。林晓满脸嫌弃加敷衍，这态度更是让肥硕男怒火冲天。但在九州里，他还真拿林晓没办法。CNM， 说，肥硕男狗嘴脏话才出，雅座边的少年便忽然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他一手倒持长剑，已侧站于肥男面前。刚舔完马桶盖是吧？嘴巴是真臭啊！不过就你那金针菇，还是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你，肥硕男根本来不及说一句完整话，因为一道伤害已经在他面前跳出。真伤，破甲，负15061，秒杀！少年收剑入鞘，都懒得去看那肥男软倒的样子。就这点防御力也好意思出来混？一剑秒杀，速度更是快到肉眼难以捕捉。林晓这一击，直接将在场某些人心里的小算盘敲得粉碎。这个男人在九州的统治力已经初见锋芒，虽然他现在红名了，可谁也不敢上前打他的主意。现场因为这肥男的死，稍显死寂了片刻，直到小神牛逼哦，干得好啊，小神！对付这种动不动就骂娘的，就该这么霸气反击啊！壮哉我小神！雄起！我天，随随便便伤害就破万的吗？小神出剑，必须的必啊！人群乌乌泱泱的吵闹了好一会，才被林晓双手压下。虽然前面一个群组位置卖10万，给他冠上了见钱眼开的标签，但这波显然是圈粉了。见人群终于安静下来，林晓也是将那双股轻钩拿了出来，递给万场哥。这次由那肥男做前车之鉴，再无人跳出来喊价。虽然眼红，可林晓摆明了是要卖给万场哥，后者也有意要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了，谁也没得办法。谢了呀，林小子。万场哥也不是婆婆妈妈的人，接过后又道：我也不让你吃亏，刚才那人喊价100万，我这边再给你加10万。别的呀，万大叔，你这可就外道了呀。哈哈，男人爽朗一笑，我万华可干不来占便宜的事情，九州的暴率你我皆知，这子午你不卖，我们自己刷还不一定能刷到。哼，既然如此，我可却之不恭了，你应得的。没多久，万场哥就往林晓之前报过去的账号里赚了310万的巨款，到底是背后占了一个国家的工会啊？说不占便宜，就真是丁点不占，该行了吧？一直在旁边看戏的李允堂吐槽道：你们两个大男人还要聊多久呀？不是能刷声望吗？搞起搞起！行了，下次打到适合你的子午，直接先给你行了吧？林晓无奈摇头，这锤娘就是看队友和万场哥都有新武器了，心里酸呗。不用，你把斧子出给我就行，嘿嘿。那没得商量，小气死你得了。小小插曲接过，接下来总算是进入了主题。好了，诸位，接下来我开始按照记录的 ID 拉群组，入群费临时优先。ID 枪已上膛，还在吗？哈哈，当然在了。林晓话音刚落，一名虎背熊腰、腰挎2把大刀的男子便立刻出声。这回他手里还搂着一个气势汹汹的女人，正是一开始想要道德绑架林晓的那个801，而大刀男自然就是第一个要位置的那位。短短时间就跟801搞在一起了，你大哥还是你大哥啊？不过这把多半是因为超能力。ID 大大骄傲是我这姘头，我替他跟你说声不是，也一并加入了吧？啊，有记录当然可以进。林晓倒是不在意，反正他已经回对了那一声道德绑架，两人间更没什么深仇大恨。既如此，有钱赚何必放过？反观那801，这会还有点小尴尬呢。哈哈，林晓兄弟大气，以后来魔都有什么事情，尽管报我扶枪的名字。入群费我用现金给，私个收款账号来。得嘞，不多说，款项到账，两人也是收到了系统的提示音。继续 ，ID 52亿 ，ID 舌战群儒 ，ID 双响炮1号机。林晓越念，眉头越黑。Delta 这些个 ID 都是认真的吗？我特么的好像组了一个不得了的群组啊！边上李允堂已经快给家里的宠物规办走读手续了，表情更是险些失去管理。万场哥满脸诡异，就差直接录下来发给相关部门去调查。林晓满头黑线，只能是加快速度跳过这一波人。好在后面的 ID 就开始逐渐正常了，最多就是混进1、2个中二风或是非主流。例如李允堂的 ID G 午夜海棠 ，G 和午夜海棠之间的符号根本就念不出来。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小半个钟，扫清魔幻群组的人数，包括林晓和小安在内，终于达到了99人。不过游戏前期身上有2000下品零食的人终归是少数，到最后林晓也只收到了1万余，相当于5个人门票的零食，倒是收到了700多万的现金，不包括李允堂和万场哥他们，需要赶快花掉的钱又多了一笔啊，难顶的嘞。只能等以后游戏里的搬砖党们形成规模，再换成零食了。不过到那时流通比例下调，手里的现金也能换到更多零食，不亏。将所有人都拉入群组以后，
林晓也是打开群组聊天频道，发了条消息：临时群组荡魔大队，林晓传送坐标栾北城，大家先到这里集合，之后我们再细说这次的任务。第130章，我这很凶险哦，例如被一个屁给崩死了之类的。记名云化州，栾北城。栾意为栾江，为记名州三江之一，源起于记名之巅寄渠山，开支数流而奔涌入海，乃三江中最是宽阔者。三江加上诸多支流，便将整个记名州分作了各个区域。而栾江以北为太行州，以南则为云华州。栾北城虽有一北字，但却地处云华州，北字更多的是豫北的意思。记名三大人族表面上和睦，可计分而治之，自有其道理。暗地里虽算不上纷争不断，偶尔的较劲却还是免不去的，毕竟三方理念不同。当然了，若是面对暗流魔幻，人族三支还是会齐头并进，一致对外的。栾江之宽，最宽处可达近1000丈，这样的一条大江，按理说本身就是天险，何须再遇？然而一旦战争爆发，栾江却最多只能挡住普通士兵，那数以千百计的修行者呢？怎么办？就只能借用栾江之险加以阻击。整座栾北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大半是搭建在栾江之上的，其底下密密麻麻的地基石柱如同开了闸的水库，将栾江分作多股，穿过栾北城地基后才重新汇聚。栾江上的这一半称得上是战争堡垒，但岸上的一半却也当得起优美二字。江水润物，遍地丛花，时有蝶虫飞来，寻花采蜜。若是无事，到此游览片刻也添惬意。这场景与河上的那半城可谓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午后，阳光明媚，城外传送阵处，一道道流转而至的光华却是有些破坏了这份静谧。这些光华无疑正是林晓他们在抵达后很快便分而散之，没有聚集在一起。这也是林晓的考虑，毕竟近100人的队伍目标还是挺大的，荡魔嘛，能低调就低调一些。而他之所以选择栾北城，首先因为这里是云华边境，渗透进云华州的魔道宵小自然也是从边境开始的，反包回去就不会错。其次，由他带领的主队伍还需要跟太行祖崇2州的先遣部会合，以共商扫魔之计。而栾北城算是3州之交汇，为祖崇州稍远一些。这些都是在任务开始之后，随着任务进程而出现的提示。林晓组建了临时群组，自然算是达成了一个进程。不过并不是指定栾北城，只让他选择边境城市。当然了，在他选择之后，太行祖崇2州的先遣部那边也会得到消息，并赶赴这边。此外，苍蓝剑宗作为本次扫魔主力，大部队也是好整以暇，只待时机。林晓组的这个群只是先锋而已，说白了其实就是制造导火索。魔宗渗透却不发难，任其发展绝非好事。如果不是各宗的情报部门发力，以及一些弟子在任务途中发现了魔道痕迹，恐怕至今都还被他们蒙在鼓里。为了不让事情越发的难以收拾，正道一方只能先声夺人，需牵其一发而动之全身。毕竟魔道渗透进来的主力不出，正道方面就永远被动。临时群组荡魔大队，林晓，大家都到位了吧？群组里很快弹出了乌乌泱泱的回复，而通过系统提供的人员地图，林晓也确定了群员们的位置，基本上都分散在城中各处。林晓，好，我先说一下，我们所在的栾北城是云华州的边境，只要绕着边境找，靠近魔宗势力时系统就会自动提示，然后生成指引路线。不过能找到多少，杀掉几个，就看各位的运气和实力了。大家可以自由组队，成员可以是群组里的人，也可以是其他人，但如果被其他人杀了，当然就没有声望奖励了。规定时限内，只要达成要求，就会有声望值奖励。不过最好从两边包抄，当有队伍汇合后，再向内收缩。吃鸡的毒圈大家都知道吧？就是那个形式。枪已上膛，得嘞，现在就可以开始了。林晓，随时可以。随着林晓这一句话落下，整个栾北城里也是稍显吵闹了起来，或是各自组队，或是商讨方向。林晓这边却是记忆午夜海棠，帅高手，我们5个能不能跟你混呀？这是李允堂发来的私聊，但实际上何止一个李允堂啊？在林晓说出可以自由组队后，他的私聊频道就已经被数十玩家给爆破了。之前荡魔大队的群员们对林晓9州第一的名头还没有清晰的概念，可就在他那侧身一剑挥出破万伤之后，哪还有人不知道？如果这次能跟林晓组上队，声望值岂不是哐哐往上涨？奔着这念头，大部分人也不管是不是认识林晓了，再怎么说也花了10万块钱买他队伍位置了不是？问一下又不会吃亏。对此，林晓当然是一一婉拒了，没有答应过的，选择答应谁都不好。也就是在这时，李允堂发来了私信，唯独他的林晓稍稍考虑了一下，接着回道：林晓，你确定？我这里可能会很凶险哦，例如被一个屁给崩死了之类的。记忆午夜海棠，火冒3丈点 JPG，
再被屁崩死，我跟你姓。林晓，那行啊，你随意。同意了李允堂的组队申请，后面来找他的林晓也有了借口回绝掉，同时也给了其他人一个心理暗示，还是混得不够熟。前世的林晓就是因为一门心思守着方逸宁，从而忽略了一些人情世故。如果不是后来被龙祖器重，他几乎都没什么人脉。重来一世，他已明白人脉的重要性。这些能在前期就豪掷10万买门票的人，都值得他去尝试交往。以后发现人品不行，再踹了也不迟。滦北城天鸾红楼，多方考虑后，林晓最终将与太行祖崇2州先遣部的汇合点选在了这边。天鸾红楼装潢大气，登上高楼更可于人以一望向北的豪迈感。而今整个天鸾红楼都被林晓给包了下来。毕竟往大了说，他可在是代表宗门搞外交，怎么能落了牌面？2州先遣部没来之前，林晓看着眼前的9州娘子军5人众，既然跟我混，总要自我介绍一下吧。之后大家也好互相配合。第131章，太行矮人族神兵门。少年看着眼前舞女，逐渐陷入了沉思。这特么的李允堂到底是怎么把这4个人从茫茫人海里找出来的？就离谱。不过队都组了，还能怎么办？嘿嘿，李允堂先声夺人，那就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李允堂，9州娘子军现任军长，筑心6阶重器锤修。重器包含长锤、偃月刀、杵、锏等等，多为钝器，少见利器，攻速不快，但破坏力惊人。他之后，那位金刚芭比嗡声开口：“俺叫铁如意，9州娘子军副军长，筑心5阶重器锤修。”他也就这点还算符合自己的体格，要不然林晓非得以为他是9州版石冷哪吒不可。如今离得近了，林晓才发现他的脸是真光滑啊，萝莉脸，壮汉身，还好不是夹子音。只是越看林晓就越想吐槽，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真的有这种人啊？要知道9州可是不能捏脸的，现实中长什么样，9州里就是什么样。而能够改变五官容貌的宝物，在世界融合之前，玩家是不能使用的，否则到时货不对版，一身实力要融合到谁身上去？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事实。上官娇，军士长，筑心5阶刀修。铁如意之后，那戴着眼罩、身穿洛丽塔的斩马刀少女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声，整的4个没得感情的杀人机器。林晓听着，嘴角莫名一抽，果然都是走反差路子的呀。我叫洛可可，筑心5阶刀修，普通成员哦，朴素连衣裙，俏皮中带着点可爱，却手持大柴刀的女孩开口道。说完，眯着眼朝林晓笑问一声：“小哥哥刮胡子吗？我刀法贼好。”少年浑身一个寒战，不必了。哎，刮嘛刮嘛，我刀贼快，不痛的。超，你还来劲了是吧？林晓连忙一个后跳，上一个冷若冰霜，这一个腹黑跳脱是吧？天冷了，我的胡子都缩在下巴里不出来，不用刮。那剃头吗？林晓，下巴要不到，直接奔头来了是吧？你是魔鬼吧？而就在这时，旁边的小安直接跨步上前，手里的蛇骨金棱枪直接挟持挡在胸前，敢动我哥一根毛，戳了你啊！唉，洛可可扫兴的歪着头，不给就不给嘛，干嘛动气喽？哼！林雨安地去一个不善的眼神，见洛可可没再上前，也是将短枪收回身后，退到了林晓身边。后者伸出手稍抚了下他，示意他不用担心，至少在9州里，他的安全还不至于让小安来保障。好了好了，稍安勿躁。李允堂连忙出来打圆场，不好意思呀，帅高手，可他性格有点跳跃，我替他道歉的。这也叫有点吗？林晓眼神轻动，我怎么感觉他是真想把我的脑袋给削下来啊？这要真挂了一次，你可得赔我钱啊！他虽然觉得有点异常，可暂时也没有更多的头绪，索性就半开玩笑的把这事一接而过。嘿嘿，不会的，李允堂讪笑一声。接下来剩下的那位成员也自我介绍道：我叫苏苏，普通成员。这一声落下，林晓还特意等了小半会，却见这位有着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大盾女孩并不准备开口，无奈只好问道：“修为呢？”哦，筑心4阶。然后嘞？盾战士。苏苏的面孔已经是红成了水蜜桃，通过一个短短的自我介绍，她的性格完全被衬托出来，超级内向，还有点马虎。到这，林晓也是基本了解了李允堂这个9州娘子军的位置组成。李允堂是前排主攻，铁如意是前排战坦，上官娇儿大概是打野，洛可可是游走刺客，苏苏则是纯肉。虽说盾战士这个职业也有战斗力，可看苏苏的样子好像没有啊。虽然手握流星锤，可很难想象他挥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甚至会怀疑他挥着挥着能砸到自己。
既然大家坦诚，我也不藏着掖着。少年说着，轻轻一笑。林晓，祝星6阶，渐修。雨安，祝星6阶，一修。小安也跟着开口，却是没有道出全名，也不知道他是忘了还是刻意。他6阶的境界也是全程用极品祝星丹升上来的。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待遇，废话，他可是天齐一宗掌门韩之木的关门弟子啊，跟林晓是一个层级的，在这方面都超过了在龙族的柯云岑了。不过以柯云岑才到29点的气运值，也正常。接下来时间悄然流逝，小半个9周时辰在闲扯中度过，略显漫长的等待时间都让李允堂有些后悔跟林晓组队了。因为前不久盗魔大队群组频道里已经有人在说自己找到魔道，并且刷到声望值了，虽然是些小喽啰，只给个位数声望，但聊胜于无。怎么说也是开张了不是？反观这边一直都在望北，我说帅高手他们还有多久才到啊？这个问题李允堂已经问了7、8次了，但这次他话音刚落，雅座上的少年却是忽然站起，走到了楼台边上。来了，来了！6女齐齐望向林晓所去的方向，果不其然，那遥远北际些许显得敦厚的身影正跨骑好似山羊的灵兽飞奔来，看速度甚至不亚于现实中开到了80迈的车子，其后尘土漫天，宛如卷起了沙暴一般，来势汹汹。我去，好飒！李允堂眼睛都快放光了，坐骑哎，为什么云华州没有这种东西的？也有啊，不过只有万寿山弟子懂得驯养，想要坐骑都得去找他们。林晓别了他一眼，说道。殊不知这话一出，身后的小安却是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恍若那心里有什么别样的想法，不过没人注意到就是了。是吗？李允堂眼珠子一转，有他们那种羊吗？而在两人谈话间，太行州矮人一族的先遣部已然抵达了滦河对岸，队伍前方有着一方大旗，上书神兵门。第132章，这是矮人，你说是巨人我也信啊。喂，问你那帅高手有没有他们那种羊啊？李允堂似乎对矮人族的坐骑十分感兴趣，见林晓有些正神，不由出声追问道。啊！回过神来，林晓也不卖关子，直言，那没有，赤魄是太行州特有的物种，也只侵杀矮人族，你就是抓到了也没用，还不如宰了报个魂种开。赤魄伯常见于济民太行州，传闻有一丝异兽伯夷血脉，其头生4角，一对4犀牛，前长后短并列，一对4山羊，从脑后伸出，有环，尖而弯，身瘦确立如蛮牛，后有3尾，随心而然。当作坐骑，的确是挺拉风的，搞得林晓都想去弄一头坐来骑一下子了。改天上万寿山看看去。而这边听到林晓的解释，李允堂也是讶然一声：挖去九州百科啊，你这都知道？一听他这话，林晓心里猛地一下咯噔，好在他的心理素质可不是盖的，立马解释：我堂堂九州第一，有内部消息，怎么了？吹吧你就，爱信不信。林晓也不争，本来就是搪塞的借口而已。话至此时，那太行州一行已抵达滦江大桥的断口处，为首的矮人双手作揖，声音洪亮：太行神兵门尹中见过诸位了。闻言，林晓也是怔了怔，思绪回到了之前看到神兵门旗帜时的愕然。他没想到这次代表太行州对魔道动手的竟是他们。济民州共有8大正道超级宗派，与暗流州的8大魔宗遥相对望，其中云华占3，祖重占3，太行有2，而神兵门便是太行2者之一。但以往这类征战事宜都是太行州另一个超级宗派仙甲宗在县镇冲锋，神兵门相较而言会低调些。当然了，低调不代表实力弱，论资历，神兵门能甩开仙甲宗无数条件。竟是神兵高徒吗？小生有礼。那尹中已先一步自报家门，林晓自然不会落了气势。云华苍蓝剑宗林晓。在他之后，小安也开口道：云华天齐一宗雨安。云华刚武门李允堂。李允堂没反应过来，只是愣愣地接了一句，之后看到林晓那奇怪的眼神时，尬得真想马上找条地缝钻进去。人家都是超级宗派，他一个中上流的凑什么热闹啊？好在那尹中似乎是把他给忽略掉了，原来是剑宗高徒，一宗仙子，有礼了。尹中从赤魄背上直立而起，脸上无谦卑，却也看不到一丝的自傲。矮人族虽然矮字当头，可实际上，哇去，这是矮人啊！李允堂低声轻呼：你说他是巨人我也信啊喂！矮人族的矮是相对于体态上的，而不是真的矮。简单举个例子，云华州的正常人类上下半身比大约是 0.618 比1，也就是说上半身长度是下半身的 62% 左右。但太行州矮人的上下半身比却是接近1比1，精准的数据是 0.962 比1。
所以看起来矮。实际上，矮人族的身高普遍都是超过2米的，族里的大高个更是能达到2米7、8，近3米的程度。拿影中来说，他就是对方一雄中最高的那个了，身高差不多在2米4不到，换成人类这边已经是个小巨人了。那一身的腱子肉更是格外膨胀，其身着黑铁锁子甲背心，外露的粗壮胳膊已经赛过双腿，黑褐色皮肤更显其力道之强悍。不过还是怎么看都像个肉墩子。巨型肉墩子，过誉了。林晓淡然一笑，随后望向城门所在，烦劳将军，请放下悬索桥。高徒客气了，不过举手之劳。虽然矮人族一行凭借胯下赤魄也可强行越过滦江大桥的断口，但他们又不是为打架而来的，当然要走正经路了。足有2人粗的巨型齿轮咔咔咔地转动了起来，伴随噪响，那长达10丈、宽3丈余的悬索桥才缓缓放下，而这甚至不足滦江大桥的1成宽。不过若无这般体量，滦江大桥也经不住滦江日以继夜的冲刷。有传闻，这座大桥屹立在此已超过万年。可惜后来的一场大战，让的桥上崩裂断口，让纪明州一分为4，也让滦江大桥上多出了滦北这座豫北城。砰！悬索桥放平后，太行矮人一行立使赤魄上桥，迈过了州界。说起来也是无奈，明明纪明4分，可暗流魔道之辈却偏偏渗透在云华州这边，只因其他2州的州界附近实在是太过荒凉。就好像滦江以北望去，有江水滋润，怎也不至于赤地千里，更是花草丛生，鸟兽欢愉，奈何无人亦无成啊！矮人族不善水田，粮食方面甚至还需要向云华州购买，这些边境自然就无人居住了。不过他们人口不多，而且更爱肉食，米粮粉面消耗的不多。这次魔道渗透，太行州那边危害其实不算大，可却是由神兵们牵头扫魔，这其中或许也有微妙的干系。悬索桥上10数头赤魄脚步放缓，依次排队通过。能驮起2米有余的矮人族，赤魄的体格又怎会小？正常来说，成年赤魄身长可达3米余，高也近2米，是毋庸置疑的猛兽。但悬索桥才多宽？10米左右的宽度，容下3头赤魄并列通过就已经是极限。这里就是云华州。桥上一矮人四处望了望，屋子略小些，也难怪人长得稍小。四公子慎言，此处再如何也是云华州，并非我太行州。哼，尹中，真以为你是降神之徒，我古家就要事事听命于你？论资排辈，就是那太子也不过是我家老祖的徒孙。你矮人族极善铸造及建造，传言当年的滦江大桥便是矮人族牵头架起，但族内很多技艺却是家传、失传、不外传，也因此诞生了浓重的资辈主义。说话的这个古家首任家主便是无数纪元前打造9神兵的8神将之一，这资辈的确够足。不过其话音才落，上方却传来了爽朗笑声。第133章，古家，你该打！诸位神兵高徒，何不快些过桥？开口说话的自然是林晓，在下已于这天栾红楼上备足好酒好菜，帮他开城门是栾北城主私自的决定，而这城一部隶属剑宗，2部在苍蓝帝国，林晓当然没理由让人家开太久，只好是催促了。可他这一声在古家听来却直接误会成命令，当下抬指粗豪道：怎么如此着急？是这桥城不住我等，还是你等准备了闭门宴啊？林晓嘴角莫名一抽，边上的李允堂却是直接开口了：哪来的想治 NPC 啊？强行制造矛盾吗？虽然林晓也很想吐槽，但有一说一，这好像是任务剧情来的，别问，问就是系统有提示。不过太行矮人一族本就大大咧咧，崇尚武力，搞这么一波属于基本操作。林晓无奈，只能飞身而出，运起龙皇血统踏空而行，半眯着眼睛道：阁下这话有些冲了吧？此时林晓的眼中还有一个提示框：展现你的实力，蛰伏太行先遣部。看到林晓立于半空，古家先是一怔，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喊道：小小人儿，借逞体质之力，安敢与我叫嚣？有胆下来说话！天空的林晓还未开口，桥上的尹中却是先开温口道：四公子，你过分了吧？闭嘴吧，尹中！矮人族的脸面都快被你丢光了，脸面是靠实力挣来的，而非蛮横无理。尹中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就像在说：你要撒泼可以，敢不敢回太行州再撒泼？这里不是咱家地盘啊！喂，尹中阁下无需多言。见尹中出言制止那古家，林晓心头对其也是多了一抹赞许。纵是剧情任务，可如果古家本身不是这种性格，系统也不会把任务发到他的头上。无因何来果？四公子，我不清楚你是哪位大修的四公子，但无论是谁，基本的礼数总要周到吧？少年目望古家，
言语到最后已有了质问的架势。莫等哪日踢到了不该踢的铁板，便是后悔都来不及了。不该踢的铁板。古家一声冷哼，说的是你吗？挖去 NPC 也骂人啊。林晓转过头，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瞥了李允堂一眼。不过说归说，这么一理解，确实有点火大。是与不是，四公子要试一试吗？谁知少年话音刚落，砰！那古家身躯立时一震，借胯下赤破肩角之力，一踩一顶，2米身躯直接离地而起，途中双手金光一闪，一对方形战锤已在手中。试试就试试。林晓明眸微眯，2米余的巨大身躯就这么朝自己飞来，冲势还是很惊人的。但他又不是玩重器的，何必硬碰硬？直接硬顶，与莽夫无异。当下脚步一动，以鬼影步朝古家来向闪了5米左右，正巧在他背后出现。下一刻，四公子，你太慢了！声落，林晓已然化作龙爪的拳头夹带着雷光狠狠砸下。什么？哇！噗砰！古家被林晓这一拳从空中砸落，触地时甚至令滦江大桥都微微一震，但也仅仅只是微微而已。下一刻，古家身上伤害词条频频弹出，真伤-5868，出血，出血-74，坠落震伤-1322。林晓挥手撤去已经进入龙人胎的拳头，遂盯着地上的古家，眸光平静，眼前也是出现了对方的属性面板。姓名：古家，种族：矮人族，职业：垂修，境界：筑心8阶8级，宗派：神兵门，血量5956-13220，力道511，灵慧80，防御475，敏捷97，慧心17，护心53，心法4象神力经，身法蛮冲步，武器黑钢双锤。看这面板，这古家应该也是一位有着不错体质的弟子，否则筑心8阶乃来500多的力道，还有近500的防御。他一个挂壁筑心6阶才600出头，算上装备加成，算上坠落震伤，古家这一下毫无疑问是进入了重伤状态，血条连50%都不到了，换成伤势还能有好？该死，该死啊！我定要你付出代！啪！古家话音未落，一个硕大巴掌却是猛地砸在脸上，血条又少了一点。够了！敢于出手的，无疑是太行先遣部此行的带队者尹忠。古家，是你先出言不逊，挑衅林高图，而今还要一错再错吗？古家抚着脸颊，2米3的大个子人都懵了。你敢打我？你该打！尹忠黑着脸，若这就是你为矮人族长脸的方式，那么大可不必，矮人一族只会因你而更无脸面。说完，尹忠又扭头朝已经从半空落下了一些的林晓拱手作揖。林高图，便由我替古家说一声抱歉吧，还望不要介意。听他如此说，林晓就是想再发难也没借口了。尹高图客气了，莫怪我伤了四公子才是。哪里，便是你不动手，我也会制止。实际上，尹忠也是被林晓的雷霆手段镇住了心。人族3州，云华始终在手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他们人小，但修行者的天赋却并不差。而且上苍似乎更青睐于那等体型，反观太行祖崇2州，各顶各的大只，可高端战力却总是落了云华一筹。林晓点点头，也算是认可了这一说法，随即在落地后让开身位，道：诸位入城吧。尹忠回以拱手，接着也是开始招呼同行的同胞进入滦北城。唯有古家在与林晓错身而过时，眼中带上了一抹怨毒，其双拳紧握，恨不得立刻将林晓碎尸万段。有些人就是这样，没出事情前咧咧叫嚣，等被教训了也不会反省自己的过错，只会将自己的遭遇加之他人，继而生恨。这类人统称 NT。 太行矮人一行到达没多久，滦河大桥上便再次迎来一伙人，这次说是真正的巨人也不为过。第134章，好飒的男子，可惜小了些。滦江一畔，阵阵烟尘纷起，地面上的震动甚至令江水都为之出现了丝丝涟漪，足可见行来之人究竟有多大。妈呀，你确定那还是人？城楼上的李允堂目望远方，怔怔出神，之后又转头望向铁如意。如意，你的体格还是不够大，要长那么大。铁如意闻言也是望了一眼，估计要到屁海境吧。哎，李允堂没想到自己很随意的一个感想，在铁如意听来却好像煞有其事。换句话说，他还耐长。林晓也是惊了，这娘们什么体质啊？就离谱。是人，站在9州9族的种族宏观角度上来看，就是人族。少年淡然一笑，你可以理解为物种的多样性吗？怎么没上过初中啊你就是这么学生物的？李允堂瞪眼，
快给你的生物老师道歉呐！另外，他们怎么也有坐骑啊？人家出了最近的传送阵之后，还要赶路的好吧？林晓满脸无奈，又不像我们可以传送阵直达。不行，我也得整一只来骑，不然出门在外感觉都跌份。你有钱，你随意。捧着一杯灵茶的小安看向两人，好看的大眼睛眨了眨，其间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内心 OS： 距离嫂嫂当大姐的日子似乎不会太远了。滦江大桥断口处，祖虫一行并列排开，却好似一堵天然的人墙，远远看去都令人有些震颤发昏。这就是祖虫蛮人。传言蛮人族体内有着一丝荒古血脉，只是相当稀薄就是了。如果说矮人是大人的话，那么蛮人无疑是真正的巨人。前者即便是最突出者，也仅在3米左右徘徊，而后者恐怕只要成年就有3米8、9的身高。若是以云华州1米8大高个的比例来算，恐怕得长到4米5去。且蛮人族的上下半身比是趋近于云华人族的，大约是 0.73比1，所以看起来就像是普通人放大了一样。区别在于蛮人族常年生活在以高山地貌居多的祖虫州，绿植少，虎豹柴兽多，因此身上的衣物多为兽皮质，看起来就像是未开化的野人。而从文明繁华程度来看，毫无疑问，蛮人族低于矮人族，矮人族低于云华人族，这也是记名4分，各自为政最直接的结局。砰！滦江大桥上，祖虫蛮人一行为首的那位将手中大斧之柄杵在桥面上，震起些许沙尘。他身高足有4米3，一身兽骨铠、兽皮衣，手中大斧足有8尺余，面容谈不上好看，却威风赫赫。黑长的胡须如刺猬背刺般四散，发长而粗，绑在脑后扎出炸弹瘤子一样的马尾。不过身上倒还算是干净，只不过有股胯下坐骑散发出来的兽臭。呵呵，他声出如雷。太行矮人的兄弟已经先到一步了吗？不好意思，离得远些，只好于太行街道赶赴此地。无妨。城楼上的尹中淡笑道：“阁下应该是祖虫荒古山大长老虽颜之徒蒙芒利吧？荒古山同为超级宗派，隶属祖虫3巨头之一，地位与苍蓝剑宗无二。不过掌教实力相比百里洛寒可就差了些意思了。”哦，哈哈，我蒙利的名号已经传至太行州了吗？如雷贯耳。尹中笑道：“日后若有幸去往祖虫州，还需仰仗蒙利兄啊。”好说好说。蒙利本就是豪迈之人，直接将话应了下来，接着也是驱使胯下坐骑迈上已经放下的悬索桥。不过以他们的体格，过悬索桥只能是排队了。祖虫一行的坐骑不似太行矮人，并不一致，或是巨型的虎豹，或是体格惊人的黑牛，还有一个骑了头犀牛的。而最惹目却是一名骑着好似鸵鸟般灵兽的蛮人女子，她头戴遮目面具，但只看唇齿也知此人在蛮人族中颜值不低。可惜她身高足至3米余9。见林晓目光在自己身上，那蛮人女子也是望了过去，不过没一会就把头扭回去了，似乎还低喃了一声：“好飒的男子，可惜小了些。”林晓，行，你大，你全家都大。天蓝红楼高层，林晓会选中这里，主要也是因为这高层天花板足够高，而且地基稳，结构踏实，不怕砸。然而即便如此，蛮人族一行走在上面时，楼板还是稍微颤了颤。薄薄的楼板承受了他这个厚度不该承受的重量啊！好在这里有控制重力的灵纹阵，还不至于塌掉。很快，三方人员落座，酒菜开始上桌。云华州一方自然入座中间，左侧太行，右侧祖虫。至于为什么苍蓝剑宗那边只有林晓自己，掌门关门弟子的分量还不够重。诸位，开席之前，且容我再次自我介绍。少年斟满一杯酒，朝前方进去。无名林晓，双目之灵，破晓之晓，云华苍蓝剑宗家师百里洛寒。最后4字出口，左右侧数人无不稍稍震神，就连古家都因为百里洛寒的名字缩了缩头，心底里更盘算着找林晓算账，这是划不划算？万一把那位招来了，自己在太行股市就是再得宠也遭罪不起的。他心里无比懊恼，苍蓝剑宗那么大，九峰石谷万千山，这林晓怎么偏偏就是百里洛寒之徒？是的，作为云华州3大超级宗派之首，甚至可以说是稷明州8大超级宗派之首，苍蓝剑宗岂会只有9峰？只不过林晓一开始就拜入掌门座下，一开始接触到的就是高天9峰，石谷万千山对他来说仅仅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没想到林公子竟是百里仙尊高徒，失敬失敬！尹中连忙站起，同样斟了一杯酒回敬林晓，而其身后矮人一族也是连忙照做。右侧的蒙利却是放声大笑，哈哈，没想到啊！既是百里仙尊高徒，那么这位林公子一定很强吧？不知蒙利是否有幸讨教1、2？祖虫一行中，
那戴着遮目面具的女子也是饶有兴趣地看着林晓，不过林晓却是轻笑摇头，日后吧。第135章，血灵倾国。如今魔幻危急3周，又逢刃剑大会将起，你我还是共商除魔大计在先，至于切磋，日后有的是机会。哈哈，蒙丽咧嘴笑道，倒的确是蒙某急躁了，也罢，林公子可是欠我一番切磋。呵呵，一定记着。林晓微笑致意，也不忘介绍小安，这位是家妹雨安。少年话落，林雨安也学着兄长的模样自我介绍道，山雨、安康、云华天齐一宗家师韩之木。刚刚才缓过劲来的太行祖崇双方身躯又一次震了震。真的是，你们兄妹俩来头都这么大，敢不敢一块说完？百里洛寒是9州第一剑仙，韩之木是9州第一一仙啊，都是第一，能冠之以第一的有哪个是等闲之辈？仙子能够师从韩一仙，想必未来成就定然不浅，影中有理了。哈哈，蒙丽又是一阵豪迈笑声，今日此局来得甚对啊。说罢，他从座位站起，几步就走到了宴厅中央，面朝林雨安道：“小仙子不知，家祖蒙逊曾受韩一仙大恩，方才大难不死，于蒙丽如同再造。然我蒙丽人微言轻，这辈子或许都见不到韩一仙，今日有幸见其高徒，也算了却心愿。此物便算是蒙丽的见面礼了，何必客气。”林雨安连忙起身，他也没想到今天陪老哥来这一遭，还能遇到这种事情。此物，小仙子必须要收。说着，蒙丽甚至膝盖一弯，就要单膝着地。林雨安见此一着急，我收。此时此刻，他心里想的却是，第一个在我面前单膝跪地的，怎么能是这么一个糙汉子呢？不行，绝对不行！哎，蒙丽也是被整不会了，微弯的膝盖试下去也不是，收回也不是，最后还是林晓一个鬼影步闪过去，凭借蛮横的寸劲将他的膝盖往回一推，顺手接过了他手里的礼物。蒙公子，兰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再跪一个恩与师，家妹与你并无恩情，可不敢再屈膝了。蒙丽稍稍定眸，这番话语让他对林晓的看法也是更敬重了些。直到先祖蒙逊教导他们，如遇寒之木，必当重谢，从小耳濡目染，就算是豪迈的祖崇汉子，有些事情也会深明在心。寒之木这个名字，在他的心里，想来是占了一定的分量的。林公子说的在理，是蒙丽唐突了。说完，他又朝林雨安拱手作揖，抱歉让小仙子受惊了。往后若有机会治祖崇荒古山域，蒙丽必大行东道主之意。蒙公子客气了，有机会与安定去刀了。蒙丽欣然一笑，接着也是退回了座位。而他拿出来的所谓见面礼，则是一颗颜色翠绿、柑橘大小的果子。哥，这是什么？林雨安接过后不由发问。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小安眨了眨眼，接着便查看起这翠绿果子的介绍来，同时也将之共享给林晓一份。血灵青果，天材地宝，此果只生于祖崇天极雪山之巅，天地之势，其全方可聚灵而自成，且方圆10里内仅结一枚。效果：服下后，血量值、灵力值上限提升 30%， 每次小境界突破时，血量值、灵力值额外提升 5%， 战斗时每5秒恢复 0.5% 的血量、灵力。品质成。看到这效果，林雨安直接瞪大了双眼，扭头看到哥哥的眼神也是同样震撼。这果子对于奶妈职业的他来说，干脆就是犹如天助啊！辅助型职业怕的是什么？不是没有攻击力，因为他们出门在外身边基本上都有战斗员随从；不是防御力低，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有防御类的心法或是装备，大宗派更是根本不缺。怕的就是血量和灵力不够。什么？你说小安的体质效果能回血回蓝，怎么会不够？首先，维持圣域力场本身每秒就要消耗 1% 的总灵力，力场展开后的精神焕发也只恢复 1% 的总灵力，两者干脆就互相抵消了。这都已经属于效果变态了好吗？维持力场等于无消耗，可战斗若是打得激烈，每秒要消耗的灵力又岂止 1%。大多数时候，奶妈都是需要靠丹药或符箓来恢复血量及灵力的，否则时间长了根本奶不动。而这血灵青果，一从上限拔高血灵，二随境界提升提高基础，三在战斗中间歇恢复，即便不多，可也能起到作用。蒙丽的这份见面礼，对于奶妈而言，的确在上等佳品啊。就算真的让她遇到了寒之木，人眼灵大修用不上，也会收下给予小辈。毕竟地品成果可遇难求，这已经是寻常时候能见到的最好的天材地宝了。至于天品，每次诞生无不伴随着大凶险。蒙公子，这青果太贵重，我不能。林雨安不是那种贪得无厌之辈，在看到血灵青果的效用之后，就已经升起还给蒙丽的心了。自己无功无禄，只因师傅是寒之木就收下这等见面礼，太不该了。可话音未落，
雨安小仙子若是看得起在下，便收下此果，莫再多话。可收下吧，小安，实在不行，戴蒙公子转交给你师傅也行。这种好东西，林晓当然是希望小安收下，这对他而言只有好处。毕竟也不是每个被寒之木救过的人都会像蒙逊一般一记一辈子，甚至嘱托子孙报恩。此等人物，九州难寻啊！哥哥林晓都这么开口，林雨安也只好就坡下驴，就是表情上仍有些惭愧。他什么都没干啊，就得到这好处。一旁的李允堂人都有点看傻了，两兄妹的宗门和师傅报出来就引起了这么大反应。要不我也报个试试？不过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逝，他可不想再经历一开始引中抵达时的尴尬了。真要说出来，人家心里恐怕也只会疑惑，刚武门是个啥？干战又是哪个屌人？一场宴席，太行祖冲两边都是吃得香喷，唯独李允堂一直在想，师傅他老人家当年行走江湖时有没有恩重过谁嘞？回去的问问看。李允堂心想着。第136章，卧槽，你简直比姓林的还能抢啊！酒足饭饱，回家睡。呸！诸位，而今我所组建的小队已绕云华州边界扫魔除患，但你我皆知，那些超级宗派渗透进来的据点绝不止1、2，更有一处总坛。林晓放下手中酒杯，接着道：“那些总坛才是本次的重中之重，不知2州可有此方情报？”他拿到的任务情报，只有靠近魔道据点时系统才会预警，至于总坛的大方向，几乎没有。我倒有一条小道消息。接话的是尹忠，见其他人都望向了他，便继续道：“有情报称，黑魔宗此番联手极乐轩，投下重本，欲在刃剑大会作乱，所图不小。暗流州8大魔宗，无一个是超级宗派，但因其手段毫无底线，威胁程度却几乎等同于超级宗派的威慑力，否则8大魔宗也无法对标其他3州的8个超级宗派。而2个在圈子里混出了名声的魔宗，在这个时候联手，威胁毫无疑问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超级宗派，这不得不让人警惕。他们的据点情报。”蒙丽眯眼追问，尹忠能说出这话，想来不会无的放矢。果然，太阿山竟在那里。蒙丽闻言，眸光微微一缩，而林晓这会也是皱了皱眉头。若是太阿山，仅凭我等恐怕……他虽不敢说是人行9州地图，可这些在前世就名头极盛的区域，如今还是知晓1、2的。前文说到记名有3江，其中最宽者为脚下滦江，而还有一者最幽，亦最险，其名淡江。淡意为水波起伏的样子，但在9州，这却有暗流汹涌的意思。若说滦江在明，那么淡江便是在暗。明面上的淡江不宽不急，水波平缓，偶有起伏。可暗地里，淡江的地下支流却是3江最密者。这些支流有的平缓不急，有的却如地底瀑布，汹涌绝险。但支流究竟有多少？这点却从未有人去统计过，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拓展。或许整个鸡鸣州的地下都有淡江的支流存在吧？但又为何说其最幽？原因无他，淡江在地表最长最宽的主流，流穿了整个暗流州。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暗流魔道张狂，滔天魔气甚至反过来影响了淡江水，致使淡江两岸生养之人多嚣张跋扈之辈。而淡江之源就是地处太行州与滦江之源寄渠山摇相对望的另一座高山太阿山。那里虽然不是魔道地盘，可却因为暗流魔道的关系，隐有从高天极阳之地倒转为极阴之地的趋势。不知林公子有何见地？尹忠目光转向林晓，其余人的好奇心也都是被勾了过去。毕竟是百里剑仙之徒，又岂会是泛泛之辈？林晓倒也不负众望，稍沉吟了片刻，便缓缓开口：“饶。”蒙丽大大的脑瓜子顿时一卡。林公子细说饶。是啊，这饶从何说起？尹忠也是满脸不解。少年淡淡一笑：“黑魔宗既敢与极乐轩合谋，那么必然是有所准备，更不怕奇袭。你我直捣黄龙，便与取死无异。唯借太阿山崎岖地形，扰而佯攻，扰至其烦不胜烦，逼出其合谋之主力，再一举攻下。这谈何容易？”尹忠左右思忖一番，继而开口：“就算逼出其主力，以我等修为，与直捣黄龙又有何区别？”呵，尹高徒，你可见到我苍蓝剑宗主力？这倒未曾。说到这，尹忠也是猛然一怔。林公子的意思是？不错，既然有黑魔宗总坛的位置，主力何须再空等下去？我等只需探明虚实，之后自有我剑宗主力随传送阵而来，彻底剿灭魔道。如此甚好。尹忠点点头，一旦黑魔消，小成景侯之机，魔道必乱。届时3州主力即可全力为之，痛击暗流一脉。哈哈，好，等不及了，我的大斧早已饥渴难耐，
事不宜迟，我们这边出发。林小话落，也是率先站了起来，其余人紧随其后。太阿山距离滦北城族有数百里，林小一行当然不可能腿着去了，这可是直奔人家老巢，路上太过奔波也是大忌。太行矮人有赤魄为坐骑，祖冲蛮人也均有坐骑，但谁说云华就没有的？连古代出门都有马，九州之大，怎么可能会连个代步坐骑都找不到？只是代步而已，还不至于真的跑到万寿山去找。而且那些个说是坐骑，其实已经趋近于宠物了。城北、滦北驿，哟，几位上等的季飘，您看看。林小一行刚至驿站内，店小二便连忙迎了上来。这些坐落在各个城池中的驿站，就是驻心至宁渊进修者平日里出行的主要工具了。有传送阵的地方是方便，可传送阵需要维护，不是放在那里就可以的，因此势必导致它不会出现在人迹稀少的区域。在此背景下，驿站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只要附近有传送阵，就一定会有驿站。而季飘就是驿站内较为常见的代步兽了。传闻其有着一丝上古神兽吼的血脉在体内，只是因为太过稀薄，后来便沦为了人族的代步工具。季飘有角、四路、生六足，有鬃、躯干爬鳞，二尾，奔袭有如雷影，1日之内万里无余。哇去，6条腿的马，这是在拍《阿凡达》吧？一行人中最兴奋的无异于是觊觎坐骑已久的李允堂了。小二，这马怎么卖？客官，这可不是马，其名季飘，日行万里不在话下，租价30下品灵石，买价30中品灵石。卧槽，你简直比姓林的还能抢啊！林小，我这也能中枪？季飘饲养成本高，买价本来就远高于租价，正常也没人会买，随便去哪座城出来直接租不就完了吗？这些驿站都是互通的，完全能异地归还。小二，我们租，替我挑来7匹壮些的吧，要快。得嘞。店小二闻言也不去在意那抢不抢的了，7匹季飘，今天的营业额也能大添一笔。第137章，遭遇突袭。云华苍蓝剑宗，苍寒风。恢宏大殿内，苍蓝10巨擘齐聚于此，百里洛寒自在首座，左侧上座为大长老刘飞宇，右侧上座为二长老穆青松。以此类推，百里洛寒一袭青蓝色剑袍，藕臂有些慵懒地拖着下巴，脑后别着一只玉坠步摇，神情是一如既往的清冷。宗主，各封炼体弟子花名册在此，还请过目。九长老青天阳从座位上站起，手中则是捧着一本装订好的册子。百里洛寒素手轻轻一勾，原本还在青天阳手中的花名册便直接来到了他手里。册子不厚，每一页都是10个人名，共计200余人。应对魔道的主力准备的如何了？禀宗主，八长老千伯渊起身，10股辟海弟子已整装待发，或由高徒云和牵头。云和呀！百里洛寒稍稍沉吟片刻，扭头时步摇一晃，发出叮铃铃的清脆声响。可说罢，他又合上了花名册，目望青天阳。天阳师伯，加上我图灵小吧。这青天阳明显有些为难，高图灵小筑新未成，参与刃剑大会过早了些吧？万一师伯便当洛寒是任性也好，就加上他吧。青天阳眉眼左右一转，好吧。他心道，既然洛寒这丫头执意，或许是对那小子有信心吧，还是说本次扫清魔幻的行动可助他提升修为？大殿中，青天阳交出去的花名册正是本次参加刃剑大会的名单，所有9州玩家想要参加的都需要符合要求，然后向宗门提请，通过之后才能获得参与资格。而提请的要求是炼体境。当然这个时候刃剑大会还没开始，玩家们也只是知道有这个东西，系统还没开放报名。青天阳手里的花名册中更没有任何一名玩家，而是各封上报的种子选手，这些人届时能够免于海选。且9州之大，为超级宗派有这个资格。话说回来，此番魔道猖獗，恐也是为了各宗派的花名册吧？左侧上座的刘飞宇眉头深皱道。听他此言，穆青松也是难得没杠。无耻魔道意再悔，去我正道年轻一代，欲图使3州青黄不接，在刃剑大会开始前渗透3州，亦是此意。刃剑大会为炼体以下弟子可参加，且不说最终刃剑与否，只需走过前3关，未来便是广阔宏图一片，魔道自然要防。3长老长孙仲云也开口说道：哼，让他们来就是，来一个杀一个，来2个便杀一双。4长老不演也是暴脾气，他们以为杀尽正道弟子便可独获神剑认可，天真。这次开口的是6长老太史吴雪，9峰长老中他的剑道造诣是最为深厚者，若不拼修为只比剑，恐怕他才是那9峰第一。当然这群人里剑道资质最夸张的还是百里洛寒。
毕竟是宗主啊。好了，诸位师伯，洛寒有些倦了，一会就开到这里吧。好，老朽告退。告退。太行州西南，此地一片荒芜，却有瀑布从天而降，砸落深潭，四溅的水花令周围的空气有些湿润。放眼望去，大片绿地繁茂，然草木却杂乱不堪。正前方，一座高山入云，宛若直插天际的石柱，绵延的山脉也以那石柱为中心四散分布。不过地势仅有险峻陡峭能够形容，此山便名太阿。从山上砸落的瀑布所汇成的水流变为淡江。太阿山脚，三伙人共计20余者，目望眼前崎岖太阿山，也只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心中更添畅意。引高徒，蒙高徒。林晓回过神喊住两人。太阿山地势广阔，山道崎岖，我等不宜结队而行，二位觉得呢？此言有理，太阿再怎么也是我太行州之地，往日到过几回，这正面就交给矮人族吧。蛮人族可以负责淡江瀑布左侧。好，右侧就交给我们吧，随时以传音球联系。林晓说着，将自己在滦北城顺便买来的传音球拿了出来。这东西跟流影球差不多，鹅蛋大小，是九州修者间最常用的通讯手段。不过一者在于录存，一者在于传讯，说白了就是传呼机，只不过不需要呼叫总台罢了。好，尹中蒙利二人闻言，也是将自己带在身上的传音球拿出，随即分别往另外2个传音球中打去一道自己的灵力。这就是传呼号了，理论上可以无限存，就算更换传音球，已经存过的传呼号也可以用特殊的手段复制过去，也算是九州的高科技了。此后3队人就此分开，林晓等人自然直奔瀑布右侧。太阿山地形崎岖，可对季飘来说却完全不在话下，真以为他长6条腿只是为了跑得更快，多长2条腿就是为了 hold 住4条腿 hold 不住的地形。别说崎岖了，哪怕是断崖，只要不是80度以上接近垂直的崖壁，季飘都能上给你看。当然超过90度的也不行，他是马不是壁虎。绕到右边巡山脚走出去5里路后，沉寂了一路的李允堂终究还是没能忍住，开口抱怨：帅高手，咱们还要走多久啊？着什么急？林晓奴着胯下季飘瞥了他一眼，钓鱼老太急躁的话可是会空军的，慢慢来。空不空军的不重要，我现在还是林代。他指的自然是声望值。这么长时间下来，群组里的其他人甚至有刷到100声望以上的了，他能不着急吗？那些小鱼小虾的，宰一个才加3、5点，你羡慕个嘚？林晓话音未落，几团黑气瞬间从地面吸出，化作手掌形状，直接握住了季飘6足，状况之快，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卧槽！小心！少年一步踏在空中，右手立时拔剑，同时用左手将身侧的小安抱起，气开季飘飞上半空。下一刻，林晓原本所弃季飘身后，其中一尾猛然震弹，足下立时炸出雷电，将黑气手掌逼开，继而迅速奔离。第138章，癞蛤蟆成精了。凡人的雷电灵气，在那匹季飘逃开后不久，原地的黑气也是渐渐上浮，化作一道身影，但这身影唯有轮廓，没有五官样貌。其余季飘在这时也是纷纷四散。一直跃跃欲试的李允堂可终于找到机会宣泄了：姑奶奶，我等你好久了，看锤啊！青钢棱角锤在李允堂手中却宛如长剑一样飘逸，然而重量可是一丝没少。小女娃力道倒是很足嘛，呲溜，爷爷喜欢极了。黑魔盾，黑气人影右手挺举，一面盾牌立刻形成，但少女的一击重锤却全然不顾地砸下，欲落之前，口中还传来了一声娇喝：雷霆轰锤！什么？黑气人影刚要撤盾离开，那一锤却已经砸了上去。轰！1114，击碎！长柄锤可怕的冲势，加上锤头裹附的雷电灵力，瞬间将那黑气人影砸成碎末，难以再度维持。什么嘛，不经砸！不过李允堂可没以为自己就这么赢了，眼前浮出对方的属性面板后，他也是顺势共享到7人临时组起来的对屏中。姓名：聂乐七，种族：人族，职业：魔道法修，境界：筑心9阶9级，宗派：黑魔宗，血量10026111140，力道48，灵慧311，防御97，敏捷179，慧心1，护心21，武器魔影杖。这属性只能说中规中矩吧。筑心9阶的主属性还没有林晓一个筑心6高，小喽啰一个鉴定完毕。而看其损失的血量值，刚才李允堂砸碎的那个黑气人影应该是消耗了一定的血量凝聚出来的，并且一旦破碎，本体会直接受到10%的血量损伤。小娘皮，你惹怒爷爷了！
猫在暗处的聂了七一声怪叫，待将你拿下，爷爷必让你于风流中殒命啊！哈哈哈哈！谁知他笑声未落，嗖，呲，迅疾无比的一道雷光劈炼，直接将他轰杀在原地，连同其藏身的石块都崩为齑粉。真伤！负15811，秒杀！聂了七甚至没能惨叫出声，人就直接没了。哈你个大头鬼啊哈！脆成这样还敢偷袭你小爷我，命给你收走！靠！你抢我人头！李允堂当时就不满了，而下一秒，两人头上更是分别弹出一道词条：林晓，声望加11 ，G 午夜海棠，声望加3。这就跟经验值一样，只要造成了伤害，哪怕只是助攻也会有奖励。当然了，无论哪一者，都是主 C 分的更多。啊呀啊呀！你个表脸的，我跟你拼了呀！看到这个，李允堂就差直接哭出声了，不好容易开张了，结果你个丑比，赔我声望呢！军长大人，是剃头还是剃须？您只管说话。洛可可举起手中柴刀，甚至还舔了舔嘴唇。小安见此，连忙摆出招架姿势，他深知贱娘们绝不是什么好人。另一边，林晓更是脸都黑了，从空中落下后自是据理力争。他个老六阴我还不能反击了？我都没说你抢我怪来。听林晓这么一说，李允堂立刻喉头一梗，飘忽的眼神更是转向他方。有吗？话说回来，帅高手，你是怎么看到的？少年一顿气笑，不过也懒得计较了，这才翻了翻白眼道：从上往下看呗。哎，从上往下，这一句呢喃完，下一秒李允堂就被自己给蠢到了。他下意识忽略了林晓会飞这个事实，他以为他藏挺好，但在天上看却破绽百出，傻缺一个罢了。不过谁又能想到屁海境以下有人会飞呢？若没有龙皇圣体，聂了七的藏身位置还真需要找上一找，而对方作为魔道法修，几人说不得还要吃上几道技能伤害。哥，还有人？少年话落时，身边的林雨安却是忽然开口。作为辅助职业，规避和躲避危险是必修课，而天齐一宗作为九州上最为强悍的辅修宗门，又怎会没有相关的技能可学？林晓闻言猛地一怔，立刻朝小安所望的方向看去。没多久，一道道黑气便从天际下落而来，砸落地面后，每一道都是化作人形模样，只待众人细看去。对方足足来了6人，就是你杀了老七。为首一名阴鸷男死盯着林晓，身子则已经闪掠至聂了七身边，替其闭上未曾明合的双目。安心去吧，老七，杀你的人定会付出代价。说罢，他猛地抬起头来，目光阴狠。小子，拿命来！阴鸷男祭出长剑，身势如电，但将至时，一面呈黄色盾牌却是忽然挡在他面前。移动堡垒，什么东西？给我碎！喝声刚落，阴鸷男提剑就斩，继而只听砰的一声，呈黄色盾牌应声碎裂，而人后的苏苏也在同时捂住胸口退了一步。林晓看得俩眼一直，我帮你扶这4个字差点就脱口而出，好在他忍住了。下一刻，为了让自家兄弟少吃点苦，少年连忙提剑上前，想要我的命，来取就是，正合我意。阴鸷男长剑一甩，立时跨步上前，同时也对身后剩下的5人喊道：拖住那些女人，待我先杀了呲子。哦，放心吧大哥。5人中一名脸上划了刀疤的男子稍舔了舔唇角，也就那尊石像难以恭维，其他的长得还是很水灵的嘛。姐姐，老四，先收起你那龌龊的想法，小心阴沟里翻船。好，大姐，不就是昨夜没能喂饱你吗？火气至于这么大？少说点废话吧，要上了。被称作大姐的女子曼妙身姿一扭，下一刻身上黑气涌出，却是化作了5大3粗的肥婆模样。呲溜这些个女娃子，吃掉哪个老娘我都能多好看一分啊！哦嚯！老四浑身一颤，心道：不是我不想，而是只要想到大姐你此刻尊容，哪个男人还能有劲呢？叮！林小长剑刚与阴鸷男对碰，瞳孔就撞见了大姐变肥婆的瞬间。我靠！癞蛤蟆成精了。第139章，极乐轩，天堂与地狱同在之处，与我对攻，安敢分神？见林晓还有功夫吐槽自家妹子，阴鸷男眼中再露阴狠。黑魔气，黑妖剑。喝声刚落，凝实如蛇般的黑魔气立时绕着阴鸷男手中之剑缠爬了一圈，原本散发生铁寒光的铁剑顿时黝黑如墨。一瞬，磅礴的阴气宛如是魂大妖般，欲将林晓一口吞下。然而，黑魔气，少年心中一动，小爷我可最喜欢黑魔气了。黑妖剑是吧？老子黄炎剑呐！风，炽烈的真黄之火随着林晓心念异动，于断风切剑锋惶然而起。而由于其燃尽一切邪祟的特性，阴鸷男以黑魔气凝成的黑妖剑立时被压了一头。若不是有其灵力作为支撑，
恐怕早就悉数崩碎。可即便如此，殷志南还是顿感压力丛生。见鬼，这是什么火焰？杀你之火！一声轻喝落下，林小手中断风切，顿时舞出剑花。真黄之火虽未离峰，可那灼烈的温度却让殷志南顶不住的后退。忽一刻，少年拧握剑柄，认真一剑，声落骤落间，长剑立刻由右下向左上斜着甩挑，真黄之火砰然离峰而去。殷志南瞳孔猛缩，想必可林晓根本没留下多少空隙。黑龙玉体，无奈之下，他只能再起黑魔气，紧接着凝成龙形盘起自身。也就是这时，真黄之火匹链擦着他的肩膀就飞了过去。殷志南大气不敢出，正要退闪，可下一刻，认真再一剑。这次林晓换成了另一个方向，由斜挑转变为斜劈，并且真黄之火匹链比上一道还要宽出一些来。殷志南直接瞪眼，这是什么离谱剑技啊？不需要蓄势冷却的吗？上一剑就是堪堪避过，这次又如何避闪？迅疾而来的匹链已让他无路可退，只得以护体的黑龙魔气顶了上去。但风真黄之火遇黑魔之气，如干燥枯柴遇燎原之火，在一瞬间爆燃。哎呀，真伤！20605灼伤，真黄之火焚尽邪祟，未然镜前保持灼烧，灼烧每秒扣减1000分号的总显量，灼烧-29。看到伤害，林晓只道可惜，这玩意是后天邪祟，只能烧，没附加真伤，否则岂只是灼烧这么简单。接着，对方的属性面板也是弹了出来，姓名聂乐一，种族人族，职业魔道剑修，境界炼体2阶12级，宗派黑魔宗，血量8018-28710，力道452，灵慧64，防御277，敏捷155，会心5，护心11，武器妖骨剑，状态灼伤灼烧。看到对方这属性，林晓嘴里一声小菜坤几欲脱口而出，炼体竟菜成这样，还以为大哥挺强，结果还是小喽啰啊！黑魔宗就没一个能打的。不过林小刚准备要抬剑了结聂乐一，对方却从储物袋里掏出来一颗传音球。少年见此干脆放下长剑，满脸戏谑地看着他，就怕你不搬救兵啊！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把事儿搞大，确定这里到底是不是黑魔总坛，一直宰些小喽啰可无济于事。聂乐一拿出传音球后，立时大喊图直视，救命救命啊！很快，你在何处？传音球中传回了一道极为妩媚的女嗓。听到这声音，林晓心中也是笃定了大半，暗流8大魔宗他心里有个大概的概念的。黑魔宗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只因其宗主黑魔老鬼族有眼灵7阶的实力，这个人在前世也是出了名的恶毒。其后7宗各有其善，实力也大差不差。而极乐轩与前文提到的天鹰门同属一丘之貉，只不过全员女性。天鹰门男性居多，但男女通吃，而极乐轩只有女人，也只吃男人。九州戏称其天堂与地狱同在之处，当然仅仅是相对于男人而言。被掳至极乐轩的男人几乎就没有活着出来的，便是有，也会瘦成皮包骨，行路不出1里碎足。极乐轩的女修者一个个都练就了勾人心魄的本事，包括嗓音。我在。聂乐一看着林晓的姿态，这回反而不敢说了，但传音球那边却是催促，不必忧心，只是救你代价不低哦。声音才落，聂乐一便猛地弯了弯腰，尽显窘态，下意识考虑祈求这位过来救自己的代价，不禁猛打寒战。可同一时刻，林晓手中断风切上却再次燃起炽烈黄火。聂乐一大惊，山脉右侧，太峨山很大哦，右前50里。好，此声后，传音球所散发出来的光华已然暗淡，这也说明对方挂传呼了。而见聂乐一收起传音球，林晓脸上亦再度浮现冷色。好了，你的价值已经榨干了。说着，少年便要再度出剑，然而聂乐一却宛如疯魔了般，手中妖骨剑左右狂扫，将一道又一道的黑魔气轰向林晓。到底是炼体境，体内的灵力储量是远超前者的，不过他也只有这点优势了。无用的挣扎，少年剑锋燃炎，轻描淡写的将那些黑魔气点燃在空中。虽然那黑魔气还有着冲势在，可凭他300多的敏捷，完全可以一边闪避一边劈砍，战局的优势面并没有因此而倾倒。如果是高阶炼体境，凭借属性上的压制，或许还能跟林晓打一打，可惜这就是个小喽啰。换成玩家来说，也就是个一路都用直接突破或者下品进阶把修为境界顶上来的属性，不过尔。该死！
聂乐一疯狂轰去黑魔气，可林小剑锋之上的真皇之火却宛如枯骨之躯，聚多少他吃多少，这让他都没信心顶到那位涂执事赶来了呀。只是猛地，他目光一转，大姐，帮帮忙啊！啊！癞蛤蟆金肥婆瞪着眼回头，没看老娘正忙着呢吗？你帮我！待涂执事赶来，这些女人还不是囊中之物？你喊了涂执事？肥婆目光一转，显然是在考虑。但下一刻，死肥婆，看锤！第140章，给姑奶奶洗内衣。癞蛤蟆金肥婆立时震怒：小娘皮子，你叫谁肥婆？怒喊声刚落，手中狼牙棒便挥了过去，但这一锤，李允堂是从天而降，带着一股坠势的，超过200斤的青钢棱角锤，算上坠下的冲击力，光是重量就已经令人难以招架。狼牙棒虽然也算是重武器，可跟长柄锤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了。癞蛤蟆金肥婆眼中只见一道火花迸射而出，下一刻，手中狼牙棒便被砸飞100余米，相应的，他自然也吃到了这一锤的伤害。6180，该死！力道怎会如此夸张？肥婆囊肿的身躯在地上连滚数圈，足足拉开了上百米的距离，已足够他反应李允堂的下一次攻击。不过这时，李允堂却是将自己得来的面板属性发到了对屏中，开口提醒道：大家小心，这个死肥婆有点东西的。姓名：聂招娣，种族：人族，职业：魔道战士，境界：炼体1阶11级，宗派：黑魔宗，血量2037026550，力道401，灵慧110，防御355，敏捷62，会心15，护心21，武器天星狼牙棒。从属性面板看，这聂招娣依旧不是什么厉害角色，但对于李允堂这边的其他人而言，多少有些威胁。毕竟他们这边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打的。李允堂纯粹是占了先天体质的优势，否则就连聂招娣的防御都破不开。而这时候，重新将那狼牙棒抓回手里的聂招娣，听着耳边一句又一句的死肥婆，就宛如有一根根钢针在他心口上猛戳一般。他从小就被冠以丑八怪的名号，不仅如此，先天体质还让他的体型越来越膨胀，越修炼，体型就越加失去控制，直至如今。若不是黑魔宗一门秘法，他恐怕一辈子都要顶着如今这副皮囊。肥婆，肥婆，肥婆！啊！这天底下所有的瘦子，所有的美人都该死！聂招娣连连狂吼，双眼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通红无比。猛地，其手提狼牙棒，如一颗流星般冲向李允堂。那庞大的体型以其原有的敏捷值，至少也是获得了双倍属性提升，才有可能达到这种速度。妈呀！死肥婆发疯了！李允堂撒腿就跑，甚至将身法运转起来，开到极限。这才一个后跳避开了如流星般冲来的聂招娣，紧接着于空中抡起大锤猛转数圈，即空旋风锤。抡转起来的大锤，周遭的确好似刮起旋风一般。不远处的林晓抽空一看，又悠悠叹了口气，别问，就是羡慕。不过这样的招式，命中率应该不会高。只是林晓念头刚起，还在半空中的李允堂就喊了一声：小苏苏！是。躲在盾牌后边的苏苏应声探头，下一刻将手中盾牌狠狠戳进地里，拦截巨盾。砰！苏苏娇喝声刚落，那疯了魔的聂招娣便一头撞在猛然出现在自己身前的凌厉盾牌上。盾牌虽然立刻崩碎，可他前冲的势头也因此减缓。给姑奶奶洗内衣！砰！旋风巨锤砸落，血花与烟尘同时激荡而起，连地面甚至都被轰出略微的沉降。李允堂这一锤着实恐怖。林晓看得嘴角狂抽，丫的，你加盾战士是这么用的？还有小苏苏这个昵称怎么都没法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吧？谁听到能忍住不替他喊声冤？而这时聂招娣身上也是跳出了伤害词条，14450，破甲，防御值失效，持续10秒，因境界差距缩略至 1.25 秒。李允堂直接瞪眼，卧槽，还不死啊？这都砸烂了。这几乎要命的一锤，也是把聂招娣从疯魔状态中砸醒了过来，身上的狰狞伤口更是让他狂颤不止。肉！要命的伤势已经让他不得不接受自己肥婆体质带来的好处。其颤抖的双手连忙从储物袋中翻出一大块生猪肉，含拳大口张开便咬去一大块，接着一番囫囵乱举便咽下了肚。可其身上的狰狞伤势却在这个时候加2000，一转眼10000血就这么加回来了。李允堂张口欲言，骂声却卡在喉头，化作声声吐槽：还能这样的吗？现吃现尝啊！
真就以行不行？白砸了呀！极空旋风锤很浩然的呀。军长，你刚刚的发音错了，应该是西内，不是喜内伊。上官娇儿以斩马刀顶着一人的攻击，面无表情道：“他的对手并不是很强，只是个筑星8阶，而来者6人中2个炼体属性都这么拉兜了，筑星自然更菜。现在不是纠正发音的时候吧？”李允堂举起手中大锤，奶凶奶凶的吼了一声：“允堂，用帮忙吗？”“才不要！”李允堂直接拒绝了林晓的提议。今天姑奶奶必须砸烂了他。只是他话音刚落，一个红色光圈却是从他头顶往下套去，一声娇喝紧随其后。酣战光环！李允堂连忙查看起自己的状态。酣战光环，光环存在期间每秒恢复200点血量，力量加30，持续30秒。吸我魂个助攻，不过分吧？说话的自然是林雨安，这酣战光环则是他那酣战高歌熟练度提升后的产物，区别在于前者是单体，后者是小范围全体，各有千秋。嘿嘿，看到自己目前的状态，李允堂哪能有什么不满意的？没事，随便混。他刚才可是就差这点攻击的，否则那一锤就直接砸死聂招娣了，何至于让这肥婆又把血给回满了？说完，转过身的李允堂自己也开了个 buff， 风息技，风息即辅助技，攻速移速提升 10%， 持续45秒。继而，少女侧身挥锤前指，喜欢吃肉是吧？接下来，姑奶奶让你连吃肉的机会都没有。眼见李允堂那边不需要帮忙，林晓也正了正神，抱歉，让你多活了10几秒，现在该结束了。第141章，来自对面的神级助攻。你聂乐一持长剑的右臂颤抖个不停。有本事就等到图执事过来，以强欺弱算什么本事？时至而今，他已经是黔驴技穷了，怎么也想不通林晓一个筑星境为何这么难搞。以强欺弱，林晓还以为自己耳鸣了，你还真有脸说这话？炼体2阶战筑星6阶不利，却反倒说我以强欺弱，可笑啊，可笑！聂乐一嘴角狂抽，这人说话是直戳痛点啊。不过他也是恨不得怒扇自己一巴掌，本来就已经够没脸了，居然还能说出去以强欺弱这种话，便是此战侥幸活下来了，以后也没脸混了啊。好了，不跟你说废话了，黄炎剑认真劈砍。话音还未落下，林晓手中断风切却已然劈出，真黄之火劈炼速度虽不及焚雷劈炼，可有攻速及力道加成，也不会太慢。劈炼的飞行速度与元素本身、力道和攻速息息相关。聂乐一没办法，黑魔气根本无法抵消真黄之火，反而会成为对方的燃料，他只能用妖骨剑本身去挡。然而长剑本身若不附加灵力的话，又怎么去挡开劈炼？可附加灵力，黑魔宗修的就是黑魔气，不还是一样被克吗？该死，该死！聂乐一从筑星到炼体就没打过这么憋屈的架，而至如今，随着林晓的逐渐发力，他就连躲避都有些力不从心了。图执事怎么还不来？聂乐一心中焦急大吼，实力差距这么大，能坚持这么久，你已经很不错了，认命吧！少年一剑又一剑的劈砍过去，嘴里的话一出，两人的身份地位似乎都互换了过来。嗨嗨，一般也只有大反派在压制主角时才会这么说啊，而这种时候往往都会有人来救场。姐姐的小玩偶可不能就这么被你给杀掉呀！这从天边传来的娇媚柔音，仿佛是在回应聂乐一内心的嘶吼般，而一股淡淡的香风也是随着声线而至。但，哦，是吗？这道戏谑呢喃就如索命死莲在聂乐一耳边响起。你怎么？少年一记背刺，直接捅穿聂乐一胸膛，一点剑尖如小河般从其心口处探出，嫣红血液悄然滴落，倏一声又将剑拔出。真伤！会心！-30965，斩杀！林晓这一剑不过是运起焚雷之力的普通刺激罢了，但有会心伤害，哪怕纯凭力道伤害，没有任何 buff， 聂乐一也活不了命。没办法，喋血龙魂和敌剑心经是纯被动，关不掉呀。一个基础增伤 50%， 一个剑术增伤 10%， 而且是分别成算，总增幅大约为 60.61%， 基础数值一高，伤害可比简单相加要高上不少。而且一旦林晓血量降低，喋血龙魂进入第2甚至第3档，伤害还会更加夸张。噗！伴随着一声短促的闷响，聂乐一就在已然感知的图执事面前径直跪倒在地。虽然是噗，但却好像是啪的一声，如锅大的巴掌甩在他脸上。刚说完不能就这么被你给杀掉，一转眼聂乐一就很干脆的挂掉了。面子，呵，掉的连里子都没有了呀！混账小子，竟敢当着我的面杀我的人！以为我极乐轩是喝3教9流吗？图执事的嗓音，就算是在说骂人的话，也是有些诡异的沁人心脾，就好像是强制性的天生媚骨般。不过
这都是极乐轩的心法带来的效果。想要克制也简单，先天魅力值比对方高就完事了。例如林晓压根不受影响。然而涂执事话音才落，却听到林晓驴唇不对马嘴的一声：“承认了呀。”“承认？你……”话音未落，他便猛地想起自己在此的目的，连忙话调一转：“小弟弟，你肯定听错了吧？”林晓不为所动：“姐姐说的是净月轩哦。”林晓还是不为所动。涂执事嘴角稍稍一抽，这次直接用手指将领口稍稍下拉了些：“真的哦。”少年依旧面无表情，但其他人除聂招娣以外，另外4个男的却已经是目露淫邪色彩，有的更是直接咽了咽口水，根本抵抗不住，直到被自己应付的对手一刀砍在脖颈。足！这聂招娣都懵了，直接崩溃大喊：“老二、老三、老四、老六！”啊！涂执事，别再！可好像也没什么用啊。最要命的是，李允堂的锤子还五五生风的挥砸而来，他这一愣神，身上已经连中2锤，伤势再度狰狞。林晓见此更是满脸戏谑：“就这？你是卧底吧？你来自对面的神级助攻？喂，我说你这大老远的，就是过来恶心我的，到底打不打呀？极乐轩的涂执事，气人，好气人呐！不仅屁用没有，还折损了4个经验宝，这波尼玛的血亏啊！这小子是天生媚骨吗？罢了。”涂执事眉眼低沉着：“只要把你杀了，此间事宜照样不会传扬出去，是吗？”林晓听到这话，却是从苍兰戒中取出了一块巴掌大小的玉牌，继而在涂执事瞪大的眼神中啪的捏碎。有没有可能这事儿已经传出去了？这涂执事忽的一怔：“你该死！”说罢，其腰间一对短剑立时抽出，显然是准备动真格了。“抱歉，我可不想跟你浪费时间。”少年一声戏谑，随即扭头朝其他人喊道：“允堂，别玩了，砸死那癞蛤蟆精完了马上撤，我殿后。扰的目的已经达到，何必在此逗留？”“哦，知道了。”李允堂声落，手中之锤砸落的速度亦是越来越快。不过实际上，林晓捏碎的那块玉牌根本就没有意义，不过是做给那涂执事看的戏罢了。更大的鱼可还没钓出来呢。且不给他点心理压力，这仗可不好打。毕竟能混到执事为止的，可没有一个一鱼之辈。林晓敢留在这殿后，一是心大，二也是身上底牌多，气势足。“哥，我跟你一起。”这边听到林晓要殿后，小安却是不愿了。虽然他攻击力有限，可他能辅助啊。第142章，闭嘴吧你！可以在我上面的只有一个。哥，我帮你。林雨安要留，林晓又怎会同意？别闹，我不会恋战。断言拒绝后，他眼角余光也是瞥见李允堂那边已经收尾，凭借小安的辅助以及他自己开的 buff， 已经彻底要走了聂招娣的小命。见此，他也不客气了，忙道：“允堂，帮我把小安带走。要是不出意外，这女人一个屁真能把你崩死。”啊！刚准备摸魂种的李允堂怔一愣，反应过来后直接举锤大吼：“口啊呀！你还提这事儿？嘿嘿，快走！”吐槽归吐槽，但林晓的判断李允堂还是愿意相信的，当下便收锤准备走人。只是他们在这大声密谋，那涂执事又不聋，哪会听不见？想走？姐姐同意了吗？其一身气势立刻蓬勃开来，至少也是高阶炼体。嘿嘿，但林晓却嘿笑一声，他比谁都惜命，赶殿后又怎会毫无准备？立时挥手从苍兰戒中掏出一把道指符箓后：“我要他们走，何时需要你同意了？”说罢，那一把符箓便猛然四散飞开，散落在地。咚咚咚，每一张符箓都好似一个千斤石坠般落地。涂执事更是力感一阵压迫，只觉得自己是陷入了泥洼地中。“你竟还是符师？”他咬着牙怒视林晓。答对了，但是没有奖励。趁着符箓落地之际，李允堂他们也是一个个撤出数百米。小安虽不愿，但还是被强行带走，只得在临走前给哥哥挂上2圈光环：酣战光环、风行光环。光环存在期间，敏捷正 5%， 攻速、失速正 20%， 持续30秒。这风行光环自然是风行耳语熟练度提升后的产物。说起来，小安的技能熟练度提升的还挺快啊，到底是9州第一宗，培养弟子有一手的。至于林晓扔出去的符箓，自然是入门级符师所能绘制的基础符箓之一。压制符，别问咋来的，问就是抽空画的。压制符、辅助符，祭出此符，可塑造一个半径为10米的圆形领域，领域内的敌方敏捷减1 10%， 攻速、失速减1 30%，符箓血量为使用者自身的 30%， 击碎后失效。一张的直径有20米，分散出去几张铺开，范围便足以让林晓有能力在小安他们撤走之前拖住涂执事。臭弟弟！涂执事冷声瞪视，
你这是在找死？飞花雨。声落，涂执事曼妙身姿一步后撤，继而使双剑向前刺出，两道絮状剑光即刻便迅疾无比地迸射而出。可如今他身处压制符阵内，攻速削减30%，这道攻击的痕迹也就逃不开林晓的双眼了。其一身敏捷在流云步及风行光环的加持下，发挥的尽致淋漓，愣是从两道絮状剑光的中间穿了过去。这操作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地花之秀。还飞花？闪过去后，林晓还满脸欠揍，这顶多只能算是跑花。符箓可不是异常状态，会因为境界差距就削弱减益，这玩意只要没碎，谁进来都是一视同仁。当然了，入门级的符箓最多也就能困住炼体境，一旦凝元，自身灵力所带的市场进入符箓范围后，会自动规避掉相应的减益，但也只限于入门级。限制凝元境及以上的，自有小成级、大成级，甚至是宗师级符箓。不过那些个对于林晓而言还太远了。油嘴滑舌的小鬼头，不过闪开一击就如此得意了。接下来，涂执事双手紧拧着短剑，你会明白境界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哼，无能的借口罢了。为什么不想想你现在的处境呢？林晓一声嗤笑，你炼体高手，可正被我一借助心境拦在了这里啊！涂执事额角青筋暴跳，你就继续激怒姐姐我好了。话至此时，他双眸之中已尽是杀意，如果眼神有伤害，林晓估计都开始掉血了。闭嘴吧你！能当我姐可以在我上面的只有一个。黄炎剑斩！林晓一剑斩去，也是想借此试一下这涂执事的灵力属性。若是磨到那种幽邪灵力，则势必会被真黄之火所引燃。这就是你的依仗。涂执事短剑一挥，轻描淡写的将那真黄之火劈炼击碎。而他用的风属性灵力，虽然略带了一丝幽暗气息，但还不足以被真黄之火引燃啊！林晓心中暗自想着，可惜没能打出伤害。另外，力道远高于我，否则涂执事也没法轻描淡写的击碎真黄之火劈炼。随你以为吧。眼见真黄之火没有特殊的作用，林晓右手轻拧，火焰撤去，转而换作了一道道跳动的银雷，更是激活了其中的断风灵纹阵。断风激活后，自身力道加10%，攻速正 12%， 且对风系攻击有一定切断效果，每秒需消耗100点灵力。下一刻，少年一步踏上半空，手中之剑更是挥出残影，一道道的焚雷剑气便如疾风骤雨般飞向了涂执事。他如今的敏捷达到348点，基础303加装备28胜算风行光环 5% 的敏捷提升，攻速更至 173%， 基础100加装备 53%加风行光环 20%， 密密麻麻的劈炼如倒灌洪水一般，欲将涂执事淹没其中。如此攻击，就算是他想躲也躲不过去，至于回击抵消，那更不可能。一是攻速被压制符削弱了 30%， 他更没空隙去击碎那压制符；二是他才是被追着打的那个呀！啊，离谱的混小子！涂执事无奈，只好催动体内炼体灵骨，在一瞬间爆发数倍敏捷，窜出了林晓布下的压制符阵。被一界助心逼到要开炼体灵骨，这对于一个炼体境高手来说，无疑是耻辱中的耻辱。本来被拖住就已经很丢脸了，好吧？然而他身形刚刚停稳，一道硕大如月湖般的焚雷剑气却呼至其头顶。这第143章，他肯定不会完。说，那如月湖一般的雷光劈炼，几乎是跟那涂执事同时出现，就好像对方的落点早就被预判了。而之所以是如此形态，自然是经过了3秒蓄势的缘故，伤害增幅更是从 75% 跃升至 100%。半空中刚从龙人太回退的少年咧嘴黑笑，上辈子弓箭玩多了，打架还是习惯预判啊。嘿嘿，中！涂执事站稳身形时，那雷光劈炼距离他仅不足2尺，而以后者的飞行速度，剩下的时间自然是不够前者躲闪的。这一击必中，真伤！负4095，出血，出血！负621。一看这伤害，林晓心头不由得微怔，好像也不是打不了，能破防，有伤害，而且还不低。下一刻，随着伤害词条，对方的属性面板也是反馈了过来。姓名涂猜猜，种族人族，职业魔道剑修，境界炼体7阶，宗派极乐轩，血量61464668180，力道989，灵慧310，防御611，敏捷341，慧心34，护心38，心法媚骨心语，身法蝶步蝶影媚步，武器流萤双剑，状态出血已痊愈。则林晓瞟了一眼这涂猜猜的属性面板，不免咂舌，这炼体7阶多少有点水了啊。
而且作为剑修，敏捷居然这么跌，怎么会有剑修在练体境不选敏捷的？这个图思思肯定不会玩。练体境的升级规则跟筑心境不同，等后面到了再介绍。而下一瞬，林晓也是做出了决定。这厮力道虽高，可敏捷低，防御不低，但自己能破防，能打。当然，前提是得规避一下对方的攻击。不过这样的局，他也不是头一回打了。只是有一点，筑心6打练体7，跨越一个大境界，零一个小境界，这是不争的事实。好在林晓有着前世的经验在，对于练体境的能耐可是讳莫如深。另外，打极乐轩的人，他等于是先天免疫了对方最为棘手的心法，那随时随地能勾起男人心欲的能耐可不好对付。臭小鬼，不乖哦，你都打疼姐姐了。意识到林晓能伤到自己，涂思思也收起了暴躁心态，练体境的倨傲也不要了，直接耍起极乐轩最擅长的打法，一边打一边勾，一旦勾到，战斗离结束也就不远了。虽然涂思思心知林晓很难上钩，但只要有一丝希望，他都要持续的输出。收起你那低劣的魅惑术吧。半空中的林晓居高临下，以一副上位者的姿态俯视着涂猜猜，再如何施展，于我而言都是在做无用功。说罢，林晓手中断风切，立时由下往上一扫，转瞬便又是一道极为宽大的雷光剑气迅疾而下，更是在空中拉出一条黄火尾迹。就这匹练，说他是平 A 估计已经没人信了。涂思思当然不会傻站着挨打了，火雷匹练是快，但离开了压制符阵，他的敏捷早已恢复正常，闪开林晓这一击不算难。而下一刻，涂思思纤细修长的双腿猛然抱起狂风，身形在一瞬间捉摸不定起来，再一晃眼，其已借着一块凸起的山石朝空中的林晓发起突袭。虽然他不清楚林晓为什么会飞，但无非就是宝物或者特殊体质，此时的高度也不算什么，对于练体境而言更是可以直接忽视。飞花戟，一道娇声低喝响起时，涂思思已经掠至林晓身侧，死。谁知危急时刻，少年身侧却浮出一块青光小盾，让涂思思这一击未能刺穿前者。2160，这道伤害一出，林晓也是暗暗心惊。他刚才是用青光苍元盾挡掉了 90% 的伤害，而如果没能在 0.5 秒内及时开盾，这一下可就直接把他给秒了。之所以挡，当然是林晓故意为之，毕竟满血状态的他爆发可不是最高的，该吃伤害的时候就得吃。这个时候，小安给他挂的2个 buff 也已经全部失效，正是时候。前面有酣战光环，每秒恢复200血，挡了也控不住血量，还会白白浪费青光苍元盾，这玩意冷却时间可足有20分钟，很难再等到。但为了补上力道差值，林晓只能忍痛往嘴里丢了枚筑心道灵丹，这才算把力道值拉了回来。不过60秒内，他的攻击伤害也会提升 5%， 不亏。紧接着他又掏出元老级装备獠牙号角，呜的一声吹响，描述冗长，实际上却不过几息之间。林晓可不会浪费丹药生效的时间，再者维持断风灵纹阵虽然多加10点力道，可每秒却要消耗100点灵力。战斗开始至今，他的灵力已经消耗过半，所以每一秒都弥足珍贵。当前血量76609820，约 78%， 符合喋血龙魂第2档增幅。而见林晓又是吞丹药又是吹号角的，涂猜猜也更加谨慎了起来，生怕再被击中。但在敏捷存在差距的情况下，较低的一方永远都是被动。突然间，少年提剑暴起，身于低空，又运转着流云步，浑身敏捷自然能完全发挥。也就是说，他的瞬间爆发速度是以341点敏捷值为基础的，基础303加装备28加号角时，风行光环已经没了，且行动不同于快速斩击，可是能吃到流云步在战斗状态下 30% 的敏捷加成的呀。如此乘算就是443点，每小时443公里的速度，秒速超过123米每秒。纵使出加速不可能达到极限，但秒速还是接近了100米。试想一下100米赛道1秒跑完是什么情况？肉眼或许还能捕捉到影迹，但可能一眨眼目标就出现在另一个地方了，根本就反应不过来。涂猜猜现在就是这种感受，他都有点后悔当初没点敏捷了呀。但一路修行之练体境，他也不是毫无对策的。在林晓斩击将至的瞬间，他的双脚便爆发出了一股低沉的闷响。叠步第144章，这进去了，哪个男人愿意出来啊？9周玩家们在游戏中相较于 NPC 而言，最大的优势就是后者的面板是半透明的，学的什么心法、什么身法，还有拿的什么武器都会显示。早知涂思思有身法叠步，林晓又怎会不防？这又不是什么稀缺的身法，甚至可以说是普遍到烂大街了。简而言之，就是一瞬间爆发 120% 的敏捷，相当于是2步叠在一起，等的就是你这一招啊！猛冲而至的林晓虽然扑了个空，
但却在落地的一瞬间将身势拧转到屠思思刚才蝶步离去的方向。这一剑，火雷皆在，且雷光无比凝实，手握此剑的更是一只灵爪，只是在斩击之后又迅速恢复成原来的模样。1秒钟要扣1%的总灵力啊！当然是在需要的时候再开，打完之后再马上关，休想多扣老子1秒的灵力啊！林晓把能叠的 buff 都给叠上了，并且又抓到了屠猜猜叠步的后摇，无论如何也是必中。察觉到身后一道匹练袭来，屠思思更觉荒谬不已，心道这小子难不成是会读心，知道我想往哪闪？虽说凭借微动作是可以判断的，但他无论如何都不愿相信做到这种事情的是一借助心境修者。仅仅助心就有这样的战斗经验，扯淡的吧？但屠思思是背朝林晓的，又是在叠步的过程中，哪怕是落地了也会有一瞬的僵硬。他现在浑身上下全是后摇，怎么避开这一剑？哎呀，真伤！负13157，出血，灼伤，血瘀，出血，负483。见到这伤害，林晓不由得有些颓然。炼体到底是炼体啊，防高血后 buff 都叠到这个程度了，一剑才1万多血，不够高啊！但他这模样却是将屠思思从一瞬的眩晕中拉回，彻底激怒。焚雷剑气蓄力到顶时10%的概率令目标眩晕3秒，但削弱到最后就剩 0.02 秒，可以忽略不计。隔着如此夸张的境界差距，能够伤到他已该自满。可林晓还叹气：耻辱，莫大的耻辱啊！混小子，姐姐我今天必须要杀了你，才可以解心头不忿哦。话音落下，屠思思眼角微弯，笑眯眯地歪着脑袋。下一刻，身上一团粉色尘烟立即四散，蝶影、魅步。风！这一声娇吟刚起，那粉色尘烟便一瞬间铺散开来，直将林晓笼罩其中。下一刻，卧槽！少年一对眼珠子直接瞪圆，这粉色尘烟里全都是不可描述的画面，那 VIP 都看不见那种。尘烟中的屠思思分身无数，许是身法所带，许是粉尘障眼。可毫无疑问，这种场面对于男人而言，杀伤力拉满。难怪说是男人的天堂，这进去了，哪个男人愿意出来啊？姓柳名下惠那个吗？就怕他也顶不住啊！你个表脸的，好歹留条肚兜啊，还摆姿势是吧？我凑你奶奶个熊的，算你狠啊！言罢，林晓直接从苍蓝戒中抓出一把符箓，狠狠往地上一摔。在眼前光景消失的那一瞬间，他的眼神里多少是有些惋惜的。有一说一，身材不错。清心符？屠思思满脸难看，你这臭小子还真难缠啊！不过到此为止了。一声娇哼刚起，依旧弥漫在周遭的粉色尘烟便再度拢向林晓，地面上的清心符更是开始逐渐损毁。这符箓只有林晓80%的血量，且没有防御力，自然顶不住炼体境的攻击了。以屠思思989点的力道值，只需弹指便可震碎。不过林晓可没指望凭借清心符就顶住这门来自极乐轩的看家身法。蝶影魅步他略有了解，是一门结合了幻阵的诡异身法，往往陷入其中者进得去出不来。而因为是身法，幻阵中的施术者几乎可以随意变换位置，想要斩杀入阵者如瓮中捉鳖。以清心符换得一瞬间的清明后，少年当即踏步升空，直接蹿升10余米。在俯瞰时，底下赫然是一团粉色烟尘。可惜只凭清心符破不掉幻阵类身法。林晓惋惜摇头，身形也在空中闪至数十米外，想凭借筑心6阶的修为强行越阶斩杀炼体期，就算是有属性上的优势也难办。当然，若他拿出百里师傅给他的那块黑金令牌，催发其中剑气，也不是杀不了。只是那样一来，所得所悟就不是他的了。弊大于利，想来我的同伴们已撤得足够远了，今日便先到此为止。林晓声落，不多时，那粉色烟尘阵便四散而开，只留原地满脸阴郁的屠思思。溜滑的小子，倒是忘了你可升空这一点。马可失蹄，人固有失，别在意了。半空中的少年见嗖嗖的模样，直令屠思思切齿咬牙。可他即便用出蝶步闪至半空，恐怕也抓不住林晓，后者的敏捷可是超过他的，追击谈何容易。臭小鬼，今日之事，姐姐可记在心中了，来日再见，必取你性命。半空的林晓满脸诡异，你可别瞎掰啊，我啥也没干，更对你没有任何感觉，不会去那什么你的，再也不见。说着，少年保持着正对屠猜猜，直至拉开了数百米距离后才转身加速，如流星般消失在天际。就是可惜浪费了一枚助心道灵丹啊！杀掉的聂乐7和聂乐1也都是小喽啰，魂种里只有一些下品灵石，完全没有好货，纯亏啊！不过目的已达，等后面大部队赶来的时候再收回这次的损失就是了。
目望离开的林晓，涂思思却满脸的疑惑，这小子说的都是些什么鬼话呀？喂，啥也没干，对我没感觉，驴头不对马嘴的。哼，再有下次，必让你死无葬身之所。话落，涂猜猜也是转身离开。他可是记得林晓当时是捏碎了一块传讯玉牌的，据点的位置很可能已经暴露了，事关重大，容不得他有半点失误，否则别说执事之位难保，小命都可能要交代在此。第145章，太和城、庆宜峰、太杭州、太阿山脉。太和城说是城，实际上却还不如一个小镇大，整个城池依山而建，甚至有一面就是山壁。不过住在这里的也不是平民，90%以上都是修者。至于为何，原因很简单，资源丰富。太阿山脉极为辽阔，主峰孕育三江之一的淡江，其余山脉峰系也蕴养了数之不尽的奇珍异兽。对于九州玩家而言，也算是一个大型练级点了。这样的地方附近就必然会有一个半生城，玩家也好， NPC 也罢，在太阿山脉中有所收获，便可带到城中交易。几乎所有的练级点都会有半生城的存在。哥，天边飞速而来的一道俊影，终于让焦急的人儿站起身来，放下心中悬石。尽管知道是游戏，可这种真切的感觉总会让林雨安有些玉石不分的恍惚感，心知是假，却还是忍不住代入。啪嗒，少年从空中落下，直接窜进了一家酒馆的2层楼台上。帅高手，你这能力还真方便啊！天生的。林晓摊了摊手，想练也教不了你。应付完李允堂，少年也是快步走到了小安面前。傻丫头，这就是个游戏，死了也会复活的，担心什么？可我就是担心啊。林雨安享受着老哥的轻抚，摸摸头什么的，最喜欢了。好啦，这不是没事吗？你俩够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阿哥阿妹里。李允堂在旁边翻了翻白眼，道：接下来怎么整？本姑娘声望还没刷够呢。不着急。林晓看了他一眼，只问：还是你觉得这漫山遍野的练体境，你能打得过？今天碰到的只是小喽啰，万一来个稍微厉害点的呢？那怎么办？担心了？怕被屁崩死？滚呐！林晓嘿嘿一笑，暂时收起了玩闹的心思。放心好了，等我剑宗大部队到了，咱们只需要跟在后面摸鱼，就能混足声望。真的？骗你对我来说可没什么好处。说着，林晓也不等李允堂的反应了，立刻通过百里师傅给他的黑金令牌联系起宗门来。如果说传音球是传呼机，那这令牌就是正儿八经的小灵通了。也不准确，至少是诺基亚，毕竟它还有其他功能，放剑器呀，电话，呸！通讯很快接通，负责通讯的却不是百里洛寒，而是一位内殿长老，是林高图吧？我名祁洪熙，藏剑谷长老，本次魔宗围剿行动由老夫带队。藏剑谷，苍蓝10谷之一，正式弟子祁长老。我发现，接下来林晓便将自己的判断一五一十地向祁洪熙汇报了一番，最后依弟子比剑，黑魔极乐2宗不会更改据点。哦，此话怎讲？是这样。林晓稍稍组织了下语言，道：在不确定究竟有无正道修者前来围剿的情况下，2宗不会轻易放弃据点，但也不会无动于衷。他们或会派遣数支疑兵，借淡江暗流分散开去，吸引我正道注意，可真正的主力却依旧不动，以随机应变，只待最佳时机。既如此，令牌另一边，祁洪熙稍稍考虑了一番，我遣数十炼体好手携阵标至太阿山脉与你会合，若真如你所言，宗内主力便随时可传送抵制以剿魔。至于淡江暗流，倒无需担忧，自有州内其余正道宗门前去处理。若可拔掉黑魔极乐2宗，自是甚好，便是不能也好让魔道知晓我等此番决意之见。哈哈，祁长老高见啊！林晓咧嘴笑道，他倒是没想到自己一个助兴弟子的建议会这么轻易就被采纳，是因为师傅是掌门的关系，想来也只有这个可能了。高图过奖，宗门弟子或将于3个时辰内抵达。好，林晓在此恭候。这之后与宗门的通讯也就结束了。3个9州时辰，也就是12个地球时，现实里有小半天的时间了，用现在的时间比算也有6个半小时还多一些。因9州与地球时间比为1比 1.8， 故12除以 1.8 约等于 6.67， 略长啊。对于使用头盔进入游戏的人，这更是占用了超过 80% 的限制时间。3个时辰略长，我准备先下线一波，等之后再上线，你们怎么说？林晓将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现实中那位余生余警官准备要来，而9州里跟小师姐莫怀竹的约定也剩下不到2天的时间，必须要合理安排一下时间了。我用睡眠舱的无所谓，到那个太阿山脉刷刷经验装备好了，6个多钟也不是太长。李允堂应道：堂姐，我也是睡眠舱，可以陪你。说话的是盾娘素素。真的？
呀吼！走走走，我先挂机下线了，用的头盔、上官娇依旧是死人脸一张。此后，铁如意和洛可可也都纷纷表示先下线。至于小安，那还用说吗？林晓这个歌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安排。两人直接在太和城的酒馆里开了一间客房，用以作为临时的挂机点。毕竟周围环境不相对安全的话，是没法进入挂机程序的。开房间的时候，林雨安竟然还有点小小的雀跃。挂机冥想开始。太阿山庆一峰，此峰便是太阿山主峰，也就是稷名三江淡江之源。有古语云：但有数源，或起于西，或落于东，北亦有源，南则更凶。然其数源皆在一峰，名唤庆一。翻译过来就是淡江源头极多，东西南北都有，但全部都在庆一峰上。这或许也是淡江为何暗流诸多的关系，它的源头就已经这般飘忽不定了。庆一峰并非只有一峰，乃是多峰成组，而就在一处由诸多尖峰合围的高山之谷内，一条条手臂般粗的铁链横纵交错着，构建出了一个临时的营地。这营地内一股股阴冷的气息直冲天际，男男女女数百人休憩于此，或盘腿修炼，或闲聊攀谈，直至一道倩影从峰下直窜而上。第146章，你跟嫂子亲还是跟我亲？诸位，娇媚倩影刚至便开口欲言，然而话音未出，一道浑厚中带着些虚乏的嗓音却是直接打断了他。是小思思啊，快来，本大爷已经开始想你了，嘿嘿。这涂猜猜脸上闪过一丝无奈，但功法如此，他又能如何？知道，黑哥，如今恐怕不是时候。被称呼为黑哥的男子面色稍稍不善，怎么，你如今还讲究起这些了？我等愿助你修行，你反倒扭捏起来了。涂猜猜心里暗骂一声无耻，说什么助我修行？云雨时我若敢多取一毫，有一丝异动，恐怕你都不会这么客气吧？就那点益处，还不如魅惑个凡夫俗子得来的多。但嘴上涂猜猜却不得不掩饰好自己的态度。黑哥言重了，我极乐轩弟子岂会扭捏作态？的确是有事相商，何事急躁，却不可等事后再说啊。速来速来，这山疙瘩里颇为无趣，本大爷就指着你们这群极乐轩弟子解乏呢。涂思思满脸无奈，要是刚刚那个臭小子有这么迷自己，那一架也不至于打得如此艰难，还徒劳无获了。不过他也总算是能够插进话语了，忙道：据点很可能已经暴露。暴露便暴，你再说一遍。听到这话，那黑哥总算是震了震神。据点暴露，你敢肯定？涂猜猜闻言也不废话，直接将自己跟林晓交手的全程和盘托出，也说明了后者曾捏碎一块传讯玉牌。黑哥总算认真了起来，使剑的少年难不成是苍蓝剑宗子弟？正道能够得到魔道的情报，魔道当然也能反过来得到正道的情报，而黑哥作为这太阿山据点的龙头，自然知晓一二。可看清其剑法，涂猜猜摇了摇头，未见苍蓝剑法，那小子总以剑气对我，口中也无任何剑诀，但战斗经验颇是丰富，便是我也难料，身中2剑。说到这里，涂猜猜脸上多少还有点难看。前面他已经说了林晓是个筑心境，可他一阶炼体7阶对付个筑心，没拿下就算了，还吃瘪。黑哥的脸上果然浮出诡异，可倒也没有出声嘲讽。未使剑法，却伤到了你。他稍稍皱眉，以筑心越阶力敌炼体，这记名3州剑宗无数，倒也只有苍蓝小儿能做至此般。但这太阿庆一峰据点乃重中之重，不可轻易抛弃。阿旺营地中正搂着一名妩媚女子的鼠眉寸头男抬起头来，在黑只是有事吩咐就是，唧唧，别整那怪动静。黑哥眼角轻抽，又继续说道：你点些人手，顺着淡江暗流去往云华州地，给他们制造点麻烦，记住不必恋战。得嘞，鸡，我鸡你母啊个头！撒愣滚去做事。涂思思此刻却是有些不解，黑哥，这据点真的不签？万一真是苍蓝剑宗来此，我们未必。嘿，他们也以为我撤了。黑哥满脸自信，不说那些个了，来来来，小思思，事儿商量完了，该做事儿了，嘿嘿嘿。宁远阁3层次卧，从睡眠舱中坐起的林晓拿过手机看了一眼，果然屏幕上有着3个未接电话的提醒，备注都是于警官。时间11点了吗？游戏里在黎南城里买了资产，又组建了临时群组，接着跑到滦北城跟矮人族和蛮人族街头聚餐，最后到太阿山脉打了一架，前前后后用了7个多小时，现实里则正好过了4个小时。正好吃午餐去。小安在呢，上次那个于警官来了，陪哥去参加个饭局啊。好，叫上你嫂子。紧接着少年又盘坐在地，尝试着运转了一下前世的冥想心法。今世的敌剑心经因为游戏系统的缘故，他只是在游戏里掌握了，并不知道详情。可惜还是很慢，是因为地球上的灵力浓度太过稀薄了吗？妈，
算了。起身后，林晓稍微活动了下筋骨，或许是因为刚才修炼的缘故，体表吸出了些无用的杂质，略感黏糊。冲一下好了。念头刚起，下一刻他便从抽屉里随手抓了条内裤，啪啪嗒嗒顺步踢而下，走进1楼浴室。3层虽然也有，但外衣都在1楼衣帽架上，洗完可以顺便出门。只是他刚一掀开挂帘，嘣！哎呦！迎面来的小人儿如撞在了墙壁上似的，湿漉漉的脑瓜顶在林晓胸膛，接着便被猛弹了一下，啪的一声摔坐在地上。好痛！我去，摔哪儿了？快让我康康！少年连忙俯身蹲下，可这一下却难免看到了些不太礼貌的画面。林雨安揉着自己的小屁屁，疼得直嘟嘴，但听到林晓的话后，却狡黠着笑了笑，道：“真看啊！”林晓猛地将眼神挪开，你个臭丫头，一天到晚想什么呢？还有，在家不许挂空档，你哥我还在嘞。嘻嘻，我错了，不过下次还敢。小安之所以没挂档，主要还是因为上次心血来潮，跟柯云岑大胆尝试了一把在睡眠舱里空档滑行，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现在想往回习惯还真没那么容易，毕竟有句话说得好，一时空档一时爽，一直空档一直爽。当然了，出门还是要挂档的。你要洗澡呀哥，我帮你搓背啊。林晓脸色一黑，去，外边等着我，男女授受不亲啊，我的傻妹儿。那你还跟嫂子，那能一样吗？哪不一样了？关系啊，你跟嫂子亲还是跟我亲？这问题一出来，林晓还真被卡住了喉，磨蹭了半天也只能回答，当然是跟你来啊。嘿，那亲吧。一边说，他还一边闭上了双眼。林晓只感觉有一股邪火在体内乱窜，下一刻猛将林雨安从地上抱起，掀开挂帘就走回了客厅，一把将他丢在了宽大的沙发上。你第147章离念小屋。你给我听好了，林雨安，再敢诱惑哥，屁股给你打成8瓣的呀！林某人老脸一顿通红，心里直呼遭不住，这尼玛谁家妹儿是这样师弟啊？成天撩拨自家哥哥，很难顶啊喂！听着老哥凶巴巴的语气，林雨安却是笑嘻嘻道：“好啊，现在吗？不过哥，你敢不敢把头转过来再说这话？”林晓，我刀呢 ？X 刀没用力，你老妹我刀割不入呢，嘿嘿。你是想说刀枪不入吧？不是啊，枪能入的呀。林晓猛地瞪大双眼，好一个枪能入啊，猝不及防。你什么啊？去冲个凉。话音落下，林晓便逃也似的钻进了浴室，没多久，哗啦啦的水声已然传至客厅。小安的眼神却是悠悠一转，略嘻嘻，怂包老哥。接着又一声自语：“我尽力了，嫂嫂。”1楼客厅，冲完澡的林晓直接就把小安赶回房间换衣服去了。毕竟他也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是真怕自己一个没忍住干出点牲口事儿来。狠狠长舒了一口气后，少年这才掏出手机，先是网定了一家餐馆的座位，又将手机翻到了通讯录页面，轻点于警官。嘟，林先生，哟，脾气还挺好。林晓这话一出，对面直接安静了几秒钟，然后3个，1小时1个。说了我今天会到，你手机开个提醒是能死吗？啊，味道对了。自从上一次通话，林晓就看出来了，余生这个人私底下就是直来直去爱咋呼的性子，只是被工作性质给约束了。别岔开话题。哦，能死。电话里，余生嘴角一顿抽抽完遍，紧跟着吐槽道：“你那是铃声，是次声波还是超声波呀？还挺高科技呗。”林晓嘿嘿发笑，我又没说现实里，游戏里能死不算死吗？九州很真实的好罚，被杀的感觉贼拉真。话音到这，少年又将茬子一转，行了。我也不跟你瞎逼赖了，说好的给你接风洗尘，在哪儿呢？亏你还记得。余生倒也不是真生气，更多是不理解，那个九州就那么好玩。穗英，我在这边一个老战友家里呢，接风洗尘倒也不是很有必要，如果方便的话，直接告诉我你新家的地址吧。不方便，刚拉完。余生再一次语塞，我说的方便，他不是这个方便啊，敢不敢别玩烂梗了？哈哈，林晓忍不住欢笑，跟余生聊天有一种跟寝室兄弟聊天的既视感。这让他很是享受，于警官也是性情中人啊。不扯了，我听说海心区新开了一家全系中餐厅，什么菜系都有，就定在那里吧。是吗？有点意思，叫什么？啊？我没叫啊。余生下划线，说好的不扯了呢？可嗨，嘴快了，我的锅。那家店叫离念小屋，位置我已经定好了。你要是先到的话，可以报我名字。呼，电话里余生显然是长出了口气。接着才应声，好，我知道了，见面再聊。行。嘟，挂断电话，
余生却是皱了皱眉头，自言自语了一声：“离念的小屋，总感觉好熟悉啊。”怎么了，小生？听见其声，余生的战友也是开口询问。哦，没什么，你车要用吗？借我开开。余生这次出差是便衣，当然不可能开警车来了。招摇过市的话，便衣也就失去意义了。暂时不用，你开吧。行，谢啦。嗨，跟我还客气？你别给撞的只剩下4个轱辘就成。干了，你就不能咒我点好？余生闻言嘴角直抽，得撞多狠能撞成那样？转业后我也学过特技驾驶的好吧？嘿嘿。遂州海心区作为港湾城市，遂州的经济水平一直都在华夏名列前茅，而海心区又属于遂州的中心城区，能够在这里开得起餐馆的原因无二，要么是地方特别扶持，要么是兜里特别有钱。林小驱使问界 M9， 先到穗大那边接上刚下课的柯云岑，而后便抵达了海心区这边。离念小屋，哦，我听过这，某音现在很火的。一见这店铺招聘，柯云岑便想到了自己早上刚刷到的一条短视频。不过臭小子，这里好像很贵的呀。好吃哪有不贵的？林晓不以为意，再怎么说也是来保护我的，总不能寒了人家的心，不是吗？你还需要保护？我可能不需要，但你们总是需要的吧？林晓稍看了眼副驾驶，一时发现了他脸上的担忧。虽说游戏里过去了挺长时间的，但现实中白猿一事不过是几天前才发生的，两女嘴上不说，可岂会真的不怕？他们只是不想让林晓担忧罢了，而这也是林晓答应余生过来贴身保护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上次那些人还没有放弃。少年闻言也是有些怅然，却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在达成目的之前，除非有人出手干预，否则他是不会放弃的。这之后，车里的氛围明显的安静了下来。许是察觉到这不妙的气氛，后座的小安忽然开口：“例如我哥。”林小喉头猛地一卡，下意识就想到了出门前的小插曲。小安的为达目的不放弃，是指那事儿？我 TM 有点气，呸！作为他哥，欧巴，欧尼酱，我怎么能有这么出生不如的想法？忘掉，忘掉，赶紧忘掉！柯云岑满脸狐疑，又回头看了眼小安，却只从他眼中看到了一抹无奈。可林晓连忙把话题转移，到了，咱们下车吧。说是离念的小屋，可实际上这里的占地面积却一点都不小，至少也跟某底捞的大型门店齐平。时至饭点，门口专用的停车区也近乎满位，可见这餐厅之火爆。要知道，它可一点都不便宜啊！第148章，不会吧？世界有这么小的？离念小屋门口，按理说林晓的座驾问界 M9 也不算便宜了，但硬是塞进一堆更加豪华的车子中间，还是不免廉价了些。可如果算身价的话，这里恐怕有不少人连他的零头都到不了。现金能有什么用？只要手握九州资源，现金这东西，什么时候想要，什么时候去换就是了。身上留些日用的便已足够。三位，请问有预约吗？林晓三人走至门口，一名服饰妆容都精致到挑不出刺的旗袍妹子立刻走上来，款款问话。哦，有，林晓，手机尾号是8754，尾号8754的林先生是吗？好的，已经查到，为您预留的是2层的山河包厢，请跟我来。只是他话音才落，一名正与某位服务员焦急比划着的金发男却宛如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3步并作2步来到了林晓面前。哥们，你有包厢？不等林晓回答，他又继续补充，求了，我今天表白，一定让我转让费多少都行。表白？少年嘴角稍稍一咧，你就是表黑也跟我没啥关系啊，本来就素不相识的，抱歉啊，我今天也有很重要的朋友。别的呀，商量。5000，转让费5000，行不？听到金发男开价，林晓脸上多少也有了些犹豫，看得出来他的确很急，自己似乎也不是非包厢不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林小心想着，接着转头问道：小姐姐，大堂还有位置吗？旗袍服务生闻言略显诧异，但还是看了眼手中的平板，道：可能要等10到30分钟。好，那山河就让给他吧，我取一个大堂的号。谢谢，太感谢了哥们。金发男说着，立马掏出手机，转让费我转你，微信还是支付宝？不必了，祝你表白成功吧。说着，林晓直接拉起身边2女的手腕，我已经在岸上了，你还游着呢，助人为乐，天公家德罢了。啊，这看着转身走到等待区的林晓，金发男怔怔出神，俩都是吗？这哥们牛逼啊！哈哈呀，我得赶紧准备了。时间大约过去了10几分钟，林晓已经在等待区里玩了好一会儿，糟心消消乐了，余光却瞥见门口停车区驶来一台湛蓝色有着燕云车贴的08款悍马 H2。自从上回的美洲西事件后，
林晓就养成了将灵力挤成丝线状，不间断扫描周围的习惯。消耗是有一些，但胜在安全。毕竟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冒出来哪个不长眼的猫在暗处架枪呢？小心无大错。而之所以注意那台悍马 H2， 自然是因为停车区。余生一个熟练的倒车入库，一把将 H2 倒进车位中，而后目望上方，离念小屋这招牌赫然映入眼帘。果然，这风格就是他了。下一刻，满脸无奈的余生脑海里又冒出来一个诡异的念头：林晓这家伙怕不是故意的吧？可一转念，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们怎么可能认识？虽然不是很想忆起往昔，但想到是林晓选的地方，余生也只好下车走向餐厅，却是下意识压了压头顶浅蓝色的牛仔边鸭舌帽。除此之外，他上身是白色的宽版 T 恤，外边套着一件极快的纽扣马甲，下边则是束身的阔口牛仔裤，右肩还拉着个棕色挎包，左手则插着裤兜。还别说，有股说不出来的飒气。没多久，他也走到了餐厅门口，一名服务生很快迎了上去，问道：“先生，请问有预约吗？”余生脸上闪过一丝淡淡的不自然，目光却是已经锁定了正朝他招手的林晓。穗英，我跟他们一起的。哦，好的，那我先不打扰了。说完，服务生便欠身退开了。余生也迈步走向了林晓三人，对柯云岑和林雨安报以微笑，唯独对林晓有些咬牙切齿。别问，你一问，不是新仇就是旧恨呐。哟，于景，嘘！林晓这一声喊刚欲出口，余生便猛地竖起一根手指，接着用一个眼神暗示了他别这么喊。不是吧？需要这么谨慎吗？余生耸了耸肩膀，道：“他们很狡猾的，我可不想现在就被抓回去写检讨。”说完，他又问：“不是说预定好位置了吗？环报你名字就行，怎么就在这吃啊？”说着，他还扫了一眼周围，意味了然：“桌子都没有啊。”林晓也耸了耸肩膀：“有一哥们要表白，让给他了，助人为乐嘛，说不定还能促成一段姻缘里，大善来的呀。等着大堂腾出位置来吧。还有，什么叫就着？你行你上啊。你还挺好心。”余生白眼一番，不过心里很快翻起了对于林晓的丝丝胜负欲。这臭小子成天一张嘴，堵得他语塞憋慌，扳回一局的机会，这是来了呀。他应该不会在这儿吧？心里这么一想，余生也是开口道：“我上就我上，不过事先声明，我可不是因为你熬，云层和雨安是吧？我是为了他俩别饿着。”行，请开始你的表演吧，于大善人。嘿，余生又是一顿卡喉，但猛地又自己给自己捋顺了，大善人就大善人，也没什么毛病。人民警察为人民嘛，本来就是善人。说罢，他掏出手机，找到一个已经许久都未曾拨通过的电话，面带犹豫地点了下去，同时也强忍着摁下那颗红色按键的冲动。但原本应该会是秒接的电话，这次却嘟了好几声。可就在余生要挂断时，阿生，电话接通了。而对面那一声惊讶中带着丝丝惊喜的问候，哪怕是隔着2-3米，林晓也听了个实打实，总觉得像是阔别已久的小娇妻在喊情郎。不会吧，世界有这么小的？话说回来，余生与警官该不会是个工作狂，忙到老婆孩子都不要了的人吧？下一刻，余生似也是顶不住这思念满满的一声呼唤，开口回应了一声：“小念，是我。”第149章，余警官是个词的。阿生，你在哪儿？电话里的小念似乎是有着遏制不住的激动，有一种抓到了救命稻草的雀跃。这样的情绪也让林晓莫名感到有些熟悉。我在外面呢。只是简单应了声后，余生便接着问道：“小念，遂州海心区的这家小屋也是你开的吧？我跟一个朋友到这吃饭来着，没位置了。”余生话尽于此，意思也已经表达明白了。Sigma， 哎，小念一声惊愕，紧接着道出了余生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你在楼下？啊，我就在2楼的山河包厢呢。阿生，你直接和你朋友上来吧，快点。”说到最后时，小念甚至有了一丝哀求。好吧，我这就上来。尽管心里有10个不情愿，100个不情愿，余生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脸上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不自然。挂断电话后，还对林晓得意一笑：“搞定，2楼山河包厢，走吧。”果然，真是山河包厢。这个世界是真的小啊！看样子，那哥们是上岸失败了。直接叫我余生就行了，甭客气。哦，余生牛。话音未落，林晓猛地倒吸一口凉气：“你这名字后面加牛逼，好像不太对劲啊。”余生，还吃不吃了你？说好的给我接风。吃，当然吃，饿死了都。尽管情况有点诡异，但林晓并没有察觉到附近有什么异常，也就懒得纠结这些了。很快，4人一同上至2楼。对比1楼，2楼的堂食区都是卡座式的，
每个卡座都以火主作为格栅，养的也都是黑土。格栅是可以随时随意移动的，足以满足大多数情况下的特殊聚餐。整体看去，2楼的装潢也体现出一种别样的中式竹林风格。而在卡座的四周，便是一个又一个的包厢了，并不是一列排开做隔间，每一个包厢都是巧妙利用了建筑和装修上的排布，让其乡民显得更加合理，或者说应景。例如眼前的山河包厢，一路过来，走到的墙壁上就已经出现了假山假石加以衬托，更有以透视玻璃隔开的自循环水流作为河，偶尔还有些干冰析出充当云雾，这用精致已经很不足以概括了。站在主观角度，林晓甚至想用趋近于完美来形容它。现在我终于理解这儿为什么那么贵了。柯云层好似刘姥姥出入大观园一般，小屋里的大世界吗？某音根本就没拍到这种区域啊。很正常，无论在哪，包厢区都是私密性十足的，不允许拍照和录像，看到这些保安和电子眼没有？可不是摆设的。开口解释的是余生，这话里话外的，显得他对这些布置似乎非常熟悉，再结合那句小念以及餐厅的名字，信息量不小啊。说话间，山河包厢已经到了，余生伸手摁了下门铃，声音也是只有包厢里才听得见，不会影响到大堂的顾客用餐，毕竟这里的大堂可也不便宜的呀。咔，没一会，门打开了，谁知下一刻，门后一道极其丰满的亮影就扑向了门口的余生，只把他的脑袋埋入胸口，牛仔边鸭舌帽更是直接起飞。阿生，林晓稍稍退后了半步，这个动作绝对是认真的。我去，这妹子好生奔放。然而余生却根本说不出话来，只是下一刻，后边的林晓却是皱了皱鼻子，锐利的目光也是直接锁定了余生鸭舌帽下飘逸的短发，一股绝不属于男人的发间清香扑鼻而来。再看头型，林晓，卧槽！余生你。柯云层跟林雨安也是睁大了原本就很大的眼睛，两女齐齐扭头看了眼对方，显然也是完全没想到。于警官他是个雌的。哎呀，小念！余生一个猛挺身，这才总算从小念怀里挣脱，随后也是回眸瞥了林晓一眼，干什么？女汉子没见过呀。少年嘴角一抽，女汉子见过，汉子女是真美啊。别的不说，余生足足得有1.75米的个子啊，虽然肤色略白，可那一双剑眉星目怎么也看不出女子柔情啊。而且她嗓音中性偏阳刚，虽然有故意装深沉的嫌疑，但听起来就是更像男人，最后就是无比雄厚的资本了。家里有飞机场的，怎么也是腰长万贯了吧？若非如此，林晓一开始也不会把他当成男的。听到汉子女仨字，余生直接忍不住一道中气十足的吼声：滚！啥意思啊？汉子女不就伪娘吗？老子身份证倒数第2位是偶数娃超，你说我伪娘？这能忍？可嗨，抱歉，是我少见多怪了。阿生，这3位就是你说的朋友？刚从兴奋中回过神来的小念，此刻也是注意到了林晓3人的存在，这才望着余生问道。反过来，林晓也是注意到了他，并报以微笑。有一说一，这小念绝对称得上是祸国殃民级别的美女，柳眉杏目，丰唇皓齿，白皙肤色中透着一些微红，瓜子脸却不是那种普遍的网红脸，栗色长发3-7分开，额前飘着几缕略短的激进盖住眼睛，而且真正雄厚的资本，就连柯云岑也是不遑多让。关键是她的穿搭无比大胆，一件皮质马甲半裹着，香肩外露，上半身除此之外干脆就只剩下一块同样材料的裹胸，别人有钱都藏起来，她是就差全都摆在外头。往下也只有一条黑色皮裙，不足3分长，脚下是一双黑水晶凉鞋，个子不高不低，在1.6米左右，满分10分足以打个9.5。这时听到小念问话，余生也是回答道：啊，就是他们，既然是朋友，就都进来坐吧，今天我做东。咦，你不是？不过正当这时，山河包厢里却传来了一道男嗓：你不是刚刚那哥们吗？怎么？第150张好评，5星好评。你不是刚刚那哥们吗？毫无疑问，说话的正是那个因为想表白，继而要走了这原本属于林晓的山河包厢的金发男。但从现有的线索来分析，离念小屋跟这位名叫小念的祸水级美女绝对是有关系的呀。如果表白的女主是小念的话，她这不等于是人家的店里要了个包厢，然后跟人家表白？人才啊！不过话说回来，以小念的颜值加上如此引人犯罪的穿搭，很难不令男人动心啊。哟，表白哥！林晓也抬手打了个招呼。表白哥！金发男猛地喉头一卡，心道你是会取外号的，这才多长时间呢？这会就连余生也反应过来了，问道：你的包厢就是让给了他？嘿，生姐好。金发男抠着后脑勺，满脸的不好意思，看起来多少还有点呆傻，似乎在余生面前完全是另外的模样。
无论是称呼还是态度，显然也是互相认识的。剧情进展到这一步，林晓是越来越看不懂了。乱七八糟的，这都啥呀？柯云岑和林雨安更是相视一眼，看不懂，完全看不懂。但有一点，于警官的身份似乎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刑警啊，有故事，绝对有故事。你个臭小子还不准备放弃是吧？再缠着你念念姐，老子3条腿全给你打断啊！金发男苦着脸，生姐，我和念念是真爱啊！滚呐！谁跟你是真爱？小念当下立断，绝没有任何留情，言辞拒绝。还有，不许叫我念念。从这点上来看，至少不是绿茶婊。林晓在心里默默竖起了大拇哥。好评，好评，好嘞，念念，没问题，念念。金发男立刻正色，接着不等小念说话，又对林晓3人说道：“哥们，咱们今天绝对是缘分匪浅，这一顿我请客。”话到这里，林晓也点了点头。虽说今天是给余生接风的来着，但既然情况都发展的这么离谱了，干脆别驳了人家的面子。而且按照关系来论，余生似乎才是东道主啊，至少在这餐厅里是。山河包厢并不小，面积大概在50平左右，箱内的装潢也完全是按照山河这个主题来的。四周的墙壁上都是塑形土捏造的假山，底下有自循环的水流，稀稀潺潺，气氛惬意十足。头顶的吊顶也是充分拟真了蓝天白云，时不时有干冰析出充当云雾。正中间是一张足以坐下8人的石桌，就连石桌的中间都是捏造了假山，可旋转的桌盘底下亦有清流淌过。好一个山河啊，宛如真的置身山河间。嘻嘻，小念在前头沾沾自喜，还不错吧？就说本小姐的艺术没有白学。说着，他也转过身来朝林晓3人自我介绍道：“你们好，我叫黎念，就是店名的那个黎念哦。”呵呵，猜到了。林晓报以微笑。李小姐是学艺术的。艺术学美术设计博士里。哈，高材生啊，我叫林晓，双木林，春眠不觉晓的晓，刚刚休学的大学生。说完，林晓又牵起2女的手来，先看小安，这是我妹妹林雨安，岛屿的屿，平安的安。又看柯云岑，这是我女朋友柯云岑。林晓话音未落，柯云岑却是自己抢过了话茬，也许是在黎念的身上感受到了威胁。南柯一梦，云端层层，3点水，山下有金的那个层，对吗？黎念轻托着下巴，接着身子微微前伏了些，语气轻快地说了声：“不愧是博士生，很有学问嘛。”黎念轻轻敛起笑脸：“妹妹过奖了，只是正好听过而已。我是艺术系，也不是文学系，对文字不算敏感的。”黎念本硕博连读，今年已经27岁半了，叫柯云岑一声妹妹并无问题。我叫黄甫云霄，父姓黄甫，也是云端的云，骁勇善战的。没人问你，闭嘴！黎念白眼一翻，轻瞥了一眼过去，直接打断对方，却只得来黄甫云霄的一阵黑笑。边上的林晓嘴角稍稍一抽，女主不是绿茶，但男主是舔狗实锤了呀。一段小小插曲接过，接下来身着旗袍服务生们也是开始忙碌起来，或斟茶，或倒水，也记录着每个人的喜好，谁不爱吃葱，谁不爱吃辣等等。而由于林晓他们是第一次来，黄甫云霄干脆大手一挥，直接来了一桌满汉全席低配版。要全了，这也摆不下呀。不过黎念小屋是真的能做出来满汉全席的，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已经失传的菜肴，这也是它贵的原因。什么样的价钱就有什么样的味道和记忆，这是成正比的。当然了，低配版的满汉全席也是囊括了多地菜系的，每个地区都至少也有一道主打菜撑门面。这一顿饭不可谓不豪华，就这么一桌，林晓估摸着就得10来万打底，也难怪门口都是豪车啊。不是这伙人是真不一定能付出这样的价钱。饭间，阿生，这几年你去哪里了？我到哪儿都找不到你。黎念这话一出，足足4双耳朵顷刻间便竖了起来。这里头果然有故事的。人类的本质就是吃瓜，管它是甜的还是酸的，先吃了再说啊。余生似乎也没有要隐瞒的意思，而且也觉得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便开口说直言，去当了几年兵。哎，当兵？很多年的计划了，小念，原谅我曾经的不辞而别，我只是想……话到这里，黎念却是一副很怕余生继续往下说的模样，连忙打断道：“我不怪你的啊，现在不是回来了？”余生稍稍一怔，末了却化作了一抹释然的微笑：“啊，回来了，现在转业当了刑警，很长一段时间内应该都会在遂州吧？我这家新店刚开业，也要待一阵子的。”黎念一边说，一边看着余生，那眼神都快能用含情脉脉来形容了。然而下一刻，对了，林小弟弟，你刚刚说你休学了？林晓，我他妈就是吃个瓜，这也能吃到自己身上来。第151章，那我是不是有机会体验一把尹志平的快乐了？你现在应该是大2吧？
黎念说着，还往嘴里塞了块雏鲲肉。正是功课最忙的阶段吧？如果要考研的话，林晓满脸无奈。我故事还没听完呢呀。几年没见了，去当兵了，然后呢？之前的也行啊。余生这人身上肯定有故事，但都被黎念 Q 到了，他也只好搬出自己的回答来。是啊，学的没意思，休学玩游戏。Q 读音同 Q。啊？黎念就好像听到了一件极度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休学玩游戏啊？这什么游戏这么好玩，值得休学玩？一旁的黄甫云霄忍不住发问。就是啊，大二不应该先以学业为重，至少先把毕业证拿了再说吧。黎念紧跟着再次开口，他一个本硕博连读，确实很难理解。听到两人的问题，林晓先是看向黎念，调侃着笑道：黎念姐，你这观念可跟你的穿搭不太符合呀。林晓的心理年龄都快28了，这声姐还是有点难以出口。不过转念想想，如果前世也认识黎念的话，他不一样还是大自己9岁。穿搭？黎念闻言却是面色如常。你指的是我穿的太暴露吧？可我反而觉得这是以我身体为模板的，结合适量衣物后的最佳艺术品。说着他还托起下巴，挺了挺胸膛。至少你们还挺欣赏的，不是吗？林晓忍不住一口唾沫下肚，这种颜值的美女穿成这样，再说出这么刺激的话来，疯狂叠 buff 是吧？诱人犯罪啊！但他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小骚年，相反的还见过柯云层的大世面，而且触手可及。野花虽艳，家花更香。从艺术角度来看，确实无可挑剔。林晓先是回应了黎念的问题，毕竟艺术界不是有那句话吗？人体就是最美的艺术。接着又坦言道：我玩的是九州，你们应该都听过。九州？我天，陆域野生九州玩家。哥们，我也玩九州啊。你哪族的？一听林晓这话，黎念还没多问，黄甫云霄就抢着开口了：人族。哈，可惜了，我选的兽人。我是龙人族哦。我也是人族。黎念，不是，你们说的都是什么跟什么呀？什么人啊，兽人啊，龙啊的，这样就显得我特别不合群了。安了，你不是一个人。余生在边上悠悠应了一声。不过我好歹知道是个什么游戏，只是工作忙，根本没时间玩。什么游戏啊，阿生？我最近在忙新店，也好长时间没上网了。全息游戏。全息？黎念噌的一下站了起来。真的假的？就是完全拟真的那种游戏吗？咱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除了余生，另外4个人都是满脸诡异的看着弹起来的黎念。最后还是林晓先开的口：大姐，你这不只是没上网啊，你甚至都没上街。九州上线前铺天盖地的宣传，丝毫不亚于除夕夜的中央台啊。简而言之，全都是。那段日子环卫工阿姨们都骂了好吗？哎，是吗？黎念已经彻底挂不住脸了，连忙抓起桌面上的手机，就在千度上搜索了一下九州。我去！接下来他每看10秒钟，嘴里就出来一声我去，双眼也更大一分，最后林晓都怕他眼角裂开了。啊！怎么玩？我要玩！你也要玩啊，念念，选兽人族呗，我带你飞。嘿嘿。一听这话，黎念却是浮出满脸的嫌弃，才不要，不是有8个可以选的种族吗？等我进游戏了再慢慢选。好吧，那我送你和生姐一人1台睡眠舱吧。众所周知，舔狗在舔不到之前是不会放弃的。睡眠舱干嘛用的？这个我知道。余生接过了话茬道：据我所知，九州一共有3种游戏登录器，也可以说是戒指，分别是意识头盔、意识戒指，还有就是意识睡眠舱了。至于哪种更好，我就不清楚了。必须睡眠舱啊！无脑睡眠舱，1分钱1分货。黄甫云霄嘿笑一声。这时林晓也是开口解释，这点其实要看个人的游戏环境以及需求。从拟真度来说，当然是睡眠舱最高，但睡眠舱必须固定安装，无法移动。头盔和戒指就属于可移动轻便型，两者拟真度差不了太多，后者相较于前者可以算是豪华版，当然也更贵。这样啊，黎念眨了眨眼，那他们的拟真度都可以达到多少啊？意识头盔 60%， 意识戒指 65%， 睡眠舱就要看你买什么版本了，标准版 75%， 升级版 85%， 豪华版是 100%。 我去！林晓话到这里，柯云层却是先惊住了，所以臭小子，我们用的都是豪华版。他清楚的记得自己的游戏拟真度是可以调到 100% 的，只不过他稍微怂一点，没敢。送给你的礼物我会买差的吗？林晓这话也等于是变相承认了。不过学姐，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肯定不敢开 100% 的吧？嘿嘿，柯云层脸上顿时露出一抹真相被戳破后的羞红，瞧不起谁呢？今天晚上我就开 100% 啊！哼，好啊！林晓说着
直接凑到柯云岑耳边，声如细纹地补充了一句：“那这么说，我是不是有机会体验一把尹志平的快乐了？”盼，哇，死，亚哥，你鞋怎么脏了？林晓，好好，姑嫂俩人合起伙来搞我是吧？等着呀！停！另外3人里，余生是第一个看不下去的，打情骂靠低干活，敢不敢回家再开始？遵命，余大佐。啊！臭林晓，你想死是吧？黎念这会却是捧着手机轻轻刷着，豪华版的睡眠舱100%，你真是吧？这么便宜？嘿嘿，入2个，入2个。阿生，你的要装在哪里？我家吗？余生，哈，不是，第152章，哥的眼光应该不至于这么坦坦荡荡吧？小念，你怎么包我也买了呀？面对余生的问题，黎念却面色如常，反正也不贵，买就先买着呗。你工作闲暇的时候就陪我一起玩，好吧？多少钱我转你？余生虽然觉得花钱玩游戏不是很必要，但事已至此，他还能怎么办？不用，才50万一台。行，50。话音到此，余生喉头顿时一卡，多少？黎念直接把扣款记录亮给了他，上面的金额显示人民币9999998。余生嘴角一抽，憋了好久才憋出来一句：打扰了，就是把他自己卖了也拿不出来这笔钱啊。50万，前阵子很火的绝地求生不是才99吗？阿生啊，格局要打开。黎念轻轻拍了下余生的肩膀，你随便上网查查就知道了，卖的比这贵的多的是，有的是买游戏送房子包机票的，那些都还只是端游，最多 VR， 这个可是全息啊！全息，不买睡眠舱只要8999，这都不是白菜价了，这就是越南盾啊！余生感觉自己这辈子都无法体会有钱人花钱时的感觉。敢问这100万他花出去的时候，有我一下子花掉100块时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吗？所以你到底要装在哪里啊？黎念追问。不说地方，我就默认安我家喽。别！余生瞬间开口，然后扭头看向林晓，问道：“你现在住哪？”然而，不等林晓开口，黎念已先一步追问：“阿生，你不会是？”问到最后，他脸上甚至浮现出一抹震惊，这更是看得林晓发懵，猛地反应过来后立刻就要解释，但余生却比他更急：“你个色婆娘，脑瓜子一天天都在想些鬼东西啊！他是我的任务，我过来出差就是因为他。任务。”对于色婆娘这个称呼，黎念似乎完全不准备反驳，却对余生的任务更加感兴趣。然而余生却摇了摇头：“机密，不能说。哈连我也不能说。不能。”呼！黎念有些稚气的别过头去，余生却习以为常的无视，只继续问林晓：“所以你现在住哪？我到时候去你附近租个房子吧。”租房子？林晓斜了他一眼，然后等出点什么事情了再过来敲门，看我挂没挂。你不会还在上次那句话生气吧？至于冒我说于大 G 姐，少年这话一出，那真是不说还好，一说就炸。余生直接怒瞪了他一眼。对啊，没有工资，食宿自理，还领补贴，是把林大抠门？我不租房子，难道睡大街吗？你又不包住。话到这里，余生甚至难得出现了一抹属于女人的幽怨，这在他身上简直比母猪上了树还神奇。旁边的黎念立刻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太对劲，连连看着两人，一会这个一会那个，试图看出来点什么。最敏感的还是小安，他已经在用审视的目光盯着余生了，却心道：不会吧，哥的眼光应该不至于这么坦坦荡荡吧？柯云岑也是心中咯噔，不可能啊！这里最不可能的人就是于警官的吧？就连黄甫云霄都略显讶异，记忆里生姐不是这样的性子。到这程度，余生也终于反应过来自己的话里包含了歧义，连忙出言转移：还不快说你住哪？现场这些人里，唯独林晓迟钝了一些，直接目望黎念，直接让安装师傅送到穗禾豪府1号别墅宁远阁吧。哦，宁远，你说宁什么阁？宁远阁，宁静致远的那个宁远。黎念的目光深处稍稍缩了一下，却不动声色道：别墅？你的？你不是大学生来的吗？是别墅，不过不是我的，我租的。听到是租的，黎念立时默不作声的在心中松了口气，嘴上则道：可以啊，租得起别墅。行，我就这么跟师傅说。林晓闻言点了点头，也不再开口。他没必要向黎念解释自己的钱是怎么来的，不是想玩九州吗？聪明的人玩一阵子就明白了，又何必他多说。接下来饭局继续，话题也是一个接一个的聊着，不过基本上都是黎念在向另外4人询问九州里的事情，毕竟新玩家什么都不了解就进游戏的话，很容易晕头转向。而余生则充当了一个旁听的角色，他虽然是被迫进游戏的，可他干什么都不愿被落下的性格也让他听得格外认真。饭吃完了，
包厢里还能唱歌、看电影。除了3大禁，这里几乎什么都能干。直至下午3点，一个电话打进，才让众人转场前往穗禾豪府。无疑，电话是九州的安装师傅打来的。念念，你坐我车吧。停车区，舔汪黄甫云霄再次发起甜甜请求，可惜再一次被女神拒绝。不要，我要坐阿生的悍马。如果不是黎家和黄甫家2家交好，还有生意往来，黎念早就把这块牛皮糖直接踢走了。虽说他现在已经足够直接了，可耐不住这糖粘性强啊，简直堪比502，沾上了就牢牢不撒手。硬要舔点什么下来，有被502沾到过的吗？这里集合，我在前面带路。林晓说完，便钻进了问界 M9 的驾驶座，柯云岑在副驾，小安依旧独享后座。黄甫云霄有些失落地看着坐进悍马副驾的女神，下一秒又自我鼓励地握了下拳头，独自坐进阿斯顿马丁 DBS， 一定是我的车还不够好吧？下次换台牛家的 Revuelto 吧。从海心区到位于梨湾区的穗禾豪府，走城际高速只需要1个小时不到。下午4点刚出头，3台车子就出现在豪府外边，吓了保安好一大跳。平常也不是没见过豪车，但豪和豪它是2个概念的呀。再一听都是往宁远阁去的，保安心里对于宁远阁如今的住户也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租房的，能有这种朋友的会是一般人。死，现在的年轻人是真年轻啊。第153章，九州10大不解之谜之4。宁远阁院外，林晓将问界 M9 开回私人车库，而悍马 H2 则停在了别墅外的客区停车位。下了车，一台中卡也是映入黎念眼中，是九州的安装师傅吧？对嘞，您看看安在哪儿？安装师傅微笑着问道，那清澈无比的眼神似乎对黎念的着装直接视而不见。这会林晓也已经停好车，从车库走到了前院。又是你啊，师傅！之前买了3台睡眠舱，都是这位师傅和他同事送，林晓都混熟了，想来应该是九州官方在这边特别雇的。只是这时跟在后面的黄甫云霄下车后，却是惊讶地喊了一声：“哎，白师傅！”林晓立刻投过去一个眼神，接着就听到黄甫云霄继续开口：“白师傅，你调到穗州来了，升职加薪？”白师傅憨厚一笑：“没有啊，只是碰巧在这边就给送过来了。”哦，这样啊。黄甫云霄倒是没怀疑，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在林晓看来，这绝不是简单的碰巧，一次可以是巧，是偶然，但2次、3次呢？这位白师傅可是第4次出现在林晓面前了，而黄甫云霄会那么说，至少能证明他上次见到白师傅时绝不是在穗州。细思，拉倒吧，也思不出个所以然来。林晓干脆直接放弃思考，管他是巧合还是什么的，该他知道的时候会知道的。而实际上，这是九州10大不解之谜之4。九州明明没有服务器，却有官网，而且送货师傅居然永远是同一个人。这个时候黎念似乎也决定好了，师傅，2台都搬上去吧。哦，好嘞。林晓直接扭过头去，2台？我他妈是什么时候答应的？看到白师傅已经开始卸货，少年连忙并不上前，不是，黎念姐，你这几个意思啊？我要跟阿生一起玩游戏啊。黎念回答的理所当然，睡眠舱装在一起，网速也会同步一点吧。林晓，讲个笑话，全息网游有延迟。黄甫云霄，念念，九州应该不是用网的，更不会有延迟。不管，反正我就装在这里了。一边说着，黎念也是忙活着指挥白师傅将睡眠舱装在了1楼客卧，那轻车熟路的样子完全不像是头回来。林晓已经是彻底不会了，这是我家还是你家啊？哪怕是租的，他也是我先进来的吧？你怎么比我还熟呢？四也是看穿了林晓心中的疑惑，黎念一扭头便嘿嘿笑道：“我跟阿生一个房间就好了，还有，你房东说可以免你2000房租哦。”余生也是适时开口：“我作证，小念在车上打过电话了。”话到这里，林晓无疑更懵了，这个世界已经够小了，不要把它再变得更小了吧？你认识我房东？是啊，过命的交情。黎念回答。他是谁？你不认识。黎念说道，末了却又补充了一句：“也有可能认识。”什么乱七八糟的，等你见到他自然就知道了。可怕的是没多久，林晓还真接到了物业打来的电话，说房租降到了14888，真就便宜了2000块。但林晓缺的是这2000吗？不，他缺的是一个解释啊喂！既然念住在这儿了，林老弟，我可不可以也？不可以，拒绝，想都别想啊！林晓直接言辞拒绝，住进来一个大美女，我还能养眼；住进来一条大舔狗，成天在眼巴前晃悠，恶心自己。黄甫云霄干脆比前世的他还能舔啊！行吧，那我在旁边另外买个别墅吧。
有钱人都是这么舔的，不是你都随手买别墅了，还成天舔一得不到的人，脑子有那个大病吧？当然这话林晓是说不出口的，他只能祝黄甫云霄舔到最后应有尽有了。不过换个角度想一想，黎念也是那挥金如土的人，100万俩睡眠舱眼睛一眨不眨。海心区的餐厅恐怕也只是因为身为艺术家的关系开着玩的，这两个人的层次倒是相当。从这个角度你去说黄甫云霄蠢，那显然不是，要真让他舔到了，直接就是自由恋爱式联姻啊。对于上层社会而言的确难得，当然了，这一切的大前提都是基于他能舔得女神归。白师傅干活向来都很利索，一楼这间虽说只是客卧，但面积却是超过了30平米，左右各一个睡眠舱安装好，中间还能摆一张2米乘2.2米的超大双人床，足够余生跟黎念晚上一起翻滚而不掉床。不过对于跟黎念一起睡，余生却显得稍微有些抗拒，明明两人的关系看上去还挺好的，但他都没有提出抗议，林晓也就懒得搭理他了。全都忙完，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5点，距离九州中苍蓝剑宗的队伍抵达太和城还有1个小时左右。因为中午吃的比较晚，这会所有人都还没有饥饿感，索性就在沙发上聊起天来。而趁这个间隙，黄甫云霄还真就在穗禾豪府买了栋别墅，距离宁远阁只有短短30米距离，题名云念阁。乍一听还挺不错，可也只有知情者知道这名字究竟取得有多甜。为了留在黎念身边，黄甫云霄还多买了1台睡眠舱，就安在云念阁里。于是乎，白师傅又一次巧合的出现了，但究竟是真巧合还是其他什么缘故，无人得知。话说回来，到底选哪一组更好玩啊？谈话间，黎念也是开始纠结起来，毕竟每个人只有一个意识 ID， 选了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你连小号都开不了。九州8大族确实很难抉择。其实选哪一族主要取决于你的先天体质，趋向于哪个种族，至于哪个种族更好玩，因人而异。接着林晓又把自己当时跟柯云曾说过的那段话复述了一遍，至于最后他俩会怎么选，那就不是林晓可以左右的了。这样啊，黎念一声恍然，那还等什么？进游戏进游戏。第154章汪洋霸体与月华明体。1楼客卧，黎念坐进睡眠舱内，一双好看的眼睛却是锁定在余生身上，直至他发现才道：阿生，你要选哪一族？余生闻言一怔，他明白黎念是想跟他选一样的种族，但有的事情他不会应付，随即认真道：我不确定，就像林晓说的，看先天体质决定吧，适合哪个就选哪个。你知道我的性格，既然接触这游戏了，我就要玩好它。那万一我们的种族不一样呢？黎念脸上闪过一丝黯然。小念，相信缘分好了，我们分开了这么多年，不是又在一块了吗？而且就算种族不一样，游戏里不是还有传送阵的吗？听到这话，黎念终于喜逐颜开。嘻嘻好。得到满意答复后，黎念也不再等待，躺进睡眠舱便进入了游戏中。倒是余生长长出了口气，小念，我们的关系真的要像之前那样一直维持下去吗？我逃避了那么久，终究还是要面对啊。想到这里，余生也是晃了晃脑袋，不再去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滴滴扣，全机械机构的睡眠舱发出一道轻微的卡扣咬合声，遂而舱盖下降，缓缓弥合了起来，最后噗的一声，将舱内多余的空气尽数排出。继而玩家的意识便进入了九州世界。宽阔的山顶广场上，人群密密麻麻。自九州首次版本更新，热度彻底打响之后，每天进入游戏的人都是络绎不绝，而所有人在选择出生大洲之前，都会在这山顶广场上。那尊系统女神一次也只能处理一批人，没有轮到的就只能排队。阿生，这里。余生刚进入游戏没多久，一道娇喊就在耳边响起。他循着声响望去，赫然正是黎念。刚进入游戏时，所有人都装扮都是一样的白袍、白靴，男子束发戴冠，女子则是梳发加簪，胸前多了一块墨胸。能在这样千篇一律的着装中一眼认出余生，也不知道黎念靠的是眼神，还是别的什么。哟，这是哪来的大家闺秀啊？你穿古装也很好看吗？小念，嘿嘿，你也不赖啊。余生闻言却是撑开双臂，低头瞅了眼自己的领口，可拉倒吧，这块布有存在的必要，还不如把风衣还我嘞。嘿嘿嘿，话说先天体质啥时候给啊？对于余生这先天性硬伤，黎念闻言也只能是暂时将话题转移。谁料话音刚落，2道白光就分别将他2人笼罩。好，开始了吗？黎念满脸雀跃。阿生，选好出生地之后记得加我好友，我的 ID 你知道的。没问题。白光散去，被笼罩的黎念等人也随之在其余玩家羡慕的眼神中消失不见。这一步本就是先来后到的，后面进来的人
只能乖乖排队。轰！黎念只觉得眼前一黑，在出现时已经在一个以黑色为主的空间内，不过与其说是黑色，不如说是深蓝，唯有的光亮是那稀稀疏疏的星芒。紧接着，系统女神出现：“凡人，你既已到此，便是我九州大地一员，修行之路茫茫，你可后悔？”黎念闻言，心中激动难掩，这就是林晓说的开场白了吧？从不后悔。黎念连忙回答：“告诉我你的名字，就是 ID 了吧？这里可以口述，也可以键入。”黎念选择了键入。一念，既然你已决心踏上修行之路，我便送你一份寄语，能得到什么，就全凭你自己了。来了吗？先天体质。一道流光就这么在黎念满怀期待的眼神中打入他体内。大约2分钟后，系统的声音在黎念脑海中传来：“恭喜获得先天体质汪洋霸体。”哎，听起来好像还不错。黎念将眼前的窗口点开，查看了起来。汪洋霸体，天生汪洋灵源，可引10水为息，聚百溪为河，纳千河为江，汇万江成汪洋。聚水，天生水元素亲和度满值，可引水护体，亦可驱水攻敌。聚起的水元素越多，攻防属性越高，消耗的灵力也越多，此能力将随境界提升而强化。霸海，处于水环境中时可激活，激活后一定范围内所有的水都将为你所驱使，在水中时你维持霸体状态，水属性攻击伤害额外提高 150%， 每秒消耗 1% 的灵力值，每次解除后需冷却3分钟，此能力将随境界提升而强化。霸体，生命值大于0时，你无法被击退或击倒。汪洋神躯，仅在水环境中可用，消耗 70% 的灵力，激发汪洋之力，汇聚汪洋神躯。汪洋神躯的战斗属性为你自身的 300%， 若汪洋神躯被击溃，你将扣减 99% 的血量作为代价，冷却时间30分钟。确实还不错吧？然而黎念脑子里却并没有相关的概念。字这么多，肯定很不错。不过3条属性都跟谁有关？名字又叫汪洋霸体，我能选的好像只有海族了吧？阿生那边会是什么体质啊？正当他思索之际，系统女神的声音却再次传来：“机遇已成，未来路漫漫，祝儿五运昌隆。”下一刻，黎念的眼前便也跳出了8个选项：记明州、眼云州、青谷州、战阳州、虚灵州、幽川州、天明州、古神州。只能是战阳州了吧？另一边，余生也是刚刚经历完取名的阶段，打入他体内的流光也是维持了2分钟左右。下一刻，恭喜获得先天体质月华明体，听起来还不错。看看月华明体，木皓月之精华，其身明之宏威，与长夜共春秋，伴明月同风雨。月华鼓舞，月华之下，精神力时刻充沛，生命值提升 100%， 灵慧防御值提升 200%， 辅助类技能的范围及效果提升 200%， 每秒消耗 1% 的灵力值，每次解除后需冷却5分钟。与月同存，夜空明月在，此身即不陨。当环境中存在月时，自身血量值至多扣减至1，血量值为1时，自身所有技能锁定，血量值恢复至 30% 以上后恢复，每次脱离战斗状态后需冷却10分钟。身明宏威，处于水环境中时，攻击类技能伤害提升 300%。第155章，粮仓扩充了，突然很不习惯啊，偏辅助的体质吗？看完自己的先天体质，余生脸上却是多少浮出一丝失落。比起辅助，他还是更喜欢上善主 C 的说。第3条属性倒是攻击向的，可缺点是要在水里。水里，要不选海族好了。余生清晰的记得，9州9族里，海族是唯一一个必然会跟水挂钩的种族。想要稳定的完全发挥他这第3条属性，唯有海族。其他种族当然也有玩水的，但在层次上又怎么跟水生水养的海族相比？中立就中立吧。余生暗自点了点头，形势复杂时，中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机遇已成，未来路漫漫，祝儿五运昌隆。女神消失后，余生的眼前也是跳出来8个选项。相比黎念那边的犹豫，他却是直接点选了第4个战阳州。几乎与此同时，决定了，海族战阳州。黎念也选择了战阳州，两女几乎是同时决定并选择了战阳州的。战阳州，浅蓝之海，启灵镇。纪明州的新手村是在一个小山村里，但战阳州大步海洋，新手村当然不会在陆地上了。这启灵镇就是所有选择战阳州的玩家们共同的新手村了。其名启灵，亦是大有来头。传言初代战阳领主，也就是创立海族共盟的那位，就是在启灵镇启灵后踏上修行之路，终至神尊，连海中万族立盟，以海为族名。至于到底有没有到神尊，这点无法考究，毕竟神尊境在9州本就是传言，多少眼灵巅峰的强者大手子，
终其一生也无法窥得一丝神尊真谛，到最后无奈于尘世间杳无音迹。数万万年来，这样的例子不知已经发生过多少次。用句现代话来说，早就妈了。此时镇外两道流光几乎是同时抵达此处，甚至还没来得及细看启灵镇的景色，俩人脑袋一转便看见了对方。小念，阿生。余生不是很敢认，黎念更是直接满脸震惊。你，哇塞，好好看的贝壳呀，你是棒精哎，阿生。而随着黎念打量的眼神向下移动，我去，好大呀你！哎，大？哪儿大？贝壳？余生满脸疑惑，接着侧过身想观察一下自己如今的样貌，可他这么一动，从未有过的跌坠感却立刻从身上传来，一时令他有些失了平衡。接着他猛地挺直腰杆，又传来了阵阵颤动。余生猛地瞪大眼睛，下意识地低头，平常一眼就能看到的脚尖，如今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绝不可能出现在他身上东西。Sigma， 卧槽，这是我？声音那么洪亮，应该是……边上的黎念这会也是看愣了，正想跟余生分享一下他平常控制重心的小技巧，可身子一动却……咦，怎么这么轻？黎念猛地低头。W 啊，我的啊！黎念抬头怒视，海面。接着一声源自灵魂的咆哮：狗老天，你丫还我一来啊！我那么完美的身体，就这么被你给挖掉了2块肉啊！小念。余生看着满脸伤痛的黎念，也是于心不忍的想要蹲下安抚一下他，可这么一低头一前倾，加上背后的贝壳底端卡住海床，哎呀，整个人直接就摔了个狗吃屎，胸口好痛啊！就在刚才，大地，哦不，海床对他飞了礼，下巴愣是没着地。黎念看着更想哭了，忽然想体验一下你的痛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一大波属于是资产转移了是吧？要不咱俩换个号玩，可以吗？你等我问问啊。余生说着，用林晓给他的 ID 先加上好友，而后打字发了过去。金鱼刺身，林晓，这游戏能换号玩的吗？就是黎念玩我的号，我玩黎念的号，这样。1秒后，林晓，让我猜猜，是因为粮仓扩充了，突然很不习惯。余生嘴角狠狠一抽，金鱼刺身，我呸！你个小流氓吧！不过你怎么知道的？林晓，大姐，添加了好友是可以看到对方形象的好法。对了，换号的事情想都别想，这辈子都换不了的。启灵阵前，余生直接把林晓的回复亮了出来。黎念，但下一刻他又猛地坚定了眼神。我不管，这个九州游戏世界那么大，一定有什么可以丰胸的手段。本姑娘一定要把属于我的东西都拿回来啊！余生闻言也是定了定眼神，那一定也有什么可以把它缩小的手段。不是吧，我的大阿胜，你好不容易有了，反而还不要？余生沉吟着思忖片刻，最后眼神依旧坚定，缓缓道：太大了，小一些还能接受。我无法理解，你不懂，倒是小念，说不定用不了多久，你会喜欢上现在的身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黎念的语气斩钉截铁，这个世界上也只有阿生你能坦然接受家里有机场这种事情了吧？挺好的呀，我都不用穿多一件，听说闷得慌咧。算了，咱俩还是快点去做任务吧，想要达成我的目的，境界应该不能低吧？好。两女就这样迈步走入启灵镇内，越往里，玩家的数量就越多。虽然比不上选择纪明州的人族玩家，但这里的也是数以千万计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女玩家。因为官网上没有明说玩家不可能随机到人鱼皇族，所以很多女玩家都是冲着有可能成为人鱼这个念头，选择了海族占阳州的。估计要等首批吃螃蟹的人发现了这一点，后续选择占阳州的玩家才会开始慎重起来。而随着余生二女走进启灵镇，玩家堆里也是传来了阵阵惊呼声。这俩都是美女级别的，尤其黎念，虽然现在稍微平坦了点，但她那张脸简直无可挑剔。再是余生，现实中的他不注重打扮，难评颜值高低，可进入游戏，系统会自动把玩家的颜值尽可能高的展现出来，毕竟有先天魅力的设定在。经此一看，他的颜值也是可以打出90分的存在。第156章，因为两边都小了呀。90分的颜值，如今又有身材作为加分项，这家伙摇身一变，已经是个不可多得的大美女了。如此两人走在人群中，难免引起轰动。我敲！兄弟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点啊！妖眼东堂耶袭。岂有白眼一番，里个梭嗨，不讲普通发音家都听恩懂哒，理智恩知啊！注：这是一道翻译题，10分。那也比你掺着来好啊，梭嗨。耶袭啦，泪堆那边啊！死！好漂亮的贝族美女啊！
直到这一声惊呼，玩家们的眼神才终于锁定在余生身上。毕竟以贝族的外貌，走到哪都是那么显眼，不难发现。尼玛，这喂，那边的口水收一收啊！还得是贝族盾娘啊！那边的美女，我们小队还缺个盾控，来不来啊？月薪2500，每天在线6个小时就行。呵，搞笑呢吧？2500想招到这样的高品质盾娘？你以为是当代大学毕业生？哈哈，就是啊，妹子，这边可以给到8000，每天在线4小时就可以了。就没有人觉得旁边的龙鱼族美眉也还不错吗？虽然贫瘠了点。离念突，大圣，你不回应一下，敢不敢把大字去了？余生翻了翻白眼，接着抬头望向了喊得最欢的那群人，开口就吼：滚！老娘正烦着呢！不少人直接因为这一声吼倒退了半步，心道：好生彪悍的姑娘啊，明明外表看起来那么软的说，这一吼还真没人再来邀请她加入队伍了。方法虽然很粗暴，但胜在管用啊。不过也只有余生做得出来这种事。离念却是揶揄着笑了笑，嘻嘻，阿生，你连老子都不用，改用老娘了。现在喊老子跟形象不是很贴切了，是因为雌性激素变多了吗？嘿嘿，那以后我改叫你生生好了。余生眼睑轻抽，却回应道：随便啊，那我以后也改叫你小念好喽。离念轻扬袖拳，为什么要加2个小字？很简单，因为两边都小了呀。唉，离念欲哭无泪，好你个生生，居然在我伤口上撒盐呐，真是世态炎凉，生心不古啊！闭嘴，赶紧找个任务做去。林晓说很多机遇任务都是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咱们赶紧找找。哦，话说生生，你好像很听林晓的话。闭嘴。就是很听。闭嘴啊！啊呀，狗老天，还我球来！烦死了！余生无奈地摇了摇头，小念这张嘴还是那么能叨叨啊，堵都堵不住。时间倒回10几分钟前，林小刚进入游戏时，挂机冥想结束，经验加1150，经验9210-10000。从开始挂机到再次进入游戏，时间正好过去11个半小时，算上前面击杀的聂乐1、聂乐7二人，林晓的经验再次接近突破点。极品筑心丹还有一份药力，这次事件结束后应该就能突破了吧？林晓心想着。这时，身边的小安也睁开了双眼，不过他的身上却是涌起了一股满盈的灵力，显然挂机的这段时间正好顶满了小安的境界经验。小安，可以突破了。林晓笑问一声。很快。好，安心突破吧，哥守着你，一会你嫂子就来了。没多久，林雨安身上便传来了浓烈的灵力波动，前后拢共不出15分钟。由此可见，小安的修炼天赋至少也是 A 级。S 级的林晓大约要用10分钟左右。就算突破过程的难度提升了，所需的时间也没有变长。天赋等级的存在可不是摆设而已。祝星期里，我超过你了哦，哥！睁开双眼的林雨安满脸兴奋，不过他这也并非炫耀，更多的是跟林晓分享一下突破的喜悦。哟，厉害啊！嘿嘿。正当这时，林晓的消息列表响了起来，不是柯云岑，而是一则添加好友的申请，但能够绕过林晓设置的屏蔽范围，无疑是自己人。现如今，林晓这个 ID 可以说是9州皆知，其中更包括一大部分的新玩家。要是不开屏蔽，林晓在游戏里的时候，估计每时每刻都要处理好友申请，整天啥也不用干了。而作为超级智能的9州系统，屏蔽申请的方式也不是那种传统的一竿子打死。林晓设置的就是以自己的睡眠舱为中心，距离不大于200米的 ID 才可以绕过屏蔽范围将申请发过来。少年抬眼一看，嘿，金鱼刺身，这 ID。 边上的小安双眼滴溜一转，小手又在嘴巴上碰了碰，是仅于此生的意思吧？于此生，余生姐吧。呵呵，应该是。几女在进入游戏之前早就打成一片了，小安对余生的称呼也不再是陌生的余警官，而是改叫余生姐。柯云岑则因为性格的关系，开口就喊了生生哥，谁曾想却更得余生赏识。确认是余生，林晓也是同意了这次申请。哟，选的海族啊，随机到哪个种族了？我看看。下一秒，卧槽，咋了哥？你自己看看吧。林晓说着，把自己的好友界面轻轻一转，撇到了小安面前。哎，哥，游戏里不是不给捏脸的吗？为什么？林雨安清晰地记得，刚进入游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关于形象方面的设置，不能捏脸，更不能改变外形。闻言，林晓则是一顿好笑，是不能啊，因为很多种族都是有自己的基准外形的，例如你嫂子的龙族，天生就是龙人形态。万一玩家设置了一个根本不符合的外形，却选择了那一种族怎么办？嘿嘿，
我猜你余生节也是因为这个才想起来加我的。小安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哥他懂得的确很多啊。第157章九州版经纬度吗？你这个……兄妹俩谈话间，余生的问题正巧发了过来。林晓一边回复一边笑谈，看吧，嘿嘿，不是谁都可以驾驭得了巨型凶器的。小安闻言眼珠子一转，又低头瞅了眼自己的胸口，所以哥，你是觉得大点好呢，还是小点好嘞？大小无所谓，匀称最重要。或许是因为小安最近的话题都比较跳脱的关系，林晓也没想那么多，就回答了一声。谁知，那看来我是你的菜哦，嘻嘻。哎，反应过来的林晓直接伸手摁住了林小安的脑袋瓜。好你个臭丫头啊，脑子里敢不敢有点正经东西？哎呀，错了，老哥饶命啊！林晓当然没真用力，游戏里他的力道可是能轻易摁死一头野猪王的。这要是用力的话，下一秒估计就得落个误杀队友的惩罚。不过正当兄妹俩玩闹时，耳边却是传来一声炸响。恭喜团体万华公会共21名玩家达成秘境以黄古堡简单级首通，全员奖励声望加10点，自由属性加20点，上品祝星丹 X1枚，下品灵石 X300。特此通报嘉奖，恭祝全体玩家五运昌隆。恭喜团体万华公会，恭喜团体！一则公告在全体九州玩家脑海里连响3次，有人欢喜，有人哀愁。欢喜的是万华公会全员，哀愁的同样找到了打法，却被抢先首通的公会小队，还有人直接化身电报机。世界频道，木土九阳姓万的，你特么给我等着啊！冰封千里，楼上的哥们在吼什么呢？姓万的多了，谁和谁啊？火冰糖雪梨火，可恶！人家和哥哥们正好在推，结果打到一半手通没了。冉奇，那什么，细说推。原本平静的心，都特么别吵，老子就差最后一只 BOSS 了，谁要我摔？晴天哥哥，我这还差最后3000血，你大哥都特么吵什么？那么闲为什么不用现在的打法试试看困难级能不能过？太和城某酒馆客房，哥你的手通被抢掉了哦。嘿，少年却是一声轻笑，简单级的蚊子腿奖励而已，就让给万大叔他们好了。不过他们居然能边刷声望边打秘境，是真干啊！可能是因为正好有打法了啊，也可能是他们队伍壮大了，手通秘境的只是其中一批人。林晓点点头道，实际上他更倾向于是分组。以万场哥这位未来的龙族掌舵人的眼光，不可能看不清声望的重要性，但同时秘境的手通也是不错的资源。最好的办法就是分开行动，鱼与熊掌二者兼得。话说回来，哥，你知道以黄古堡怎么打了啊？我分析过官网上给出的资料了，心里有数，就算不是想象中那样摸索也差不多了。面对这类问题，林晓通常都是脸不红心不跳的瞎掰，不过这回其口中话语在林雨安看来却好像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嫂子说的是真的，那只是那种事情也太匪夷所思了吧。林雨安心想着，可转念再想，他的病不就是搁置好的吗？现实都已经这样了，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叮！急促的消息提醒音效，将两人从各自的思绪中拉回。林小莲缓过神，轻点查看，柯基腿很长，我搞定了，臭小子位置发来。柯云岑上线之后，古神州那边还有个任务需要处理，这也是林晓这边没有马上出去跟李允堂他们会合的原因。林晓 OK， 传送坐标冀明太杭州太和城南距城门13丈5尺7偏东3尺6离地1丈28。柯基腿很长，我去。九州版经纬度吗？你这个收货地址啊？林晓，对啊，即将送货上门的不就是我老婆吗？林晓这话一出，消息列表大约安静了3秒钟。柯基腿很长，1000T 小拳拳捶你胸口点 JPG。没多久，客房内部一道独属于传送阵的光华便投送而来。定点传送，这是独属于九州玩家们的便利性功能， NPC 是无法使用的， NPC 与玩家之间也无法使用。当然，这个功能也有限制，那就是必须有一方待在坐标点作为参照物，否则传送阵就无法捕捉坐标进行定点定位传送。嫂嫂好，嘻嘻。见到随光华而来的柯云岑，林雨安也是嬉笑着打了声招呼。尹小安，你都住新期了？刚生的。看样子我也要加把劲了。说着，柯云岑又望向林晓，臭小子，我师父刚才说最近要诚心修行，尽快达到炼体境，这算不算内部消息啊？呵呵，当然算了。林晓笑言，我有很多内部消息，也是在好感度高的 NPC 嘴里得来的，他们其实就是九州系统埋下的彩蛋，要靠玩家自主发掘。是吗？柯云岑似信非信，那这次是有什么活动吗？答案已经摆在明面上了。明面上？
是那个刃剑大会。柯云岑还没反应过来，小安却是先一步接上了话茬。没错，林晓应声点头。我估计应该就在这次扫清魔幻的任务结束后不久就要开始了。那么快？不是吧，我白天上课，晚上才玩的话，感觉要来不及啊。哈，要不学姐，你也跟我一起休学好了。休学？柯云岑一听略有异动，他本来就不是那么爱学习的人，否则当初也不会因为7科挂了6，跑到图书馆恶补专业课知识了。但下一秒他又猛地把头摇成拨浪鼓，不行不行，要敢休学，我爸非得打断我2条腿不可。哈哈，没事没事。对此林晓也是无奈一笑，接着开口，扫清魔幻这边对你来说意义不是特别大，学姐，接下来你每天晚上只需要上线接宗门的极品筑心丹任务就行。至于经验方面，缺多少我带你去刷多少。柯云岑立时眼睛晶亮，不错吗，臭小子，男友力满满哦。不懂就问，不是老公力吗？第158章，战气，苍蓝斩千魔，天兵困阵。时至如今，柯云岑已经学会选择性忽略了。好你个臭小子，对我意义不大，那还把我叫过来？今晚不一样，这边有大行动。好啊，你们这对狗男女忽略我是吧？小安乖哈，哥待会带你打坏人去。林晓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脑瓜，满脸的宠溺。哼，小小插曲接过。太和城外，3州队伍集结，时间在等待中悄然逝去。不多时，6族祭飘提振大地，共数30余道身影从远方天际疾奔而来。呵呵，来了吗？啊，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开口的是太行州先遣队的尹忠，以及祖虫这边的蒙力。他们这边隶属于2州的炼体小队也已经奔赴太阿山。不过太多人马齐聚太和城，难免引起魔道注意。两方的人马都是直接赶赴太阿山脉那边，时刻等待总攻的号令。以季飘的脚力，当你能在远处看见极小的影子时，再有10数息，人也就来到你眼前了。轰隆的阵蹄声止，为首的一名剑宗弟子也是朝众人拱手作揖。在下苍蓝剑宗外门弟子赵叶峰，见过诸位。虽是外门，可其一身气息已至炼体之巅，距离宁园恐怕也只有1步之遥了。或许给他10日，升入内殿是早晚的事情。林晓，有劳赵师兄远赴。师弟客气了，他日若升内院，还需师弟在掌教面前美言几句。见林晓客气有加，赵叶峰当然不会吝啬言辞，接着也是开口：师弟，事不宜迟，还请头前带路，待缴了魔幻，我等也好回宗复命。自无不可。林晓闻言应声。看得出来，前来的这支小队虽然是携带着镇标的排头兵，但这位赵叶峰师兄却是心气不低，想凭借自己就剿灭了太阿山魔幻。不过无所谓，他们怎么样都好，自己只是在后面捞口汤喝罢了。太阿山脉庆一峰高山之谷内，一场毫无羞臊的联谊聚会正如火如荼的举行着。为首的赫然是那位极乐轩的执事涂猜猜，而在其下神色舒泰的则是那被唤作黑哥的黑魔宗执事。快点，再快点！哈哈哈哈！涂思思满脸谄媚着应是，可心里却是腹诽无比。这厮甚至都懒得自己动啊，不就是比老娘强了些吗？他日若有机会，看本执事不把你吸得一干二净，如那干尸。只是突然间，黑执事骤然神色大变，连自家兄弟的感受都不顾了，直接从原地抽身而出，闪至数米开外。啊呜！反应不及的涂思思更是一声痛叫，破棍子卡着水缸边了，知道不？黑哥你！然而涂思思话音未落，那天际7柄凌厉飞剑已如天降电光般迅疾无比的朝他刺来。涂猜猜瞳孔骤缩，下一刻连忙身化粉色尘雾，在出现时已在10数米外，一手抓着衣襟裹住羞处。哪里来的臭哥哥，这么讨厌的？这世上还有比你极月轩之淫污秽女更讨厌之人？一道喝问声落下，数道矫健身影也是跃至骨间高低，如此俯瞰下去，倒是有一番披靡天下的味道。涂猜猜还未回嘴，黑哥便先冷哼一声：我倒是谁？这不是苍蓝小儿吗？千里迢迢来给你黑爹我问安。他妈妈的，竟真是苍蓝剑宗的！他们怎会想到我其实没走？黑哥的心里慌的一批，也就只有嘴上还能稍稍硬气一下了。他现在只想找机会溜。是啊，吾来你目前问好，尽可安康啊。炼体小儿岂敢狂妄？黑执事说罢，手中已然翻出长刀，向前劈去一道猛烈的黑魔气。这体量完全不是聂乐一那些小喽啰比得上的。若是由林晓来接，恐怕只是接触就要耗尽所有保命手段，还只是逃开，无法将之化去。这攻击强度无疑属于宁元境。是了，这黑执事正是整个高山之谷内唯一的宁元境。但与之对垒的赵叶峰却是右臂猛杖一圈，手中之剑立时裹上其所袭的火焰灵力，接着随着一道灵纹亮起，锋刃斩千魔。狂暴的灵力波动化作匹练，一瞬间于剑锋涌出，
出灵时慢，转瞬间却迅如飞梭加速，劈链两侧更是拉出长长燕尾。收！风跟在后边的林小见此，悠悠地叹了口气。他平 A 虽然很强，可到底还是技能比较秀啊。总有一天，就算是平 A， 我也要变得这么秀啊！锋刃斩千魔，此技如其名，所斩千魔自然也包括那邪烈至极的黑魔气。两道劈链冲撞，顿时高下立判。半空中那道黑魔气，只坚持了不到一息，便烟消云散，泯灭于天地间。黑执事见此，不由低啐了一口。狗 S 的苍蓝剑法，憋屈！苍蓝剑宗的剑法，九州他处或许不熟悉，可与之博弈千百年之久的黑魔宗自然心知肚明。其他的倒无所谓，可这技斩千魔根本就是魔道的克星，黑魔宗一直不敢大肆进犯，正是因为这招斩千魔。看家本领黑魔气派不上用场，就只能用其他手段应对。可如果黑魔宗的其他手段足够出色的话，其宗名也不会冠以黑魔二字了。黑执事只能连忙闪开，好在修为胜过赵叶峰，不至于太过狼狈。而闪开后，黑执事立刻朝山谷内喊道：弟兄们，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撤，这据点不要也罢。他又不傻，明摆着的劣势局为何要打？虽然谷内多为炼体境，可这波袭来之人也都是炼体啊，打得过也是两败俱伤，亏。然而想走，问过我等没有？一道浑厚喝声如轰雷般炸响。太阿山，乃属我太行州也，岂是你等想来便来，想走便走的？神兵门徒，听吾号令，落兵，劫天兵困阵。这道浑厚喝声刚落，周遭立刻齐齐传来。呵，砰！整个高山之谷都因之而轻轻震了一瞬。该死！黑执事怒视天穹，矮人族也来了。山下的岗哨都是饭桶吗？第159章，所以帅高手是龙族的间谍？不！黑执事话音才落，高山之谷左侧便跳出来另一道身影，其单手持棍于在肩上，面无表情。他们不是饭桶，而是尸体。闻言，黑执事却是直接忽略了尸体二字，只用目光死死地锁定着身影手中的骨质长棍，其上一股淡淡的威压正向外扩散着。纯血地龙之脊骨，龙骨碎山棍，神兵门太子第9代徒之首，星焰尹中。黑执事双拳紧握，眼中更是满满的恨意。哈哈！尹中一声大笑，我尹中的名号竟响亮到让宁渊境强者都知晓了吗？荣幸之至啊！你倒是心傲，可还早得很。黑执事冷笑一声，接着语气再度冷冽。灵泰城外，黑魔分坛，吾儿黑痣可为你所杀。黑痣？我无事杀一颗黑痣作甚？如果尹中这话用的是疑惑的语气，那么会显得有点傻，可他偏偏是用一种接近嘲讽的态度。黑执事若还听不出所以然，这辈子人也就白做了。庶子敢尔！暴怒的黑执事连黑魔气也不顾催动，运转着身法便向尹中杀去。空气中立时传来一道沉闷的砰声，可见其身法是有着一定的爆发力的。可别忘了，如今的他可是身处劫阵之中，若是在这天兵困阵内，还让你杀了我宗弟子，岂非可笑？御兵天遁！随着这一声声冷笑，高山之谷崖壁上便见一名男子迈步而出，浑身散发的气息更是令谷中魔道心中一紧，跟黑执事一样的宁元镜。而就在此人喝声落下之际，一面由灵力组成又凝实无比的黑色巨盾便竖在尹中面前，欲为他挡下黑执事的袭杀。破盾一块，岂能阻我？说着，其手中长刀猛然聚起黝黑魔气，继而便要强行破盾。这场中可并非只有黎征兄一人，开口的正是赵叶峰。若能集中战力先下黑执事这一城，此番角魔定然事半功倍，他当然不会留手。但这据点里也不是只有黑执事一个管事儿的。哎呀，我们这边也不止黑哥一个人要拿剑的，这位公子就来陪奴家玩玩吧。极乐淫女，凭你也想阻我？赵叶峰眉头皱起，可心下还是谨慎了起来。极乐轩的手段可是出了名的难缠，心智不坚者极易中招，但也有例外。哇，此等盛世岂可少了本大爷？风中谷的一阵轻颤，随着爽朗笑声而至的是一身高丈3的大汉。叶峰兄，此女便交给我来对付，你还是与黎征兄合力，先杀了那黑执事再说。哈，如此甚好，无罪。兄可是帮了大忙。极乐媚术对两种人无效，一是魅力比施展者更高者，二就是一根筋到女人在面前脱光了衣服也懒得多看一眼的迟钝者。这位丈3大汉正是后者，当然也有可能是他这么大个儿根本就看不上涂猜猜，不过也有可能是看不见。总而言之，3州之中由祖重州的糙汉子们来对付极乐轩众是最合适不过的。
高山之谷内，随着两方高战互相间的牵制，局面也是彻底混乱了起来。三方带来的人员也没有闲散着，已经投入了场中其余魔修的绞杀行列中，里边当然也包括了林晓他们。OK， 就趁现在开荤。说罢，林晓一个箭步飞跃，直接跳进了高山之谷内部，注意地形，把身法开起来，踩空了可是要挂的。好，柯云岑手提战戟也是紧随着跳了进去，爬了这么久的山，终于可以干正事了。哥，嫂嫂，你们慢点。小安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中短枪向前挥去，基础的酣战光环与风行光环便是套了过去，身边自身的圣域立场也是直接展开。他这一开，哎，小安每秒可以恢复1%的血量。对啊。吼，哈哈，这不妥了吗？柯云岑嘿嘿一笑，下一刻头上龙角亮起晶莹光芒，双眼也是红芒闪闪，龙血狂暴。龙血狂暴开启后，所有战斗属性提升至常态的300%，但每秒会减少1%的总血量，血量低于50%时获得龙血狂燃技能，血量低于10%时获得不灭龙体龙神撼怒技能。这是独属于柯云岑的体质属性技能，原本是一个短暂性爆发技，毕竟每秒1%的消耗可不低，哪怕血量越低爆发越高，可拢共就只能坚持不到2分钟，不适合常驻开启，跟林晓的龙人态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但现在有了林雨安的圣域立场在，消耗，呵呵，根本不存在好吗？嘿嘿。柯云岑稍舔了舔嘴唇，在发现血量真的是刚减掉就加回来后，整个人都振奋了，觉醒吧，猎杀时刻。下一刻，他已然提枪暴冲，窜了出去。哎，嫂嫂别冲动挖，只有210米的说，足够了。满地的怪啊，我就绕着你转圈圈好了。而已经冲到阵前的林晓见此，直接一拍脑瓜，我怎么忘了小安有这么一个全程奶的技能了？210米吗？够了，我也来。闪回林雨安的圣域立场范围内后，林晓当即开启龙人态，青色细鳞爬满双臂双足，连脖子后侧都有一些。斜生的龙角开叉着向后，长约3寸，一条青鳞龙尾也是从尾椎钻出，加之略成树状的瞳孔。乖了乖乖，这简直比柯云岑这个龙族龙战士还像龙啊！我去，凭什么啊？柯云岑也是第一次见到全身龙人态的林晓，以往他都吝啬到只开一个手臂砍完怪就关的好吗？这么大方还是头一回。李允堂这边也镇住了，所以帅高手是龙族的间谍。林晓第160章，结果是我们跟在后面，你混族声望。林晓闻言脸色一黑，神特么龙族间谍呀喂！他直接选择性忽略了这个问题，而后看向柯云岑道：就凭我是你男人够不够？处于立场中心的小安，所以你俩是小龙人夫妇。林和柯，别着急，龙族的体征等你到炼体境就会慢慢凸显了，筑心境先打好基础再说。真的？柯云岑似信非信，最后却还是嘿嘿一笑，好吧，信你了。好啊，你们俩又忽略我是吧？哪有啊，这不正围着你转呢吗？林晓一边朝外边砍着焚雷剑气，一边回头对小安说道：只要能持续回蓝维持龙人态，他干脆就是无消耗高速自切机啊。什么？上了战场先打奶妈？黑魔宗和极乐轩弟子，你商标符号以为我不想啊？前边那货根本就是个全自动切菜机啊 ，bug 呀，他是关键斩出来的剑气伤害还贼高，一般的菜是真不够他切一下的。哈哈，来，就这么点人吗你们？我去，臭小子你给我留点啊你！柯云岑见状也是连忙上前杀怪，说好的带我刷经验，你就是这么带的？林晓手中之剑稍微慢了一点，好你个帅高手，说好了大部队一来，只要跟在后面摸鱼就能混族声望的，结果是我们跟在后面，你混族声望啊不过正当这时，一道厉声却是破空而来，何处来的剑宗小儿，当我等黑魔极乐子弟是瓜果蔬菜吗？便让爷爷我来陪你过2招。厉声刚落，一手持短柄双锤的大耳糙汉便脚踩数具尸体飞空而来，还在空中就朝下方狠砸2道冲击波。砰砰！林晓连忙侧身闪躲，也只是一道，另一道只好挥剑斩去。而面对黑魔宗的人，他也是习惯性用上真黄之火，下一刻匹练飞出，果然将之点燃。可这是一道冲击，来势不小，又有那大耳糙汉的灵力作为加持，真黄之火只是将之点燃，并未能彻底燃尽。这点燃的一瞬间，也只是给林晓争取了不足一息的时间。少年脚步侧挪，若用鬼影步是可以避开的，可在短短一刹那，他却改变了主意。顺闪类的手段，还是留着出其不意的好。下一刻，冲击波在他脚边落地炸开，掀起的震荡波也将他轰得倒飞数丈远。
592。伤害词条弹出，林晓眼前立刻浮现出对方的属性面板：姓名旷烈，种族熊兽人，职业垂修，境界炼体2阶，宗派黑魔宗，血量51110，51110，力道601，灵慧49，防御577，敏捷90，会心10，护心57，武器猎山双锤。呵，兽人族，黑魔宗还真是百花齐放啊。不过以其暗流第一魔宗的名头，的确是会吸引一些他州的恶邪之人前去。对方的力道值不算低，减去林晓的防御值后还有169点，折算为伤害就是1690。黑魔气出体等于无增幅普攻，但中途被真皇之火燃去3成，又只是震伤，震伤只承受50%伤害，由此伤害便止于3成半。萨里拉允堂，等会给你报对锤子好了，就当赔罪。果然，我林某人还是只适合打高端局啊。锤子，李允堂稍稍一愣，紧接着也是看见了旷烈手中那对锤子，顿时双眼晶亮。你说的哦，不许食言。放心，不为了锤子，我也为他那对巴掌啊。小爷我最喜欢吃熊掌了。哦，说到做到。熊掌！轰咚一声从空中砸落的旷烈眉头一皱，你小子胃口还挺好是吧？林晓嗤笑，那当然了，我还小，要长身体的吗大叔？要不你贡献一下？狂妄自大，小心太硬崩了牙。放心，我牙口贼好。另一边，连杀几个魔道喽啰后，柯云岑则是闪到了小安跟前。安娜，你哥和那个铁锤妹妹。林雨安闻言摸了摸下巴，道：嫂嫂啊，我这么说吧，我和她早晚有一个要先当你妹，难道你现在不是吗？小安满脸认真，讲道理，我现在是你小姑子。哼，这个臭小子。算了，谁让他？熊兽人，青谷周兽人族分支之一。肥头大耳满身厚毛，突出一个血厚防高，并且攻击力也不赖。林小游记的前世就有一个把熊人玩到极巅的玩家，后来九州融入现实，其只凭一人就守住了整座小镇，护住数万平民性命，被其所保护的平民美称为白皮将军。当然，缺点就是敏捷了，但熊人族似乎干脆就放弃了敏捷，连身法都是注重爆发的，完全不考虑闪躲转环。毕竟血厚防高，有伤害直接扛就完了呗。就说这个旷烈吧，577的防御值放在其他种族身上，至少也得是炼体5阶以上才可能有，而且还必须是防御项的。不过577还行，能破防。林晓嘿嘿一笑，能破防就等于能打，能打就等于能赢，那就让熊爷爷看看你小子的牙口究竟有多好。蛮熊战吼，吼！只见那旷烈大口张开，立时仰天一声长吼，下一刻浑身厚毛立刻如钢针般竖起。紧接着站在玩家角度的林晓就看到了，防御加289，血量加25555。我少年嘴角一抽，日啊，吼一声就加了50%的血防，这笨熊怕不是开了挂吧？原本还能破，现在反而少了243点，还只是堪堪破防，根本打不出伤害。咋搞？以他现有的增幅，断风切10点，号角20点，筑心道灵丹30，极品聚气散30，虎骨镇灵丹45，加在一起才135，算上小安的酣战光环30，怎么也不够啊！就算是用固伤魔，以旷烈如今将近8万的血量值，又该磨到何时？局面一下子反过来了啊！不过就在这时，哥哥莫慌，有我在此。第161章，杀你10息之内好了。血气祭奠，力之低语。随着林雨安话音落下，一道猩红光芒便直接打入林晓背后。咚！少年耳边只传来了一声闷响，接着身上就跳出来2行词条：血界负4910，血界力道加239，敏捷加152，持续60秒。卧槽！林晓直接心头一震，好可怕的增幅啊！用半血换来50%的力，敏双双提升。死！可增幅很给力，但是小安台词敢不敢换一下？很违和呀，到底是被什么东西荼毒了，才会说出哥哥莫慌，有我在此这种话来啊？西西不要在意这种细节了。小安稍稍吐了下舌头，哥，你先不要离开圣域立场，等会血回满了就是纯加成了，不用顶半血。不用，半血伤害更高，麻烦你再给我挂一个酣战光环好了，小安。好。应声之后，小安的脸色却是稍微白了一些。下一刻，神斧勇斗神光，勇斗神光。林晓猛地一怔，连忙查看了眼自己的状态列表。神斧勇斗神光叠加了神斧灵根的勇斗神光，力道加66，力道伤害提升6.6%，持续30秒。
叠加了神府灵根的 buff。记得神府灵根是神府灵根，你治疗系以外的辅助类技能效果可翻倍，但需消耗双倍灵力。小安，你这酣战光环会回血哦，哥哥不需要的吧？林晓闻言莞尔，你这丫头，血气祭奠也是因为这样才学的吧？那可不是什么主流辅助技。略嘻嘻，犹记得上次在十里峰谷时，林晓就说过残血伤害更高，没想到小安回去就在师门找来了相关的技能。嘶哈，这么贴心的妹妹，又有谁不喜欢呢？我才不是为了你来，卖血的话应该是嫂嫂更猛吧？小安捂嘴偷笑，有眼力见熬我颠来一下。这会柯云岑正巧挥几阵杀意魔道小兵，旋即扭头笑道：暂时不行，我灵力不太够辣，先恢复。虽然维持着圣域立场每秒需要消耗 1% 的灵力，但作为九州第一宗，所传心法自然能够令灵力时刻充裕。毕竟灵力于一修就如笔墨于文刻，糙米于巧妇，无之难为。其名沐月招心。沐月招心，天齐一宗秘传心法，修习者血量正 10%， 灵力正 15%， 灵慧正 15%。战斗时每秒恢复50点灵力，辅助技能的效果及范围额外提升 10%， 此属性将随大境界提升而提升。每次小境界提升时，护心加1。有着沐月招心在，战斗时小安只要不用其他技能，几乎等于是零消耗。不过，奶妈有可能不放技能吗？没事，慢慢来。柯云岑当然不急，如今开着狂暴龙体的他已经接近是无损，300%的战斗属性也足够他横扫在场的驻心小兵，就是小部分炼体都不是对手。不打高端局，这属性完全够用。另一边，冲至矿列前方的林晓嘿嘿一笑 ：“OK 啊，小熊熊，为了打你老子叠了1000字的 buff 呀，今天的熊掌必须得吃。什么破烂玩意，牙口够好你就试试看。”黑魔震锤，喝声刚落，矿列手中双锤便狠狠互碰了一下，两股黑魔气力时从体内涌出，并裹在锤头。有能耐就再用你那火焰烧着熊爷爷的锤子。好啊，如你所愿，林晓还是头一次见有魔宗邪祟敢正面挑战他的真皇之火啊！让我来帮你练练锤。蛮熊就是蛮熊，再怎么也改不去天性莽撞的本质。少年这边喝声落下，手中之剑已向前挥劈，一道赤红且缠绕着雷纹的剑光立时破空飞去。矿烈也感受到了这剑光的不凡，不敢承受，连忙挥锤去顶，但猛一触碰，以他的力道却根本无法顶住。好！一阵错愣后，剑光直接震开其手中之锤，赫然劈在其身。真伤！负15650。灼伤！出血！出血！负610。左元括号62乘以10乘以6.75乘以3乘以1.1乘以1.066加928等于15649.993。四舍五入的15650。吼！巨通令旷烈一声低吼，不可能，这不可能！汝一助心小儿，如何能破得我的防御？可笑他为了求稳，刚开战就把熊人族的天赋给叠上了，结果居然被一剑破防。哎，小熊熊啊，这世界太大，你的眼界还太小，多出去看看吧。不过在那之前，熊掌留下。七雄太甚！旷烈闻言大怒，原本就粗壮的熊背再度鼓胀，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否破我防御。这次林晓只是轻挥一剑，以作为试探。未破防，出血，出血，负604。果然，这货炼体之后的提升就是防御。那么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计算，现在的差值应该是24点。想到这，少年直接喊道：“小安，酣战光环来了！”娇喊声未落，赤红色光环已落在林晓身上，见血量开始回复，他不敢再多等一秒，运起流云步便掠至矿烈身侧，一剑砍熊腰。真伤！2353。出血，灼伤，出血，负574。伤害一出，林晓脑海中立刻以此逆推矿烈的防御值，的确提升了 10% 的防御。哇呀呀呀！可恶，可恶啊！林晓在算伤害，矿烈却已经炸了锅，伤害不算高，侮辱性极强啊！他这最后的防御手段都已经用上了，怎么还是被打破防了？就算对面有个奶妈，可也不至于跨越数阶差距，对以防御力著称的熊人族的他屡屡破防吧？这小混蛋专修破防的吗？好了，小熊熊，你还有什么手段？尽管用出来好了，否则我可就要切熊掌了！混蛋，真以为能破防就能赢得了本大爷吗？不然呢？少年满脸无辜，你都防不住我的剑了，杀你不是轻轻松松。等我算算哈，杀你只需35剑，10息之内好了。你第162章10息剑幕斩杀旷烈。狂妄！旷烈大怒，太狂妄了！我倒要看看
你当如何在时息内取走本大爷性命？黑魔招招，黑魔招招，黑魔宗御法之一，简而言之，就是在身上裹上黑魔气，远近皆可为盾，用以近战时，敌手一旦接触到黑魔气，更会直接被影响到。一旦接触，轻则修为受损，重则蚀骨迷心，浑身溃烂而死。放弃吧。少年一阵嗤笑，是你主动咬上来的，我牵你俩熊掌回去争着吃不过分吧？好了，开始计时，我说10息，便绝不会多出1息。旷烈如临大敌，可下一秒，当他看见从天而降、几乎数之不尽的焚雷剑气时，人都傻了。这尼玛，剑修的蓝条比我老熊的命还长！林晓的这波操作，震惊的又岂止旷烈一个。我天，那是什么剑解？从未剑宗内师兄弟用过啊！一名正在杀敌的剑宗弟子震惊道：“观相貌，那是掌门新收的弟子林晓师弟吧？他不过助兴，竟可用出如此迅疾的剑技，难怪能入掌门座下。林师弟竟有龙族的血脉体质吗？掌门真乃慧眼啊！师兄们，可不要被林师弟比下去了。再多杀几个魔道鼠辈，回宗吃酒也有谈资不是？”哈哈，说得对，上10息之内，林晓能斩出多少剑？这他没数过，但长剑攻速本来就快，再算上他153%的攻速，1秒10剑是有的。如果不考虑命中率，速度还能更快。在这样的攻击频率下，以旷烈不过90点的敏捷，又怎么躲得开？上一秒他挪动身位，下一秒剑光就会跟上去，移动的速度根本就比不上林晓剑光下落的速度。就算用双锤打散一些，可那么多的剑光，又怎么可能一一打散？这一局，除非他掌握了能够防住内劲、真伤的法门，否则无论如何，结局都是可能防住内劲的法门，又岂是那么好学得的？九州之大，唯有一处可得。这时候的旷烈又如何学得？既跑不掉，亦扛不住，那等待他的结局，便只有死。旷烈的身上一道道的真伤，负1486，出血，弹起又落，落又弹起。如果他真的有血条，那么一定降得堪比过山车下山。好啊，我不甘，不甘呐！苍蓝小儿，吾便是成了鬼！旷烈那浑厚的声音到此戛然而止。鬼，信不信连你的魂魄也一并斩了？少年于半空收剑斜挥，宛如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般。足足炼体2阶的修者，就这么活生生被林晓的剑气磨死。事前这笨熊血量达到近8万，而林晓的力道不过600余，用固伤去磨砺无法破防，2伤害叠不上，视为下策。谁知道打着打着会不会有别人来搅局？这可不是在单挑啊！但之后林晓的力道经由小安的血气祭奠力之低语而达到800余，再叠加神斧、勇斗神光以及后续的酣战高歌，足将他的力道拉至958。计算前的600多是算上装备的 buff 的计算，要减去装备加成，计算之后再重新加回去。如此力道，在能够破防的基础上，哪怕只是堪堪超过了6点力道，林晓的伤害也能在龙人态下跌到500余。这样一来，包含真伤一剑将近1500，可比一剑只能打600多的真伤快得多。打得快，就避免了夜长梦多。旷烈的死，毫无疑问是在场中魔道心中狠狠砸了一下。他的修为不是最高，比他高的在场还有几位，可他的防御力就算是黑哥也要费上不少劲才能破掉。但就这样的1号人物，居然就这么死在了林晓剑下，谁不怵？加之黑哥被赵叶峰及黎征拖住，更占劣势，涂思思又被吴醉如人墙一般死死拦着，无人可援。至于其他的炼体高阶，早就在之前决定佯攻云华州时派出去了，哪还有人？大战之中最忌是气遭重，而现如今的魔道庆一峰据点显然已是如此，距离最后的落败也不过是时间问题。嘿嘿，熊掌到手。旷烈尸体前，少年迅速挥剑，2道剑光一过，那对熊掌当即化作芒状灵力消散开去，紧接着一个魂种紧跟着浮现。林晓伸手探过，2紫1蓝3道光芒立刻弹出，其中正好有他手里的双锤。毕竟旷烈不能算是 BOSS， 死了系统也不会把他重新刷出来，当然是身上有什么就爆什么了。不过能爆出来多少，也是看运气的。撤回小安的圣域力场中后，林晓也是稍稍缓了口气。能打赢旷烈，纯粹是因为对方是防御系的，而且敏捷不高，炼体之后的提升也是在防御上面。这说白了就是运气。但凡旷烈的敏捷能高一些，能够游走于他剑光之外不被磨死，这场战斗都不会轻松结束。帅高手，帅高手，我锤呢！见林晓这边结束了，李允堂才刚砸死一魔道喽啰，魂种都不摸了，便火急火燎地跑了回来。他可是记得林晓说过要给他爆个锤子的。瞥见他这副模样，少年也是玩心大起。哎呀，运气不好，没爆出来啊！谁知你少来，我都看见你摸出来装戒指里了，
就不想给我是吧？卧槽！你在我身上安监控了？哪有啊，就是碰巧看见了而已。李允堂赶忙解释。然而实际上，他干脆就是一边打架，一边盯着林晓那边，还被后者干掉矿猎时打出来的剑气木实实在在的帅到了一把。由此前因后果，在见到林晓不是很情愿要给时，他也不知是被哪里来的一股冲动驱使着，直接抓住了前者小臂，更是撒娇卖俏的出声：“给我嘛，你就给我嘛，求求了！”林晓猛地一阵寒战乱打，赶忙抽回手臂，还下意识斜望了柯云岑那边一眼。这尼玛！停！我给你还不行吗？少年连忙翻手，从苍蓝戒中将那对短柄锤取出，给李允堂递了过去。刚一见光，一道紫光也是迅闪而过。这双锤赫然是魂种之中那2件紫装的其中一件。嘻嘻，到手。第163章，还没看出来吗？我哥他是想泡你啊！李允堂接过双锤，亦是连忙查看其属性来。猎山双锤，灵品子午双锤，以青谷州盛产的黑灵玉钢历经7749轮淬炼锻造而成，韧性极佳，亦不乏刚猛。基础力道加49，攻速负 10%， 会心加3。猎山轰，以刚猛双锤向前方砸去2道冲击波，有 80% 的概率造成自身力道值 100% 的伤害， 15% 的概率造成 AT 身力道值 200% 的伤害， 1% 的概率造成自身力道值 500% 的伤害。灵力消耗150点，冷却时间5秒。品质紫，要求筑心9阶及以上可用。还不错嘛。李允堂满心欢喜，双锤从属性上来说肯定是低于单锤的，可胜在灵巧，而且这双锤可比林晓之前拿出来的奥雷穗强得多啊！一个紫武，一个蓝武，差距便是甚大。这就是重兵的魅力，尤其李允堂这种善用重兵的人，更是如有天助。不过就属性而言，这猎山双锤的附加技能只能说是很一般，不过它的亮点显然是在基础战斗属性上。同为双锤的奥雷穗只有22点力道，这猎山双锤却足足达到了49点，可见一斑。帅高手，我收了，你报个价。林晓闻言却是摆了摆手，报个屁的价，不说了是给你的补偿吗？前面抢掉那么多怪，抱歉哈。哎，李允堂连忙摇着双手，不，我开玩笑的呀，这可是灵品子午，怎么能说送就送的？你快报个价。个价是谁？不报，我这个人专一，只报老婆的。原本这不过是林晓一句口花花的托词，但后来，允堂姐姐啊，还没看出来吗？我哥他是想泡你啊！鬼灵精怪的小安忽然从李允堂身后探出一颗小脑袋来，一句话把后者的脸蛋蹭一下搞红。啊！你林雨安，你给老子过来啊！林晓一把将小安揽在腋下，哥这只是正常社交，很正常那种，你弟明白？我们不合适的帅高手，我们啊，对，我们不合适，拿着你的锤子撒愣起开，我这处理点家务事的，恕不奉陪哈。话音落下，林晓就直接拉着小安一块走开了。啊，倒也不是。看着已经走开的林晓，李允堂嘴角轻动，欲言又止，眼底更是闪过一丝若有若无的落寞。但下一秒他又狂摇脑袋，不可能，李允堂你怎么可能呢？绝对不可能的。一定是错觉。谁知道他现实里是不是个抠脚大汉啊？9周不能捏脸，但每个玩家随着选择的宗派不同，后续修炼的功法对体型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就拿他来说，虽然不至于变成金刚芭比，但身上的肌肉明显是扎实了不少的，当然不会影响观感就是了。说不定呢。另一边，林晓将小安提到一边后，也是狠狠地教育了一番。你怕是要害死我哦？你嫂子还在这呢。林某人满脸的后怕，干脆就是一副撩妹怕被老婆发现的表情。虽然他根本没有奇怪的想法，可谁知小安竟然……有没有可能就是嫂嫂叫我来当僚机的？林晓的脑瓜子忽然间宕机，下一秒又马上重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这念头才刚落下，脑子里又忽然跳出昨天早上，也就是待柯云岑和小安打完救梦之地后，他说的那番话。学姐到底在白莲一的梦寐缠缠里看到什么了？据他所知，梦寐缠缠是梦魔一族的天赋能力之一，哪怕只是陷入一瞬，梦里却可能是1天、1年、1世。至于会看到什么，这一点或许连梦魔族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吧。他们的能力本就是半生而来，是9州天地所赋予的，来自此番天地，那恐怕也只有天地才能解释了。可天地无言，又该问谁？难道……林晓的脑海里忽然跳出来一个极大胆的想法，虽然他觉得可能性不大，可做出这种奇怪举动的偏偏是柯云岑，这个他前世今生都有极大牵绊的人。就算前世2人分道扬镳，可如果不是心中时刻挂念，
重伤濒死之前，林晓第一个想到的也不会是他。会是这样吗？排除所有不可能的，剩下的那个即使再不可思议，那也是事实。福尔摩斯，哥，你愣什么呢？林雨安的一声呼喊，总算是把林晓从思绪中拽出。他忽而会心一笑，无论是怎样就好，反正现在的生活他很满意，这就够了，不是吗？没什么，光环挂上，我去帮你嫂子。OK。战局至此，黑魔极乐二方的落败已经是板上钉钉，有太行矮人族的天兵困阵在，任何一界魔道宵小都不可能离开，哪怕是淡江暗流都会天兵困阵的结界在。所有人插翅难飞。随着战局发展，砰！上空一道黝黑的影子被狠狠拍落，嵌在了两条铁链中间，身躯都因之而扭曲变形。显然是赵叶峰及黎征的合击，将黑魔宗那黑执事黑牙轰击下来。身体剧烈的痛楚令黑牙目眦欲裂，恨不得将在场的正道修者纷纷生撕而食，可惜他做不到。该死，该死，该死的！将死之人无能狂怒又能如何？借由身法暂时停在半空的赵叶峰眉目冷清，手中之剑已续起又一轮攻势。显然他准备要下死手了，何须多言，待老黎我一斧子劈开了他。黎征冷笑一声，手中那足有8尺长的骨柄大斧作势就要飞劈。矮人族善用短兵及钝器，而且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铸造的，更适合自己，威力也更强。不过就在赵和黎二人将要进攻时，场中已经凉透的尸体上却是纷纷飘出了浓郁的黑气。不好，是黑魔邪法，他要跑。第164章，别人都是咻一下走了，你哥这便秘呢？哈哈哈！就凭你二人还想杀我？当我黑牙是百无一能之辈吗？黑牙嘶声狂笑，被他吸出的尸气已漂浮至半空，朝他汇聚而去。黑魔滔滔，师者狂潮，为我护行。嘿，魔遁，天火燃剑，斩千魔。见赵叶峰挥来斩魔一剑，黑牙却是放声大笑，哈哈哈！晚了，已经晚了。黑魔秘法已起，你便是斩也斩不开了。天兵阵列，风。黎征这边也是控制着天兵困阵，想要终止黑牙的遁法。可没一会他便皱起眉头，不行，天兵困阵中似乎无法捕捉到那家伙的灵力，这究竟是何诡异秘法，竟能借由死尸做至如此？没用的，没用的！遁法中的黑牙狂笑着，也许是因为之前总被压着打的关系，如今二人拿他没有办法，他自然张狂。而这时与无罪纠缠不休、胜负难分的屠思思也起了撤走的念头。黑哥哥，可否助小女子遁离此地，日后必有重谢。黑牙闻言，于遁法中斜望了一眼，似也是舍不得屠思思那诱人的身体，便点了点头，道：“可入我遁法便是。”多谢黑哥哥。声落，屠猜猜也是退闪开去，直接使出极乐轩独门身法蝶影魅步，将粉色尘烟裹在身周，便冲入了黑牙遁法之中。无罪想追，可凭他那身躯，属实难为。当然，祖冲蛮人也不是修不了敏捷，只不过无罪正好是力道向的罢了。此妖女极为滑溜，无罪尽力了。让屠猜猜溜开后，他也是望向赵叶峰及黎征，脸上浮现无奈。可另外两人此刻又何尝不是如此？苍兰斩千魔能够克制黑魔气，甚至对大部分邪祟功法都有一定克制效果。可它也有弱项，能展开，能击碎，却无法泯灭。更多的作用是在战斗中，令掌握了这些邪祟功法的魔道宵小失去倚仗，无计可施。但这也没办法，九州功法灵迹极多，又何来十全十美者？该死！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溜走吗？黎征咬牙，这天兵困阵也该改进了呀。毫无战意的鼠辈罢了，逃便逃了吧，可惜没能留下他性命。赵叶峰摇了摇头，眼中满是惋惜。唯独无罪看得开，往好的地方想，至少这据点已被我等冲破，失了威胁，魔道也必然肉痛。赵和黎二人皱着眉头，又不得不点头，因为这似乎是此战唯一的慰藉了啊。哈哈哈！见三人都无计可施，黑牙立时大喜，此番大难不死，吾辈必有后福。你们在场的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再见时吾必血矜持。话到这里，他的遁法终于蓄势完毕了。当下双手张开，豪喊一声，阴尸开道，黑魔遁。巨量的黑魔气就在此刻疯狂涌动了起来，如花苞状欲将二人包裹在内。可张开双手的黑牙尬等了好几息，花苞他就是不包啊！黑哥哥是不是哪里出错了？不可能！黑牙怒嚎，我黑魔宗秘法又怎会出错？遁啊！他这声嚎就好像是在催促遁法一般，那表情更是黢黑无比。
老子逼都装这么响了，你现在不遁走，我很没面子的。无可奈何的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是满脸不解。不过黑牙遁不走，对他们来说也是好事的啊。而就在这时，遁什么遁呀？遁，你当下水道呢？一道嗤笑声随着少年的轻快身影传来。前摇这么大的遁法，你也好意思用出来？别人都是修一下走了，你搁这憋什么？便秘呢？那得用力啊！少年手中断风切上，升腾的真黄之火将他的身影映得乱晃。一步一动，剑锋吸出的火焰如水滴般落在满地的黑魔气上。少年的身后已是一片火海。这么明显的路径，生怕我不知道怎么断你后路。你！黑牙声音颤抖着，动作也是一卡一顿，根本无法出言描绘自己此刻的心情。黑魔盾本来就是利用大量的黑魔气制造一条黑魔通道，通道本身具有黑魔气的特征，敢于触碰必被侵染。正常来说，也没人会傻到去碰，就算切开了也会弥合，根本无济于事。谁能想到，黑哥，这小子很诡异。我跟你说过的，涂思思这回也是认出了林晓，可出生时却全然没看到他的黑哥，这回正黑着脸呢。滚蛋！我特么不瞎。说罢，黑哥一巴掌就把涂思思扇出了黑魔气花苞，血条都给打少了一小段。到这时他也看出来了，自己今天怕是走不掉了。但花苞中的黑牙转瞬间消失无踪。时刻注视着这边的赵叶枫立时瞳孔骤缩，师弟小心！声未落，人已出，身法更是催发至极限。然而他还是看到了从黑魔气甬道中钻出来的黑牙，以及其手中迅即挥出的一刀。这一刀给人的反应时间一息不足。林晓瞪目欲裂，完大了呀！挡！一定要挡住啊！青光苍元盾立刻在瞬息间浮现，与此同时，他的身上还出现了一道淡淡的青色光华，眼角余光是小安和柯学姐交集的神色，还有李允堂的。然而这一道刀光终究还是将林晓劈得倒飞出去。哥，臭小子！两道倩影焦急无比地冲向林晓所在，一身敏捷恨不得数倍地运用起来，只为能够再快一点。帅！李允堂稍伸了伸手，可嘴里剩下的那两个字到最后却只是如细纹般出口。高手！看着林雨安和柯云岑冲过去的身影，他终究还是没有追上去。林师弟！此刻赵叶枫眼中亦是满满懊悔，如果他的速度再快一点，黑牙，你给老子死啊呀！他是这次的带队者，护卫不力可是大锅，尤其出事的还是掌门的关门弟子，这罪过他如何背得起？哈哈哈！黑牙一声癫笑，本就活不了，能杀你一宗门天才，不亏啊！如此便死吧。第165章，我这是保护未成年少女免受网恋侵害。黑牙本就是强弩之末，如今消耗极大的遁法更是被林晓打断，再无反击之力。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来此一遭壮烈波澜已无憾，何患一死？是吗？你看得还挺开。或许是因为刚刚杀了林晓这么一个苍蓝天才的关系，黑牙的赴死词喊的是无比豪迈。可他话音才落，脸色厉变。不对，刚刚谁在说话？还能是谁？当然是你小爷我喽！少年的身影随着一道嗤笑声闪至黑牙面前。黑牙直接愣住，不可能，我明明把你……说到这，黑牙自己都不自信了。虽然把林晓劈飞了，可谁知道他有没有什么保命技能？而他根本也没有机会去验尸。马有失蹄，人亦有失手，接受自己的失败并不是很难，对吗？少年笑意盎然，此身也根本不像是受了伤，甚至气色比刚才还要好。当然，你这代价稍微有点大了。可恶，该死！黑牙满目怨恨不甘，可声音才落，冲至他面前的赵叶枫见林晓安然，心中悬石放下，眸中杀意却更为凛冽。黑牙，该死的是你！百剑归元，杀！赵叶枫在林晓羡慕的眼光中持剑化圆，剑锋每过一寸都留下一柄凌厉长剑。当这圆圈画完，其身前正好摆剑，杀字一出，白柄灵剑瞬间瞄准黑牙，一射而至。可叹如今的黑牙又哪里闪得开这一击？他睁目欲裂，小鬼，无便是死，也不会放过你大啊！随你喽，不过恐怕要排队了。林晓指的自然是刚刚的旷烈，尽管诅咒去吧，小爷我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来俩正好凑一对。然而他话音刚落时，正逢那黑牙生命恰巧燃尽。也就是这时，叮！由于未知原因，你已被施加未知诅咒，诅咒内容未知，发作时间未知，失效时间未知。我商标符号。少年脸色一黑，才立的 flag 这就倒了是吗？刚说完尽管诅咒，结果真的就诅咒上了。这黑牙还是个诅咒师，
还是3层未知的诅咒。这类诅咒可以说是九州最令人无语、烦闷的那种了，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发作之后又会怎样。若是生死攸关之际，无疑会成为那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林师弟，这厮对你下了诅咒。斩杀黑牙后，赵叶枫也是注意到了林晓身上的不同，诅咒的气息也属于邪祟，而修习了斩千魔的剑宗修者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惭愧，未曾防范。对方既问，林晓倒也没必要隐瞒，遂点头道：但或许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厮只下了个未知诅咒。师弟何须如此？谁又能想到这黑牙镜同时是位诅咒师？不过九州之大，总有解法，倒也不必多虑。劳师兄挂心了。实际上，赵叶枫的话只能算是心理安慰罢了。如果他未曾经历过前世，或许还会信上几分。但现如今，诅咒这种东西，遍观九州之大，也只有3种解法：一是诅咒师本人自己解除，这已经不再可能；二是专门精修破咒的医修出手；三则是可遇不可得的天才地宝。的确，第3种符合赵叶枫的说法，他不算瞎掰。可既然可遇不可得，跟心理安慰又有何区别？至于第2种，专修破咒的医修，少，太少了，少到几乎没有。话说回来，林师弟，方才黑牙那一刀，你是如何扛过去的？到这时，赵叶枫才问出了心中疑惑。黑牙出刀时，林晓那几乎被腰斩的伤势，所有人都是看在眼里。难道那泼天的鲜红会是假的？说到这个，此时的少年仍是心有余悸，多亏了我妹妹，若不是危急关头及时助我，恐怕难逃一死。哦，令妹竟是一宗仙子吗？见赵叶枫转头过来，小安也是不卑不亢，道：小女主师承天齐一宗宗主韩之木，见过少侠，竟是韩一仙高徒。赵叶枫顿时怔然，敢问仙子芳名？林晓见情势不对，猛地挡在了小安面前：姓林，名雨安，赵师兄还需指挥师兄弟们清扫战场吧，我兄妹2人就先不打扰了。说完，他拉起小安就撤开了10几米，停下时还下意识以背后挡住赵叶枫的视线，与洛人停是一气呵成。赵叶枫，不是，莫非我是什么洪水猛兽不成？赵叶枫心里升起了浓浓的疑惑，这林师弟总感觉是故意要让林仙子避开我呀。怪事。另一边，见赵叶枫并没有跟来，林晓也是猛地松了口气。呼，小安捂嘴偷笑，原来你这么护食的啊，是有多怕我会被抢走咧？嘻嘻，是啊，臭小子，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紧张哎。林晓脸色一黑，什么跟什么呀？我这是什么啊？我这是保护未成年少女免受网恋侵害。噗，两女直接没忍住，神他妈网恋啊！因为九州是全息网游，所以在游戏里被 NPC 喜欢等于网恋。不过小安的先天魅力足有90点，出水芙蓉的层次，吸引男 NPC 也很正常。毕竟这里的 NPC 在真正的九州世界里都是活生生的人，是人就会有情感。当然了，赵叶枫能对林雨安瞬间产生好感，更多的还是因为他韩一仙高徒的身份，否则90点的先天魅力虽高，却不至于一颦一动就招蜂引蝶。此间事了，林晓也是得空回想起刚才的遭遇来，不得不说，由于他的大意，这次是在阴曹地府的门前来回走了一遭。受黑牙那一刀之前，他的血量早就在小安的圣域力场中回满，可浑身解数尽开，那一刀也近乎将他秒杀。应该说，如果没有小安的及时辅助，他绝对会死，甚至都没有机会身中如今的未知诅咒。那时一刀命中，林晓身上立时弹出9815青石。第166章，得到了，但又没有完全得到。9815青石，青石防御负 10%， 成伤症 10%。林晓的血量有多少？基础的7420，加上装备的2400，一共是9820。也就是说，黑牙那一刀把他劈得只剩5点血。宁元一阶打住心6，伤害按理说不该如此低，可林晓也是福大命大，在那一刀命中之前，青光苍元盾先替他抵消了 90% 的伤害。青光苍元盾宝物，战斗时可主动激活一面能够抵挡 90% 伤害，无视境界差距的护盾，护盾存在 0.5 秒，冷却时间20分钟。接着风灵护心甲所凝成的风灵护盾又扛去了一些。风灵护心甲内衣以风暴俱燃，风灵护盾召唤一面风元素盾牌，可挡住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盾牌血量为自身血量值的 80%， 冷却时间15分钟。原本剩下的余威也是足够穿透林晓的防御，造成秒杀的。关键就在于小安最后时刻给他施加的辅助状态圣域青莲守护。圣域青莲守护辅助技禁术，消耗自身 50% 的生命值及灵力值，对单一目标使用，
被施加者身上将出现一朵护体青莲，青莲存在期间，被施加者防御提升 10%， 当被施加者受到超过其总血量值的伤害时，青莲破碎并令该伤害减免 50%。 这里的禁术并不是指不让用，或者说禁忌之术，禁更多的意思是限制、慎用的意思。毕竟是需要付出施术者本身一半血量及灵力的招式，一个不小心就是一命换一命的结局，得不偿失。可方才就是因为有小安临危之时的这朵青莲，才把伤害卡到如此极限，救了林晓一命。简单倒推一下就知道，那几乎要了林晓的一刀，足有274860的伤害。这就是祝星和宁渊之间的恐怖差距，两个大境界可不是祝星和炼体之间可以比拟的。事至如今，倒推黑牙的力道值已经没有意义，毕竟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再者说了，也不清楚他那一刀究竟是爆发了几倍力道。回过神来的林晓只想感叹，险而又险啊。至于他又是为什么活蹦乱跳，宛若无伤的，那当然是绝境涅槃、逆天涅槃，血量低于 50% 触发涅槃重生，立刻恢复 100% 的生命值，冷却时间72小时。黑牙死后，那屠思思自然也没能逃过三方合力的围杀，殒命当场。极乐轩独门的谍影魅步是棘手，可若凭图猜猜一人就可以力敌2位炼体巅峰及1位宁渊境的合击，他也就不需要和黑魔宗联手了。试想一下，跟一群极度不要脸、享了受不付钱，反而还美其名曰帮你修炼的人一块合作，他图啥？图黑牙那小豆芽来倒他水缸子。本来有战斗场面，但这段剧情的目的已经达到，再写就太拖沓了，跳过。诸位师兄弟，此间战事已了，所杀所获皆归己得，但切记沾染了黑魔邪气之物，切不可取。战事了尽，赵叶峰也是在场中高喊了一声，主要也没什么太值钱的东西，估计能翻出来一些灵石就不错了。不过在场的苍蓝剑宗成员多数还是很兴奋的。为什么说多数？既然是战事，那就避免不了死伤。三州此番虽占尽上风，可终究不可能无伤亡角磨。好在各州皆有死伤，人数也是相当，差距就是在1-2人之间，并没有出现战后获利分配不均的情况。林晓这边小队9人也是摸到了不少战利品，奈何这里全是魔道 NPC， 系统也不可能凭空造物，只能是对方身上有什么就爆什么，最多的就是灵石了，还都只是下品，毕竟都混到沦为魔道了，这群小须能有几个钱。林晓只道可惜黑牙和屠思思不是他杀的，纵观全场也就只有他俩还能有点好东西了啊。再有就是那旷烈了，身上2件紫装，除了双锤之外，剩下的那件灵蛮熊战甲、胸甲、衣袍，熊人族制式战甲，由上品混灵钢铸造，沉重但防御力可观。基础血量加3100，防御加47，护心加11。蛮熊战盾战甲内置防御型灵纹阵，战斗时可随时激活，于体表生成一层可提升 10% 防御力的灵力战盾，战盾存在30秒，每秒消耗50点灵力值。品质紫，要求炼体境及以上可用。看到这装备属性，林晓也是恍然，搞半天旷烈后来那 10% 的防御力是依靠这蛮熊战甲提升的，并不是炼体之后的提升。可惜是一身熊皮，太刺偶了。旷烈的魂种是一蓝二紫，2件紫装都不算次。至于那蓝色光芒，灵熊掌全套，力道加17，攻速正 10%， 拳法掌法的攻击力提升 15%。 品质蓝，要求无。看到这玩意，林晓忍不住叹了口气，他得到熊掌了，但又没有完全得到，毕竟9州还是个游戏，有底层逻辑在，因此无论你做什么得到了什么，都会以装备或材料的形式体现出来。例如砍一棵树，系统都会自动把木材切分成段，然后爆出来。林晓那次砍到木就是这样，有这逻辑在，林晓就是把旷烈的皮都扒下来，最后也只会得到一件从魂种里爆出来的熊皮毛衣，切熊掌同理。不过这也是个便利于玩家的逻辑，好比在击杀了一兽 BOSS 后，想要他身上的材料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时，就可以利用系统的这层逻辑直接获得处理后的材料。当然了，核心的任务材料是不可能这么就给你爆出来的。将熊掌随意丢进苍蓝界，林晓也开始打扫起战场来。若论杀敌数，在场有谁比得过他这个自动切菜机啊？要是战利品是根据贡献来分配的话，他这波至少可以独揽 50%。 哎，哥，你看第167章，不告诉他你怎么上来呀？正当林晓于一个个魂种中搜罗着灵石以及有用的材料时，小安的一道呼喊声却是打破了他的节奏。他抬头望去，小安则是已经把一则消息通过私聊频道发了过来。雨安，物品详情点击查看。见此，林晓也是伸手点去，死域魔晶能够开启炼体秘境无尽死域的钥匙，
该秘境每次开启只允许100人同时进入，秘境开启时，魔晶将会生成引导路线。有，可以啊，小安，运气不错。略那哥，炼体秘境就是需要炼体境才可以进入的意思吗？可以这么理解。林晓稍稍点头，不过真正解读应该是适合炼体境的秘境。先收着吧，小安，以后有机会哥带你去。哎，一个钥匙可以进2个人吗？放心吧，哥知道去哪弄钥匙。似是知道林雨安的担心，少年即刻开口。他心知这无尽死域的门票不算特别稀缺，是有着固定获取渠道的。小安这块应该是某个魔修恰巧得到了，一直随身携带才会爆出。你知道的这么多啊？对啊，面对小安试探一般的话语，林晓这次却是一改往常，嘴角一挑，道：哥知道的可远远不止这么多。林雨安歪了歪头，也不知是在想什么。两人对话间，柯云岑也是朝这边望了一眼，但也没有出言打断，只是若有所思。除了这死域魔晶，接下来的获利除了灵石之外，就是一些能够卖成灵石或者有其他用途的材料了。之后3周队伍简单寒暄过后，便各自带离。毕竟当下这一战只是整个行动的其中一部分罢了。庆一峰据点被毁，魔道势必不会无动于衷，而林晓等人则是折回太和城处理得来的材料，将自己用不上的全部换成灵石，再不济也置换成用得上的材料。每个人虽说不上盆满钵满，可到底还是赚了不少的。帅高手，谢谢你啦！分别之际，李允堂并不忘感谢林晓，无论如何也是因为他才有今的收获的。只是这锤子，再跟我谈钱可就俗气了哦。有机会请我吃顿饭算了。本身林晓这句话只是托词而已，所谓的有机会基本上也等于没机会，干脆就没想要李允堂任何的东西。可后者听在耳中，却直接没有来得抬起头道：行。下一刻他似是反应过来自己的失态，才连忙找补：我是说等有机会一定请你们吃顿饭，超豪华那种。嘿嘿，行啊，那我可等着了。林晓闻言笑应一声，心里却不再像刚才那般平淡了，可也只是揣测着李允堂的心思。这个铁锤妹子对他似乎不像是从前那么没心没肺了。林晓可不是情窦初开的小少年，心理年龄都老大叔了，能不懂？爷们这魅力无处收放啊。临别之前，倒是那个一开始像把他脑袋都给剃下来的洛可可，稍回头多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无喜无怒无爱无恨，没有七情，毫无波澜。杀手的眼神，真正的杀手可不会一天天用想刀了你的眼神望过来，杀意都暴露了。你有了防范，对方还怎么下手？至于林晓是怎么分辨出来的，那还要感谢白猿了。有前世身在龙族的经验，加上今生白猿那次经历，便让林晓掌握了如今的这份本事。毕竟一个正常人如果多看你一眼，绝不会是那么毫无感情的。人的七情最是藏匿不住，除非你专门训练过。哥，你也觉得他不对劲吧？林晓点了点头。之后当心吧，游戏里千万别对他透露我们的真实住址。当心？听到这话，林雨安却是歪了歪头，这有什么好当心的？而且不告诉允堂姐，他怎么来请我们吃大餐？你又怎么上来啊？少年闻言脸色一黑，咱们讨论的是同一个人吗？你个小脑袋瓜子，天天在想些什么呀？正当这时，一股香风飘然而至，你们兄妹俩在聊什么啊？林晓心头停跳一拍，下意识开口：没时，当然是怎么给嫂嫂你找妹妹了。然而兄妹2人几乎是同时开口，但显然说的比较长的那个立马成为了焦点的中心。少年直接瞪大了眼睛，干脆就不会接话了。妈！这时的柯云岑却是翻了翻白眼，我全都听见了好吗？还要否认啊？不过臭小子，你不会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吧？啊！告诉你，我可是认真的。这谁让你天天晚上跟头牛似的，也不知道累？怎么不说话了？林某人嘴角一抽，你但凡多给我一个呼吸的时间啊，堵都堵不住是吧？这嘴。边上的小安哥，你也没有堵啊？老子现在就堵啊！话音才落，林晓直接揽过家人相间，低头应了上去。刚开始柯云岑还因为小安就在旁边，羞臊的想要推开林晓，可没多久他就沦陷了。良久，直到嗨嗨，小安的一声轻咳，总算让两人想起来这还是在游戏里。唇分之后，柯云岑的脸蛋终究还是红成了熟苹果。可这个时候，一直在旁边等着的林雨安却是捏了捏小拳头，接着忽然踮起脚尖。这次不淡定的那个瞬间换成林晓，在短短一刹那的愣神后，他才连忙将小安拉开。小安你就这么被林晓拉开，小安却是前所未有的抿了抿嘴，接着身上亮起一道独属于传送阵的光芒，继而消失不见。哎，你个臭小子蠢死了！小安肯定是吃醋了，
你还推开他，看你这回怎么才好。说完，柯云岑身上也是亮起了传送阵的光华，两女便如此一前一后的离开了，独留林晓一人在原地愣了愣神，有些不知所措。半晌，靠！我这个蠢货啊！第168章，对不起，可我就是忍不住。想通了其中缘由，林晓也顾不得其他了，连忙打开地图，选点宗门传送。只有非战斗状态且地点为宗门时才可以这么操作，相当于回城。说，苍蓝剑宗苍寒峰剑心阁广场，光华从天而降，少年的身影也是忽至于此。小师弟见到光中人影，偏殿中一道亮影也是小跑着迎了出来，可没等他走近，林晓却已经挂机下线了。这在莫怀竹看来等于是冥思闭关。是在除魔行动中领悟到什么了吗？想到这，他干脆找来一个蒲团放在广场上，就这么坐在林晓身边。小师弟放心顿悟好了，师姐来为你护法。宁远阁3层次卧，睡眠舱急促的警示音响起，不多时便砰的一阵泄压，弹起舱盖。只是坐起来的林晓却是稍微冷静了一些，仔细回想，9周开服短短不到9天，他的生活却已大变。前世浑浑噩噩，空度百日，今生和柯学姐重归于好，甚至是连关系往前大迈了一步，生活质量飞跃般的提升，开豪车，住别墅，最后自然就是治好了小安的渐冻症，让这个原本终日郁郁寡欢的小丫头变成了如今的腹黑小魔女，也不对，应该说是古灵精怪里透着令人着迷的可爱。或许是林晓一时没适应过来，总以为这丫头是在拿她开玩笑，毕竟兄妹的关系摆在面上，有点乱那个啥。可如今细细回想，有那么几个瞬间，小安她是认真的。那日10里峰谷，击杀风行狼王后，小安语出惊人，要不等我成年就嫁给哥哥好了。那天在夕阳下的海边，重新站起来的小安满心欢喜，朝他喊了一声哥，我好开心呀，我爱你。那次客厅里将他丢在沙发上的暧昧之后转头就走，他其实悄悄地看到了小安那略显落寞的眼神。这丫头到底是什么时候？前世小安对他或许有些依赖，可终日病魔缠身，他根本也没有表露过心里的想法，直到病重离世，也只剩一句谢谢你哥，还是用手指一点一点写出来的。渐冻症到最后，他哪怕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别说声带，连舌头都无法动弹一下，唯独剩下眼神，剩下2根半手指。想到这里，林晓也是恍然，应该是治好了他那渐冻症的时候吧。小安今生到林晓重生的那一刻，全身也只剩下一只手臂，一半的上身，腰部以下全然没有知觉。她可是有意识的从一个健全的正常女孩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变成那个状态的，中间的绝望无助，谁能比她清楚呢？在得知自己没治了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小女孩何尝没有过轻生的念头？也就是林晓一直劝她别放弃，才让她坚持到最后一刻。虽然无济于事，可她既然为了她而愿意坚持活着，便代表了后者在其心中的地位之重。这一切的情愫，就在她重新站起来的那一刻彻底释放了。也罢，认了。这世上若论一对的话，唯独小安她不忍辜负，哪怕是柯云岑都要往后稍。只是这念头刚起，林晓心里就在暗骂了自己一声：林晓啊林晓，你特么的还真是个禽兽啊你！想通所有，少年当即夺门而出。小安！这一声喊并无人回应。小安！他又喊了一声，人已走到2楼卧室外，但却见房门是开的，其中略微点点香氛的味道，那是小安上次在超市买来的山茶花味，他说很喜欢。小安！第3声，人已经来到了客厅，可放眼望去，一个人都没有。只等目光扫至门口时，夜明灯下才见2双女士拖鞋不见了踪影，地面上的垫子略有些凌乱，像是被跑动的脚步拖动了一下。林晓连忙也套上了一双拖鞋，就要出门。但这时，林晓声音是在1楼的客卧外边传来的，显然他那3声叫喊惊到了正在游戏里的余生。于警官。少年回头稍望了眼，却马上回过神来，没空跟你说了，小安和云岑出去了，我得去找他们。等会我跟你一块去。余生并没有废话，立刻就从客卧那边健步而出，3秒不到就穿上了运动鞋。见他如此，林晓也没有拒绝，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谁知道小安这会跑到哪里去了？就算用灵力成丝去扫，也是存在着不确定性的，万一方向弄错，时间上更是成倍的浪费。幽暗夜色下，一座荒凉的小公园，烈烈树影中，少女的步伐飞快地掠过。若你在她身后，或许还能见到滴落在地上那未干的泪渍。小安，你等等我啊！别追过来！林雨安的喊声略带着哭腔。扫，这一声出口，
他的脚步也跟着停下了，剩下的那个嫂字却没有跟着出口。云岑姐，林雨安眼中噙着泪，声音有些嘶哑，你就让我静一静，我自己待一会就好了，然后就回去，好吗？求求你。柯云岑伸到一半的手停在半空，最后嘴角也露出一丝苦涩。好，我不过去，就在这看着你。不要，你回去吧。林雨安又喊了一声，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说好了不给哥压力的，可我就是忍不住。嗨，现在还提他干嘛？小安，你听话，这么晚了，外面很危险的，咱们先回家。柯云岑还想再劝，可话音到这。对啊，一道阴沉沉的声音忽如其来，大晚上的，外面可是很危险的呀。声音刚止，柯云岑立马转身一个后跳，想要拉开距离。他在穗大市网球协会的会长，时常坚持锻炼，身体还算灵活，可这一跳却因为脚上拖鞋扯了一下，半蹲着跌坐在地。啊，哟，还是两个小美女啊！黑狼，注意管好你的下半身，还是说你想重蹈白猿和美洲西的覆辙？七，知道了。第169章，我爆发力强。稀薄月光下，一男一女两道身影从公园一侧的幽暗树林中走出。男的大众脸，不到1寸的黑发，留着墨西干头型，较短的两侧分别雕着灰狼的轮廓，以及一个骷髅头，身材不算壮实，但一身的肌肉很是扎实。女的绑着高马尾，是一张清冷而典型的西方面孔，肤色白皙，说不上好看还是难看，身着紧身皮衣，纤瘦若那皮包骨。可惜那西方女操着一口流利中文，叹息一声，那个叫林晓的没来，要不就能一网打尽了。你们是谁？柯云岑连忙爬起来喝问一声，或许是先前经历过白猿事件的缘故，他表面上并没有特别紧张，当然心里不可能不怵，其紧紧捏住的手心里都已经开始冒汗了。这时后方的林雨安也是下意识靠近了前者，什么也没说，只是抱住了他的一只手臂，稍能感觉到他在发抖。两人见此更是逐渐逼近。我们是谁不要紧，重要的是你们两个现在最好配合一下我们，免受皮外之伤。西方女面无表情，毕竟你们也不希望我的同伴管不住下半身吧。然而他话音才落，管不住，一道冷哼忽从后方传来，那简单啊，切了吧。谁？墨西干男瞬间转身，可下一刻一只修长的手臂却是直接探了过来，一把将之掐了起来。唉，你……墨西干男瞪大了双眼，刚刚的声音距离这里至少也有50-60米吧，就这么到眼前了，真他妈离谱！大学生，公司是怎么打探情报的？忽然的变故让得西方女也惶然了一阵，可就在愣神的片刻，星夜片缕的微光下，一条白皙小腿却显得格外亮眼的从其背后探出。砰！转瞬间，西方女直接被此一记寸劲足刀腕倒在地，下一刻，足刀其主瞬改身形，从背后踩住了他的脖颈。微弱星光下，他的胸口稍有节奏的起伏着，从其略显沉重的呼吸声也听得出喘得不轻。呼呼，靠，50多米啊！你是怎么一下子过来的？林小正捏着墨西干男的脖子，沉吟了一会，才缓缓道：“我爆发力强。”余生一瞪眼，神他妈爆发力强啊！博尔特见了你都得喊声等等我吧。不过他现在也没空纠结这个了，一双冰冷的目光即刻下望。哟，今年到底是刮的什么风啊？大名鼎鼎的国际杀手组织业，先是7年以来失手率几乎为0的白猿，再是极善跟踪，从未失败的西英双人组美洲西和英童，现在又是以狠辣闻名杀手界的黑活夫妇。你们的雇主还真是有钱啊，是吧，活寡妇？余生的声音中大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势。只是话音刚落，等会开口的自然是林晓。你说的这些都这么有名，这么厉害的吗？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林晓满脸无语，一个个菜成这个昆样。你跟我说他们要么零失手，要么没失败过，然后这一男一女还以狠辣闻名。余生，他猛地瞪大双眼。所以说最离谱的果然还是你吧。这时，哥，一声激动中带着丝丝释然的娇喊声，如大锤般猛敲少年心头。我在。林晓一扭头，直接以蛮劲将手中的黑狼摔晕在地，便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小安。余生姐，这2个小菜坤就交给你了，我还有事。啊，不是。余生低头看了眼还在脚下的活寡妇，又扭头瞥向那昏死过去的黑狼，顿时一股莫名的卡喉感涌了上来。你，靠！好在边上的黑狼已经失去意识了，脚下的活寡妇对他来说也造不成什么威胁，要不然余生这把非得骂得再狠一些。这死小子见色忘义是吧？不对啊，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也算色的吧。想到这里，余生不由得瞅了眼自己的胸口，然后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不多时又叹了口气。
游戏里的样子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啊。小安，撇开黑狼的林晓3步做2步，连忙迎了上去。而听到他呼唤，少女也不再怄气，噙着泪便飞扑了过去。入他怀中时，泪水终究还是止不住的流了出来。对不起啊，小安。少年轻抚着他的秀发，轻声道歉。见这一幕，边上的柯云岑也终于松了口气，还好，这兄妹两人没有因为他的关系出现问题。不过正当他想稍微回避一下时，一只大手却将他抓住，紧接着猛拽了一下。啊！微弱星光下，少年宽阔的臂弯直接将当下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2个女孩都揽在了怀中。如果可以，这辈子他都不想松开。经过起初象征性的挣扎后，柯云岑倒也释然了，就这么任由他抱着。此刻无言却胜过千言万语。3人抱在一起，亦不知过了多久，直到喂，一道极不耐烦的声音终于还是忍不住将这无比和谐的一幕打断了去。臭林晓，死小子，你多少帮我抓一个啊！听到这声喊，林晓这才摸了摸鼻子，有些不好意思的松开2女，抱歉，这就来。余生也是出门太着急，没带手机，否则直接就联系当地的警方来协助了。毕竟是臭名昭昭的杀手，无论是哪里的警方都会高度重视。话说回来，余生姐，你身手不错啊。林晓伸手将黑狼从地上提溜起来，遂转头笑问余生，之前白猿那事也一样，枪法出神。哼！余生一声傲娇哼，也不想想我是怎么当上刑警队长的。少年闻言也是恍然。是啊，凭借女子之身，在需要一定身手的刑警队里混到了队长的职务，没几把刷子是真做不到。枪法、格斗术，每一项都需要达到绝对的标准。行了，废话少说，打个车先把这俩弄到刑警队。第170章，以后就叫姐。费纳静坐甚。听到余生要打车，林晓却是歪了歪头，接着伸手接过那活寡妇，拽着领子就地上拖行起来。余生欲言又止，可一想这2人身上的血债，干脆也无视了优待俘虏的信条了。那你要怎么去刑警队？跑过去就当夜跑了。啊！帮忙保护一下我妹和我老婆，拜托了。话音落下，少年的身影也是在月夜下越跑越远，2个大名鼎鼎的杀手就这么被他拖拽在地上，屁股都快磨出火花了，毫无人权。余生呆愣在原地，眼角抽搐，到底还是没能忍住心底里的吐槽。就这需要我贴身保护？我保护个锤子啊！我保护也不是啊，余生姐，你最多保护我们俩妹子，保护不了锤子。小安这会已经稍稍缓了过来，外人面前性子也是回到了原来的鬼灵精怪。本来他就是忽然一下子没绷住，缓过来也就好了。唉，余生长叹了一口气，也行吧，总比什么也保护不了要强。对于小安为什么大半夜要跑出来，刚刚3个人又为什么抱在一起了，他是一个字也不问。这么些年的工作经验，早就让他养成了不该问的不问的习惯。走吧，我们先回去。遂州市刑警队这边有余生提前打过招呼，林晓只是把人送过来，留下了几句笔录，再摁个手印就完事了。但从警队里出来，林晓却没有直接赶回穗河豪府，而是跑到穗江边上，顺着沿江的道路一直跑。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一直跑，只是单纯觉得这样很解压。兄妹2人其实有一点特别像，都喜欢用跑来解压。前世林晓压力大的时候，也喜欢通过夜跑来缓解压力，而小安在海边疯跑的时候，心里何尝不是在释放那目睹哥哥和柯云岑在一起时莫名的酸楚。宁远阁1层浴池，林雨安借口洗澡，却是把自己泡在了浴池里，小脚丫子在水里滑呀滑，滑呀滑的，如果把水看作地面，动作也算跑吧。小脑袋则是浮在水面上，时不时吐出个泡泡。和哥哥林晓一样，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这样很解压。他心里知道，要哥哥接受自己绝没那么容易，再怎么说也是兄妹的呀。就算关系出了五福，早已没有血缘，可心里总是会有一层隔膜的。他没有，哥哥心里也会有，避免不了。所以林雨安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先给哥哥找个老婆，然后自己想办法介于2人之间，通过平常的点滴一点一点，潜移默化的把自己植入进去，当第三者也好，情妹妹也罢，总之他不会去破坏2人的感情。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柯云岑却找到他，说出了一个惊为天人的秘密，但这反而让林雨安兴奋不已，这干脆是老天在帮他的啊。于是他干脆顺水推舟，站在自己的角度，结合那个惊天的秘密，说服柯云岑站在了自己这边。那次之后，也就有了柯云岑对林小雨出惊人，出言不想一个人霸占你。原本林雨安以为一切都会顺风顺水，按照他的设计一步一步走到他心里预料的那一步的，可一切还是在今天目睹哥哥和现在的嫂嫂、未来的姐姐亲密时，由于他的冲动彻底摆在了台面上。意识到自己冲动了的瞬间，
林雨安心里也打定主意，大不了就摊牌好了。谁知林晓却推开了他，那一刻，他心里的酸楚和委屈同时爆发，也就促成了当下的局面。怎么办？这个问题几乎同时出现在兄妹两人的脑海中。碎江边上，林晓掏出从便利店里买来的香烟，放进嘴里点燃了一根。他没有烟瘾，但犹记得自己的第一根烟应该是前世小安离开那时咬在嘴里的吧。如今也是因为小安，哼，轮回吧这是。虽然在房间里他就想通了，要接受小安，可是怎么接受？他在心里反复地问自己，真的可以把小安当成情侣来对待吗？在他心里，妹妹这个身份根本就拿不开。另外，接受了小安，柯学姐真的不会介意吗？他是不是在开玩笑？林晓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啊？也许他以后能想通，但绝不会是现在。那句我不想一个人霸占你出口时，他眼里的眼神只有心虚和闪躲，没有一丁点的认真。否则林晓何至于后面依旧关注着他的感受，会在小安搞怪时注意他的举动？商标符号的，明明重生了，还是有这种操蛋事儿啊！一口浓烟吐出，林晓也是转身看向穗禾豪府的方向。回去吧，走一步算一步。浴池里，小雨安扑噜噜噜的吐着泡泡，心里是说不出来的烦恼。不过没多久，一道纤瘦俏影却是来到他身后，缓缓蹲了下来。没多久，他侧边便传来了轻轻的入水的哗啦声。云岑姐。边上，柯云岑闻言却是一阵莞尔，划着水游到他边上后，只笑道：“是不准备叫我嫂嫂了吗？”我爹安。林雨安闻言脸色烧红，却道：“不要，以后就叫姐，叫嫂嫂还怎么竞争我哥？”柯云岑这次却是面色如常，似乎是完全想通了。好啊，那以后你叫我岑岑姐或者云云姐好了，是不是亲切了很多啊？至于你哥，说到这，他稍缓了口气，才道：“不用竞争啊，咱们不是说好了？他爱找多少个找多少个，只要他受得了，毕竟他是那个嘛。总而言之，不要给他压力就是了。”到这里，柯云岑又显得有些伤感。那种事，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想再看到一次的吧？林雨安听到这话，心里也是怔了怔。那次，柯云岑陷入梦寐缠缠之后，其实并没有马上下线，而是找到林雨安，用九州系统自带的录像功能，将自己的梦放给林雨安看了一遍。好，就这么说定了。第171章。他说他叫死兔燕。咔！正当两女谈心时，别墅的大门却是被人从外面轻轻推开。你可算回来了。客厅中的余生悄然站起，那推门而入的赫然正是夜跑回来的林晓。他们还在洗澡，交给你了。说完，余生也是面朝客卧走去。哦，好，你要睡了。林晓随意的借问了一声，却不料余生直接回答：我任务没做完，小念还在里边等我呢，不跟你瞎掰扯了。嘿！林某人直接满脸问号。果然，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不玩九州的人，另一种就是沉迷于九州不可自拔的人。就没有人在接触了九州之后不被迷住的好吗？全息体验，广阔地图，无论是男是女，都会自控不能的被九州深深吸引。我们的于大警官也沦陷了呀！想到这，林晓心中又燃起了好奇。不过是那一族的女性的话，应该是盾控或者盾斧吧？如果体质还行，我的设想里倒是有这么一个位置。话说回来，黎念这个大姨妹子又会是什么种族？这家伙也不加我。林晓正思索间，臭小子，你回来了。柯云岑从浴房那边探出了个脑袋来。少年面露笑意，洗完了。应声落，柯云岑又马上道：去3楼客厅等我们，有话跟你说。你们？林晓立马反应了过来。行，正好我也有话和你们说。等会上来再说。好吧。华夏，京城。木土建工集团总部大楼副总办公室，虽然挂着副总的名头，但杜旭康可一点实事不干，成天不是在剥削他爹，就是在剥削他爹的路上。他是大少爷没错，可弟弟杜旭龙却更聪明，打理集团事务更得心应手。最小的妹妹杜芷月更是财务方面的一把好手。由此，父亲杜卫极索性直接就放弃了他这个大少爷，任由他去当他的纨绔。这也是造就了如今杜旭康这性格最为根本的原因。他从很多年前开始就喜欢玩各类的网游，游戏里组建工会也是大把的花钱，但有时候资金链根本上又遇到了想要的材料装备，自然就升起了去抢的念头。而一旦对方不给，他的手段更是可用残暴来形容。最开始他只是教训，直到某次因为一件价值近100万的装备，他的双手首次沾了血。不知道有没有，但感觉得到这个程度才能彻底黑恶化。自那以后，杜旭康便仗着自己木土集团大少爷的身份，在各类网游里称雄称霸，为所欲为，更为非作歹。而这种习惯自然也带到了九州之中。
对于游戏里的睾丸，杜旭康向来的宗旨都是8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林晓这个一开始就阴了他一把，还站到他头上拉屎的家伙，他自然忍不了，以至于教训的过程都不走了，直接便想除而后快。业这个组织是他再一次雇人教训网友之后意外了解到的。以往杜旭康在业的链接里下单后，过不了多久，新闻上都能看到某省某市某青年突遭意外死亡。可这次对付林晓，他发动全部能量，找来了前者的住址，也直接下单让厉害的手子去处理。然而苦等数日，杜旭康却只收到业的一封匿名邮件，目标难度高，加钱。他可不知道白猿已经栽了，遂北刑警更不可能公布，所以只当是林晓有些身手，或者附近环境复杂不好动手，便一言加钱。可惜再一次泥牛入海。不久后，匿名邮件再来，情报详细度不准确，目标难度极高，加钱。看到这邮件，杜旭康杀人的心都有了。但恰逢此时，游戏里他又一次栽在林晓手里，让他好一顿羞辱，更是因此在擎天楚跟前落了面子。极度愤怒下，这钱他也咬了咬牙加。最后一次加钱，足足等了2天时间。正当杜旭康以为这次总算要出新闻时，办公室里电脑桌面右下角忽然弹出的邮件却让他心头一紧，接着手有些抖的操作鼠标，轻轻点开，此目标涌入我夜黑名单，再不接单。屏幕上仅有这冰冰冷冷的一行字：我操你妈的！杜旭康心头一阵怒骂，吞老子几10万，就这么完了是吧？可时至如今，面对一封根本无法回复的邮件，他又能做什么？叶不会告诉他为什么不再接林晓的单，但杜旭康用脚趾头也猜得出来，一定是派去的杀手栽了又栽，才会导致而今的局面。可遂州的安保力量有这么强悍吗？不仅一次次保护了林晓，还反过来有查到自己头上的架势，否则他何必在这副总办公室里装样子？不就是想刷不在场证明吗？但那可是叶啊，国际上最可怕的杀手组织。杜旭康根本不信邪，挂上 VPN 换上虚拟 IP 后，再次打开叶的链接，下单并备注价格提到之前3次总和的双倍，100万，接单即转账。点击确定，在等待了片刻，屏幕上却猛地跳出来一个单词 fuck。 杜旭康五指成爪，在空中像是紧扣着什么，一双写满怨愤的眼睛上下，薄薄的眼皮一抽，差点没把办公室的电脑直接掀飞出去。你还 fuck？ 我特么没 fuck 你就不错了呀，50万都花出去了，换来这么一句话。关键是这闷亏他还必须咽下去。该死该死该死！副总！正当这时，副总办公室门口却是传来了轻轻的呼唤：谁啊？杜旭康立刻心生警惕：我是小王啊，副总。小王？杜旭康这才想起来，对方是父亲杜维季给他找的便宜秘书，平常他不上班时，对方根本就是闲职一个。小王啊，他的语气重归淡定，有什么事？您有一位朋友找到集团来了，他说他叫什么？别支支吾吾的。是，他叫死兔叶。什么玩意？第172章。说多了都是泪，想妻妾成群，喜当爹是吧？穗禾豪府，宁远阁3层小客厅，少年卧靠在沙发上，手里正捧着手机玩糟心消消乐。古瑞，峨眉之影，艾斯兰特，亏贼，安波里波波。温馨提示，语速加快。最后，贝尼斯泰哥。正游戏间，耳边却是传来了一声清脆如百灵的轻呼：洗完了。少年闻言将手机放下，继而长呼了口气。没多久，柯云岑也从楼梯走了上来，3人围坐在沙发边上，气氛稍微有些发沉。小何岑，小何岑，你先说。哎呀，我先说好了，见这俩人异口同声的，小安直接开口打断：哥，我要当你女朋友。这纵然早有预料，可小安这话出口时，林晓还是难免一阵踌躇。就一定要。林雨安满脸认真：我可以还是小安，是你妹妹，但同时一定也要是你女朋友。岑姐已经答应了。对，我答应了。柯云岑直接开口应是，那如常的神色，认真的眼神，的确没有丁点的妥协。我不可以拒绝，绝对不可以。你个傻丫头，一天到晚就知道噎我，让哥说完一句完整话，行不？少年满是爱昵的轻摁了一下小安的脑袋瓜。哦，林雨安满脸享受，接着才道：行，那你说吧。林晓清出了口气，道：我没说不要，更没有拒绝，可是小安，你要明白，这么一来哥就注定没有办法给你完整的爱情了，这对你不公平，对你嫂嫂也不公平。我不在意。柯云岑紧随其后，我也不在意。这话一出，林晓不由得讶然看去，小安还能理解，毕竟他对自己的依赖太重，可是柯学姐，难不成他真的？所以
到底为什么？可以告诉我吗？一说到这个，两女却都沉默了。干嘛都哑巴了？听到林晓追问，柯云岑却是祭出缓兵之计。臭小子，你不是也有话要说吗？先说嘛，说完咱们再谈别的。你确定？林晓闻言也是眸光一动。我这一说，你们可能就再也没心思谈别的了。什么事啊？有那么严重？柯云岑问完，小安也跟着问道。是啊哥，什么事情啊？能比现在这件事还大吗？大得多。哎呀，你快别卖关子了，要说就快点。林晓却是张了张口，欲言又止，似乎是在组织语言，毕竟这种事情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起头。难道除了我们之外，你还有别的女人？没有啊。这时边上的小安忽然瞪大双眼，那难道有男人？少年一瞬将眼瞪大如乒乓。好你个小安，过分了啊！嘿嘿。不过有一说一，经过他这么一打岔，气氛立刻转好起来，一开始的沉重似乎也消散开去。一个小家里有这么一位调节剂，的确很赞啊。长舒了口气后，林晓终于准备要开口，却不料面临抉择节点，做出正确选择将会获得相应奖励。久违的九州系统声又一次出现了，脑海中声音落下，少年眸中的神色也笃定了许多。你们两个听说过重生吗？谁知重生这句话，两女几乎是同时反问的，而后两双漂亮的大眼睛也是对视在一起，又望了回来。那水洼洼的眼神里似乎有个问句。你要说的就是这个，可却并没有太多的震惊。林晓愕然，这是不够大。等他话音落下，柯云岑却是直接凑近了些，问道：所以说，臭小子，你要坦白了？坦白？两女没震惊，反倒是把林晓给震得不轻。哪怕早有猜测，听你这口气，怕不是早就知道了。谁知柯云岑直接点头，知道啊。岑岑解梦见的。说完，小安又伸出一根手指放在下唇做思索状。这么说来，那个梦算是预知梦喽？好厉害！梦！林晓满眼震撼，所以真的是那次梦寐缠缠。柯云岑重新做好后点了点头，不过并不完整，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还有，说到这，他停下来深呼吸了一口。还有就是臭小子你重生之前的画面。我重生之前？也许是怕林晓不信，柯云岑又满脸认真的说道。不过臭小子，我不能，也没有权利替若干年以后的我接受你的道歉，更不能替他原谅你。所以你现在是飞升上界，又下界回来了？还说多了都是泪，想妻妾成群，喜当爹是吧？你个臭小子，我去你大爷的吧！春秋大梦做的是真美啊！不过这个我可以批准。批准？但是无论如何，我必须是大姐。我是小妹。小安，你不当二姐？柯云岑扭头问道。不要，二姐不好听，谁爱当谁当。林晓的一天晚上被噎了2次，这姑嫂俩是商量好的吧？不过事情也是越来越扑朔迷离了呀。没错，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的人生重新开始了。说是重生，其实也可以算作是独当再来。当他正面做出回答的这一刻，脑海里也传来了提示音。抉择正确，九州连结度正7%。呵，20%了吗？不过这会林晓可没空检查连结度提升带来的变化，只是看着两女满脸认真。小安学姐，这件事情在没有确定绝对是自己人之前，绝对不能跟第4个人说起。闻言，柯云岑也是发问，可是怎么确定绝对是自己人呢？他虽然是以玩笑的语气弥盖着惊天大事的，可心底里却比谁都要认真。听到这话，边上的小安也开口了，例如爱我哥，爱到不肯自拔。小何岑。两人同时扭头看向林雨安，最后还是林晓开口，小安，你确定没把动词用错，用成了助动词？没有啊。林雨安嘻嘻一笑，如果他不肯自己拔的话，肯定是爱的深沉吧，那样不就可以确定是自己人了？客厅里大约沉寂了3秒，接着由柯云岑打破，有道理啊。林晓。第173章，有没有可能我是3岁才去办的出生证明？神他妈不肯自拔啊！林晓和柯云岑互相对视一眼，话糙好像也不糙，话俗又不是特别俗。总而言之，这话虽然不咋对劲，但道理是有几分的。真到了那个程度的话，确实会稳妥些。话虽如此，可在没有绝对把握和必要之前，还是谁都不要说吧。好，知道了哥。两女分别应话，柯云岑却紧跟着问，话说回来，臭小子，重生独当是什么感觉？还有，你现在的心理年龄是不是已经老大了？
重生啊，像做梦一样吧？林小稍想了想，遂应一声，继而发问：至于其他的，你没梦见？梦不长，而且如果以人生为尺度来衡量，完全能用短暂来形容。柯云岑摇了摇头，很多片段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甚至以后可能都不会再出现吧。最清晰的就是你重生之前的那段内容，其他很多都是一闪而过。是吗？林晓咧嘴失笑，看来你并没有梦到最关键的地方。最关键的地方。话到这里，小安也竖起了耳朵，仔细聆听。前面他的话哥哥没拒绝，那就说明他的目的已经达到，接下来只需要吃瓜就可以了。但这时柯云岑却猛地灵光一闪，刘影球！刘影球！边上的林雨安歪了歪头，但下一秒也转头看向哥哥，不敢置信道：不会是？看着满脸惊讶的两女，林晓却是卖起了关子。谁知你从九州走私过来的吧？林某人，噗！走私个锤锤，就是真走私也不能是走私刘影球啊！我锤锤，所以果然对允堂姐有想法吧？柯云岑摩挲着下巴，那个铁锤妹妹，可以啊，我觉得她还挺不错的。停！林晓连忙打断施法，停！你们两个还听不听了？欺谁让你卖关子的？林某人老脸一红，却还是努力正了正神。啊，就是那个不会是，真的是走私过来的。是，九州会融入这个世界，融入这个世界啊！林晓已经是接近崩溃了，如果不是这事不能宣扬，他都想用吼出来的啊。只是看着哥哥的样子，林雨安却是轻捂着嘴，喜笑盈腮，好似那欢愉的鸟般。好吗，我不说了。不过即便林晓不说，两女也已经猜了个大概。刘影球是九州特有的，而林晓重生的那段梦里既然出现了，就说明九州影响到了现实。至于怎么影响到的，无所谓，平行空间也好，次元降临也罢，他对于最后的结果来说没有区别。还有多久？柯云岑忽然问道。之前是游戏开服之后的第6年，2030年10月1日凌晨。林晓深吸了口气，现在就不清楚了，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我而改变。融合就是整个九州都搬到地球上来了。柯云岑连问道，可是九州好像比地球大很多啊。对，整个九州。林晓满脸正色，所有的所有，山水建筑怪物灵兽异兽，包括 NPC 以及所有玩家的种族修为，全部都融合了。具体是怎么融合的一两句话我说不清楚，等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直到林晓这话说完，两女才轻轻舒了口气。这才是真正震撼的点，就是说到时候我现在的身体也会变成龙族的身体。会。柯云岑闻言稍怔了怔，难怪当初选种族的时候你要那么劝我，万一选的不好，到时候不就万一选了幽川州死灵族，本来是人，融合之后成鬼了。还好。不过这口气一缓过来，柯云岑又猛地想起，不对啊，6年后，那按这么说，你现在的心理年龄已经是个油腻的老大叔了。林晓闻言汗颜，接着却也是稍听出了对方的语气，便顺着那话茬道：对啊，年过半百的老登就是我了。一惹我居然被一个半百的老登给……哼哼，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少年一阵怪笑，而且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加上我就3了。林晓稍一瞪眼，直接一个重达50克的暴力敲下去，想都别想，给我回房间待着去。不公平。小安委屈巴巴的捂着脑袋瓜，我也是你女朋友了。哦，是虽然是了，但是2008年12月1日出生的林雨安同学，你还没有成年哦。林雨安如遭雷击，好像有点草率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快就摊牌？那个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3岁才去办的出生证明？你说呢？安娜，剧情进展到这里，柯云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乖哦，你这个小妹应该是当定了的。我改主意了，难听就难听，我要当2姐。林晓仰头望天，花瓣，你可饶了我吧，小安，咱们楼下就有警察啊。最终林雨安还是满脸落寞地走回了房间。他成功了，但又没有完全成功。3层次卧，古老神秘而又原始的仪式结束之后，少女香汗淋漓，走之前却是轻捏袖拳，臭小子，有个事你可不要弄混。虽然我和小安同意你胡来了，但你要是敢去招惹那些不3不4的女人，那等着你的就只有2个下场。哪2个？西。柯云岑笑了笑，无论是哪个，你都只能去转修葵花宝典喽。林晓瞪大双眼望向大老婆离开的方向，心里直接一声误靠，贱娘们是想阉割了我的小知音指音啊。不过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似乎也还不赖，莫非我真的要妻妾成群了？此间事了，
少年也是再度进入了游戏。至于睡觉，正常人谁睡觉啊？挂机冥想结束，经验加0，经验10000，10000，境界经验已满，随时可进行突破。第174章，你吃我的，我吃你的。记名云化州，苍蓝剑宗，苍寒峰剑心阁广场。林晓睁开双眼时，头顶上的灵力正如漩涡般聚集着，这是因为他的境界经验已经满了，冥想得来的灵气无处可去，这才盘旋于上空。打完庆一峰那一战后，林晓的经验就已经满了，奈何当时因为小安的缘故没法及时突破，这才会造成现如今的无用挂机。不过也无所谓，几百经验而已，浪费就浪费了吧。哥们得到的那些才是大头啊。不过正当他准备就地突个破时，小师弟，你要突破了。林晓闻言忙回头望去，身后自然是小师姐莫怀竹。小师姐，你怎么？我见你慌忙闭关，又很快就进入顿悟状态，想是必有所得，便在此处为你护法了，不怪师姐多事吧？怎会？小师姐说的哪里话？嘴上如此，可林晓心里却是汗颜不已。这才刚说完要妻妾成群，2个世界就同时开工了。如果他愿意，以莫怀竹对他67点的好感度，表个白还是轻轻松松的。嘻嘻，莫怀竹满心欢喜，笑道：小师弟不怪我多事就好，快些突破吧，这些灵力已汇聚多时了。少年闻言也是微笑着点头。好。接着再次盘腿坐正，眼观鼻，鼻观心，沉入了突破空间之中。这次的突破还有上次秘境手通给的极品助心丹药效，不需要再次吞服，摆在林晓眼前的还是那有着虚纹的灵核。过程自无需再复述。10几分钟后，头顶灵力汇集，如漏斗般灌顶而入。QAQ 又发现了一个 bug， 我在计算属性时忘记心法是浮动提升的，一直当成一次性固定提升了，但前面涉及太多数据，实在改不了，只能是从这里开始了。惭愧我有罪。好了，开闸。叮，进阶突破成功，全战斗属性加30，血量加1000，灵力加1000。叮，进阶突破已成，自由属性加30，会心加1。叮，龙皇圣体体质触发，真龙神躯小境界突破，战斗属性额外提升 5%。突破完成，林晓的属性也是迎来了一波提升。基础属性：玩家林晓，职业剑修，声望1077，庆一峰大战后的提升。经验0110000，境界筑心7阶7级。战斗属性：血量8520，加2400，灵力8520加1000，正10%，力道526加146，灵慧406加48，防御409加56，敏捷350加28，会心6加43。看着眼前的属性面板，林晓心中也是一阵暗喜。随着境界越来越高，体质带来的小境界提升已经开始明显起来。犹记得上次寻到墓时遇见的那个游狼，炼体一阶才577的力道，他才筑心期却快要赶上了。而最近遇到的那个古家8阶实力511的力道，已经是被他超越。这就是优质的先天体质带来的滚雪球效应，属性数值会随着境界的提升越来越夸张。当然了，林晓现在也不是没有缺陷，真伤偏低，没有真伤，碰到破不了防的敌人就只能睁眼瞎。而他的真伤，说实话，真心不够看。力道的10%，那干脆就是力道有多高，伤害就是多高。面对那些动辄几万血的敌人，几百的真伤能顶什么用？又不是所有人都像矿猎那只笨熊一样，闪不开他的剑幕覆盖。别说厉害的 NPC 了，一些玩家反应练起来后，配合身法完全可以将自身的敏捷属性发挥出来，速度赶上林晓或许很难，但避开攻击还是可以的。找机会去藏经阁看看，能不能找到真伤类的技能，提升一下吧。他现有的真伤就是上次学习霸羽燕斩得来的，以此看来，只要再次学习真伤类技能，应该就有机会提升真伤了吧。小师弟突破好了。感受到林晓身上的气息变化，莫怀竹也是出声问道：啊，有劳小师姐在旁护法了。哼哼，莫怀竹一声轻哼。小师弟，陪我去城里买些花和寿金吧，可以吗？花和寿金？林晓猛地一怔，对啊，明天就是小师姐母亲的忌日了呀。好，买这2样东西自然不需要去太远，最近的离南城就有。不过就像那句话说的，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一起来买。这一路上莫怀竹都快笑出花来了好吗？而忽然，啊，小师弟，有糖人卖。小师姐喜欢吃糖人？好，咱们去买。林晓对此毫不意外，虽然莫怀竹已经修行多年，
达至宁渊境后期了，可本性还是喜欢这些凡俗食物。上次在云洛城时，他也是吃了一家又一家，根本不带停的。不过唐人倒的确是没见到。边说着，两人已经走至摊前。哟，两位看看唐人，买这些还是现做呀？现做吧。林小蛋笑着，都可以做些什么？那可多了，务实、异兽、植株，您尽管说说。听到摊主的话，莫怀竹却是脱口而出：名字可做的吗？做的，更简单了。那二位都是做名字？小师弟，可以吗？莫怀竹回头问道。呵呵，师姐决定就是。那就做名字。两人都将名字告诉了唐人摊主，对方也是应声开始制作。用的糖是以灵蔗熬制而成，混合特殊的灵植之液，口感甜而不腻，更带着些许的香味。没多久，一根手工削制的竹签上，林小二字成数排，笔笔相连，甚至薄厚有致，精美难得。莫怀竹的名字因为是3个字，用的竹签要长一些，摊主的技艺也并没有因为字多且杂而捉襟见肘，画出来反而比林小二字还要精美些。哈，小师姐名实相符，明美人更美，就连唐人都比我好看啊！小师弟，你可莫要胡乱周周，哪有的事？莫怀竹俏脸一红，师姐反倒觉得你这林小二字干练好看，是吗？那我们换着吃，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如何？